8月的江州热得犹如蒸笼，让人喘不过气来，空气似乎都凝固住了。吴凡一边扇着扇子获取些许微风，一边不是很熟练地摆弄着面前烧烤架上的食物，翻转、撒调料，看他的动作就知道他不是什么老手。实际上，吴凡也的确不是什么烧烤大师，他干烧烤这一行不过才不到1个月的时间，不但手法生疏，就是装备也极其简单，一个烧烤架、2张桌子、10多个凳子。至于生意，也是不温不火，2张桌子只有1张坐了3个人，另一张则是空着。吴凡有些羡慕地看着那3人，从他们的谈话里，吴凡知道他们都是附近学校的学生，在1年前，吴凡也是和他们同样的身份，只是1年后却是只能站在这有些简陋的烧烤架后面。这残酷的社会啊！吴凡小声感慨了一句，继续翻转手里食材。老板，来10串小肉串，10串鸡翅，10串五花肉。在吴凡感叹社会的残酷的时候，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传入到他的耳朵里。吴凡心中一喜，这份单子对他这样的小摊可是大生意啊！好嘞！吴凡一边欣喜地应了一声，一边抬头看了眼对方，随后他的动作就停住了，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只见眼前这位披头散发，脸上有些污渍，衣着破烂不堪，上面还有不少补丁，脚上穿着一双破烂了半边的拖鞋，这样的形象，如果手中再拿个碗的话，那活脱脱就是一个乞丐。快点，老夫现在很饿。那人见吴凡愣住，不由催促道：好，我这就做。吴凡嘴上应着，手上却不见动作。那人似乎也看出吴凡心里的担忧，说道：怎么，怕老夫没钱？废话，你穿着这样，谁见了都会有这样的担心吧？吴凡心里吐槽道，当然他嘴上可不敢这么说，那不是得罪人吗？没有就好。那人说道，随即他小声的自语道，我还真没钱。不过后面那句话吴凡显然并没有听到，看他说话中气十足，脸上虽脏，气势却是不凡，应该不是乞丐吧？吴凡心里嘀咕着，手上也忙活起来。来者是客，更何况周围还有不少人看着，自己总不能以貌取人，就赶走对方吧。忙活了好一阵，吴凡才将对方点的单都给做完。他将所有的东西递给对方，说道，您点的东西都齐了，一共360元。那人从吴凡手中接过食物，没有急着付钱，而是直接吃了起来。吴凡也不催促，只是看着对方，只要对方不走，在这里吃完都没事。老板，再来3瓶啤酒。这个时候，唯一一桌客人朝着吴凡这边喊了声，来了。吴凡拿着3瓶啤酒，朝着那3人而去，眼角的余光却还是在注意着那乞丐打扮的人。你们的啤酒。来到那桌子前，吴凡将啤酒放下，便转身准备回去。然而当他转身之后，却是愣住了，因为刚刚还在那里吃东西的乞丐打扮的人，此时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吴凡敢保证，他的目光只是从对方身上离开了2秒钟而已，就是放下啤酒的那2秒钟，结果就是这2秒钟人不见了。真是见鬼了！吴凡连忙跑到自己的摊位前，左右张望，但是略显空旷的街道上根本就看不到刚刚那人的身影，就好像对方就那么凭空消失了一样。真是见鬼了！吴凡再次抱怨了一句，眼看找了几遍都没有找到人，只得悻悻地回到自己的摊位前。还真是一个吃霸王餐的，什么中气十足，什么气势非凡，都是自己的错觉。咦，这是什么？当吴凡走到摊位前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烧烤架旁边居然有一枚灰色的戒指。吴凡将戒指拿起来看了看，看不出什么材质做的，表面倒是光滑圆润。难道是刚刚那个人呢？他没钱付账，留下这个戒指做赔偿。吴凡心里想到，在这段时间内，除了刚刚那人外，自己这边并没有什么客人前来，显然这戒指的主人应该就是刚刚那人了。一个破戒指能抵我360元，怪不得不好意思说偷偷留下东西就走了呢。吴凡自语道，本来想要将戒指直接扔了，不过吴凡摸着感觉还行，便也没有扔掉，而是自己戴了起来，没想到大小正合适。算了，有总比没有的好，就当刚刚那些食物施舍乞丐了。吴凡自我安慰一番，事情都已经这样了，不想开点也没办法。到了凌晨1点左右，街市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吴凡这才收拾东西回自己的住处，一个10平方左右的出租房。将东西放好之后，吴凡的房间内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他往自己床上一躺，回想着自己毕业这1年时间的经历，不由得有些沮丧。吴凡也是大学本科毕业，不过他的学校只是一个3流大学，学的也不是什么热门专业，以至于毕业之后找的工作并不算好。然而这本就不算好的工作，还因为他在经理办公室里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第2天因为左脚先进门而被开除。随后因为没有好的学历，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找工作自然变得困难起来。为了让自己在这个城市活下去，吴凡只得一边找工作一边干兼职。为了赚钱，他啥工作都干过，在工地搬过砖，在商场当过人偶，在饭店当过服务员。总之一句话，只要能赚钱又不违法的事情，他都愿意干。只是他的运气似乎一直都不太好，搬砖不小心砸到自己脚，工头第2天就让他不要去了。当人偶看到有小孩摔倒，想要扶一下，结果孩子家长以为他吓哭小孩，到店里大闹了一场，结果他第2天就被辞退。在饭店当服务员的时候，因为厨师弄错了菜谱，客人以为是他上错了菜，对他一阵数落，事后又进行投诉，于是他的服务员也当到了头。最后在1个多月前，利用自己不多的积蓄干起了烧烤工作，想要利用夏季的时间赚些钱。只是这烧烤也不是那么容易干的，就在吴凡摆摊的附近就有好几家烧烤店，人家空间大，环境好，比他这个小摊位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再加上他手艺也是一般，所以虽然做了1个月了，但是生意一直都不算太好。
这让一心想要赚钱的吴凡心里有些着急。更可恶的是，今天还被吃了霸王餐。吴凡恨恨地想到，他看着手上的戒指，又想到了晚上的事情，心情便有些抑郁。他赚个小钱容易吗？结果今天一个霸王餐，让他整个晚上相当于是白做，甚至还要倒贴一些。难道自己的衰运又要来了？自己的烧烤也要干不下去了？气愤的无言便想要将戒指摘下来，只是之前戴上去容易，想要摘下来却是很难。吴凡转动戒指半天，也没有能够将戒指取下来，反而是将自己的手指磨得发红，甚至有几道血丝流了出来。这个时候，让吴凡惊讶的事情发生了，那流出来的血丝居然被戒指给吸收了。那本来灰不溜秋的戒指陡然变亮，犹如中午的太阳一般刺眼。检测到宿主，绑定中。一道机械般的声音在吴凡的耳边响起：“谁在说话？”突然出现的声音吓了吴凡一跳，他一下子从床上蹦了起来，整个人神色紧张的将这不大的房间看了一个遍，也没有发现任何人的存在。难道是幻觉？吴凡确定房间没有人之后，重新躺了下来，只是脸上还带着惊疑不定的神色。咦，戒指呢？躺下来的吴凡陡然发现自己手上那灰色的戒指已经消失不见，刚刚明明还在手上的，就那么突然不见了。不对，还在手上。吴凡惊奇地发现自己虽然看不到那戒指了，但是却明显地感觉到那戒指还在自己的手上，那熟悉的触感还在。也就是说，那戒指隐身了。真是见鬼了！吴凡发现，似乎自从遇到那个乞丐打扮的人之后，他身边不断地发生着奇奇怪怪的事情。这戒指不能留，这么古怪的戒指，吴凡不敢留下来，更加的想要将这戒指取下来给扔掉。然而，他的另一只手刚触碰到戒指的时候，他突然眼睛一黑，什么都看不到，身体上也随之传来一种失重的感觉。等吴凡眼前再次恢复视野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周围的环境完全的变了。就在刚刚，吴凡还在自己的那不大的出租房内，然而现在的他却是处在一片空地上，周围是一座座茅草屋，不远处则是一片森林，更远处则是几座连在一起的大山。这又是怎么回事啊？吴凡目瞪口呆地看着周围，他感觉自己的大脑似乎宕机了。这是哪里？吴凡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然而再次看向周围的时候，看到的还是一样，只是在不远处发现有个老者在那里。吴凡便朝着对方走了过去，想要问问自己这是在哪，自己又是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的。然而当吴凡走到那老者身边的时候，却是发现这老者有些面熟，随即他指着对方大叫道：“是你！”此时站在吴凡面前的这个老者，正是晚上在他摊位上吃霸王餐那位乞丐。只是那个乞丐当时蓬头垢面，披头散发，脸上的样貌有些看不清，而现在眼前的这位却是身穿长袍，面色红润，精神矍铄，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如果不是那双眼睛的话，吴凡还真不一定能够认出来。这前后两个形象差别太大了。哼，没想到你居然能够一眼就认出老夫。老者并没有否认，笑呵呵地说道：“我呵呵你个头啊！”吴凡不客气地说道：“快给钱，吃了东西不给钱就跑，信不信我报警抓你？我将戒指都留给你了，你居然还好意思向我要钱？”吴凡气，老者似乎更气，两只眼睛瞪得像是灯泡一样，怒视着吴凡。说到戒指，我就来气。吴凡丝毫不惧，说道：“你那什么破戒指能值几百块钱？我花5毛钱从地摊上买一个塑料的，都比你那戒指好看。别废话，快给钱，别想耍花样啊！”真是气死老夫了。老者怒道：“你知道我那个戒指是什么材质做的吗？是，说了你也不懂。总之，说它价值连城都不为过。你居然说它比不上一个塑料？编，你继续编。”吴凡却是不信，既然它这么贵重，那你还是拿回去吧，我就只要我那360元。吴凡说着，就伸出自己的手，示意老者将自己手上的戒指拿走。他正愁怎么取下这枚戒指呢，对方愿意拿走最好。如果不是这戒指只有你能戴，我会给你。老者气道：“一个破戒指而已，被你说的这么玄乎？”吴凡不以为意地说道：“这戒指具有穿越空间的能力，没有它的话，你能在这？”老者说道。听到老者的话，吴凡一愣，这才想起来，他本来是想要问问对方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这里又是哪里的，结果碰到老熟人，自己把这茬给忘记。经他这么一说，他才想起来，对啊，我正想问你呢，这是哪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刚刚明明在自己房间，是不是你搞的鬼？吴凡问道。他将老者上下打量了一番，问道：“你是魔术师？这里是你变的？”“我不是什么魔术师，你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你手上的那枚戒指。”老者说道。“而且魔术师是什么东西？”“戒指。”吴凡下意识地看向自己的手指，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但是他却是清楚地知道，在自己的手上戴着一枚戒指。难道这枚自己眼中的垃圾地摊货真的有什么神奇之处？不错，这枚戒指是天神赐予你的，我只是负责将它送给你。”老村长说道。“天神？那是什么玩意？”吴凡疑惑道。听到吴凡下意识的话，老者吓得一个哆嗦，连忙左看右顾，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这才一脸严肃而又敬畏地对吴凡说道：“天神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你要保持敬意。”然而吴凡对于他的话在心里却是嗤之以鼻。作为一个在无神论环境下长大的他来说，神和鬼都是不存在的，这老者这样的表现八成是太迷信了。这戒指有什么用？为什么给我？吴凡问道。这就要从你的前几世说起了。老者恢复了世外高人的模样，不过在吴凡眼里似乎更像神棍一些。
你前几世衰神附体，事事不顺，妻离子散，小人陷害，最终每一世都是穷困潦倒，霉运不断，最后不得善终，当真是凄惨无比。吴凡一听，虽然不愿意相信这种转世之说，但是心里却依然是不自觉的一哆嗦。自己这前几世未免也太惨了吧，一世也就算了，居然接连几世都这样，当真是凄惨无比。那我这一世呢？吴凡问道。这一世，老者看向吴凡，本来你依然是会衰神附体，事事不顺。吴凡顿时就想到了自己的从小到大的遭遇，似乎自己运气的确是挺差的，尤其是工作之后，按说自己也够努力的了，然而每一次却都会因为各种事情被解雇，当真是衰神附体了。不过就在吴凡担忧的时候，老村长突然再次开口了。不过什么？吴凡连忙询问，虽然心里还是不愿意相信，只是看老者说的一本正经，而且自己之前的生活似乎的确挺不顺的，所以吴凡下意识的还是很在意老者的话。不过天神看你实在可怜，便动了怜悯之心，想要帮你一把。老者说道，于是便给了你这枚戒指，所以你须得对天神心怀感激之心，不可妄语。这天神也太糊弄人了吧。吴凡不满地说道，既然他无所不能，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我的气运，让我一直鸿运当头就行了，还给什么戒指啊，故弄玄虚。天神好心帮你，你居然如此不知好歹。老者又怒了，按照你的宿命，你的霉运还将持续几世，这乃是天道，就算是天神也不能随便更改。给了你这枚戒指，让你有穿梭空间的能力，往返这里和现实世界，至于能不能改变你的气运，就看你自己了。说的还挺玄乎。吴凡撇了撇嘴，行了，我再教你怎么使用这个戒指进行传送，剩下的你自己去摸索吧，我也该走了。记住，这枚戒指的能力不止传送那么简单，至于它有什么其他的能力，需要你自己去摸索。老者说道，如果有缘的话，我们以后或许还可以再见。走？什么意思啊？吴凡一阵疑惑。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眼前的老者似乎变了一个人一样，目光没有之前那么有神，反而是有些呆滞，精神也没有之前那么好了，整个人精神面貌完全的不同了。虽然外表没变，但是给吴凡的感觉就是眼前的这个人和之前明显的不同了，那种感觉说不出来，但是却能够清楚的感觉到。这时老者再次开口了，年轻人，我是这个村子的村长，最近魔气入侵，不少动物沾染了魔气，变得异常残暴，他们毁坏庄稼，威胁村民们的安全，你是否愿意去铲除他们？村长向你发布任务，杀死10只魔兔，是否接受？熟悉的机械式的声音再次出现。那老者果然是变了，说话都变得一本正经了，居然还发布了什么任务，而且他居然还是这个村子的村长。任务？这是什么鬼？村长向你发布任务，杀死10只魔兔，是否接受？没有得到回应，那机械式的声音再次在吴凡的耳边响起，接受，接受。吴凡实际上还没有了解这个地方，不过只要他不接受，那机械式的声音就一直在他耳边响起，所以他只能是选择接受。果然在他选择接受之后，那声音终于是消失了。既然你已经接受任务，那么就快点去完成吧，村民们已经被那些魔物给困扰很久了。老村长催促道。在老村长的一再催促下，吴凡迷迷糊糊地走向村外，他的脑海中还在想着之前的事情。前老者说的话究竟是不是真的？作为一个接受现代教育的青年，吴凡本能地觉得这一切都是假的。但是看看这周围的环境，如果一切都是假的，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如果一切都是真的话，那老者嘴里的天神未免也太厉害了，居然轻轻松松就将自己弄到了这里，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这就是那村长嘴里的魔兔。当吴凡来到村外，便看到一大群大概20多只兔子在外面啃食庄稼。这些兔子和吴凡平时见的那些兔子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身形稍微大了一些。但是当吴凡靠近它们的时候，就发现它们的不同了。这些兔子的眼睛虽然也是红色的，但是在眼底却是出现明显的黑色的纹路，看人的眼神不但不柔和，反而还充满了攻击性，浑身散发的气息也让人很不舒服，似乎随时都会爆起一样。在吴凡距离那些兔子大概2米左右距离的时候，当前的2只兔子一下子就跳了起来，朝着吴凡扑来，那气势倒不像是兔子，而是饿狼一般凶狠，还真是被魔化的兔子啊，这也太凶了吧。吴凡一惊，面对2只气势汹汹的兔子，他下意识就往后退了2步。然而那2只兔子并没有放弃，再次朝着吴凡冲来。好在其他的兔子似乎并没有要攻击吴凡的意思，只是警惕地看着吴凡。面对2只凶狠的兔子，吴凡不断的后退。当他双脚踏回村庄范围内的时候，那2只兔子停止了对他的追击，返回到之前的位置。这什么魔兔，未免也太凶了吧。吴凡心有余悸地看着那2只离开的兔子，自语道：年轻人，你这么快就完成任务回来了，我果然是没有看错人。这个时候吴凡的身后响起村长的声音，吴凡转身一看，对方正满脸欣喜地看着自己呢。吴凡略显尴尬，说道：那什么，我一直都还没有杀呢。那什么魔兔太凶了，一个个就跟狼似的，太猛了。什么？你一直都还没杀？那你还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去！刚刚还和颜悦色的老村长顿时板起脸来训斥道，那变脸速度之快让吴凡叹为观止。快点快点，别在这里磨磨蹭蹭的。老村长再次催促道。催促完吴凡之后便转身回去了，嘴里却还在嘀咕着，哎，现在的年轻人啊，胆子真小，比我们当年差远了。吴凡脸上有些尴尬，鼓起勇气再次朝着村外走去。不管自己因为什么来到这里，这先不用去想，
先完成老村长的任务再说，再怎么也不能被这老头鄙视了。吴凡很快又来到那魔兔附近，那些魔兔还在那里啃食庄稼。吴凡没有立即走过去，而是朝周围看了看，找到一截半米多长的木棍，拿在手里，随意挥舞了2下，这才走向那些魔兔。木棍在手，吴凡心里的底气也足了几分。在吴凡再次接近那群魔兔2米左右距离的时候，距离他最近的2只魔兔再次朝着吴凡扑杀过去，那眼里的黑气似乎都浓郁了几分。吴凡下意识地后退了2步，不过想到那老村长对他的鄙视，他又强行镇定下来，眼睛死死地盯着那2只魔兔。当那2只魔兔到他眼前的时候，吴凡猛地挥击木棒，直接将一只魔兔打飞出去。然而还不等吴凡高兴，另一只魔兔却是已经扑到了他身上，那锋利的爪子在吴凡的身上划了一下，立时便将吴凡的衣服给划破，同时还将他的手臂给划破了，在手臂上留下3道明显的伤痕。我靠，真疼！吴凡的脸立时便白了2分，他不知道以前见到的那些兔子抓伤人有多疼，但是眼前的这魔兔抓的人是真疼。还来，这当我是好欺负的？刚刚抓伤吴凡那只兔子再次朝着吴凡扑来，吴凡也被激起了凶性，自己还能真打不过一只兔子。当那魔兔扑到吴凡眼前的时候，吴凡手中的棍子再次挥了出去，邦的一声打在那魔兔的脑门上，那兔子像是棒球一样被打飞了出去，躺在地上4只小短腿挣扎了几下，随后便不动了。吴凡这边刚舒了一口气，随即就睁大了眼睛，因为刚刚那只魔兔在几秒钟之后居然凭空消失不见了，真是见鬼了！吴凡用力揉了揉眼睛，却还是看不到那只魔兔，就好像那只魔兔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样。难道这一切都是做梦？吴凡揉了揉眼睛自语道。而这时，那个吓了吴凡几次，让他已经熟悉的机械式的声音再次的出现。等级提升，人物属性面板开启，背包系统开启，一连几道声音直接将吴凡给震在原地。而这个时候，吴凡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是在玩游戏。之前吴凡没有往这方面想，实在是因为这一切太真实了，完全不像是游戏。但是现在既有任务，又有野怪，还有等级、属性面板等等一系列东西，这一切都和游戏太像了。难道那个什么天神送我来的是游戏世界？吴凡心里想到。稍微摸索了一阵，吴凡就召唤出了人物属性面板，那面板犹如投屏一般出现在吴凡的眼前。姓名吴凡，等级1级，职业无，力量1，敏捷1，智力1，体质1，气血100，魔力100，装备破烂的木棍，攻击1。吴凡的属性极其简单，标准的新手人物属性，这也让吴凡更加的确定此时的自己是在一个游戏世界里。至于背包更是简单，一共有10个格子，只不过这些格子现在都还空着，什么东西都没有。在吴凡查看自己属性的时候，那个被他第一击就打飞的魔兔居然蹒跚着再次的朝着他跑来，哪怕是跑动的身形已经不稳，但是眼里的煞气却丝毫不见少。既然知道自己身处游戏世界，这魔兔就是野怪，吴凡也就老实不客气了。等那魔兔跑到他的身边，他用手中那破烂的木棍再次给他一击，这次他躺在地上之后没有能够再站起来，彻底的没有了气息。而那魔兔的尸体也如同之前那个一样，很快就消失不见。连续杀了2只魔兔，吴凡也有了击杀魔兔的经验，因为任务需要击杀10只魔兔，所以他还要继续去杀魔兔。而这魔兔虽然是会主动攻击，但是有一个安全距离，大概2米左右，靠近他们2米左右的时候，他们才会主动攻击，这让吴凡可以将他们各个击破，而不会被围攻。毕竟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是这些会主动攻击的魔兔了，被打中一下还是很疼的。哈哈，你们刚才不是很凶吗？再来啊！吴凡现在是一棍在手，天下我有。那一大群魔兔很快就都被他杀光了，算是超额完成了老村长交代的任务。而吴凡等级也从1级提升到了2级，所有属性都变成了2，气血则是变成110。这升1级增加的属性也太少了吧！吴凡一边抱怨一边往村内走去，而且这升级的速度也太慢了，杀了那么多魔兔才升了1级，别的游戏可都是一刀就可以升999级的，这什么破游戏！老村长，我回来了。进入村庄后，吴凡看到老村长，连忙热情的打招呼。任务完成了，他还指望从老村长那里获得丰厚奖励呢。哦，是你啊！老村长见到吴凡却是没有什么表现，不似第一次见到吴凡时的热情，怎么又回来了？又是被那些魔兔给杀回来的。哎，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么没用？吴凡大汗，梗着脖子说道：“村长，你瞧不起谁呢？谁说我是被魔兔杀回来的？那些魔兔已经都被我杀了，我已经完成你交代的任务了，而且还是超额完成。快，奖励给我，我要神器、神宠。幸好刚刚是杀了那些魔兔才回来的，不然的话还不知道要被这老头给嘲讽成什么样子呢。”杀完了？老村长微微一愣，他定定的看了看吴凡，随后脸上露出了让吴凡熟悉的笑容，激动的拉着吴凡的手说道：“我果然没有看错人，你居然这么快就杀了那些魔兔，我们村子的庄稼算是保住了，我代表我们村所有人对你表示感谢。”老村长拉着吴凡的手，溢美之词不绝于耳。村长，咱不要说这些没有营养的话，先把我的奖励给我，我要求也不高，神器给个10件、8件的就行了，宠物嘛，随便来5、6只神兽就行，我这人不贪。吴凡赶忙制止老村长对他的感谢，还是要一些实质性的东西更加实惠。神器？没有。老村长摇头道。那神兽呢？也没有。老村长再次摇头。神器、神兽都没有，
你这个村长这么穷吗？吴凡气道，人家别的游戏开局就送神器、神兽的，你们这什么破游戏？游戏？什么游戏？老村长愣愣地看着吴凡道。吴凡看着老村长，这才想起来站在自己面前的不过是个系统人物，不是之前的那个老头了，自己和他说这些干嘛？先别管那么多了，没有神器、神兽，那你有什么吧？吴凡问道。什么都没有。老村长摇头说道。什么都没有。吴凡听到老村长的话，直接就跳脚了。我完成了你给的任务，你居然什么奖励都没有？你不会是想要私吞吧？感受到吴凡怀疑的目光，老村长像是受到了刺激一样，说道：没有就是没有，我私吞什么？我是那种人吗？吴凡仔细打量了老村长一番，摩擦着下巴说道：我看像。吴凡的话让老村长的脸都气红了，他哆嗦着身子从怀里掏出一本书，扔给吴凡说道：拿着它，赶快走。你果然是想要私吞。村长，你太坏了。吴凡拿着那本线装书，一脸恍然地对村长说道：滚，快滚。老村长被吴凡气得不行，差点一口气没上来。得嘞，奖励到手，虽然不是什么神器、神兽，但也比没有的好。吴凡也不纠缠，拿着它也就离开了。老村长看着吴凡离去的背影，余怒未消地自语道：哎，被那小子一激，居然将家传的宝贝给送出去了。算了，就当是送他的见面礼吧。另一边，吴凡也满怀期待打开那本书，想要看它到底是什么。当吴凡打开那本书之后，那本书便化作一道金光进入了他的体内，随后他的耳边便再次听到了那机械式的声音：恭喜你学会鉴定术。吴凡随即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发现自己的人物属性界面多了一个技能列表，而此时这个列表中就只有鉴定术一样。鉴定术对目标使用可以获得目标信息，获得信息的详细程度与双方的实力差距有关。鉴定术好像还不错。吴凡看了鉴定术的介绍之后，倒也还算满意，虽然比不上神器、神兽之类的，但是这鉴定术还是蛮实用的。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有了这鉴定术，自己就可以先一步得知对方的信息，也能够更有针对性的动手。那老村长的身上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好东西，有机会的话还要再敲他一笔。吴凡心里想着怎么从老村长的手里获得更多的宝贝，另一边的老村长却是打了一个喷嚏，心里有种慌慌的感觉。咕咕咕！在吴凡准备逛逛这新手村的时候，眼前不远处却是出现几只鸡。吴凡下意识的就要当成野怪攻击，却是看到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奋力的抓那些鸡。吴凡对着那几只鸡施展了一个鉴定术，一道信息出现在他的眼前：公鸡，鸡龄2年，为王大娘所饲养，体型肥硕，肉质鲜美。吴凡一阵尴尬，幸好刚刚没有动手，这明显不是野怪，要是自己杀了它，怕是它的主人要找自己赔偿。小伙子，帮个忙，帮我抓住他们。这个时候，那个中年妇女对吴凡开口道：我。吴凡指了指自己，说道：好啊，反正也没有什么事做，再加上吴凡意识到这里是游戏的世界，所以这些原住民们让自己帮忙，那就是任务，完成了是有奖励的，他自然不会拒绝。然而，吴凡本来以为这捉鸡的任务会很简单，但是实际上消耗的时间却比之前打怪还要多，实在是这些鸡太鸡贼了，看到有人靠近就跑走。吴凡和那妇女，也就是王大娘俩人，忙活了1个多小时，才将那些鸡都给抓住。谢谢你了，小伙子。王大娘对吴凡感激地说道。不用客气。吴凡嘴里客气着，但是眼神却直勾勾地看着王大娘，显然是在等王大娘接下来的奖励。你这忙活了半天，不表示下谢意，大娘这心里过意不去。你在这里等等。王大娘说完，转身返回自己家中。来了，来了，奖励要来了，会是神器还是神兽，又或者是极品技能呢？吴凡的心里满是期待。王大娘没有让吴凡久等，很快就从家里出来了，手中端着一个大碗。小伙子，这是大娘之前烧的鸡肉，你拿着尝尝。王大娘将手中的碗递到吴凡的面前说道。吴凡傻眼了，这是什么情况？我的奖励呢？我的神器呢？不给神器，随便给件装备也行啊，总比手中的破木棍要好啊。给一碗鸡肉算什么？这是什么奖励？怎么嫌弃大娘的手艺？见吴凡迟迟没有接过，王大娘脸色微变，似乎有些不高兴了。不是，不是。吴凡连忙说道，这鸡肉就算了吧，我也就帮了一点小忙而已。那怎么行？这是大娘的心意，你不拿着就是看不起大娘。王大娘脸上不高兴的神色似乎更明显了几分。见状，吴凡只好接过，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说道，那就谢谢您了。客气啥？见吴凡接过，王大娘的脸上重新出现了笑容，要是觉得好吃，以后可以常来大娘这里吃。好嘞。吴凡应道。王大娘满意的回去了。吴凡站在原地好一会，看到王大娘没有再出来的意思，这才真正确定手里的这碗鸡肉就是自己刚刚帮助王大娘抓鸡的奖励了。也许这鸡肉比较特殊，吃了能增加属性。吴凡心里猜测道。随即吴凡就带着期盼抓起一块鸡肉放进嘴里。香，真香。鸡肉刚进嘴里，吴凡就感觉到一股浓郁的香气充斥自己的口腔，刺激着自己的味蕾，让吴凡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细细品尝。这鸡肉也太好吃了吧。当整块鸡肉都进了嘴里，吴凡这才睁开了眼睛，眼里满是震惊的神色。吴凡之前也不是没有吃过鸡肉，然而他今天才发现自己之前吃的那些鸡肉的味道真的是弱爆了，和自己刚刚吃的那块鸡肉相比，真是差得太远了。吴凡敢发誓，刚刚吃的那块鸡肉是他长这么大以来吃的最好吃的一块鸡肉了。
看着碗里还剩下的鸡肉，吴凡两眼放光，也顾不得形象了，大口的吃了起来。王大娘的心意还是很足的，给吴凡足一大碗。吴凡虽然胃口不小，但是最后也还没有吃完，打了一个饱嗝之后，舒服的出了口气，然后将剩下的鸡肉放进背包中，准备等饿了再吃。对了，看看属性。吴凡这才想起来要查看属性，只是结果让他很失望，所有的属性都没有任何的增加，也就是说，刚刚那碗鸡肉只是一碗普通的鸡肉而已。不过味道的确是很不错，王大娘的手艺不错呀，看来以后有机会再来弄点。吴凡心里想到，虽然没有能够增加属性，让他感觉到有些失望，但是就鸡肉的味道来说，他还是很满意的。更何况抓鸡也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任务而已，没有奖励什么神器，也属正常。看来在这里是别想着一刀999级，也别想开局送神器了。吴凡大概也明白了，这游戏和自己之前在网上看到的那些宣传夸张的游戏明显不同，不会升级那么快，也不会送什么装备。不过这游戏的逼真程度远超那些垃圾游戏，不管是视觉还是痛觉，又或者是味觉，都和真的一样。这样看来，那天神似乎还真有些本事，居然能够弄出这么一个实的游戏世界出来。吴凡心里想到。完成了王大娘的任务之后，吴凡并没有立即去打怪或者接任务，而是在村子周围转悠了起来。反正这里就只有他这么一个玩家，完全不用太急。而这里作为自己以后要常来的地方，还是先熟悉一下环境最好。一直到太阳落山，夜幕降临，吴凡这才喃喃自语道：如果那个老头没有骗我的话，我差不多要回去了。果然，下一秒他的眼前再次出现了一片漆黑，不过很快他的视线就再次恢复，而后他又看到了自己那熟悉的出租屋。我又回来了，看来那老头可能真的没有骗我。吴凡左右看了看，自语道：只是他说这个传送能够改变我的命运是怎么个情况？只是体验一下真实的游戏世界而已，能对我的现实有什么帮助？他也真是的，说话不说清楚，还让我自己摸索。吴凡坐在床上想了好久，也没有想到传送到那个世界对自己现实世界有什么帮助。算了，不想了，先起床吃点东西去跑步。根据那老头所说，传送到那个世界之后，现实世界的时间也是跟着流逝的，只是流逝的速度不一样。在那里他一次可以待12小时，而现实中会过去4个小时。所以当吴凡传送回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要是能将背包里的那半碗鸡肉给拿出来就好了。想到吃饭，吴凡就想到了之前吃的那王大娘给的鸡肉。本来吴凡还留了一些鸡肉，想着饿了之后再吃的，只是后来他在村内外转悠的时候倒是忘记吃了。下一秒吴凡却是愣住了，在他想到背包的时候，他眼前居然出现了熟悉的虚拟屏幕，而那屏幕上有10个方格，正是之前看到背包模样。我去，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在现实中也能够看到背包？吴凡忍不住大叫了出来，脸上的表情犹如见了鬼一般。吴凡以为自己眼花了，用力眨了几下，确定自己看到就是之前的背包模样，那半碗鸡肉还在里面呢。吴凡连忙试着调出属性面板，结果也没有让他失望，属性面板如同背包页面一样出现在他的面前。接着吴凡试着取出那半碗鸡肉，下一秒他的手中就多了一个碗，而碗中正是王大娘给他的那碗鸡肉。而后他又试着将那碗鸡肉给收进背包，也没有意外的成功了。吴凡像是发现了什么新玩具一样，不断的取出放进，玩得不亦乐乎。也不知道现实中的东西能不能放进去。吴凡想着，试着将自己房间内的东西给放进去。小桌不行，衣架不行，板凳也不行。吴凡试了好多东西，发现都不能给收进背包中，最后也只能是接受这个现实了。不过这样也不错，吴凡很快就从打击中恢复过来。我现在终于是知道传送到那里对现实世界有什么帮助了，原来可以将那个时空中的东西给带到现实中来。吴凡白天的时候可是在村子周围逛了好久的，他知道村子周围可是有矿山的，而且那矿山是无主的，除了矿山外还有森林，林中有草药以及其他一些奇珍异果的。如果将那些东西给带到现实中来的话，说不定会对他的生活有帮助呢。吴凡越想越觉得这个很有可能，心里也越发的激动起来。过了好久，吴凡才从激动中恢复过来，吃了那半碗鸡肉便出门了。一夜没睡的他不但不困，反而还比以往都要更加精神。吴凡所住的地方距离江州大学不远，江州大学是一所名校，在本省所有高校中排第一，哪怕是在全国那都是可以排进前10的存在。这样的学校周围的房价肯定是不便宜，哪怕只是租房价格都不低。吴凡能够住在这里，自然不是他多有钱，而是有些巧合的成分在。之前他有次坐公交的时候看到有小偷偷钱包，那个时候他才毕业不久，还是一个热血青年，看到这一幕自然不能忍，不但呵斥制止了对方，还将对方给制服。当然在纠缠的过程中他也受了点小伤。然而好人有好报，那个小偷要偷的目标是一个40多岁的阿姨，事后自然对吴凡很是感激，在知道吴凡正在找房子住的时候，便将自己闲下来一套房子中的一间，以一个很低的价格租给了吴凡。而这个房子正是吴凡现在所住的这个房子，别看它面积不大，但是想要租的人很多，价格也不会便宜，毕竟周围环境好，而且还是在市中心附近，所以吴凡心里对于那位阿姨也一直很感激的。在大学的时候，吴凡就有早起锻炼的习惯，毕业之后这个习惯也没有丢掉，因为这里距离江州大学很近，所以吴凡平时早上锻炼也都是去江州大学的操场上锻炼。等吴凡来到操场上的时候，这里已经有些人在锻炼了，不过
人数并不多，大学生里能够坚持早起锻炼的人并不是太多，再加上现在时间还早，也没有真正开学，来的人也就更少了。吴凡稍微活动了一下手脚，便开始的绕着操场跑了起来。跑步的时候，吴凡的脑海里止不住的又想到了之前去的那个空间，想到自己在现实中能够打开属性面板和背包页面，那么是不是在那个空间内学习的技能也能使用？想到就做，吴凡对着一个跑在自己前面的学生，使用了他唯一会的技能鉴定术。姓名刘光，江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大二学生，21岁，身高186，体重160斤，院篮球队主力，爱好篮球、泡妞，家在梅省，家里有父母2人。当吴凡对着他前面一个学生使用鉴定术之后，果然一连串的信息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且他也发现了，这种显示出来的信息，除了他以外，其他人根本就看不到，倒也不用担心自己身上的秘密会被其他人知道。没想到信息还蛮多的，吴凡自语道。那一连串的信息将这名学生的情况介绍得很清楚。通过鉴定术，吴凡对于这名叫做刘光的学生已经有了很多的了解，包括他的兴趣爱好、家里情况等等，都知道了不少。这鉴定术果然有用，而且效果还非常的不错，获得消息相当的详尽。就在吴凡感慨的时候，一道熟悉的亮丽的身影从他的身边经过，带来一阵沁人心脾的香气，让他不自觉地嗅了嗅鼻子。是他！吴凡眼睛一亮，前面这个穿着白色运动服的身影他已经很熟悉了，可以说只要吴凡来这里锻炼，就都会看到这个身影，甚至有时候他会刻意早点来，就是不想错过这个身影。当然，吴凡虽然对这个身影很熟悉，但是却从来都没有上前搭讪过，每次也就是在锻炼的时候看上几眼而已。吴凡知道对方是江州大学的学生，至于其他的信息他就都不知道了。忍不住心中的好奇，吴凡对着那个身影也使用了一个鉴定术。姓名柳岩儿，江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大3学生，家住帝都，明镜巅峰。没了。吴凡看着眼前虚拟屏幕上那寥寥数语，和之前那个叫做刘光的学生明显不同，吴凡微微有些愣住，不知道为什么获得的信息这么少。难道自己的鉴定术这次失效了？不应该啊！吴凡还在愣神的时候，突然发现刚刚从他身边经过的柳岩儿却是突然停了下来，站在原地转身看着他。吴凡也再次看到了柳岩儿那天仙一般的容貌，精致的五官巧妙的组合到一起，让人一见之下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倾国倾城几个字，再加上妙曼的身姿以及他那特有的气质，只要看一眼就不自觉地沉迷进去，无法自拔。吴凡微微有些心虚，毕竟他刚刚才对对方使用了鉴定术，那可以说是一种窥探隐私的行为，是有些不道德的，也是一种失礼的行为。等等，就在吴凡打算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做，从对方身边默默经过的时候，柳岩儿突然出声。吴凡下意识地停了下来。柳岩儿走了几步，再次站在了吴凡的面前，双眼紧紧地看着他问道：你刚刚对我做了什么？什么？吴凡有些疑惑地看着对方，这倒不是装的，而是他真不明白对方话里的意思。刚刚你在我背后对我做了什么？柳岩儿再次问道。我什么都没做。吴凡摇头道，随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只是看了你2眼。就这样？柳岩皱眉，神色有些不信。柳岩自然知道自己的容貌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吸引力，平时不管是在校园内还是外面的街市上，她的回头率都是相当高的，看她的不知道有多少，她也早已经习惯了别人的注视。但是刚刚她明显感觉到自己背后的目光和以往目光不同，那眼神似乎一眼就能够将她看穿一样，这样的眼神她以往只是在少数的几个长辈身上看到过，而那些个长辈都不是普通人。然而当她转身看向后面的时候，却是发现自己身后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普通的年轻人，这就让她感觉到疑惑了。这样一个年轻人怎么会拥有那样的眼神？不应该啊！难道是自己感觉错了？还是说刚刚的眼神不是他？只是自己背后除了他并没有其他人，其他的人距离自己最近的也有20-30米远。就这样，吴凡点头说道。这倒不是说谎，他刚刚的却是只看了对方2眼而已，只是在看的时候顺便使用了鉴定术而已。柳岩点了点头，脸色丝毫不变，让人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就在吴凡以为对方要离开的时候，那柳岩突然又开口道：你不是我们学校的人吧？我不是，我只是住在这附近。吴凡如实说道。江州大学并不禁止校外的人进入，尤其是操场这种地方，所以吴凡倒并不在意对方会知道自己非本校学生。只是吴凡的心里也有些疑惑，对方是怎么知道自己不是这个学校学生的？自己虽然已经毕业1年，有了社会经历，但是单看外表的话，和大学生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区别，甚至这大学里的有些学生明显长得比自己还要着急。柳岩又看了看吴凡，没有说话，之后转身离开，留下吴凡在原地陷入疑惑中。吴凡倒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多久，他和柳岩本来就不熟，只是柳岩长得漂亮，他又经常在操场上看到，所以才会多看几眼。至于发生些什么，吴凡还真没有想过。在柳岩离开之后，吴凡便也继续开始跑步锻炼，之后返回自己的出租房。因为最近一直在做烧烤，白天的时候吴凡就需要给各种蔬菜、肉食做串，这也是一个很耗时间的活计。吴凡虽然只是租了一个房间，但是这个房子本身是3室1厅的，其他的房间都空着，而在大厅里则有台冰箱，因为没有其他人住在这里，吴凡平时采购的食材都放在冰箱内，他生意一般，采购的食材不多，一个小小的冰箱倒也够用。要是能够从那个空间内带出一些蔬菜、肉食来，我不是就不用采购这些东西，成本也就降低了。吴凡一边忙活着，一边想到。
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法子。既然肌肉都能带出来，那么其他的东西自然也能够带出来。只是他对于那个空间了解还不够多，不知道能不能弄到那些食材。至于那些食材能不能吃的问题，吴凡倒是不担心，因为从那里带出来的鸡肉他已经吃了，味道还很不错。而且那背包很特殊，鸡肉放在里面不但没有变味，甚至还有热度，口味丝毫不减。那么其他的食材放在里面，自然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傍晚的时候，吴凡再次出去摆摊做烧烤。在没有利用那个时空来改变自己生活之前，吴凡不敢打乱自己现有的生活，不然的话，他怕自己活不下去。晚上的生意依旧不温不火，吴凡羡慕地看着街对面烧烤店，心里想着，等自己有钱了，也盘一个店面下来，空间大，环境好，相信客人绝对比现在要多。之前的他，这样的想法也就真的只能是想想，想要真的做到，非常的困难。毕竟他的运气一向很差，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烧烤摊就办不下去了。但是现在有了那枚特殊的戒指，一切自然都不一样了，开门店也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情了。如果那个给吴凡送戒指的老者知道吴凡获得戒指之后，想的只是什么时候能够开个门店就很满意的话，恐怕得气得两眼翻白。回到住处的时候，又是凌晨1点多了。简单的洗漱完之后，吴凡再次的躺在床上，带着略微有些激动的心情，转动手上的戒指，心里默念着传送。这是那老头教他的办法。果然，下一秒，吴凡的眼前再次出现了熟悉的黑暗，一丝光亮都没有，浓郁的黑色笼罩他的全身，让他微微有些不舒服。好在这种感觉很快就过去了。下一秒，他的眼前就又出现了那个熟悉的村庄。相比于昨天的第一次来时的茫然，今天的吴凡显然更有准备，心情也更加的激动，因为他知道了这个戒指可能真的能够改变他的命运，让他告别之前的生活。当然，就像那个老头所说，天神只是给了他改变命运的机会，至于最后能不能改变，还是要看他自己。吴凡带着兴奋的心情朝着村长家跑去。昨天从村长那里获得的鉴定术，吴凡还是非常满意的，他还想着从村长那里多获得一些宝贝呢。村长爷爷，我来了，你有什么任何任务要我去做吗？任务？没有，你快点走，我不想看到你。和吴凡一脸激动所不同，老村长见到吴凡可没有什么好脸色，显然他还记得吴凡昨天从他这边敲走鉴定术的事情。别啊，村长，大家都是老熟人了，您这么说真是太伤我的心了。吴凡舔着脸说道，有什么任务您尽管吩咐，什么奖励不奖励的，您看着点就行了。真的？对于吴凡态度的转变，村长似乎有些不相信，他可是清楚的记得吴凡昨天一副死皮赖脸的朝他要奖励，还非要什么神器、神宠之类，怎么一天不见他就转性了？当然，吴凡拍着胸口说道，咱能是那种见钱眼开，没有奖励就迈不动腿的人吗？不能够啊。虽然这才第2次进入这个世界，但是吴凡已经发现了，虽然这里是游戏世界，然而这里的人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一串串数据，他们都是有感情、有思想的，这里也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所以和这里的人打好关系并不是什么坏事，更何况村长要是真的给他发布任务，多少也会给点奖励吧，就好像是之前王大娘给他一碗鸡肉一样。反正吴凡现在是一个纯粹的新人，什么东西他都要，他不挑。不错，我果然没有看错人。老村长似乎相信了吴凡的话，对吴凡的表态很满意。不过我这里暂时的确没有什么任务，你可以先去李老头那里去看看。李老头？吴凡一愣，就是咱们村里的药师，别看咱们村子不大，但是药师、厨师、铁匠什么都不缺，而且还都是最顶级的，哪怕是在整个大陆，那都是站在最顶尖的。老村长一脸自豪地说道，脸上容光焕发，倒是有了几分之前吴凡眼中神棍附身时的气质。吹牛！吴凡在心里自语道，在他的心里，这里只是一个新手村而已。根据以往的游戏经验，这个新手村是为新手服务的地方，是玩家熟悉游戏的场所，玩家不会在这种地方待上很久，而这里的人都只能发布一些初级任务，这里的系统人物自然也就不会多高级。吴凡只以为老村长是在往他和他村子的脸上贴金，不过这话吴凡是不会说出口的，打人不打脸嘛，他可不想老村长羞怒之下将他给赶走，现在的他还很弱小，就这么离开新手村，到了外面会死得很难看的。从老村长的嘴里得知了李老头的住处位置之后，吴凡便打算过去看看。虽然村长这里没有任务，但是其他人有也是一样的，只要有任务就行，他不挑的。带着激动兴奋的心情，吴凡来到了李老头的家。李爷爷，我来了，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吗？吴凡敲门之后热情地说道。老村长可以喊对方李老头，吴凡可不敢。是你啊，我知道你，吴大娘说你是一个热心肠的孩子。李药师对于吴凡倒是笑脸相迎，我这里正好有件事需要人帮忙，看来好人的确有好报啊。昨天辛苦的帮吴大娘捉鸡，虽然最后只得到了一碗鸡肉作为奖励，但是自己的名声却是被王大娘给传出去了，增加了村里人对自己的好感，这比其他奖励要好多了。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吴凡拍着胸膛说道，这里毕竟是新手村，任务不会太难，吴凡倒是不用担心自己完成不了。是这样的，我最近在研究一种新的止血药，还缺几味药材，我年纪大了，腿脚不是很灵活，所以需要人帮我去采药，那几味药材在前面的森林里就有。李药师说道，交给我吧，我帮您去采药。吴凡马上说道，那就麻烦你了，你果然像王大娘说的一样，是一个热心肠的孩子。李药师欣慰地看着吴凡说道，小事一件。吴凡说道，随即他脸上出现一丝为难，说道，可是我对于药理并不了解，
恐怕认不出您要找的药材。这倒是，那几味药材虽然不是什么特别稀有的药材，但是不认识的人的确可能发现不了。李药师说道：“这样吧，我教你变药术，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认识那些药材了。”又一个技能，吴凡瞬间大喜。虽然只是变药术，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是艺多不压身，多一个技能总是好的。谁知道什么时候就能发挥作用呢？从李药师这里学会了变药术之后，吴凡便出发了，背包中也多了一个药铲，这是李药师给他用来挖草药的。目的地森林距离村庄并不远，里面有很多野兽。不过随着魔界气息的入侵，里面很多野兽都变成了魔兽，变得更加的凶猛了。吴凡出发前，李药师一再叮嘱吴凡要小心，碰到魔兽能躲就躲，实在不行就回来。吴凡心里也祈祷着自己不要遇到那些魔兽。之前那个魔兔给他的印象很深刻，虽然只是最低级的野怪，但是对吴凡威胁并不小。谁让他还是一个2级的小菜鸟呢？昨天的他光顾着到处转悠看风景了，并没有去升级。现在遇到有些危险的任务，吴凡的心里有些后悔，昨天没有去升级了。我运气不会那么差吧？应该不会遇到吧？吴凡心里想到。然而怕什么来什么，在吴凡刚进入森林不久，就看到前方有2只像狐狸一样的生物挡住了他的去路，而这2只狐狸也在吴凡发现他们的时候发现了吴凡。吴凡一个鉴定术扔了过去，狐狸的部分属性也出现在他的眼前。魔狐2级，主动攻击型怪物，敏捷高，防御弱，技能无。和吴凡想象的不同，鉴定术之下的魔狐并没有显现具体的属性，不知道本来就是这样，还是吴凡实力比对方低的缘故。不过吴凡此时并没有时间去纠结这些，因为那2只魔狐已经朝着他冲了过来。吴凡也见识到了刚刚那介绍里说的敏捷高是什么意思。那2只魔狐的速度真的非常的快，森林里的杂草、灌木并不能影响他们的速度，他们灵巧的穿梭着，只是眨眼间便已经出现在了吴凡的面前。吴凡不敢大意，连忙取出药铲当做武器。李广德的药铲青铜级，是李广德早年当药同时使用的药铲，可以增加挖掘草药的成功率，攻击3，敏捷1。本来吴凡以为这把李药师从犄角旮旯里找出来的已经快要生锈的药铲只是一个普通的药铲，却是没有想到这药铲不但能够挖掘草药，还能够当做武器，居然还是青铜级的装备，而且居然还能够增加攻击和敏捷，这可比吴凡之前拿的那根破木棍好多了。没有时间感慨，吴凡刚取出药铲，那2只魔狐就已经到了他的眼前，并且一个跳跃起来攻击吴凡的上半身，一个从地面攻击吴凡的双腿，配合的居然非常的到位。吴凡看准机会，抡起药铲就朝着空中的那个魔狐打了过去。那魔狐的敏捷虽然很高，但是此时在空中没有办法变向，结结实实的挨了吴凡一铲子。只听当的一声，那魔狐就以一个比之前还要快的速度飞了出去。吴凡甚至看到了药铲上多了一丝血迹，想来那魔狐是被他一下子开瓢了啊！吴凡并没有来得及高兴，虽然打飞了一只魔狐，但是另一只却是已经扑到了他的腿边，锋利的爪子的轻易的撕破了吴凡的裤子，同时划破的还有吴凡的右腿，3道伤痕出现在他的腿上。滚开，你这个畜生！真实的痛觉让吴凡忘记了这里是一个游戏世界，在被那魔狐划伤之后，他也是暴怒，一脚踢飞那魔狐，在对方再次扑来的时候，一铲子下去打中那魔狐的脑袋，那魔狐被打翻在地上，挣扎了2下，最后躺在那里不动了。至于之前那只魔狐被打飞之后半天没有动静，想来应该是已经被秒杀了。吴凡虽然才2级，属性不高，但是药铲可是增加了3点攻击的，而魔狐又只是2级怪物，在被打中脑袋的情况下被秒杀倒也可以理解。这让吴凡对于这个世界更多了一些认知，这里虽然是游戏世界，但是却无限接近于现实，被打中脑袋、心脏这些致命位置造成的伤害那是非常高的，甚至是直接秒杀都是很有可能的。咦，这魔狐的尸体居然没有被刷新？本来已经打算离开的吴凡看着地上已经死去的魔狐，惊讶地自语道：吴凡之前杀的唯一野怪就是魔兔了，不过他杀了20多只魔兔，那些魔兔死后尸体都是被刷新的，地上什么都没有。然而现在这2只魔狐却是不同，一只的尸体被刷新了，另外一只居然没有。吴凡试着将那魔狐的尸体给放进背包，让他高兴的是居然真的可以。这样看来的话，有些怪物的尸体是可以进行收集的，虽然这魔狐未必可以食用，但是它身上的毛发、牙齿、爪子等东西却可能有用，可惜我不会分解，先带着，等回到村子里再说。吴凡想到。收起了那魔狐的尸体之后，吴凡又在附近转了转，发现这2只魔狐并没有掉落任何的装备，这让他很失望。不应该啊，既然这里是游戏世界，那怪物死后应该是会掉落装备的，怎么什么都没有呢？之前那些魔兔什么都没有掉落，这2只魔狐居然也什么都没有掉落，是这里怪物被杀死之后就不会掉落装备，还是掉落的概率太低，所以还没有掉落？吴凡心里很是疑惑。然而这里就只有他这么一个玩家，他没有办法找其他人询问，也没有办法问村长等人，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这个世界就是他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想不通的吴凡继续出发，这里的怪物究竟会不会掉落装备？等他杀了足够多的怪物就知道了。要是一直不掉，他也就只能认命了。难道还能投诉不成？就算是想投诉，也没有地方投诉啊。杀了2只魔狐，并不能保证吴凡接下来的行程一定安全。他现在还是2级，要是碰到等级太高的怪物的话，估计被秒的那个就是他了。所以吴凡只能是小心再小心。好在吴凡遇到第一株他要寻找的草药之前，他没有再遇到其他怪物。绿藤草，终极草药，可入药。介绍很简单，不过吴凡并不在意，
在确定了是自己寻找的目标之后，他连忙用药铲将其挖掘起来，放进背包。而在这绿藤草的附近，吴凡一共找到了10株，足够完成李药师任务需要。幸好这10株绿藤草放进背包之后可以叠加，不然的话，怎么将这些草药拿回去都是个问题。可能是吴凡的运气来了，在找到了绿藤草之后，他又接连找到了其他几种李药师需要的草药，挖掘的过程都很顺利，居然没有让他遇到任何的怪物，就差最后的紫炎果了。找到的话，任务就完成了。吴凡一边走一边打量周围，想要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找到了，很快吴凡就发现了自己想要的草药了，只是他的脸上却没有开心的表情，因为在那紫炎果的旁边正趴着一只老虎一样的怪物，那老虎眼睛闭着，似乎是在沉睡。然而就算是在睡觉，吴凡都能够感觉到他身上的那股气势，这绝对不是一只低级的怪物。吴凡躲在草丛后面，对着那老虎使用了鉴定术。斑斓恶虎10级，主动攻击型怪物，敏捷高，力量大，攻击强，防御强，技能。果然，这是一只10级怪物，等级比吴凡高多了。他可不认为自己现在有单挑10级怪物的能力。然而吴凡这边还没有想到该怎么去采集那紫炎果。那斑斓恶虎在吴凡使用鉴定术之后，陡然抬起了脑袋，2只眼睛也睁开了，铜铃般眼球微微转动，警惕地看着周围，身上那种强大的气势也随之散发开来。吴凡连忙趴下，大气都不敢出一下，生怕被那恶虎给发现。好在吴凡的前面是茂密的草丛，刚好遮住了他的身形。那斑斓恶虎并没有发现吴凡，在看了一圈没有发现敌人之后，那斑斓恶虎再次低下脑袋，眼睛也再次闭上，似乎再次的睡着了。好险，好险！吴凡看到那斑斓恶虎再次闭上眼睛之后，这才长长出了口气。不过这斑斓恶虎的警惕性那么高，自己该怎么去挖掘那紫炎果呢？怕是自己刚到他的身边，他就发现自己了吧？而且看到刚刚那斑斓恶虎的反应，吴凡又想到了自己白天的时候在操场上对那柳岩使用鉴定术的情况，当时也是自己刚使用了鉴定术，对方就一脸警惕地看向自己，和刚刚的斑斓恶虎如出一辙。难道自己使用鉴定术，目标是能感觉到的？只是自己之前对那个叫做流光的人使用，对方并没有任何的反应啊。吴凡心里有些疑惑，这显然又是一个让他疑惑的地方。等回去之后问问老村长，他应该知道，这鉴定术是从老村长那里获得的，他可能知道其中的情况。不过眼前最重要的是怎么从那斑斓恶虎的看守下挖掘到那紫炎果。以吴凡2级的实力，想要正面对抗那斑斓恶虎显然很难，至于升级之后再来，吴凡觉得是不用想了，这里升级似乎很难，而且杀了怪物之后也不知道自己获得多少经验，想要升到10级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呢。要是耽误太久，李药师那里不满意的话，自己的任务不就白接了？得尽快想个办法。吴凡看着自己手中的药铲，眼睛陡然一亮，有了！既然这里无限接近于真实的世界，自己就不能完全用游戏那一套来看待这里，自己完全可以从正常的真实的世界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自己是打不过那斑斓恶虎，但是想要困住他，甚至是杀了他，可以用其他办法呀，比如陷阱。吴凡手中正好有药铲，用来挖陷阱正好合适，有了陷阱的帮助，想要困住这斑斓恶虎，甚至是杀死他，就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想到就做，吴凡立即小心地往后退，在距离那斑斓恶虎有些距离的地方开始动手挖起陷阱来。他不敢距离那斑斓恶虎太近，怕有什么动静，对方会发现，那自己可能就逃不过他的魔爪了。终于完成了。忙碌了几个小时之后，吴凡终于是挖好了一个3米左右深度的大坑，在坑内他还布满了用药铲削尖的树枝。不得不说，李药师给的这个药铲是真的好用，既能够采药，还能够战斗，又能够挖坑，同时还能当刀用，简直就是极品。等这次任务完成了，看能不能将这药铲给弄过来。任务还没有完成，吴凡已经打起了这药铲的主意，实在是他对这药铲太满意了。弄好了陷阱，下面的任务便是引怪了。吴凡再次悄悄地来到那斑斓恶虎的附近，那斑斓恶虎果然还在那里。几个小时过去了，他还是趴在那里没有挪窝，看来是真的打算对紫炎果进行严防死守了。幸好我没有打算和你耗时间，而是为你准备了陷阱。吴凡看着那斑斓恶虎自语道。随后吴凡再次对那斑斓恶虎使用了鉴定术，不出所料，和吴凡所预想的一样，在鉴定术刚使用之后，那熟睡中的斑斓恶虎果然是立即苏醒过来，一脸警惕地看着周围。这次吴凡没有再躲着，而是站了起来，朝着那斑斓恶虎挑衅道，我在这里，来啊，你这大块头，来抓我啊！说完吴凡转身就跑，果然身后传来了一声咆哮声，震得整个森林似乎都晃动了一番，更是有不少的鸟从林中飞起。吴凡心里猛地一颤，果然他之前觉得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是没错的，那斑斓恶虎只是咆哮了一声，他的心跳就加速了好多，整个人也变得紧张起来，这要是真的正面战斗的话，恐怕他真的只有被秒杀的份。好在吴凡没有做那个愚蠢的决定，而是挖好了陷阱。吴凡在前面跑着，那斑斓恶虎果然在后面追了过来，速度非常的快，林中的那些杂草、灌木以及一些小树枝，斑斓恶虎是看都不看，直接粗暴地撞过，朝着吴凡追来，沿途一片狼藉。我去，这么快！吴凡扭头看了一下，顿时大为震惊。虽然之前从那不多的鉴定信息上，吴凡已经知道了这斑斓恶虎敏捷高，却是没有想到高到了这个程度，那速度是吴凡的数倍。也幸好吴凡距离斑斓恶虎远一些的地方挑衅对方，而且挑衅完立即就跑，不然的话可能现在已经被追上了。吴凡不敢再看，转回头拼命地跑着，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他感觉到身后那股强大的压力距离他越来越近，随时都要将他压倒一般。快了，就快到了！吴凡看着自己在陷阱旁边做的标记，眼里闪过一丝振奋。那斑斓恶虎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吴凡此时甚至都能够感觉到他嘴里散发出来的腥味了，这让他更加紧张。好在吴凡终于是坚持到了那陷阱的旁边，他从陷阱旁绕过，然后迅速的返回原来的路线。就这么点时间，那斑斓恶虎已经追近，距离吴凡不足5米远了。那斑斓恶虎自然不知道吴凡的算计，依然是直线追击吴凡。扑通！不出吴凡的所料，他的身后果然传来了跌落声，之后就是尖刺刺破身体的声音，以及那斑斓恶虎的咆哮声。只是这次的咆哮声不如之前那么有气势，但是却怒气十足。吴凡停下了脚步，走回到陷阱旁边，看向陷阱中的斑斓恶虎。那斑斓恶虎也看向吴凡，嘴里不断的发出咆哮，似乎想要将吴凡给撕碎一般。来啊，有本事你来啊，光吼有什么用？吴凡站在陷阱上面，看着的下面的斑斓恶虎得意的说道。此时的斑斓恶虎样子极惨，那些被吴凡削得很尖、很锋利的树枝刺穿了他的身体，鲜血不断的外流。那斑斓恶虎想要挣扎着出来，然而每挣扎一下，那些树枝给他带来的痛苦就多一分，鲜血也就流得更快一分。不过这斑斓恶虎倒也够凶残的，哪怕是身体被刺得破破烂烂了，依然是想要挣扎着出来，想要攻击吴凡。那凶厉的眼神看得吴凡心里发颤。吴凡还真怕他挣脱了，跳上来攻击自己的，连忙趴在地上，用手中的药铲拍打那恶虎的脑袋。这恶虎也是轴，或者说笨，并没有躲闪，反而是昂着头朝着吴凡咆哮，这让吴凡正好能够攻击到他。不得不说，这斑斓恶虎生命还真是够顽强的，哪怕是身体已经被刺得破破烂烂了，鲜血流了一地，吴凡用药铲攻击都打了半个小时左右，才得以杀死对方，最后累得吴凡直喘气。幸好之前没有想着要和他正面打，不然的话死定了。吴凡想到，有了陷阱帮忙，他都打了好久，要是没有陷阱的话，简直不敢想象。当然，这也和吴凡等级太低有关系，一个2级，一个10级，实力相差太大。吴凡的攻击估计连那斑斓恶虎的防御都破不了。那斑斓恶虎之所以被杀，也是被耗死的。不管怎样，那斑斓恶虎死了就好，这样的话，那紫炎果也就能到手了。咦，这斑斓恶虎的尸体居然也没有消失。吴凡躺在陷阱旁边休息的时候，看到陷阱中的斑斓恶虎已经死去很久，尸体却是还没有被刷新，顿时精神一振。随后他再往下一些，伸手够到那斑斓恶虎的尸体，接着那尸体果然是进入了他的背包中了。获得一具斑斓恶虎的尸体，吴凡本来已经很满意了，正准备离开呢，却是发现在坑内居然有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爆装备了！吴凡顿时大喜，之前还以为这个世界杀死怪物不爆装备呢，现在看来他是想错了，这里不是不爆装备，而只是爆装备的概率很低。之前那些低级怪物杀了好多也没有掉落一个，现在这个10级的斑斓恶虎倒是给了他第一件装备。吴凡连忙跳了下去，陷阱内树枝不少都已经被斑斓恶虎给压断了，所以还是有好些落脚的地方的。吴凡进去之后立即便捡起了那个装备。流云靴，青铜级，属性力量2，敏捷2，技能猛虎之跃，增强跳跃能力。这是一双靴子，表面附有浮云，似乎在流动一般。让吴凡欣喜的是，这双靴子居然还是一个小极品，不但增加了2项属性，而且还附带一个技能，算是非常不错了。吴凡连忙将其换上，这靴子也不知道什么材质做的，穿在脚上非常的舒服柔和，而且居然还能够根据吴凡脚掌的大小自动变化大小，完美的契合吴凡的脚型。不错不错，吴凡在原地蹬了几下，表示非常的满意。这个猛虎之跃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吴凡看着这个附带技能自语道，这上面只是说增强跳跃能力，至于增强到什么程度则是没说。吴凡立刻试验了一番，结果3米深的大坑他居然轻松的就跳了上来，这增强的效果也太明显了吧。吴凡一脸惊喜的说道，以他原来的本事，这样深度的大坑是无论如何也跳不上来的，结果现在用了这个技能之后，居然如此轻松的就上来了，实在是出乎他的预料。杀死那斑斓恶虎的过程虽然累了点，浪费的时间也稍微长了点，但是能够获得这样一件装备，吴凡还是相当的满意的。随后吴凡便去挖掘了紫炎果，斑斓恶虎已经被除掉，这获得紫炎果的过程自然再也没有什么意外了。李爷爷，我回来了。在天黑之前，吴凡顺利的回到了村子里，连忙去找李药师。怎么去了这么久？李药师对于吴凡现在才回来，似乎有些不满意。李爷爷，那森林里很危险，到处都是野兽，尤其是那紫炎果附近，居然有一只斑斓恶虎在守着，我这也是拼了命，冒了很大危险，才将您要的草药都给收集齐的。吴凡立刻喊冤道。听到吴凡的话，李药师的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神色，说道，我倒是忘记提醒你了，那紫炎果是斑斓恶虎最喜爱的一种食物，服用之后可以增加它们的敏捷，所以紫炎果附近经常有斑斓恶虎守着。吴凡一脸委屈地看着李药师，意思很明显，您这也能忘？差点被你害死了。看到吴凡的眼神，李药师更加的不好意思了。你也知道，这人年纪大了，总会有些忘事。可是我差点死在那里。吴凡委屈地说道，您要是早点告诉我那里有斑斓恶虎，我也好有所准备，不会那么危险。您看我这腿上的伤就是那恶虎所伤，要不是我机灵，我可能就回不来了。吴凡撸起裤子，在小腿上果然有一个伤口，只是这个伤口并不是那斑斓恶虎所伤，而是被魔虎所伤。面对那更加凶狠的斑斓恶虎，吴凡反而半点伤也没有受到，就是挖坑有点累。
吴凡现在李代桃僵，所幸李药师并不知道这一点，也因此他看到吴凡腿上的确有伤，老实的他果然更加愧疚。李爷爷，您说是不是给点东西，弥补我受伤的心灵？吴凡顺势说道。此情此景正是索要好处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不能脸皮太薄，就得不要脸一些。你想要什么？果然，愧疚的李药师没有拒绝吴凡的建议。吴凡大喜，本来是想要那个药铲的，那东西他之前就惦记上了，不过随后却是改口了，而是说道：“我想要向您学习炼药术。”吴凡此时已经体会到了技能的好处，不管是鉴定术还是猛虎之跃，都对他很有用，自然是想要拥有更多的技能。你想要学炼药术？李药师微微皱眉，似乎有些为难。本来吴凡以为会很容易，毕竟任何游戏中这种生活类职业技能的学习都不会太难。然而李药师似乎并不怎么想教，这让吴凡心里微微有些疑惑。是啊，吴凡并没有轻易的放弃，而是说道：“我对于炼药术很有兴趣，而且我的梦想是以后走遍整个大陆，这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危险，有了炼药术，我可以炼制一些丹药带在身边，也能够更加安全一些，不是？”吴凡不可能一直待在新手村，以后一定会离开这里的，所以学习炼药术还是很有必要的，毕竟打怪升级的过程中有没有药物的区别还是很大的。李药师犹豫了一阵，可能觉得自己之前的确是对不起吴凡，又或者觉得吴凡说的有道理，最后还是同意教吴凡炼药术。恭喜你获得炼药宗师李广德的传授，学会炼药术，并且炼药术等级升至高级。许久没有听到的机械式的声音再次出现在吴凡的耳边，让吴凡微微有些不适应，不过他更震惊于自己听到的内容。在之前的时候，吴凡就向李药师打听过这个世界的职业等级的划分的，一般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大师级、宗师级以及神级。而一个人一生能够将一项技能修炼至大师级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这样的人都是极少的，走到哪里都是受到别人尊重的。至于宗师级，那已经是可以开门立派了，这样的人屈指可数，都是站在这个领域巅峰的人物了。至于神级，那只是传说中的存在，至今都没有人达到过，甚至有人怀疑这个境界是不是真的存在。毕竟能够成为神级，至少要有一样神级的作品，比如一个炼药师要能够炼制出一个神级丹药，才能够被称之为神级炼药师，而一个铁匠则是要打造出一个神级兵器，才能够成为神级铁匠。这是非常的困难的，众人都认为那种神级物品是神才能创造出来的，人类是没有办法创造的，那只是人类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也因此大家普遍认为宗师级已经是人类所能够达到的最高等级了。然而吴凡没有想到，自己随便找的一个师傅居然就是这样一个存在，自己这是撞大运了。名师出高徒，经过李药师的传授，吴凡的炼药术技能一下子就升至高级。要知道这样的等级是很多人练习一辈子都未必能够达到的，这次是真的赚大了。吴凡心中大喜，也为自己刚刚的先见之明而暗自得意，就算是以后能够从其他人那里学得炼药术，肯定也没有从李药师这里学习到的好。既然你已学会炼药术，以后要多加练习，切不可荒废。李药师叮嘱道。是，徒儿一定多练习。吴凡应道，随即他有些为难的说道，师傅，这练习炼药术肯定得要足够的草药才行，徒儿倒是学会了变药术，只是没有趁手的工具，不好采集草药啊。吴凡这时又打起了那个药铲的主意，炼药术已经到手，是时候打那个他心仪已久的药铲的主意了。你说的有道理。李药师点头道，这样吧，之前我给你的那把药铲就不用还给我了，那是我当初做药同时使用的药铲，虽然不是什么神兵利器，但是用来采集草药却还是没有问题的，你就留着用吧。通透，还是咱师傅大方，了解咱的心思。吴凡瞬间大喜，不过脸上自然没有表现出来，反而是一副担心的样子，对李药师说道，师傅，那药铲给我了，您以后用什么？徒儿不能夺师傅所爱啊。没事，一个药铲而已，那只是我当年当药同时所用的工具而已，为师还有其他的。李药师说着，从家里又拿出一柄药铲，那药铲只是看外表就比吴凡手中的那柄要华丽的多。吴凡手贱的给那药铲扔了一个鉴定术，风雨铲，黄金级，可以大幅度提升挖掘草药成功率，大幅提升挖掘草药速度，有概率获得草药翻倍，力量3，敏捷3，体质3，攻击10。吴凡瞬间感觉自己手中的药铲不香了。好了，你先出去吧，为师要开始炼药了。李药师对吴凡道。吴凡只好出门，想了想去了老村长的家。是你啊，有什么事吗？老村长正躺在门口的躺椅上，悠哉悠哉地看着夕阳。村长爷爷，我有个关于鉴定术的疑问。吴凡说道。听到鉴定术几个字，老村长的眼皮子明显跳了几下，屁股下面的躺椅也不动了。说，是这样的。吴凡倒是没有发现老村长的异样，继续说道，我发现我对目标使用鉴定术的时候，有的有反应，有的没有，这是为什么？使用鉴定术实际上是在攻击对方，散发敌意。目标的实力如果比你低，那他就什么感觉都没有，如果目标的实力比你强，那么就能够感觉到你的挑衅。老村长虽然心有郁闷，倒也为吴凡解惑。原来是这样。吴凡懂了，只是之后又有了新的疑惑。那斑斓恶虎比自己实力强，能够感觉到自己对他使用鉴定术，这可以理解，只是那柳岩为什么也能感觉到自己在使用鉴定术？难道他也比自己强？这样的疑惑显然就没有办法询问老村长了。就在这个时候，吴凡的眼前一黑，看不到任何东西，随后再次恢复视线的时候，已经在他的出租房内了。而老村长看着吴凡突然从自己眼前消失，
脸上却是没有露出任何惊讶的神色，再次躺回到躺椅上，悠哉悠哉地摇着，半眯着眼睛看着夕阳。回来了，倒是和之前差不多的时间回来，只是不知道吓到村长没有。对于被传送回来，吴凡显然也没有什么准备，在床上稍微睡了会，天色已经大亮，吴凡便也起床了。虽然睡的时间不多，但是精神依然非常的好。在穿鞋的时候，吴凡犹豫了一下，还是穿上了那双刚刚获得的那双流云靴。舒服倒是挺舒服的，看着也好看，就是这样一双靴子穿出去，是不是太另类了一些？吴凡看着脚上的靴子自语道，这种靴子在游戏时空中倒是没有什么，完全的属于正常范围内，但是在现实中穿的话就有些另类了，估计穿上街会有不少人盯着他看。要是变成运动鞋的样式就好了，吴凡想到。在吴凡刚刚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脚上的流云靴突然闪过一阵光芒，接着靴子就变成了运动鞋的模样，和市面上的那些常见的运动鞋没有什么两样。居然真的可以变！吴凡瞬间大喜。随后他又将流云靴变成了跑鞋、皮鞋、棉鞋等等样式，每一次都能够顺利成功，而且每一种款式看上去都很新潮，设计精美，让人一眼看去就能够看出这绝对不是什么地摊货，而是出自名家之手。玩弄了一阵之后，吴凡就穿着流云靴出门了，目的地依然是江州大学的操场。在江州大学的操场上，学生并不是很多，此时还是8月底，距离开学还有几天时间。不过吴凡却是再次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柳岩儿。对方窈窕的身姿在这个操场上非常的具有吸引力，不要说吴凡了，就是其他的学生目光也总是随着柳岩儿而移动。难道他真的比我强？吴凡对于柳岩儿发现自己的使用鉴定术的事情依然耿耿于怀。柳岩儿看着就是一个柔弱女子，看上去虽然不至于弱不禁风，但是要说比自己还强，吴凡怎么都是不信的。难道和他的信息里的那个明镜巅峰有关？吴凡又想到了柳岩儿那不多的信息，其中一条就是明镜巅峰，只是对于这条信息他不是很懂什么意思。当时吴凡并没有太在意这一点，只是现在看来这条信息或许并不是那么简单，很有可能和他发现自己在偷偷使用鉴定术有关。今天的两人没有任何的交流，实际上根据吴凡的观察，柳岩儿平时在操场上跑步，从来没有和其他人有过什么交流，昨天能够主动和他搭话，那都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回到出租房不久，吴凡就接到了房东的电话。对于自己的房东，吴凡的心里是很感激的，当初要不是对方伸出援手的话，自己可能要留宿街头。而且自己租的这个房子周围环境好，内部装修也很不错，但是要的房租却很低，这为自己省下了一大笔钱，所以吴凡对于自己的房东一直心怀感激。喂，王阿姨，有什么事吗？吴凡立即接通了电话。小吴啊，是这样的，我之前和你说过，我有个亲戚要来江州上大学，准备住我这，他今天就要到了，我临时有事过不去，你到时候帮我照顾一下，可以吗？王阿姨在电话里说道。行，没问题。吴凡应道。之前王阿姨的确是和他说过这件事，而现在距离江州大学开学也没几天了，想来王阿姨的那个亲戚也该到了。吴凡住的这个房子是3室1厅的，除了吴凡住了一间外，还有2个房间空着，再住进来一个人一点问题都没有。吴凡只是租客，对于王阿姨让亲戚住进来自然不会有什么意见。那就麻烦你了。王阿姨说道。王阿姨，瞧您说的，多大点事啊，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她的。吴凡说道。行，你办事我放心。王阿姨说道。挂了王阿姨的电话之后，吴凡穿上外套就再次的出门了。他准备去菜场买点菜，既然已经答应了王阿姨要照顾好他的亲戚，吴凡自然是要尽力办到的。对于买菜做饭，吴凡并不陌生，这1年多出租生活锻炼了他这项才能，手艺虽然不能说是顶级，倒也还算不错。那个游戏时空中的蔬菜、水果之类的倒是很新鲜，要是能够弄一些来这里卖的话，应该会受到欢迎吧。吴凡在菜场买菜的时候，心里却是又想起了游戏世界里的事情。那个时空是无限接近于现实的，所以人在那里也是要吃饭的。吴凡之前吃的都是干粮，不过却也注意到村子里有种植蔬菜、水果，而且看着很新鲜，那里绿色无污染，种植出来的水果蔬菜应该味道会不错。吴凡又开始打起了那些蔬菜水果的主意。他现在身上没有什么存款，很缺钱，自然是看到什么都往赚钱的方面去想。我记得村里的后山有一片空地，等再进去的时候问问老村长，能不能将那些地租给我，我来种植一些蔬菜水果，这样一来也多了一个赚钱的项目。吴凡心里想着，越想越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在现实中，租借土地肯定是要钱的，而且还要去照顾。吴凡对于种植并不是很懂，也没有那个时间。但是在游戏时空中并不一样，在那里只要他租下来，那就是他的了，不会有人来抢。而且新手村就只有自己这么一个玩家，不用浪费时间去看。同时游戏时空中种植肯定是要比现实中简单很多的，就好比他学习炼药术一样，只要李药师同意传授他，他很快就学会了。而别人想要学会却是要学好久的，更不要说修炼至高级了，那需要的时间更多，甚至一生都未必能够达到。这就是玩家的好处。至于手里没钱没办法租，吴凡倒不是很担心，老村长是好人，相信他会同意自己赊账的。而钱也是吴凡比较苦恼的一个地方，他在那个时空中也杀了一些怪物了，甚至还爆了装备，但是钱却是一个也没有看到。难道那个时空中杀怪是不掉落钱的？那自己怎么赚钱？疑惑的事情不少，不过吴凡相信随着自己去的次数越来越多，自己会将这些疑惑一一解开。买好菜回家之后，吴凡就在厨房里忙活了起来，一直要到中午的时候听到了敲门声，应该是王阿姨的亲戚来了。吴凡连忙放下手中的东西跑过去开门。
然而，当门打开之后，吴凡愣住了，屋外的那个人同样也愣住了。叶菲菲即将成为江州大学的一名大一新生，对于从小在父母眼皮子底下长大的她来说，早就想要远离父母的视线，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所以，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她选择了离家很远的江州大学，而不是按照父母的希望留在帝都。她父母为此还责怪了她一番，她却不愿意放弃。最后，她父母才终于同意了她的这个决定。叶菲菲的父母之所以同意她的决定，一个是叶菲菲非常的坚持，另外一点就是他们家在江州有个亲戚，叶菲菲去江州上大学的话，也能够让这个亲戚照顾一番，倒也不用担心叶菲菲出什么事。为了能够得到父母的允许，叶菲菲也退了一步，答应住在这个亲戚家里。对于叶菲菲而言，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反正她只要晚上过来睡一觉就行了，其他的时间还不是自己安排。不过在来之前，叶菲菲的这个亲戚和她说了，自己的房子有一个租客，让叶菲菲有个心理准备。当然，这个租客是一个很好的人，也让叶菲菲不用太担心的。叶菲菲对此不以为意，反正她也没有想过每天要在这里待上多久，只是睡一觉而已，多个邻居也没有多大影响。然而，叶菲菲没有想到的是，她亲戚嘴里的那个租客居然是一个男的，这是让自己和一个男人合租。叶菲菲瞬间觉得自己动脑子有些不够用了，呆立在了那里。吴凡同样也呆了，他同样也没有想到王阿姨嘴里的亲戚居然是一个女的，而且还是一个年轻的漂亮的女性，那绝美的容颜比之前看到的柳岩儿也是丝毫不差。最后还是吴凡先反应过来，试探性的问道：“你是王阿姨的亲戚？你是我三姑的租客？”叶菲菲没有回答吴凡的问题，反而是反问了一句：“如果你没有走错地方的话，我想我的确是你三姑的租客。”吴凡说道：“怎么能这样？”叶菲菲有些崩溃的大叫道：“她长这么大还没有谈过恋爱呢，现在居然要和一个男人同居！”叶菲菲是真的有种崩溃的感觉。叶菲菲给她的三姑打了电话，最终确定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她三姑的租客，也就是和自己合租的人。叶菲菲知道这个情况之后，自然是竭力拒绝的，和一个陌生男人合住，她不习惯。不过，叶菲菲的三姑却是在电话里一再保证吴凡的人品，而且在外面住，旁边有个男的也安全的一些，同时有什么力气活之类的，也有人能够帮忙。最重要的是，叶菲菲的三姑提醒她，如果她不住在这里的话，她父母是不会同意她一个人跑那么远上学的，那么她也就只能是再回帝都，再回到她父母眼皮子底下生活。叶菲菲犹豫了，妥协了，好不容易才离开父母身边，她不想回去。先进来吧。吴凡伸手想要接过叶菲菲手中的行李。你干什么？吴凡的举动吓了叶菲菲一跳，下意识的就往后退了2步，一脸警惕的看向吴凡，生怕他做出什么举动占自己的便宜。我只是想要帮你拿行李而已。吴凡耸耸肩，对于叶菲菲夸张的举动有些无语，不过倒也可以理解，毕竟两人不熟，还是异性，叶菲菲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举动。你如果不愿意的话，可以自己拿。吴凡后退几步，让开空间，让叶菲菲进来。叶菲菲犹豫了一番，还是拿着行李走了进来。既然自己的三姑一再保证，倒也可以暂时的相信她。不过叶菲菲的心里也没有完全的放松警惕，一旦发现吴凡有什么不轨举动的话，她就会告诉她三姑，那样的话，她就有借口不用住在这里了。等叶菲菲进来，吴凡这才关起门。当门被关起来的一瞬间，叶菲菲的心里一跳，虽然打算的很好，但是她毕竟是一个女孩子，吴凡真要是有什么不轨的举动，她根本反抗不了，到时候就算是揭穿了吴凡真面目，也已经于事无补了。叶菲菲有些后悔进来了，她略微有些紧张的看着吴凡。吴凡似乎没有发现叶菲菲的异样，说道：“你先坐，我这边还有2个菜，马上就能吃饭了。”叶菲菲看着走回厨房的吴凡，有些惊讶，刚刚太过紧张，还没有觉得，现在她才发现屋内居然有种淡淡的饭菜的香味。还会做饭？应该不是坏人吧？叶菲菲坐在那里胡思乱想，直到吴凡将饭菜都端上来，才惊醒过来。王阿姨让我好好招待你，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就做了这些菜，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吴凡的坐下来说道：“我不饿。”叶菲菲并不想和吴凡合租，自然也不想和他打好什么关系。然而他这话刚说完，他的肚子就发出一阵轻微的叫声，虽然声音很小，但是这桌边就只有吴凡和他2个人，所以两人都能够清楚的听到。叶菲菲的脸顿时就红透了。从帝都赶来，距离并不近，叶菲菲此时的确是有些饿，又有些累了。吴凡心里发笑，脸上却是没有表现出来，说道：“你就随便吃点，这么多菜，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就当是帮我忙，别浪费了。”叶菲菲犹豫了一下，她肚子的确是饿了，再加上这饭菜也挺香的，最后只得说道：“那好吧，这可是你请我吃的。”“对，是我请你帮忙的。”吴凡说道。小丫头还挺好面子的。有了吴凡这话，叶菲菲也就动手吃了起来，味道居然还不错。看到叶菲菲动筷子了，吴凡也跟着吃了起来，边吃边说：“这里还有2个空房间，你待会选一个，然后简单收拾一下，下午我陪你去买生活用品。”“不用，我自己一个人能去，不用你陪着。”叶菲菲连忙说道，她可没有和异性一起逛街的习惯，更何况还是一个刚认识不到1天的陌生人，这是王阿姨交代下来的任务。吴凡说道：“再说了，那么多东西，你一个人能拿得下吗？我三姑那边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说什么的。”叶菲菲知道三姑临时有事没能来，肯定是嘱咐这租客照顾一下自己的，而且我逛街不喜欢有人一起。见叶菲菲坚持，吴凡也不好说什么，过分强求的话，对方说不定会误会。“那行吧，如果需要帮忙，你可以找我。”吴凡说道。叶菲菲没有说话，
不过心里想的却是自己根本不可能找他帮忙，自己根本就不想和一个陌生异性同居，得尽快找一个理由告吴凡的黑状，让三姑意识到自己和这人住在一起不安全，这样的话三姑才会不让自己和他住在一起。吴凡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个还吃着自己做的饭，嘴里刚刚还说不会告状的丫头，心里已经在盘算着怎么诋毁他的形象了。如果吴凡知道的话，肯定会将他的碗筷给夺过来。果然，漂亮女人的话不能信。饭后，吴凡收拾了一下桌子，叶菲菲则是选了一个房间，然后进去将门从里面进行反锁，似乎怕吴凡会闯进去一样。吴凡看到这一幕，也只是笑笑，倒也不以为意。下午，叶菲菲一个人出门，果然没有让吴凡跟着。吴凡也落得轻松，不是自己不想去帮忙，奈何人家不愿意啊。吴凡留在家里，刚好可以整理晚上摆摊需要的食材。一直到傍晚的时候，叶菲菲才回来，两只手大包小包的拎了不少，整个人累得不轻，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吴凡连忙上前想要帮忙，然而叶菲菲却是直接拒绝道：“不用，我自己来。”说着就带着东西有些艰难地回了自己的房间。随后不出意外的，吴凡再次的听到了门被反锁的声音。吴凡耸耸肩，再次回到自己的位置忙活起来。而房间内的叶菲菲扔下东西之后，整个人毫无形象地躺在床上，大口地喘着气。今天下午的购物让她累得不轻，不过就算是这样，她也不想要吴凡帮忙。哼，想进我的房间没门！累了半天的叶菲菲躺在床上没多久，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等她再次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的黑了下去，大厅内也没有了吴凡的声音。叶菲菲打开房门来到大厅，果然吴凡已经不在了。之前她整理的那些食材也都跟着一起消失了，倒是在饭桌上有张纸条，饭菜在冰箱里，自己热一下。虽然没有署名，不过叶菲菲知道这肯定是自己那个舍友留下的。没想到他还挺贴心的。叶菲菲心里虽然对于吴凡没有彻底的放下戒心，但是印象却是更好了一些。此时的吴凡已经在自己的摊位前开始做生意了，他今天的生意倒是还可以，可能是因为临近开学了，不少学生已经提前返校了，人流量大了些。当然了，和附近其他的几家烧烤摊相比，他的生意还是要差很多的。只是吴凡除了羡慕也没有其他想法了，谁让他手法生疏，摊位太小呢？等吴凡回到自己住处的时候，又是已经深夜了。而这个时候，刚到新地方的叶菲菲还躺在床上没有睡觉，听到开门声音的时候还吓了一跳，整个人神色都紧张了起来。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还互相不熟悉，由不得叶菲菲不去紧张。好在吴凡很快就进入了自己的卧室，听到了关门声，叶菲菲才松了一口气。吴凡可没有心思去理会叶菲菲心里所想，他回到自己房间之后，简单的洗漱了一下，就进入了游戏世界中。回到另一个时空中的吴凡，依然还是在村长家门口。吴凡想到自己白天所想的事情，索性直接去找村长。听说你做了李老头的徒弟，不错呀，好好跟着他学，保证你受用一生。村长看到吴凡，率先开口道：“我会的。”吴凡点头道：“碰到一个宗师级的师傅，他自然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那就好。村长满意道：“你找我有什么事？我这里可没有什么任务，我不是来要任务的。”吴凡说道：“我之前看到咱们村后山上有不少的空地，村长爷爷，您看啊，那些空地空着也是空着，不如给我来种植，怎么样？”吴凡一脸期盼地看向老村长，后山那里的空地面积不小，如果老村长真的愿意给他来种植的话，他就相当于是有一块自己的种植基地了，以后做烧烤用式蔬菜就有了。你要那些空地干嘛？你要种植什么？村长疑惑地看向吴凡。就是种一些蔬菜、水果什么的。吴凡说道。也不是不行，反正我们村里也没什么人，大多年纪也都挺大的，照顾门前屋后的1亩3分地就行了，没有太多精力去照顾后山那些空地。村长说道。吴凡听了脸色一喜，这是有戏。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村长语气一转，说道：“不过什么？”吴凡连忙问道：“这可关系到他现实中的赚钱大计，要是真的能够将那里空地都给弄到手的话，不仅他做烧烤的食材有了部分，而且还可以直接贩卖，相信也能赚不少钱，由不得他不去关心。不过你有钱吗？”老村长一脸揶揄地看向吴凡说道。钱？吴凡脸色一滞，随即讨好地看向老村长说道：“村长爷爷，我们都这么熟了，要不我先欠着，等赚了钱保证还你。”这不行。老村长摇头道：“我这里概不赊账。”这么绝情吗？吴凡说道。可是这村子就这么大，我到哪里去赚钱？钱的事情吴凡之前一直都在考虑，但是杀了那么多怪物，装备都爆过了，然而却是连一个铜板都没有看到，这让他也很无奈啊。想赚钱容易。老村长说道。怎么赚？吴凡连忙问道。有了钱，不仅承包空地的事情能解决，就是做其他事情也会方便很多。你可以去村外杀死那些魔物或者野兽，然后将他们的毛皮、爪子甚至是牙齿卖给需要的人，尤其是杂货铺的刘老头，他平时就爱收这些东西。老村长给吴凡指了一条赚钱之道。吴凡一听，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的背包里的那2具尸体，一个是魔狐，一个是斑斓恶虎。昨天走得匆忙，倒是忘记处理他们了，没有想到他们居然能够帮自己赚钱。一想到自己马上能够赚钱了，吴凡连忙丢下一句：“我去就来。”随后就风风火火地跑出了村长家，直奔杂货铺而去。吴凡现在对于村里的几户人家都已经熟悉了，所以想要找到杂货铺倒也不难。刘爷爷，我来卖东西了。吴凡在杂货铺的门口将魔狐和斑斓恶虎的尸体给取了出来，放在杂货铺的门口。来了来了！杂货铺的门很快就被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个老者，
那老者看到地上的魔狐和斑斓恶虎的尸体，先是一惊，随即就是大喜。宝贝啊！这位杂货铺老板也顾不得和吴凡说话了，注意力都在那两具尸体上，两只眼睛里的亮光，吴凡看得清清楚楚。刘爷爷，这两个东西你要吗？吴凡问道。要，肯定要啊！刘老板毫不犹豫地说道。我听王大娘提到过你，知道你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这两个东西不错，我也不能让你吃亏。这样，这两具尸体我都要了，钱的话，我给2枚金币，如何？2枚金币？说实话，吴凡对于这个世界的金钱体系不是很了解，不知道2枚金币到底是多还是少。不过这毕竟是金币，而且看对方一脸真诚的样子，再加上对方还是看在王大娘为自己美颜的份上才出的这个价，相信不会亏自己的。所以吴凡想了想，便同意了。生意达成，双方皆大欢喜。不过当吴凡想着自己兜里有钱了，这里刚好又是杂货铺，便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适合自己东西的时候，他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不见。这个奸商！吴凡灰头土脸的从杂货铺里出来，自语道：切割刀可用于分解动物尸体，售价1金币。这是吴凡在刘老板的杂货铺里所看到的最低价格的东西，而最低价格的物品居然都需要1枚金币。本来还以为自己2枚金币不算少的吴凡，当即便意识到自己这2枚金币在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购买力，不知道是自己这2枚金币太少了，还是这里东西的售价太高了。不过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这个刘老板就是一个奸商。所以这杂货铺里的东西虽然不少，但是吴凡最后只能是灰头土脸的离开了。再有什么好东西，欢迎再卖给我，保证给你公道的价格。刘老板在吴凡的背后大声地对吴凡说道。吴凡撇撇嘴，不想理他。再次回到村长家，老村长又躺在门前的躺椅上，悠哉悠哉地晒着太阳。村长爷爷，我回来了。吴凡说道。回来了。老村长微微睁开眼睛看向吴凡，有钱了吗？有了。吴凡掏出自己兜里的那2枚金币，放到村长面前。村长了看自己面前的2枚金币，又看了看一脸认真的吴凡，说道：就这？吴凡能够感觉到老村长话里的鄙视，脸上一阵尴尬。看来这2枚金币是真的不够。想想也是，这2枚金币在杂货铺里也就只能买2把切割刀，想要承包后山那一大片土地，显然是不够的。你卖什么给刘老头的，他就给你这么2枚金币？老村长问道。一具魔狐尸体，一具斑斓恶虎的尸体。吴凡老实的说道。什么？老村长一下子就从躺椅上站起来了，2只眼睛睁得老大，说道：那2具尸体他只给你2枚金币。吴凡点点头。这刘老头还真是碰到一个宰一个。老村长感慨道：你那2具尸体卖个20金币都不成问题，甚至能够更多，尤其是那斑斓恶虎的尸体更是值钱。要知道斑斓恶虎可不好抓，那家伙全身都是宝，拿到城内去，光是斑斓恶虎的尸体就能卖不止50金币了。这个奸商！吴凡听到老村长的话，顿时气得牙痒痒，亏自己还觉得那刘老板为人真诚，果然无商不奸，一下子坑了自己不少。吴凡也再次的意识到，这里不是普通的游戏世界，这里的人都是有自己思想的，不是那种程序数据，自己以后和这些人打交道要多留心眼。其实你没有必要将2具尸体都卖给刘老头。老村长再次给吴凡指点迷津，你如果再得到什么野兽或者魔兽的尸体，可以将它们分解，肉卖给王大娘，她是我们村的最顶级的厨师，牙齿和爪子如果够锋利的话，可以卖给孙老头，他是我们村的铁匠，可以打造武器。毛皮的话可以卖给吴小娘子，她是我们村的裁缝，她对那些毛皮应该很有兴趣。吴凡愣愣地看向老村长，说道：这样一分解的话，岂不是根本就不用去杂货铺了？一具动物的尸体，各个部分都有人收购，根本就没有必要去什么杂货铺啊。是啊，老村长一脸理所当然地说道。那你之前为什么不早说？吴凡咬牙切齿道：要是卖给其他人，或许自己就不用被坑了，也能多卖一些钱。我刚准备说，是你自己风风火火地跑了，不给我提醒你的机会。老村长悠哉地说道。吴凡顿时哑口无言，怪就怪自己之前太心急了，知道那2具尸体可以卖钱，根本就没有听老村长说完，结果自己被坑了。不过呢，你想要分解那些动物的尸体，必须要会分解术，不然的话，你将毛皮、牙齿那些弄得破破烂烂的，根本就没有人要。分解术我们村里就只有王大娘会。老村长提醒道。这一点吴凡倒是能够理解，他一个新手不会分解术的话，肯定是会将尸体弄得破破烂烂的，外观不好，自然卖不出什么好价钱。村长，那承包后山的空地到底需要多少钱？有了赚钱的办法，吴凡现在也有底气询问具体的价格了。1年500金币。老村长说道。只要你给我500金币，那后山上的空地就都给你承包了，你想在里面种什么就种什么。500金币？这么多？吴凡惊道。要知道，并不是每一个怪物被杀死都会留下尸体的，这一点吴凡已经清楚了，所以想要赚钱不是那么容易的。500金币自己要筹集到什么时候？这还多？如果不是看在你是老熟人的份上的话，给我5000金币我都不租。老村长收起笑容道。你知道整个后山的空地有多大吗？你不仅可以在那里种植你想要的蔬菜水果，还能够养鱼，还能够蓄养牲畜。老村长的话让吴凡更加心动了，如果可以蓄养牲畜的话，那么自己在现实中做烧烤的肉食食材不也可以解决了？这是好事啊。所以吴凡并没有多少犹豫，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承包整个后山的空地了。随后
他软磨硬泡，才终于让老村长同意，先将后山的空地给他种植，所需要的钱1个月内补齐。得到老村长的同意，吴凡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准备去王大娘家向她学习分解术。而老村长看到吴凡离开，脸上也同样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后山那里荒废多年，还常有野兽、魔兽出没，没人愿意去开垦种植，已经闲置很久了。没想到还能够承包出去，1年白得500金币，赚大了。我当村长真是太合格了，哈哈。吴凡自然是不知道老村长心中的得意，不过他对于后山的空地却有所需求，所以哪怕是知道，估计也不会在意。现在的吴凡只想着尽快的赚钱，尽快的种植，好利用这个空间内的东西改变自己的现实生活。而学习分解术对于想要赚钱的他来说，自然就是十分重要的了。你想要学习分解术？行啊，没问题。王大娘听到吴凡的来意之后，想都没想就点头同意了。吴凡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看看人家王大娘多大方多慷慨，再想想杂货铺的刘老板以及老村长，这差别也太大了。谢谢王大娘。吴凡连忙感激地说道。和大娘还这么客气？王大娘说道。对了，大娘的厨艺不错，你要不要学？老实说，吴凡对于厨艺并不是很有兴趣，不过看到王大娘一脸期盼的样子，吴凡没忍心拒绝，便点头说道，要啊，我之前就觉得大娘的厨艺非常好，想要向你学习学习呢。真的？太好了。果然，听到吴凡愿意学，王大娘顿时喜出望外。大娘的厨艺不是吹的，放在整个大陆上都是顶尖的存在，只可惜啊，在这村里没人愿意和大娘学习，你愿意学真是太好了，大娘一定用心教你。恭喜你获得厨艺宗师王彦妮的传授，学会厨艺分解术，并且厨艺分解术提升至高级。熟悉的机械式的声音再次的在吴凡的耳边响起，让吴凡再次的惊住了。又是一个宗师，虽然只是一个厨艺宗师，但那也是宗师啊，想要在哪一行成为宗师都是非常困难的，哪怕是在厨艺界。难道说老村长之前说他们村里的这些人在各自领域都是这个大陆上顶尖的存在，不是骗人的，是真的？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啊？一个新手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宗师？吴凡震惊地从王大娘处离开，然后忍痛花了1个金币从杂货铺里买了切割刀。光会分解术，没有工具显然是不行的，所以虽然心里不想和那个奸商打交道，但是吴凡却不得不去。一切准备妥当，吴凡踌躇满志的便准备出村去杀怪物赚钱。但是在村口的时候，却是看到一个人站在那里唉声叹气。有任务？看到这个场景，吴凡立即便想到了任务。这人显然是遇到事了，原住民有麻烦，不就代表着自己有任务可以接吗？吴凡连忙跑了过去。孙爷爷，您这是有什么事吗？吴凡过去说道。这个唉声叹气的人正是村里的孙铁匠。你是吴凡？新来的？是啊。是这样的，我那铁匠铺里的矿石不多了，想要去挖点矿石，但是前面那个矿山被一群魔物给占领了，我这老胳膊老腿的也打不过他们，便不敢去采矿，我这正为矿石发愁呢。孙铁匠愁眉苦脸的说道。这样啊，你需要什么矿石，我帮你去采吧。吴凡说道。这明显是一个任务，就和之前李药师的采药任务一样，吴凡自然明白。你不行，那些魔物太厉害，你去了会有生命危险的。孙铁匠看了看吴凡，摇头说道。没想到这任务居然不那么容易解，我小心一些没事的。吴凡说道。而且如果发现太危险的话，会先退回来的。这样啊，那行吧，你一定要小心。孙铁匠虽然还担心吴凡的安全，但是他也心急自己店里没有矿石了，所以稍微想了想便同意了。我先教你变矿术以及采矿术，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弄错了。好。吴凡心意一喜，这孙铁匠是明白人，都不用自己开口就主动教授自己技能。随后吴凡成功的学会了变矿术和采矿术，还从孙铁匠那里获得一把矿铲。看着孙铁匠从旁边随手拿了一把矿铲出来，吴凡怀疑对方是不是知道自己要出村，就在这里等着自己呢？不然的话，怎么连矿铲都准备好了？孙铁匠嘴里的矿山距离新手村不算远，吴凡反正之前也没有明确的目标，索性直接去矿山，一边挖矿一边杀怪物赚钱。吴凡对于杀怪其实并没有多大兴趣，种种的贴补现实多好。如果不是为了赚钱承包后山的空地的话，吴凡都不想出村，毕竟杀敌是容易受伤的。而在这里受伤和在现实受伤没有什么区别，也是会流血会疼的，唯一的好处就是一旦回到现实，伤势就会痊愈，连伤口都不会留下，不然的话吴凡会更加不想去杀怪物了。没多久，吴凡便来到了矿山附近，在那里有一个明显的洞口，吴凡看了看周围并没有怪物，这才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进入矿洞内，两边都有被挖掘过的痕迹，这个矿洞应该是一个老矿洞了，里面大部分的矿石都被采完了。吴凡也是找了好一会才找到一片没有被采集的区域。变矿术这个时候也有了用武之地，劣质铁矿石含有杂质较多的铁矿石，经过提炼之后可以用于打造武器；劣质铜矿石含有杂质较多的铜矿石，经过提炼之后可以用于打造武器；劣质银矿石含有。吴凡发现的这片区域主要以铁矿石为主，其次还有少量的铜矿石以及银矿石。这里毕竟不是现实世界，所以这个矿洞内不是只有一种矿石，不过这些矿石的品质都不是很好，都含有很多杂质。这个情况之前孙铁匠也有说过，好的矿石早就都被采集的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质量一般或者很差的了。采集好之后，孙铁匠还要进行提炼，之后才能够用于打造。
好在孙铁匠的技艺似乎不错，提炼对他来说不算什么问题。既然已经找到了矿石，吴凡便开始动手挖了起来。挖矿石显然是一个力气活，比之前采药可要累多了。这怎么就不能像正常的游戏里那样，只要自己坐在这里点进度条就可以了呢？吴凡一边挥舞着矿铲，一边抱怨道。就在这个时候，吴凡突然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他脸色一变，手中的动作也停了，整个人顿时紧张地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也就是矿洞的深处。有怪物！金毛鼠5级，居住于矿洞之内，喜阴，喜欢将矿石作为食物，敏捷高，防御弱，技能无。吴凡的视野中出现了一只硕大的老鼠，浑身金色毛发，肚子圆滚滚，脸颊又长又窄，两只眼睛目露凶光地看向吴凡。这就是占领矿洞的魔物，居然将矿石作为食物，假以时日，这矿洞怕是要被他们给啃光了。吴凡看着金毛鼠的信息自语道。那金毛鼠看到吴凡居然在挖他的食物，顿时大怒，矮下身子朝着吴凡冲来。吴凡凝神戒备，手中的矿铲已经换成了药铲，在那金毛鼠冲到他面前的时候，他颇为熟练地挥出药铲打向那金毛鼠。不过那金毛鼠的动作比之前的模糊还要快，居然身子一矮，躲过了吴凡的药铲攻击，从另一个角度撞向吴凡，吴凡整个人直接被撞倒在地。那金毛鼠并没有停止攻击，一个飞跃朝着吴凡扑来，身子在空中的时候，他两只前爪就已经亮了出来，那锋利的爪子闪烁着让人心寒的冷光。吴凡来不及躲避，只得将药铲挡在自己的面前，刚好挡住那金毛鼠的攻击。随后他一脚踹出，踹在那金毛鼠的腹部，将其踹飞了出去。趁你病要你命！吴凡立即爬了起来，朝着金毛鼠冲了过去。那金毛鼠虽然被吴凡踹飞，但是却并没有受到太重的伤，在地上滚了2圈，又爬了起来，也朝着吴凡冲了过来。当双方接近的时候，吴凡再次挥出药铲，那金毛鼠相当聪明，再次做出躲避动作。不过这次吴凡嘴角却是露出一丝冷笑，他刚刚的攻击动作只是假动作，等的就是金毛鼠的反应。那金毛鼠才刚刚做出躲避动作，吴凡手中药铲已经变换了方向，随着金毛鼠的身子而去。吴凡本身2级，有2点敏捷，药铲增加1点，流云靴又增加2点敏捷，一共5点敏捷的他，全力发挥之下，动作并不比那金毛鼠慢。当的一声，吴凡的药铲结结实实地打中了那金毛鼠的脑袋。这次他终于没有再能躲过去，被吴凡给打飞了出去。那金毛鼠也是凶残，虽然被吴凡打伤，脑袋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伤口，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躲避或者逃走，而是再次朝着吴凡冲来。果然是被魔气感染的动物，已经没有理智了。吴凡看到这个情况不慌不忙，他能够打中金毛鼠1下，就能够打中他2下，更何况受伤之下的金毛鼠速度已经比之前慢了一些，吴凡应付起来更加的轻松。果然金毛鼠被吴凡第2次击中，这次受伤更重，不等他挣扎着起来，吴凡已经冲到他的身边，用药铲结果了他的性命。吴凡满怀期待地看着那金毛鼠的尸体，不过最终那尸体还是消失了，什么都没有留下。吴凡脸上期盼的表情也变成了失望，没有尸体，没有装备，这样一来，刚刚一番战斗除了增加一些经验之外，并没有其他任何的收获。收拾一下心情，吴凡继续开始挖矿。因为这里不是什么富矿，又被挖掘多年，矿石数量稀少，所以吴凡采矿石的速度并不快，一直到最后逗留在这里的时间已经用完，他都没有能够挖掘到孙铁匠所需要的数量。看来只能明天再继续了。吴凡看了看矿洞说道。回到现实的时候，已经快要天亮了，吴凡已经没有了之前几次的激动，所以躺在床上很快就睡了过去。吴凡是被一阵说话声所吵醒的。三姑，你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让我和一个男的单独住在一起？这是叶菲菲的声音。吴凡不是坏人，和他住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危险的。这是吴凡的房东，也就是叶菲菲三姑的声音。那也不行啊，要是让别人知道我和一个男人同居了，会怎么看我？叶菲菲不依不饶。这有什么？现在大学生出来同居的多了，这都是正常现象。王阿姨不在意的说道。可是我和他也不是情侣啊，现在这算怎么回事？叶菲菲说道。别人误会了怎么办？我还要不要谈恋爱了？菲菲长大了呀，已经想着要谈恋爱了。王阿姨笑着说道。三姑，我不是那个意思，反正你让他搬出去，我不想和一个不熟悉的男人住在一起。叶菲菲有些娇羞的说道。害羞什么？你也这么大了，想谈恋爱也正常。王阿姨说道。我觉得吴凡就是一个不错的对象，要不你们试试？三姑，你越说越离谱了，我和他又不熟。叶菲菲说道。多接触接触不就熟了？我和你说，吴凡真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相信你三姑的眼光不会错的。王阿姨笑道。我才不要。叶菲菲说道。他要是不搬出去，我就住学校宿舍，那你父母是不会同意的。王阿姨说道。吴凡在房内听得有些不好意思，他倒也能够理解叶菲菲的顾虑，只是没有想到王阿姨还挺看好自己的，居然想要撮合自己和叶菲菲。叶菲菲不断的努力争取不住在这里，奈何王阿姨就是不松口，她也没有什么办法。谁让她之前离家的时候答应了父母要住在王阿姨这里呢？所以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得选。吴凡听了一会，这才开门出去。小凡起来了，吵醒你了？王阿姨看到吴凡，倒是一脸和煦的笑意。王阿姨知道吴凡最近在做烧烤生意，每天很晚才能休息，所以早上起晚点也是正常。而叶菲菲只是看了吴凡一眼，冷哼一声，将头转过去。昨天她对吴凡的印象还算不错，不过这不代表她想要和吴凡住在一个屋檐下，再加上刚刚争取失败，这让叶菲菲现在看到吴凡，心里便有些气不过。
吴凡没有在意叶菲菲的态度，而是朝着王阿姨笑着说道：“没有，我平时也都这个时候起床。早起好。”王阿姨笑道：“你起来正好，阿姨刚好有事，请你帮忙。你为什么不拒绝？”叶菲菲气鼓鼓地看着吴凡道：“我为什么要拒绝？”吴凡也看向叶菲菲说道：“原来叶菲菲今天要去学校报到，本来应该是王阿姨陪同的，不过王阿姨手中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所以就只好麻烦吴凡帮忙送叶菲菲过去了。”而吴凡对于王阿姨的请求并没有拒绝，这让叶菲菲很不开心。“我不用你送，我自己一个人能去。”叶菲菲说道。这里距离江州大学并不远，叶菲菲一个人的确也能去，她本来就不想和吴凡有过多接触，自然更加不愿意让吴凡送她去了。“我都已经答应王阿姨了，肯定是要送你过去的。”吴凡说道。“你也不用担心，把你送到那里之后，我就回来。”“不需要。”叶菲菲说着，推着自己的行李箱就往外走。吴凡耸耸肩，关上门，跟在叶菲菲的后面。叶菲菲知道吴凡在自己身后，也不理睬，自顾自地往前走去。江州大学此时已经热闹了起来，不但老生们陆续返校了，新生们也开始陆续的前来报到。看着校园内人来人往的学生们，本来还在生吴凡气的叶菲菲，脸上也出现了笑容，对自己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涯充满了期待。“学妹，你是新生吧？我是大三的学长，我来帮你拿东西吧。”“我来吧，我对校园很熟，我带你去报到。”叶菲菲还在打量校园的环境，就有几个男生朝着她围了过来，那脸上的热情劲吓得叶菲菲有些不知所措。“不用了，我们知道该怎么走。”吴凡从后面走上来，从叶菲菲的手中拿过行李箱，挡在她的面前，对着那几个男生说道：“同学，你也是迎接新生的？”那几个男生看向吴凡问道，脸色有些难看。“我不是。”吴凡摇头道，“我是他哥哥，我送他就行了，不需要麻烦你们了。”作为已经毕业的学生，虽然不是江州大学的，但是吴凡也知道，每年新生报到，学校都会安排高年级的学生在这里迎接新生，负责给他们指引，每个学校都这样。本来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好活，不过如果碰到女生，尤其是漂亮的女生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学长们通常都会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得非常热情。而叶菲菲显然就是属于漂亮女生的范畴，甚至还是最顶尖的那种，所以会吸引到那么多的学长热情的来帮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听到吴凡是叶菲菲的哥哥，几个男生的脸色顿时好转。“你们都是第一次来吧？肯定对这里不熟悉，我带你们去，节省时间。我们学校很大的，没有人带路的话很容易迷路，我送你们过去报到吧。同学，你哪个专业的？”显然这几位男生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说话的时候眼睛不自觉地会看向叶菲菲。江州大学女生不算太少，但是漂亮的毕竟就是少数，像叶菲菲这个级别的更是凤毛麟角，碰到这样的美女，男同学尤其是单身的男同学自然是想要表现表现，要是能够拿到联系方式那就最好不过了。本来叶菲菲听到吴凡说是自己哥哥，心里还不愿意的，张口就想要反驳，不过当他看到周围那些犹如饿狼一般的男生们的时候，他又将自己要说的话给咽了回去。吴凡虽然讨厌，但是眼神比他们好多了，至少不会让自己紧张。“不用了，我来过这里，对这里也很熟。”吴凡说着拉着叶菲菲的手就往前走去。吴凡对这里的确是很熟，他这一年几乎每天都会来这里，自然是知道该去哪里报道。那几个男生见吴凡这么说，也只能是放弃，只是看向叶菲菲的时候，眼里满是可惜，碰到这样一个角色却是没有办法接近，换了谁都心里痒痒的。也不知道他是哪个专业，这妥妥的就是校花级别啊。是啊，也不知道他有男朋友没有，应该没有吧，不然的话也不会是他哥哥送他来了。那人真的是他哥哥吗？我怎么看着两人长得不像啊？不会是男朋友吧？我看也像男朋友，不然的话能这么牵着手？牵着手就是男朋友了？两人要真是情侣，那为什么不承认？我要是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巴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让其他人都死心。就是这一看就不是情侣关系，可惜没有拿到他的联系方式。那些男生看着吴凡和叶菲菲的背影，嘀嘀咕咕地讨论了起来。你放开我！叶菲菲脸色通红地挣开了吴凡的手，眼里带着羞意和怒意地看着吴凡。刚刚被吴凡牵着手的时候，他的脑袋一阵迷糊，这还是他第一次被父亲以外的异性牵手呢。他没有想到吴凡胆子这么大，居然会这么做，当时脑袋就蒙圈了，任由吴凡拉着，直到走了一段才反应过来，连忙甩开吴凡。不好意思，我刚刚也是怕他们纠缠。吴凡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他刚刚的却是没有想那么多，现在想来自己做的的确是有些冒失了。你这个色狼，我要告诉三姑！叶菲菲气鼓鼓地看向吴凡说道，不愿意相信吴凡的话。我真不是有意的。吴凡解释道，你刚刚也看到了，他们那么热情，我要是不拉着你走的话，估计现在都还没有办法脱身。你和他们一样，一丘之貉。叶菲菲说道。吴凡汗颜，看来自己在叶菲菲心里的形象彻底崩坏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来到吴凡的面前，看向他说道，你今天早上没来锻炼？是啊，有点事耽搁了。吴凡愣愣地说道。吴凡没有想到居然在这里碰到柳岩，而且对方居然会主动和自己说话。今天早上因为王阿姨到来的缘故，吴凡并没有来得及去锻炼。只是柳岩是怎么知道的？一下子被两个美女所包围，吴凡顿时成了周围人目光注视的对象，女的疑惑，男的嫉妒。柳岩眼神似乎在叶菲菲的身上一扫而过，随后点点头，转身离开。这人谁啊？气场好强啊！叶菲菲忍不住问道，似乎都忘记了自己之前还在骂吴凡色狼来着。
柳岩儿也是江州大学的学生。吴凡说道。你们什么关系？叶菲菲一脸八卦的看向吴凡问道。没什么关系。吴凡说道。实际上两人的确是没有什么关系，今天才是他们第2次说话而已。不过叶菲菲显然是不信的。没有关系，人家那样的大美女能主动过来打招呼。没有关系，人家能知道吴凡没有去锻炼。看着叶菲菲一脸八卦的样子，吴凡说道。我们真没什么关系。行了，走吧，赶紧去报道。说完吴凡转身就走，叶菲菲连忙跟上，嘴里说道。你就说说嘛，我真的挺好奇的。实际上好奇吴凡和柳岩关系的人可不止叶菲菲一个人，像柳岩这样级别的美女走到哪里都注定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也因此柳岩在江州大学的名气并不低。众人之前可从来没有看到柳岩和哪一个异性主动交流，对于那些追求者们也从来都没有好脸色。不少人以为柳岩是不是不喜欢男人，不然的话怎么会那么高冷绝情。不过刚刚发生的事情显然是改变了众人的想法，原来柳岩也不是一定不会和异性交流，只是人家想要交流的对象不是他们而已。这一瞬间不少江州大学的男生心碎了一地，看向吴凡的眼神充满了仇视，那是一种看待情敌的眼神。尤其是当看到吴凡的身边还有一个在容貌上不亚于柳岩的女孩子跟在身边的时候，他们更加恨不得用眼神杀死吴凡了。吴凡就是在这些眼神中帮叶菲菲完成了入学报到。走吧，我送你去宿舍。吴凡说道。江州大学在每一个新生报到的时候都会安排一间宿舍的，至于住不住那就另说了，学校并不禁止学生在外面租房子住，所以叶菲菲也是有自己宿舍的。去宿舍干嘛？我又不能住呢。说到宿舍，叶菲菲刚刚还满脸八卦的表情顿时就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副颓然不满的表情。其实你可以住宿舍。吴凡想了想说道。我是觉得新生刚报到，还是多住宿舍，和同学宿友多接触更好一些。是吧？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叶菲菲说道。可我父母非要让我住三姑那里。这样吧，你平时可以多住宿舍，偶尔回来就行，你三姑平时也不常来，只要我不说她不会知道的。吴凡说道。真的？叶菲菲一脸欣喜的看向吴凡。你真这么好心？不相信就算了，那你还是过来和我一起住吧。吴凡说道。相信相信。叶菲菲连忙说道。就这么说定了。能够不和吴凡一起住，还能够摆脱自己三姑的监视，叶菲菲自然是很乐意的，更何况她还没有住过校呢，对于住校还是很好奇很向往的。行了，走吧，我送你去宿舍。吴凡说道。其实吴凡这么做也是有自己目的的，他每天都要进行传送，这是他的秘密，不能让别人知道叶菲菲住在那屋子里。虽说不会随便进他的房间，但是吴凡也怕万一啊，自己这秘密要是泄露的话，说不定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另外一点，叶菲菲明显戒备自己，如果两人真的要住在一起，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那不是给自己添堵吗？这样一来，还是让叶菲菲住校要更好一些。叶菲菲的心情明显变好了许多，对于吴凡也没有之前那么恶语相向了，脸上一直挂着笑容，这让她的吸引力更是成倍增加。当然，走在她旁边的吴凡自然也就要承受更多的敌视的目光。这还是吴凡第一次进女生宿舍楼，心里有些好奇，也不敢乱看。不过这楼里新生不少，今天也有不少家长来帮忙，倒也不至于让吴凡显得太过突兀。将叶菲菲送到宿舍之后，吴凡就告辞了。叶菲菲随手摆摆，示意自己知道了，吴凡也没有在意，转身离开了。菲菲，你不送你男朋友？同宿舍的一个舍友笑着对叶菲菲说道。男朋友？谁啊？叶菲菲一阵迷糊，随后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吴凡。他连忙解释道，他不是我男朋友，就是普通朋友而已。不对，我们连普通朋友都不是，两人才认识不到2天时间，的确连朋友都算不上。不是朋友，他能来送你，而且你也没有反对。就是我刚刚在报道处看到他拉着你的手的，别不好意思，我们都已经是大学生了，有男朋友很正常啊。不过你这男朋友似乎不怎样，我看他穿着好像都是地摊货，倒是脚上那双鞋似乎不一般。叶菲菲的几个舍友显然不相信他的话，尤其是最后一个叫做王文婷的女孩子，一边认定吴凡就是叶菲菲的男朋友，一边又在贬低吴凡，显然是想要借此说明叶菲菲的眼光不怎样。王文婷长得也不错，再加上会打扮，外貌能有7分，在外面也算是美女了，但是在叶菲菲的面前显然是不够看了，这让一直享受别人关注和赞美的王文婷心里很不舒服，所以说话有些阴阳怪气，看不起叶菲菲的男朋友。王文婷的话让叶菲菲有些皱眉，心里也很不悦。吴凡虽然不是她男朋友，但是毕竟是送她过来的，而且她也能够看出王文婷对自己的敌意，这明显是冲着她来的。于是叶菲菲的语气也冷淡了几分，他真不是我男朋友，我们只是熟人，信不信随你们。说完，叶菲菲也不理会其他几人的反应，过去整理自己的床铺了。吴凡并不知道有人误会了他和叶菲菲之间的关系，送走叶菲菲之后，他就回自己的住处整理食材，准备晚上烧烤用。在游戏世界中，他已经承包了土地，只是还没有钱去买种子，所以暂时还没有办法种植。之前吴凡已经看过了，那些蔬菜水果的种子在杂货铺里都有卖，那杂货铺不愧被称为杂货铺，各种东西都有，包罗万象，只是因为有一个奸商老板，那价格嘛自然不会便宜。吴凡现在只有1个金币的存款，要买大量的种子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他现在只能是多杀怪物，获得尸体，然后卖钱来买种子。昨天晚上他一直在山洞内挖矿，
虽然一直到传送出来之前都没有能够完成孙铁匠的任务，但是在挖矿的过程中却是杀了不少的金毛鼠。虽然大多数都没有能够留下尸体，但是经不住杀的数量多，最后还是有4、5具尸体留下。吴凡用切割术将那些尸体分解，获得了不少的牙齿、爪子、皮毛以及肉食，就等着回村的时候卖出去换钱。让吴凡感觉到遗憾的是，杀了那么多的金毛鼠，一件装备都没有爆，这爆率实在是低得令人发指。晚上天还没有完全黑的时候，吴凡就带着他的东西赶往自己的摊位处了。随着大学开学的临近，这里的人流量也慢慢的大了起来，周围卖东西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其他的吴凡倒不是很关心，他关心的是这里又多了2家烧烤摊，也就意味着他又多了2个竞争对手，这竞争是越来越大了，生意都要没法做了。吴凡感慨道，本来这里的烧烤摊就多，还有几家烧烤门店，就算是夏季烧烤生意好，也经不住这么多人都做这个生意的。在这么多做烧烤人里，吴凡的装备可谓是最简陋的了，再加上他糟糕的手艺，这让他在竞争中处于下风。不过今天可能要不一样了，吴凡想着自己昨天在游戏世界里可是从王大娘那里学了高级厨艺的，这厨艺包罗万象，自然也将烧烤包括在里面。实际上吴凡在下午做串串的时候就已经明显的感觉到自己做串串的时候更加的娴熟，而且做出来的串串也更加的漂亮，和他之前做的有明显的不同。怀着期待的心情，吴凡将东西都放好，等着第一个的客人的到来。老板，来2串金针菇，1串五花肉。等了10分钟左右，第一单生意上门，虽然不是什么大单，但只要有生意，吴凡还是很开心的。好嘞，吴凡拿了2串金针菇，1串五花肉，放在烧烤架上开始烧烤，不断的翻动，然后撒调料。没有多久，一阵阵香味就从食物上传来，味道好香啊！老板，你手艺进步了呀？站在烧烤架前的那个客人脸上带着陶醉、疑惑的表情说道。毫无疑问，这香味是从眼前的食物上传来的。不过，这个客人不是第一次来吴凡这里吃烧烤了，吴凡的手艺怎样，他心里还是很清楚的。只是今天吴凡做出来的烧烤明显比往常要香，吴凡的手艺似乎进步了很多。我做烧烤也有1个月了，这经验嘛，总归是有点的。吴凡笑着说道，他自己也闻到了食物的香味，对于自己的手艺显然也很满意。这高级厨艺果然不是吹的，吴凡心里想到。很快，那3串食物就都烤好了，吴凡递给对方，对方已经被香味吸引很久了，拿到之后也顾不得太烫，连忙吃了起来。小心点，别烫着，吴凡提醒道。那客人一边吃一边点头，嘴上的动作丝毫不停。太好吃了，老板，你这手艺进步很大啊，这味道比之前好了不知道多少倍。不行了，这么点完全不够，再给我同样的来2份。显然这客人已经完全被吴凡的手艺给征服了，嘴里的东西还没有吃完就又点了2份。好，稍等。吴凡心里自然也很高兴，连忙继续烧烤。什么味道这么香？好像是旁边的那个烧烤摊上传来的。的确是烧烤的味道，我去，这味道太香了，我这才刚吃过饭，也忍不住要流口水啊。要不我们去吃点？不要了吧，那烧烤摊我之前去过，老板是个新手，手艺很一般的。这还一般？味道这么香，不行了，我有些忍不住了。可能也就是闻着香吧，吃起来味道真的一般，我之前吃过。你不去，我去了，我一定要尝尝，不然我肚子会抗议的。路过的行人有人被吴凡这里的食物所传出来的香味所吸引，忍不住走了过来，倒是一些之前在这里吃过的人脸上将信将疑。老板，来10串小肉串，2串蘑菇，2串韭菜，来1根火腿肠，2根鸡翅。老板，给我来2份烤鱿鱼，1份茄子，2份羊肉串。越来越多的路人被这香味吸引，忍不住走过来，点上几份。好，好。吴凡脸上都笑开了花。他的烧烤摊前此时围了不少人，每个人都点了东西。自从做烧烤以来，他的生意还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呢，心情自然非常的美。高级的厨艺让吴凡不但能够将食物烧得很美味，而且就算是同时烧烤多样食材，也能够保证每样的味道丝毫不差。他此时烧烤架上已经摆满了食物，然后他依然是熟练有序的翻转撒调料，一切都有条不紊，不见丝毫混乱。而且吴凡发现自己的记忆力似乎也提高了，虽然同时来了很多客人，每个人点的东西又都不一样，但是他却是能够将每个人点的东西都记得清清楚楚，一个遗漏也没有，而且还不需要问客人第2遍，光是这份记忆能力就让人为之惊讶。可能是和人物属性里的智力属性有关吧，吴凡心里猜测道。一阵阵香气传出，一份份烧烤被完成，递到了那些客人们的手里。很多人迫不及待的在拿到自己那份之后就吃了起来，每一个吃过的人都是赞不绝口。而香气以及周围人的赞美声又帮助吴凡吸引了更多的客人到来，以至于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停下来过，一直在忙着烧烤。今天的生意可以说是吴凡从事烧烤以来最好的一次，他的摊位前一直都有人在等着，这让之前没有准备的吴凡不到12点就将自己所有的存货都卖光了。不好意思，东西都卖完了，想吃的明天可以再来。吴凡对他摊位前还想要购买烧烤的人说道。不是吧，我都排了10分钟的队了，老板随便给我烤点都行。就是啊，闻着这个香味我都已经忍很久了，今天要是吃不到的话，我怕今天夜里都睡不好。老板啊，不是我说你，这才几点啊，你的东西居然都卖完了，准备的也太少了吧。还有桌子板凳多少？显然吴凡烧烤卖完了，让很多人都很不满，他们有的是已经等了一会还没有吃上一口，有的是已经吃过了，对味道很满意，想要再买点的。不过
不管是哪种情况，此时都是买不到了，心里自然是不满。另外就是吴凡这里的设备太简单了，点的少的还好，拿着就能吃了。那些点的多的人，想要找个地方坐下来，发现都没地方。要不是吴凡这里的烧烤的确是比其他家要好一些，他们可能都不会选择在这里吃了。这个时候有抱怨也是正常的。实在不好意思，今天真没了，明天我一定多准备一些。吴凡抱歉连连。至于桌椅，我也会多准备一些。见吴凡真的没有存货了，众人这才不甘心的散去。吴凡连忙收拾东西回家，不敢再逗留。等吴凡回到自己住处的时候，也才不过12点，比平时早了不少。而平时生意都很平淡，今天却是异常火爆。吴凡自然是知道，这都是得益于他突然飞涨的厨艺。烧烤只能算是厨艺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不大的部分，在吴凡高级厨艺的加持下，也有了质的改变。将东西放好之后，吴凡从冰箱里拿出一串鸡翅，自己烤着吃。味道的确是比之前好了很多，和其他家烧烤相比，也要高出1-2个层次。不过和王大娘的手艺相比，就还是差了不少。吴凡一边吃一边评价自己的厨艺，让自己对于自己现在的水平有一个充分的认识。虽然只是比其他家烧烤店高出1-2个层次，但是这1-2个层次不是那么容易弥补的，也让吴凡的烧烤和其他人的烧烤有了本质的区别，让人一尝一下就能够清楚地判断出谁家的烧烤更好吃。这也是为什么吴凡的烧烤今天晚上那么受欢迎的原因。不过吴凡却是知道自己的烧烤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首先自己才是高级厨艺，这厨艺的等级还能够提高，而且比其他人更容易提高，毕竟他只需要不断地做食物，提升经验值就可以了。而其他的厨师水平想要提高就没那么容易了，天赋高的厨师毕竟是少数。另外食材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王大娘的鸡肉之所以那么香，除了因为她是宗师级厨师外，还因为她养的鸡肉质比现实中的鸡要好了很多很多，这样一来做出来口感自然更好。而吴凡现在已经拥有了新手村的后山，完全可以种植蔬菜水果，还能够养鸡养鸭，到时候光是食材他就要比现实中其他烧烤店的好太多太多，别人就是想要追赶也追赶不上他。发了。吴凡一边两眼发光的数着钱，一边畅想着自己的未来。今天一天他就卖了4000块，这些钱和大的烧烤店一天的营业额相比，可能并不算什么，更不要说和那些大饭店相比了。但是相比于吴凡平时不温不火的生意来说，今天已经可以算是大丰收了。这还是因为他准备的食材不足的原因，如果准备的食材够多，这个数字还要增加不少。今天这应该算是自己利用游戏世界的所得所获取的第一桶金了。吴凡心里想到。虽然说在刚刚明白可以将游戏世界的东西带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吴凡就想到过今天这种场景，不过他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而且真的实现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种惊喜的感觉。而厨艺不过是他从游戏世界所获得的能力之一，都不算特别突出的部分，相信要不了多久，吴凡就可以利用游戏世界所获得，在现实中获得更大的收益。要知道他才进入游戏世界几天而已，现在都还在新手村呢，那个游戏世界他都还没有完全的摸透，相信随着他对游戏世界越发的了解，越来越熟悉，也必将越来越大的改变自己的现实生活。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吴凡简单的洗漱了一下，便再次回到自己的房间，随后通过那枚特殊的戒指回到了游戏世界。周围的环境一下子变了，刚刚还在自己房间的吴凡又回到了光线有些昏暗的矿洞内。孙铁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吴凡只得继续采矿。幽静的矿洞内传来阵阵声响，在矿洞内来回传递。然而这样的气氛并没有能够持续多久，在吴凡传送过来没有多久的时候，他的视野里再次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又是一只金毛鼠。然而当吴凡看到这只金毛鼠的时候，眼皮子不自觉地跳了几下，因为这只金毛鼠比他之前所看到的那些金毛鼠都要大，趴在地上都有半米多高，要是站立起来的话，恐怕得有1米多。这已经不能算是老鼠了，这简直就是一头熊啊！吴凡看到这只熊，不对，是金毛鼠的时候，整个人都紧张了起来，随手一个鉴定术扔了过去。金毛鼠王10级，矿洞内的霸主，自从占领了矿洞之后，将其视为自己的领地，性格残暴，防御极高，攻击极强，敏捷一般。金毛鼠王，这是游戏里的 BOSS 啊！吴凡倒是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快就碰到 BOSS 了。在一般的游戏里 ，BOSS 比一般的怪物要更厉害，更加危险。不过玩家们都对 BOSS 趋之若鹜，因为 BOSS 被杀死之后，通常都能够爆出不少的好东西，一些普通怪物难以爆出的东西，在 BOSS 身上都有可能爆出。所以在一般的游戏中，为了一只 BOSS， 玩家们都互相打起来。如果是极品 BOSS 的话，甚至能够发生公会之间的战争。不过这里不是一般的游戏世界，也没有人和吴凡抢，只是看看对方的体型以及高达10级的等级，再看看自己一直都还停留在2级的等级，吴凡心里有些发虚。双方水平相差太大。之前的斑斓恶虎也是10级，给吴凡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不是借用陷阱的话，他根本就不可能杀死。而现在这种情况下，那金毛鼠王显然是不会给吴凡慢慢挖陷阱的时间了。事实也如同吴凡所想的那样，在他使用了鉴定术之后，本来只是怒视着他的金毛鼠王，顿时就朝着他冲了过来。那庞大的体型跑起来地动山摇，矿洞内不断有碎石落下。吴凡连忙取出药铲，凝神戒备，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吴凡很快就发现了，这金毛鼠王果然是如同鉴定术所描述的那样，敏捷一般，至少相比于那些普通的金毛鼠，速度要慢上一些，这让本来打算逃走的吴凡顿时有了几分心思。或许有希望杀死他。
这可是吴凡在这个世界所遇到的第一个 BOSS， 如果可以的话，他并不想放弃，毕竟在普通的游戏中杀死 BOSS 都能够爆出好东西，在这里应该也可以吧。想到这里，吴凡放弃了逃走的心思，准备试试看，大不了就是一死，这里再真实，那也是游戏世界，哪怕是死了，也不代表真正的死亡，这给了吴凡很大的底气。救！那金毛鼠王跑到吴凡面前的时候，一声吼叫，虽然还是类似于老鼠的叫声，但是声音却是比其他的普通的金毛鼠要高昂很多，那巨大声音在空旷的矿洞内回响不断，震得头顶的碎石下落得更快了。这里不会要他吧？吴凡心里微微有些担忧。不过此时并不是想这些的时候，那金毛鼠王已经冲到他面前了。吴凡挥出药铲，金毛鼠王也狠狠地拍出自己一只前爪，两者相碰，吴凡顿时一震，整只手臂都发酸，手中的药铲差点拿捏不住，自身的血量也一下子少了1/3。我去，这力量是真大！吴凡满脸惊骇，刚刚的一击，他感觉自己就好像是打在了巨石上一样，手臂震得发酸，脚下也被震得连连退了好几步。然而那金毛鼠王巨大的身体却是纹丝不动，犹如磐石一般，看向吴凡的眼神满是不屑，似乎在嘲笑吴凡的不自量力。吴凡虽然心中生气，但是他也知道，光是比拼力量的话，自己的确不是那金毛鼠王的对手。看来想要击杀这只金毛鼠王，只能是从他的弱点想办法了。而这金毛鼠王唯一的弱点就是他的敏捷了，巨大的体型给了他强大的力量，但是却也限制了他一部分的敏捷。那金毛鼠王见一击没有杀死吴凡，怒吼一声，再次朝着吴凡冲了过来。吴凡全神戒备，在那金毛鼠王冲到他面前的时候，双脚用力一蹬，整个人高高跃起，脚上流云靴增强跳跃能力的属性也显现了出来。那金毛鼠王从吴凡的脚下冲过，并没有能够打到吴凡。然而吴凡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就听砰的一声，他的脑袋撞到了矿洞顶端，撞落了一些碎石，他的脑袋一阵发晕，血量也再次减少一些。这矿洞只有2米多，吴凡跳起来太过用力，以至于跳得太高，撞到了矿洞顶端。这边吴凡刚落下，那边金毛鼠王已经调转方向，再次朝着吴凡冲了过来。吴凡连忙忍着疼，再次跳起来。这次他控制了一下力度，让自己高过金毛鼠王，但是却没有撞到矿洞顶端。而且在金毛鼠王从吴凡脚下跑过的时候，吴凡还弯曲身子，用手中的药铲狠狠地拍在那金毛鼠王的身上。然而这一铲看似凶猛，力道十足，但是却连那金毛鼠王的防御都没有能够破掉，自然也就没有能够给金毛鼠王带来什么伤害。虽然金毛鼠王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但是吴凡的行为在他看来就是对他的侮辱。他看向吴凡的眼神更加的嗜血暴怒，恨不得现在就将吴凡给撕成碎片。这连防御都破不了，还怎么杀他？吴凡此时也陷入困扰之中。虽然有流云靴的帮助，他可以跳得很高，躲开金毛鼠王的攻击，但是他也伤害不了金毛鼠王。这样一来，双方谁都奈何不了谁，对他而言显然还是不行的。在吴凡想着办法可以对金毛鼠王造成伤害的时候，那金毛鼠王再次朝着他冲来，吴凡下意识地跳了起来。然而这次金毛鼠王却是在冲到他下方的时候，陡然像人一样站立了起来。这样一来，他比之前高出了不少，狠狠拍出的爪子打在吴凡的腿上，将吴凡打飞了出去。砰！吴凡再次撞在矿洞顶端，只不过这次是被动的，之后更是重重的砸在地上，腹部一阵绞痛，体内的内脏似乎都移位了一样，疼痛难忍，自身的血量更是连1/3都不到了。这金毛鼠王太狡猾了。吴凡紧锁眉头，忍着身体上传来的巨大痛觉，看着金毛鼠王再次朝着自己冲来，他的心里有些绝望。难道要死在这里？咦，那是什么？就在吴凡有些绝望的时候，突然看到头顶的矿洞顶部有一块巨大锥形石头，已经有些摇摇欲坠了。吴凡看到，眼睛一亮，想到了办法。这个时候，那金毛鼠王已经再次的冲到吴凡的面前，吴凡忍着痛再次跳起来，只是因为怕撞到矿洞顶部，吴凡也不敢跳得太高，而他手中的药铲也再次的挥舞了出去。不过这次他不是去打金毛鼠王，而是打那块已经有些摇摇欲坠的巨石。砰砰！吴凡的药铲打中了那巨石，同时金毛鼠王也再次站立起来，打中了吴凡的腿部。吴凡被再次打飞了出去，整个人的血量就只剩下一丝血皮，差点被杀死。而那金毛鼠王却站在那里，得意地看着吴凡。吴凡并没有去理会金毛鼠王的嘲讽，而是看向自己打中的那巨石。那巨石本来就已经摇摇欲坠了，在被吴凡狠狠打了一下之后，摇晃得更加剧烈。终于在那金毛鼠王要再次冲向吴凡的时候，那巨石从矿洞顶部落了下来。金毛鼠王似乎也听到了异响，发现情况不对，下意识地抬头看向上方，接着他就看到一个黑影朝着他砸了过来。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那锥形巨石就砸在了他的身上，最尖锐的那个部分更是直接插进了他的身体。金毛鼠王的防御虽然很强悍，但是这巨石重量极大，而且最下方还是尖锥形的模样，所以还是破开了金毛鼠王的防御，将其砸伤，砸倒在地，脑袋上被砸出一个巨大的伤口，整个身体也被压在了巨石之下。看到这个情况，吴凡这才站起来，走向那金毛鼠王。金毛鼠王仇视地看着吴凡，眼睛里凶光不断，嘴里也发着低沉的吼声。看什么看？有本事来再来打我呀！吴凡用药铲拍了拍那金毛鼠王的身体，得意地说道：“风水轮流转。”刚刚还是金毛鼠王志在必得，认为自己可以杀死吴凡呢，现在却是变成了吴凡占据上风，而金毛鼠王却是身受重伤。看到吴凡得意的表情，金毛鼠王更加的愤怒了，嘴里的吼声越来越频繁。
身上的杀气似乎也越来越旺盛。吴凡没来由的感觉到一阵心惊，这金毛鼠王还真正凶残，都这样了，居然还给人一种心悸的感觉。不行，不能拖延，谁知道拖下去会发生什么，必须尽快杀死他。吴凡心里想着，手上的药铲挥舞的也更快了，一下接一下的打在金毛鼠王的伤口附近。打在其他地方，吴凡的攻击根本就不能对金毛鼠王造成多大的伤害，只有打在伤口附近才能够伤害到金毛鼠王。金毛鼠王并没有坐以待毙的，而是不断的挣扎，想要从巨石下面出来。吴凡看了是越来越心慌，因为那组有数百斤重的巨石在金毛鼠王的挣扎下居然晃动了起来，而且晃动的幅度越来越大。我去，不是吧？难道他还能挣脱出来？吴凡看到这一幕，心里也慌了。要是这金毛鼠王真再出来的话，那死的可能就是他了。吴凡这边正想着呢，那边金毛鼠王低喝一声，居然真的让他用2只爪子将身上的巨石给举了起来。吴凡看到这一幕，吓得连连后退，手中的药铲抵在胸前，做出防御姿态。那金毛鼠王举着巨石，一脸嘲讽地看向吴凡，随后狠狠一抛，那巨石就被抛飞了出来，朝着吴凡这边飞来。吴凡连忙躲避，那巨石砸在了他身后的矿洞墙壁上，本来就在不断落碎石的矿洞，现在掉落矿石的速度更快了，整个矿洞似乎都因为这一次的巨石撞击而摇晃了几下。那金毛鼠王在原地拍打自己的胸膛，仰头长啸，似乎在发泄刚刚被压的屈辱。然而他的头才抬起来，就看到数个巨大的黑影朝着他砸来，吓得他嘴里的叫声立即便停住了，接着就想要往前跑。不过他的速度还是慢了一下，那几个巨大的黑影最快的那一个在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砸到了他。金毛鼠王本来就已经受伤，这次再被砸更是伤上加伤，想要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而后又有数个巨石落下，彻底的将他压在底下。吴凡此时也没有心思去关心金毛鼠王的情况了，因为他也在躲避不断落下的石头。这矿洞本来就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可能早就已经到了坍塌的边缘，所以金毛鼠王刚出来的时候，巨大的身体在跑动的时候，直接就让矿洞落下不少碎石，那就是矿洞不稳的表现。而刚刚金毛鼠王抛出的那块巨石，狠狠地砸在矿洞墙壁上，更是对这个矿洞造成了致命一击，整个矿洞都剧烈的摇晃起来，头顶的碎石落得更快了。这矿洞要塌了！吴凡立即便意识到这一点，接着他就想要往外跑去，他可不想被埋在这矿洞内。不过在他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却是看到了被几块巨石压在底下的金毛鼠王，稍微犹豫了一下，便朝着金毛鼠王跑去。在吴凡来到金毛鼠王旁边的时候，果然是发现金毛鼠王已经被压死了，血流了一地。而最重要的是，他的尸体并没有消失。吴凡将手放在金毛鼠王的脑袋上，心里默念一声，下一秒金毛鼠王的尸体便从地上消失，进入到了吴凡的背包里。果然可以！看到这个情况，吴凡一阵振奋，哪怕是被数块巨石压着，但是只要自己的手碰到尸体，就可以将其收进背包，而不用去搬开巨石。更让吴凡开心的是，在金毛鼠王的尸体旁边还有一件闪光的装备，吴凡一把将其捡了起来。此时矿洞落石掉落得更快了，吴凡也顾不得兴奋，连忙起身往矿洞外跑去。这边吴凡才刚刚跑出矿洞，身后的矿洞就轰的一声坍塌了，现场碎石乱飞，尘土飞扬。幸好我跑得快一些，吴凡心有余悸地想到，要是再慢上几秒，他就要被埋在矿洞内了。不过这矿洞塌了，以后孙铁匠的矿石怎么办？吴凡苦恼地想到。金属1，白银级，属性防御加30，力量加10，体质加10。金毛鼠王爆出来的装备居然还是一件白银级装备，吴凡一阵大喜，连忙将其穿上。孙爷，我回来了，你要的矿石我都带回来了。吴凡回到村庄，直接去找了孙铁匠。真的？我看看。孙铁匠从吴凡的手中接过矿石，一脸欣喜地说道：我这铁匠铺因为没有矿石已经好久没有生活了，现在总算是有点事做了。虽然吴凡带回来的矿石都有不少的杂质，不过对于已经缺矿石很久的孙铁匠来说，已经很满意了。孙爷爷，我有件事要和你说一下。吴凡犹豫了一下，开口道：什么事？正在摆弄矿石的孙铁匠头也不抬地回道：就是那个矿洞塌了。吴凡说道：什么？矿洞塌了？孙铁匠一脸震惊地抬头看向吴凡，我刚刚听到巨响，还在想着是什么声音，没想到居然是矿洞塌了。那矿洞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里面早就已经被挖空，塌了也正常，只是没有了那个矿洞，我以后矿石怎么办？果然如同吴凡所想的那样，孙铁匠没有怀疑矿洞坍塌的原因，倒是担心起自己以后没有矿石用了。作为一个铁匠，没有矿石自然什么都打造不了。孙爷爷，以后我挖到矿石都送到你这里来。吴凡说道。那矿洞塌了，吴凡觉得有自己的原因在里面，心里多少有些内疚。矿山都是官府所拥有，普通人是不能随便挖的。村前头的那个矿洞因为是平矿，距离县城又远，所以官府才没有放在心上。其他地方的矿山可不是你想挖就能挖的。孙铁匠脸色有些黯然地说道。万一我在哪个深山老林里遇到矿山呢？那种地方官府应该是管不了的吧？吴凡说道。矿山岂是那么容易遇到的？孙铁匠笑了笑说道。不过你能有这份心思，我很高兴。怎么样，你对打造有兴趣吗？有的话我可以教你。吴凡知道这是在颁发任务奖励了，再加上自己刚刚的态度，似乎让孙铁匠也很满意，所以不用自己开口，孙铁匠自己就要教授自己打造术了。当然有兴趣，我还正想着怎么开口向孙爷爷求教呢。吴凡连忙说道。
像炼药术、打造术这种生活类技能，在游戏中是很重要的，可以帮助省不少钱合适的。既然你有兴趣，我就教你。”孙铁匠说道。“恭喜你获得打造宗师孙玉林的传授，学会打造术，并且打造术升至高级。”又一个宗师级。吴凡现在对于宗师级已经有些见怪不怪了，自己遇到的几个传授技能的人都是宗师级的人物，这让吴凡对于之前所获得的信息有所怀疑，宗师级是不是真的像自己所打听到的那样难得？怎么自己随便遇到一个人都是宗师级呢？吴凡又想到了村长之前说的，村子里的人都是各领域的顶尖的存在，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那他自己呢？村民们都已经是宗师级了，他那个村长应该只高不低吧？吴凡心里想到。在教完吴凡学会打造技能之后，孙铁匠并没有让吴凡离开，而是让他观摩自己打造过程。吴凡也没有拒绝，现场观摩显然是能够增加自己经验的。虽然因为自己是玩家的缘故，可以直接学会打造技能，并且还能够升到高级，但是这种由师傅现场手把手的教学对他来说还是很有用的。打造的过程不算太复杂，不过却很消耗时间。吴凡在铁匠铺里待了半天时间，虽然消耗了半天的时间，但是吴凡却觉得这时间消耗的很值得。通过这半天的观摩以及孙铁匠的讲解，让他对于打造有了更多的了解。结合自己脑海中的理论知识，吴凡相信，如果有设备、有材料的时候，自己应该也可以动手打造了。毕竟他现在可是会高级打造术的。而在临走的时候，吴凡这才想起来，自己背包里可是有普通金毛鼠以及金毛鼠王的牙齿和爪子的。据村长所说，孙铁匠是收购这些东西的。师傅，我这里有些东西，你收吗？吴凡取出背包里的东西。孙铁匠看到普通金毛鼠的牙齿和爪子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反应，但是当他看到金毛鼠王的爪子和牙齿的时候，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这些东西你从哪里得来？孙铁匠把玩着金毛鼠王的牙齿和爪子，问吴凡道。如果是在以前，以孙铁匠的身份，想要获得珍贵的打造材料，并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金毛鼠王的牙齿和爪子虽然还算不错，但是却也算不得太珍贵。但是久居这里之后，孙铁匠平时很难遇到珍贵的材料了，所以对于这金毛鼠王的牙齿和爪子，他还是很有意的。就是在矿洞内，那里有很多金毛鼠，还有一只金毛鼠王，我杀了他们获得的。吴凡说道。孙铁匠点点头，他之前也经常去矿洞，所以知道那里金毛鼠的存在，倒是没有想到吴凡居然不但杀死了金毛鼠，连金毛鼠王都能够杀死。这些东西我都要了，给你50金币，怎么样？孙铁匠开口道。主要是这金毛鼠王的牙齿和爪子不错，其他的倒也一般。行，没问题。吴凡连忙应道。同时吴凡在心里再次骂了一遍奸商，这当然不是骂孙铁匠的，而是骂杂货铺的老板的。一整只斑斓恶虎的尸体居然只给自己2个金币，和现在这金毛鼠王的价格相差太大了。当然孙铁匠开出的价格也有照顾吴凡的意思，吴凡现在可是他的徒弟，自然不能太小气。拿到50金币，吴凡心满意足地离开了铁匠铺，然后直接去了裁缝铺。这里的老板是一个姑娘，也是村里唯一会制作防具的人。吴凡将背包里的毛皮出售给了对方，得到30个金币，还软磨硬泡的从对方那里学会了缝纫术。而不出吴凡预料的，这位叫做吴春丽的小姑娘也是一个宗师，一个年轻的宗师，而她的缝纫术也直接到了高级。王大娘可谓是这个村里对吴凡印象最好的人了。吴凡的金毛鼠王的肉卖给她，她自然也不会亏待吴凡，给了吴凡30金币。这些肉比爪子和牙齿要差一些，能卖到30金币，吴凡已经很满意了。这样一来，一次矿洞之行不但让吴凡习得了打造术技能，还获得了110个金币，可谓收获颇丰。老板在吗？老板兜里有钱了，吴凡也有底气了，再次去光顾黑店，也就是村里的杂货铺了。如果可以的话，吴凡根本就不想和刘老板这个奸商打交道。不过谁让整个村里就只有他那里有种子售卖呢？哪怕是心里不愿意，吴凡也只能去找他。在的，在的。刘老板很快就出现在吴凡的视野中。当刘老板看到来人是吴凡的时候，脸上的笑容更胜了几分。原来是你啊，又有东西要处理。你放心，只要东西好，价格方面我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吴凡真想一口水喷他的脸上，坑了自己那么多金币，居然还好意思说这话，这脸皮真是厚的可以。不过因为还要在这里买东西，吴凡倒也不好撕破脸，他挤出一丝笑容说道，我不是来卖东西的，我是来买东西的。买东西没问题。刘老板热情不减，不管是来卖东西还是来买东西，那都是他的客人，自然没有拒之门外的道理。你想要什么尽管说，我这里都有。刘老板自信满满的说道。刘老板说这话倒也的不是完全的吹牛，他这里的东西的确是挺全的，很多东西吴凡看了都要流口水。我不买其他的东西，只要一些种子。吴凡没有去到处逛，直接提出自己的要求，这里好东西太多，他都想要，可是兜里的钱不多，再加上这老板心黑，看到买不到，心里会难受的。种子？刘老板微微一愣，没问题，你想要什么种子都有。我要玉米种子、香菇、韭菜种子、水稻、苹果。吴凡一一说出自己的要求，另外还要鸡仔、鸭仔、鱼苗。在来之前，吴凡就想清楚自己要买什么了。本来吴凡只是打算购买一些能够用于烧烤的蔬菜、水果的种子就行了，他一开始的想法只是为了节约自己的烧烤成本。但是现在吴凡却是改变了主意，主要是后山的空地面积太大了，而他烧烤摊又能需要多少蔬菜？就算是每天生意爆满，都用不了多少，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将整个后山的空地都种植自己烧烤所需要的那些蔬菜。所以吴凡才准备种植一些水稻、小麦、
橘子等等。另外一些动物他也打算养，这样的话不但可以用于烧烤，而且还可以自己食用。要知道这个时空中的食材那可是真的是绿色无污染的，味道方面要比现实的好了好多倍。吴凡自从吃过之后就一直恋恋不忘，所以这次索性都买了，而且还多买一些。其实这个时空中也有一些蔬菜、水果，甚至可以食用的动物，都是现实中所没有的。不过吴凡并没有买，因为那些东西拿到现实中的话，要是被有心人盯上，他没有办法解释那些东西的出处，到时候会惹麻烦上身的。现在的他还很弱小，一旦麻烦太大的话，他根本就解决不了。所以吴凡购买的都是现实中已经有的东西，这样的话就减少了被怀疑的可能性。刘老板一听吴凡报的订单，就知道这是来大生意了，连忙将吴凡的要求给一一记下，脸上的笑容更加的灿烂了。就先买这么多，等过些时间我再来买。吴凡兜里只有110金币，这些东西能够买到的种子是不少，但是相对面积庞大的后山来说却还是不够的，显然他还要进行第2次甚至是第3次采购。行，没问题。刘老板听到吴凡还要采购，顿时更加开心了，还颇为大方的送了吴凡一些动物幼崽，这些动物都是现实中没有的。吴凡因为心有顾虑，之前没有买，不过既然刘老板送了，他自然也没有拒绝的道理，大不了到时候自己吃就是了。刘老板的动作倒是很快，没有多久就将吴凡所需要的东西都给准备好了，并且按照吴凡的要求全部都送到了后山附近。该怎么种植呢？刘老板走后，吴凡对于怎么处理这些东西有些发愁。难道真的要像寻常人一样一粒种子一粒种子去种植？那要种植到什么时候？但是除了这个办法，似乎并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之前所想自己是玩家，能够受到优待，现在却是没有丝毫的头绪。无奈之下的吴凡只能接受事实，准备向村长学习一下怎么种植。虽然这样要花很多时间，但是总比干看着要好。这种地啊，其实也是一门学问，养殖家禽同样如此。老村长听明白吴凡的来意之后，躺在藤椅上悠哉悠哉地给吴凡讲解起来。种地水平有高低低，同样的条件下，有人种植的土地能够获得丰收，有人则是减产，这里面学问大了。恭喜你获得宗师级农民赵大明的传授，学会种植术、养殖术，并且种植术、养殖术升至高级，又是一个宗师级。吴凡没有想到，这老村长居然是宗师级的农民。虽然之前猜测村民们都是宗师级的人物，老村长可能也是，却是没有想到他居然会是宗师级的农民，还一下子将自己的种植术和养殖术提升到了高级。听老村长讲解了半天之后，吴凡立即赶往后山，来到空地前面，心里默念种植术。随后吴凡就发现自己面前的种子自动被种植到了空地上面，行列整齐，间距均匀。果然玩家还是有优待的。看到这一幕的吴凡自然很是满意，没有多久，所有的种子就都种植完毕了。而根据老村长所说，种植术等级越高，农作物的产量也就越高，同时生长速度更快，而且种植出来的东西味道也更好。吴凡开始对自己地里的这些东西抱有很大的期待了。在养殖技能的加持下，吴凡很快也处理好了那些鸡鸭鱼等幼崽。种子和幼崽都处理好之后，吴凡发现这后山上的空地依然还有很多，看来还需要再赚钱多买些种子和幼崽才行。说起来这里面积那么大，我都还没有转遍呢，今天是没有时间了，明天过来要好好的看看，毕竟这里可是我将来的后勤基地。吴凡看着周围自语道，这后山的面积相当大，比整个村庄都大了几十倍。这里不仅有可以种植的空地，也有山丘，在山丘的附近还有树林。据老村长所说，这树林的面积很大，比村头的那片小森林面积都要大。而村里人一般很少来后山，所以那树林到现在都没有人完全的走遍过，里面究竟有些什么东西，谁都不清楚。这让吴凡心中激起了探索欲，准备好好的探查一番。很快，吴凡在这里待的时间就到了，转瞬间他就又回到了自己的出租房内。早上的锻炼，吴凡并没有再缺席，洗漱之后便前往江州大学的操场。今天操场上的人明显比之前多了一些，不过在人群中，吴凡还是不出意外的看到了柳岩的身影。哪怕是在人群之中，他依然是最亮眼的那一个。他那出众的外貌、清冷高贵的气质，让他犹如鹤立鸡群一般显耀。吴凡在热身的时候，柳岩慢慢的经过他的身边，他微微犹豫了一下，开口对他说道：“早。”本来吴凡还以为不会得到对方的回应的，毕竟平时搭讪柳岩的人不少，但是却没有见过他对谁的搭讪有反应，甚至连说话都很欠缺。谁知道在吴凡说完之后，柳岩也说了一声早，之后头也不回，脚步不停的跑远了。吴凡很确定柳岩的那一声早是对他回应的，而是对别人。不过柳岩依然是那么清冷，虽然回应了，但是并没有要停下的意思。吴凡在原地笑笑，也没有在意，随后也开始跑了起来。在吴凡快要结束锻炼的时候，突然一个篮球从篮球场飞了过来，眼看着就要砸到操场旁边一个坐着休息的女生。吴凡刚好经过，连忙快跑几步冲了过去，伸手接住篮球。操场和篮球场是在一起的，两个场地之间只隔着一道2米多高的铁丝网。哥们，把球抛过来。铁丝网的另一边，一个身穿篮球服的高个子男生对吴凡喊道：“你的球差点砸到人，不应该先道歉吗？”吴凡皱眉道。那人看了看坐在旁边的女生，浑不在意的说道：“这不是还没砸到，有必要要道歉？而且就算是砸到了，那也是意外，谁让他坐在那里的？不知道这里靠近篮球场，随时有篮球会飞过来吗？”那女生站起来看了看吴凡手中的篮球，又看了看那个高个子男生，一脸委屈的离开了。看人家当事人都没说什么，
你就别多管闲事了，球扔过来。那高个子男生似乎有些不耐烦了，想要。接着，吴凡将球在手中上下抛了2下，随后随手扔了过去。那高个子男生也没有在意，伸手去接，然而他却是低估了吴凡将球抛过来的力量，准备不足，手臂一阵发酸，手腕似乎多崴了一下。你是故意的？那高个子男生一边揉着手腕，一边怒视吴凡道：“不是你让我扔过去的吗？”吴凡淡淡的说道。吴凡刚刚的却是故意的，要知道他现在是2级，有2点力量，再加上流云靴增加的2点力量，现在的他足有4点力量。而现实中，一般人的力量如果用数据来体现的话，就只有1点，就好像吴凡刚进入那个世界时一样，力气大一些的人，可能也就是2点力量的水准，能够达到3点力量的少之又少。也就是说，单凭力量，吴凡现在已经超过了现实中大多人。吴凡全力之下，那高个子男生又没有准备，自然是吃了一个暗亏。有本事我们1对1单挑。那高个子男生气道。吃了一个暗亏，他就想要找回场子，而他最擅长篮球，自然想要用篮球找回场子。他的想法很好，他觉得吴凡多半不敢接受，自己就可以趁机嘲讽他一下，也算是找回了面子。你要是不敢，那高个子男生得意地说道，我接受。高个子的话还没有说完，吴凡直接就答应了，这让高个子男生要说的话直接卡在喉咙里，憋得他脸都红了。难道他也很擅长篮球？那高个子男生心里有些疑惑，可是想了想，自己可是院内主力球员，其他学院的球员甚至是校队球员他都认识的，不记得有吴凡这么1号人。估计这小子顶多也就是平时随便玩玩那种，以为力气大一些就能赢自己，简直愚蠢。那高个子男生心里想到。而这个时候，吴凡已经通过旁边的门进入了篮球场内。你先来还是我先来？吴凡看着那高个子男生问道，脸上不见丝毫的慌乱。这个时候，高个子男生的几个同伴都停下来，站在场边看着2人，显然是要将场地交给他们2人，甚至旁边一些在打篮球的人，路过的人看到有人单挑也过来围观。我攻，你守，1人3球。高个子男生说道。没问题。吴凡说道。那高个子男生站在吴凡的面前拍着球，目光盯着吴凡，似乎在想着从哪边突破。而吴凡并没有摆出防守姿势，就那么随便的站在那里，神态轻松，倒不像是要防守的，更像是看戏的。果然是个菜鸟。看到吴凡的姿势，那高个子男生心里越发不屑。随后，高个子男生带球前进，在靠近吴凡的时候，还没有见吴凡有什么动作，那高个子男生心里冷笑一声，便准备从吴凡的左边经过。过了。高个子男生轻松的过了吴凡，然而他脸上还没有来得及浮现笑容，就发觉情况有些不对。人过了，球没有。那高个子男生下意识的看了下自己的手，球已经不在那里。随后他转头看向吴凡，果然球已经到了吴凡的手中。该我了。吴凡拍了拍球，淡淡的说道。那高个子男生此时的脑子还处于迷糊之中，到现在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球是怎么被断的。哼，你断了我的球，我一样能拦住你。那高个子男生看着吴凡，心里冷哼道。随后他来到吴凡的面前，微微蹲下身子，摆出防守的姿势，眼睛盯着吴凡的动作，随时准备拦截吴凡。那高个子男生猜的没错，吴凡的篮球水平一般，也就是大学的时候和宿舍里的几个舍友一起玩过，和他这样的院主力球员相比，自然是远远不如的。不过吴凡在通过鉴定术了解了他的实力的情况下，还一口答应和他比试，自然是有所依仗的。而这个依仗就是他的敏捷以及流云靴自带的猛虎之跃技能。比对方更高的敏捷让吴凡后发先至，在对方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就将他的球给断了。而现在就是流云靴所带技能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只见吴凡随意的拍着球往那高个子男生身前靠近，那高个子男生看到吴凡的拍球动作，心里一阵冷笑，果然是一个菜鸟，这带球姿势都这么业余。随后他上前一步，准备将吴凡的球给拦下。然而他的动作刚做出，就看到自己眼前一片黑影，吴凡居然跳起来了，当着他的面跳了起来。更重要的是，此时这里还在罚球线附近，距离篮筐还很远。他想要干什么？高个子男生心里一阵疑惑。然而这个疑惑并没有持续多久，他的心中就被愤怒所代替，因为吴凡居然从他的头上跳了过去。周围的人一阵惊呼，高个子男生在愤怒的状态下，下意识的转身看向篮筐，就看到让他震惊的一幕，吴凡居然扣篮了。周围围观的人同样都被镇住了，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刚刚落地的吴凡。有些女生目睹了这一幕之后，双手捂住嘴，满眼星星的看向吴凡。太出乎预料，太让人震惊了，整个现场只有篮球在地上弹跳的啪啪声。随后现场的安静被打断。太帅了，我去啊，我看到了什么？我刚刚看到了什么？我现在真的在校园内，不是在 NBA 现场。这么远的扣篮，这弹跳逆天了呀！帅哥，我要当你女朋友。现场一片沸腾。而那个和吴凡比试的高个子男生，此时心中的震惊丝毫不比其他人要少，因为是当事人的原因，他心中的震惊要比其他人更强烈。大学里不是没有人能够扣篮，在院队在校队里都有人能够扣篮，但是谁能像吴凡这样从罚球线就开始的起跳，并且还轻松的从自己头上跳过去扣篮？自己可是有1.9米啊，根本就没有，一个都没有。哪怕是在职业球员中能做到这点的也没几个。他究竟是谁？为什么会这么强？为什么自己之前没有见过他？周围的惊呼声让吴凡心里暗爽。
实际上，吴凡自己也震惊于刚刚自己的表现。他刚刚只是想要稍微秀一下，却是没有想到全力起跳之下，猛虎之跃增强的弹跳能力居然这么恐怖，过分了，过分了呀！吴凡，你看给人家小朋友打击的。吴凡看着还处于震惊之中的高个子男生，暗暗告诫自己，待会在轮到自己进攻的时候稍微收敛一点。该你了。吴凡将球送到那高个子男生的手中，准备防守对方的进攻。然而，让吴凡没有想到的是，那高个子男生抱住球之后，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随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哎，怎么走了？不比了吗？吴凡喊道。还比？比个屁呀！你那么逆天的弹跳，我和你还怎么比？再让你在我头上扣一次篮，再让我丢一次人，再让我成为背景板，我没那么傻。不比了，绝对不能再比了。那高个子男生心里想着，脚下却是丝毫不停，很快就出了篮球场，这是铁了心不比了。哎，怎么走了？就是啊，我还想要再看一次帅哥表演呢。胆小鬼，这就不敢比了，快回来啊！那高个子男生走了，现场围观的学生们心里就不满了，因为他们还没看过瘾呢，他们还想要再看一次吴凡的逆天扣篮呢。结果当事人居然走了一个，这自然让看热闹的人心有不满。只是这些人的话不但没有能够让高个子回心转意，反而是让他走得更快了。他知道这件事很可能会很快传遍整个校园，而自己将成为背景板一般的存在。我刚刚没事招惹他干嘛？那高个子男生心里后悔的不行。然而事实没法改变，他现在只能尽快的离开这里，远离这个事件中心。看到那高个子男生真的是走了，吴凡自然也就没有留下来的必要。周围人那炙热的目光让吴凡在暗爽的同时，也告诫自己低调，一定要低调。而吴凡也第一次体会到女生们的热情，在他离开的时候，居然有好几个女生主动上来要他的联系方式。吴凡在感慨，现在女生那么大胆，那么主动的时候，没有应对女生经验的他，有些狼狈的逃离了篮球场。同学，请等一下。吴凡这边才刚出了篮球场，就被人拦住了。有什么事吗？吴凡看着眼前的中年人问道。我刚刚看了你在篮球场的表现，想问一下你哪个学院的学生，今年大几？那中年人问道。我不是这里的学生，我已经毕业了。吴凡说道。和操场一样，篮球场也不拒绝校外人士的进入，所以吴凡倒也不怕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不是这里的学生？那中年人微微一愣，眉头也微微皱了起来。不错，吴凡说道。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吴凡从对方的身边经过，不过没等他走几步，那中年人的声音再次从身后响起。有兴趣当老师吗？体育老师？当老师？吴凡从来都没有想过，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不过那中年人说出的当老师的福利确实让吴凡心动了。一周只有2节课，有自己的办公室、办公桌，还能够在教师公寓分到一个单间，而且工资薪水不低，逢年过节还有其他的福利。这些条件让吴凡心动了，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便同意了对方的邀请。而这个时候，吴凡才知道，这中年人居然是江州大学的一个副校长。他本人酷爱篮球，早上经过篮球场的时候，看到了吴凡的表现，本来以为吴凡是学校的学生，便上前询问一番，却是没有想到吴凡居然已经毕业了。而江州大学正好缺一个体育老师，本来是准备在近期招聘的，但是那副校长在看到吴凡之后改变了主意，改为直接邀请吴凡来当这个体育老师。没有想到我居然要成为一个体育老师了。回到住处的吴凡还觉得这件事有些不可思议，不过对方毕竟只是一个副校长，吴凡有些怀疑对方在这件事上有没有最终决定权。就算是当不成老师，我也没损失什么，就当没有早上的事情便是了。吴凡心里想到，暂时放下这件事不去想，吴凡出门去采购食材，因为昨天的生意特别好，吴凡今天便打算多采购一些。菲菲，菲菲，你男朋友刚刚帅呆了。宿舍的门被撞开，一个身影冲进了叶菲菲所在的宿舍。什么男朋友？我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了？叶菲菲无语地看着自己的舍友。还有小茹，你不是去买早餐了吗？早餐呢？对啊，我们的早餐呢？小云也说道，她是叶菲菲的另一个舍友，刚刚剪刀石头布，可是你输了的，你负责买早餐，别想耍赖啊。我给忘了。刚刚进来的那个女生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光顾着看菲菲的男朋友，忘记去买早餐了。我没有男朋友啊。你说的是谁？叶菲菲问道。就是昨天送你来学校的那个。小茹说道。叶菲菲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吴凡的样子，解释道，都说了，他不是我男朋友，我们就是普通朋友，不对，连普通朋友都不是。行了，菲菲，你就别解释了。小云说道。小茹，说说是怎么回事？你都知道人家是菲菲的男朋友了，还盯着人家看，而且看的都忘记买早餐了。叶菲菲无语了，自己解释，怎么这2个舍友都不相信呢？此时叶菲菲有些后悔让吴凡送自己来学校了，她要是不来的话，自己的舍友也不会误会自己了。是这样的，我准备去买早餐的时候，刚好经过的学校篮球场，小茹将在篮球场旁边看到的事情说给自己2个舍友听，显然她也是当时的围观者之一。真的假的？菲菲的男朋友这么厉害？小云有些不信道。他不是我男朋友。叶菲菲再次解释道。不过她的话并没有让2个舍友相信，甚至还直接无视了。当然是真的，我亲眼所见。小茹大声道。当时现场有很多人，他们都看到了，都震惊得不得了，下巴都惊掉了一地，就是有些不要脸的，在事后居然去找人要联系方式。难道他们不知道他是菲菲的男朋友，
已经名草有主了吗？他不是我男朋友。叶菲菲有些无力地说道。是有些不要脸。小云点头道，菲菲，你可要看好你男朋友，别让别人给抢走了。他不是我男朋友。对啊，一定要看紧了。小茹也说道，说实话，要不是知道他是菲菲的男朋友，我都想去要联系方式了。他不是我男朋友。小茹，你这样的想法很危险啊，姐妹之夫不可夺，不知道吗？他真不是我男朋友。我当然知道，我这不就是想想吗？又没有真的去要。小茹说道。她看向叶菲菲说道，菲菲，你放心，我真的没去要她的联系方式，我发誓。叶菲菲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她已经说了很多遍吴凡不是她男朋友了，然而两个舍友却是没有一个相信的。就在这个时候，宿舍的门被再次打开，王文婷走了进来。进来之后，她看了看叶菲菲，看似随意的说道，你男朋友篮球打得不错。他不是我男朋友。叶菲菲有些绝望了，不过穿着依然是那么老土廉价。王文婷没有理会叶菲菲的解释，继续吐槽吴凡的衣着。文婷，你怎么能这么说菲菲的男朋友呢？小云有些不满的说道。就是啊，他怎么说都是菲菲的男朋友，你这么说有些过分了。小茹也说道，而且我看他穿着不错呀。那是因为你的穿着审美和他一样老土。王文婷毫不留情的说道。王文婷，你太过分了。小云说道。然而王文婷毫不在意，脸色丝毫不变，拿了钥匙和包便出门了。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小云依旧是有些愤愤不平，她安慰小茹道，你别和他一般见识，这种人就是那没品。小茹点点头，只是神色还是有些暗淡。叶菲菲和小云都知道小茹的家境不算好，穿的衣服的确不算太好，衣着打扮方面不能和王文婷相比，现在被王文婷这么说，心里有些难过是肯定的。叶菲菲对于王文婷也没有什么好印象，觉得她过于刻薄，同时又爱慕虚荣。不过大家都是一个宿舍的同学，她之前也不想和王文婷弄得太难看，只是现在看来，王文婷似乎并不在意他们的同学间舍友之情，这让叶菲菲对于王文婷印象更差。而且王文婷对于吴凡的评价也让叶菲菲有些不满，真是一个让人讨厌的人。叶菲菲心里想到。下午半天的时间，吴凡都在准备晚上烧烤用的食材，为了避免出现昨天晚上那种早早卖完的情况出现，他特意准备了许多的食材，荤素都有。不过吴凡还是有些低估了他的手艺，在他傍晚带着的东西来到那个摊位的时候，发现这里居然已经有人在等着他了。老板来了。老板，5串五花肉，2个鸡翅，2个韭菜。老板，给我1份鸡腿，1个猪蹄，2个茄子。老板，我要。吴凡的东西都还没有完全的放好，好几个人就已经围了上来，这些人居然为了吃他的烧烤，特意提前来在这里等他。都别急，等我将东西放好，一个一个来。吴凡笑着说道。吴凡此时自然是很开心，他虽然知道自己手艺上涨，烧烤的味道比之前好了不少，但是却也没有想到居然这么快就有铁粉了。这些人显然是昨天吃了他的烧烤，觉得味道不错，今天才又来的。做生意的谁不想自己有回头客，而且还是这种为了吃他的东西提前在这里等待的回头客。老板快点，我都等不及了。我也是，我第一个来的，我排第一。都别急，老板烧烤速度很快，别打扰他。顾客们显然是热情满满的，对于吴凡的烧烤充满了期待。吴凡这边开始做烧烤，随着天色越来越黑，他摊位旁边的客人是越来越多，很快就围了不少人。新添的2张桌子也都已经坐满。倒不是吴凡不想多买，实在是买多了他也没有地方放，而且来回拿也不方便。不过吴凡相信，哪怕是没有坐的地方，就凭他现在的手艺，那生意也会比之前要好很多。周围几家烧烤摊的老板一边招呼着不多的客人，一边羡慕地看向吴凡这边。从昨天开始，他们就发现了他们那边的客人少了一些，而吴凡那边的客人增加了不少，很多客人都被吴凡的摊位给吸引走了。几个摊位距离间隔不算远，吴凡这边生意突然爆火，自然是会引起其他烧烤摊位老板的羡慕和嫉妒。他一个新人，手艺能有多好？怎么会突然多了那么多客人？有人疑惑道。就是啊，我们都是做了几年的，他才做1个月，怎么现在生意比我们还好？会不会是托？有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啊，就爱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哪像我们一直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做生意。找托要花钱的，我看他能坚持多久？说不定明天就恢复之前的原样了。几个烧烤摊的老板的出于对吴凡的嫉妒和不信任，让他们觉得吴凡这边所谓的生意好都只是假象，是吴凡找人过来当的托。吴凡不知道那几个烧烤摊老板的心中所想，实际上他现在顾不得想那么多，因为此时的他正忙得不可开交。昨天的生意已经很好了，然而他发现今天的生意居然比昨天还要好，从摊位展开到现在，他根本就没有停下来过。也幸好他有着高级厨艺，不然的话，这么匆忙之下，想要让每一份烧烤都保持良好的口味，绝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生意比吴凡所想的还要火爆，所以他准备的那些自认为已经足够的食材，没有到12点就都再次的卖完了。而此时他的摊位前还有不少的客人在等着呢。不好意思各位，今天的烧烤都卖完了，想吃的请明天再来。吴凡抱歉的说道。又卖完了？昨天就早早卖完了，今天没有多准备一些吗？老板，你不会做生意啊？这么多生意都不做？就是啊，老板，想想办法再做一些吧。众人对于吴凡的话显然是有些不满，尤其是那些等了好一会还没有吃上的人。真是抱歉，食材都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吴凡说道。要不你们去其他家看看。
主动将客人往自己的竞争对手处推，吴凡的做法也算是够奇葩的了。不去，我就要吃你的，就是其他家的烧烤哪里有这里的好吃？我吃过这里的烧烤之后，再吃其他家的都吃不下去了。老板，你得赔我。吴凡苦笑，没想到这生意的推都推不走。不过他也的确是没有食材了，就算是想做也没有办法，最后只能是再次抱歉，并保证明天多准备一些，这才得以脱身。看来我还是小瞧了这高级厨艺了。吴凡收拾东西准备回去，还有是不是要雇个人来帮忙？虽然说因为要保证口味，只能由他亲自烧烤，其他人代替不了，但是帮忙打包、取食材、将食材做串等等工作，其他人还是可以做的。有人做这些的话，他也能够轻松不少。不过这件事倒也不急，吴凡的生意才刚刚好起来，并没有能攒下多少钱，完全可以一边继续自己干，一边寻找合适的人选。回到住处之后，还没有过12点，还不能进行传送，吴凡便上网查了查哪些作物或者食物更受欢迎，或者价格更贵一些。他现在在游戏世界的村庄后山中还有一大片空地，他暂时还没有想好要种植什么，而且也没有金币了，完全可以先进行调查一番，再做决定。村长那500金币暂时就先不给了，有钱就先买各种种子，将后山的所有空地都先种植起来再说。吴凡心里想到，老村长的钱在1个月内的交齐就可以了。之前他还觉得500金币很多，但是上次矿洞之行就给他带来100多金币的收入，这让吴凡对于500金币的欠债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是更想要先将自己后山的空地给种植起来再说，毕竟早一点种植就早一天成熟。场景转换，吴凡再次出现在了游戏世界中。此时的他依然还在后山附近，传送过来之后也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准备将这后山给探索一番。之前吴凡并没有详细的探索过这后山，只是大概的看过，知道这里有一大片的空地，而对于空地附近的小山以及树林都没有探索过。一个小小的村庄的后山为什么会这么大？吴凡爬到一座小山的顶端，看着周围的环境自语道，这里不仅是有上万亩的空地可以用于种植，而且有山有水还有树林，占地面积都不小。按说这里只是一个新手村而已，给玩家熟悉环境用的，至于升级所需要杀的怪物，在村前头的小树林里都有，这个后山完全没有必要存在才是。但是现在这里不仅存在，而且面积相当的大，难道这里是那个天神特意给自己留下的？吴凡心里想到，随即他为自己这个想法感觉到有些好笑，因为承包后山的空地只是他的临时起意而已，所谓天神并没有给他任何的提示，要说特意留给自己的，这说不通啊。算了，不管了，反正对自己有利就是了。想不通原因，吴凡索性不再去想，反正知不知道原因都无所谓。咦，这是金毛鼠？走在山坡上的吴凡陡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他前方不远处窜过，眨眼间就没了身影。要不是吴凡现在眼力比之前强出不少，还真不一定能够发现对方。只是这里为什么会有金毛鼠？如果吴凡记得没错的话，金毛鼠的介绍里可是说过他喜欢将矿石作为食物的，离开了矿洞，他们吃什么？还是说这里有矿石？想到这种可能，吴凡心里一下子激动起来。老村长之前说过，这村子附近就只有村前头有一座矿山，孙铁匠也是这么说的。那么如果在后山这里发现一座矿山的话，岂不就是无主之物了？朝廷不会发现，村里的人也不会知道，那是一座完全可以算作是自己的矿山。吴凡越想越激动，连忙朝着刚刚金毛鼠消失的方向跑去。我记得他就是从这里突然消失的，到底去了呢？吴凡在金毛鼠消失的地方转悠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难道我刚刚看错了？还是说那金毛鼠除了喜欢吃矿石外，还喜欢吃其他的食物？所以这附近根本就没有矿山。找了半天没有发现任何线索的吴凡不由得有些颓然。就在这个时候，吴凡的脚底一滑，随后他的身子突然矮下去一半，整个人卡在一个山洞的洞口处。吴凡连忙从洞内挣扎着爬了出来，然后往山洞内看去。山洞黑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楚里面到底有多深。如果不是洞口比较小的缘故的话，吴凡刚刚可能直接就掉下去了。这里怎么会有洞口？谁挖的？吴凡这才发现，刚刚这个洞口上面铺满了落叶，所以他从这里走了几圈都没有发现这个洞口。如果不是刚好踩在上面的话，这个洞口恐怕一直都不会被他发现。不过这里怎么会有洞口？是人挖的还是动物挖的？难道刚刚那只金毛鼠进了这里？吴凡猜测道。这倒是很有可能，不然的话金毛鼠不会无缘无故的突然消失。吴凡连忙从自己背包里取出药铲，然后趴在地上开始挖土，他要将这个山洞的洞口挖大一些，好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对于挖土，吴凡已经不陌生了，之前就是靠着挖陷阱杀死了凶猛的斑斓恶虎，所以现在挖起山洞来也是得心应手。很快那个山洞的洞口就被吴凡扩大了不少，他伸着头往里面看，只是里面依然是黑乎乎的一片，根本就见不到底。而且除了洞口被吴凡挖大了一些外，洞内其他地方依然是很窄小，吴凡想要下去也进不去。我就不信了，今天非要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不死心的吴凡继续开始挖土，将山洞里面的部分继续扩大。于是接下来的时间，吴凡也不去做其他时间了，就一心一意的去挖这个山洞。洞内的部分被他不断的扩大，本来还很窄小，容不下吴凡身体，现在则是变成了一个直径1米多的足够吴凡下去的山洞。山洞内的走向是斜向下的，吴凡一直往深处挖，整个人在山洞内不断的深入，
山洞外面已经堆积了大量的泥土了。在吴凡顺着山洞的方向往里面挖了10米左右的距离的时候，他的脚下一松，然后整个人跌落了下去。砰！吴凡下落了大概1米左右，整个人重重的跌落在地上，屁股差点没有被摔成4瓣。我去，真疼！吴凡挣扎着爬了起来，揉了揉屁股，自语道：“而且好像还摔在了石子上，谁这么缺德，将石子扔在这里？”咦，不对，石子！吴凡陡然反应过来，弯下腰，在自己刚刚摔落的地方寻找了一番，果然是找到了一个石子形状的东西。吴凡一个鉴定术扔了上去，铁矿石废渣，金毛鼠啃食铁矿石之后留下的矿石残渣。吴凡也顾不得去吐槽金毛鼠的挑剔了，而是一脸的欣喜的看着手中的小石子，居然真的是矿石！吴凡连忙抬头看向周围，这才发现这里的空间不小，足有10来平米，周围3面都是普通的泥土，但是在他正前方向则是一面矿质墙壁一般的东西。吴凡连忙跑了过去，伸手摸了摸，果然那不是松软的泥土，而明显是金属矿物。吴凡连忙对着这面墙壁使用鉴定术，良好铁矿石、优质的银矿石、优质的星曜石、优质的铁矿石、优质的黑曜石。随着不断的鉴定，吴凡脸上的喜悦色彩越来越浓。这面墙壁果然都是由矿石组成的，各种矿石都有，不仅有常见的几种矿石，就是那些比较稀少罕见的矿石，吴凡都发现好多。更重要的是，这些矿石的品质都非常的不错。发了！吴凡脸上的笑容已经变成了狂喜，眼前的这面墙壁在他的眼中已经变成了一座金灿灿的金壁了，不用想也知道，这些品质优越的矿石肯定是非常的值钱了。村前头的那座矿山只是一座平矿，里面出产的矿石种类少，数量少，而且品质还很差，但就算是这样，对于小山村来说，那都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而眼前的这面墙壁富含的矿石种类多，数量多，品质更是优越，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都是要远远的超过村头的那座矿山的。虽然说劣势的矿石也能够打造武器、农具等等，但是一来要进行淬炼，去除其中的杂质，浪费时间和人力；二来劣势的矿石哪怕是将其中的杂质都去除了，打造出来的武器、农具在质量方面都是有缺陷的，和那些高品质的矿石所打造出来的东西根本没法比，不管是在锋利程度方面，还是在耐久性方面都是如此。所以高品质的矿石价格非常的高昂，每一块都是铁匠们的最爱。这些信息都是吴凡学会打造术之后所自动了解的，也因此当看到眼前有那么多的高品质矿石之后，吴凡才会表现得那么失态。而且这还是只是自己眼前所看到的，谁知道这金属墙壁往后延伸了多远？这绝对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不行，我一定要拿到这墙壁的所有权！巨大的财富就在眼前，吴凡自然是不愿意放弃的。就像孙铁匠之前所说的那样，野外的矿山看似无主，但是实际上所有权都是官府的，未经允许是不能够随便开采的。而眼前的责怪墙壁，如果官府知道它的存在的话，一定是会收归所有权的，到时候就没有吴凡什么事了。哪怕是被村长知道，吴凡都觉得这墙壁和自己要无缘了。所以这个墙壁一定不能让其他人知道。想到这里，吴凡连忙来到之前的洞口处，然后使用猛虎之跃跳了上去，在之后将山洞的洞口给遮掩住，然后头也不回地往村子里跑去。村长，我要租下整个后山，不仅是那些可用的空地，是所有。吴凡一口气跑到村长家，气喘吁吁地对村长说道。只有将整个后山都给租下来，吴凡才能够隐藏那墙壁的存在，才能够悄无声息地开采那墙壁，那墙壁的所有权也才会到他的手里。哪怕是村长什么时候知道了那墙壁的存在，也不能说什么。你刚刚干嘛去了？气喘吁吁、灰头土脸的，像老鼠那样挖洞去了。老村长看着吴凡狼狈的样子，笑呵呵地问道。还真让老村长说中了，吴凡刚刚的却是挖洞去了。村长，您就说吧，我要承包整个后山，一年需要多少钱？吴凡说道。你真的要承包整座后山？那里面积可不小，不过很多地方，比如那些小山周围，既没有办法养殖，也没有办法种植，你承包了也只是浪费而已。老村长说道。我要的就是小山周边。吴凡心里想到。当然这话他是不能告诉老村长的，他也怕老村长知道那墙壁的存在，不把后山租给他。我已经想清楚了。吴凡说道。这样啊。老村长的眼睛在吴凡的身上转了转，说道。后山比我们村庄大了不少，虽说有些地方没有什么用，但是资源很丰富，所以这个价格嘛，肯定不能太低。当然咱们都是熟人了，我就给你一个友情价吧，5000金币一年，如何？5000？你怎么不去抢？吴凡大叫道。那么大一片空地才500金币一年，再加一些荒山树林，就多了10倍。村长，你太不厚道了。话不能这么说。老村长看着吴凡着急，反而是显得很悠闲从容。之前的500金币我已经要的很少了，而那些荒山和树林以及河流里面可都是有不少的物产，只要你都承包了，那些东西就都是你的了。说起来还是你占了大便宜的。树林里有动物草药，河里有鱼虾，山里也有野果，这些吴凡知道，老村长也知道。不过吴凡却是明白，以村庄里那不超过10个的村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充分的利用那些物资，也就是说，吴凡不承包的话，那后山上的那些东西很可能就都浪费了。然而现在这些东西到了老村长的嘴里，就都变成了村庄的财富，租给吴凡，村庄方面是损失很大利益的，所以吴凡必须要给一个大价钱才行。吴凡看到老村长那精明的眼神，心里这才意识到，刚刚的自己对于承包后山表现得太过急切了，让老村长看出来了，所以
老村长才一口要价那么高的。当然，就算是没有山内的那个墙壁，光是山上、水中、林里的那些物资，也是值5000金币的。真要是以5000金币租下来，吴凡不亏，村庄也赚。老村长咬牙不松口，吴凡最终无奈，只能接受这个价格。不过有那个墙壁存在，我绝对不亏。这样一想，吴凡心里瞬间好受了许多，迫不及待的想要对那墙壁进行开采了。这小子绝对有问题。老村长看着吴凡离开的背影，喃喃自语，他肯定是在后山发现什么了，不然的话绝对不会这么急切的想要承包整个后山。本来老村长要价5000金币，最后能守住2000金币的底线就能够接受了，毕竟就像吴凡想的那样，这个村庄根本就没有利用后山上各种物资的能力。然而最后吴凡居然答应了5000金币这个价格，这就让老村长更加怀疑吴凡在后山到底发现了什么。算了，不管发现了什么，都随他吧。老村长自语道，我们都老了，要那些身外之物也没用，就留给年轻人吧。从老村长家离开之后，吴凡便立即去了后山，再次返回那个山洞中。吴凡现在很缺钱，他需要尽快的赚到钱，将欠老村长的钱给还掉，只有那样，这整个后山才能够真正的完全的属于他。而为吴凡还不会只承包1年，他想要一下子承包10年，因为害怕那个金属墙壁暴露，吴凡不能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大量的出售金属矿石，那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再加上他就只有一个人，劳动力有限，挖矿又累，也因此吴凡估计他自己的采矿速度不会太快，这就需要他长时间的承包整个后山，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慢慢的有条不紊的采矿，获得优质铁矿11块，获得优质银矿11块，获得优质黑曜11块。机械式的声音不断的在耳边响起。这优质矿石就是不一样，之前获得劣质矿石的时候，耳边什么提示都没有，现在却是不停的响起。吴凡一边整理矿石，一边自语道，背包就只有10个格子，其中2个放了药产以及矿产，所以吴凡一次只能装8个矿石。之前还觉得10个格子够用了，现在看来这是远远不够用，要是能够将背包扩大就好了。吴凡心里想到，只是这个时空中就只有他一个玩家，而其他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背包是什么，自然也就没有办法帮他扩充背包空间了。所以这件事吴凡暂时没有任何的头绪。带着8块矿石，吴凡返回了村庄，直接去找自己的铁匠师傅。而此时的孙铁匠正光着上半身打铁，虽然已经上了年纪，但是浑身的肌肉依然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看得吴凡羡慕不已。看到自己孙铁匠正在忙，吴凡连忙过去帮忙拉风箱，同时看着孙铁匠的每一个动作，认真的学习。孙铁匠只是看了吴凡一眼，便继续手中的动作，铁锤一下接一下的打在手中的长剑上，整个铁匠里都是叮叮当当的敲打声，犹如音乐一般，充满了节奏感。刺啦！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孙铁匠将已经打磨完成的长剑放在冷水中冷却，今天的打造也就差不多结束了。还是不行。孙铁匠拿着手中的长剑看了看，有些不满意的摇摇头，随后随手将那长剑扔到了铁匠铺的角落里。而这个时候，吴凡才发现，原来在铁匠铺角落里已经堆了好几把长剑了，看来都是孙铁匠不满意的作品。吴凡随手扔了一个鉴定书过去，黑石长剑，白银级，攻击加30%，敏捷加10%，力量加10%，附带技能吸血。吸血击中目标之后，可以使目标持续失血，持续时间30秒。吴凡顿时大惊，连忙又鉴定了其他几把长剑，他发现这些孙铁匠眼中的失败品，居然都是白银级装备，增加的属性都不少。对于还在使用药铲战斗的吴凡来说，这已经可以算是非常极品的装备了。浪费，浪费啊！吴凡心里哀嚎，自己眼里的极品装备，在孙铁匠的眼里，居然如同垃圾一般，随手丢弃，这真是暴殄天物啊！不过想想孙铁匠宗师级的身份，看不上白银级装备，倒也正常。你来有什么事？在吴凡想着怎么从孙铁匠这里弄到一把长剑的时候，孙铁匠倒是先开口了。哦，师傅，我之前在矿洞内的时候发现了几块矿石，想要问师傅要不要。吴凡将目光从那些长剑上离开，对孙铁匠说道。什么矿石？孙铁匠没有将吴凡的话发在心上，随口说道。村前面的矿洞是什么情况，孙铁匠心里很清楚，早年的话还能够偶尔从里面获得1-2块优质矿石，甚至运气好的话还能够挖到稀有矿石，那些矿石可都是打造神兵利器的必须材料。不过这些年随着矿洞被挖掘几近干枯，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好的矿石了，都只剩下一些劣质矿石了，所以吴凡也不可能从里面获得什么好的矿石。吴凡从自己背包中取出1块矿石，递到了孙铁匠的面前。本来还漫不经心的孙铁匠在看到矿石之后，顿时眼睛睁得老大，随后以和年纪不相符的速度从吴凡的手中抢走了那块矿石。居然是一块优质铁矿石！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这么优质的矿石了。孙铁匠把玩着手中的矿石，脸上满是兴奋，那样子不像是在看矿石，倒像是在看自己的爱人一样。师傅，这矿石怎么样？你收吗？吴凡问道。收！孙铁匠毫不犹豫地说道。这块矿石我给你10个金币。10个金币虽然不多，但是要知道在那个山洞内可是有很多矿石的，而且这还只是最不值钱的铁矿石而已。所以吴凡对于这个价格很满意。行，吴凡点头道。有了这块矿石，我打出黄金级武器不成问题，运气好的话还有可能打造出暗金级。孙铁匠有些兴奋地说道。卖出1块矿石，吴凡心里也很高兴，他问道，师傅，如果我还有这种矿石，甚至是比这个还好的矿石，您还收吗？你还有？
孙铁匠一脸狐疑地看向吴凡：“你哪里那么多优质矿石？村前面那个矿洞已经废了，根本就没有几块优质矿石，现在更是塌了。你从哪弄其他的优质矿石？”看来孙铁匠是怀疑吴凡矿石的出处了。吴凡心里也警惕起来，矿石的利润有多大，他很清楚。那山洞内的金属墙壁绝对是无价之宝。虽然说这里的村民们看上去都很不错，但是在那么巨大的利益面前，难保他们不会做出什么自己无法接受的事情来。要知道，这些人可都不是数据，而是活生生的人，是有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的。于是吴凡笑了笑说道：“我也就是随便问问，我以后要走遍整个大陆的，说不定会碰到优质矿脉呢。”孙铁匠点点头，倒也没有怀疑吴凡的话，说道：“你如果有这种矿石的，少量的我还能收，多了就不行了。我也没有太多积蓄，买不了太多这种矿石。”完了，孙铁匠的话让吴凡想要利用矿石大赚一笔的想法落空了。那山洞内的矿石的确是多，而且品质也好，但是他们就只是矿石而已，想要赚钱就必须要将它们卖掉才行。而现在却是出现了问题，不仅是他们的来源没有办法解释，就是想要找到一个能够大量收购他们的人都很难。当然，短时间内吴凡还不需要考虑收购的问题，毕竟孙铁匠这里多少还是能够收购一些的，只是长远来看的话，他还需要去找其他的买家才行。想到这里，吴凡从背包里又取出一块黑曜石，递到孙铁匠的面前，说道：“师傅，这石头多少钱？”当吴凡取出石头的时候，孙铁匠就已经看了过来，一看到黑曜石，他表现得比刚还要激动，一把抢过，说道：“黑曜石，居然是黑曜石，而且还是优质品质的黑曜石。这种品质的黑曜石，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了。有了它，我可以打造暗金装备，甚至是冲一冲传奇装备了。看来这黑曜石的确是一种很不错的矿石。不过吴凡更关心它能够卖多少钱。这矿石我要了。”孙铁匠毫不犹豫地说道：“我给你300金币，怎么样？”300。吴凡心里一喜，本来以为能够卖个几十金币就很满意的，没有想到孙铁匠开口就是300金币。优质的铁矿石才10个金币，而优质的黑曜石居然值300金币，这差距也太大了。而在那个山洞内，虽然黑曜石这种稀有矿石没有铁矿石多，但是却也不算太少。发了，这下真的要发了。当然，想要真正的发财，还要将它们卖出去才行。行，没问题。吴凡说道：“这村里能够收购矿石的，估计除了孙铁匠外，也就只是杂货铺的那个刘奸商了。他开出的价格绝对不会有孙铁匠高。这矿石也是你在那个矿洞内发现的？”孙铁匠看向吴凡问道。“是啊。”吴凡说道。“看来你的运气真不错。”孙铁匠看了看吴凡，点头道：“这种品质的矿石，你居然都能够得到，说不定你真的能够在野外发现矿石。如果有好的矿石，少量的，你可以拿到我这里来，我可以收购；如果是大量的，你最好拿到县城，甚至是主城里去出售，那里收购的量更大，价格也更高。”孙铁匠似乎是有些怀疑吴凡矿石的来源了，不过他并没有揭发吴凡，反而是帮吴凡指点迷津，告诉他到哪里去处理矿石。“我知道了，谢谢师傅。”吴凡道谢。现在的他等级还很低，暂时不准备离开这里，更何况他后山的种植计划才刚刚开始，暂时也离不开，所以看来售卖矿石的事情只能是先停一停了。孙铁匠点点头，说道：“行吧，你知道就好。那角落里有几把剑，走的时候自己随便挑一把，算师傅送你的。”显然吴凡刚刚一副饥渴垂涎的看那些长剑的样子，被孙铁匠给看见了。“谢谢师傅。”这次吴凡更加的开心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那长剑在手，自己杀野怪也会更加轻松一些。之前挖洞用了不少的时间，因此当吴凡从孙铁匠处离开后不久，他也就被传送回了现实中。虽然不能够将矿石大量的出售给孙铁匠，但是铁匠铺一行，吴凡对于自己的收获还是很满意。后山的那些矿石又不会跑掉了，就算是暂时卖不掉，放在那里也没有多大的问题。只是这样一来，我得另外想办法去赚钱给村长了，看来只能是去杀野怪了。吴凡心里想到，这是一个很稳妥的赚钱的方式，其他人也不会怀疑什么，而且怪物的尸体可以分解之后出售给多人，也不用担心他们的购买力。而且吴凡才刚刚获得一把不错的武器，想来杀野怪会轻松不少。稍微睡了会之后，吴凡便起身去锻炼了。只是在锻炼之后，吴凡接到一个让他感觉到有些惊讶的电话，打电话给他的人正是昨天的那个中年人。“是吴凡先生吗？经过我们的商量，决定聘请你当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你看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一下，办理一下手续。”电话里传来那个中年人的声音。这么快？本来吴凡还以为这件事不太可能，是那中年人在开玩笑呢，毕竟他一没学历，二没经验，想要当一个小学的老师都不容易，更何况是一个大学的老师，还是一所排名在全国前5的老师，那就更不可能了。然而现在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顺利，而且还这么快？难道是那个中年人在开玩笑？我现在就在学校内，随时可以过去。吴凡决定去看看再说。那行，你现在来教室楼一趟，我在办公室里等你。那中年人说道。吴凡没有想到那人来的还挺早的，现在这个点就是学生都有很多还没起床，对方身为副校长居然已经起来，而且还已经到办公室了。好，我现在就去。吴凡道。江州大学的教学条件还是很不错的，不仅教学楼有很多，还有图书楼、实验楼、教师楼等等，
吴凡根据对方的指示，在教师楼的第9层找到了对方的办公室，还真是副校长。吴凡看了看办公室外挂着的牌子，自语道：“难道这一切都不是玩笑？”吴凡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衣服，这1年多他别的经验没有，但是找工作面试的经验可谓相当的丰富，所以心里倒是没有多少紧张的心情。咚咚咚，进来！吴凡推门而入，在宽敞的办公室里，他再次见到了昨天那个中年人。正式介绍一下，我叫岳灵珊，是江州大学的副校长。那中年人伸手自我介绍道。吴凡也伸手道：“这就行了。”吴凡拿着江州大学的聘书，脑子有些迷糊的离开了岳灵珊的办公室。本来吴凡以为岳灵珊会问他一些能力和经验方面的问题，谁知道对方只是和他随便聊聊，然后便将这已经写好名字的聘书交给了他，让他再去办理一下入职手续就行了。哪怕是小学老师，甚至是家教老师的面试都不会这么轻松简单吧？如果换一个地方，吴凡绝对会怀疑对方是在耍自己，但是对方的办公室不是假的，自己手中的聘书也不会是假的。难道大学老师的面试都是如此的简单？不管了，反正我又没什么损失，当老师的福利还是不错的。吴凡想不通，索性也就不再去想。而此时岳灵珊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着吴凡离开的方向，眼里是莫名的神采。有了岳灵珊的关照，有了聘书，吴凡的入职手续办理得相当轻松。而且因为有了岳灵珊的关照，没有课的时候，吴凡甚至都可以不用待在学校里。吴凡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成了江州大学的一名体育老师。现在学生还没有正式开学，吴凡自然也没课。办理完入职手续之后，他就离开了江州大学，然后去购买食材。有了前2天的经验教训，吴凡今天购买的食材很多，相对应的他要做的工作量也就大了不少。看来真的要请人，不然的话这么大的工作量我一个人干，累不说还有可能做不完。吴凡一边做串一边想到，之前他生意不好，连自己都很难养活，自然不会去考虑招人的事情，但是现在他的生意转好了，而且有高级厨艺在，吴凡相信他的生意会越来越好，再加上他又要当老师了，空闲时间会少一些，自然也就更加需要招一个人来帮忙了。接下来的2、3天时间，吴凡的生活按部就班，白天做串，晚上去做烧烤，夜里前往另外一个时空，生活忙碌充实。烧烤的生意这几天一直都很不错，口碑算是传出去了，当然这自然也引起了周围几家烧烤摊的嫉妒，有时候他们还会过来故意的说几句风凉话。吴凡对于这种情况采取的措施就是置之不理。1年多的工作生涯，吴凡已经见过各种人，有些人就这样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他们不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而会去挤兑别人。见吴凡这么怂，那几个烧烤摊的老板心里得意的同时也无可奈何，他们发现自己的生意多半都被吴凡给抢走了，而烧烤的旺季也就那么几个月的时间，这几个月不赚钱，之后想赚钱就难了，所以他们开始想歪主意，破坏吴凡的生意，将属于他们的生意给抢回来。游戏时空中，吴凡这几天一直没有接到什么任务，就一直在打野怪升级，有了白银级武器，吴凡杀怪的速度快了不少，等级也提升了1级。不得不说，那里的等级提升是真的难，吴凡杀的怪物也不少了，这才升1级而已，想要提高等级，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每升1级，所有属性点增加1点，效果还是相当不错。不使用武器的情况下，吴凡现在是普通人属性的3倍。吴凡想着，等他升到10级的时候，单凭自己的力量和敏捷，可能已经和那些特种兵差不多了。因为暂时没有办法出售矿石，吴凡这几天没有去那个山洞内挖矿石，他目前赚钱主要还是靠分解怪物的尸体。虽然赚钱速度没有挖矿快，但是胜在稳定，不会惹人怀疑。而让吴凡高兴的是，他后山的空地上种植的那些种子居然都已经发芽出土冒头了，这生长速度比现实中可要快多了。其实想想也正常，那里毕竟是游戏世界，和现实不同，而且那里相比于现实世界，时间流逝得更快，动植物生长的速度自然也就更快一些。每天早上的跑步锻炼，吴凡依然是没有落下。每天早上他在操场上也都能够看到柳岩那窈窕的身姿。自从上次打过招呼之后，每次见面吴凡都会主动打招呼，而柳岩也会回应。不过两人之间的交流也仅限于此，并没有过多的深入交流。今天早上吴凡锻炼结束之后，并没有返回自己的住处，而是前往自己的办公室。今天是江州大学开学的第一天，虽然没有自己的课，但是吴凡觉得自己还是去办公室一趟比较好。这是吴凡第2次来自己的办公室，第1次还是来办入职手续的时候，那个时候办公室里一个人都没有，吴凡也只是转了一圈就回去了。而今天显然不同，当吴凡到办公室的时候，那里面已经有2个人在了。同学，你找谁？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人看到吴凡进来，主动开口问道。至于另一个人则要年轻一些，他看了吴凡一眼，便继续在那里举哑铃。体育老师的办公室和其他老师的办公室就是不同，在这里除了办公桌之外，还有各种健身器材。我不是学生，我也是这里的老师。吴凡走向自己的办公桌，随后看向刚刚那人说道，我叫吴凡，新来的体育老师。中年人愣住了，那个举哑铃的也停下了动作，看向吴凡。你是老师？中年人问道。是啊。吴凡指了指自己的办公桌说道，我就坐这里。好年轻啊。中年人感慨一声道，我叫孙悦，也是体育老师。吴凡看向那个锻炼的年轻人，对方也看向吴凡，有些高傲的说道，你这身材能教什么？的确，相比于另外2人，吴凡的身体显得瘦弱了一些，当然这其实只是假象，吴凡的身材并不差，
他每升一级，身体都会发生变化，让他的身体越来越完美，只是在衣服的遮挡下显得有些瘦弱而已。看着那人在自己面前展示肌肉，吴凡笑了笑说道：“能教什么？和身材没有关系吧？”“哼，弱不禁风，你这样的，我一拳能够打倒10个。”那人说道。“是吗？要不比试比试？”面对新同事的挑衅，吴凡丝毫不怵。“和我比试？不自量力！”那人不屑地说道。“别，大家都是同事，开玩笑可以，别伤了和气。”孙越连忙站出来说道。那人冷哼一声，给了孙越面子，不再理会吴凡，继续去举他的哑铃去了。至于吴凡，朝着孙越笑笑，也不再说什么。“吴凡，你新来的，要不要我带你熟悉一下环境？”孙越对吴凡说道。“谢谢，不用了。”吴凡说道。“我之前就住在这学校附近，平时也经常来这里，所以对这里还算熟悉。”“这样啊，那行。”孙越说道。“不过江州的房价是真贵，尤其是这学校附近又是市中心，房价更是高的离谱。你能住在这学校附近，看来也是一个有钱人啊。我就一普通人，哪有什么钱，就是租的房子。”吴凡解释道。“哼，我看你也不像是有钱人。”旁边那个青年再次开口道，语气依然不屑，不过却不似刚刚那么冲。“小李家是江州的，家里是开公司的，有钱。”孙越小声对吴凡说道，话语里有些羡慕。吴凡看了看旁边那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一眼，心里恍然，怪不得刚刚孙越老师说的时候用的是也，原来这办公室里居然还有一个富二代。只是这富二代怎么跑来当老师了，而且还是体育老师，还有自己和他之前不认识，他怎么对自己那么大意见呢？就在吴凡疑惑的时候，办公室的门被打开，一道倩影走了进来。那刚刚还在锻炼的李公子看清楚来人，立即便放下了哑铃，迎了上去。“亚飞，你来了，累不累？我帮你倒杯茶吧。”青年热情地说道。吴凡也看了过去，顿时眼前一亮。进来的是一个女人，大约25、26岁，五官犹如雕刻一般精致，身材凹凸有致，气质高雅，每走一步似乎都有一种独特的韵律。这是一个身材和外表都是极品的女人。“不用了。”那女人对于那青年的热情断然拒绝。“还有，我说过好多遍了，不要叫我亚飞，你可以喊我全名，也可以喊我耿老师。”“亚飞，大家都这么熟了，没必要这么生分吧？”对于美女的冷淡，青年丝毫不在意，脸上依然充满了笑意，和刚刚面对吴凡的样子明显不同。那女人可能也知道这青年的德性，索性不去理他，这才发现办公室里有一个陌生人。“我来帮你们介绍。”孙越站出来道。这位美女叫耿亚飞，是教体操的，这是吴凡刚来的老师。“你好。”吴凡开口道。“你好。”耿亚飞倒是没有像对刚刚那个青年那么冷淡。“你看着好年轻，孙老师要是不说的话，我还以为你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呢。”“耿老师看着也很年轻啊，比很多同学都要年轻漂亮。”吴凡恭维道。耿亚飞脸上笑意果然升了2分。作为女人，尤其是美女，谁不喜欢被人夸奖呢？哼，油嘴滑舌。那青年出来破坏气氛道：“亚飞，你要小心，现在社会有很多人靠着一张嘴骗取女人欢心，实际上都是用心险恶。”“李冰，我说过很多次了，我的事情不用你管。”耿亚飞怒道。“我们两家可是世交，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被骗。”那青年也就是李冰争辩道。“懒得理你。”耿亚飞对吴凡歉意的笑笑，然后去自己的办公桌。“哼，癞蛤蟆别想着吃天鹅肉。”李冰对吴凡说道，随后也回到自己办公桌。“小李追耿老师好久了。”孙越小声对吴凡说道。“看出来了。”吴凡说道。“怪不得自己刚来，这李冰就表现出那么深的敌意，在知道自己没钱之后，敌意少了一些，这是怕自己成为他的情敌去追求耿亚飞。毕竟耿亚飞这样的美女是男人看了都容易心动，尤其是吴凡还那么年轻，应该还是未婚的情况下，威胁就大多了。”吴凡坐回自己的位置，想想刚刚的事情也有些好笑，却也没有太在意。他之前干过不少工作，各种人际关系，办公室内的勾心斗角他都见多了，相比之下，李冰的行为显得幼稚多了。吴凡对于李冰的事情并没有放在心上，反正他也没有打算经常在办公室内，估计和这些人见面的机会也不会太多。而后不久，办公室里又来了2个人，至此吴凡他们办公室6个体育老师全部到齐，后来的2个老师都是男的，而且都和孙越差不多的年纪，也都结婚了。啪啪啪，人到齐之后，孙越老师站起来拍了拍手，说道：“今天是大家新学期第1天上班，不如下班后大家一起聚个餐，怎么样？”“我同意。”李冰第一个举手赞成，他看了看耿亚飞说道：“大家都好久没见了，的确应该聚聚。”耿亚飞没有去看李冰，不过却也点点头表示同意。另外2个老师也都没有反对，同事之间聚餐是很正常的，尤其是今天还是新学期的第1天。“吴老师，你呢？去吗？”孙越老师问吴凡道。“聚餐是 AA 制，某些人没钱的话，别想着来蹭吃蹭喝。”李冰阴阳怪气地说道。吴凡本来不是很想去，他晚上还要去出摊，不过大家毕竟是同事，虽然自己不打算经常来这里，但是这同事关系也没有必要弄得太僵，再加上李冰的阴阳怪气，吴凡要是拒绝的话，就真的成了他嘴里想要骗吃骗喝的人了。“行，我也没问题。”吴凡说道。“那好，大家晚上下班之后一起走。”孙越老师说道。当体育老师还是很轻松的，不管是在上课的时候还是没课的时候。吴凡办公室的几个人上班第1天，要么是聊天，要么是上网。江州大学的福利条件还是很不错的，
每个老师在办公室都配备了电脑，哪怕是体育老师也是一样。除了吴凡以外，办公室的里的人都是老人，彼此熟悉，看得出来李冰在这个办公室里还是有些地位的。至少在他表现出来对吴凡的敌意之后，孙悦老师还好点，偶尔和吴凡说上两句。另外2个男老师对吴凡就有些冷淡了。至于耿亚飞，他一天都很少说话，距离吴凡的办公桌又远，所以更不会和吴凡说什么，以至于吴凡刚来就有些被孤立的感觉。不过吴凡对此也不是很在意，乐得轻松，一个人上网挺不错的。在这样悠闲甚至是显得有些无聊的状态下，吴凡结束了自己当老师第1天的体验。下班了，下班了，走，去凯乐门。下班时间一到，李冰就站起来嚷嚷道。实际上还没有到下班时间的时候，李冰就已经和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商量晚上要去哪里聚餐。当然他询问的对象主要是耿亚飞，只是耿亚飞对于他的话都当作是没有听到一样，根本不予理睬。其他3位老师倒是给他不少回应。李少，真要去凯乐门？其中一个老师询问道，眼里有些兴奋和期待。凯乐门可是江州最有名的餐厅之一，当然也是最贵的餐厅之一，那里不是他们这些普通老师能够消费得起的地方。刚刚李冰提议去凯乐门的时候，说是他请客，所以这位老师才会如此期待。如果到那里也是 AA 的话，恐怕他就不是现在这个态度了。吴凡听到这个老师对于李冰的称呼，暗地里撇撇嘴，这样的称呼他在这1天内已经听到不止1次了。那2个男老师对李冰是各种奉承，孙悦老师要好一些，不过却也看出来他不太敢得罪李冰。这一切自然是因为李冰家里开公司，是一个标准的富二代了。虽然江州大学老师的待遇不算差，但是那也要看和谁比了，尤其是像他们这样的体育老师，基本没什么外快，和李冰这样的富二代一比，自然要差不少。当然是真的，我什么时候吹过牛？李冰要气道，今天是咱们这个学期的第1次聚餐，自然不能随便选一个地方对付过去，就去凯乐门了，我请客。说完，李冰看向吴凡，说道，也让某些人开开眼，见见世面。吴凡自然知道他说的是自己，如果是以前的话，他可能会一怒之下直接甩脸不去。不过现在嘛，吴凡心态平和了很多，眼界也高了很多，可能是因为那枚戒指的缘故，吴凡知道自己的未来不会再平凡，很多事情不会过于斤斤计较。见吴凡又认怂，李冰脸上得意的表情更加的明显。亚飞，待会你坐我的车吧。李冰对耿亚飞殷勤道。不用，我自己有车。耿亚飞道。说完，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办公室。李冰微微有些气恼，不过很快就平息了下去。这些年他被耿亚飞拒绝也不是1次2次了，早就已经习惯了。李少，我们能不能坐你的车，也体验一下坐跑车的感觉？其中一个男老师过来问道。行。李冰想了想说道，你们几个都坐我的车。随即他看向吴凡说道，你除外。我也没有想过要坐你的车。吴凡说道，我自己打车过去。哟呵，说的那么硬气，我还以为你自己有车呢，原来是要打车啊。李冰嘲讽道，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先走了，你慢慢打车吧。先说一句，我们学校附近可不容易打到车，去迟了别怪我们不等你，先开席了。说完，李冰也往外走去，那2个老师也连忙跟了上去。孙悦老师犹豫了一下，对吴凡说道，学校附近的确不容易打车，你快点去。我知道，你先去吧，我随后就到。吴凡说道。好。孙悦老师也跟着出了办公室。吴凡在原地笑了笑，没有想到这新工作的第1天居然就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看来自己的霉运果然还没有完全的解除。稍微收拾了一下，吴凡朝学校外走去。既然已经答应了要参加这次的聚餐，吴凡就不会故意逃走，去还是要去的。不过事实也如同李冰他们说的那样，学校附近的确不容易打车，出租车倒是不少，但是等车的人更多，这里毕竟是在学校附近，又是在市中心，人流量很大，想要打到车不容易。就在吴凡想着是不是先朝前走上一段再打车的时候，一辆红色跑车停在了他的面前，车窗摇下，车内正是戴着墨镜的耿亚飞。上车。耿亚飞开口道。不用了，我自己打车就行。吴凡拒绝道。上车吧，这里很难打到车的。你难道真的打算的等我们吃完了你才到？耿亚飞说道。吴凡看了看不远处，一辆出租车刚停下，就有好几个人上去想要坐，顿时绕过车头，打开车门，坐进了副驾驶位置。跑车一声轰鸣，在不少人羡慕的眼神中启动离开。那个美女是谁？那么漂亮还有钱，不行，我得告诉菲菲她有强敌出现。人群中，叶菲菲的舍友小茹正好看到了耿亚飞邀请吴凡上车的一幕，顿时就替叶菲菲担心起来。而此时的吴凡闻着车内若有如无的香气，看着旁边犹如明星一般的耿亚飞，心情微微有些激荡。谢谢你带我。吴凡率先开口，打破车内的宁静。不用客气。耿亚飞说道。其实应该是我向你道歉才是。为什么？吴凡疑惑道。因为李冰。耿亚飞道。我知道，是因为我，他才刻意针对你的。原来耿亚飞都知道。李冰追我好些年了，这些年凡是出现在我身边的年轻异性，他都会很敌视。耿亚飞解释道。不过他不知道，他那样的做法只会让我更加讨厌他而已。看着耿亚飞脸上那毫不掩饰的厌恶之情，吴凡知道耿亚飞是真的很讨厌李冰的做法，也肯定为此说过李冰，不过没什么效果。吴凡心里为李冰默哀了一秒，这家伙明显是占有欲太强了，将耿亚飞当成了自己的私人物品，不允许有任何的异性接近他。
哪怕是潜在的威胁，他都要敌视铲除。然而这样的做法却是并没有能够赢得耿亚飞的欢心，反而让耿亚飞心生厌恶。当然吴凡也明白自己这算是遭了无妄之灾了，受到波及，所以应该是我向你道歉，让你受到了牵连。耿亚飞看了看吴凡说道。没事，我没放在心上。吴凡说道。耿亚飞以为吴凡这是大度，是在宽慰自己，然而实际上吴凡的确是没有将李斌的事情放在心上，自己又不会在学校常待，和李斌以及耿亚飞都不会有太多的接触，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自己也不想多管。凯乐门距离江州大学不算太远，大概10多分钟后，吴凡和耿亚飞也到了凯乐门的门口，而此时李斌几人已经到了，不过并没有进去，而是在门口等着。他们当然不是在等吴凡，而是在耿亚飞。果然看到耿亚飞的车子到来，李斌连忙笑容满面的迎了上来。不过当看到吴凡从耿亚飞车子的副驾驶位置上下来的时候，李斌脸上的笑容顿时僵硬住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脸的阴霾。你怎么会在亚飞的车上？李斌质问吴凡道。是我让他坐我车的。耿亚飞下车看了眼李斌说道。亚飞，你怎么能载他？李斌急道。这是我的车子，我想要载谁就载谁，用不着你管。耿亚飞毫不客气的说道。随后耿亚飞走到吴凡的身边说道。吴老师，我们进去吧。好。吴凡笑着点点头，随后看了看李斌，这才和耿亚飞一起并肩走进凯乐门。李斌一脸阴霾的站在原地，吴凡的眼神很普通，然而在李斌的眼里却是变成了挑衅的意思，这让李斌心里非常的生气。一个穷鬼居然也敢后抢女人，李斌心里愤愤不差。李少，我们也进去吧。走。这是吴凡第一次来凯乐门，的确算是开了眼界。这里共有上下2层，总面积过千，装饰豪华，服务员也都是清一色的帅哥美女，看着就很养眼。凯乐门虽然消费高，但是生意却一向不错，这也说明江州并不缺乏有钱人。我什么时候要是能够有这样一个餐厅就好了。吴凡心里想到。在获得那么多可以传送的戒指之后，吴凡一开始只是想要利用戒指另一边的世界帮助自己烧烤生意好起来。不过他现在发现这个要求似乎太低了，只是一个高级厨艺就已经让他烧烤生意好了好几倍，从周边的烧烤摊中脱颖而出。而那个游戏世界中好东西还有很多，吴凡都还没有利用，只是利用在烧烤摊上的话，显然是大材小用了，也完全没有必要。而且烧烤生意最为火爆的也就这几个月而已，天气渐冷之后，虽然还会有人吃烧烤，但是生意不会像现在这么好了，所以吴凡想要赚钱，自然是只能从其他的方面下手。开餐厅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吴凡有手艺，而且在游戏中还种植了大量的蔬菜、水果以及一些牲畜，这些都可以是食材的来源。这样一来，只要他有门店，餐厅就可以开起来了。不过开餐厅显然不像做烧烤那么简单，需要的资金也不少。吴凡现在还没有那么多钱，所以也就只能先想想。众人来到提前订好的包间内，作为今天请客的主人，李斌不客气地拿起了菜单，自行点菜。在点菜的过程中，他也只是询问耿亚飞的意见，至于其他人的意见，就完全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了。这凯乐门是真不错，今天也就是托了李少的福，我们才能有幸来这里吃一次，不然的话，我们这辈子都未必有机会来这里吃饭。我提议，待会我们一起敬礼少一杯，怎么样？吴凡的一个叫李天的同事说道。这家伙长得人高马大，还以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呢，倒是没有想到这拍马屁还挺厉害的。我赞成，今天真是要谢谢李少，带我们来这里开开眼界。另一个叫做王福的同事立马附和道。这两位的话让李斌的脸上再次浮现了得意的笑容，本来有些阴霾的心情也好了很多。都是小事，来这里吃饭也花不了多少钱。李斌摆摆手说道。对李少来说是小钱，对我们来说可是几个月的工资呢。王福说道。那是我们能和李少比吗？李少一个月的零花钱就比我们的工资多出几倍了。李天也说到，像李少这样的青年才俊，不知道要让多少女孩子倾心呢。其他的女孩子再好再多，在我心里也不及亚飞的一根头发。李斌顺势对耿亚飞表露心意，看向耿亚飞的表情更是一脸的痴情。快别用那种眼神看我，我待会还要吃饭，不想现在就吐。耿亚飞一脸认真的摆手道。本来在一边看戏的吴凡听到耿亚飞的话之后差点没笑出来，再看到李斌那边的便秘一般的表情，心里更是可乐。我倒是觉得耿老师和李少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对，只有耿老师这样同样优秀的人才配得上李少。李天和王福两人继续在一边助攻，这两位为了拍好李斌的马屁还真是不遗余力。吴凡看两人娴熟的样子，估计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既然他这么好，你们可以将自己女儿介绍给他。耿亚飞对于李天和王福两人说道。李天和王福两人都有一个女儿，年纪也在20左右，耿亚飞这没说也没毛病。李天和王福两人听到耿亚飞的话，尴尬的笑了笑，心里却是腹诽。你以为我们不想将女儿介绍给李少吗？奈何李少看不上啊。在两人尴尬之际，服务员端着菜肴进来了。不得不说，这凯乐门不愧是江州最好的餐厅之一，不仅装饰豪华，服务一流，这上菜的速度以及菜肴的味道都没话说，吃的几人赞不绝口。当然在吴凡的心里，这菜肴的味道比王大娘的烧鸡要差远了。李天和王福果然在吃饭的时候给李斌敬酒，就连孙悦犹豫了一下也端起了酒杯，唯独吴凡和耿亚飞两人像是没看到一样，没有丝毫的反应。
这个时候，李天又说话了：“吴凡，你也站起来敬礼少一杯，今天可是李少请客，而且有了李少的关照，你以后在学校里的工作也会顺利很多。”李斌一脸倨傲地看着吴凡，等着吴凡站起来敬酒，心里却是想着，等吴凡敬他酒的时候，自己直接拒绝，不能给他这个面子。然而，吴凡听到李天的话，却是说道：“我不会喝酒，少喝点，没事的。哪个男人不会喝酒？”李天还不放过吴凡：“我一直都是滴酒不沾的。”吴凡坚持道：“小吴啊，这我就要说你几句了。你这样的态度，在职场上是不行的，是要吃亏的。就算是不会喝酒，少喝点也是要喝的。”王福一副前辈老人的模样，教育吴道：“我对酒精过敏，一喝就要上医院，到时候要是出了事，王老师你负责吗？”吴凡看向王福问道：“这……”王福一时语塞。王福自然是不敢说，出了事他负责的，毕竟这事情可大可小，万一吴凡有个意外，他岂不是要去坐牢？这次轮到耿亚飞心里想发笑了，他看出来了，吴凡就是不想敬酒，至于酒精过敏什么的，都是他胡诌的。不过王福显然是不敢赌，所以一下子就被吓住了。李斌恨恨地看着吴凡，没有想到吴凡居然这么滑头，也不好在酒的事情上再逼迫他，真要是强迫他才给自己敬酒，岂不是很没面子？想了想，李斌对李天使了一个眼色。李天心领神会，放在筷子感叹道：“今天真是开了眼界了，这里的菜味道也太好了，我怕我吃了这一顿之后，再吃其他的菜就完全没有味道了。”“是啊，我们这也算是沾了李少的光了，不然的话哪能有机会来这里吃饭？”王福也说道。新一轮的彩虹屁来了。不过吴凡没有想到，李天话锋一转，居然转移到了自己身上来。“吴凡，你觉得这里的菜怎么样？你之前肯定没有吃过味道这么好的菜吧？”李天说道。显然这是想要借机贬低吴凡，意思是吴凡没有见过世面，和他一样。李天这为了拍李斌的马屁，为了打击吴凡，这是连自己也一起贬低了，还真是够出力的。然而他以及李斌等人没有想到的是，吴凡这时却是摇头说道：“我倒是觉得这里的菜味道一般，我之前倒是吃过比这里的味道更好的菜。”吴凡这是实话，这里的菜味道虽然不错，不过要是和王大娘比的话，那是远远不如的，甚至于吴凡觉得就算是自己做出的菜，味道也未必比这里的差。然而其他的人不知道吴凡的情况，听到吴凡这话之后，都不相信他的话，都认为他是在吹牛。李斌更是冷笑一声说道：“吹牛也要看看地方，这里可是整个江州最好的餐厅之一，就算是其他几家不错的餐厅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也只是和这里不相上下而已。你居然说这里的菜味道一般，还吃过比这里味道更好的菜，还真是大言不惭，也不怕让人笑掉牙。”这次就连耿亚飞都不相信吴凡的话了，江州的几家顶级餐厅他都去过，味道的确是如同李斌所说的那样相差无几，而且耿亚飞也觉得这几家餐厅所做出来的菜的味道还是很不错的，至少肯定不是吴凡所说的味道一般。当然耿亚飞肯定是不会像李斌那样出言讽刺吴凡的。吹牛有这个必要？吴凡淡淡的说道：“不说其他的，就是我做出来的菜的味道都不比这里的差。”你哈哈，李斌忍不住笑了出来。你可知道这里的厨师都是老板花了大价钱从全国各地请来，每一个都是厨艺大师，你做出来的菜也配和他们比？小吴啊，年轻人要脚踏实地，切不可如此的不知天高地厚。王福再次教育吴凡道。吴凡真怀疑这王福是不是教务处出来的，怎么这么喜欢教育人呢？不相信就算了，我也就算是实话实说而已。吴凡耸耸肩，一脸轻松的说道，并没有在意几人的态度。你是不是觉得你随口一说，反正也没有办法和这里的大厨相比，所以我们也不好判断你说的是真是假？李斌冷笑道。那你可能要失望了，我和这里的经理认识，待会可以请他帮忙安排一下，让你和这里的大厨比试比试。我为什么要比？吴凡反问李斌道。我只是说我的厨艺不比这里的大厨差，可没说要和他们比啊。怎么怕了？李斌脸上嘲讽的表情更加浓郁。不是怕，我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吴凡说道。待会吃完饭我还有事呢。吴凡还想着吃完饭有时间的话要去出摊呢，哪有时间在这里耗做那种无聊的事情，耽误自己赚钱。李斌又挤兑了吴凡几句，都没有让吴凡答应去进行比试。不过他并没有放弃这个可以在耿亚飞面前打脸吴凡的机会，于是用手机偷偷发了一条信息出去。没多久，包间的房门被打开了，一个身穿西装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李少，耿小姐来这里吃饭，怎么不招呼一声？要不是下面的人说，我都不知道二位今天大驾光临。中年人一进来就热情地说道，嘴里虽然说着怪罪的话，但是脸上却是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耿亚飞朝着对方点点头，并没有说话，倒是李斌站起来接话。我们今天只是和几个同事来聚餐，就没有打扰黄经理。说什么打扰不打扰的，李少见外了不是？那中年人笑呵呵地说道，随后看向吴凡几人说道，幸会，鄙人黄庭锋，是凯乐门的经理，既然几位都是李少的同事，以后来这里吃饭可以找我，一律8折。黄经理的话让王福等人很高兴，让李斌的脸上很有面子。倒是吴凡表现没有丝毫变化。不知道几位今天吃的满意吗？饭菜还合口吗？黄经理问道。满意，非常满意。凯乐门不愧是江州最好的餐厅之一，这菜的味道绝对没话说。李天几人连忙说道。黄经理，我们几个吃的倒是挺满意的，不过
有人却是觉得你这里的菜味道一般。这个时候，李斌开口道：“哦。”黄经理脸上有些疑惑，随后看向在座的众人，问道：“不知道是哪位觉得我们这里的菜味道一般，还请指出来不足之处，我们也好改进改进。”黄经理，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我同事也只是说着玩的。耿亚飞说道：“我不觉得他是在说着玩，我说的对吧，吴老师？”李斌看向吴凡，语气有些阴阳怪气的说道。那黄经理的眼睛也看向了吴凡，问道：“这位客人，如果你有什么意见的话，大可提出来。我们凯乐门一向致力于让顾客吃得满意，尽兴而归，有不足的地方一定会改正。”吴凡看了看李斌，又看了看黄经理，随后说道：“的确是我说的，我也不是在说着玩，我之前的确是吃过比这里更好的菜。”哦，是吗呀？黄经理说道：“既然这位先生觉得我们的菜味道一般，那还请指出不足之处，我们也好改正。”虽然黄经理的话说的客气，但是吴凡还是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了不屑。既然这样，吴凡也不打算和他客气，他站起来指着桌上的菜肴说道：“既然黄经理这么诚心，那我就随便说几句，比如这道菜起锅的时间晚了10秒，导致菜有些老；这道味精多了些，太咸；这道就不该放葱，破坏了它原来的味道；还有这道。”吴凡嘴上说着随便说几句，但是实际上说的可不少，几乎每一道菜他都说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似乎没有一道菜能够让他满意的。高级的厨艺让他增长的可不单单只是手头上的功夫，理论知识同样是知道了很多。随着吴凡越说越多，黄经理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一开始还能够保持笑容，到了后面的时候脸已经和黑炭差不多了。然而吴凡却像是没有看到一样，依旧是在不断的指出菜的不足之处，就连耿亚飞偷偷给他使眼色，让他别说了，他都当没有看到。这可是你让我说的，我还客气什么？你脸色难看和我有什么关系？相比于黄经理难看的脸色，李斌的脸上就开心多了，笑容之中不乏幸灾乐祸的意思。吴凡说完，全场一片安静，气氛显得有些诡异。多谢这位客人的批评指点。最后还是黄经理先打破了沉默，只是他虽然说的是感谢的话，但是所有人都能够看出来他的话并不是诚心的，他的心情也并不好。不用客气，我也就是简单说说，也就是黄经理你诚心，要是换了其他人我都懒得开口。吴凡说道。谢谢。黄经理说道，众人都听出了他这话里咬牙切齿的味道。黄经理，你可能还不知道，我们的这位吴老师在厨艺上也很有研究，刚刚他还说他做的菜味道比你们这里的还要好，之前我还不信，现在看到他说出你们这里菜肴的那么多缺点，或许他说的是真的也不一定。李斌站出来煽风点火道：“是吗？既然这位客人在厨艺上很有研究，又指出我们这里菜的那么多缺点，不如让我们这里的大厨和客人你切磋切磋，也好让我们这里的厨师知道自己的不足。”黄经理脸色似乎更难看了些。黄经理，我看就没有那个必要了吧？吴老师他就是随便说说。耿亚飞再次为吴凡说话道。不过耿亚飞一再为吴凡说话，让李斌心里更加不满，他冷哼一声说道：“我看他可不是随便说说，刚刚说的可是头头是道。凯乐门好的也是江州最知名的餐厅之一，要是他刚刚的那番话传出去，不知道会对餐厅造成多大的影响，这是对凯乐门形象的抹黑。他如果用他的厨艺证明他说的是真话，那还好，如果不能，那就说明他刚刚说话的话都是信口开河，是故意抹黑餐厅的形象，餐厅方面可以找他索要赔偿。哪有那么严重？吴凡也就是在这里说说而已，又不会传出去。”耿亚飞皱眉道：“当然严重。”黄经理说道：“我们餐厅一向很重视自身的形象，这是我们立足的根本，真诚的建议我们接受，但是别有心思的抹黑，我们绝对不能坐视不理。”说到这里，那黄经理看向吴凡说道：“既然客人你那么有水平，还请和我们的大厨切磋切磋。”我没时间。吴凡摇头道：“实际上，要不是今天是新同事第一次聚餐，我都不会来。吴凡，你一个体育老师而已，能有什么大事？还没时间？你很忙吗？”李斌道：“对，我的确很忙。”吴凡说道：“我不像某些人，生下来就可以在家里当米虫，我还要赚钱养活自己。”耿亚飞白了吴凡一眼，吴凡连忙说道：“我说的不是耿老师。”吴凡的意思很明显了，我说的就是你，李斌，我给你1万，只要你留下来比。李斌怒道：“这1万块钱可比你1个月工资还多，你如果能赢过我们的大厨，我也可以给你1万。”黄经理也说道：“2万块钱让李天几人有些眼红，恨不得替吴凡去比试。而这2万块钱对于吴凡来说，同样也不是小钱，比他一个晚上的烧烤赚得多多了。”所以吴凡稍微想了一下，就同意了。行，既然你们这么诚心，那我就留下来和你们这里的大厨切磋一下。吴凡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说道。见钱眼开，吴凡的态度让李斌和黄经理都很生气。如果这位客人你输了，你要向我和我们的大厨郑重的道歉。黄经理说道。而且我那1万，你也别想拿走。李斌也说道。可以。吴凡想都没想就同意了。不过裁判是谁？总不能是你们来当裁判吧？有私心怎么办？的确，厨艺的好坏没有办法通过数字来具体呈现，只能通过主观判断，这样一来就有了作弊的可能。就让今晚餐厅里的人当裁判好了。黄经理说道。你和我们的大厨各做3道菜，做什么可以自己选择，做好之后你可以指定1位客人当裁判，我们可以指定1位，最后1位则由耿小姐来指定，3局2胜，你觉得如何？没问题，这很合理。吴凡说道。
对于耿亚飞，吴凡还是比较信任的，至少他和李斌不是一路的。既然你没问题，那我们现在就去后厨。黄经理说道。一行人在黄经理的带领下走向后厨。你怎么这么冲动？那黄经理明显就是李斌喊来的，就是要让你出丑，你看不明白？耿亚飞小声地对吴凡说道。谁出丑还不一定呢。吴凡笑道。不过还是要谢谢耿老师的关心。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的厨艺比这里的大厨还厉害吧？耿亚飞惊讶地看向吴凡道。不然呢？吴凡道。你别开玩笑了，这里的大厨可都不是一般人，就算是你有点厨艺，那肯定也比不过呀。耿亚飞说道。这里的厨师水平或许比很多人都要强，但是这很多人里不包括我。吴凡自信地说道。厨艺的精湛也让吴凡在美食鉴赏方面的能力提高了很多，他通过吃那些菜就能够品出这里厨师手艺的高低。相比于一般人来说，这里的厨师水平的确是已经很高了，但是在吴凡看来，他的厨艺应该是在中级巅峰，距离突破到高级境界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就是这一步之遥，那就不是什么人都能够突破的，两者之间的差距还是很明显。只要不给餐厅方面作弊的机会，吴凡相信赢的那个人会是自己。不过吴凡心里也有些疑惑，按说这凯乐门已经算是江州最好的餐厅之一了，这里的厨师水平应该不低，怎么才是中级巅峰的水平？原来没有来这里之前，吴凡想着这里的厨师怎么也都是大师级水准吧，却是没有想到连高级都没有达到。难道现实中的大师级厨师比游戏世界里还要稀少？吴凡心里猜测道。你很自信啊。耿亚飞看着自信的吴凡，微微有些惊讶道。都说自信的人最有魅力，耿亚飞现在就体会到了这句话的真实性。本来在他眼里很普通的吴凡，此时似乎变得异常的有魅力，吸引人，这让耿亚飞微微有些脸红，脑袋微微移开，居然有些不敢看吴凡。还行吧，哈哈。吴凡打了一个哈哈，并没有在这件事上再多说。而走在前面的李斌见到耿亚飞故意落在后面和吴凡交流，心里更是要极度的发疯，暗暗发誓等会吴凡输了之后，一定要尽情的嘲讽，同时还要将今天的事情在学校里传开，让所有的师生都知道，让吴凡没有脸继续留在学校。餐厅的后厨一般人是不能随便进的，尤其是凯乐门这种星级餐厅的后厨，在忙碌的时候连餐厅经理都不能进，更不要说是吴凡他们这些外人了。所以不出意外的，当黄经理带着吴凡等人进入后厨的时候，遭到了那里大厨的驱赶。黄经理，你怎么回事？不知道现在是工作时间吗？怎么能随便来这里，还带着外人来？出去，都赶紧出去！一个穿着厨师服装、戴着厨师帽的厨师上前来驱赶众人，哪怕是面对黄经理也没有什么好脸色。刘大厨，你先别生气，我知道这里不能随便进，但是今天是有原因的。黄经理说道。这位客人说你做的菜味道不行，还没他做的好，给你做的每道菜都提出了毛病，所以我带他来和你切磋比试一下，给你证明。这刘大厨可是餐厅的老板，花了大价钱请来，听说还是什么菜系的传人，平时权力极大，这厨房里所有的事情都归他管，就连黄经理都没有资格管他。毕竟餐厅经理可以换人，但是大厨却是不会随便换的，那是一个餐厅吸引客源的保证。房里自然不可能只有一个厨师，而是有一个团队的。刘大厨是这里的大厨、主厨，平时只负责包间内客人的食物制作，至于大厅里的那些客人，他们点的菜都是由其他厨师去烧制的，手艺上比刘大厨自然要差一些，但是和其他餐厅的厨师相比，却又要高出一些。出去，都出去，我没时间。要是什么人想要和我比试，我都答应的话，我还做不做菜了？黄经理的解释并没有能够让刘大厨同意比试，依然是想要将众人赶出去。就一次，就这一次。黄经理说道。这也是为了餐厅的形象，也是正事。这次就麻烦刘主厨了，以后我不会再带其他人进后厨来给刘主厨你添麻烦。气不过吴凡的话，再加上李斌的请求，让黄经理无论如何也要看吴凡出丑，让吴凡道歉。黄经理的态度已经放得很低，对刘大厨也算是尊重了。要知道，平时两人可是各管一摊，各不相让的。今天黄经理能够如此的态度，看来他对这个想要比试的人是很有意见的。这让刘大厨的心里有了一些好奇，他看向吴凡说道：“你真的要和我比试？我的手艺在全国来说，虽然不能说是顶尖的存在，但是却绝对不差。我想要见识一下刘大厨的厨艺如何。”吴凡说道。吴凡本来的确是不想比试的，不过为了那2万块钱嘛，这比试还是要进行的。行，那就比试比试。刘大厨说道。此时包间的菜都上的差不多了，刘大厨刚好也没有什么事，在他看来，吴凡既然敢提出比试，多少应该还是有一点手艺的，而多和其他人切磋也能够提高自己的厨艺水平。至于给黄经理面子，那只是顺便的事情。马上有厨师给吴凡以及刘大厨两人空出了位置，刘大厨也从黄经理的嘴里知道了比试的规则，对此他也没有意见。刘大厨那边已经开始动了起来，拿出一块肉切了起来。不得不说，刘大厨的刀工还是很不错的，肉块被切得大小均匀，肥瘦合适。吴凡此时并没有想好要做什么，在拜师王大娘之后，他的脑海里就多了很多的食谱，所以吴凡会做的菜并不少。不过此时看到刘大厨的动作之后，他同样也拿来一块五花肉切了起来。刘大厨不经意间的一瞥，看到吴凡的行为之后，心里先是一愣，接着就感觉到生气。很显然，吴凡这是选择做和自己一样的菜，正面挑战自己不同的菜，输了还能借口别人口味不同，本身就喜欢吃这样而厌恶吃另外一样。但是当两人做的菜都是同一种之后，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这年轻人好狂妄。刘大厨转头不去看吴凡，本来还想着要不要留手呢，现在看到吴凡这样狂妄的行为，他决定用出自己全部的本领，好好的教训吴凡。而其他人也同样是明白了吴凡的想法，心里的想法和刘大厨差不多，都觉得吴凡太过狂妄。不过对于刘斌和黄经理两人来说，吴凡这样的选择再好不过，到时候吴凡输了就没有任何的借口了。只是下一秒，围观的众人就愣住了。只见吴凡左手按肉，右手握刀，随后刀落肉分，一块块均匀的肉块出现在案板上，形状比之刘大厨丝毫不差。更重要的是，吴凡的动作很快，右手不断落下，众人甚至能够看到一片残影，随后就看到左手下的肉块在不断的变少，案板上的肉块在不断的增加。恐怖的刀速，精湛的刀工。本来众人都以为吴凡之前说他厨艺比这里的大厨还要好是在开玩笑，但是现在看来似乎并不是那么回事。先不说做出来的味道如何，就是这刀工方面比这刘大厨丝毫不差，甚至还要更好一些。他不是一个体育老师吗？刀工为什么这么好？众人心中都有这样的疑问。也许他只是刀工好，手艺一般，做出来的菜味道如何和刀工可没有关系。李斌和黄经理心里想到。另一边的刘大厨似乎也震惊于吴凡的刀工。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其他人只是觉得吴凡的刀工不错，然后只有刘大厨看出来了，吴凡这样的刀工，不要说自己了，就是全国都没几个人比得过他，没有几十年的练习是使不出这样的刀工的。他才多大啊，怎么会有这样的刀工？之前还自信满满的刘大厨，这个时候第一次感觉到了威胁，他顿时不敢大意，连忙收敛心神，专心的做自己的菜。吴凡没有理会周围其他人的感受，他此时完全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他的眼中就只有眼前的这些食材。之前在烧烤上他初步展露了厨艺，不过烧烤毕竟不能将他的高级厨艺给完全的展现出来，而今天他终于是可以全力施展了。周围的人或许是在疑惑，而他有的就只有认真激动。两人做的菜都是红烧肉，这是一道家常菜，可以说很多普通人都能做，但是就是这种家常菜才更显水平，谁都能做，但是真正能做出绝美味道的却是少之又少。红烧肉下锅之后，两人几乎同时开始了下一道菜的制作。这次两人选择的都是松鼠桂鱼，也是一道名菜。桂鱼自然都是选择用的活鱼，这才够新鲜。下一秒，吴凡再次让众人见识到了他那鬼斧神工一般的刀法。只见吴凡将桂鱼抛至半空，随后他的刀在空中胡乱挥舞，等那桂鱼落在案板上的时候，他身上的鳞片都已经被去除得干干净净，肚子也被破开，里面的内脏、鱼骨、鱼刺也都没有了，整个鱼的身体干干净净，白白嫩嫩。随后吴凡右手一抖，刀上的鳞片以及内脏、鱼骨、鱼刺就全部落入旁边的垃圾桶中，丝毫不剩。这怎么可能啊？众人此时心中的震惊比之前还要更甚，给鱼去鳞，这是谁都见过也都会的，但是谁见过吴凡这种去法？这也太秀了吧！众人甚至都没有看清他是怎么做到，那鱼的鳞片就都没了。其实吴凡这里不仅是用了自己的厨艺中的刀工部分，还运用了分解术，将鱼身上鱼肉和其他部分分离了出来，所以众人才看到了让他们感觉到震惊，甚至是感觉到恐怖的场景。同样被镇住的还有一边的刘大厨，如果说之前他还只是震惊吴凡刀工的话，现在的他对于吴凡的刀工已经相当佩服了。不说食物烹制的味道如何，光是这份刀工，刘大厨觉得自己之前的估计还是保守了，这不是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而是根本就没有人能比。这人究竟是谁？为什么有这样的刀工？他难道是哪位名家的嫡系传人？厨房内的比试还在进行，然后这个时候众人心里的想法已经和刚进后厨时有所不同。刚进来的时候，没有人相信吴凡能够在厨艺上胜过这里的大厨，哪怕是站在吴凡这边的耿亚飞也不相信吴凡能赢。然而在见识到吴凡恐怖的刀工之后，众人心里原本很确定的想法都已经动摇了。他们虽然不如刘大厨看得明白，但是却也知道吴凡所表现出来的刀工绝对不是一个不会厨艺的普通人所能够做出来的。难道他的厨艺真的很厉害，真的能够赢刘大厨？众人心里多多少少有了这样的怀疑。不过刘斌和黄经理两人对于刘大厨却还是抱有极大的信心。一来他们毕竟是外行，虽然觉得吴凡的刀工不错，但是刘大厨所表现出来的刀工也不差，而且食物的味道不是由刀工所决定的。二来刘大厨在这里当大厨已经有段时间了，客人们吃过他的菜无不赞许有加，刘大厨的手艺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吴凡的刀工或许厉害，在食物的烹饪上是绝对比不过刘大厨的。刘大厨和吴凡两人选择的第三个菜是汤，而且是最简单的青菜萝卜汤。如果一般人做这种汤，味道不会太好，但是刘大厨这种级别的做这种汤自然不会差，这也是很多客人很喜欢的一道汤，清淡而美味。三道菜都烹饪完毕，厨房内飘逸着属于顶级美食的香味，让围观的众人都下意识地咽了咽苦水。既然都已经烹制完毕，那么我们去选择客人当裁判吧。黄经理说道。这是众人一开始就说好的，吴凡自然是没有意见。所不同的是，刘大厨没有留在厨房内，而是和其他人一样出去，他也想要看看自己所烹制的食物到底能不能赢吴凡。如果是在之前的话，对于一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挑战者，刘大厨并不会放在心上。不过在见识到吴凡的刀工之后，刘大厨已经没有之前那么自信了。此时虽然已经过了饭点，但是餐厅内却依然还是有不少的客人。黄经理提议由吴凡先选客人，吴凡倒也没有拒绝，他在大厅里看了看，随便指了一座，说道：就他们吧。好。
黄经理看了看那桌人，然后喊来一个美女服务员，说道：“你将这2份红烧肉送到那一桌，就说今天餐厅搞活动，他们桌被抽中，免费赠送2份红烧肉。不过要对2份红烧肉做出评价，选出味道更好的一份。”好的，黄经理。那美女服务员应了一声，端着2盘红烧肉走向吴凡所选中的那一桌客人。吴凡，待会输了之后，我觉得你就在这里当众向黄经理以及刘大厨道歉吧。放心，我会用手机录制下你的这一行为的。李斌开口道。李老师怎么知道我就一定会输呢？吴凡不在意的说道。我倒是也想要提醒你，将那1万块钱准备好，迟1天我可是要收1000的利息的。笑话，你还能赢刘大厨？李斌不屑的说道。为什么不能？我倒要看看你要嘴硬到什么时候。李斌道。没有多久，那服务员就回来了，也带回来了那桌客人的评价。怎么样？那桌客人说那一份红烧肉好是红色碗装的还是白色碗装的那份？黄经理问道。刘大厨这人虽然脾气不怎么好，平时也没少对自己，但是手底下还是有很有货的。黄经理对他的手艺很信任，也正是因为这份信任，让他并没有在比试的事情上作假。他觉得完全没有那个必要，所以他现在也不知道谁赢了这第一局。其他人也都看向那个服务员，想要从他的嘴里得到答案。这个服务员并不知道比试的事情，老实说道：“客人说红色碗里装的那份红烧肉味道要更好一些。”红色？众人除了吴凡之外都愣住了，因为那红色碗里装的是吴凡所烹制的红烧肉，也就是说这第一局吴凡赢了。红色？你确定没有听错？黄经理不甘心地问道。没有，那桌客人的确是说红色碗里的红烧肉更好吃一点，白色碗里的也不错，就是比红色碗里的稍微差一些。那服务员见众人表情怪异，黄经理似乎很着急的样子，他的心里也有些紧张，不过还是将那桌客人的话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那桌一共有4个客人，有几个客人选择了红色？李斌这个时候也反应了过来，连忙说道：“如果只有1、2个人选择红色的话，那这个结果是无效的。”说完，刘斌还想要对那个服务员使眼色，不过对李斌很了解的耿亚飞却是微微移动了2步，挡在了刘斌的面前，让那服务员没有办法看到刘斌的眼色。那桌4个客人都选择了红色，他们都觉得红色碗里的要更好吃一些。那服务员没有接收到李斌的信号，如实的说出了那里的真实情况。没有悬念了，第一局吴凡赢了，而且赢得很彻底。黄经理的脸色有些难看，同时心里也有些后悔，他也没有想到刘大厨居然真的会输给这个年轻人。早知道这样的话，自己之前就偷偷的嘱咐服务员了，让他别管那桌客人说什么，都说他们选择白色碗里的肉更好吃一些就行了。然而现在已经晚了，再后悔也没用了。不过还有2次的机会，那吴凡肯定赢不了。黄经理想到，为了赢这场比试，他已经准备使用一些非常规手段了，只要能赢吴凡就行。之前就不该那么信任那个姓刘的，果然这家伙除了会对自己没什么真本事，连一个年轻人都赢不了。黄经理心里埋怨道。黄经理和刘大厨的关系本来就不算好，之前要不是为了让吴凡出丑，他也不会对刘大厨放低姿态，结果倒好，刘大厨居然连吴凡都赢不了，这让黄经理心里对刘大厨更是看不上眼。黄经理，该你选择客人了。吴凡对黄经理说道。黄经理点点头，目光在大厅中的客人们身上转悠，不过心里却是想着怎么向服务员传递自己的想法，至于选择谁来当这个裁判并不重要。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服务员来找黄经理。经理，王少要吃松鼠桂鱼。那服务员说道。哪个王少？黄经理还在想着比试的事情，一时间居然没有想起来这个王少是谁。王子明王少。那服务员说道。他什么时候来的？黄经理一惊，就连耿亚飞以及刘斌2人都看向了那服务员，显然他们2人应该也认识那个服务员嘴里的王子明王少。刚刚才到，他有朋友在这里吃饭，所以没去他自己的包间。那服务员说道。刘主厨，快去厨房做松鼠桂鱼。黄经理也顾不得去想比试的事情了，在他的眼里，同吴凡的比试和照顾好王少相比，显然是要差了不少。不用了。刘大厨却是摇摇头，这里就有现成的。众人这时才反应过来，他们旁边可不是就有2份才刚刚出锅的松鼠桂鱼吗？这是赶巧了。对，我都急糊涂了。黄经理一拍自己脑袋说道。那就将这份送过去。等等，见到那服务员要将菜肴给端走，黄经理却是突然喊住了对方，将剩下的这份也端过去。本来黄经理还在想着该怎么将自己心里的想法告诉服务员呢，但是王少的到来让他改变了主意。王子明可以说是这里的常客，也是贵客，他平时来其他的不说，肯定是会点一份刘大厨做的松鼠桂鱼。用他的话说，他吃过不少餐厅的这道菜，但是唯一觉得好吃的就是刘大厨做的，刘大厨做的最合他的口味。所以哪怕是吴凡做的菜也不错，但是不合王子明的口味也是没用的。王子明要选的话，肯定是会选刘大厨做的。这是一场稳赢的局，王子明来的太及时了。黄经理，这不妥吧？你让王少当裁判？耿亚飞皱眉道。没什么不妥的。黄经理说道。王少吃过的好东西不少，当个美食节目的评委都没有问题，只是当个临时裁判绰绰有余。我觉得黄经理说的对，王少当这个裁判最合适不过。李斌也说道。耿亚飞和李斌2人的确是都认识王子明，而且他们都知道王子明偏爱凯乐门主厨做的松鼠桂鱼，这在他们圈子里也不是什么秘密。所以黄经理找王子明来当这个裁判，显然是对吴凡不利的。你有什么意见？黄经理看向吴凡。没有。
吴凡说道：“这局本来就该你来找人当裁判，选谁都行。”那就行。黄经理说道：“我也有段时间没见王少了，今天碰上，刚好去见见。”李斌说道：“我也去吧。”耿亚飞说道：“吴老师，你也跟着一起吧。”他什么身份？王少是他能说见就见的。李斌鄙视地看着吴凡道：“我带着他去，出要事我负责。”耿亚飞怒道：“他们这个圈子的确不是什么人想进就能进的，没有点身份显然是不行。而吴凡作为一个普通的体育老师，显然是没有资格进他们的圈子的，哪怕是普通的见面，在李斌看来，吴凡都没资格。吴凡本来是不想去的，对于这种富二代的圈子，他其实没什么兴趣。不过耿亚飞竭力邀请，他也不好拒绝。最后，吴凡、耿亚飞、李斌以及刘大厨、黄经理一起去那位王少所在的包间。至于李天几人，虽然心里很羡慕，心里也很想去，但是却是不敢跟着。那个圈子他们很想接触，然后李斌根本就没有邀请他们的意思，他们自然也没有办法同行。王少，来吃饭，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我好让厨房准备准备。一进包间之后，黄经理就向坐在席间的一个年轻青年打招呼道。不过在打招呼的同时，他的眼皮子还微微跳了一下，视线从他旁边那位身上一扫而过。此时那位王少并没有坐在主位，主位上另有其人，也是一个年轻人，黄经理不认识，不过却也能够知道对方的身份绝对不简单，至少比王少地位高，不然的话也不会坐在主位。耿亚飞似乎也看出了这里面的情况，心里微微有些后悔，不该带吴凡过来的。本来耿亚飞是想要将吴凡介绍给王少，这对吴凡没有什么坏事，耿亚飞也是为了吴凡好。但是很显然，王少今天不是这个包间内的主人，说不定王少现在有重要的事情要谈，自己就这么带一个陌生人过来，有些不妥。倒是李斌似乎并没有看出什么，一脸热情的和王少打招呼：“你这不是准备的挺好的？我这边才刚点，你就将菜送上来了，而且还一次送2份，怎么觉得我能吃，怕我一份不够？”王少笑呵呵的说道，身上倒是没有李斌身上的那种傲气。这也是巧了，黄经理说道，刘大厨正和人比试厨艺呢，正好就做了这道菜，听到王少来了，就送上来了。哦，还有人找刘大厨比试厨艺？在这江州有比刘大厨更好的厨师吗？王少似乎有些惊讶，怪不得刘大厨今天也亲自过来呢。那位挑战刘大厨的人就是亚飞旁边那位。王少，他叫吴凡，是江州大学的体育老师。耿亚飞介绍道。江州大学的体育老师，你的同事？王少说道，一个体育老师不好好教体育，怎么想起来比试厨艺了？话语里却是有些觉得吴凡自不量力的，毕竟他不是第一次在这里吃饭了，自然是知道刘大厨的水平的，不要说一个体育老师了，就是其他餐厅的那些专业厨师，也没几个敢说能超过刘大厨的。尤其是在做松鼠桂鱼这道菜上，没有人规定当老师就不能拥有好厨艺吧？吴凡看着王少淡淡的说道。王子明微微有些诧异的看了一眼吴凡，没有想到吴凡居然敢反驳，当老师的确是可以有好厨艺。王子明点头道，不过这个好那也要看和谁比。显然王子明的意思，吴凡就算是有点厨艺，但是和刘大厨一比就什么都不是了。王少怎么就知道我的这个好不是比所有人都要好呢？吴凡说道。哈哈，还挺狂。王子明笑了出来，倒也没有生气的意思，那表情倒像是听到什么好笑的笑话一样。有本事的狂是自信，没本事的狂是自大。吴凡道。那你是自信还是自大？王子明问道。这个王少你尝过面前的2份松鼠桂鱼，自然就知道了。吴凡说道。王子明看了看自己面前的2份色泽相似的松鼠桂鱼，笑了笑说道，行，那我就尝尝。李斌幸灾乐祸地看着吴凡，本来吴凡比试输了，自己也顶多是让他丢丢人而已，然而吴凡现在却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和王子明这么说话，在李斌看来，王子明必然会对吴凡印象很差，待会吴凡输了之后，对他的印象势必会更差。而只要这个消息传出去，吴凡已经不是在江州大学没法混了，在整个江州都混不下去。吴凡，这可是你自找的，真以为自己有点手艺就狂得没边了？李斌心里得意的想到。而耿亚飞则是担心的看了看吴凡，心里想着该会怎么帮吴凡说几句好话。在众人复杂的情绪下，王子明拿起了筷子，先吃了一口白色盘子里的松鼠桂鱼，随后脸上露出了享受的表情。这里面一定是刘主厨的那份，味道没变，依然是那么顶级，吃上一口让人回味无穷。在这江州，就松鼠桂鱼这道菜来说，我还真没有吃过比刘主厨还要好的。王子明说道。每个厨师都有自己的拿手菜，虽然其他的菜未必有多差，尤其是像刘大厨级别的，随便做出一道菜味道都不可能差，不过和拿手菜相比，自然还是有些不如的。而很显然是松鼠桂鱼这道菜正是刘大厨所拿手的菜之一。谢谢王少夸奖。刘主厨脸色好看了一些，之前在第一道菜上输给了吴凡，这让他到现在都耿耿于怀，直到现在听到王子明的夸奖，他的心情才好些。肯定是那桌的客人都不懂得品尝美食，也就只有像王少这样尝遍各种美食的人才算是有资格的评委。刘大厨心里想到，之后还得意地看了一眼吴凡。本来刘大厨并没有将这次的比试放在心上，但是第一道菜就输给了吴凡，这让他的心里愤愤不已，也勾起了他的求胜欲。吴凡没有在意刘大厨的眼神，反而是有些担心起王子明的人品了。万一这王子明因为和刘大厨熟悉而做出不公正的判定怎么办？自己岂不是要输了？那输的也太冤了。
早知道这样，刚刚说话就不要那么冲了，还是年轻气盛啊。吴凡心里想到，现在也就只能是希望第3道菜耿亚飞能够选择一个公正的人了。在吴凡的担忧中，王子明的筷子已经伸向了吴凡的那份松鼠桂鱼，在吃之前还特意看了看吴凡，不过并没有能够从吴凡的脸上看到心情变化。实际上，吴凡已经认定王子明会因为刘大厨的私交而做出不公正的判定，他已经放弃了这一局，所以心里倒是有些无所谓了。王子明将鱼肉放在嘴里，本来还脸色如常的他，突然之间就愣住了，就好像是突然呆住了一般，表情僵住了，唯一在动的就是他的嘴巴，依然是在一下一下的咀嚼。在众人不懂王子明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的眉头又皱了起来，嘴巴咀嚼的动作更快了2分。随后他又夹了一块鱼肉放进嘴里，依然是皱着眉头在咀嚼，脸上出现了一丝不可思议的表情。众人都不明白这王子明是闹的哪一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情。他皱眉头，难道是因为吴凡做的菜味道太差，难以下咽？至少李斌和黄经理是这么认为的。耿亚飞同样也是更加担心起吴凡了。王子明并没有折磨众人太久，他放在筷子上看了看吴凡，又看了看刘大厨，随后缓缓说道：“这2份松鼠桂鱼，这体育老师做的味道要更好一些。”王子明的话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听在众人耳朵里却是犹如炸雷一般，哪怕是吴凡都没有想到王子明会给出这样的评价。这不可能！刘大厨、李斌以及黄经理几乎是不约而同的同时开口道。尤其是刘大厨，本来以为这局是赢定了，毕竟这是他拿手菜，而且品尝的人还是经常来吃他做的菜的王子明，他没有输的道理。然而他还是输了。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的刘大厨也顾不得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失礼了，他拿起旁边的一双筷子，从吴凡的那个碗里夹了一块鱼肉放在嘴里，随后他的动作和王子明之前差不多，直接愣住了。在之后他有些颓然地放下筷子，说道：“我输了。”亲自尝过吴凡的菜之后，刘大厨感觉到了双方之间的差距，吴凡的菜的确是要比他做的更美味，而且双方的差了不止一个层次，水平差距非常的明显。难怪之前大厅里的那桌客人居然同时都认定吴凡的菜味道要更好一些，这实在是因为双方的菜在味道上差距太过明显，哪怕是不怎么懂品尝的人都能够吃出这其中的区别。眼见刘大厨自己居然都主动认输了，李斌和黄经理两人都急了。他们倒不是在乎那1万块钱，那点钱对他们不算什么，他们在乎的是面子，面子对于2人来说才是最重要。他们之前可是信誓旦旦的说吴凡一定会输的，结果输的人居然是刘大厨，这让他们无法接受。没有想到你的手艺还真不错。王子明没有理会其他人，看向吴凡说道：“松鼠桂鱼这道菜我在很多家餐厅都吃过，但是从来都没有遇到过比刘主厨做的还要好吃的。我一直以为刘主厨做的松鼠桂鱼是国内最好的，倒是没有想到居然会被一个教体育的老师给打败。谢谢夸奖。”吴凡客气道。王子明的公正让吴凡心里对他印象很好。我只是实事求是而已。王子明说道。他看向旁边的服务员手里端着的2碗汤，说道：“这2碗汤也是比试用的，不如我来吧。”这个时候，坐在主位的那个青年突然开口道，众人的目光都看向他，他神情自若，说道：“刚刚喝了不少酒，刚好喝点汤。孔少愿意当这个评委，那自然最好不过。”王子明说道。王子明这么说了，其他人自然没有什么意见。其实这第3场比与不比并没有什么区别，毕竟吴凡已经连赢2场，已经获得最终的胜利了。不过既然王子明和那个坐在主位的青年都开口了，黄经理自然不敢拒绝，而且他也想要赢一场，算是挽回餐厅方面的面子，总比剃光头要好。那青年一边喝汤一边看似随意的说道：“你们几个都是江州大学的老师？”“是啊，我是江州大学的体育老师，这已经是第2年了。”李斌连忙接口道。一开始没有看明白的李斌，现在看到王子明对那青年的态度，似乎也明白这个青年的不简单，所以也想要对方拉近一些关系。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多认识一些同类人，那还是很有必要的。那青年点了点头，说道：“我倒是有一个朋友，就在江州大学读书，这要巧吗？”李斌说道：“不知道那人是谁？我在江州大学还有些关系，平日里也可以照顾一番。”“照顾就不用了。”那青年笑道：“以他是本事，没人能欺负得了他。”“那是孔少的朋友，自然不是一般人。”李斌说道。虽然说李斌也算是富2代圈子里的人，但是这圈子里也是有等级之分，李斌的地位就要比王子明低，而王子明对这个孔少又如此的客气，李斌自然不敢在对方面前托大。混迹这个圈子多年的他，这一点还是知道的。2碗汤的味道都不错。这个时候，那青年也将2碗汤都尝了一遍，说道：“不过要是分出个高下的话，还是这碗汤更好一些，既鲜又香，将萝卜和青菜本身的味道发挥到了极致。”黄经理脸上陪着笑，心里却越发的发苦，因为那青年说的味道更好的汤依然是吴凡烹制的，也就是说他们餐厅方面完败。李斌心里也很不爽，不过这个时候他的大部分心思都在那个青年的身上，对于吴凡倒不是很在意了。在他看来，整治吴凡的机会多的是，今天失手了，完全可以下次再找机会，反正吴凡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能每次都这么幸运。所以相比之下，结识人脉显然更加重要。至于耿亚飞，自然是很开心。不管怎么说，李斌故意针对吴凡，都是因为他，如果吴凡真的倒霉的话，那耿亚飞的心里会很内疚的。而刘大厨这个时候已经出了包间，被一个体育老师在自己最擅长的厨艺领域打败，
这对他的打击很大。不过他并不怨恨吴凡，因为他尝过吴凡做的菜，那菜的味道的确是要比他的更好，他输得心服口服。不过这里面难受那是肯定的。既然来了，就添几副碗筷，坐下一起吃吧。王子明招呼耿亚飞和李冰，随后看向吴凡道：“你也一起留下吧。”“我就不留下了，多谢王少的好意，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吴凡说道。“有什么事往后推，吃顿饭又要不了多少时间。”耿亚飞劝吴凡道，同时还在不断的给吴凡使眼色，希望吴凡能够留下。在这个圈子里长大的耿亚飞自然是知道人脉的重要性，而现在对于吴凡来说，就有这样一个机会在眼前，不管是王子明还是那个坐在首位的青年，都不是一般人，结识他们对于吴凡来说是有很大好处的。亚飞，你就别劝人家了，或许人家不是有什么事，只是不想和我们一起吃饭呢。你这样做不是让人家吴老师为难吗？李冰在一边说道。“你闭嘴！”耿亚飞怒道。“既然有事，我就不强求了。”王子明说道。“谢谢。”吴凡道谢之后，感激地看了一眼耿亚飞，便毫不犹豫地转身准备离开包间。吴凡的心里实际上的确是不想掺和进这个圈子，他觉得自己和他们不是一类人，留下来也只会增添尴尬而已，这才想要离开。当然他也不是完全说谎，他的确是有事，那就是传送的事情，刚刚一阵忙活，现在时间也已经不早了。虽然说一天中什么时候都能够进行传送，但是吴凡并不想等，他已经完全的意识到了另一个时空对自己的重要性，所以对于每一次传送他都很认真很迫切。哦，对了，走到包间门口的时候，吴凡突然停下。“怎么又舍不得走了？”李冰以为吴凡后悔想要留下，不由得出言讽刺。“不是。”吴凡摇头，“我是想要提醒李老师别忘了我的钱，另外黄经理那里我就不去招呼了，麻烦李老师说一声。”李冰听到吴凡的话，脸色一阵尴尬和愤怒。“放心，不会少你一分钱，1万块钱也就你这种人当一回事，李老师记得就好。”吴凡笑笑，这才转身离开。“什么情况？”吴凡走后，王子明有些好奇问耿亚飞和李冰道。耿亚飞笑着将之前包间内的事情说了一遍。王子明听完之后，看着吴凡离去的方向，小声自语道：“有点意思。”吴凡回到住处的时候，已经接近12点了，洗漱一下便传送至游戏世界。吴凡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小村庄内。本来吴凡想着继续出村去杀野怪升级，并且打些材料卖了赚钱，只是他还没有走出村庄，就见到了一脸喜色的李药师。“师傅，什么事这么高兴？”吴凡打招呼道。这个村庄内除了那个杂货店的奸商，每一个人都教授过吴凡技能，可以说他们都是吴凡的师傅。“我的超级金疮药研究成功了。”李药师一脸兴奋地和自己的徒弟分享心中的喜悦。“是吗？那恭喜师傅了。”吴凡连忙道贺。他还记得之前李药师为了研究新药，让自己去村前头的小树林里采集草药的事情，没想到李药师居然已经研究成功了。“师傅，能不能让我看看您研制的新药？”吴凡问道。这几天吴凡也不是光打怪的，他还开始炼制药品以及打造武器。吴凡从杂货铺里买了炼药炉，白板品质的，不加任何属性，稍微好点的炼药炉杂货店也有，不过以刘老板那奸商性格，价格自然不便宜，对于现在很缺钱的吴凡来说，自然舍不得买，只能是先买一个最普通的凑合着用。“可以。”李药师没有拒绝吴凡，从自己的兜里掏出一个小瓷瓶递给吴凡。吴凡一个鉴定术甩了上去。“超级金疮药，宗师级药师李广德所炼制，效果服用之后伤口立即止血，快速愈合，并且每秒恢复血量30%，持续1分钟，战斗中可以使用。”果然不愧是超级金疮药，吴凡看得眼红。吴凡本来以为自己是高级炼药师炼制出来的药品效果不会太差，但是和李药师的超级金疮药相比，就真的什么都不是了。高级金疮药服用之后延缓伤口流血速度，每秒恢复血量时持续时间30秒，战斗状态下不能使用。这是吴凡所炼制的金疮药所性，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都要比李药师的差了不少。“师傅，能不能教我这个超级金疮药的配方？”吴凡试探性的问道。“你想要它的配方？”李药师看向吴凡。“可以啊。”“真的？”吴凡一阵惊喜，这超级金疮药可要比自己之前炼制的高级金疮药好多了，要是自己有了这个超级金疮药，自己以后杀怪要轻松多了。“不错。”李药师说道，“不过你得给我寻找一样东西，找到的话，我不仅给你超级金疮药的配方，还会给你另外一张配方。”说着，李药师掏出另一个瓷瓶递给吴凡。吴凡接过瓷瓶，这次里面装的不是粉末，而是药丸。暴力丸，服用之后30秒内攻击翻倍，防御翻倍，速度翻倍。极品啊！吴凡看了这个药丸的属性之后，眼睛更红了。果然不愧是暴力丸，这效果也太霸道，太暴力了。“师傅，您要什么东西，尽管说。上刀山下火海，我都不皱一下眉头。”吴凡连忙拍着胸脯道。“天山圣莲，我需要天山圣莲。”李药师说道，“只要你给我带来天山圣莲，我就给你这2种丹药的配方，这2瓶丹药也可以先给你。”“天山圣莲，那是什么东西？在哪里能够找到？”吴凡问道。“传闻天山圣莲长于天山之巅，其身雪白，共有8瓣，花瓣之上飘有香气，普通人哪怕是闻上一闻，都有强身健体的效果，乃是炼制丹药的极品药材。”李药师一脸神往地说道。“那天山在哪？”吴凡对于这天山圣莲也有了兴趣，这么好的东西，就算是没有这个任务，吴凡自己也很想要。谁知道李药师听了吴凡的话之后，却是摇摇头说道：“
我也不知道天山在哪，甚至我都不确定这天山圣莲是否真的存在，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只是在一些奇门偏方上偶尔见到有过其描述。啊！吴凡一阵惊讶，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存在，居然就让自己去寻找，这让自己怎么找？毫无头绪啊！反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李药师鼓励地看着吴凡道。吴凡哭丧着脸说道：“可是我不相信我自己啊，师傅，是不能换个任务？”不行！李药师一脸坚定地摇头。为师成为宗师已有多年，一直想要突破极限，而这天山圣莲就是我的机会。如果都有了天山圣莲，我就有机会冲一冲那前人都没有达到过的境界了。李药师脸色激动，向往，甚至是有些疯狂。显然，他的这个想法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已经有了很久，想了很久的。好吧，那我试试。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李药师，吴凡觉得都应该试试。反正这任务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失败惩罚，对于吴凡来说，哪怕是找不到，也没有什么影响。好，不愧是我的好弟子，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李药师欣慰地说道：“如果你能够帮为师完成心愿，那么我不仅给你这2张药品的配方，还会将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你。”李药师的奖励不可谓不重，看得出来他对于冲击那传说中的神级无比的执着，为此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李药师的奖励也让吴凡心动不已。当初吴凡拜李药师为师的时候，虽然学会了炼药术，而且还升至了高级，但是这点东西对于一个药师来说却只是一部分而已。这里可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所有人都是真实存在的，是人就会生病，药师不仅会炼制药品，还要会看病的。而吴凡现在只是会炼药，对于看病是一窍不通。要是能够学会看病的话，不仅是会让他在这个世界多了一项能力，更是会对现实中的他有很大帮助。所以吴凡对于李药师给出的奖励非常的心动，哪怕是任务再难，他都要试一试。因为奖励丰厚，吴凡对于完成这个任务很是渴望。不过想也知道，任务奖励越丰厚，任务的难度也就越高，想要完成这个任务不是那么容易的。他现在连天山到底存不存在都不知道，就算是存在，他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危险。总的来说，这个任务奖励虽然丰富，吴凡也迫切希望能够完成，但是却不能急，因为急也没用。告别了李药师之后，吴凡本打算出村的，不过却是被老村长喊了过去。村长，您找我有事？吴凡有些疑惑地看向村长。除了刚到这里的时候，村长给他颁布过一个任务，其他时候都是吴凡主动找对方。今天这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是有事，好事。老村长神神秘秘地说道。有任务？吴凡一喜，今天这是什么日子？平时想要接一个任务都难，怎么今天接连遇到任务？村里就那么几个人，平日里接不到任务，吴凡倒也能够理解，倒是没有想到今天一下子能够接到2个任务。差不多吧，老村长说道。你应该知道魔气入侵的事情吧？听您说过一些。吴凡说道。老村长点点头，说道：魔界其实也是一个和我们这里差不多的世界，他们有自己的文明，不过他们的世界里到处充斥着魔气，导致那里的人和动物都非常的嗜血好杀。而从去年开始，魔界的一些魔气泄露到我们这个世界里来，导致了一些动物变异，也变得异常嗜杀。村前头的森林里就有这样的被魔气感染的动物。吴凡点点头，他在这个世界所杀的第一只怪物就是魔兔，一种被魔气感染的兔子。最近这个情况变得严重了。老村长继续说道：魔界那边过来的已经不止有魔气了，还有魔界中人，他们也过来了，在我们的世界建立城池，并且想要进一步的扩张。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你不会是想要让我去攻打魔界中人占领的城池吧？就算是我想，也没那个能力啊。吴凡说道。吴凡对于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清楚的，他就是一个3级的小菜鸟而已，被魔气感染的动物都那么危险了，更何况是一直生活在魔气充盈环境下的魔界中人了，那最起码也是几10级的怪物啊，那不是现在的自己所能够抗衡的。我当然知道你没有那个能力。老村长鄙视的看着吴凡说道。那是朝廷的军队要做的事情，不过也因为魔界的入侵，实力在不断增强，朝廷方面想要征兵。你是想要我去当兵？吴凡指了指自己说道。这不还是要让我去和魔界的人战斗吗？我不去。吴凡不傻，他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实力，去了战场就是一炮灰，还不如在这里种种地杀杀怪，贴补现实呢。你不去也不行，我已经帮你报名了。老村长笑着说道。什么？怎么能这样？都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要去你去，反正我不去。吴凡说道。你要是不去的话，那后山我就不租给你了，反正你钱也没交呢，你自己看着办。老村长悠哉悠哉地说道。你吴凡气急，后山对于吴凡来说很重要，那里不仅种植有自己现实中可以用到的各种蔬菜、水果、肉食，而且还有价值连城的金属墙，吴凡说什么也不会放弃。老村长一副吃定吴凡的样子，丝毫不怕吴凡不答应。朝廷规定10户抽1人，我们村子不到10户，按10户算，所以必须要派1个人去当兵。你自己看看，除了你之外，我们村里还有年轻人吗？你不去，谁去？吴凡想了想，村里的情况的确是这样，除了自己之外，就没有合适的参军人选了。可是就这样被逼着参军，吴凡心里老大的不愿意了。你也不用这副表情，老村长说道。像你这种没有经过多少训练的士兵，是不会被派上战场的，顶多就是当后勤兵，运送物资，做苦力，那也是有危险的好不好？哪里有留在这里舒服安全？吴凡不爽道。你这也算是代表我们村去服兵役，我们也是不会亏待你的。老村长说道。
承包后山的费用，我可以允许你延期，半年内交齐钱就行，而且1年只要2500金币。另外，在你去之前，我会让孙铁匠他们为你置办一身行头，保证你的安全。真的？吴凡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后山的承包费用少了一半，而且交钱的时间还延长了，吴凡交钱的压力也就没有那么大了。另外，孙铁匠可是宗师级铁匠，随便打造些东西，对吴凡来说都是极品。虽然他自己也能够打造，这几天也没少打造，但是打造出来的东西比孙铁匠打造的差多了。要是能够有一套宗师级师傅打造出来的装备，那安全方面也会得到保证。当然，我还能骗你。老村长说道。吴凡犹豫了一下，说道：好吧，我去，什么时候出发？实际上，当老村长用后山的事情威胁吴凡的时候，吴凡就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他是肯定要去的。而现在还能够拿到一些好处，也算是值了。更重要的是，他是玩家，又不会真死，这一趟一去还是赚的。3天后去县衙报道。老村长说道。行，我知道了。吴凡说道。这次兵役要多久？像他们这种临时征召的兵役，不是那种职业军队，肯定是有限定时间了，时间到了就能够回来了。3个月。老村长说道。当然，在这其中也有可能发生什么变化，这个时间可能会延长，也可能会缩短。3个月还行。吴凡说道。3个月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倒也还能够接受。当然，现在的他除了接受也没有其他的选择。无缘无故，甚至突然又多了一个任务，1天内能够接到2个任务，吴凡本来应该很开心的，但是因为这2个任务都比较特殊，这让吴凡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沮丧了。不过2个任务都已经接了，而且任务的奖励都还不错，吴凡心里多少有些安慰。还有3天时间去后山的树林看看吧。3天之后就要出发，吴凡就要暂时的离开这个小村庄了，这让本来打算等级高了之后再离开的吴凡不得不改变计划了。最后这3天内，吴凡打算去后山的树林里探索一番。一来，他本来就想要将后山的所有区域都给弄清楚，那里毕竟已经可以说是他的地盘了，弄清楚自己地盘内的具体情况还是很有必要的。二来，也可以在那里打怪升级，赚点金币，要是能够获得装备，那就再好不过了。老村长将后山的承包价格降低了一半，这让吴凡有了新的想法，他想要趁着这个打折的机会多承包一些年限，这样的话可以省下不少钱，后山中的金属墙的秘密也能够得以保住。所以吴凡在金钱上面的缺口依然是很大的，现在能多赚一点是一点。来到后山，站在空地前方，已经能够看到原本荒芜的空地，此时已经种满了各种农作物。这些农作物都是吴凡这几天时间打怪获得的材料，卖了之后得到的钱所购买的种子，现在已经全部都种植了下去。几天的时间已经都发芽了，第一批种植的那些都已经有20公分左右的高度了，长势着实不慢。按照这个成长速度，顶多也就是1个月左右，这些农作物就能够成熟了。那个时候不知道我有没有回来呢？吴凡看着上万亩的作物，心中豪情万丈，却又心忧不能及时收获。这里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游戏世界，所以不及时收获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吴凡心里想到。有了这些农作物，他哪怕是不去卖烧烤了，光是贩卖蔬菜、水果都能够大赚一笔。吴凡并没有在这个变成农田的地方待多久，就前往旁边的树林。咦，这木材有些眼熟啊！吴凡这边才刚准备进入树林，就在入口处愣住了，因为他看到了入口处有棵树的样子，似乎有些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随后，吴凡随手朝着这棵树扔了一个鉴定树过去。紫檀木，木材可用于制作弓、弩等武器，也可以制作家具、首饰。真的是紫檀木！吴凡一阵惊喜，甚至是狂喜。这可是紫檀木的啊！吴凡认识紫檀木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是一次无意中看到一则新闻说紫檀木是名贵木材，1吨可以卖到上百万元，品质好的价格还能够更高。当时吴凡就感慨自己什么时候能够有1吨紫檀木就好了。所以吴凡对这个紫檀木也就有了一些印象。刚刚看到这个树木的时候，他就觉得有些眼熟，这才使用了鉴定术。而鉴定结果也证明他没有看错，这真的紫檀木。发了！吴凡不知道眼前的这棵树有多重，不过他却是知道肯定不止1吨，这就相当于一笔巨款放在他的面前啊！吴凡心中的激动可想而知。吴凡连忙看向树林里其他的地方，在视野之内又看到了几棵紫檀木。还做什么烧烤，种什么地，直接改为卖木材算了。这一刻，吴凡激动异常，眼前都是一张张红票子在游荡，晕了他的眼，也迷糊了他的脑袋。更让吴凡激动的是，在他使用了鉴定术之后，还在这树林里看到了好多种其他的珍贵木材，黄花梨木、楠木、阴沉木等等，甚至有些木材的价格比紫檀木要更贵。吴凡感觉自己的呼吸都要困难了，他此时脑海中就只有一个想法，自己这次是真的发了。承包整个后山的想法简直太明智，太正确了。这里简直就是一座金山啊，一座没有人知道的金山。老村长他们居然将这里荒废多年，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啊！冷静，吴凡，你要冷静。吴凡做了几个深呼吸，将自己的视线从那些树木身上离开，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整座后山都已经被自己承包了，老村长说过，这后山上所有的东西都属于自己了，这些树木自然也包括在其中，自己肯定是发财了。不过怎么将这些树木变成钱，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吴凡想到了自己的劣势，自己在现实中就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些名贵的木材，卖上一点可能还行，如果大量出售的话，一旦引起有些人的怀疑，自己都没有办法解释这些东西的来源，到时候说自己是走私的，真就是欲哭无泪了。难道
自己要抱着金饭碗讨饭。吴凡心里哀嚎道：一座金山在自己的面前，却是没有办法将其变现。吴凡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现实中太过弱小，没有实力，没有人脉，稍微拿出一些不符合自己身份的东西来，就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1年多的工作经验让吴凡明白了，这个世界上为了钱，很多人什么事都能够做得出来。一旦有心人发现吴凡靠着售卖木材赚大钱，而他又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话，那么别人很有可能会打他的主意，到时候守不住那些钱不说，还有可能给自己惹来大麻烦，甚至有性命之忧。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的增强自己的实力，包括个人实力、经济实力以及人脉，只有自己拥有了足够的能力，才能够守住大量的财富。难道自己就只能继续当农民？吴凡再次哀嚎道，还以为自己这次能够一步登天呢，到头来还是要小心经营，一步一步来。不过稍微慢一点应该没什么事，最起码自己做生意的启动资金有了。吴凡心里想到，虽然暂时没有办法大量出售，但是少量的出售却是没有问题的。而后山现在都已经是自己的了，这些树在这里又不会长腿跑掉，迟早都还是自己的，所以吴凡的心情好了很多。而且就算让我现在就可以大量出售，这伐木也不是一件简单的活计，我每天累死累活，估计也砍不了多少树。吴凡心里想到，这么一想，他的心情就更加舒服一些。心情冷静下来之后，吴凡这才朝着树林里走去。当然，当他的目光看到那些各种名贵木材的时候，心脏跳动的速度还是会加快几分。真是没有想到，这个被老村长他们遗忘，自己之前也没有当一回事的树林，居然是这样的一座宝藏。不管这里面还有什么，就凭这些名贵的木材，这座树林就可以说是价值连城了。吴凡一边走一边在心里想到。而因为这个发现，他想要长时间承包这后山的想法变得更加的迫切。不管是金属墙还是这些名贵木材，都是宝贝，不能便宜了别人，承包时间最起码10年以上才行。吴凡自语道，因为老村长的打折，承包后山1年只要2500金币，10年的话就要25000金币，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而且他还必须要在半年之内筹集到这些金币，就使事情变得更难了。不过再困难，吴凡也要做到，不管是金属墙还是这些名贵木材，吴凡一个都不想放弃。在吴凡想着怎么赚钱的时候，他的眼前不远处出现了一只兔子模样的生物。魔兔！吴凡一惊，随即取出黑石长剑，戒备地看着那只兔子。吴凡对于魔兔可不陌生，他在这个世界杀的第一只怪物就是魔兔，而且当时还不适应这里的吴凡，可在魔兔的手里吃了亏，受了伤的，所以吴凡对于魔兔印象很深刻。不过看了片刻，吴凡发现那只兔子似乎并不是魔兔，外形上和魔兔也有一些区别，而且那兔子在看到他之后，并不是一脸敌视地看着他，看向他的眼神更像是好奇。对，就是好奇，就好像看到了自己家来了一个陌生人，好奇这陌生人的身份一样。吴凡随手认出一个鉴定树，金丝绒兔，一种观赏性的动物，数量稀少，颇受贵族的欢迎。金丝绒兔，观赏性动物。吴凡有些疑惑地看着这只兔子，果然，哪怕是吴凡对他使用鉴定术，那兔子也没有主动攻击吴凡，还是很好奇地看着他。果然不是魔兔。吴凡也收起了长剑，眼前的兔子在耳朵附近有金色的绒毛，4条小腿处也有，犹如金子一般闪闪发光，脸上的表情也不像魔兔那样凶厉，反而是给人一种萌萌的感觉，很是可爱。看这介绍，应该是可以当做宠物来养的一种动物，而且受到贵族欢迎，那价格肯定不会低，毕竟贵族可不会喜欢便宜的东西，那不符合他们的身份。吴凡打量着眼前兔子，小声的自语道。吴凡上前2步，准备将这只兔子给抓住，等3天之后他去县城报道的时候，正好可以看看能卖个什么价钱，如果价格不错的话，自己岂不是又多了一条赚钱的路子。然而当吴凡朝着那金丝绒兔走出2步之后，那金丝绒兔像是受到什么惊吓一样，掉头就朝着树林深处跑去。树林内草木茂盛，那金丝绒兔体型又不大，只是转眼间就没有了踪迹，跑得还挺快。吴凡并没有去抓，主要是那小家伙速度太快了，而且他也不知道那小家伙的价格具体如何，今天只是来探寻一番，所以也就没有花力气去抓那小家伙。金丝绒兔离开之后，吴凡也没有放在心上，继续往里面走。没走多远，又看到一只麋鹿一样的生物，那生物像之前的金丝绒兔一样，并没有攻击吴凡，只是好奇地看向他。吴凡习惯性地扔了一个鉴定术过去。五彩麋鹿，一种观赏性生物，外形秀美，性格温和，数量稀少，非常受贵族们的欢迎，又是一种观赏性动物。吴凡看着眼前不远处的那只麋鹿，自语道：怎么在这里看到的2种动物都是观赏性动物？本来吴凡还打算来这里打怪升级，顺便再赚点钱的，只是这些观赏性动物杀了也没有经验，顶多就是材料能够卖掉钱而已。不过这些动物一个比一个长得可爱，让吴凡都下不去手。吴凡朝着对方走了2步，果然那五彩麋鹿也像之前的金丝绒兔一样，转身一蹦一跳的朝着树林深处跑去，似乎怕见生人一般。吴凡耸耸肩，也没有在意，继续自己的探寻之旅。之后吴凡在这树林内看到了不少的生物，其中大多数都是观赏性的生物，只有少数是属于野兽类型的。碰到这种，吴凡自然不会客气，手起刀落将它们击杀。这些野兽等级都不是很高，对于有白银级武器和衣服的吴凡来说，这种野兽根本就不是什么威胁，只要稍微小心一些就可以了。不过在这树林里，野兽的数量只是少数，大多数还是观赏性动物，
这些动物似乎都有些怕人，看到吴凡就跑，不像那些野兽，看到吴凡会主动攻击，所以吴凡想要抓住那些动物也不是那么容易。在树林里，吴凡还发现了不少的草药，这些草药低级的、中级的、高级的都有，甚至还有一些比较名贵、稀少的草药，让吴凡的眼睛都亮了不少。而这些发现也让吴凡再次惊呼，这里还真是一座宝藏，什么宝贝都有。而这里距离村庄那么近，村里的人居然都不知道，平时也根本没有什么人来，这下全便宜吴凡了。实际上，吴凡不知道的是，哪怕是村里人知道这里有这些东西，也未必会多在意，他们都是宗师级的人物，身份地位都是很高的，之前什么没有见过，再加上年纪大了，他们对于这种物质上的追求也没有那么热衷了，不会像吴凡那财迷一样。这已经不能被称之为树林了，应该称之为森林才对。吴凡站在原地感慨道，之前老村长他们称这里为树林，吴凡只以为这里没有多大面积，不过后来老村长又说他们这里的人都没有走遍过这里，这让他对这里多少有些好奇。而现在看来，老村长他们对于这里是真的不了解，不但不知道这里面所蕴含的财富，甚至连它的面积都不清楚。吴凡已经在这里走了一天了，然而他还是没有看到尽头，没有穿过这片所谓的树林，而且越往里走，周围的树木就越茂盛，周围的动物品种也就越多，很多都是吴凡见都没有见过，听都没有听说过的。而那些参天大树每一棵都有5-6人合抱那么粗，几十米高，高高大大，遮天蔽日，让吴凡周围的光线都暗淡了许多。本来吴凡想要利用一天的时间将这里探寻一遍，不过现在看来这已经完全是奢望了，明天再来的时候就只能是往回走了，不然的话就赶不上之后的报道了。吴凡心里想到，按照老村长所说，到时间不能按时报道的会按照逃兵来处理，杀头吴凡倒是不怕，几秒钟之后就又是一条好汉，吴凡就怕被囚禁坐牢，那样的话自己还怎么在这个世界继续下去？所以这个报道是万万不能延误的，看来想要将这里转遍就只能是等服完兵役之后了。吴凡心里想着，随后眼前场景转换，吴凡再次回到了自己现实中的住处。虽然在游戏中的这一天，吴凡并没有获得多少金钱和经验，不过却是接到2个奖励不错的任务，而且还发现了一座宝藏，所以传送出来之后，吴凡的心情还是相当的不错的，吹着口哨也不去睡觉了，躺在床上用手机查那些自己在后山森林中所发现的珍贵木材。越看吴凡越是开心，那么大一座宝藏都是自己的了，在那里静静的等着自己去开采，真是想不高兴都不行啊。好在吴凡的脑子还算清醒，并没有得意忘形，时间差不多之后，他便起床洗漱，然后前往江州大学。在操场上，吴凡不出意外的又再次看到了柳岩儿。等柳岩儿经过自己身边的时候，吴凡习惯性的打了一声招呼，随后便继续热身。本来吴凡以为柳岩儿会像往常一样跑步离开，却是没有想到柳岩儿居然在他的面前停了下来。晚上有时间吗？柳岩儿略显清冷的声音在吴凡的耳边响起，配合着她绝美的容颜，当真像是瑶池里的仙子一样。啊！吴凡一愣，他没有想到柳岩儿会主动停下来，更没有想到柳岩儿会问这个问题。晚上有时间吗？柳岩儿脸色不变，再次询问道。晚上啊，吴凡有些犹豫，晚上他想要出摊去卖烧烤，昨天晚上因为聚餐的事情，他就耽误了一个晚上，今天晚上他不想再耽误了。没有。柳岩儿黛眉微皱，声音更加清冷了几分。不知怎么的，看到柳岩儿这副表情，吴凡本来想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改口道：有，晚上6点，学校门口等我。柳岩儿说道。说完之后，柳岩儿就再次的跑走了，不给吴凡说话的机会。吴凡看着柳岩儿的背影有些发呆。吴凡啊，你怎么就这么没有定力呢？吴凡站在原地喃喃自语。然而当他看到周围一些男生羡慕嫉妒的看向他的时候，他又自语道，不过面对柳岩儿这样的美女，这样的邀请，没有几个人会拒绝吧。刚刚只是因为柳岩儿站在这里和吴凡说了几句话，周围在锻炼的男生们就对吴凡各种羡慕和嫉妒了，可想而知柳岩儿的魅力。随即吴凡开始想着，柳岩儿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约会吗？应该不是，我和他不算熟，可不是约会，他让我等他干嘛？吴凡想了半天也没有想明白，索性也不再去想，晚上去了就知道了。因为今天并没有课，所以锻炼结束之后，吴凡就离开了江州大学。不过他并没有回自己住处，也没有去菜市场，既然晚上没有办法出摊，他也就没有必要去做串了。吴凡打车直奔木材市场，既然已经发现了那些木材，吴凡肯定是要先弄一些出来卖的，只要量不是很大，应该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来到木材市场，只见这里车来车往，车上捆绑的都是一些木材。吴凡对于木材的研究其实并不多，而这些木材都是经过了初步的处理的，没有了枝叶，所以吴凡光从外表看，还真看出来这些木材是什么品种。当然吴凡对此也不是很关心，他只关心自己发现的那些名贵木材的价格，其他的木材虽然他同样也能砍伐，但是利润太低，吴凡并不想去浪费那个时间。大哥，你们这里生意挺好啊。吴凡来到一家店前，有一个小哥正在指挥工人们将车上的木材卸下。吴凡递上一根烟，客气地说道：还行吧。那人接过吴凡的烟，随意地说道：你是卖木材的，还是来买木材的？卖。吴凡说道。木材呢？有多少？都有什么品种？那人一边抽烟一边说道：木材还没运过来，这不是没有做过木材生意，第一次做，先过来看看行情吗？吴凡笑着说道。还挺谨慎。那小哥笑着说道：这么做也没错，不过
这里的商家那么多，价格基本都差不多，大家谁都骗不了谁，价格上不会忽悠你的。吴凡笑笑，没有说话。经历了游戏世界中的流奸商之后，吴凡对于这些生意人嘴里的话，并不会那么容易相信。对了，你准备卖什么木材？那小哥随意的问道。紫檀木。吴凡说道。紫檀木？那小哥一惊，你手上有紫檀木？真的假的？现在市场上那东西可是硬通货，一般人根本就弄不到，只要有就不愁卖，但是假的也多，你不会被人给忽悠了吧？也难怪这小哥会怀疑吴凡，因为紫檀木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弄到手的，没有人脉，没有渠道，这种东西是碰都碰不到。而吴凡这样一看就是一个刚入行的新人，新人能弄到这种木材，我也是帮别人售卖，赚个差价。吴凡笑着说道。那小哥没有怀疑吴凡的话，点了点头说道，你要是真有紫檀木的话，我们这里就收，价格上绝对不会亏待你。一般来说，紫檀木的价格一吨在100万左右，根据品质的不同，价格还有浮动，所以具体什么价格得我们亲眼看到实物才能定。吴凡点点头说道，倒是不便宜。那是。那小哥说道，紫檀木的市场价格一直都不低，不过想要赚这个钱，也要有那个本事拿到紫檀木才行，那不是谁都能做到的。紫檀木数量稀少，而且一般100年以上才能够用于做家具或者工艺品，100年以下的也能做，但是质量上要相差甚远。紫檀木对于别人而言或许难以弄到，但对于现在的吴凡而言却不是什么难事。后山的森林里，他可是发现了不少的紫檀木呢，而且每一棵都又高又大，生长年限绝对不低。告别了这个小哥之后，吴凡又在木材市场内转悠了好久，一包烟基本都散出去了，不过也得到了不少的信息。这紫檀木的确很受欢迎，只要有就不愁卖，而且价格基本都在每吨100万元左右，就算是有变化也不是很大。不过吴凡也当他说自己能够弄到紫檀木的时候，有些人看他的眼神有些不一样了，这让吴凡的心里生出一些警惕，说话的时候也更加小心一些。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吴凡打算先弄个几吨出来，探路，熟悉行情的，其他的之后再做打算。差不多了解了情况之后，吴凡便打算离开木材市场。不过这个时候却是发现自己第一个询问的那个小哥居然在木材市场出入口处，看到自己之后更是直接迎了上来，那样子似乎是在等自己。吴凡看到这个情况，心里一惊，脸上却是没有丝毫的异样。吴先生，我们老板知道你手里有紫檀木后，想要见见你，他现在就在店里。那小哥来到吴凡身边说道，态度比之前要恭敬了许多。你们老板，我看没这个必要吧，我的木材还没有运过来。吴凡微微皱眉道。吴凡以为这是有人知道自己手里有紫檀木之后，想要威胁自己，让自己将木材卖给他。实际上吴凡在这里转悠的这段时间，其他人在知道他手里有紫檀木之后，也有人在言语里暗示让自己将木材卖给他。吴先生放心，我们老板没有恶意，只是想要见见的吴老板，至于最后生意能不能成，还在吴先生自己决定。那小哥说道。显然这位小哥多少也知道这个木材市场内的一些情况，所以对于吴凡所表现出来的警惕，他没有生气也没有惊讶。吴凡稍微想了想，便点头同意了。反正木材也没有运来，就算是对方想要抢夺也没有办法，更何况自己现在的身手还是多少有些底气的。这位小哥态度一直很好，吴凡也不好意思拒绝。两人很快就来到了之前的那个店面，相比于其他的店面，这个店面要小不少。吴凡今天可是将这个木材市场内的店面都赚得差不多了。让吴凡惊讶的是，在店面内等着的居然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而不是自己想象中的大腹便便的大汉。老板，吴先生来了。那小哥对那漂亮女人说道。吴先生您好，我叫赵亚楠，是这里的老板。那女人主动对吴凡伸手道，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吴凡也伸手道。此时刚刚带吴凡来的那个小哥已经出去了，这个店面内就只有吴凡和赵亚楠两个人。听说吴先生手中有紫檀木，不知道能否卖给我。赵亚楠并没有和吴凡兜圈子，而是直奔主题。对于赵亚楠的话，吴凡并不惊讶，如果不是想要买自己手中的紫檀木，对方根本没有必要来见自己。我的确是有一点紫檀木，吴凡说道，对我来说卖给谁都行，只要价格让我满意。吴凡的意思很明显，他不介意买家是谁，价高者得。价格我愿意比其他家高一些。赵亚楠说道，只要吴先生能够将紫檀木卖给我，以后只要吴先生还想要卖，我都可以以一个比市场稍高一些的价格购买。看得出来，赵亚楠似乎很想要吴凡的手中的那批木材，只要价格高，我当然不会有意见。吴凡说道。的确，他卖木材也只是为了赚钱，他当然不会和钱过不去。既然赵亚楠愿意出高价，吴凡自然不会介意将木材卖给他。而吴凡现在也大概知道了其他家开出的价格，所以赵亚楠没有办法在价格上欺骗自己，价格保证让吴先生满意。赵亚楠说道，不知道吴先生什么时候能够将木材运来。赵亚楠似乎很急。吴凡想了想说道，明天。这么快啊？赵亚楠一喜，他还以为要等一段时间呢，没有想到这里快，连忙说道，那行，那明天我在这里等着吴先生到来。好，吴凡说道。双方谈妥，吴凡这才离开。赵亚楠亲自将吴凡送到了木材市场的出口处，表现出了对吴凡的充分尊重和重视。吴凡对于赵亚楠的印象还不错，当然不是因为对方的美貌，而是对方的态度。就像他说的，木材卖给谁都是卖，自己第一次也只是试试水而已。如果赵亚楠骗了自己，大不了以后不和他合作就是了。从木材市场离开之后，吴凡在外面随便吃了一点，便去繁华街区转转，
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店面可以租赁。这紫檀木一卖，启动资金就有了，吴凡便想要开餐馆了。老板，运动健身了解一下。在寻找着合适店面的吴凡，冷不丁的被人塞了一张宣传单：悦动游泳健身会馆。吴凡看着手中宣传单上的介绍，老板，我们悦动游泳健身会馆，环境好，运动器材多，教练专业，绝对是运动健身的理想之地。那发宣传单的美女看到吴凡没有立即扔掉宣传单，连忙便介绍了起来。这些年，健身房的确是越来越多，主动锻炼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不过，吴凡可是看到不少的新闻，很多健身房在收了顾客会员费之后，便直接关门走人，换个地方继续开健身房，再蛊惑人办会员卡，再欺骗一些人，如此循环。如果是之前，吴凡可能会直接拒绝。他每天早上在江州大学的操池上跑跑步、耍耍单双杠什么的，也差不多了。他并没有想过要练出什么肌肉块来，只是想要保持身体健康就行。不过现在嘛，吴凡的想法有了一些改变。在另一个时空升级后，吴凡的体能、力量等身体素质都在不断的增强，而吴凡也需要消耗、熟悉这增强之后的力量，所以找一个专业一些、健身器材多一些的地方去锻炼，还是很有必要的。你们健身房在什么地方？怎么收费的？吴凡问道。见吴凡感兴趣，那美女眼睛更亮了。我们健身房就离这里不远，周围交通方便，办卡的话，1年3888，3年10888，很便宜很实惠。你现在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带你去看看。吴凡想了想，没有拒绝。那个悦动游泳健身会馆的确是离得不远，吴凡跟着那美女走了10分钟左右便到了，距离吴凡的住处也不算太远。这个健身房占地倒是不小，里面的环境也可以，而且也有人在里面健身。总的来说，吴凡还是很满意的。因为手头并没有太多钱，吴凡就办了一个1年期的会员卡。店面一时间也没有办法找到，吴凡索性就直接在里面锻炼起来。老板，要私教吗？吴凡这边才开始热身，便有教练走了过来询问道。不用，谢谢。吴凡拒绝道。吴凡之前也听说这健身房的私教圈子很乱，有些人也就是经过几天的培训就能够当私教了，能力和素质就不用说了。总之这个圈子鱼龙混杂，没有人教，自己盲目的练，不但不能练成想要的效果，而且还会容易伤了身体。虽然吴凡已经拒绝，但是那教练并没有立即离开，反而还是在劝说吴凡。他说的话倒是有几分道理，不过吴凡并没有被说动，依然是拒绝。那教练又劝说了一会，见吴凡一直不为所动，这才悻悻的离开。吴凡对于专业的锻炼的确是没有研究过，不过他现在智力提高之后，学习能力很强，只要看看周围人的锻炼，他很容易就学会了，根本就没有必要请私教。半天的时间，吴凡都在健身房内挥汗如雨的，一直到傍晚的时候，他才冲了一个澡离开。回到自己的住处，吴凡换了一身衣服，这才前往江州大学的校门口。对于柳岩的邀请，吴凡可没有忘记。吴凡到的时候，柳岩已经到了，正站在校门口，亭亭玉立，如同仙子一般，周围路过的同学会下意识地看上两眼。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吴凡上前道。实际上，吴凡来的并不晚，不过显然柳岩来的更早。柳岩看了看吴凡，说道：“走吧。”柳岩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这个时候，吴凡见识到了美女的特权。之前他想要在这里打辆车的时候，等了半天都没有等到，但是柳岩伸手一拦，没有多久就有车子停下，而且周围的人居然没有什么人上来和柳岩抢，可能是不想在美女面前失了面子吧。我们这是要去哪？车上，吴凡瞥了一眼，通过后视镜偷偷打量柳岩的司机，问柳岩道：“凯乐门？”柳岩的声音依旧清朗。凯乐门？吴凡一惊，自己和这地方这么有缘吗？柳岩点头，见个人，吃顿饭，这么简单。吴凡觉得这件事应该没有那么简单才对，不然的话，以柳岩的性子，应该是不会喊上自己的。柳岩再次点头，到时候你只管吃饭就行，其他的事情不用管。好，吴凡应道。凯乐门主厨的手艺虽然比他略差，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而且菜品丰富，能够白吃一顿，吴凡也不会拒绝。不过在心里，吴凡总觉得这件事应该不会那么简单才是。车子很快就到了凯乐门前，在那司机依依不舍的目光中，柳岩和吴凡下了车。欢迎光临。门口两边的美女迎宾，吴凡还有印象。请问两位有预定吗？有值班服务员上前问道。有，兰香厅。柳岩道。请跟我来。那服务员引着两人前往2楼的包间。路上，吴凡居然看到了黄经理，而黄经理也看到了吴凡，眼皮子不自觉地跳了2下，不过并没有说什么。来者是客，虽然心里对吴凡一肚子意见，但是吴凡来这里就是客人，他身为经理也没有赶走客人的道理。黄经理好啊。吴凡倒是笑着打招呼。吴先生您好。黄经理看了看吴凡旁边的柳岩，眼里闪过一丝惊艳。吴先生的身边倒是一直有美女相伴。这黄经理既是在夸柳岩漂亮，又是在暗示柳岩自己不是第一次看到吴凡带着美女来这里了。实际上黄经理是认识耿亚飞的，更是知道吴凡和耿亚飞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之所以这么说，也只是想要暗搓搓坑吴凡一下。柳岩看了看吴凡，继续往前走，并没有要理会黄经理的意思，让黄经理一阵尴尬。而柳岩的目光让吴凡心里一阵发毛，他刚刚的眼光是什么意思？吴凡心里想到。不过柳岩显然是没有要给吴凡解释的意思。吴凡只得跟在柳岩的身后走向包间。妍儿，你来了，快进来。包间门打开，吴凡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是他。
跟在柳岩身后进入包间的吴凡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这个满脸笑容等着柳岩的人，正是昨天晚上厨艺比试的第3位评委，也就是那位王少嘴里的孔少。吴凡倒是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快就又见到了对方，而且还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位孔少对于吴凡似乎也有印象，见到吴凡跟着柳岩一起进来的时候，还微微愣了一下。岩儿，这位是？孔少问道。昨天晚上虽然也有人在这位孔少的面前喊过吴凡的名字，但是当时情况下，孔少并没有将吴凡放在心上，在他的心里，吴凡就只是一个厨艺好一些的体育老师而已，没有资格让他记住名字，所以他此时并不知道吴凡的名字。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似乎有些低估这位老师了，居然能够跟着柳岩一起来，显然不是一般人，或者说两人的关系不一般。孔少更愿意相信是前者。吴凡，我朋友。柳岩说道。吴凡倒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柳岩的朋友了。你好。吴凡礼节性的伸出手道。你好。孔少虽然伸手和吴凡握了握，但是脸上并没有多少礼貌的意思，反而是微微皱眉，更没有介绍自己的名字。这显然是一个很失礼的行为，或者说这位孔少压根就没有将吴凡放在眼里。他叫孔海林。一边的柳岩突然开口道，显然这是在说给吴凡听。孔少见柳岩这么为吴凡着想，心里更是不快，不过脸上倒是没有表现出来，反而是多了一丝笑意。岩儿，快过来坐，这次刚好来江州，就来看看你，怎么样？最近还好吗？孔海林只忙着招呼柳岩，再次无视了吴凡。吴凡也不在意，反正之前柳岩已经和他说过了，他今天来只管吃饭就行，其他的都不用管。吴凡，你坐我旁边来。柳岩没有回答孔海林的话，反而是看向了吴凡。原来吴凡本来想着谨记柳岩的话，只管吃饭，不管其他，便打算随便坐一个位置，离那2位远点，当一个工具人就可以了。却是没有想到，这边刚坐下，那边柳岩的话就来了。哦，好。吴凡也没有拒绝，反正坐哪里都是吃，无所谓。孔海林看着坐在柳岩旁边的吴凡，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脸上还是努力维持着笑容。服务员很快就上菜了，满满的一大桌子，不要说这包间内就只有他们3个人了，就算是再多3个，也绝对吃不完。妍儿，来尝尝，这里菜的味道虽然比帝都冥府的菜味道差点，但也不错。孔海林说道。随后他看了看吴凡说道，当然和你旁边的那位厨子比起来，这里的主厨水平还是要差点。本来柳岩是不想理孔海林的，只想随便的吃点，应付过去今天的这场饭局就可以了，但是孔海林的话却是让他有了一些兴趣。厨子？吴凡是厨师？看到柳岩看过来的目光，吴凡笑了笑说道，我之前的确是学过一点厨艺。然而能够让孔海林这么说，柳岩相信吴凡绝对不是只学过一点厨艺而已。吴先生之前是在哪个饭店当厨师的？孔海林笑着说道，有没有兴趣来我家里？我家最近刚好准备换厨师，你放心，看在妍儿的面子上，待遇绝对不会差。吴凡心里暗道一声果然。之前他就觉得这顿饭局不会那么简单，现在算是看出一些苗头了。柳岩刚刚介绍自己的时候，都已经说自己是他朋友了，先不论这个朋友是真是假，柳岩既然都已经这么说了，这位孔少现在居然还这么好心的邀请自己，这就有些问题了。果然，柳岩在听了孔海林的话之后，脸色也难看了一些，问道，孔海林，你什么意思？我完全是好心啊。孔海林一脸无辜道，我这不也是想要帮帮你朋友吗？至少工资待遇肯定比在这里要好，他的事情不用你操心。柳岩冷声道。说着，柳岩居然帮吴凡夹了一道菜，放在吴凡面前的碟子里，说道，尝尝这个，味道不错。吴凡和孔海林两人的眼皮几乎同时跳了几下。谢谢。吴凡挤出一丝笑容道，心里却已经在后悔，自己之前就不该答应来吃这顿饭。想想也是，平时对于异性的搭讪从来都是冷眼相待的柳岩，今天居然主动邀请自己一起吃饭，这里面肯定不简单。现在看来，自己可能是要成挡箭牌了。妍儿，你这是什么意思？一直努力维持自己形象的孔海林，这个时候似乎也维持不住了，脸色阴沉如墨。对于柳岩，孔海林再熟悉不过，什么时候见到他对异性如此殷勤了？恐怕帝都那些人宁愿相信太阳会从西边升起，也不会愿意相信柳岩会有如此殷勤的一面。可是这一切就发生在眼前，孔海林不信也得信。没什么意思。柳岩淡淡的回了一句，随后柔声对吴凡说道，慢点吃，要不要喝点汤？从始至终，柳岩的目光都一直在吴凡的身上，那眼中的柔情，吴凡心里大喊吃不消。一个高贵清冷的女子突然表现出一副痴情女子的形象，这样的反差让人难以置信的同时，又有着别样的诱惑，让人目眩神迷。当然，在吴凡享受这样柔情目光的同时，则是孔海林那仿佛要择人而逝的眼神。妍儿，你应该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孔海林对柳岩说道，你怎么能和别的男人这样？我为什么不能？柳岩依旧是看都不看孔海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和别人无关。可是你父母也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孔海林说道，他们肯定不会愿意看到你在这种小地方找这么一个男人的。我说了，这是我的事情，和别人无关。柳岩终于是看向了孔海林，绝美的脸上布满了冰霜。哪怕是我的父母也不行，那你也不能找这么一个男人啊。孔海林说道，本来我不想说话，当一个工具人就行的。吴凡这个时候忍不住开口了，不过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这样的男人怎么了？比你少胳膊还是少腿？还是说我长了3只手2个头？
哼，你也不照镜子看看你自己，一个癞蛤蟆而已，居然妄想吃天鹅肉。孔海林道：我发现你们这些有钱人都喜欢自以为是。孔海林的话让吴凡想起了昨天晚上李斌，两人同样都是有钱人，同样都目中无人。你除了有2个比我有钱的父母外，还有什么？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像捏虫子一样捏死你。孔海林道：孔海林，如果你敢对他用你那些下三滥的手段，别怪我不客气。柳岩怒视孔海林道，随后站起来对吴凡说道：我们走。这就走了？菜都还没吃呢。吴凡有些可惜道。下午半天的锻炼，吴凡可是又累又饿的，本来还以为晚上可以多吃点的，结果这才吃了几口就要走了。不过看到柳岩的表情，吴凡也知道这饭是吃不下去了。吴凡，孔海林对吴凡说道：我劝你还是有点自知之明，你和妍儿是2个世界的人，如果你有什么不切实际的想法，最后倒霉的人是你。多谢提醒。吴凡拱拱手笑道：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有自知之明。哼！孔海林冷哼一声，嘴犟没用，这个世界是以实力说话的，而你在我们这些人面前犹如蝼蚁一般。吴凡挑了挑眉说道：有时候蚂蚁也是可以啃死大象的。说完之后，吴凡转身和柳岩一起出了包间，留下一脸阴霾的孔海林站在原地，直到吴凡2人的身影完全的消失，孔海林这才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喂，王少吗？我想让你帮我查一个人。吴凡，就是昨天晚上和凯乐门主厨比试的那个体育老师，我要他所有的资料。孔海林道。挂了电话之后，孔海林自语道：我看上的女人也敢抢。吴凡，我会让你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昨天见到吴凡的时候，孔海林对于吴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甚至还因为吴凡的手艺夸了吴凡2句，倒是没有想到2人会这么快再次见面，而且关系一下子到了这个地步。不过哪怕是如此，孔海林也还是没有将吴凡放在心上，就像他说的，吴凡和他们是2个世界的人，自己想要弄死他不是什么难事。另一边，吴凡心里也在想着刚刚的事情，心里嘀咕道：没有想到这个孔海林居然还是一个高手。在吴凡意识到自己成为了挡箭牌，可能要和孔海林结仇的时候，他就偷偷对孔海林使用了一个鉴定术。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既然2人有可能成为仇人，这自然是要提前多知道对方的一些信息更好一些。不过获得的信息却是让吴凡微微有些意外。姓名孔海林，华夏国地都人，26岁，习得黑影拳法，为人高傲，做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获得的信息虽然比之前的柳岩要多一些，但是相比于其他人来说还是要少了不少的。这说明孔海林的实力和此时的吴凡差不多，甚至是比此时的吴凡还要强一些。而在这些信息里，有一条引起了吴凡的兴趣，习的黑影拳法。这还是吴凡在现实中第一次看到有关功夫拳法的介绍。本来吴凡以为这种东西自己只会在另一个游戏时空中才能见到，却是没有想到在现实里居然也能够看到。这说明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其实并不是自己之前所想的那样简单，也许那些小说中所描述的功夫现实中存在也说不定。怪不得那孔海林说自己和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估计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而他们所处的层面是普通人所接触不到的。吴凡心里想着，又看向了自己前面的柳岩儿。记得自己之前对柳岩儿使用鉴定术的时候获得的消息很有限，这说明对方的实力比自己强，当时自己怎么都想不通。现在看来，柳岩儿应该是和孔海林一样的情况，身上或许也习得什么武艺，所以自己探查不到他的详细信息。不知道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前的自己或许一辈子都不可能接触到，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吴凡心里想着，能够传送到另一个世界，能够通过升级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吴凡就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或者现在的他还很弱小，甚至连孔海林都未必能够打得过。不过吴凡相信，只要给他一点时间，他要超越孔海林甚至是柳岩儿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吴凡此时心里并没有太大的压力。等等，就在吴凡跟着柳岩儿走到餐厅门口的时候，一道让吴凡感觉有些熟悉的声音叫住了2人。2人转身看到身后之人，吴凡微微有些惊讶，因为喊住他们的人正是昨天晚上和他比试的刘大厨。吴先生，我有话要和你说。刘大厨对吴凡说道。柳岩看了看吴凡，说道：我去外面等你。因为不是孔海林，所以柳岩倒是没有什么担心。好，吴凡说道。什么？你要拜我为师？吴凡一脸惊讶地看着眼前的刘大厨。吴凡没有想到刘大厨喊住自己，居然是想要拜自己为师。不错，刘大厨一脸认真地说道。你厨艺比我好，我昨天说的心服口服，我想要拜你为师，学习厨艺。刘大厨说得很认真，看样子就知道不是在说假话。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吴凡指了指自己问道。刘大厨很实诚地摇摇头。做烧烤的。吴凡说道。你现在已经是凯乐门的主厨了，和我学什么？学做烧烤吗？学完之后也不会对你现在的工作有多大帮助。吴凡说的倒是真的，刘大厨已经是凯乐门的主厨，凯乐门又已经是江州最好的餐厅之一，就算是刘大厨的厨艺有所提高，他的职位也不会有什么提高了。你是做烧烤的？刘大厨一脸惊讶地看着吴凡，他显然没有想到吴凡是干这个。不错，那我也要拜你为师。刘大厨还挺执着的。
我拜你为师，是想要提高自己的厨艺，和工作没有多大关系。刘大厨在厨艺方面的追求是很高的，他想要提高自己的厨艺，只是单纯的喜欢厨艺，和工作没有多大关系，所以他对于拜吴凡为师的想法还是很坚定的。我不收徒，也没时间。吴凡说道。说完之后，吴凡就离开了。这不是吴凡故意不想教刘大厨，而是他真的没有多少时间。他现在很多精力都放在另一个时空中，现实中他马上就要有启动资金了，也准备要开始创业了，哪里有时间去教徒弟？你在哪里摆摊？我想去看看。刘大厨对吴凡喊道。江州大学前面那条街。吴凡头也不回地说道。刘大厨没有再阻拦吴凡离开，只是眼色却是更加坚定。上车吧。餐厅外的柳岩正好也叫到了车，看到吴凡出来，也没有询问吴凡和刘大厨聊了什么，直接喊他上车。车上，吴凡不出意外的又看到司机在通过后视镜在偷偷的看柳岩，虽然和之前不是同一个司机，不过做法倒是一样。晚上的事情，对不起。在吴凡感慨柳岩魅力的时候，柳岩清冷的声音响起，只是这声音里带了几分歉意。我带你来，的确是有做挡箭牌的意思。柳岩继续说道，想要让孔海林知难而退，没有想到他是这种反应，那只是说明你对他对男人根本就不了解。吴凡说道。显然孔海林想要追求柳岩，而柳岩则是拉了吴凡来做挡箭牌，想要让孔海林知道自己有男朋友，而主动放弃却是没有想过会出现之前那种情况。其实刚刚那种情况在吴凡看来很正常，如果柳岩拉一个身份地位都和孔海林差不多，甚至还要高一些的人来做挡箭牌，或许还有些效果，但是拉了自己却是不同，以孔海林的身份以及那股傲气，肯定是会瞧不起自己，不将自己放在心上的。甚至当他看到柳岩居然拉一个身份地位和他差那么大的人的时候，就已经在怀疑吴凡的身份，可能根本就不相信吴凡是柳岩的男友。所以吴凡才会说柳岩不了解孔海林，不了解男人，是我考虑不周。柳岩并没有反驳吴凡的话，事实也证明吴凡的话是对的。行了，其实也没什么。吴凡笑了笑说道，这件事对我也没什么影响，反正我和那位孔少也没有什么接触，以后还能不能见到面都是两说，唯一不好的就是晚上没吃饱，待会回去还得做点吃的。吴凡这话有安慰柳岩的成分，当然更多的是他的确不认为自己以后和那位孔少会有什么接触，那位孔少就算是有身份有实力，和自己干系也不大。如果吴凡知道在他和柳岩才刚刚离开包间不久，孔海林就打电话找人调查他的话，他就不会这么想了。我请你去吃饭。柳岩说道。虽然吴凡没有怪他，但是柳岩心里多少有些内疚，而且本来说好请吴凡吃饭的，结果饭也没吃上。不用了，我回去后随便做点对付一下就行了。吴凡说道。车子很快就到了江州大学的门口，两人都下车。行了，你回学校吧，我也要回住处了。吴凡对柳岩道。柳岩并没有回学校，反而是开口问道，你住哪里？就在前面，不远，走路几分钟就到。吴凡指了指学校不远处的一个小区说道，我想去看看。柳岩道。柳岩的话让吴凡愣住了，他没有想到柳岩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这是什么意思？这大晚上的，一个美女主动要求去一个男的住处，哪怕是吴凡和柳岩不算太熟，这都让吴凡心里有些乱想了。不方便。柳岩秀眉一挑说道。方便？哪有什么不方便？吴凡说道。只是这么晚了，你去我那里是不是？走吧。柳岩直接示意吴凡前面带路。拥有不俗身手的柳岩并不怕自己会在吴凡的面前吃什么亏，所以吴凡心里担心的事情他自己并不担心，而且他本人也不会在意别人怎么看他。见柳岩执意要去，吴凡也就不再说什么，人家女孩子都不在意，自己在意什么？两人并肩走在路上，倒是吸引了不少同学的注视。这里毕竟是江州大学的校门口，柳岩在江州大学又拥有那么大的名气，会引起注意也属正常。柳岩对此丝毫不在意，脸色如常。至于吴凡，除了一开始微微有些尴尬外，之后倒也表现正常，甚至在心里还隐隐的有些暗爽。虽然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和柳岩并没有什么，并不是周围那些同学们所想的那样。进来吧，这里就是我住的地方。几分钟之后，吴凡带着柳岩回到了他的住处。柳岩没有丝毫犹豫地走了进来，神色如常地打量房内的环境，和之前的叶菲菲完全不同。这里有3个房间，其实我租的就只有其中一间，还有一间也有人住了，住的人也是江州大学的，另外一个房间则是空着。吴凡给柳岩介绍道。本来吴凡想要让柳岩在大厅内坐着就行，就不带她去自己房间了，毕竟他的房间太小，而且还摆满了东西，实在不适合给别人参观。不过当吴凡准备回自己房间的时候，柳岩却是直接跟着，并没有要留在大厅里的意思，显然是想要看看吴凡的房间。我的房间有点小，有点乱。吴凡打开房门，微微有些尴尬地说道。你是做烧烤的？柳岩看到吴凡房间内的烧烤架，说道。吴凡说道，就在你们学校前面的那条街上，也才做了1个月左右。柳岩点点头，那个街他知道，只是之前一直没有去。他知道那里有很多小饭店，还有很多卖小饰品的地摊，客人也大多数都是周围学校的学生，东西多而且便宜。也许以后该去转转。去大厅吧，这里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吴凡对柳岩说道，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刚刚在餐厅内，不仅是吴凡没有吃，柳岩也没吃几口，所以两人现在基本都是空腹状态。听到吴凡说弄吃的，柳岩眼睛似乎亮了2分。孔海林说：“你的手艺比凯乐门的主厨还要好。”是好那么一点。对于这点，吴凡并不否认，也没有必要谦虚。所以啊，你今天有口福了，哈哈。柳岩也笑了出来，很少露出笑容的她，倒是让吴凡没有想到，她的笑容会那么暖，那么美，一瞬间居然有些看呆。柳岩罕见的脸红了一些，脸上的笑容也收敛了起来。吴凡这才反应过来，咳嗽了2声，连忙出了房间，前往厨房，在里面捣鼓起来。柳岩在吴凡走后，居然深深的出了一口气，似乎刚刚她也很紧张一样，好一会才恢复正常，离开了吴凡的房间，坐在大厅内的餐桌旁边的椅子上等着吴凡。坐在椅子上，柳岩突然发现门口的鞋架上居然有一双女士长靴，刚刚进门的时候居然没有注意到。看到这些靴子，柳岩脸色虽未变，眼睛却是闪烁了2下。菜来了。没有多久，吴凡就端着菜肴上来，家里不缺食材，这么一会时间，他就捣鼓出了2菜1汤。快尝尝，看到味道如何？吴凡在柳岩的对面坐下，柳岩也不客气，吃了一口糖醋里脊，眼睛亮了2分。本来抿着嘴慢慢咀嚼的他，咀嚼的速度似乎都快了2。怎样？吴凡问道。不错。柳岩吃完这一口，才赞扬道，比我之前吃过的绝大多数菜的味道都要好。吴凡早就从柳岩的言谈举止里猜到，柳岩绝对不是出自一般家庭，而今天和孔海林的见面也更加验证了这一点，所以对于柳岩说吃过比自己做的味道还要好的菜，并没有任何怀疑。既然还合你胃口，就多吃点。吴凡说道。说着，他自己也吃了起来。柳岩也继续的吃了起来，不过没吃几口，他便看似随意的问道：“你这里另一个租客是女的？你怎么知道？”吴凡有些疑惑的看向柳岩道：“的确是个女的，是我房东家的亲戚，家也是帝都的，来江州上大学，家里不放心，让住在亲戚这里。不过她并不想住在校外，所以平时基本都不会回来，我也落得清静。这么大房子还是我一个人住，说起来我倒是赚大了，哈哈。”听到吴凡这么说，柳岩眼角温和了许多，之后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问道：“是那天你送去报道的那位？”吴凡送叶菲菲报道的时候，的确是遇到过柳岩的。对，就是她。吴凡说道：“我房东有事，托我帮忙送一下。你倒是挺好心。”柳岩道。吴凡并没有发觉柳岩语气上的异常，他笑着说道：“就是随手帮忙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大事。”柳岩放下碗筷，说道：“饱了，走了。”说完便起身准备离开，动作干净利落。这才没吃几口就饱了，要不再多吃点？吴凡连忙说道。柳岩并不说话，径直往外走。我送你。吴凡跟着他来到门口道。不用。这次柳岩倒是开口了，不过声音又恢复了之前的清冷，拒绝得很干脆。吴凡想想，柳岩的身手比现在的自己还要好，似乎的确是没有必要相送。于是他站在门口说了声路上小心点，随后便关上门回去继续吃饭了。楼下的柳岩见身后果真没有半个人影，脸上似有一丝恼意，低声道：“笨蛋，女生的胃口还真是小。”回到饭桌上的吴凡还在感慨柳岩的胃口，就吃那么几口，居然就饱了，算了，不吃都便宜我了。最后2菜1汤，除了柳岩吃了几口外，其余的都进了吴凡的肚子。吴凡发现自从能够传送之后，他的胃口似乎比之前大了不少，外人看到他那么能吃的话，估计一个饭桶的称号是跑不了了。收拾完碗筷，又洗漱了一下，距离12点还有些时间，吴凡便躺在床上继续上次查有关木材的资料。吴凡已经决定，这现实中创业的启动资金就由这木材来提供了。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让自己不被骗，多多了解行业信息还是很有必要的。除了实地打听之外，上网搜查也是很有必要的。现在网络那么发达，网上的信息很多，只要用心去找，还是能够找到很多对他有用的信息的。12点刚过，吴凡就通过那么特殊的戒指传送到了游戏世界中。此时的吴凡还在那个森林内，昨天一天的时间他都是在不断的深入。不过因为要去县衙报道，所以吴凡现在没有太多的时间在这森林内继续逗留，想要将这个不知道多大的森林给探查完毕，只能是等以后找机会了。吴凡开始反身往回走，这森林越往里走就越密，里面的树木也就越高大，遮天蔽日，杂草众多，想要在里面辨别方向是很难的。吴凡手中也没有指南针，幸好昨天进来的时候他留了一个心思，在沿途的树干上做了标记，这才让自己不至于迷路。因为今天要急着出去，待会还要去伐木，所以吴凡在沿途看到有野兽的时候，没有像昨天那样击杀，都是能避则避，实在避不开才会进行战斗。不过吴凡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那就是村庄前头的树林里有被魔气感染的野兽，那些野兽也就变成了更加凶残嗜杀的魔兽。但是在这个后山的森林内，他看到的却都是野兽，连一只魔兽都没有。虽然这些野兽对于普通人而言也很危险，但是却是要比魔兽温和多了。难道这里是什么洞天福地不成？吴凡一边走一边笑着自语道。实际上他这话自然是开玩笑的，吴凡估计村庄前头的那个森林才是给玩家升级用的，所以那里有野兽也有魔兽，那个森林面积不小，也足够玩家前期升级所用了。而这里本来应该是荒废的，是村庄的私有财产，所以就没有安排有魔兽在这里。当然这些都是吴凡的猜测。啪！在吴凡忙着赶路的时候，他的脑袋上突然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他转身一看，发现一只浑身雪白的动物
站在树枝上，朝着他吱呀吱呀的叫着，手里还有不知名的野果。这动物长得像猫，又像狐狸，浑身的毛发比雪还白，没有一丝杂质。在吴凡看向他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害怕的躲开，反而是一副笑嘻嘻的模样看着吴凡。随后，手中的野果又朝着吴凡抛了过来。显然，刚刚那个砸中吴凡的东西，就是这小家伙扔的。小家伙，赶紧走开！吴凡对小家伙说道：“幸好我今天有事，不然的话，你就要和你邻居们一样，死在我的剑下了。”吴凡说着，便想要躲过那个野果。然而，那个野果的速度看似不快，但是当吴凡要躲避的时候，才发现那野果的速度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他居然没有能够躲掉，那野果再次砸在了他的脑袋上。对此，吴凡微微有些诧异，倒也没有放在心上。被野果砸中，虽然有些疼，但是却并没有造成太大伤害。那小家伙看到吴凡又被砸中，两只后腿站在树枝上，两只前腿竖立起来，轻轻地拍打胸脯，脸上更是露出人性化的笑容，而且这笑容比之前夸张多了。显然，这是小家伙在嘲笑吴凡。吴凡见状，弯腰从地上捡起一个野果，也朝着那小东西扔了过去。谁知道那小家伙虽然在嘲笑吴凡，但是反应却是不慢，动作也是相当敏捷，轻轻一跳，并跳到了另一截树枝上，然后继续朝着吴凡大笑。你个小家伙，动作还挺快的。没有砸中，吴凡也不在意，他就是想要警告那小家伙，将其驱走就可以了。吴凡今天因为要伐木，是真的不想杀野怪，更何况这小家伙还在树枝上，吴凡又没有远程攻击技能，根本就奈何不了对方。警告完那小家伙之后，吴凡转身便离开了。本来吴凡以为那小家伙被警告之后应该会离开了，却是没有想到他才刚走了2步，脑袋上又被砸了一下。不用说，始作俑者依然是那个小家伙。果然，吴凡转身一看，那小家伙已经不在之前的那棵树上了，转而到了距离吴凡最近的一棵树上，依然是笑嘻嘻的看着吴凡，气得吴凡再次从地上捡起一枚野果，朝着对方扔了过去。结果依然是没有砸中。吴凡气急，却也没有办法，只能是转身继续离开，不去理会那小家伙。不过那小家伙似乎是和吴凡杠上了，吴凡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而且他还不是简单的跟着，而是一直用野果在攻击吴凡。说攻击可能有些不准确，因为野果并没有多大的杀伤力，说是调戏可能要更加准确一些。吴凡都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找到那么多野果的，又是藏在哪里，那么小小的身子怎么藏得了那么多野果？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吴凡转身，一脸无可奈何的看着那小家伙问道。吴凡现在是真没有什么办法了，赶也赶不走，打又打不到，他的速度还没有对方快，就算是他使出全力去跑，也逃不过对方的追击。吴凡现在更像是一块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小家伙看到吴凡又停下，还看向了他，他又站立起来，两只前腿像是鼓掌一样的动作着，脸上满是人性化的笑容，那样子就好像是在玩着什么有趣的游戏而很开心一样。别玩我了行不行？吴凡也不管对方能不能听懂，出言请求道。那小家伙似乎听懂了，歪着脑袋看着吴凡，随后又是一颗野果朝着吴凡砸来，意思很明显，不行。吴凡无奈，只能是转身就跑。果然，小家伙并没有放过他，野果犹如雨点一般的朝着他砸来，每次都能够砸中他。野果的杀伤力虽然不大，但是被那么多野果砸中也是很疼的。吴凡发现自己身上很多地方都有些发红了。然而，吴凡现在除了逃跑，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那小家伙动作很敏捷，想要抓住他，在这种环境下是不可能的。至于吓唬，吴凡已经用过了，也没用了，所以吴凡只能逃。总算是出来了。森林的出口处，吴凡喘着粗气，心有余悸地说道：“昨天走了差不多1天的路程，他今天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就走完了，或者说是跑完了，因为他这一路是跑回来的，而且还是很狼狈的跑回来的。那个像猫又像狐狸的小家伙一直紧追着他不放，不断的用野果砸他，对他来说，那似乎是很好玩的游戏一样。有本事你再追啊！”吴凡转头看着站在森林边缘的一棵树上的小家伙说道。没有了树木，吴凡相信，如果他敢再追出来，自己一定能有办法抓住他。小家伙站在树杈处，歪着脑袋看着吴凡，好一会才转身跳上另外一棵树，朝着森林深处而去。这调皮的小家伙终于走了。看到小家伙离开，吴凡的心里也松了一口气。如果他真追出来的话，以他的灵活性和聪明，自己想要抓住他也并不容易。刚刚倒是忘了对他用个鉴定术，看看他到底是什么动物了。吴凡一边往回走着，一边想着。从森林里回来之后，吴凡直接就去了杂货铺，买了伐木用的斧头，随后便前往村长家。你要伐木？老村长知道吴凡的来意之后说道。吴凡说道，您之前可是说过的，只要我承包了整座后山，后山上的那些鱼、动物等等一切都属于我的私人财产的，这里面应该也包括后山的那些树吧？这是吴凡很关心的地方，毕竟不管是那些珍贵的木材，还是山洞内的金属墙壁，都是属于后山的一部分。说倒是说过，老村长摩擦着下巴说道，就是没有想到你会去砍那些树。在老村长看来，后山上河流里的鱼、森林里的野兽、草药等等都要比那些树木要值钱。他还以为吴凡会去捕获那些野兽或者鱼去卖，倒是没有想到吴凡第一个打主意的居然是那些普通的树。难道说那些树的价值比那些野兽、草药的价值还要高？实际上，老村长以及村里的人对于后山并不是很了解。老村长是第一个来这个村庄的，那个时候后山就已经存在了，后山的森林也已经那么茂盛了。这些年因为村里的人员稀少，
村前头的农田和树林已经足够他们利用，并没有人想过要去开垦后山上的资源，那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没有必要。所以老村长还真不知道后山的森林里到底有哪些树木。当然，就算是知道了，老村长也未必会动什么心思。说过就行。老村长再次的承诺，让吴凡放了心。我来找您是想问一下，哪里可以学习伐木术？虽然不会伐木术，吴凡也一样能够去伐木，但是效率肯定是要比会伐木术的情况下差上很多。就好像种地，他不会种植树，也一样可以种植，但是效率会很慢，而且种植出来的效果也不会有种植术加持下那么高。伐木术，我就会啊。老村长淡淡的说道。真的？吴凡一脸惊讶和怀疑的看着老村长。这老村长之前已经传授过他种植术和养殖术了，难道他对于伐木术也有研究？你那是什么眼神？老村长对于吴凡怀疑的眼神很不满。我不但会伐木术，我还会酿酒术、垂钓术等等，我的能力又岂是你一个小辈所能够想到的？你还会这么多？吴凡怀疑的眼神变成了惊喜。可不可以教我？虽然老村长会的都是生活技能，但是这些生活技能对于吴凡来说也是很有用的，而这个有用不仅仅是体现在游戏时空中，还表现在现实世界里，每一项生活技能都能够让现实中的吴凡变得更加全能。教你？可以啊。老村长说道。真的？太好了。吴凡高兴道。可是我为什么要教你？老村长的话让吴凡脸上欣喜的笑容顿时就僵硬住了。是啊，为什么要教自己？吴凡一时间居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村长爷爷，您看啊。吴凡想了想，这才说道，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您也不想自己的手艺都失传吧？总得找一个人传承下去吧。您看看这村里还有比我更合适的徒弟人选吗？的确是没有了，这个村庄里就只有吴凡一个玩家而已。而且我这不是要代表咱们村去服兵役了吗？吴凡接着说道，出去之后我就是咱们村的代表，我多会一样本事就多一份能力，也不至于丢咱们村的脸，您说是不是？说的倒是有点道理。老村长再次摩擦着下巴道，你小子出去之后代表就是我们村所有人的脸面，可不能丢人。对啊。吴凡马上说道，所以我多会一些本事，在外面多露脸，不也是为咱们村争光吗？老村长想了想说道，是这个理，行吧，那我就教教你，记住，出去之后可别丢我们村的脸。知道，知道。吴凡连忙应道。接着吴凡的耳边就响起了一连串的机械式的提示音。恭喜你获得木匠宗师赵大明的传授，学会伐木术，并且伐木术等级升至高级。恭喜你获得木匠宗师赵大明的传授，学会家具打造术，并且家具打造术等级升至高级。恭喜你获得酿酒宗师赵大明的传授，学会了酿酒术，并且酿酒术等级升至高级。恭喜你获得垂钓宗师赵大明的传授。一连串的提示音炸得吴凡脑袋嗡嗡作响，眼冒金星，不过他的脸上却是一副狂喜的表情。宗师，宗师，全部都是宗师级。吴凡没有想到，眼前这个看着普通甚至还有点猥琐的老村长居然有那么多的宗师级的身份。要知道，一般人想要将一项技能修炼至宗师级都是千难万难的，到了大师级都已经广受尊重了。然而眼前的这位老村长不但是宗师级的人物，而且还拥有多项宗师级技能，这个事情如果传出去绝对会造成巨大的轰动。要是老村长知道自己在吴凡心里的印象居然是有点猥琐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后悔传授吴凡这些技能。得益于老村长宗师级的技能等级，吴凡所学的技能全部都直接升至了高级，这减少了吴凡大量的练习时间。开开心心的从老村长家离开之后，吴凡便再次前往后山，来到森林边找了一棵紫檀木，取出斧头观察了一番紫檀木，随后便挥舞斧头开始砍伐。伐木同样也是一个技术活，会伐木技能的熟悉树木的纹理，这会让伐木变得更加轻松，伐木的速度更快。此时的吴凡已经拥有了高级伐木术，砍起木头来自然不会太费力。啪！就在吴凡一心伐木的时候，他的脑袋上再次被砸了一下，这熟悉的痛感让吴凡有种不祥的预感。果然，当吴凡抬头去看的时候，发现之前那个离开的小家伙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再次的出现，就在距离他不远的一棵树上，笑嘻嘻的看着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吴凡站直身子看着他说道，小家伙，你到底想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吴凡想现在就离开这里，免得受到这小家伙的戏耍。不过他的木头还没有砍完，事情还没有做完，不好就此离开。雪云猫，一种极为罕见的生物，敏捷高，智商高。吴凡通过鉴定术终于是知道那小家伙到底是什么生物。雪云猫倒是和他的样子挺贴切，吴凡自语道，不过获得的信息倒是不多。小家伙歪着脑袋看着吴凡，随后似乎又想要用果子砸吴凡。停停！吴凡见此连忙说道，你是不是想找人陪你玩？等我做完事陪你玩，怎么样？鉴定术上说这雪云猫的智商很高，而且之前似乎也一直都能够听懂吴凡的话，所以吴凡试着和他商量。不商量也不行啊，赶不走打不到，只能是协商了。小家伙似乎真的听懂了吴凡的话，稍微犹豫了一下，爪子里的果子放进了嘴里，吧唧吧唧的嚼着，而不是扔向吴凡。见此，吴凡心里也是松了一口气，看来协议是初步达成了。吴凡弯腰继续砍树，小家伙也没有继续攻击吴凡，而是坐在树杈上，一边吃着野果，一边看着吴凡砍树。吴凡有高级伐木术，本身的属性加上装备的属性，一共有15点力量，可以说力气极大，
所以对于他来说，砍树并不是一件太费力的事情。当然，砍完树木之后，还要对树木进行简单的处理，去掉上面的树叶以及细小无用的树枝。之后，吴凡将已经分段的紫檀木收进了背包之中。这些紫檀木的重量虽然不轻，但是却是和药铲一样，在背包里只是占一个空格而已。这背包还是真是方便，尤其是运送这种重物。吴凡感慨道。因为是第一次交易，吴凡只打算稍微卖一点，探探路，同时拿到创业的启动资金而已，所以吴凡并没有砍伐太多。小家伙，你还在啊？吴凡收起斧头，看向小家伙道。刚刚吴凡伐木的过程中，小家伙全程都在，不过比之前老实多了，也没有用野果砸吴凡，倒是让吴凡对于小家伙印象好了不少。看到吴凡似乎忙完了，小家伙不知道从哪里又掏出一个野果，准备砸吴凡。等等等等！吴凡连忙摆手道：“我们不玩这个，我们玩其他的，这个不好玩。”小家伙看着吴凡，脸上有些疑惑：“我们玩捉迷藏吧？”吴凡道：“这雪云猫既然智商高，相信玩这种游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地球上的猫猫很多都能够和主人玩捉迷藏的游戏，不过雪云猫显然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小小的脸上大大的疑惑。就是我躲起来，你来找我，我躲的时候你不能看，明白吗？你找到我之后就换作你来躲，我来找你，你躲的时候我也不会偷看。”吴凡对雪云猫说道。小家伙的脸上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好，我先来，我要躲了，你把眼睛闭上。吴凡说道。小家伙听话的闭上了眼睛。吴凡连忙往森林里走，寻找合适的躲藏地方。森林内杂草茂盛，想要寻找一个能够藏身的地方并不难。吴凡并没有想过要食言离开，这森林里的树木很多，他以后可能要经常来伐木。小家伙智商那么高，自己这次欺骗了他的话，他可能会记仇，以后自己想要在这里安静的伐木，恐怕就不可能了。所以吴凡打算利用剩余的时间陪小家伙玩玩。吴凡躲好之后，小家伙便去寻找，他的动作相当的灵活，在树木之间不断的跳跃，没有丝毫的障碍。吴凡虽然藏得严实，但是很快就被小家伙给找到了。之后换作雪云猫去躲，吴凡去找，一人一兽在森林内玩得不亦乐乎。吴凡发现，不管他藏得多好，小家伙都能够很快的找到他，而他想要找到小家伙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不过就算是这样，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的雪云猫依然是显得很开心。小家伙，我要走了。眼看着天色渐暗，吴凡离开的时间也要到了，他不得不和小家伙告别。小家伙一脸不舍地看着吴凡，他刚刚玩得很开心，他也发现这比用野果扔吴凡有意思多了，正玩得起兴呢，吴凡却是要离开了，他自然不舍。有机会再陪你玩。吴凡说完，他的身影就从原地消失了。雪云猫静静地看着吴凡消失的地方，脸上有些疑惑，之后又从树枝上跳下来，在吴凡消失的地方转了几圈，似乎是想要将吴凡给找出来。然而这么做显然是不会成功的，最后他只能是放弃，又跳到树上，朝着森林里去了。此时的吴凡却是已经回到了现实中，看了看自己背包里的紫檀木，这才躺下继续休息。早！江州大学的操场上，吴凡再次看到了柳岩儿，习惯性的打了招呼。早！柳岩儿回复也是一个字，而且他根本就没有丝毫要停下来的意思，怎么感觉语气比之前还要清冷一些？吴凡嘀咕道。本来吴凡觉得，因为昨天的事情，自己和柳岩儿之间的关系怎么也要比之前稍微亲近一些，却是没有想到柳岩儿依旧如此清冷，甚至语气还要更冷漠一些。有些摸不着头脑的吴凡也不好追上去问，只要依旧像以往一样继续热身锻炼。柳岩儿看到吴凡丝毫没有追上来的意思，脸上的表情似乎更冰冷了一些。整个锻炼过程中，吴凡和柳岩儿再也没有其他交流。从江州大学离开之后，吴凡没有直接前往木材市场，而是打车去了郊外，随后找了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下车，等司机走后，他才从背包中取出已经经过简单处理的木材。之后吴凡打电话给一家货车租赁公司，说是自己有一批木材需要运送，请他们来运送一下，等有钱了还是自己租一个仓库吧。吴凡收起电话，看着周围荒无人烟的环境自语道，吴凡以后肯定还会卖木材，还有蔬菜水果等等，没有仓库显然会很不方便。货车来得很快，并没有让吴凡等多久，随后吴凡就跟随货车师傅一起前往木材市场。等到了木材市场的时候，吴凡才发现昨天见的那位美女赵亚楠已经在店里等着了。吴先生，您来了。看到吴凡从车上下来，赵亚楠连忙迎了上来，不过目光却是在货车的车厢上打量。赵老板，木材我给运过来了，您安排人鉴定一下吧。吴凡对赵亚楠说道。好。赵亚楠的心思本来就在木材上，听到吴凡这么说也不客套，连忙让身后的一个中年人上货车的车厢内去检查木材的真假以及品质。因为紫檀木价格贵又受欢迎，所以市场上从来都不缺少假货，因此在谈交易之前，这鉴定是肯定要做的。吴先生，请进来喝杯茶。赵亚楠对吴凡说道。吴凡点点头，这鉴定还需要些时间，也不能在这里干站着。吴先生这次是运了多少过来？赵亚楠一边给吴凡倒茶，一边随意的说道。不太清楚。吴凡说道。运来之前我没有称重，实际上这紫檀木虽然在别人看来很贵重，哪怕是相差几十公斤，那也是不少钱，但是因为那个小山村的后山的森林里有不少，所以吴凡倒是并没有斤斤计较的意思。听了吴凡的话，赵亚楠不知道吴凡这是做事大大咧咧，还是根本就没有将这点紫檀木放在心上。如果是前者还没什么，他并没有坑吴凡的意思，如果是后者的话，
他觉得自己很有必要和吴凡打好关系，连紫檀木都不放在心上，这显然不是一般人。赵亚楠找来的人在鉴定木材品质方面显然很有经验。吴凡这边一杯茶还没有喝完，对方就已经鉴定完毕。老板，车上的确都是紫檀木，而且品质极佳，密度高，手感好，属于上品。那中年人说道。随后他还感慨了一句，我已经好久没有在市场上见过这么好品质的紫檀木了。赵亚楠心里微微一惊，没有想到这中年人对于吴凡送来的木材评价这么高。要知道，为了防止被骗，赵亚楠找来的可是在这一行非常有经验、见识非常广的大师来帮他做鉴定的。对方平日里见过的珍贵木材不知凡几，却是没有想到对方这次评价会如此之高。看来吴凡送来的的确都是极品木材，这让赵亚楠在微微激动的同时又有些担心。本来赵亚楠认为吴凡哪怕运来的木材真的是紫檀木，品质也不会太高，毕竟紫檀木难见，极品紫檀木更是少之又少。吴凡这样一看就是刚入行的新人，肯定是弄不到。不过就算不是极品，只要是紫檀木，赵亚楠就要。然而现在的结果却是出乎赵亚楠的预计，吴凡送来的不但是真品，而且还是极品。能有极品紫檀木，那自然是再好不过，这种木材加工出来的家具、工艺品等根本就不愁卖。不过因为是极品，赵亚楠也担忧自己的报价不会令吴凡感到满意，到手的生意又黄了。送走了那位鉴定大师，赵亚楠斟酌了一番，这才开口对吴凡说道：黄先生果然厉害，居然能够弄到极品紫檀木，这种品质的木材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弄到的。赵老板谬赞了。吴凡谦虚道：我也就是运气好而已，算不得什么本事。吴凡这倒是实话，他当时可没有想到自己承包的后山中居然隐藏着这么大的宝藏，不仅有紫檀木，而且品质还那么好，的确是运气好，和本事没有什么关系。同时吴凡对于赵亚楠的印象更好了一些，在吴凡看来，赵亚楠完全可以让那鉴定师单独将鉴定的结果告诉他，而不让自己知道，到时候在品质上蒙骗自己一番。当然蒙骗肯定是不会成功的，鉴定术和高级伐木技能让他对于树木信息的了解不会比那些所谓的鉴定师们差，甚至是要比他们更好。不过赵亚楠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本事啊，所以能够让鉴定师当众说出鉴定结果，吴凡觉得赵亚楠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这种人值得信任。其实赵亚楠没有让鉴定师单独将鉴定结果告诉他，他认为贩卖紫檀木这种珍贵的树木，吴凡肯定是在送来之前就已经找人鉴定过了，自己刻意隐瞒没有必要，还会惹得吴凡不高兴，这也算是错有错着了。赵亚楠听吴凡的话之后，只当吴凡是在谦虚，能够弄到紫檀木，在这一行里本来就是实力的象征，而且还是这种极品紫檀木，那绝对不是运气好就能够做到的。我想要购买吴先生手中的紫檀木，不知道吴先生想以一个什么价格出售？赵亚楠问道。既然已经确定吴凡手中紫檀木是真的，而且自己现在又的确是需要一批紫檀木，所以赵亚楠便想要购买吴凡手中的这批紫檀木。不知赵老板想要以什么价格购买？吴凡自己没有报价，而是将皮球推给了赵亚楠。赵亚楠斟酌了一番，说道：吴先生的这批紫檀木属于上品，价格上我也不能出得太低，你看每吨140万元如何？听到赵亚楠报出的价格，哪怕是之前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吴凡的心还是猛地跳动了几下。每吨140万元，单位可是万元而不是元。说句不嫌丢人的话，吴凡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呢，更何况这还只是1吨的价格。而吴凡虽然没有对自己送来的紫檀木进行称重，但是他估计几吨的重量还是有的，那可就是数百万甚至是上千万元。自己一下子就从贫农变成了千万富翁了，就因为卖了几个木头。吴凡现在有种不真实的感觉，一切都恍惚在梦中。见吴凡半天不说话，赵亚楠以为吴凡对这个价格不满意，便开口道：吴先生是不是对价格不满意？这只是我的报价，如果吴先生不满意的话，可以提出您的报价，我们可以进一步协商。赵亚楠能够这么说，说明他的确是很想要这批木材的了，也做好了提价让步的准备。不是，吴凡没有想到自己愣神的表现让赵亚楠有些误会了。我出150万。一个突兀的声音出现在两人的耳朵里，两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个中年人从店外跨步而入，显然刚刚那句话就是他说的。我每吨出150万，购买这位先生手中的紫檀木。那中年人进来之后说道。吴凡不认识这个中年人，还在猜测着对方的身份，而赵亚楠看到这个中年人之后，脸色却是变了，本来面对吴凡时的笑容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则是一脸的冷漠。刘老板，这里不欢迎你，请你出去。赵亚楠下逐客令道。赵老板，我们好的也是邻居，不用这么冷漠，绝情吧。中年人笑呵呵地说道。而且我和你爸还认识了很多年，是多年的好友，你这个做晚辈的怎么能如此无礼呢？好友？你也配？中年人的话让赵亚楠的脸上更加阴沉，秀气的眉毛都皱到了一起。我爸这辈子最眼瞎的事情就是认了你这个朋友。侄女，这么说就过分了吧？中年人脸上的笑容也收敛了许多。你爸自己做生意不行，决策失误，那是他的问题，与我何干？你做的那些龌龊事，别以为我们不知道。赵亚楠说道。姓刘的，你迟早要遭报应的。侄女啊，你现在也是一个主事人了，说话做事还这么意气用事，那是不行的。中年男子说道。而且我估摸着你这个店面恐怕也撑不了多久了吧，不如就转手卖给我，看在我和你爸认识多年的份上，我会给你一个不错的价格的。你休想！赵亚楠怒道。
中年人不再理会赵亚楠，而是看向吴凡说道：“这位先生，我刚刚的报价您满意吗？如果您同意，那么我们现在就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位刘老板说话的时候自信满满，他相信吴凡不会拒绝他的报价，毕竟他的价格可是比赵亚楠的要高，谁还能和钱过不去？我已经和赵老板谈好了，这批紫檀木卖给他。吴凡说道：“你们还只是口头上的协商，又没有完成交易。”刘老板说道：“这种协商随时可以作废，我的报价比他的高，卖给我，您不吃亏。”吴先生，我们昨天可是说好的。赵亚楠急道：“而且价格方面，我们也可以再商量。”昨天说好的。刘老板笑道：“侄女，你当这里还是学校呢？这是商场，这种口头协议没有任何约束性，你就不要那么天真了。这位先生，只要您答应将木材卖给我，保证出的价格比他高。”刘老板很自信，自己肯定可以从赵亚楠的手里抢下这笔生意，虽然他付出的代价会大一些，但是他有把握通过其他方式将这些钱给赚回来了。而且哪怕是会亏损一些，刘老板也不在乎，只要能够抢走赵亚楠的这笔生意，就算是亏损一些也是值得的。然而吴凡接下来的话却是让这位刘老板脸上自信的笑容瞬间就僵硬住了。“不好意思，不管你出什么价格，我都不会将木材卖给你。”吴凡淡淡的说道。“为什么？”刘老板愣住了，他没有想到会是这种结果。难道这个世界上有人不喜欢钱，还有人会和钱过不去？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姓刘的老板，给我一种奸商的感觉。”吴凡说道。然而不管是刘老板还是赵亚楠都觉得吴凡是在胡扯，谁做生意还看对方姓什么？不都是以价格为标准吗？你可能不知道，这位赵老板手里并没有现金。刘老板不死心道：“你将木材卖给他，你拿不到现金，至于等多久，那就很难说了，也许永远也拿不到了。”吴凡疑惑地看向赵亚楠，他之前还真不知道这个情况。看到吴凡的目光，赵亚楠有些尴尬：“我的确是没有办法给现金，不过吴先生您放心，货款我一定在2个月内交齐，我们可以立合同。2个月？那自己千万富翁的梦想不是暂时实现不了了，自己还要去做烧烤。2个月？呵呵。”刘老板笑道：“2个月后，你这个店存不存在还是一个问题呢。只要有我在，这个店就不会垮。”赵亚楠坚定地说道。“你一个刚进商场的小毛孩而已，能有多大本事？”刘老板说道。“到底该卖给谁？”吴凡心里犹豫了。虽然说他昨天和赵亚楠达成了口头协议，但是就像这位刘老板说的，那只是口头协议，并没有任何的约束力，自己完全可以反悔。卖给这位刘老板，吴凡心里不是很愿意，尤其是看到对方一副盛气凌人、欺负人、吃定自己的样子，吴凡心里就不爽。“你认为你出高价，我就一定会卖给你？我偏不。吴先生，请您一定相信我，将这批木材卖给我。”赵亚楠一脸恳求地看着吴凡说道，态度比之前放的还要低。“吴先生，您可想好了？”刘老板似提醒似警告地说道：“你将木材卖给我，不但可以卖一个高价，而且还能拿到现金。如果将木材卖给他，你可能血本无归。这里面的区别，我想吴老板一定能够明白。”“我当然明白。”吴凡说道。“不过我决定的事情就不会轻易改变，所以这批木材我卖给赵老板。”“谢谢，谢谢。”赵亚楠一脸感激地说道。“哼！”刘老板见生意基本已经不可能达成，看向吴凡的眼神也没有之前那么热情了，冷了脸说道：“我不得不提醒你，你可能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定。”“那我也无所谓。”吴凡随意地说道，“只是一点紫檀木而已，我还不放在心上，亏了就亏了。”吴凡这么说也的确是他心里所想，在游戏世界的那片森林里，可是还有不少紫檀木以及其他一些珍贵木材呢。就算是这批紫檀木真的如同刘老板所说拿不到货款，吴凡其实也没有什么损失，反正这些东西他得来也没有花费太大代价。这也是吴凡敢将木材卖给赵亚楠的原因，不在意这点损失的情况下，吴凡自然是心里怎么高兴怎么来，而不是去计较得失。然而吴凡的话在赵亚楠和刘老板的耳朵里就有点吹牛的感觉了，紫檀木可不是普通木材，就吴凡运来的那些可是价值近千万呢，哪怕是那些大老板们也不敢说不将这点钱放在心上。不过赵亚楠可不会说吴凡什么，而刘老板脸上则是毫不掩饰的鄙视，认为吴凡是在吹牛。吴凡也看出来两人的不相信，不过他并没有解释，也不好解释。难道说自己手下珍贵木材资源多的是，眼下的这点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只是用来试水的而已？希望吴先生在2个月后拿不到货款的时候还能表现得如此轻松。刘老板说道。这就不麻烦刘老板关心了。吴凡说道。眼见生意不成，刘老板也就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留在这里只会让自己受气而已。不过在要离开的时候，刘老板显然还是有些不死心，或者说是有些疑惑。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不肯卖给我？我想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刘老板显然不相信吴凡刚刚的解释，生意人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姓就拒绝生意？他觉得赵亚楠可能是用了什么别的手段，比如美色。哪怕是刘老板也不得不承认，赵亚楠是难得一见的美女，吴凡又是一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会被迷惑住也是正常。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刘老板也认栽，不过却是会利用这一点狠狠地打击赵亚楠，毁坏他的名声。吴凡下意识地看了看赵亚楠，也不得不承认，刘老板怀疑自己是被赵亚楠美色迷住的，也是有道理的。赵亚楠的确是有这个本钱，不过吴凡显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倒是赵亚楠看到吴凡看他，脸色微红，脑袋也微微低下，心里却是在想着，难道吴凡真的是因为自己的美貌而答应和自己交易的？赵亚楠对于自己的外貌还是很自信的，从小到大她都是属于美女级别，没少听别人吹捧，也没少受到追求。对于吴凡断然拒绝刘老板的高价，说实话，赵亚楠虽然在心里感激吴凡，但是却也同样是在怀疑吴凡为什么要这么做，自己和吴凡并没有什么交情，吴凡为什么不选择价格更高，而且还能立即给现金的刘老板呢？难道真的是因为自己？赵亚楠不知道现在自己该是什么心情，是该骄傲呢，还是该恼怒？当然不是。在赵亚楠胡思乱想的时候，吴凡已经开口了，至于原因，我刚刚已经说了，我不喜欢和姓刘的老板做生意，这不是我胡诌的，而是我真实所想。当然了，还有一点，我不是很喜欢刘老板做事的方式。自从被游戏世界里杂货店的刘老板给骗了之后，吴凡就不喜欢和对方打交道。当然，他不会真的因为这一点就真的不和所有姓刘的老板做生意，那是脑子出问题了。吴凡之所以拒绝眼前的刘老板，是因为对方的做事方式和杂货店的老板差不多，这让吴凡不喜欢，对方还摆出一副吃定自己的样子，吴凡心里就更不爽了。如果是以前，哪怕是心里不爽，吴凡也只能是捏着鼻子和刘老板交易，毕竟他缺钱，谁还能和钱过不去？但是现在的吴凡显然不同了，想法也变了。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吴凡也可以先将这批木材卖给刘老板，先赚他一笔，随后自己再从那森林里再砍伐一些卖给赵亚楠就是。只是时间却是不允许了，吴凡在回游戏世界之后就要准备去县城报道了，这个可不能迟到，所以吴凡并没有多余的时间去伐木。哼！刘老板被吴凡的话气得脸色涨红，冷哼一声之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谢谢吴先生的信任，您放心，货款我一定会按时转给你。刘老板走后，赵亚楠再次对吴凡感谢道：“既然我选择和赵老板做生意，那我自然是相信赵老板的。”吴凡说道：“谢谢。”赵亚楠道：“吴先生的信任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赵亚楠的话说得真诚恳切。你和刚刚那位刘老板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吴凡问道。刚刚那位刘老板哪怕是出高价，都想要从赵亚楠的手中劫走这批紫檀木，再加上他对赵亚楠的态度，让吴凡觉得这里面应该是有些故事的。赵亚楠犹豫了一下，说道：“的确是有些过节，可能是吴凡刚刚的行为让赵亚楠觉得吴凡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所以倒是没有对他隐瞒。其实他和我父亲认识了很多年，两人之前的确是好朋友，至少我父亲一直将他当成好朋友。”赵亚楠说道：“这个店本来是我父亲的，隔壁的店面是他的，两人当初一起进入这一行，还都开有家具店。这几年我父亲的生意一直不温不火，他的生意倒是越做越好。不过他生意好起来之后，想的不是帮助我父亲，而是要吞并我父亲的店面，包括这里以及家具店，想要让他的店面扩大。”说到这里，赵亚楠的脸上满是气愤。我父亲不同意转让，他就想了一个阴招。赵亚楠继续说道：“他找一个客户介绍给我父亲，对方需要订购一批家具，他手中有订单，忙不过来就介绍给我父亲了。我父亲当时当然很高兴，谁知道他和那个客户联合起来，在合同上做到了手脚。签合同的时候，姓刘的也在一旁插科打诨。我父亲出于对他的信任，并没有仔细看那合同，结果上了当。一开始说的是用普通木材打造家具的，结果在合同内却是要求用紫檀木、楠木等珍贵木材打造，对方付了定金，如果违约需要赔付数千万元。我父亲事后知道这件事之后，气得一病不起，我这才接手。这段时间利用各种关系才购得一些木材原料，现在就差紫檀木了。当然，这段时间为了购买这些珍贵木材，店里资金早就已经都用光了，所以吴先生，您的货款只能等2个月。不过您放心，我们是绝对不会赖掉你的货款的。”原来是这样。通过赵亚楠的叙述，吴凡这才知道他们和那位姓刘的之间的恩怨，怪不得对方想要出高价从自己手中抢走这批紫檀木呢。像这种珍贵木材，不是想要就能够买到的，如果错过了自己这批，赵亚楠未必能够在短时间内再找到一批，到时候超过了合同时限，赵亚楠不但要赔付对方几千万的赔偿款，而且之前买的那些木材所打造的家具也会滞留在自己手里，损失更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就算是履行了合同，这次损失也是蛮大的。吴凡说道。对方支付定金的时候，肯定是按照普通木材打造家具所需要的定金来支付的，那必然不会太多，肯定是没有用珍贵木材打造家具所需要的定金多，之后的余款也是一样。而且赵亚楠为了履行这个合同，已经将他们店里的流动资金都投入了进去，之后就算是履行完合同，收到余款也不会太多，毕竟那是按照使用普通木材所制定的合同。不错。赵亚楠的脸色有些黯然，也有些愤怒。不过我们是不会让那个姓刘的得逞的，就算是最后撑不下去，也不会将店面转给他的。看得出来，赵亚楠对于那个刘老板非常的痛恨，不过这也完全可以理解，那个刘老板的做法换作是吴凡的话，也肯定和赵亚楠一样的态度。不过吴凡对于赵亚楠能不能在2个月之后按时的归还货款，多少有些担心，毕竟赵亚楠他们家现在的情况显然不是很好，随时有可能垮掉。想到这里，吴凡对赵亚楠说道：“我很同情你们家的遭遇，可以将木材卖给你们，不过我也要为自己考虑，留一条后路。这样吧，如果到时候你们不能按时的支付我的货款，就将店面抵押给我怎么样？当然，到时候我们可以请专业人士对店面的价值进行评估，按评估的价格进行交易，你看怎么样？”吴凡的提议让赵亚楠有些犹豫，看得出来他对于自己家的店面还是很有感情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将店面盘出去。甚至因为吴凡的这个提议，
赵亚楠有些怀疑吴凡是不是和刘老板一伙的，就是为了谋求自己家的店面。不过想想又觉得不可能，如果吴凡和刘老板是一伙的话，直接不将木材卖给自己就行了，自己想要在短时间内再找到一批紫檀木是非常不容易的，到时候合同会违约，这店面还是会转到刘老板的手中，吴凡没有必要多此一举。而且吴凡知道自己这边的真实情况之后，他想要留条后路也是很正常的，赵亚楠对此也表示理解。最重要的是，现在就只有吴凡的这批木材才能够救自己以及自己家店面的命，赵亚楠根本就没有其他的选择。好，我同意。赵亚楠对吴凡点头道。双方意见达成一致，接下来就是签订合同了。那批木材也已经完成了称重，一共 6.5 吨，每吨的价格还是按照140万元算，总共也就是910万元。签订完合同之后，吴凡还是有种不真实的感觉，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快就要成为千万富翁了，想想自己不久前还为了一份正式的工作而烦恼，现在却是有了这么大提高，一切都像是做梦一样。可惜想要拿到这笔钱还要等一段时间，而且这中间还可能有变数。吴凡心里想到。签完合同之后，赵亚楠对吴凡还是一再的表示感谢，虽然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不过就现在来说，吴凡的确帮了他，而且这帮助犹如雪中送炭一般珍贵，这让赵亚楠的心里对于吴凡是万分的感激，甚至是想着如果真的撑不下去了，将店面盘给吴凡也不是不能接受。千万富翁不还是要来买食材做串？吴凡心里吐槽道。在从木材市场离开之后，吴凡就去了菜市场买食材，因为赵亚楠的那笔货款要等2个月才能给，所以吴凡虽然现在似乎是有钱了，但是身上却没有多少现金，在拿到那笔钱之前，他还是要做烧烤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在吴凡逛菜场买食材的时候，孔海林和王子明2人正坐在某个包间内谈论着他。孔少，这是你要的资料。王子明将一叠资料推到孔海林的面前，孔海林随手拿起资料便看了起来，越看脸上不屑的表情也就越明显。一个做烧烤的，住出租房的，居然也想要后抢女人。孔海林将资料放回到桌子上，不屑地说道。在了解过吴凡的情况之后，孔海林很确定吴凡和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吴凡这种人在他的眼里不过是如同蝼蚁一般的存在，在以往他甚至都不会正眼瞧上一眼的。孔少，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王子明犹豫了一下说道。在将资料交给孔海林之前，王子明也是看过的，所以对于吴凡的情况也是了解的。而因为之前的那次厨艺比试，王子明不但对吴凡没有什么恶感，反而印象不错，所以并不想看到吴凡和孔海林结仇。那吴凡也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他能和柳小姐有什么交集？柳小姐能看上他？这里面怕是有误会吧？王子明说道。王子明倒不是瞧不起吴凡，但是他们这个圈子的人，不管是恋爱还是婚姻，那讲究的都是门当户对。吴凡和柳岩2人之间身份差距太大，王子明不觉得柳岩会和吴凡之间有什么关系。不管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就冲他昨天对我的态度，我就不能轻饶他。孔海林道。吴凡昨天对他的态度，在孔海林看来，那就是对他的不尊重，对他的蔑视就必须要受到惩罚。在看完吴凡的资料之后，孔海林心里的想法和王子明是差不多的，同样是觉得吴凡和柳岩之间不可能存在什么亲密关系，实在是2人之间的身份差距太大了。王子明想了想说道，要收拾吴凡不难，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如果柳小姐知道了这件事的话，怕是会不高兴，哪怕是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吴凡毕竟是柳小姐带来的，这要是收拾了吴凡，就是不给柳小姐面子。王子明的话让孔海林心里有些犹豫，的确，打狗还要看主人呢，自己真要是收拾了吴凡，就是在打柳岩的脸，的确很有可能会惹得柳岩不开心。那就这么算了。孔海林不甘心道，要不我和吴凡见一面。王子明也看出孔海林的不甘心，说不定孔海林还想要对吴凡动手，我让他以后离柳小姐远一点，并且让他给孔少道歉，怎样？行，我就给你这个面子。孔海林说道。虽然这在孔海林看来还是便宜了吴凡，但是王子明的面子还是要给的，而且柳岩那边也要照顾到，这的确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了。孔少大气。王子明笑道，来喝酒，祝孔少早日抱得美人归。妍儿可不是那么好追的。孔海林的脸上也终于是出现了笑容，在帝都多少人追他，他连看都不看一眼，不过我相信他最后一定是我的，那是自然，孔少和柳小姐天生一对，最后必定能够终成眷属。王子明说道。哈哈，不错。孔海林笑得更开心了。孔海林对于王子明的印象似乎更好了一些。实际上2人之前并不熟悉，孔海林因为要来江州看柳岩，王子明也是别人介绍给他的，在当地多一个熟人总是好事，做事也方便一些。而王子明也很会来事，这让孔海林对王子明的印象不错，想着2人以后也许可以多联系联系。王子明一直在尽心地陪着孔海林，认识孔海林对于王子明甚至是他背后的家族来说都是一个机会，他也的确很珍惜这个机会。然而孔海林不知道的是，在接触一些时间之后，王子明的心里对于孔海林其实并没有多好的印象。当然王子明不是那种不懂事的愣头青，不会因为自己的个人喜好而放弃孔海林这条线，相反他将孔海林照顾得很周到，对于孔海林交代下来的事情办得也很认真到位。孔海林尽兴而归之后，王子明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再次拿起了被孔海林随意丢弃在桌子上的那份资料看了起来。实际上在将这份资料交给孔海林之前，王子明已经将这份资料看了好几遍，心里对于吴凡的情况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然而此时
他还是将这份资料拿了起来，再次看了起来。吴凡，有些意思。王子明自语道。孔海林之前看吴凡资料的时候，只是大概看了一下，看到他并没有什么特殊背景之后，也就没有再将吴凡放在心上。然而，王子明却是从这份资料里看出了些许让他感觉到疑惑的地方，这也是他忍不住多看了几次吴凡资料的原因。让王子明感觉到疑惑的地方主要有2点，一个是吴凡的厨艺是哪里来的，另外他为什么突然就当了江州大学的老师。吴凡之前的学习、工作经历，王子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顶多也就是觉得吴凡这个人似乎有些倒霉而已。然而，对于他的厨艺和老师的身份，王子明却是感觉到疑惑。吴凡一个人住，会自己做饭，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是那也仅仅是会做饭而已，很多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然后厨艺能够超过刘主厨的，整个江州都没有多少，吴凡就靠着自己摸索，就能在厨艺上超过刘主厨。王子明觉得有些不太可能。吴凡成为江州大学的体育老师，同样令人费解。吴凡毕业的学校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之后也从来都没有从事过和教育和体育有关的工作，怎么突然就成了江州大学这所全国知名学府的老师了？如果吴凡有耿亚飞和李斌那样的背景，这件事倒也可以接受。然后奇怪的地方就在于，吴凡并没有什么背景，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却是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就让人有些难以接受了。江州大学的老师是什么人都能当的？显然不是，哪怕是耿亚飞和李斌2人，除了家庭背景外，也是有着知名学校毕业的背景才能够在那里当老师的。而吴凡呢，什么都没有，难道他还有什么是我没有调查出来的？王子明心里想到。可是他的背景明明很简单，应该没有什么能力掩饰他自身情况才是，奇怪，还真是奇怪。王子明的心里对于吴凡有了很大的兴趣，而正好他也要见见吴凡，到时候正好可以聊聊。吴凡不知道孔海林想要收拾他，也不知道王子明对他有了很大兴趣，他依旧是在忙着烧烤的事情，也不知道2天没有去了，生意会不会有影响。吴凡带着自己依然显得简陋的设备，前往自己之前的那个摊位。老板来了，老板，你终于来了，太好了，我等了几天了，老板，你再不出现，我就要报警了。让吴凡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刚刚出现在摊位附近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人在等着了，看到他出现，更是显得异常激动。我的烧烤摊还有这样的铁粉，不错，不错。吴凡心里有些得意的想到。老板，你动作快点啊，我都等不及了。老板，你这2天怎么没来？我太想吃你做的烧烤了。老板，来2串五花肉，来1个猪蹄，2对鸡翅。明明我来先来的，我要2份鱿鱼，10串肉串。吴凡这边很快就被围了起来，虽然只有5、6个人，但是却是让吴凡有种被追星的感觉。当然，他也知道那些人追的是他做出来的烧烤。现在就这么疯狂了？要是你们吃了我用那游戏世界的食材做出来的东西，岂不是会更疯狂？每天不吃我做的东西，岂不是要睡不着？吴凡心里想到。都别急，等我将东西放好，一个一个来。吴凡说道。而旁边不远处的几个烧烤摊的老板都多少有些羡慕的看向吴凡，当然羡慕之中更多的则是嫉妒。虽然此时他们摊位前也有客人，但是像吴凡这种有铁杆粉丝提前等着的还真没有，毕竟他们的手艺和其他家都差不多，他们不来的话，客人们完全可以去吃其他家的，味道不会差太多。然而吴凡这里却是不同，这2天吴凡没来，他们却是看到每天都会有一些人来吴凡摊位附近转悠，等着吴凡出现，这样的情况怎能不让他们羡慕呢？而且吴凡刚刚一出现之后，这些摊位老板们气愤地发现，他们摊位前一些本来打算在他们那里吃的人，这个时候居然也转移了阵地，往吴凡的摊位而去了。这个年轻人真是过分，这不是在抢我们的生意，夺我们的财路吗？生意不是这么做的。有个烧烤摊的老板看着吴凡摊位前的人越来越多，愤愤不平地说道。就是他这样做，让我们以后还怎么做生意？全给他一个人抢走了。另一个老板也颇为气愤地说道。很多客人都因为吴凡的出现而离开他们这些烧烤摊，去吴凡的摊位了，所以这些老板们生意一下子就冷清了下来，摊位前基本没有什么客人了。那些客人们宁愿去吴凡的摊位前排队等着，都不愿意来他们这里吃更快的，这也让这些老板们清闲了下来，有时间聚在一起了。当然，这些烧烤摊的老板们可不喜欢这份清闲，他们想要像吴凡那样忙碌。对了，上次说的事情怎么样？人找到了吗？某个烧烤摊老板突然开口道。其他人稍微一愣，便明白了他话里的意思。找是找到了。另一个老板说道，也打过招呼了，就是这2天这个年轻人都没有来，还以为他不做了，所以也就没有让人过来，毕竟叫那些人过来一趟可是要花钱的。花些钱倒是小事，那些钱我们几家平分，一家也出不了多少。旁边的一个胖胖的老板说道，现在这样子不叫人是已经不行了，不然我们都做不下去了。我也同意，我赞成。几个烧烤摊的老板纷纷说道，所谓夺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吴凡将他们的生意都给抢走了，他们的心里对于吴凡是很痛恨的，自然是想要想办法将生意给再抢回来。通过正常的竞争似乎已经不行了，他们虽然没有尝过吴凡做的烧烤，但是看那些客人们宁愿去吴凡的摊位前排队，都不愿意来他们这里吃，这已经说明问题了。之前他们还觉得吴凡摊位前的人群里很多人是托，现在却是不这么想了，因为那些人里有很多人曾经是他们的客人，他们多少都是认识有印象的，结果现在全去吴凡那里了，所以他们想要将生意再给抢回来，就必须是想些其他办法，不能走正常途径了。
这边几个烧烤摊的老板在闲聊密谈，吴凡却是在那里忙得不亦乐乎，额头上已经出现了汗珠，哪怕是他的动作已经很快了，但是依然是有种忙不过来的感觉。这个时候他就更想要有帮手了，早知道就喊个人来帮忙呢。吴凡心里想着，再这样的话不请人是不行了，不然自己得累死。吴先生，需要帮忙吗？就在吴凡忙得有些焦头烂额的时候，一道熟悉的声音传进了他的耳朵里。他抬头一看，看到一个熟悉的让他感觉到意外的身影。刘主厨，你怎么了？吴凡惊讶地说道。这个突然出现在吴凡摊位前的熟人正是凯乐门的刘主厨。吴凡没有想到他会出现在自己的摊位前，要知道现在可是饭点，是凯乐门最忙的时候，刘主厨不在凯乐门的厨房内做菜，怎么有时间出现来闲逛了？不要叫我刘主厨了，我已经从凯乐门辞职了。刘主厨说道。吴先生可以喊我的名字，我叫刘一刀。刘一刀，这名字有个性。吴凡说道。不过你怎么从凯乐门辞职了？那里可已经是江州最好的餐厅之一了，离开了那里很难在江州找到一个比那里还要好的工作了。我说过我要拜您为师的。刘一刀说道。留在凯乐门就没有办法向您学习厨艺了。你来真的？吴凡惊讶道。之前刘一刀说要拜他为师，他还以为对方是在开玩笑呢，却是没有想到对方居然说的是真的，而且还特意从凯乐门辞职了。当然是真的。刘一刀说道。这你恐怕要失望了，我只是一个做烧烤的而已。吴凡说道。我没有失望。刘一刀摇头道。厨艺涉及很多，这烧烤也是其中之一，您的水平比我高，一定可以教我。吴凡没有想到这刘一刀还真是执着，为了学习厨艺居然能够从凯乐门辞职，而且态度也很恭敬。你要的想跟我学？吴凡说道。对。刘一刀肯定道。既然这样，就先给我打下手吧。吴凡说道。这也算是吴凡对刘一刀的一个考验，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就可以走人了，如果他愿意的话，收他当徒弟也不是不可以。吴凡拜了王大娘为师之后，学习到的厨艺知识可是相当丰富的，要知道那可是一个宗师级的存在，王大娘又将他的厨艺知识都传授给了吴凡，也就是说吴凡现在所拥有的厨艺理论知识可是宗师级的，他现在是高级厨师，只是因为他的实际操作经验还缺乏而已，只要经常做菜，甚至是做烧烤，都是能够提高厨艺经验的，厨艺等级都是能够不断提高的。其他人想要提升厨艺水平，还需要天赋和顿悟以及时机等等因素，而吴凡却不需要，他只要多做，获得经验就可以不断升级，这就是做玩家的好处。而吴凡的高级厨艺就已经超过刘一刀了，那么吴凡宗师级的理论知识教授刘一刀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身为玩家，吴凡也相信自己的厨艺水平提升速度会比刘一刀更快，所以哪怕是实际的烹饪水平，吴凡相信自己也一定可以一直领先于刘一刀的。也因此当刘一刀的师傅，吴凡完全有这样能力和水平。当然吴凡收刘一刀为徒，还有为自己将来的餐厅做打算的意思。在游戏世界里，他种植了大量的蔬菜、水果，以及饲养了不少的牲畜，有了那些东西，不去开餐厅，那真是可惜了。更何况吴凡自己还拥有不俗的厨艺呢，不去开餐厅当真是浪费。不过开餐厅的话，肯定是不能只有吴凡自己一个厨师，除非他只想小打小闹，而现在就培养厨师显然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刘一刀就是合适的人选。刘一刀本身就是凯乐门的主厨，水平是有的，再加上自己的教授，以后当自己餐厅的主厨一点问题都没有，自己也可以脱身去做其他的事情。行，没问题。对于吴凡的要求，刘一刀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脸上不但没有丝毫的不快，反而是一脸兴奋。吴凡对于他的反应很满意，从一个知名餐厅的主厨变成一个烧烤摊位上的下手，这身份差别太大，一般人还真不一定能够接受这样的落差。然而刘一刀并没有丝毫的抱怨，这就很难得了。刘一刀对于厨艺上的事情显然一点也不陌生，哪怕是烧烤方面也是一样了解，有了他的帮助，吴凡明显感觉到轻松很多，整个人也没有之前那么累了。有时候吴凡还会让刘一刀帮着烧烤一部分，同时还会给他讲解一些烧烤方面的东西，刘一刀听得都很认真，厨艺是相通的，烧烤和做主菜在很多方面都有共同之处，现在吴凡给他讲，刘一刀自然也学得认真。老板，他行不行啊？我们只吃你做的烧烤。就是啊，我们都是冲着老板你来的，你要是忙不过来，我们可以等等。对，我也这么认为。吴凡让刘一刀烧烤一部分，那些客人们可是有意见了，他们之所以来吴凡这里吃，宁愿排队也愿意等，可都是冲着吴凡的手艺的。现在吴凡让别人代烤，他们怕味道不如吴凡做的好吃，毕竟烧烤这东西食材和佐料都是差不多的，口味差别就在烧烤师傅的手艺上，其他人未必有吴凡做的好吃。你们放心，他做的绝对不差。吴凡笑道。他之前是在哪里工作吗？哪里？凯乐门，而且还是那里的主厨，他做出来的东西能差？凯乐门？不可能吧？就是凯乐门是什么地方？那里的主厨怎么可能会在这里做烧烤？我也不相信。围观的人虽然不一定都去过凯乐门，但是之前多少都是听说过那个地方的，毕竟那里是江州最有名的餐厅之一，而那里的主厨在众人想来身份和能力都是不低的，怎么可能在街边这种烧烤摊位上做烧烤？哼，吹牛也不怕闪着舌头，就是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真是骗小孩子呢。现在的年轻人啊，为了生意什么都做得出来，净搞这些噱头。不要说那些围着的客人了，就是周围那些烧烤摊的老板们，对于吴凡的话也是不信的，他们认为这是吴凡拉拢客人的一种手段而已，为的就是吸引更多的客人而已。言儿，你今天怎么想起来要逛这里？
平时我们喊你来，你都从来不来的。就是啊，我们平时和你说这里好吃好玩的有很多，你一点兴趣都没有，今天倒是主动要一起来。街市上，4个年轻的女孩子正一边走着一边聊着，其中1人正是柳岩，其他的3人则是她的舍友。4人都青春靓丽，走在街市上吸引了不少的目光，尤其是其中的柳岩，那更是犹如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一样，无时无刻的不在散发着自己的光芒，吸引行人的目光。晚上吃完饭之后，宿舍里有人提议去学校前面的街市上逛逛，他们并没有邀请柳岩一起，倒不是和柳岩关系不好，只是他们都知道柳岩对于这种地方不感兴趣，而且柳岩平时穿着的衣服虽然很多的牌子他们都不认识，但是却也能够知道那绝对不便宜，所以对于柳岩对于这种卖地摊货的地方不感兴趣，他们也都能够了解。只是今天的柳岩却是有些不同，在其他人提议去那里逛逛的时候，他居然主动开口要跟着一起去，这让他的舍友们心里都有些好奇，不知道柳岩今天为什么会愿意来，就是想要来看看。柳岩淡淡的说道：“我看不像吧？”旁边的一个舍友笑道：“我看你的目光从来了之后就一直像是在找什么，不像是随便逛逛，倒像是在找什么目标，这说明你来之前就已经想要看什么或者要买什么了。”柳岩看了对方一眼，淡淡的说道：“你看错了。”“是吗？也许吧。”对于柳岩清冷的性子，他的舍友们都已经习惯了，也不在意。他们都知道柳岩虽然性子清冷，但是本性并不坏。就在这个时候，3个舍友突然发现柳岩的眼睛看向某个方向，眼神明显亮了几分。“原来你是冲着这烧烤摊来的。”之前说话的那个舍友说道。“不过也难怪，这烧烤摊师傅的手艺的确很不错，在这一片算是最好的了，学校里不少人都喜欢吃他做的烧烤。就是前几天我们几个来这里玩的时候还在这里吃过，味道的确很不错。”另一个舍友也说道。“不过就是因为手艺太好了，他这里每次都有很多人想要吃他做的烧烤，就得排队，赶时间的人根本吃不了。”“他手艺的确不错。”柳岩说道，语气似乎比之前多了一些温度。柳岩所看的烧烤摊正是吴凡的烧烤摊。“你也吃过？”“那是肯定啊，不然的话妍儿会特意过来。”柳岩没有说话，不过心里却第一次有了想要吃这种路边摊的想法。吴凡很想给众人解释刘一刀之前的确是凯乐门的主厨，不过这并不好证明，这些人不管有没有去凯乐门吃过，但是绝对都没有见过刘一刀，这样一来，就算是他说刘一刀是，其他人也未必会相信。有些人啊，生意变好了之后就开始想着糊弄顾客了，忘记顾客是上帝了，就开始用学徒来代做。就是啊，说不定他的食材都有问题呢，为了赚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说不定他佐料里都有问题呢，不然的话味道怎么会那么好。普通的客人质疑刘一刀的身份，吴凡倒不在意，但是他没有想到隔壁那几个烧烤摊位的老板居然也不做生意了，过来凑热闹，而且说的话字字诛心。吴凡皱眉，几个老板却是在看他的笑话，因为他们知道谣言这种东西不管真假，只要有人说了，听到人的不管信不信，心里多少会有些疙瘩，那样就会影响到吴凡的生意和口碑。刘一刀尴尬而又充满歉意地看着吴凡，他觉得都是因为他才让吴凡遇到了麻烦，如果不是吴凡为了教自己的话，也不会有现在的事情。我之前的确就是凯乐门的主厨。刘一刀忍不住开口道。谁信啊，凯乐门的主厨能在这里卖烧烤，就算是再落魄也有其他餐厅抢着要吧。就是这话就是小孩子都不相信。那几个烧烤摊的老板说道。我能证明他的确就是凯乐门的主厨。这个时候一道有些清冷的声音在人群中响起，众人下意识地看了过去，是柳岩儿。真的是他，他也喜欢吃这个老板的烧烤。柳岩儿，我女神啊，她真漂亮。这就是柳岩儿，果然如同传闻的那样漂亮。刚刚出生的人的确就是柳岩儿，这里的顾客大多数都是周围学校的学生，其中自然就有江州大学的学生，而柳岩儿在江州大学内名气很高，所以她才一出现就被很多江州大学的学生给认出来了，甚至一些其他学校的学生之前也都是听过柳岩儿的大名。你怎么来了？吴凡有些惊讶地看着走近的柳岩儿道。今天这来的熟人有点多啊，居然连柳岩儿都来了。路过。柳岩儿淡淡地说道。才不是。柳岩儿的几个舍友暗暗地撇撇嘴，不过并没有揭穿柳岩儿，反而是都好奇了打量吴凡。柳岩儿的性子他们都很了解，平时对于身外之事看都不会看，更不要说去多管闲事了。而现在他居然主动出面帮这个烧烤摊的老板解围，这实在是和他平日里的行为有所不同。而听那老板刚刚说的话，难道他们之前认识？你说他是，他就是啊。不错，我怀疑你们就是一伙的，你和这老板合起伙来欺骗大众。小姑娘这么年轻漂亮，怎么这么不懂事呢？几个烧烤摊老板虽然也惊艳于柳岩的美貌，但是他们并不认识柳岩，而且看到柳岩居然为吴凡说话，帮他解围，这自然引起了几个老板心中的不快。管你漂亮不漂亮，为那个年轻人说话就是我们的敌人。我相信柳岩的话，我也相信女神说的话肯定是真的。对，柳岩是不会骗人的。让那个几个老板没有想到的是，周围围着的学生们都相信柳岩的话，他们不认识柳岩，也就不知道柳岩在江州大学有多受欢迎，有多大的号召力。就算他说的是真的，那也不能说明这烧烤摊上的佐料没有问题啊。就是这个做烧烤的老板不久前手艺都还很生疏，现在突然就变得那么好，这不值得怀疑吗？不错，我们这么说也是为了你们的健康着想。几个烧烤的老板显然是不乐意看到吴凡就此解除危机，便肆意的诋毁吴凡的佐料里
添加了不该添加的东西。他们的话的确是让有些人犹豫了，尤其是之前就在吴凡这里吃过的人，心里有着同样的疑惑。吴凡之前的手艺虽然还没有到不堪入目的程度，但是却绝对算不上太好，和现在更是不能比。一个人的厨艺通过不断的练习，的确是有可能的变好，但是像吴凡这种突然之间就提升那么多的，的确是不常见，或者说之前从来都没有见过。现在经这几个老板这么一说，有人心里的确是有些怀疑吴凡了。你说我加了，我就加了。吴凡看向那几个老板说道。难道不是？不然你怎么解释自己的烧烤水平突然提高那么多？因为我不像你们那么笨，因为我有这方面的天赋，不行吗？吴凡淡淡的说道。天赋这种东西本来就很玄乎，谁也解释不清。吴凡这么说，别人还真不好说什么。对，我师傅在厨艺方面的天赋，不是你们这些人能比的。刘一刀也为吴凡说话道。对于吴凡在厨艺方面的天赋，刘一刀是很佩服的。而对于这些想要陷害吴凡和他的人，刘一刀自然没有丝毫的好感。听到刘一刀对吴凡的称呼，柳岩微微有些惊讶的看了吴凡一眼。这凯乐门的主厨怎么在帮吴凡打下手？怎么又称呼吴凡为师傅的？你这都是瞎扯！就算是你有这方面的天赋，也不可能一下子提高那么多。有烧烤摊老板不服气的说道。一刀，你去这位老板的摊位上拿些调料过来。吴凡突然转头对刘一刀说道。你要干什么？我可不像你，我的佐料绝对没有问题，没有添加任何不该有的东西。那老板大声道。那这些给我可行？吴凡问道。那老板不知道吴凡要干什么，不过他的调料里的确是没有添加任何不该有的东西，也不怕吴凡污蔑他。好，我借给你，再弄一些食材回来。吴凡对刘一刀说道，然后他看向那个老板说道，你放心，这些东西我会付钱，就当是我买你的烧烤的。那老板不知道吴凡要干嘛，不过吴凡既然付钱，他也没有拒绝的道理，而且他也想要看看吴凡的脑子里到底是在打什么算盘。刘一刀很快就从那个老板的摊位上取了一些食材以及调料回来，吴凡顺手接过，然后就在自己的摊位上烧烤了起来。这个时候，一些聪明的人已经明白吴凡的意思了。你说我佐料有问题，那行，我用你的佐料，而且我还用你摊位上的食材，这样的话，你就不能说我食材有问题了吧？围观的客人们这个时候都来了兴趣，都没有离开，而是在等着吴凡的烧烤做好。他们也想要看看吴凡的手艺突然变好，是因为加了不该加的东西，还是因为他的强大天赋。几个烧烤摊的老板也明白了吴凡的意思，顿时脸色有些复杂。在心里，他们是不相信吴凡的手艺突然进步那么多的，他们更愿意相信吴凡的加了其他的东西，才使得他的东西味道变美。但是他们也怕意外出现，万一吴凡真的就是突然顿悟了呢？那岂不是要被打脸？只是现在吴凡已经开始做烧烤了，他们要是出面阻止的话，不就是显得心虚了？他肯定不可能是顿悟的，从来没有人的厨艺能够提升那么快，他肯定是在硬撑。对，一定是这样，他在炸我们，等着我们开口。烧烤摊的老板们心里想到。妍儿，你和这位老板认识？在吴凡专心烧烤的时候，柳岩的舍友终于忍不住心里的好奇，小声地问了柳岩，见过几次？柳岩淡淡道，眼睛却是依然在吴凡身上，未曾离开。他认真做事的样子怎么那么吸引人？只是见过几次？柳岩的舍友不相信。好吧。见柳岩不愿意说太多，他的舍友们也不好多问，只是心里对于柳岩和吴凡的关系却是有了不少猜测。吴凡并没有理会周围人的目光，而是在认真地做着烧烤。没有多久，一阵阵香味就从他面前的食物上飘扬出来，味道还是那么香。我就说老板是真有手艺吧。我忍不住了，这些烧烤我都买了，我也要。摊位前的客人们都被这烧烤飘出的香味所吸引，有的已经忍不住流口水了。几个烧烤摊的老板脸色变得更差了。好了，没多久，吴凡便将食物都烤好，他递给刘一刀说道，将这些东西分给大家，别忘了给那几位老板留一些。吴凡将东西递给刘一刀之后，对众人说道，这些东西就不收钱了，烦请各位当一次评委。我要，我也要，给我，我愿意当评委。很多客人都主动叫了起来，都想要刘一刀手中的烧烤。刘一刀很快就分完了手中的食物，当然最后几串按照吴凡的交代留给了几个烧烤摊的老板。那几个老板拿着手中的食物，心情那叫一个复杂，虽然还没有开始品尝，但是仅仅是这味道，这外观就已经超出他们很多了，他们心里都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太好吃了，这味道真是棒极了。我就说老板的佐料和食材都没有问题吧？那几个人真是可恶，自己做的烧烤没有这里的好吃，就来诋毁人家老板，真是小人。对，十足的小人，我以后永远也不会去他们的摊位上吃烧烤。我也是，我以后吃烧烤只在这里吃。幸运得到刘一刀分出去烧烤的人都对吴凡的手艺赞不绝口，这烧烤的味道和之前没有任何的不同。刚刚吴凡烧烤的过程可都是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完成的，用的也是别的老板的食材和佐料，这样一来也算是彻底的证明了吴凡的清白。至于那几个烧烤摊的老板，在心情复杂的情况下吃了吴凡的烧烤之后，就已经做鸟兽散回到自己摊位上了，因为他们已经知道结果了，也知道接下来其他的客人们对他们会有什么评价，还留在这里不是丢人吗？不过因为确定了吴凡有真本事之后，这些老板们在心里也更加的确定了想要利用其他手段将吴凡给逼走的想法。因为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同时也证实了刘一刀的身份，所以接下来吴凡让刘一刀帮自己忙，客人们都没有什么意见。
不过刘一刀的烧烤手艺比吴凡要差了一些，他本身实力就比吴凡弱，再加上之前又没有研究过烧烤，所以手艺差一些倒也是正常。不过和其他的烧烤摊的老板的手艺相比，刘一刀的水平还是要高一些的。而在意识到刘一刀和吴凡手艺之间的差距之后，众人对于吴凡的手艺更加佩服了。连凯乐门的主厨的手艺都比不上吴凡，可见吴凡手艺水平之高。这种水平的人还在这里做烧烤，可不是那么容易遇到的。也许人家什么时候就被某个大餐厅给挖走了，所以众人更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在这之前多来这里吃烧烤了。柳岩儿平时是不吃烧烤的，因为她觉得不卫生，不过今天却是破例了，吃了一些。当然，她以及她的舍友们吃的东西都是吴凡亲自烤出来的，味道上要比刘一刀做得更好一些。柳岩儿一行人并没有在这里待多久，很快就离开了，就好像他真的是路过的一样。实际上，柳岩儿的舍友们却是知道，绝对不是这样，因为柳岩儿在离开吴凡的摊位之后，就独自返回学校了，并没有和他们继续逛下去。你们说，我们的刘女神和那个烧烤摊老板是什么关系？柳岩儿走后，她的3个舍友开始八卦起来。八卦是女人的天性，更何况柳岩儿今天的举动还显得那么反常，自然是更加引起她的舍友们的好奇。应该是朋友吧，不然的话也不可能特意过来看看。普通朋友还是男女朋友？肯定是普通朋友啊。你觉得妍儿她会喜欢上一个做烧烤的？拜托，这是现实，不是童话世界。倒也是，两人差距太明显了，妍儿明显就是白富美，那烧烤老板虽然不是穷屌丝，但是肯定也比不上妍儿。不过就算是普通朋友，那也非常难得了，要是传出去，绝对会在学校里造成很大轰动了。整个学校内追妍儿的人不少，但是可从来都没有见她和谁说上2句，更不要说成为朋友了。那是肯定的。对了，刚刚在那个摊位前也有不少我们学校的学生，妍儿和那烧烤摊老板的事情不会传出去吧？应该不会吧，妍儿除了一开始的时候和他说了2句，之后又没有说过话。行了，我们别想那么多了，就算是传出去了，以妍儿的性子也不会在意的，我们瞎操什么心？也对，我们继续逛街吧。走吧。几个女孩子虽然猜测吴凡和柳妍儿之间的关系，但是都没有往男女朋友方面去想，毕竟两人的情况在他们的眼里差距太大，就是普通的朋友都已经有些不可思议了，更不要说男女朋友了，在他们看来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吴凡知道他们的猜测的话，可能会说他们猜错了，因为他和柳妍儿现在可能连朋友都算不上。但是柳妍儿如果知道他们的猜测，可能会是另一番看法，当然这个看法他不会说出来。吴凡晚上的生意依旧爆火，因为有了之前那番临场表演，客人们对他更加的信任，生意比之前要更好。幸好今天来了刘一刀，不然他得累死的。而因为有了刘一刀的帮忙，他轻松了不少。这个徒弟没有白收，至少能帮自己减轻压力。刘一刀的态度很好，虽然从头忙到尾，但是他一句抱怨也没有。要知道，在凯乐门的时候，他可是主厨，只做少部分的菜，大多数菜都是其他厨师做，哪里会像今天这么累？但是今天的他虽然忙得不断出汗，却没有丝毫抱怨，任劳任怨。吴凡对他很满意。师傅，我送你吧。收拾好东西之后，刘一刀对吴凡说道：“我开车来的。”吴凡能够在这里做烧烤，经济条件应该不会太好。虽然刘一刀的心里很疑惑，吴凡那么好的手艺，为什么会在这里摆摊做烧烤？不过他并没有问出来，而是提出送吴凡。不用了，我住的地方离这里不远，你先回去吧，这一晚上也挺累的。吴凡拒绝道。自己的徒弟都有车，自己居然没车，丢人啊！吴凡决定等有钱了，一定要买辆车，不是为了面子，而是出行会方便很多。我不累，当年刚学厨的时候比这个累多了。刘一刀说道。不管是现实世界还是游戏世界，普通人想要在某一行里出头，拥有强悍的能力，没有大量的付出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上来说，吴凡是非常的幸运的，因为他是一个玩家，提升技能能力相对要轻松不少，而且他的几项技能岂不就是高级，比其他人高多了。拒绝了刘一刀的相送，吴凡独自推着东西返回自己的住处。相比于买车，吴凡对于买房倒不是很急。一来，现在的房价太贵，尤其是江州这种的地方的房价，更是要3、4万一平，高的甚至有10万以上一平的。他现在还在创业初期，可没有太多的钱用在这方面。另外，他对于现在的住处也很满意，虽然这只是他租的房子，但是房东人好，房租便宜，周围环境还好。最重要的是，这么大的房子，现在也就他一个人住，他自然也就不急于买房了。收拾妥当之后，吴凡再次的穿越进了游戏世界。吴凡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后山森林边缘，他看了看身后，没有看到那个熟悉的小家伙，他松了一口气的同时，还微微有些失望。小家伙虽然挺调皮的，不过本性并不坏，和他玩耍了一段时间之后，吴凡现在倒是有些喜欢他了。从后山回来，吴凡就被老村长叫了过去。时间差不多了，你也该上路了，这里到县城有些距离，路上也不是很太平，所以他得早点出发。老村长说道。说完，老村长从旁边拿出一小堆东西递给吴凡，这是村里的大伙给你准备的，带着吧，有了他们你会安全很多，只要不是故意找死，别人想杀死你都难。任务未行，奖励先到。吴凡连忙接过，并且第一时间使用了鉴定术。明星锁子甲，黄金级，孙玉灵所锻造，属性防御加80，力量加30，体质加40，附带技能伤害吸收，主动技能伤害吸收，受到攻击时可以减轻50%的伤害，每小时可以使用1次，使用次数不可叠加。明星头盔，黄金级，孙玉灵所锻造，属性防御加60，力量加40，体质加30，智力加10。
素锦护腕，黄金级，吴春丽所缝纫，属性防御加40，力量加60，体质加20，智力加10。素锦长裤，黄金级，吴春丽所缝纫，属性防御加50，力量加50，体质加40，智力加10。干粮若干，王燕妮烹饪；药品若干，李广德炼制。亏大了！当吴凡看到这些装备的时候，一边激动的眼睛发红，一边心里大为后悔。很显然，这是村里的人知道了自己有了武器，有了长靴，有了上衣，所以这3样东西都没有给自己准备，而准备了其他的东西。这样一来，自己刚好就可以从上到下的武装起来。早知道这样的话，吴凡就应该在每次回村的时候将那3样东西都给收起来。这样的话，这次就可以多获得3件装备，而且还是3件黄金级装备。那可是黄金级装备啊，属性比白银级、青铜级高了不少。就这么白白损失了3件，吴凡自然大感后悔，也觉得自己无形之中损失巨大。在吴凡懊悔的时候，老村长拿出一块玉佩，递给吴凡道：“那些东西都是其他人给你准备的，你这次也算是代表我们村去服兵役。作为村长的我，也不能不表示。这玉佩你拿着，它是我早年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所得，这些年一直带在身边，现在交给你了。”吴凡欣喜地接过玉佩，又一件装备，白鹤玉佩，传奇级，属性幸运加10，魅力加10，致命一击率正10%，弱点攻击伤害正30%，技能熟练度增长速度正20%，装备掉落正20%，生活技能等级加1，注本身技能等级达到大师级，此属性不生效。传奇级，全是传奇级的装备！吴凡激动的浑身有些发抖，刚刚的懊悔情绪早就已经消散一空。他没有想到自己今天居然能够获得一件传奇级的装备，那可是仅次于神器的存在，整个大陆上都没有多少，现在自己居然获得了一个。更让吴凡激动的是，这个玉佩增加的属性居然全部都是隐藏属性。隐藏属性确实存在，但是却不显示在自己的属性面板上，而且普通的装备根本就没有办法增加任何的隐藏属性，所以这件事装备价值连城，也绝对对得起他传奇级的等级。村长就是村长，一出手果然非同凡响。之前对于这次被安排去服兵役还有些不满的吴凡，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个想法了。这次服兵役不管结果如何，他都已经赚大了。多谢村长，多谢村长！吴凡激动地对老村长说道。行了，你该出发了。老村长对吴凡说道，记得要好好表现，不要给我们村子丢脸。明白。吴凡大声说道。您放心，我一定不会给咱们村丢脸的。那就好。老村长满意道。吴凡转身就要离开，不过刚走2步却又停了下来，转身看向老村长，问道：村长爷爷，咱们村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名字我也没法报道啊。吴凡来到这里也有段时间，还真的不知道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现在才想起来问这个问题。名字啊？老村长在躺椅上微微的晃动身体，眼睛微眯，声音有些飘渺。咱们村叫隐者村。隐者村？吴凡微微咀嚼这个名字，总觉得这个名字不简单。不过他并没有细想，村名这种东西也不能说明什么，有的村子名字很随意，有的很霸气，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名字随意的村子里面的人就都不如名字霸气的村子。看着吴凡的身影越走越远，老村长的声音微微响起，我们村子已经好久没有人出去活动了，不知道外面的人是否还记得我们这些老骨头。姥姥，希望这小子不会让我们失望。姓名吴凡，等级3级，职业无，力量175，敏捷15，智力33，体质143，气血14300，魔力3300。装备白鹤玉佩，黑石长剑，明星头盔，明星锁子甲，金属衣，素锦护腕，素锦长裤，流云靴。技能鉴定术，变药术，炼药术，大师级，分解术，大师级。吴凡一边走一边查看自己的属性，和刚来这个世界的时候相比，此时他的属性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这些强悍的属性多半都是装备增加而来，他自身的等级还只有可怜的3级。装备属性增加那么多，升一级才各加一点属性，而且升级还那么难，那这升级还有什么意义呢？直接穿戴各种强力装备，哪怕是等级低也可以到处横行啊。看完自己的属性之后，吴凡的脑海里冒出了这样的疑惑。来这里已经有段时间了，吴凡虽然很少专心打怪，但是杀的怪物也有不少了，然而等级才升了2级，可见升级之难。而升级之后，各项属性点才的增加一点，比一件装备加的属性点差远了，随便一件白银级的装备增加的属性都赶上升个10几20级了，更不要说黄金装备以及更高等级的装备了。这样一来，升级就显得异常的鸡肋了。吴凡本来就不是很愿意打怪升级，那太单调无聊，现在有了这个发现之后，就更加没有多少动力去杀怪了。其实吴凡不知道的是，绝大多数黄金级以上的装备都有等级需求的，不像他现在获得的那些装备都没有等级要求，哪怕是他现在只有3级也可以穿戴的。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宗师级的人物所打造出来的装备基本上都是没有等级要求的，因为他们的能力强。不过如果是野外怪物掉落的装备，黄金级及其以上，那肯定是有等级要求的，不是什么等级都能穿的。而宗师级的人物，整个大陆又有多少？屈指可数。只不过吴凡很幸运的在新手村就遇到了好几个，而且还能够拜他们为师，用他们所打造的装备而已。还有杀怪会掉落很多无法打造的东西，以及那些动物的尸体可以分解卖钱等等。总之，虽然吴凡现在已经有了不错的装备，
但是杀怪升级还是很有必要的。只是这些事情他都还不是很清楚而已，因为他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刚刚走出新手村的菜鸟，很多东西都还不懂。去县城的路果然不太平，在离开了村子不久之后，吴凡就遇到了麻烦。小子，把身上的钱都交出来，不然的话，小心大爷手里的这柄斧头不认人。一个魁梧大汉手里拿着一把大斧，一脸凶神恶煞的拦住了吴凡的去路。遇到抢劫的强盗了。我没钱。吴凡摇头道。吴凡的确没钱，他打怪赚到的一点钱都买了种子和幼苗了，至今还欠老村长不少钱呢。他现在的都比脸干净，哪里有什么钱？没钱？那大汉显然不相信吴凡的话。既然你不主动交，那大爷我自己来取，顺便将你的小命也给取了。说着，大汉已经朝着吴凡冲来，脸上带着狰狞的笑容，手中的大斧已经朝着吴凡的脑袋劈了过来，带起一阵冷冽的罡风。黑石长剑一直被吴凡拿在手中，那些装备也在吴凡离开隐者村的时候全部穿戴了起来，所以吴凡还真不怕一个10级的盗贼。虽然他自己只有3级，盗贼甲10级，游荡于荒郊野外，专门以打劫过路行人为生，生性残暴，嗜杀，曾杀害3人，穷凶极恶。攻击30，防御10，技能无，装备破损斧头一把。这次吴凡鉴定之后获得的属性要比之前详细不少，甚至连攻击防御都有。显然吴凡此时的实力在装备的加持下要比这个盗贼强出不少。一个连名字都不配有路人甲而已，居然也敢拦我的路，正好我今天杀了你，也算是替天行道了。吴凡看着冲来的强盗，脸上没有丝毫的慌乱。对于这种穷凶极恶，手中还有人命的强盗，吴凡自然不会有丝毫的好感，更不会手下留情。去死吧！那盗贼不知道自己已经身处险境，反而是想着将吴凡给劈成2半。在大斧落下之时，吴凡微微一个侧身，高达15点的敏捷让吴凡轻松地躲过了对方的攻击。随后他的长剑斜着刺出，正好刺中那强盗的腰腹之处。噗呲！那强盗身上连一件像样的防具都没有，吴凡手中的黑石长剑轻松地刺入了对方的身体，给对方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老子杀了你！那强盗见自己居然被吴凡所伤，更是愤怒，似乎已经没有了理智，不去理会不断在流血的伤口，反而挣脱了吴凡的长剑，再次朝着吴凡挥舞大斧。健康状态下的他想要伤到吴凡都不容易，就更不要说现在的受伤状态下了。吴凡躲避起来更加的轻松。噗呲！吴凡的长剑第2次刺中了那个强盗，这次他没有选择腹部，而是选择心脏位置。那强盗光想着要劈死吴凡，导致他中门打开，吴凡轻松的便用自己手中的长剑刺进了他的心脏位置。这次吴凡主动抽剑而退，不过那强盗却是没有能够再次对吴凡发起攻击。在吴凡抽走长剑之后，那强悍的身体在原地摇晃了2下，之后就扑通一声倒地死了。毕竟是第一次杀人，虽然知道这也只是一个特殊的野怪，不过吴凡的心里还是感觉到难受，尤其是那尸体并没有像其他怪物的尸体一样消失，而是留在原地，2个伤口在不断的流血，鲜血染红了他旁边的地面，以及那强盗大汉死不瞑目的样子，都对吴凡的神经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哦，吴凡终于没有忍住，吐了出来。打斗的时候，吴凡还能够将对方当成是野怪，但是在杀死之后，他反而是有些受不了，吐了好一会，吴凡才恢复过来。不过他的脸色却是有些苍白，神情也有些萎顿。这出了新手村之后遇到的第一个野怪，并没有对吴凡造成多大威胁，却是让他的神经经受了一番考验。也许以后还会遇到这种情况，尤其是我现在还要去服兵役，必须要克服这种不适，将他们当成野怪就是了。吴凡心里提醒自己道。好一会，吴凡才恢复过来。尸体虽然没有消失，但是吴凡肯定不会去进行分解的。至于那个强盗身上的东西，最值钱的可能也就是那把斧头了。然而吴凡使用鉴定术之后发现，那也不过是一把白板斧头，属性差得可怜。收拾了一下心情之后，吴凡这才继续上路。之后的旅途也不是很太平，强盗遇到3波同样都很穷。吴凡杀到后面的时候，心里的接受能力已经强了很多，不再会有呕吐的感觉。除了强盗以外，吴凡还遇到了好多怪物，这些怪物有普通的野兽，也有被魔气感染的魔兽，等级也都在10级之上，15级以下。以吴凡现在的装备来说，杀这些怪物并不会有太大的危险。所有的强盗被杀死之后，尸体以及他们随身携带的东西都没有消失，不过那些怪物被杀死之后就有所不同了，有的没有消失，有的则是很快消失，和在隐者村的时候一样。对于没有消失的尸体，吴凡自然是不会放弃，全部都进行了分解，分解后的所得都带着，准备到县城的时候卖了换钱。他现在很缺钱，可能是玉佩上面的属性起了作用，吴凡这一天下来，杀怪居然爆出了2件装备，虽然都只是最低级的白板装备，但是却也比之前好了不好。传奇级的装备效果就是霸道。吴凡一边传送回现实中，一边自语道。突然增加的爆率，自然是因为那块玉佩的原因。对于这块玉佩的效果，吴凡是相当的满意。隐者村距离县城的确是不近，吴凡又只是靠腿走，结果一直到了夜色降临，他被传送回现实中，都还没有赶到县城。不过距离县城也已经不远了，明天中午之前应该就能到了，不会耽误他的报道。要是有钱就好了，相信杂货铺的那个刘奸商手里应该是有马匹出售的，那样的话速度要快上很多，今天就能到了。怪不得老村长让我提前1天赶路，估计他是知道我没钱买马，只能靠腿走，所以需要的时间多。吴凡躺在床上想到。吴凡发现
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游戏世界里，没有钱都是万万不行的，都会很不方便。看来他现在不仅要在现实中赚钱，在游戏世界中也要努力赚钱。早上，江州大学操场上跑步锻炼的人明显的增多了，其中有不少看着像是新生的样子，而这些人中有不少人的目光都在那个跑动的靓丽身影上。早！当柳岩经过吴凡身边的时候，吴凡打招呼道：“早！”柳岩淡淡的回道，同时转头看向吴凡说道：“一起。”这是柳岩第一次邀请吴凡一起跑步，以往柳岩虽然会回复吴凡，但是却没有邀请吴凡一起过，以至于吴凡听到柳岩的邀请之后，居然还有些发愣。好，吴凡好一会才反应过来，自然不会拒绝这个邀请。两人并肩在操场上跑着，柳岩在身边，吴凡觉得周围的空气似乎都清新了几分。你烧烤做得不错。吴凡没有开口，柳岩倒是率先开口了，是挺不错的。吴凡也没有谦虚，没那个必要。你想要吃的话，随时可以去我的摊位上，我请客。柳岩没有说话，依然是不紧不慢地跑着。几圈下来之后，吴凡发现柳岩依然呼吸均匀，脸色如常，也没有如同一般人那样累得不行的样子。难道他真的很强？吴凡心里想到。之前他对柳岩有过一次鉴定，并没有获得多少信息，那个时候他实力很弱，而现在他的实力在装备的加持下已经很强了，应该能鉴定出柳岩的身份信息了。不过吴凡却是强忍着再次鉴定的冲动，因为万一被柳岩发现的话，势必会引起对方的反感，那就有些得不偿失了。联想到之前孔海林的消息，吴凡猜测柳岩可能也习有某种功法，他和孔海林是一类人，所以孔海林之前才说自己和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似乎和之前有些不一样了。在吴凡胡思乱想的时候，柳岩的声音再次响起。柳岩虽然没有鉴定术，但是他对于旁人的实力还是有一定的感知能力的，他能够感觉到吴凡身上的气息似乎比之前强了一些。柳岩的感觉并没有错，相比之前，吴凡现在等级高了一点，身上更是穿着金属衣、流云靴、素锦长裤3件装备，同时还佩戴有白鹤玉佩，实力相比之前肯定是要强了不少的。哪里不一样？吴凡反问道。气息。柳岩道。气息？吴凡不是很懂，他的强都是装备和等级加持而来，本身实力有限，对于柳岩他们那个圈子里的事情更是不懂。柳岩点头，不过并没有细说。又一圈跑完之后，柳岩停了下来，说道：“我先走了，再见。”再见。吴凡虽然很想问清楚，不过却又不好细问，况且柳岩已经结束锻炼了，自己也不好拦住他。气息，这是什么意思啊？他难道能够感觉到自己比之前强了？吴凡一边小跑一边想到。这个问题显然只有柳岩才能够回答吴凡，不过对方已经离开了，吴凡也只能是放弃。吴凡结束锻炼之后，并没有离开江州大学，而是去了自己的办公室。今天的他是有课的，也是他的教师生涯的第一节课，他可不想缺席。时间还早，办公室里其他的老师都还没有来，几天不来，吴凡的办公桌依然还是之前走的时候那副样子。他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又稍微打扫了一下办公室，这才回到自己位置上去用电脑上网。吴老师，你来了。接近上课时间的时候，孙悦老师第一个推门而入，看到吴凡来办公室，似乎还有些惊讶。是啊，今天有课就过来了。吴凡笑着回道。这几天你怎么没来？孙悦一边坐回到自己办公桌前，一边问道。你刚来就请这么多天假，合适吗？没事的，吴凡说道。孙悦是觉得吴凡才刚到职，结果就连续几天不出现，有些不合适，学校的领导会不高兴。不过吴凡倒是不怕，这可是那个岳灵山副校长答应他的，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这毕竟是吴凡的事情，孙悦也不好多说，他也只是提醒吴凡一番而已。随后不久，办公室里其他几位老师也都陆续到来，他们见到吴凡来上班，似乎都有些惊讶。吴凡，你前2天怎么没来？耿亚飞问道。有点事。吴凡说道。你一个穷屌丝，整天破事倒是不少。李斌在一边举哑铃，一边不屑地说道。上次聚餐的时候，吴凡就说自己晚上有事，结果后来2天连班都没上，现在又说是有事。吴凡的事情倒是不少，我有没有事和你无关。吴凡说道。还有，你欠我钱，是不是该还了？一点小钱，也就你这种穷鬼才一直放在心上。李斌道。虽然心里不爽，不过他还是将自己连同黄经理的钱一起转给了吴凡，他可不想因为这么点钱让吴凡到处诋毁自己的名声。一下子收到2万块钱，吴凡的心情瞬间大好。吴老师，你才刚入职，总请假影响不好，如果没有什么重要事情的话，还是每天来上班比较好。耿亚飞劝道。我不来也不会有事的。吴凡随意的说道。这牛吹的响，你以为这江州大学是你家开的？李斌再次不爽的说道。他看到耿亚飞和吴凡说话，心里就老大的不痛快。不管是不是我家开的，但是肯定不是你家开的。吴凡反击道。还有，别人没和你说话的时候，请不要乱插嘴，这样显得很没礼貌，没有家教。吴凡，你想死是吧？居然敢这么说我！李斌怒道。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这么训过他呢，连他的父母都舍不得这么教育他。先聊者见。吴凡淡淡的说道。你，李斌，我在和吴老师说话，请你不要插嘴。耿亚飞说道。好，我不说话。李斌气道，虽然不再说话，但是眼睛却是死死的看着吴凡，恨不得将吴凡给撕了。吴老师，咱们江州大学毕竟是国内知名学府，在纪律方面要求还是蛮严的，你一直请假，容易被处分。
耿亚飞还是不放心的说道：“谢谢耿老师关心，我不来是有人允许的，不会有事的。”吴凡说道。吴凡也不好将岳灵珊的名字说出来，这相当于是在给自己开后门，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吴凡可不想因为自己而让岳灵珊受到牵连，到时候自己可以随时不来的特权也就会没有了。吴凡的话让办公室里的几个人都有些疑惑和猜测。很显然，吴凡敢光明正大的这么做，肯定是有所依仗的，不然的话，他也不敢随便就旷工不来。只是吴凡得到了什么的庇护呢？要知道，连耿亚飞和李冰这样的富二代都没有办法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除非他们不愿意在这里教学了。只要是想要在这里继续教书，那就必须要遵守学校的规定。这江州大学又不是地方性学府，耿亚飞和李冰两家虽然在江州这里有些影响力，但是面对江州大学的时候，他们还真没有多少特权。然而，耿亚飞和李冰都做不到的事情，吴凡居然做到了。难道吴凡的背景比耿亚飞和李冰还要强大？但是怎么看，吴凡都不像是有背景的人啊！哼，故弄玄虚。想不通的李冰只得冷哼一声，表示对吴凡的不屑。至于耿亚飞，见吴凡不愿意细说，知道吴凡不会有事，也就不再说什么。不过，对于吴凡的背景，同样是好奇起来。对了，王少让你有时间联系他一下。耿亚飞突然想起了王子明对他的交代。哪个王少？吴凡却是一时间没有想起来，耿亚飞嘴里的王少是谁？王子明，王少。耿亚飞白了吴凡一眼，他好像有事找你，不过没有你的联系方式，就托我转告你一声。他找我有什么事？吴凡疑惑道。他和王子明只有一面之缘，之后并没有任何的交集，他找自己会有什么事？这我就不知道了，他也没和我说。耿亚飞耸耸肩说道。你打电话给他就知道了。行吧，吴凡说道。虽然吴凡不愿意和这些富二代们有太多的交集，不过王子明主动找他，他觉得还是有必要询问一番，看看到底有什么事的。上次的比试，王子明在认识刘一刀的情况下，并没有做出偏袒的判定，这让吴凡对王子明的印象很不错。10点钟左右，早上的第3节课便是吴凡的体育课时间，这个点很多班级都有体育课，所以吴凡他们办公室里的6个老师全部都有课。当然，江州大学不可能就只有他们6个体育老师，只不过其他的体育老师在别的办公室。对了，吴老师，你到底教什么？要出门前，孙悦老师问吴凡道。这个问题第一次见面的时间他就问过，不过那个时候吴凡也不知道，说是学校还没有安排。今天吴凡要上第1节课了，肯定是已经安排好了。我叫兰，吴凡一边看手机一边随口道。然而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直接愣住了，眼睛死死地盯着手机上的信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手机上的信息是学校方面发给他的，除了通知他的课程安排外，还包括了他要教授的内容。只是昨天晚上吴凡只看了课程安排，并没有太过注意教授的内容，他还以为自己要教篮球呢，毕竟他是因为篮球打得好才被岳灵珊看中的，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手机上的信息显然不是这个，而是游泳课，而且还是女生的游泳课。吴凡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篮什么？篮球？孙悦老师见吴凡愣住了，便接口道。他也能教篮球，个子那么矮，身材那么瘦弱，一看就不是打篮球的料。李冰时刻不忘打击吴凡。吴凡的个子其实不矮，本来有175，这段时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穿越的原因，他又长了几公分，已经接近1米8了。不是篮球。吴凡摇头道。我就说吧，他根本教不了篮球，实际上我觉得他什么都教不了。李冰得意地说道。那你教什么？耿亚飞也好奇地问道。游泳。吴凡说道。游泳还不错呀。耿亚飞说道。学生们学游泳自然和专业人士学的不同，哪怕吴凡不是那么精通，只要知道一些基础知识，然后再看着一些学生不要出事就可以了。是女生部的游泳。吴凡表情复杂地说道，他不知道自己此时是该高兴还是该伤心。女生部？办公室里有一个算一个，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叫了出来，包括李冰都没有例外，脸上都是难以置信的震惊。游泳课和其他的体育课不同，其他的体育课男女生一起上没有什么问题，哪怕是耿亚飞的健美操课也是有男有女混合在一起。但是游泳不同，游泳是分男女2个部分的，学校的游泳池也是有男女2个，都是分开使用的，男女生上游泳课的时候是不在一起的。其他的学校或许有男女混在一起上的，但是江州大学却是明确分开的。而女生们的游泳课之前一直都是由女老师负责的，男生们的游泳课则是由男老师负责，这多少也是为了避嫌以及不必要的麻烦出现，毕竟现在的大学生可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然而现在吴凡却是说他是给女生们上游泳课的，这怎么能不让耿亚飞等人惊讶呢？吴老师，你是不是看错了？耿亚飞忍不住问道。据我所知，江州大学还从来没有男老师给女生们上过游泳课呢。我也想我看错了，但是并没有。吴凡苦笑着说道。随后吴凡还将自己手机上的信息递给耿亚飞看，耿亚飞看了2遍才确定吴凡是真的被安排教女生们的游泳课。耿亚飞看着吴凡，想要说些什么，却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最后只好说道，你自求多福吧。说完，耿亚飞就第一个走出了办公室。其他的几个老师都一脸羡慕地看着吴凡，恨不得和吴凡换位置，他们去教授女生们游泳，只可惜这是学校的安排，不是他们能决定的。最后只能是一个个羡慕嫉妒地走出了办公室。这都是什么事啊？吴凡一个人站在原地苦笑道。
吴凡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当初去见岳灵珊的时候，他好像很随意地问了自己一句会不会游泳，自己当时也没有多想，就实话说自己会游，而且为了给岳灵珊一个好印象，他还自夸自己的游泳技术不错呢。早知道是现在这样，当初就不该说自己会游泳，谁知道那岳灵珊会脑子发抽的安排自己上游泳课，而且还是女生们的游泳课。去还是不去，这不是一个问题。既然都已经来了，学生们可能已经在泳池边等着了，他怎么也不能临阵脱逃，只能是硬着皮上了。文婷，你的身材真好。泳池边，小云有些羡慕地看着自己舍友的身材说道。叶菲菲的宿舍里，叶菲菲和小茹的体育课选了健美操，小云和王文婷两人则是选了游泳。虽然王文婷平时说话做事很不讨喜，小云也不喜欢她，但是对于王文婷的身材却着实有些羡慕，相比之下，自己的身材就要显得扁平了一些。舍友的赞美让王文婷脸上骄傲的神色更浓，她对于自己的外貌身材一直都很自信，从小到大也一直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只是在大学里遇到了叶菲菲之后，似乎遇到了克星一般，尽管很不愿意承认，但是叶菲菲的确是不管身材还是样貌都要远过她一筹，这让王文婷很不爽。现在小云的赞美让王文婷又找回了以往的自信和骄傲，有些东西是羡慕不来的。王文婷瞥了一眼小云的胸前，淡淡的说道，像我这种人天生就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你羡慕也没用。哎，不过有时候那些男人们的目光还真是让人有些受不了呢。看着做作的故作发愁的王文婷，小云的差点没吐下来，也后悔自己刚刚说那句话了。王文婷这种人就不能给她一点阳光，有些东西的确是羡慕不来。小云说道，就好像菲菲不管是在样貌、身材还是气质都要远超过你一样，你羡慕也没用。你本来故作发愁的王文婷顿时发恼，她那个都是别男人揉大的，看着一脸清纯，实际上还不知道在背地里找了多少男人了。王文婷，你怎么能这么诋毁人？小云气道，菲菲不是那种人，知人知面不知心，谁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王文婷说道，就好像她的那个男朋友我们都看到了，她还不承认，而且那个人还是校外的，不知道她在校外找了多少个这种不愿意承认的男友呢。小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反驳，因为她也认为吴凡就是叶菲菲的男朋友。好一会，小云才说道，菲菲那是害羞，不好意思承认而已，我相信她绝对不是那种乱搞的人，大家都是同学，还是舍友，你不要随便诋毁人。我可没有诋毁她。王文婷眼角一眯，说道，我也不屑于和她相比较。就在这个时候，游泳馆的入口位置的几个女生突然发出尖叫声，然后一个熟悉的身影进入了王文婷和小云两人的视野里。她怎么会在这里？王文婷和小云几乎异口同声道。此时进入游泳馆内的人正是吴凡。吴凡也没有想到进去之后就会惹得一些女生尖叫，这让他感觉到更加的尴尬。不过当看到他们的穿着的时候，他就明白原因了，因为这里是属于女生的泳池，只有女生会进来，再加上游泳课已经要开始了，所以有很多女生都已经换好了泳衣，而泳衣各式各样，有保守的长裙，也有那种性感的比基尼，大家都是女生，看着倒是无所谓，但是突然冒出来一个男生，有些没有准备的女生下意识的就发出了尖叫。本来就尴尬的吴凡听到这些尖叫声，看到这幕非常具有视觉冲击的场景，顿时眼睛都不知道该往哪里看了，连忙转头看向其他方向。你是谁？来这里干什么？你们男生的泳池在个隔壁，快走，你这个色狼，再不走我们就要喊老师了。女生们纷纷对吴凡呵斥道。一下子被这么多女生围攻，这是吴凡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事情，一时间居然不知道该怎么说，都让让。这个时候小云和王文婷两人也走了过来，这里面可能有些误会。小云说道，他可能只是走错了。小云和叶菲菲的关系不错，而他又认为吴凡是叶菲菲的男朋友，所以这个时候自然是要为吴凡说两句。走错了？不可能吧，这泳池外面可是清楚的写着女生泳池几个字的，难道他不识字？王文婷语气阴阴的说道，我看他就是故意的。文婷，你怎么能这么说？小云也有些着急了，他拉了拉吴凡说道，你快和大家解释一下。吴凡这才转过头来，然后看到眼前莺莺燕燕，顿时又觉得有些尴尬，不过还是强忍着没有将头转过去，而是干咳了几声说道，其实我不是这里的学生，我知道你是校外的人士，根本就不是大学生。王文婷说道，你这种行为更加可恶，我要报警。等等，见到王文婷真的要去拿手机报警，吴凡连忙喊住了他，说道，我不是什么校外人士，我是这里的老师，是你们游泳课老师。老师？众人听到吴凡的话都愣住，有人怀疑道，我们游泳课的老师不都是女的吗？这里的学生可不是只有大一的新生，还有一些高年级的老生，所以知道学校的游泳课一直都是女老师。吴凡微微有些尴尬，摸了摸鼻子说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学校安排我来教你们游泳课的。你真的是我们的老师？小云有些不信道，之前他倒是相信吴凡不是故意闯进这里的，但是当吴凡说他是游泳课老师之后，小云反而是有些不信了，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听叶菲菲说起过这件事，就像王文婷刚刚说的那样，他们知道的是吴凡不是这里的学生，是校外人士，怎么突然就变成了江州大学的老师了，而且还成了他们的游泳课老师了？那是肯定的啊，不然我来这里干嘛？吴凡说道。经过最初的慌乱之后，吴凡已经渐渐的冷静了下来，既然来了就好好当这个老师，又没有谁规定
女生的游泳课就一定得是女老师，我为什么不能当？吴凡心里安慰道。可是你是男的，我们怎么上课？有女同学为难道？难道你们就不去沙滩的吗？沙滩上就只有女人。这个时候，一个优雅魅惑的声音响起。吴凡循声望去，哪怕是他每天都会见到柳岩那样绝色的女子，看到来人也觉得眼前一亮。来人穿着性感的比基尼，高挑身材完美的呈现，精细的锁骨，细长白嫩的双腿，无一不美的恰到好处，精致的脸上荡漾着淡淡的笑容，一颦一笑之间充满了魅惑之力。这是一个同柳岩一样的绝美女子，但是却又是和柳岩完全两个极端。柳岩清新淡雅，这个女子则是魅惑诱人；柳岩是高冷，这个女子则是如同火焰。她的出现不仅是让吴凡眼前一亮，也让其他的女生们投去了羡慕、嫉妒的眼神。因为她的外貌太美，身材太好，在这两个方面，现场的女生们都比不上她，哪怕是之前得意洋洋的王文婷也是一样。面对这样的女子，王文婷又有了面对叶菲菲那样的压力和难受，因此她的脸色并不好看。那女子并没有理会周围人的目光，她一步步走到吴凡的身边，虽然不是刻意为之，但是走路的姿势比那些专业的模特丝毫不差。我倒是觉得有一个男老师挺不错的，有安全感。那女子走到吴凡面前，身子微微前倾，脸在不断接近吴凡，让吴凡甚至都能够感觉到她的呼吸。老师，你说对吗？狐狸精小云小声地说道，心里为叶菲菲感觉到委屈和担心，想着等下课之后一定要去将这件事告诉叶菲菲，让她提高警惕。吴凡感觉到对方的接近，微微有些尴尬的往后撤了2步，心里暗叹，现在的女生胆子真大，嘴上说道，不错，你说的对，大家不要对我是男老师有什么意见，我是你们的老师，仅此而已。啪啪啪，吴凡面前的女子鼓起掌来说道，老师说的真好，那你是老师，我是学生，我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可以请你帮忙？当然，吴凡说道。那老师你教我游泳吧。那女子说道，你的游泳技术一定很好，我不是太会游，你可不可以教我手把手的那种哦？吴凡脑海中不自觉的就浮现了自己教对方游泳时可能会出现的画面，再看看对方的穿着，顿时感觉鼻子有些痒。他尴尬的说道，教你游泳可以，不过手把手就没必要了，我可以在一边指导你。老师，你是害羞了吗？那女子并不放过吴凡，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羞羞的画面？说着，那女子还在吴凡的面前伸出了舌头，舔了舔自己红润的嘴唇，当真是诱惑无比。这女人是会读心术吗？怎么知道自己心中所想？吴凡正了正脸色，说道，怎么可能？你不要瞎想，好了，要上课了，还没有换衣服，都赶紧去换衣服，我们准备上课了。吴凡摆出一副老师的认真模样，让之前觉得有些不妥的女生们下意识地选择了听从。再加上刚刚那个女子说的也对，他们去沙滩的话，也不能保证沙滩上都是女人吧。况且这个男老师看着还有些小帅，尤其是身上的那股与众不同的气质，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总算是恢复正常了，吴凡心里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这女生们的游泳课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教的，对思想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当然，在尴尬之余，也的确是很有眼福。一群青春靓丽的女生们在自己的面前展示婀娜的身姿，那的确不是什么人都有机会能够看到的。对于教游泳课，吴凡除了觉得有些尴尬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担心，因为他有那个能力。之前老村长教授了他一系列的生活技能，其中就包括游泳术。吴凡现在拥有高级游泳技能，同时还拥有宗师级的理论知识。当一个游泳老师，不要说眼前的这些学生们了，哪怕是那些专业的游泳运动员，他都有能力去教。老师，你不去换吗？站在吴凡面前的那个性感女子看着吴凡问道。我就不用了，我不下水，就站在岸上看着你们就行了。吴凡说道。因为之前并不知道学校会安排自己教游泳课，所以吴凡并没有准备泳裤，而且在这么多女生们面前只穿着泳裤游泳，吴凡会觉得尴尬。那怎么行？你是我们的老师，肯定是要下水示范的，不然的话我们的动作不标准怎么办？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游怎么办？光靠嘴上说没有多少效果的那女子说道。吴凡觉得这个女生说的似乎有些道理，说的再多也不如亲自示范来的好。既然已经当了这个游泳课的老师，吴凡就想着要为这些学生们负责，尽量的教好他们。可是我没有准备泳裤。吴凡说道。这是小事。那女子说道，学校的小超市里就有的卖，当然老师你如果愿意穿着内裤下水的话，我们也是不会介意的哦。看着那女子似笑非笑的表情以及不断乱转的眼神，吴凡心里暗喊吃不消。你们等我一会。说完，吴凡就往外跑去。看着吴凡有些狼狈的背影，一些胆大的女生们直接就笑了出来，就是那些之前觉得有些不合适的学生，这个时候也已经没有那么严重的戒备了，甚至是觉得这个老师挺有意思的。倒是刚刚调戏吴凡的那个女子，看着吴凡的眼神似乎有着些许其他的意味。当吴凡从小超市买了泳裤回来的时候，泳池边的女生们已经全部都换好了泳衣，有的在聊天，有的已经下水游泳，看到吴凡回来，全部都看向了吴凡。虽然刚刚已经接触了一番，但是吴凡同时被这么多女生盯着，而且还都是穿着泳衣的女生，吴凡还是感觉有些不自在。然而等吴凡准备去换泳裤的时候，又一个问题出现了，他该去哪里换？因为这里本来就只有女生，连老师都是女的，所以这里就只有一个女生更衣室，根本就没有男生更衣室。难道他要到女生更衣室内去换衣服？好像除了那里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了。想到这里，吴凡对着小云喊了一声，这位同学，你过来一下。因为之前小云是第一个站出来帮他说话的，所以吴凡虽然不认识小云，
但是对他的印象还不错。老师，有什么事？小云来到吴凡的面前问道。虽然在心里，小云依然是认为吴凡是自己好姐妹叶菲菲的男朋友，但是现在毕竟是在上课，吴凡又是他们的老师，所以他还是保持有足够的尊重。你去更衣室看看，看看里面还有没有人。吴凡说道。小云立即便明白了吴凡的意思，点点头，朝着更衣室而去。老师，有什么好怕的？直接进去就行了。之前调戏吴凡的那个女子坐在泳池边，用脚踢着水，对吴凡笑着说道。吴凡没有理他，他发现这个女孩子胆子很大，和她说话很容易让自己吃不消。很快，小云从更衣室里出来，对着吴凡摇摇头。吴凡这次拿着泳裤进了更衣室，不过当吴凡进入更衣室之后，顿时脸上又有些尴尬了。更衣室里的确是没有人，但是有一些女生的衣服并没有放在柜子里，而是放在凳子上。吴凡甚至在长凳上看到了内衣，而且还是蛮性感的那种。这些女生做事还真是大大咧咧的，这种衣服居然也这么乱放。吴凡有些艰难地移开视线，随后来到老师的柜子面前开始换泳衣。在这更衣室里，老师是有自己单独的柜子的，吴凡倒是不用担心自己的衣服没有地方放，这样出去会不会有问题？换好泳裤之后，吴凡没有第一时间出去，反而是显得有些犹豫。外面毕竟是一群青春靓丽的小姑娘，虽然吴凡刚刚教育他们说大家只是师生关系，但是年纪相差其实不大，现在自己穿成这样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会不会有什么不妥？老师，你还没换好吗？需不需要我进去帮你？更衣室外又传来了那个女孩子的声音，声音里带着几分调笑。算了，没什么大不了，外面那些游泳馆的教练不也是这样穿着教女学员的，有什么好怕的？吴凡自我安慰了一番，这才走出了更衣室。哇，老师，你的身材真好，刚刚看着老师还有些瘦，没有想到脱了衣服之后身材这么好。我男朋友天天锻炼健身，身材都没有老师的好，羡慕，流口水了。吴凡才刚一出更衣室的门，立即就引起了众多女学生们的关注。众人看到他的身材的时候，无不双眼发亮，就连之前调戏吴凡的那个女子也不意外。之前吴凡穿着外套，所以看不出来他的身材，只是从外面看上去吴凡似乎有些瘦，但是众人没有想到吴凡脱了衣服之后，身材居然会那么有型，那硕大的腹肌充满力量感的线条曲线，健康的肤色，无不显示吴凡完美的身材。男人喜欢看身材好的女人，女人同样对于身材好的男生没有多少抵抗力，而现在吴凡就是这么一个身材完美的人，也就难怪这些女生会有如此的表现了。被这么多女生看着讨论着，吴凡心里有些尴尬，不过脸上还是强迫自己保持镇定。说实话，吴凡对于自己的身材也很满意，他之前也一直很想要这样的身材，不过坚持锻炼了几年，他的身体虽然一直都很健康，但是身材却并不算太好。然而自从能够穿越之后，吴凡就发现自己的身材在一天天的变得完美，每一寸皮肤，每一块肌肉都恰到好处，尤其是每次升级的时候，他的身体更是会得到一次完美的改造，这才让他在短短时间内就拥有了如此完美的身材。之前调戏吴凡的那个女子，双眼放光的走到吴凡的面前，居然伸手在吴凡的胸膛摸了一把，一股冰凉的触感让吴凡身子一颤。那个女生同样脸色微微一变，不过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老师，你这身材真是太棒了，这肌肉是真的假的？你之前不是做健身的吧？当然是真的。吴凡微微后退一小步，他发现被这女生一摸，自己居然暗爽，这让他心里有所警惕。他现在可是只穿着泳裤的，万一要是出丑就要丢人了。摸着手感的确不错，那女生并没有觉得自己行为有什么不妥，反而还一脸魅惑地看着吴凡，似乎还想要摸。好了，都站好，上课了。吴凡连忙对着众人说道。那女生对于没有能够再次摸到吴凡，似乎有些失望，不过还是和其他人一样排队站好。今天是第一堂课，我们先互相认识一下。吴凡手中拿着学生名册，对众女生说道，我叫吴凡，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是你们这个学期的游泳课老师，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好好相处，共同进步。老师，你说的意外是什么意外？吴凡的话音刚落，那个胆大的女生再次开口道，比如你们去投诉，或者学校对我另有安排。吴凡说道。这么好的老师，我们怎么会投诉呢？那女生说道。就是身材这么好的老师可不好找。对啊，我还想每天都看到老师你呢。其他的几个胆子大的女生也不甘示弱地说道。嗨嗨，吴凡尴尬地咳嗽了两声。你们不投诉，那自然最好。好了，我们现在开始点名。杨小丽。吴凡拿着名册一个接一个的点名，每点一个名字，他便看向该同学一次，记住对方的样子，将对方的样子和名字对上。吴凡现在的智力不低，只要看上一眼就能够记住对方，以后也能够随时叫出对方的名字。吴小云。吴凡道。到。叶菲菲的同学小云大声应道。我们还是本家呢。吴凡对着他笑道。对于这个第一个站出来为自己说话的人，吴凡的印象还是很不错。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小云也笑着说道。点名继续。王文婷。到。唐雨霏。老师，人家在这呢。这次应答的正是之前胆子很大调戏吴凡的那个身材性感的女生。只要她说话，不管是刻意还是无意的，似乎话语里都有一股魅惑的气息，让人不自觉神魂颠倒。再加上她的完美的身材，之前小云评价她是狐狸精，可一点都没错。现场的女生虽然不少，但是这个叫唐雨霏的女子
依然是其中最为亮眼的那个，每一方面都要完胜其他的女生。吴凡点点头，没有接他的话，继续开始点名。因为是第一节课，而且也不是什么专业课，所以学生一个不少。好了，现在我们开始热身，在下水之前必须要充分的热身，这样才能够增加你们肌肉的伸缩性，增大流向心脏的血液量。吴凡一边说着，一边开始做着热身动作，让学生们跟着做。吴凡的第一堂体育课，经过一开始的不适应以及尴尬之后，终于是走上了正轨。随着吴凡的教学，学生们也都开始认真的学习。刚开始男老师教学的那种尴尬和不适也慢慢消散。热身运动做完，然后就开始下水练习。这里有的女生已经会游泳，有的则不会。会的人，吴凡让他们自己先游着；不会的，吴凡则是在一边教导。当然，学游泳和学其他的东西不一样，光是听是没用的，必须手把手的教，才能够更快的学会。一开始的时候，吴凡想的是自己在一边教授理论上的东西，然后让其他同学帮忙扶着学游泳的同学。后来他发现这个想法过于理想化了，因为这里都是女生，女生的力气本来就比较小，而学游泳的人因为心里害怕，所以动作幅度有时候是很大的。这样一来，扶着他的学生未必能够扶得住。出现了几例呛水事情之后，吴凡不得不亲自上阵，手把手的教学。好在这个时候，学生们大多都已经接受了他老师的身份，而且他长得也不差，身材气质都很突出，所以女生们这个时候不但没有害羞，反而是显得很兴奋。这让吴凡在内心里不得不再次感慨，现在的女生胆子真大。今天的体育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说完，吴凡转身就走，片刻也不想在这里逗留。一节课下来，吴凡发现自己居然比做一晚上的烧烤都要累，不是身体上的累，是心累。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女生们还比较矜持，在自己教她们的时候还会感觉到不好意思，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一个个的比自己还主动，还会趁机摸自己的肌肉，占自己的便宜。吴凡的也是一个精神小伙，哪受得了这样的刺激，尤其还是那么多女生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他也终于是明白了上课之前耿亚飞对他说的那句自求多福是什么意思。这体育课对自己来说就是一个节，一个力量，所以这一节体育课他是上的疲惫不已。哎，老师别走啊，老师留个联系方式呗，有什么游泳方面的问题我也好询问你。老师今晚有时间一起吃个饭吗？我们好好聊聊游泳的事情。吴凡一走，这些学生们更加欢脱起来，纷纷的开起了吴凡的玩笑来。虽然只接触了一节课的时间，但是这些学生们发现他们的新老师是一个老实没有经验的厨，年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一看就知道和女生接触不多，这让女生们放下心中芥蒂的同时也变得胆大了起来，谁都敢和吴凡说上几句玩笑话。女生们的话让吴凡走得更快了，15点的敏捷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吴凡狼狈而去的样子让众多女生们哈哈大笑，心里对于这节体育课，对于他们的新老师满意极了。唐雨菲嘴角噙着笑，看着吴凡快速离去的背影，小声的自语道：这就是你看上的人吗？还挺有意思的。唐雨菲说话的声音很小，并没有被周围的人听到。菲菲，菲菲！吴小云在食堂里碰到了同样来吃饭的叶菲菲，连忙叫住她：出大事了！大事？什么事？叶菲菲一边吃饭一边随意的问道：有人勾引你男朋友，还不是大事啊？吴小云说道。叶菲菲白了他一眼，她现在都懒得解释了，再怎么解释，她宿舍的人好像都已经认定吴凡就是她的男朋友了。怎么回事？又有人勾引菲菲的男朋友？小茹在一边好奇的问道。上次吴凡坐耿亚飞车子的样子被小茹给看到了，回到宿舍之后，他就将这件事告诉了叶菲菲。叶菲菲当时表现得很不在意，倒是让小茹急得不行，觉得叶菲菲心太大了，再这样的话，她男朋友有可能被人挖走的。现在自己担心的事情似乎正在变成现实。是啊，而且还是好多人。吴小云说道。对了，菲菲，你之前怎么没有告诉我们，你男朋友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啊？老师？他不是啊。叶菲菲也懒得纠正吴小云的称呼了，她知道吴小云说的是吴凡，我记得他好像是做烧烤的。叶菲菲和吴凡其实接触并不多，对吴凡也不是很了解，到现在还不承认呢。吴小云也白了叶菲菲一眼，说道：他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而且还是我们的游泳课老师。游泳课老师？叶菲菲和小茹两人同时惊讶道，他们都知道王文婷和小云两人都是报的游泳课，却是没有想到他们的老师居然是吴凡。我听学姐们说，游泳课是男女分开上的，女生们的游泳课老师不都是女老师吗？小茹问道。那是以前。吴小云说道，而且也没有任何规定说女生们的游泳课老师必须是女老师。你们的老师真的是飞的男朋友？小茹还是有些不信。那上课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尴尬吗？一开始是有点。小云点头道，不过到后面的时候就好了，大家都习惯了，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了，反而觉得很有意思。尤其是菲菲的男朋友身材还那么好，气质又很棒，再加上长得有点小帅，你们都不知道多少女生犯花痴，所以我才要提醒菲菲要注意，看住你男朋友。他的事和我没什么关系。叶菲菲说道，不过倒是没有想到他居然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之前也没听他说过。叶菲菲觉得吴凡这是故意隐瞒自己的，当初他带着自己来江州大学报道的时候也没有说他老师的身份，当然就算是说了也无法改变叶菲菲心里警惕的心思。菲菲，你是和他吵架了吗？小云见叶菲菲说气话，因为什么吵架的？是因为当女生们游泳课老师的事情吗？小茹也是一脸好奇的看着叶菲菲，两人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
毕竟这游泳课的老师和其他的老师还是有些不同的，尤其是吴凡教的还是女生们的游泳课，叶菲菲会因此吃醋，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怪不得最近也不见你们两个出去约会，你一下课就回宿舍。小茹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道：“我说很多次了，我和他真的不是情侣关系，我们吵什么架？”叶菲菲无奈地说道：“情侣吵架也正常。”小云还以为叶菲菲是因为和吴凡生气吵架，所以才一直赌气地说吴凡不是她男朋友呢，哪有情侣不拌嘴的？而且你男朋友身材那么好，又教女生们游泳，容易被有想法的女生给勾走，换了是我也会生气的。叶菲菲懒得解释，只得低头吃饭，不过心里却是在想着，吴凡的身材真的很好吗？为什么自己看他好像有些偏瘦的样子？菲菲，你生气归生气，还是要注意一些。小云继续说道：“你知道我们游泳课里有谁吗？那个校花唐雨霏就在我们游泳班，就是那个和柳莹儿并称江州大学2朵金花的唐雨霏。”小茹惊道：“不错，就是她。”小云肯定道：“叶菲菲他们虽然才刚进学校不久，但是对于学校内的2朵金花却都是有过听说的，主要是这2人在学校内的名气太大，各方面都很优秀，同时性格又是2个极端，导致在江州大学内有很大的知名度，甚至周边一些学校的人都听说过这2人。你们是没有看到，那个唐雨霏居然用手去摸菲菲男友身上的肌肉，而且说话有时候还嗲嗲的，真是一个狐狸精。”小云说道。说到这里的时候，小云脸上又露出了羡慕的表情，说道：“不过她是真的很漂亮，身材也很好，整个人透着一股极大的魅力。我要是男生，我估计也受不了这诱惑。所以，菲菲，这是你一定要上心，看住了自己男朋友。”“对啊，菲菲，这次对手实力过于强大，你一定要小心。”小茹也说道。“不过，咱们菲菲比她也丝毫不差。要我说，2朵金花现在应该是变成3朵金花了。对，咱们菲菲绝对有成为校花的实力。”小云也说道。“我也不想成为什么校花。”叶菲菲说道。“我只想要好好上学，好好享受我的大学生涯就行了。”叶菲菲是好不容易才脱离了父母的视线，这个时候想的最多的就是要好好享受这段时光，再加上大学里的学业压力又不重，所以她只是想要好好的享受自己的大学生活，至于其他的事情，她并不是很关心，很在意。“吴老师，第1节感觉怎样？”办公室内几个老师都已经回来了，孙越老师问吴凡道。“还行吧。”吴凡说道。“也不知道学校怎么想的，怎么会安排一个男老师去教女学生们的游泳课？那些女生们肯定是有意见吧，而且传出去也不好听。”李天说道。“就是。”王福也说道。“咦，校内论坛上还有关于这件事的报道，我来看看，估计都是批评这件事的。吴老师，你不会是在上课的时候故意占女生的便宜，被人给捅到论坛上了吧？要是传到学校高层的那些人耳朵里，恐怕你的工作就危险了。”因为李斌对于吴凡的态度很明显的是敌视，所以李天和王福2人自然对吴凡也不会有什么好态度，他们巴不得希望吴凡倒霉呢。“王老师，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样的。”吴凡一边打开电脑，一边淡淡的反击道：“刚刚进来的时候，我看到你盯着一个女学生的大腿看呢，怎么样？那大长腿好看吗？”“你胡说！”王福没有想到自己刚刚那么隐蔽的动作居然被吴凡给发现了，这让他的脸瞬间涨红了起来。“你这是污蔑，辱我名声！我要告诉领导。”“随便。”吴凡说道。“忘记提醒你了，走廊外面是有监控的，所以你懂的。”吴凡的意思很明显，你要是去告，可以，到时候我为了自证清白，要求调监控，你的行迹可就败露了。王福这才想起来，那里的确是有监控的，暗想自己大意了，却也不敢再纠缠这件事，牙尖嘴利，我就不信你是正人君子。李斌在一边说道。在李斌想来，吴凡做这个游泳课的老师多多少少会占些便宜，他这是换位思考，因为他如果做这门课的老师的话，肯定是会占些便宜的，所以他认为吴凡也会这么做。而学生们当时不一定会说什么，但是事后很有可能会捅到论坛上，毁掉吴凡的名声，让他丢掉工作，所以李斌和王福想的一样，论坛上肯定是有不少对吴凡控诉的。然而当他们打开论坛的时候，看到那些标题却是愣住了。校园惊现完美男神，论一个男人的身材可以好到什么程度？这男人让我流了1节课的口水。谁知道这位老师没有对象，我要倒追他。论坛上关于吴凡的报道的确是有很多，甚至还有不少吴凡的照片，吴凡都不知道那些照片是谁拍的，又是什么时候拍的，居然数量还不少。不过这些关于吴凡的报道全部都是正面的，居然一个控诉都没有，和李斌以及王福等人之前所想的完全不一样。怎么会这样？你们不是应该控诉吴凡的小动作，反对学校给你们安排男老师吗？怎么一个个都一副花痴的模样？你们是没有见过男人吗？更让李斌生气的是，耿亚飞看到网上吴凡的泳装照片的时候，居然也是两眼放光，有这个必要吗？吴凡的身材很好吗？李斌很想说自己的身材比吴凡的好多了，但是当他看到吴凡的照片的时候，却是没有这样说的勇气，因为哪怕是他不愿意承认，但是吴凡的身材的确是非常的完美，他平时的锻炼虽然不少，但是和吴凡相比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吴凡的身材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程度，让人完全找不到一丝的瑕疵。吴老师，没有想到你看着瘦，身材居然这么好。岁月看了看自己已经发福的身体，再看看吴凡网上的照片，一脸羡慕地说道：“我平时都有锻炼。”吴凡说道：“就算是经常锻炼，有你这么好身材的也没几个。”耿亚飞说道：“看看那些女生们为你这么疯狂，就知道
你有多受欢迎了？其实一开始的确是有些尴尬的。吴凡笑道，后来好多了，那些学生们都还是很懂事的，只怕到后面已经不是接受你这个老师那么简单了，他们都有些为你疯狂了。耿亚飞笑道，你看，网上可是有不少女生说要倒追你呢。他们说着玩的。吴凡尴尬地笑着说道，对于那些女生们的大胆，吴凡已经有过领教了，所以他们会在网上这么说，吴凡并不奇怪，只是觉得有些尴尬而已。尤其是自己同事们都在谈论这件事的时候，他更加的尴尬。吴凡离开办公室之后，便拨打了王子明的电话，电话也很快就被接通了。王子明邀请他去凯乐门一起吃个饭。对于这个邀请，吴凡稍微犹豫了一下，也就答应了。他心里还是挺好奇，王子明找自己是为了什么事？按说两人之间应该不存在什么交集才是。再次来凯乐门，吴凡的心情又不一样。第一次来的时候，吴凡的确是有一种见了世面的感觉；第二次来的时候，则是为了陪柳岩来这里，心里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而现在，凯乐门在吴凡的心里已经和普通的餐厅没有什么区别了。要知道，他们这里原先的主厨都在自己手下学手艺呢，这里对于自己来说，的确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吴凡不知道黄经理知不知道刘一刀走后是去了自己那里，如果知道的话，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想。在包间内，吴凡见到了王子明，王子明是这里的常客，凯乐门也一直给他留着包间，所以不管什么时候来，王子明都有包间吃饭。过来坐。王子明见到吴凡之后，既没有太热情，也没有李斌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气。不知道王少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吴凡坐下之后，不卑不亢地说道。虽然现在来说，两人的身份地位或许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吴凡并不觉得自己低对方一等，因为有那枚神奇的戒指的缘故，吴凡甚至相信自己将来的成就不会比王子明等人差。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想要和你认识一下，随便聊聊。王子明说道。随后他将菜单交给吴凡道，想吃什么自己点，还是王少点吧，我吃什么都行。吴凡说道。王子明也不强求，收回菜单，自己一边点菜一边说道，我倒是忘了，吴先生在厨艺方面也是大能，连刘主厨都比不过你。不仅你吃其他人做的菜，的确也没多大胃口。倒不是这样，吴凡说道，我对吃的其实没有多高的追求，能吃饱就行。的确，吴凡之前的日子一直都不是很好过，对于他来说，能吃饱就够了，能吃好那是他暂时不敢想的追求。吴先生之前的生活的确是过得，怎么说呢，简单了一些。王子明说道。王少似乎调查过我。吴凡喝了口茶，淡淡的说道，是有过一些了解，我也是受人所托。王子明倒是没有隐瞒。哦，我这样一个普通人，还会引起谁的兴趣？像我这种人，在大街上10个里面有9个都这样吧？吴凡问道。谁感兴趣不重要，王子明说道，重要的是，我发现吴先生之前的确是很普通，不过最近似乎突然有了一些改变，很大的改变。吴凡心里微微一跳，脸上不动声色，说道，什么改变？厨艺和江州大学老师的身份。王子明说道，根据我的调查，你好像突然就拥有了那么好的厨艺，也突然就成了江州大学的老师，这可不是什么普通人所能够做到的。王少对我调查得很仔细啊。吴凡的心里微微一沉。吴凡不知道到底是谁托王子明调查自己，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自己麦子檀木的事情，幸好自己当时没有脑热的去一下子卖太多，不然的话，如果被人调查到了，又是一个很大的疑点。调查自己的人没有坏心思还好，如果有坏心思的话，那自己就有麻烦了。不过能够暗中调查自己的，吴凡觉得对方肯定是不会抱有什么好的目的。其实这都没有什么，我也没有刨根究底的意思。王子明见吴凡不愿意在这2件事上多说，也就没追问。虽然他的确很好奇，但是谁能没有自己的秘密？吴凡点点头，没有说什么，不过心里警惕的心思却是丝毫不减。你也不用担心，我对你没有恶意。王子明丝毫看出了吴凡的警惕，说道，不过其他人对你什么态度就不好说了。王少的意思是，有人对我有恶意，甚至要对我动手，我能知道为什么吗？吴凡反问道。因为柳岩儿。王子明说道，其实你可以避免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只要你自己懂得进退。柳岩儿。吴凡的脑海里浮现了柳岩儿那天仙般的容颜，他似乎明白是谁让王子明调查自己了，也就只有对方能够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心思，是孔海林让你调查的。王子明点点头，并没有否认，说道，孔海林追柳岩儿有段时间了，我知道你和柳岩儿之间应该没有什么，你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不过你还是应该和柳岩儿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的话孔少就不会对你有什么误会了。王子明根本就不相信吴凡和柳岩儿之间能够有什么关系，虽然他不是很清楚柳岩儿的身份，但是看到孔海林追了那么久都没有追到，而且还特意追到江州来，就知道柳岩儿的身份绝对不简单，绝对不是吴凡这种普通人能够拥有的。哪怕吴凡厨艺突然提升，哪怕他突然成为江州大学的老师，他依然还是普通人。果然猜得没错，真的是孔海林在调查自己。吴凡倒是没有想到孔海林的动作居然那么快，想到那天孔海林的嘴脸，吴凡虽然惊讶于孔海林的速度，但是倒也没觉得太大意外。我和柳岩之间的确没有什么，吴凡说道，这倒不是我害怕什么人才这么说的。我相信。王子明说道，他的确不相信吴凡和柳岩之间有什么关系。然而吴凡的话还没有说完，我也不会因为害怕什么人而故意疏离柳岩。吴凡说道。吴凡的话让王子明微微皱眉，他的意思很明显，
他现在和柳岩是什么样子，以后还是会什么样子，不会因为孔海林的调查以及自己的提醒而故意远离柳岩。这吴凡似乎有些不见棺材不掉泪。你可知道柳小姐和孔少的身份？王子明说道。可能是因为对吴凡的印象的确不错，虽然觉得吴凡有些固执，甚至是不识抬举，但是王子明却还是想要点醒吴凡，不希望他出什么意外。不清楚。吴凡摇头道。虽然通过鉴定术，吴凡大概知道了一些孔海林和柳岩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并不全，因为当时吴凡的实力比他们都要弱，所以获得的信息有限。而现在吴凡的实力因为那些装备的缘故有了很大的提高，吴凡不知道现在的自己相比于那两位究竟是强还是弱，他没有机会接触到孔海林。对于柳岩，他不想贸然的使用鉴定术，否则的话可能会引起对方的反感。所以吴凡现在对于柳岩和孔海林两人的了解还是不多，我不能说太多的信息，当然我对他们的了解其实也不多。王子明说道。不过你只要知道他们两个都来自帝都的大家族，这种家族传承千年，一直屹立不倒，你就可以想象他们的能量了，那绝对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抗衡的，甚至不是普通人所能够接触到的。王子明说这些的时候，脸上有羡慕，有忌惮。哪怕是王子明的身份以及背后家族的力量，面对柳岩和孔海林所在家族的时候，都是处于绝对下风的。没想到他们还有这样的背景。吴凡说道。虽然之前就已经猜到柳岩和孔海林两人的身份背景绝对不简单，但是吴凡也没有想到他们两人背后的家族居然拥有这样恐怖的底蕴。一个家族能够传承千年，而依然还是豪门，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足以可见他们家族的实力之强大。就像王子明所说的那样，那都不是普通人所能够接触到、能够想象的。但自己是普通人吗？吴凡在心里微微一笑，知道柳岩和孔海林两人的身份背景之后，他虽然也有一些压力，但是要说害怕、恐惧，那倒不见得。你明白就好。王子明说道。总之，那样的家族不是你能够得罪的。虽然孔少只是孔家年轻一辈中的一员，但是他只要稍微动用一些能量，都能够随意的揉捏你。这不是我看不起你，而是事实就是如此。是吗？吴凡不置可否。如果是之前的自己，面对这样的人物，的确是毫无还手之力，但是现在的自己确实未必。见吴凡似乎有些不相信，王子明也微微皱眉，他觉得吴凡太过狂妄了，太没有自知之明了。孔海林那样的存在，自己都要忌惮，不然也不会这么热情的招呼了。而吴凡有什么？一个普通人而已，能和对方抗衡？王子明看不到吴凡能赢的一丁点希望。见吴凡似乎不领情，王子明也不想再多说，该说的我都说了，该怎么做还是要看你自己。谢谢王少的提醒。吴凡真诚地说道。吴凡能够感觉得出来，王子明的这番对自己的提醒是出自真心，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交情，而王子明能这么做，让吴凡对他很是感激。王子明摆摆手，感激的话就不要说了，你要是真的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的话，你就离柳小姐远一点。吴凡笑笑，没有说话。王子明明白了吴凡的意思，也不再说，心里还有点气愤吴凡的不识好歹。菜肴很快就上来了，依然还是有松鼠桂鱼这道菜，只是王子明吃了一口之后，眉头就皱了起来，之后就不再吃这道菜。听说刘主厨离开凯乐门了，不知道去了哪里，这道菜也没有原先的味道了。王子明有些遗憾地说道。虽然说上次在这道菜上刘一刀是输给了吴凡的，但是王子明对于刘一刀的这道菜还是很满意的。这次来这里本来也是想要吃这道菜的，现在因为刘一刀的离开，他对这道菜失去了兴趣。吴凡心思一动，看来刘一刀去自己那里应该是没有告诉其他人，不过这样也好，也省去了一些麻烦。刘主厨在这道菜上的水平的确是很高的。吴凡说道。这倒不是奉承，刘一刀对于这道菜的确是很有心得，虽然上次输给了吴凡，但是要是和其他人相比的话，还是稳赢的。那也比不过你。王子明说道。吴凡笑笑说道，一点手艺而已，不算什么。你的厨艺水平绝对不低。王子明说道。我倒是很好奇，你的厨艺到底是和谁学的？你以往的经历里也没有去过其他酒店或者厨艺学校，你的厨艺为什么会那么厉害？或许我有这方面的天赋。突然之间就顿悟了。吴凡笑着说道。王子明知道自己刚刚的话有些过了，有些探究吴凡秘密的意思，而吴凡显然是没有要说出这个秘密的意思。行吧，不说这些了，吃菜吧，虽然比刘主厨的手艺差了些，倒也没有到难以下咽的地步。王子明说道。随后两人不再谈吴凡的事情，也不再谈柳岩和孔海林的事情，就那么随意的聊着。王子明发现吴凡虽然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心性方面却是丝毫不差，哪怕是面对自己的时候也没有丝毫奉承巴结的意思。两人聊天更像是普通人朋友之间的聊天，不掺杂任何的利益因素，这让王子明很享受这种氛围，连之前对吴凡的那点气愤也消失了大半。也正是因为享受和吴凡的聊天，在两人分开的时候，王子明还是忍不住对吴凡说道，我晚上说的事情你回去之后还是再考虑考虑。女人这个世界上多的是，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女人得罪一个自己惹不起的庞然大物，更何况你和这个女人还未必能够走到最后，执迷不悟的话很可能会害了自己。谢谢王少的提醒，我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吴凡说道。行吧，你好自为之。王子明知道自己没有说动吴凡，拍了拍吴凡的肩膀就离开了。王子明离开之后，吴凡也离开了凯乐门。相比于来时的轻松，离开的时候吴凡的心情多少是有些沉重的。虽然
刚刚在面对王子明的劝告的时候，吴凡表现得很轻松，似乎完全不将孔海玲放在心上。但是实际上，吴凡的心里还是在意的，因为那枚戒指的缘故，吴凡知道自己以后不会是普通人，但那也是以后，而不是现在。自己的现在还很弱小，还是一个只能靠着做烧烤来维持自己生活的底层人士。面对孔海玲这样的人物，自己显得太过渺小。今天的事情也让之前因为赚了一笔钱而飘飘然的吴凡一下子清醒了过来。900多万，或许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哪怕是吴凡也激动不已。但是这个数字不要说放在孔海玲的面前了，就是放在王子明的面前，可能也只是让对方稍稍惊讶一番。至于说因为这个数自而失态，那是不可能的。吴凡也认清了自己和王子明、孔海玲等人的差距。如果自己只是在普通人圈子里生活，那自己会活得很好。但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说因为柳岩儿而得罪了孔海玲的事情，就算是没有这件事，随着自己赚的钱越来越多，自己也会慢慢进入一些人的视线。而这些人未必会有像王子明这样的好心，可能更多的会像是孔海玲那样，恨不得整死自己。所以自己一定要变强，只有这样才能够守住自己的所得，保护住自己的安全。吴凡第一次有了紧迫感。之前在游戏世界中，他的心情都很轻松，甚至是一点也不急，因为他知道那里就只有他那么一个玩家，那个世界的资源在他看来都是他的，他完全可以慢慢来。然而现在看来，他不能再悠哉的了，他必须紧张起来，必须加快节奏，这样才能够让现实中的自己有着更多抵抗其他人打击的能力。离开凯乐门之后，吴凡去购买了一些食材，在他还没有拿到那笔欠款之前，他还是只能做烧烤，哪怕他之后有其他的计划，现在没钱也只能是想着。师傅，这就是你住的地方吗？刘一刀如约来到吴凡的住处。昨天晚上两人分开之后，吴凡就嘱咐刘一刀第二天下午去他的住处帮忙做串，因为晚上的生意越来越好，需要提前准备的串也就越来越多，吴凡一个人忙不过来，只能是找自己新收的徒弟来帮忙了。不错，进来吧。吴凡说道。有了刘一刀的帮忙，速度果然快了不少。天色渐暗的时候，吴凡和刘一刀两人带着做好的串以及烧烤用的东西，前往江州大学前面那条街上。果然，在吴凡和刘一刀两人到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一些人在等着了。这些人现在都是吴凡烧烤摊的忠实粉丝了，宁愿在这里等着吴凡出现，也不愿意去别家的店去吃。这样的情形自然是让其他家烧烤摊的老板大为羡慕和嫉妒。吴凡这边正式摆摊，客人也是越来越多，大多数人都是站着吃，但是却是没有丝毫的抱怨。咦，我怎么觉得这老板有些面熟呢？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老板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对啊，我也有印象，我还以为就我有这种感觉呢。烧烤途中，有几个江州大学的学生吃着烧烤的时候，发现做烧烤的吴凡面相有些熟悉，之前他们没在意，但是现在却是越看越觉得熟悉。对了，我认出来了，他不就是今天校内网上的那个教女生们游泳的老师吗？对，我也认出来了。我说怎么这么熟悉呢？在校内网的论坛上还有他的照片呢。果真是一样。在这里吃几天烧烤了，没有想到这老板居然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同学，什么老师？你们刚刚在说什么？这个做烧烤的老板是我们江州大学的体育老师，他的照片今天被人传到校内网上了，现在被我们认出来了。老师，你怎么在这里做烧烤啊？对啊，你不是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吗？还是说就是长得像，不是一个人？肯定是一个人，我100%确定。围观的学生们认出吴凡的身份之后，顿时就热闹了起来。一个老师，而且还是江州大学的老师，居然在这里卖烧烤，这的确是算得上一个新闻。再加上吴凡在学校内教的还是女生们的游泳课，这让他显得有些特别，本来就很受关注，现在知道他又一个身份之后，自然就更加让人好奇。甚至是有些同学已经将吴凡做烧烤的画面给拍了下来，传到了学校的校内网上，顿时又引起一些上网学生的注意。面对激动起来的学生们，吴凡为了防止出事，让他们安静下来，他连忙说道：我的确是江州大学的体育老师，不过没有人规定当老师就不能卖烧烤吧？能，肯定能啊，就像是兼职一样。老师，我以后都只在你这里吃烧烤，自己学校的老师肯定要支持一波。对，支持，肯定支持。老师，没有想到你身材那么好，烧烤做的还这么好。老师，你有女朋友吗？周围的学生们在听到吴凡承认之后更加的激动，虽然吴凡不是他们的老师，但是他们是学生，吴凡是老师，这让他们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也没有人觉得吴凡这么做就有辱老师的身份。而现场的同学们更是在自己的群里将这个消息传递了出去，很快就有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本来今天因为游泳课的事情，吴凡在校内在学生们之间就有了很大的关注度，现在他在做烧烤的消息传播出去之后，更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甚至一些人更是直接从学校内赶来，想要看看吴凡。你们想来就来，非要拉着我干嘛？叶菲菲一脸不情愿地对自己2个舍友说道。菲菲，你男朋友在这里做生意，你都不过来看看。小云说道。就算是你们吵架，也已经好些天了，差不多就行了。我们没吵架。叶菲菲说道。既然没吵架，那更应该过来看看啊。小茹说道。算了，和你们解释不清。叶菲菲无奈道。快点，就要到了，听同学说就在前面。小云对叶菲菲说道。你们又不喜欢吃烧烤，非要来干嘛？叶菲菲说道。你没看到学校内很多人都要来看看吗？小茹说道。而且这可是你男朋友卖的，我们肯定要给面子吃点的。还是我老师。
小云补充道。叶菲菲无语，本来他们三人在宿舍里上网聊天呢，结果小云看到其他同学发的信息，说吴凡在他们学校前面那条街上卖烧烤，而且还有照片，顿时就要来看看。他们来也就算了，还非要拉着自己一起。叶菲菲本不想来，但是却是没有办法，只能是跟着来了。哇，好多人啊！小云看着吴凡摊位前围着的里3层外3层，惊讶道：“这条街上的摊位店面是很多的，平时周围学校的学生也都会来这里逛逛玩玩，这里东西多也便宜，主要就是面向学生市场，所以这条街的人流量一直都还不错。但是整条街的店面和摊位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像吴凡摊位这样的盛况，周围围的全都是人，里面的情况是想看都看不到，周围的道路都挤满了人，通行都成了问题。不就是卖烧烤吗？有必要这么多人围着？”叶菲菲也被眼前的场景给吓到了，那样子就好像这些人看的不是一个卖烧烤的，而是在围观一个大明星一样。这不一样。小云一边垫着脚往里面看，一边说道：“这可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在卖烧烤，而且这个老师在今天还在校内网上爆火，还拥有完美的身材，你说大家能不激动吗？那也没有必要这样围着啊，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围观什么大明星呢。”叶菲菲说道：“吴老师现在在我们学校内，可不就相当于大明星吗？”小茹说道，随即她有些恍然地说道：“哦，是不是你看到那么多女生也来了，所以吃醋了？”“肯定是这样。”小云一脸认真地说道。“吃醋？我吃哪门子醋？”叶菲菲觉得自己都要崩溃了，她又不是我什么人。菲菲，你不用说气话，我们都能够理解的。对，我们都理解。你们理解什么呀？你们？叶菲菲无语道：“你们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你都不和我们说你们之间的事情，我们怎么会知道？”小茹说道：“就是，我还挺好奇，你是怎么和吴老师谈恋爱的？怎么样，师生恋是不是很刺激？”小云一脸八卦的说道：“什么师生恋？都是没有的事。”叶菲菲说道：“不说算了。”小云说道：“走吧，我们也挤进去，看看你男朋友，我的吴老师手艺怎么样？要去你们去，我不去，我就在这里等你们。”叶菲菲说道：“走吗？一起过去。你不去，我们的面子可没有那么大。你也看到了，这里那么多人，我们想要吃到，不知道要排到什么时候呢。”小云道：“就是有你这个枕边人帮忙，我们才能够走走后门。”小茹也说道：“什么枕边人？你们越说越过分了呀。”叶菲菲说道：“不说了，不说了。”小云拉着叶菲菲说道：“我们过去吧。”叶菲菲无奈，被小云拉着往人群里挤。本来有人这么挤进来，其他人肯定是会不高兴的。不过叶菲菲三人长得都不差，尤其是叶菲菲的那样貌，完全是可以和柳莹儿以及唐雨霏一较高下的，所以本来要呵斥的众人都将话给咽回去了。美女在很多时候都是拥有特权的。吴老师，给我们来3串金针菇，3串藕片，3串茄子。挤进去之后，小云便立即对吴凡说道：“是你啊！”听到小云的声音，吴凡这才抬起头来，瞬间便认出了小云。吴凡这段时间可是忙得不轻，不仅是要忙着烧烤，而且还要忙着招呼这些特意赶来的学生。他也没有想到自己被认出来之后，居然会有那么多学生特意跑来看他，而且还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什么他是怎么锻炼的，为什么来卖烧烤，有没有女朋友等等。这些都是江州大学的学生，而且态度也不恶劣，只是单纯的好奇而已。吴凡也不好冷漠相对，只好一一回答。他发现应付这些学生们比做烧烤还要累。在看到小云的同时，吴凡也看到了小云旁边的叶菲菲，不由得说道：“你也来了？”吴凡倒是没有想到自己居然将叶菲菲也给吸引来了。两人这还是自从自己送她去报道之后第一次见面呢。虽然两人不是很熟，但是毕竟认识，而且叶菲菲也是自己房东的亲戚，自己也不能装作不认识不是。他们非要拉着我来的。叶菲菲解释了一句，显然她怕吴凡误会。吴凡点点头，他倒是不会自作多情的多想，因为客人很多，吴凡也没有时间和叶菲菲他们闲聊，便忙着继续烧烤。菲菲，吴老师那么忙，你不去帮帮忙吗？小云说道。我为什么要去？你为什么不去？叶菲菲问道。你是吴老师的女朋友，我和他又没有什么关系。小云说道。而且现在吴老师在学校里很吃香的，现在刚好有那么多人在，你正好可以宣誓主权，断了其他女生的念头。宣誓什么主权啊？我和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叶菲菲说道。好，没有关系。小云只当叶菲菲还在生吴凡的气，不过不宣誓主权，帮忙总可以吧？帮忙？好像真的可以。叶菲菲想到吴凡之前也帮过自己，送自己来学校，给自己做吃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还愿意让自己住在学校，不去告发自己。说起来，吴凡这个人还是不错的。而现在吴凡的确很忙，周围的客人很多，虽然他的旁边已经有一个人在帮忙了，但是还是有一种忙不过来的感觉。不过如果自己真的帮忙了，小云和小茹两人岂不是更会觉得自己和吴凡就是情侣关系？自己之前的解释不都是白费了？不过好像自己之前的解释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啊。就在叶菲菲犹豫着要不要上前帮忙的时候，又一个靓丽的身影出现，引起周围人的一片惊呼。唐雨霏也来了。没有想到吴老师连唐女神都给吸引来了。听说唐雨霏就是报的游泳课爱，吴老师就是她的老师。真想看看唐女神穿泳衣的样子，那样子一定棒极了。要是能够做唐雨霏的男朋友，少活2年我都愿意。这个一出现就引起很大轰动的人，正是唐雨霏。唐雨霏一来就吸引了在场众人的注意，长白 T 恤、牛仔短裤，
将她妙曼的身姿展示得淋漓尽致，那双细长白嫩的双腿犹如黑夜里的明灯一样，吸引着众人的眼球。吴老师，没想到你在这里做生意，早知道的话，我就早点过来了。唐雨霏说道。唐雨霏说话很正常，然而这样正常的话，经她的嘴说出来之后，却是有着一种别样的诱惑。唐雨霏就是那种不用刻意做作，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能够让人想到性感2个字。现在过来也不迟。吴凡说道。对于这个女生，吴凡心里是有着警惕的，因为对方足够漂亮，而且还颇具攻击性，有时候主动的自己都受不了。吴老师，你这么忙，我来帮忙吧。唐雨霏说道。菲菲，你看，你不去，有人要抢着去。小云碰了碰叶菲菲的胳膊，小声的说道，你还不赶紧过去？谁爱去谁去，我才不去。本来还犹豫着要不要去的叶菲菲，见到这个情况，反而是打消了上前帮忙的打算。这里可有很多学校内的学生呢，万一他和唐雨霏2人抢着要帮吴凡的忙的事情传到了校园内，还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误会自己呢。自己的舍友误会自己，自己解释了那么久都没有什么用，就更不要说其他人了。不用，不用。吴凡对于唐雨霏的好意连忙拒绝。我和我徒弟2个人能够忙得过来。吴凡在江州大学内可是老师的身份，而唐雨霏则是学生，这里又有那么多学生盯着呢，万一传出点什么，自己脸皮厚点还好，但是唐雨霏可是女孩子，对她的名声会有不好的影响。吴老师，我们都那么熟了，不用那么见外。唐雨霏说道，她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那么做会给她自己带来什么影响一样。真的不用了。吴凡拒绝道，心里却是想着自己什么时候和她那么熟悉了，自己和她不过在今天游泳课的时候才见了第一面而已。似乎怕唐雨霏坚持，吴凡手上的动作都快了2分。唐雨霏见此，转身看向众人说道，大家都排好队，一个一个来，别让吴老师累着了。不得不说，唐雨霏的话还是很有些号召力的。江州大学的那些学生就不说了，其他学校的学生听了他的话之后也都去排队了，最后没有去后面排队，依然是站在吴凡的摊位前的就只有唐雨霏以及叶菲菲宿舍几人了。唐雨霏看向叶菲菲几人说道，几位同学，你们也要吃烧烤吗？是的话，麻烦后面去排队，我们是吴老师的朋友。小云忍不住说道，这位是吴老师的女朋友。看到吴凡疑惑震惊的眼神，叶菲菲顿时大窘，她拉了一下小云说道，你胡说什么呢？我没胡说啊，本来就是小云说的，她胡说的，你们别信。叶菲菲脸色羞红，尤其是吴凡的目光更是让她总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想法。叶菲菲觉得自己没法在这里待了，她一手一个拉着小云和小茹2人就往外走。菲菲，你怎么了？走什么呀？对啊，我的烧烤还没好呢，我还想要吃吴老师的烧烤呢。别废话了，快走。叶菲菲3人越走越远，唐雨霏则是带着戏谑的眼神看向吴凡说道，师生恋啊，啧，没有想到吴老师喜好这一口，我也是学生，你觉得我怎么样？要不我们也来一段师生恋？嗨嗨。吴凡干咳2声，既是被吓的，又是缓解尴尬。小云同学是在开玩笑的，是吗？唐雨霏眼里戏谑的神色更重。唐同学，你要吃点什么？吴凡连忙岔开话题道。唐雨霏知道他在岔开话题，白了吴凡一眼，那一眼当真是风情万种，让吴凡大呼吃不消。他没有想到还是学生的唐雨霏居然有这样的风情。好在唐雨霏并没有在这个事情上过多纠缠，在这里吃了点东西就离开了。不过吴凡这边所引起的轰动还在继续，尤其是唐雨霏和叶菲菲这2个顶级美女都被吸引了过去，更是让江州大学内的学生们对吴凡的摊位好奇不已，这也让吴凡这里的生意一直都处于火爆状态。一直到学校的宿舍关门时间要到了，吴凡这边才逐渐冷清了下去。不过却还是有一些人在这里吃，毕竟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住校的，而且这街上的客人们除了学生外，还有一些其他客人。老板，来10串肉串，5个鸡翅，10份韭菜，还有1箱啤酒，记住了没有？给哥几个快点。临近12点的时候，吴凡摊位这里来了几个流里流气的青年，走路摇头晃脑，站住的时候双腿直抖，嘴里还叼着牙签，看人的时候的都是歪着脑袋，用眼角看人。这几个人就差将我不是好人几个字刻在脸上了。好的，稍等。虽然这几个人看着不像是好人，但是吴凡也不能以貌取人，就将别人轰走，生意还是要做的。只不过这几个人往吴凡的地摊位前一站，本来站在吴凡摊位前的学生们不自觉的就往旁边走了几步，与这些人保持一些距离。看到这个情况，那几个年轻人不但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反而是有种洋洋得意的感觉。老板，怎么还没好？磨磨唧唧干什么呢？没多久，这几个青年就可以有些不耐烦了。我也想早点烤好，不过我总不能将还没有烤熟的东西就给你们吧？吴凡说道。废话还挺多的。为首的一个青年说道，随即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将他的袖子撸起来一些，露出上面的刺青，说道，听说你这里的烧烤很好吃，今天要是不能让我们几个吃满意了，我们就让你这生意做不下去。本来对这几个人就没有什么好印象的吴凡，在听到对方的话之后，更是直接皱起了眉头。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其他人觉得好吃的东西，你们未必会觉得好吃，我也没有办法保证让所有人都喜欢吃我做的烧烤。本来还只是不喜欢这几个人的做派，而现在吴凡已经基本可以确定，这几个人多半是来闹事的，不然的话，那为首的青年也不会说那话了。只能说这几个人都不是什么有城府的人，他们的目的很容易就能够让人看出来，都是一些上不入流的人。少废话！那青年呵斥道，快点给我们做，没看到我们几个等着吃吗？我不管你怎么做，一定要让我们几个弟兄们满意才行。满不满意
还不是我们一句话的事。到时候就算是你做的再好，我们都说不满意，看你怎么说。师傅，会不会有事？刘一刀也看出这些人来者不善，小声地问吴凡道。没事。吴凡回道，一些混混而已，算不得大事。见吴凡淡定，刘一刀倒也不再说什么，他的心里并没有多少害怕。在凯乐门工作了一段时间，他也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自然是不会被这几个混混给吓到。很快，吴凡手上的食物就都烤好了，那几个青年还以为吴凡手中的东西是给他们烤的，伸手便准备去接，然后吴凡却是没有递给他们，而是递给了其他人。你什么意思啊？看不起我们？为首的那个青年怒道。先来后到，他们比你们先来。吴凡淡淡的说道，想要吃东西，请排队。那青年下意识看了看吴凡摊位前的其他人，的确是都在排队。我吃你东西是给你面子，你居然让我们排队？那青年说道。谁来了都要排队。吴凡淡淡的说道。对，排队去，我们已经排了很久了，想吃东西后面排队去，不许插队。本来那个青年想要借此发火，掀了吴凡的摊子，但是还没有等他开口，那些排队的人就纷纷说起他们来了。要知道，这些排队买烧烤的人多半都是学生，而学生是最热血的，而且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自己排了半天队而被其他人给插了队。如果只是一两个学生的话，那几个青年未必会在意，甚至说不定连这些学生也一起揍了。但是现场的学生不少，他们也不好随便动手，毕竟这里周围都是学校，学生很多，而学生又是很容易抱团的，所以哪怕存着心思来闹事的这几个青年也不好对学生下手。所以虽然心里很不愿意，但是这几个青年最后还是很憋屈的去后面排队了，一直到半个小时后会才轮到他们。快点坐，不能对学生们发火。这几个便将火发在吴凡的身上，语气非常的不善。吴凡也不理他们，依然是低头做烧烤。这样的行为在那几个青年看来就是吴凡怕了他们了，这让他们心里舒服不少。之前在学生们那里吃的鳖总算是找回了场子。你们的东西好了。没多久，吴凡就将东西递给他们几个。这么快？不会还没熟吧？要是我们吃坏了肚子，你就死定了。本来还在一直催着吴凡的那几个青年，见吴凡居然这么快就做好了，反而是有些怀疑了。如果害怕，你们可以不吃。吴凡说道。我也不收你们的钱。为什么不吃？那为首的青年一把从吴凡的手中抢过那些烧烤。不过要是吃坏了肚子，没有一个180万的，你别想打发我们。说完之后，那青年将手中的烧烤分给自己旁边的几个兄弟，众人也不离开，就那么站在吴凡的摊位前吃了起来。一口下去，本来想要找茬的几个人居然几乎在同一时间眼睛一亮，喉咙连续动了几个，随后一连吃了几口，将嘴巴里都塞满了，这才开始咀嚼下咽。牛哥，怎么办？这东西好像很好吃哎。旁边的一个青年小声的对为首的青年说道，不过因为嘴巴里的东西太多，他说话有些嗡嗡的，显得含糊不清。注意你的身份，你能不能吃完再说？丢不丢人？为首的青年呵斥道。刚刚说话那人缩了缩脖子，加快了咀嚼的动作，心里对于为首的青年却是狠狠一番鄙视，还说我呢，你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一串鸡叉骨几秒钟就吃完了，像是饿死鬼投胎一样，你怎么就不注意形象了？为首的青年此时心里却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之前的确是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烧烤，再加上肚子本来就饿，所以一口气吃了不少，舍不得停下。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受人所托，是来闹事的，不应该这么没有形象的大口吃喝。这个时候，他应该借口闹事了。想到这里，那青年将嘴里的东西咽下，看着吴凡，嘴巴张了张。刚刚点的那些，再来一份。我怎么这么不争气呢？在说完之后，那青年恨不得打自己一个巴掌。本来他要说的不是这句，但是到了嘴边却是变成了这句话，这让他觉得有些丢人。算了，吃完了再找他的茬也是一样的。那青年想到，给我再加一份鸡翅，要加辣。我要3串五花肉，刚刚点的那些不够吃，我要加。旁边的几个青年见为首的青年又点了一份，本来还在犹豫的他们便立即上前点了自己想要吃的。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想要吃了就找茬的，所以点的分量并不算多。现在既然发现这里的烧烤那么好吃，他们自然是想要多点一些。吴凡看着这几个争先恐后点单，心里疑惑了，难道自己错怪他们了？他们只是长得流里流气，实际上却是好人，是正常的顾客。同样有疑惑的还有吴凡摊位附近的其他几家烧烤摊的老板，因为那些青年是他们找来了，但是他们找那些青年来可不是让他们去照顾吴凡的生意的，是让他们砸吴凡的摊位。然而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先前乖乖的排队就不说了，现在居然在吴凡的摊位前畅快的吃了起来，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脸的享受和满足，似乎对于吴凡那里的食物非常的满意。剧本不是这样的啊，你们不是应该在吃了几口之后就先调吴凡的摊位，怎么现在光顾着吃，忘了正事了？这几个人到底怎么回事？这么不靠谱？我也不知道啊，谁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都别看我，我也和他们不熟，虽然人是我找来的，但是平时他们接触不多，对他们也不了解。算了，再等等看吧，也许他们就是饿了，想吃点东西。一群没脑子的东西，正事都能忘记，就不该相信他们。几个烧烤摊的老板因为生意越发的冷清，再加上关心吴凡那里的情况，再次聚集到了一起，而对于那几个青年的行为也是吐槽不已。然而他们现在除了等着，似乎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只能是希望这几个青年吃饱之后能够想起正事。老板，再来一箱啤酒。对，啤酒，吃烧烤没有啤酒怎么行？不错，怪不得我之前一直觉得少点什么。你们这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快点上啤酒。那几个青年不知道吴凡以及其他几个烧烤摊老板心中的想法，这个时候似乎吃嗨了，居然还点了啤酒，一边吃烧烤一边喝啤酒，当真是会享受。来者是客，而且这几个青年现在的确没有闹事，吴凡自然也就不能拒绝他们的要求。几个青年吃着喝着，好不惬意，让其他的几个烧烤摊的老板看得着急不已。牛哥，我们是不是忘了什么事了？一直到吃喝差不多了，有个青年才似乎想起什么似的，对为首的青年说道。本来那个为首的青年正在啃鸡腿呢，听到他的话，动作顿时僵硬住了，随后气道：都是你们这群笨蛋，饭桶就知道吃，差点误了正事。然后手中拿着鸡腿训话的他，让其他几人心中腹诽不已。笨蛋，饭桶里面也有你一个吧？行了，吃的也差不多了，该办正事了。那青年对其他几个人说道。其他几个人连忙点头。那青年有些不舍地看了一眼手中吃剩下不到一半的鸡腿，然后拿着鸡腿就走向了吴凡。结账的，一共1088，给1080就行了。吴凡看着几个人淡淡的说道。我丢，怎么吃了这么多？那为首青年本来是要找茬的，听到吴凡这句话之后，顿时又惊又怒。他转身看向自己身后几个人说道：你们几个是饭桶吗？吃那么多？一个个的，平时让你们办事不行，吃东西倒是比谁都快，居然吃那么多。我也没吃多少啊，就是吃了3个鸡腿，2个猪蹄，5串鸡翅，10个生蚝。牛哥，你也吃了不少的。对啊，牛哥，就属你吃的最多。其他的几个青年纷纷反驳道，他们是吃了不少，但是吃的最多的还是为首的青年，他们可不想背负饭桶的名声，这让他们以后怎么混？虽然他们吃的的确不少，我说你们吃的多，你们吃的就多。为首的青年差点被气死了，这些手下是不想活了吗？居然敢反驳自己了，胆子肥了呀！不行，等回去之后要整顿一番纪律了，这些人太过无组织无纪律了，要让他们知道谁才是大哥。大哥训话的时候只能听着，不能反驳。牛哥，正事正事，别忘了正事。之前提醒为首青年的那个年轻人再次小声地对牛哥提醒道。为首的青年先是一愣，随即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下手的力道一时没有控制住，拍得自己头昏眼花，心里更气。他小声地训斥那几个青年道：都是被你们给气的，差点忘了正事。几个青年暗中撇嘴，却是不敢再反驳。那为首的青年似乎很满意自己手下们的表现，这才转身看向吴凡，脸上换上了一副凶恶的表情。手机支付还是现金？吴凡追问道。我们不是结账的。为首的青年说道。我们是找你算账的。算账不就是结账吗？不还是一个意思吗？吴凡说道。一共1080，现金还是手机支付？我都说了不是结账的。那青年说道。你怎么就听不懂我的话呢？那你是什么意思？吴凡问道。这个时候，那牛哥身后的一个青年一脚将一个凳子给踢翻，大声道：我们是来闹事的。牛哥先是一愣，接着便是满脸的羞愤，自己怎么就带了这么几个傻子来呢？太没脑子了。哦，懂了。吴凡看到这一幕，点点头说道：你们是来故意找茬的。谁说我们来找茬的？明明是你这里的东西太难吃。牛哥对吴凡大声道。他们虽然的确是来闹事找茬的，但是也要有一个由头，不能无缘无故就这么干吧。难吃你们还吃那么多？几个人吃了1000多。吴凡淡淡的说道。几个青年有些羞愤，自己之前怎么就没有控制住呢？不过这烧烤摊上的烧烤是真的好吃。你们这里的食材过期了。对，我刚刚吃着，明显有一股怪味，我还吃到了一个虫子，你这里太不卫生了。几个青年一个接一个的数落吴凡。过期了，你们还吃那么多？有怪味，你们还吃得下？不卫生，你们怎么吃的那么欢？吴凡说道。少废话，赔钱，不然我们砸了你的摊子。牛哥羞怒的说道。本来如果他们按照计划刚吃1-2口就发飙的话，倒也可以做到底气十足，怪就怪他们刚刚吃的太多了，现在说什么理由都不是那么令人信服的了。你们这就是故意找茬的吧？吴凡说道。不管你怎么想，这钱一定要赔。牛哥也不掩饰自己的目的了，实在是掩饰不住。我要是不赔呢？吴凡淡淡的说道，脸上没有丝毫的惊慌。不赔，砸了你的摊位，而且以后见你一次砸你一次，让你没有办法做生意。牛哥道。谁让你们来的？吴凡突然问道。这几个人看着不像好人，如果是收保护费的，那应该周围的摊位都收，结果周围的摊位都没事，这些人来了之后就直奔自己的摊位而来，显然是有目的性的，而自己之前和他们也不认识，无冤无仇的，这显然是背后有人指使。那牛哥没有想到吴凡会突然跳到这个话题，眼睛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周围正在看热闹的其他几个烧烤摊的老板，虽然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将眼睛转了过来，但是这一动作还是被吴凡给发现了，同样也被其他几个烧烤摊老板给发现了。这个笨蛋，蠢货，这是猪脑子啊？不对，猪都比他聪明。不知道那老板看没看到？看到了，岂不是知道这件事的背后是我们在搞鬼？看到又能怎样？这里又不是学校，这是社会，用些手段不是很正常？
几个老板对于那个牛哥的行为显然很不满，不过他们倒也不是很担心被吴凡发现这件事的背后是他们，因为在他们看来，就算是吴凡知道了，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吴凡就是一个刚入行的小年轻而已，能有多大本事？真要是有大本事的话，也不会来做这一行，而且还是在街边摆摊位了。吴凡的确是已经看到了那几个正在看热闹的烧烤摊老板，通过那个为首青年的眼神，也猜到了这件事的背后，就是那几个烧烤摊老板在搞鬼了。本来因为下午王子明的警告，吴凡以为这些人是孔海林找来的，现在看来却不是这样。不过对于这些人背后指使人是那几个烧烤摊老板，吴凡倒也不是很惊讶。自从自己生意好了之后，其他几个烧烤摊的生意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那几个烧烤摊的老板昨天晚上就已经找过自己一次麻烦了，表现出了对自己的敌意。现在他们找人来闹事，影响自己的生意，这一点都不奇怪。没有人让我们来。那牛哥还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将身后之人给暴露了，依然是在威胁吴凡：你到底赔不赔钱？赔钱？不可能的。吴凡摇头道：我的东西如果真的有问题，那赔钱可以，但是你们现在故意找茬，那我不可能让你们得逞。牛哥，和他废什么话？他不赔钱，我们就掀了他的摊子。就是啊，牛哥，别和他逼逼了，直接动手。这家伙居然不给我们的面子，不给牛哥面子，今天必须教训一顿。牛哥后面的其他青年纷纷摩拳擦掌，不怀好意地看着吴凡，随时准备动手。你们要干什么？小心我们报警抓你们！就是吴老师的食材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们就是故意找茬，居然敢欺负我们江州大学的老师，你们胆子真大！吴凡这边还没有说话，在旁边的学生们可都忍不住了。要知道，吴凡除了是烧烤摊的老板外，还是他们江州大学的老师，而且还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老师。这欺负他们江州大学的老师，那就是不将他们江州大学放在眼里，就是在打他们江州大学的脸。这些学生们自然是不能忍。那几个跃跃欲试的青年看到这个情况，顿时就愣住了。这是什么情况？这人还是江州大学的老师？一个老师怎么会来摆摊卖烧烤？你好好教学不好吗？而且他们来之前，那些人也没有说吴凡还有江州大学老师的背景啊。江州大学的名气，哪怕是他们这些混混都是听说过的，自然也知道江州大学的地位。真要是打了江州大学的老师，那后果可就比欺负一个烧烤摊老板要严重的多。想到这里，牛哥又扭头看了一眼身后的那些老板们，想要让他们给自己一个准信。现在到底该怎么办？这茬是继续找，还是就这么算了？那些老板们之前也的确是没有想到吴凡还有这样的身份，不过既然自己等人的身份都已经暴露了，那么这件事就要继续下去。反正不是自己直接动手，牛哥等人要是被抓的话，大不了自己等人多赔点钱给他们就是了。所以几个老板稍微犹豫了一下，就示意牛哥继续，同时表示会加钱。有了几个老板这样的承诺，牛哥心里也放心了。江州大学的老师怎么了？我们照打不误，摊子照样给你掀翻，大不了就进去蹲几天，反正他们又不是没有进去过，而且那几个老板还愿意加钱呢，这个买卖不亏。我劝你们别多管闲事，这是我和这个老板的事情。牛哥对那些学生们说道。虽然他不害怕对吴凡出手，但是如果真的伤了太多的江州大学的学生的话，那后果显然会更加严重，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不过学生们都是热血的年纪，哪里会被他给吓到？更何况现场可是有不少江州大学的学生呢，这让他们胆气更足，更加不能看着自己学校的老师被人欺负。这件事你们别管了。这个时候吴凡却是发话了，我自己能解决。吴凡同样是不希望看到这些学生们受伤，更不希望他们因为自己而受伤，更何况他的确有把握自己解决这件事。吴凡的出现让牛哥心里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有惊讶，要是那些学生们真的出手的话，不说自己今天还敢不敢继续下去，就算是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多学生在，自己这边只有几个人，也未必能够占到什么便宜。这人脑子坏了吧？难道他以为他一个人能对付我们这么多人？牛哥用看笨蛋脑残的眼神看着吴凡，觉得吴凡的脑子有问题，才会说出刚刚那话。小子，快点赔钱，别废话，别耽误我们时间。牛哥也不敢继续僵持下去，真怕那些学生们忍不住动手。不赔？吴凡摇头。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牛哥说道，哥几个掀了他的摊子，我看谁敢。吴凡拦住要为自己出头的刘一刀，往前一步道，脸上一直淡然的表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满脸的严肃以及杀气。吴凡可是杀过人的，虽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但那也是活生生的人，身上的气息自然不同一般。这几个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的青年，一时间居然被他的一句话给吓住了。反应过来的牛哥觉得很没面子，脸上一阵烧红，周围可是有很多人看着呢，自己居然被吴凡一句话给吓住了，以后还怎么混？都愣着干什么？上去掀了他的摊子！牛哥吼道。牛哥的怒吼让他的小弟们清醒过来，在羞愤的同时，也一个个恨不得将吴凡给摁在地上，猛捶80拳，以挽回自己的面子。几个青年不再犹豫，面目狰狞地朝着吴凡的摊位而去，有的要掀吴凡的桌椅，有的要推吴凡的烧烤架，有的甚至想要直接攻击吴凡本人。吴凡不慌不忙地对着来人就是一拳，那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就直接倒在了地上。吴凡现在的力量又岂是一般人能比的？这一拳还是他流力的缘故，不然的话，可能真的会将他的头给打爆。不过就算是这样也足够吓人了，只是一拳就将一人给打晕了过去，这力道得多大？本来想要上来帮忙的江州大学的那些学生们都停在了原地，有的愣愣地看着，有的则是掏出手机录制视频、拍摄照片等等。吴凡一拳解决一个之后，脚步不停冲向另外一人，
那人已经一脚将吴凡的一张桌子给踢翻，正洋洋得意寻找下一个目标呢。结果屁股猛地一痛，一股巨大的力量传来，直接将他整个人给踹飞了出去，一直飞了5-6米，才重重地跌落在地上，牙齿磕掉了几颗。去死吧！这边另一个青年举起一张凳子，准备从背后突袭吴凡。吴凡犹如身后长眼一般，一个侧身，随后右腿甩出，一个侧踢踢中对方的腹部，巨大的痛感传来，让那人在瞬间就将身子弓得像瞎子一样，脸色更是直接涨红，两个眼珠子都要凸出来了。啊！一声惨叫从他的嘴中发出，随后他的身子不受控制地往后跌去，跌跌撞撞地连续退了好几步，这才倒在地上，然后便是捂着自己的肚子，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声，让人闻之汗毛倒竖，毛骨悚然。剩下的几个人也没有能够躲过吴凡的攻击，一个比一个惨，惨叫声此起彼伏。现在就剩你了，你说该怎么办？吴凡来到牛哥的面前，淡淡的说道。牛哥一脸愣愣的看着吴凡，他怎么都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看到的一幕，自己这边那么多人就被吴凡那么3两下的都给解决了。吴凡看着那么瘦，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量？有那么大的力量也就算了，他的速度为什么还那么快？这还是人吗？他为什么这么强？啪！吴凡随手一个巴掌打在牛哥的脸上，留下几个血红的手指印。问你话呢，哑巴了？对不起。吴凡的巴掌打痛了牛哥，也打醒了牛哥。自己这边那么多人都不是吴凡的对手，现在只有他一个人了，自然更加不会是吴凡的对手。他又不是西门吹雪那样的绝世高手。完了，吴凡淡淡的说道。高手，你说该怎么办？在吴凡的注视下，牛哥说话都结巴了，一句连贯的话都说不出来。给我把东西都整理好，损坏的都要赔偿，连同之前吃的烧烤钱一起。吴凡说道。另外，说到这里，吴凡靠近了一些牛哥，降低声音道，另外，我希望找我麻烦的人得到报应。说着，吴凡斜了一眼那几个已经被吓得缩回去的烧烤摊的老板。明白牛哥打架的战斗力不行，但是这领悟吴凡意思的本领倒是不差，立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你明白什么？我什么都没说。吴凡站直了身子，对牛哥道，交钱，滚蛋。是。牛哥连连点头。你们几个还不给我起来，将这里收拾好，不将东西收拾好，我就收拾你们。牛哥一边掏钱给吴凡，一边对自己带来的那些人的吼道。面对吴凡，他没有说话的勇气，但是面对自己带来的那些人，他的底气可就很足了。牛哥已经明白了，今天这是踢到铁板了，他也认栽了。不过今天这损失肯定是要找人报销的，顺便也让某些人遭一遭报应。太帅了，吴老师，你太厉害了。吴老师，你是有练过吗？怎么那么厉害？在牛哥带着人离开之后，围观的学生们纷纷惊呼起来。实际上，在吴凡出手的时候，那些学生们就一直处于震惊状态，一直到吴凡将牛哥等人全部解决，他们这才纷纷从震惊的状态中反应过来。本来他们看到牛哥等人多，以为吴凡会吃亏，却是没有想到吴凡3两下就将他们都给解决了。在吴凡的面前，那当真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怪不得吴老师不要我们帮忙呢，原来不是他自大，而是他真的很强。低调。吴凡朝着众人笑着说道，还有谁要点烧烤的？不点了的话就散了吧。吴凡可不想一直当猴子一样被人围观。我点，我也要再吃点。不少本来吃完打算离开的学生都临时改变了主意，又再次点了一些烧烤，为的就是能够和吴凡说上几句，问问他为什么这么厉害。这里的消息以及刚刚打斗的视频也被学生们传回了校内，被不少的学生们所知道，他们纷纷惊讶于吴凡的身手。菲菲，真没有想到你男友居然这么厉害。小云看着视频上吴凡一个人将牛哥带来的人都给打倒，惊讶又羡慕地说道。还说呢，都说了他不是我男朋友了，晚上差点被你们弄尴尬死了。叶菲菲白了自己舍友一眼说道。好，不说了。经过晚上的事情以及叶菲菲一再的解释，小云和小茹两人似乎也有些相信叶菲菲的话了。不过吴老师真的挺帅的，你就不考虑吗？要去你去，我才不去。叶菲菲说道。我去了，吴老师也看不上我呀。小云说道。你就不一样了，你出手肯定能拿下，到时候来一场惊天动地的师生恋，岂不是很浪漫？浪漫你个头啊！叶菲菲说道。学校知道了，不是开除他就是开除我。原来你是担心这个呀。小云道。那你们偷偷的谈不就行了？想想还挺刺激的。我不是那个意思。叶菲菲说道。总之我们是不可能的。那可未必。小云说道。我的直觉告诉我，你以后肯定会和吴老师之间发生些什么。你的直觉不准。叶菲菲道。是吗？那我们走着瞧吧。小云道。在叶菲菲宿舍几人看到吴凡的视频的同时，柳岩和唐雨菲也都看到了吴凡的视频。不过两人看到吴凡这个视频的时候，可就不像叶菲菲他们那样单纯的就是看热闹了，而是脸上带着认真思索的神色。吴凡和刘一刀两人一直忙到1点左右，这才收拾摊位回去。因为下午准备的充分，所以今天倒是没有出现食材紧缺的情况。简单的洗漱过后，吴凡又再次的出现在游戏世界中。回到游戏世界，依然还是要赶路，一直到中午时分，吴凡才来到一座城池前。这里就是县城了，倒是和华夏古代的城池有些相像。吴凡站在城门前，看着城头上写着的2个古朴大字，感慨道：清远。清远县城就是吴凡这次的目的地了。这座城池有着5-6米高的城墙，城墙外还有一条10来米宽的护城河，而县城城门的宽度足够2辆马车并排行驶。同时在城门口还有身穿衣甲的士兵在站岗执勤。
我看着你有些面生，你是干什么的？在吴凡准备穿过城门进入城内的时候，被城门口的一个士兵给拦了下来。我隐者村来的，是来这里服兵役的。吴凡说道。隐者村？有这么个地方吗？那士兵想了想，似乎并没有想起隐者村这个名字。你是新来的，不知道也正常。这个时候，旁边走过来一个年纪稍长的士兵，看向吴凡道：你是隐者村来的？那里可是好久没有人来县城了。是，我是隐者村来的。吴凡拿出自己的录影，同时心里好奇，老村长他们好久没来县城，倒是可以理解，毕竟年纪大了。但是刘奸商也很久没来了吗？那他店里是怎么进货的？难道是送货上门？那年纪稍长一些的士兵看过吴凡的录影，倒也没有为难吴凡，还给他指了路，报道点在城内的中心广场。这2天有很多下面村子、乡镇的人来报道，你到那里就能看到了。谢谢。吴凡接过路引道谢道。那士兵的确是没有骗吴凡，在他到了广场附近的时候，就看到有不少人往这里赶，很多人都是带着包袱，甚至是武器、衣甲的。吴凡之前从老村长处得知，像他们这种临时征召而来的士兵，朝廷是不发武器装备的，只有正规军那些职业军人才有那些东西。不过粮饷倒是有的，只是数量也要比正规军少很多。这就是正规军和他们这些的杂牌军的区别。所以他们这些来服兵役的人，想要提升自己的实力，让自己生命更有保障，就需要自己准备武器装备。这也是老村长给吴凡准备那些东西的原因。吴凡一到广场上，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倒不是他们看出了吴凡主角属性，或者吴凡散发什么王霸之气，而是因为吴凡身上的行头。其他来服兵役的人，武器装备都比较简陋，一些刀剑甚至已经生锈，有裂口。至于衣甲什么的，那更是奢侈品，100个人里都不一定能够有1个人拥有。在其他人穿着装备都很简单的时候，吴凡却是从头到脚全副武装，而且那些装备一看就不是凡品，这也就难怪众人都会注意到他了。虽然有些不习惯众人的注视，但是吴凡并没有要收起这些装备的意思。如果现在不穿，后面再想拿出来就难了，他就没有办法解释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了，总不能说是自己变出来的吧。姓名：吴凡，年龄25，来自哪里？隐者村。负责登记的小丽将吴凡的基本信息登记在小册子上，最后给了吴凡一个木头制作成的牌子。木牌的一面写着第3大队、第2中队、第4小队，另一名则是写着吴凡的名字。吴凡拿着木牌，腰间悬挂着黑石长剑，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新来的，过去站好。第3大队的前面站着一个身穿铠甲的中年人，看到吴凡拿着牌子过来，便对他说道，眼睛还在吴凡身上的装备上转悠了一圈。吴凡点点头，找到自己所在的小队，在其中站好。周围人对于他身上的装备满是羡慕。一直到中午时分，第3大队所有人才全部都集合完毕。一个大队有5个中队，每个中队有5个小队，每个小队有10人。吴凡他们大队也就是有250人。我叫周山，是你们的大队长。从现在开始时，你们就是朝廷飞鸟营第3大队的人，直到你们结束这次的兵役。之前对吴凡说话的那个中年人站在众人的前方，对着众人朗声道。说到这里的时候，他顿了顿，语气突然变得有些深沉，或者死在战场上。下面顿时有些骚乱，有不少人在交头接耳地说这什么，有种恐慌、焦虑的情绪似乎充斥在众人的心间。当然，你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周山继续说道，像你们这样的菜鸟是不会被派上战场的，让你们这群菜鸟上战场，只会丢朝廷的脸，只会让敌人、让别国的人看笑话。所以，菜鸟们庆幸吧，庆幸自己不用去最危险的地方。周山的话让下面的人松了一口气，活得好好的，谁愿意上战场？就是吴凡也不想的。虽然这里对于他来说只是游戏世界，但是受伤也是很疼的，好吧？死亡虽然没有体验过，但是绝对不会是什么美好的回忆。从今天开始，你们将有为期1个星期的训练，1个星期后，你们将会接到任务，这些任务以运送粮草、运送伤员为主。周山说道。虽然吴凡等人不用上战场，但是必要的训练还是必须的，不然的话，一点纪律性都没有，哪怕是运送粮草这种事情，都未必能够顺利的完成。下面我会为各个小队任命临时小队长，正式的任命会在训练结束后任命，到时候我会根据你们的表现来进行任命。周山道。周山的话让下面的人又是一阵骚乱，因为5个中队长都是周山直接带来的老兵，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被任命，所以现在需要临时任命的只有25个小队长。虽然只是临时的，但是谁不想当官呢？越是在一线，危险性就越大，当官的肯定是要比那些大头兵安全一些，而且手中还有些权力，自然会更加的舒服。吴凡对此倒是有些无所谓，一个临时的职位而已，而且还只是小小的小队长，他还真不是很在意。他现在想着的只是完成这3个月的兵役，然后好回到村子继续去当自己的农民、木工、矿工。一个个的小队长被任命，吴凡发现周山任命的小队长都是那个队里身体比较强壮的人，在不了解每个人情况的时候，依照身体强壮程度来任命，倒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身体强壮的人至少比身体瘦弱的人看上去强一些。而在吴凡他们队里，吴凡不是最强壮，虽然他的身材也很不错，但是队伍里有一个人的身材比他还要强壮。吴凡看那人手臂上硬硬的肌肉和孙铁匠有些像，再加上手上的老茧，猜测这人之前可能是一个铁匠，至少打过铁。第4小队，周道很快就来到吴凡他们小队的前面，看了看吴凡等人，随即出乎意料地指向了吴凡。你来当小队长？我
吴凡惊讶，我不服。那个身材强壮的大汉举手道，换我也不服啊，别的小队都是身材最强壮的当小队长，为什么到了这里就不一样？吴凡心里想到。吴凡倒是很能够理解那个大汉心里的想法。不服？周山眼睛微微眯起来，浑身散发着一股危险的气息。你当这是哪里？这是军营，你现在的身份是士兵，杂牌军的士兵也是士兵，士兵就应该服从命令，而不是提出异议。我在说我的决定，不是在和你们商量，明白了吗？明白。那大汉大声说道，但是我还是不服，就是处罚我也要说我不服。不服你也得受着。周山道，有本事在训练期间给我好好表现，如果训练期结束你表现比他好，那么这个小队长就是你的。不过在这之前他就是你们的小队长，明白了吗？周山道，明白。那大汉说道，之后还挑衅地看着吴凡，这个小队长一定是我的。有志气很好，但是要注意纪律。周山道，念你是初犯，这次就算了，如果再有下次，军法处置。明白。大汉道。周山点点头，这才前往走向下一个小队。你这个小队长一定是我。周山走后，那大汉再次对吴凡说道，不过声音要小了很多，似乎生怕周山听到。有本事就来抢。吴凡淡淡的说道，然而话语里却满是自信。本来吴凡对于这个小队长的位置并不是很在意，当也好，不当也不可惜，但是这大汉的几次挑衅却也激起了吴凡的好胜心来了。你想要这个小队长的头衔？好啊，有本事你来抢啊，看看到底谁才有资格当这个小队长。别以为你自己穿的装备不错，就以为自己很厉害，在我眼里你就是绣花枕头，我一拳就能打倒。那大汉不屑地说道。是吗？吴凡不置可否。那也等你成了小队长之后再说，现在我是你的小队长，如果你以下犯上，那就是违反军纪，后果你应该知道。哼。那大汉不满地冷哼一声，果然不敢再说什么。临时小队长有什么特权吗？还是有的。比如吃饭的时候，吴凡比别人多一碗肉汤，一个馒头；睡觉休息的时候，吴凡是单独一个帐篷，而其他的队员则是只能挤在一个大的帐篷内睡大通铺。再比如在训练的时候，吴凡可以监督自己小队内的成员，从而可以不必一直训练，可以稍微放松放松。总之，虽然只是临时小队长，但是和普通的士兵多少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可能这是上面的将官们特意安排的，为的就是让士兵们认真训练，上阵的时候勇猛杀敌，只有这样才能够提升自己的职位，享受不同于别人的特权。吴凡对于其他方面倒不是很在意，他最在意的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单独一个帐篷，这对他太重要了。要知道，夜里的时候他是不在这个世界的，而是返回现实之中的。如果和其他人住在一起，他突然消失，很容易被其他人给发现，那样的话会非常的麻烦，甚至还会惹祸上身。而一个人住则要少很多麻烦，虽然同样有可能被发现这个情况，但是被发现的可能性无疑要小很多。在知道小队长有这个特权之后，吴凡对于小队长的职位志在必得。训练如期进行，对于参加过大学军训的吴凡来说，这里的训练并不陌生，只是训练的强度要更强一些，当然强也强不到哪里去，因为他们毕竟只是杂牌军，是不用上战场的，只是负责后勤等事情，所以训练强度自然是不能和那些职业军人相比的。不过吴凡发现周山做事似乎很认真，或者说是很较真，相比于其他大队，他们第3大队的训练强度明显要更大。吴凡甚至怀疑这周山是不是将他们当成职业军人来训练。高强度的训练自然会让士兵们更加疲惫，有了其他大队做参考，第3大队里有不少人纷纷发出抱怨，觉得周山训练的强度太高了，他们只是临时服兵役而已，又不是什么正规军，没有必要这样高强度的训练。而对此抱怨，周山给出的只有一句话，如果不满意自己训练的，可以申请去其他的大队。然而吴凡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在他们被分到第3大队那一刻起，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一直到兵役结束，他们都别想去别的大队，这里是军营，不是其他地方，不是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我要向你挑战。训练间隙，吴凡小队里的那个大汉主动找到吴凡，要求挑战吴凡。军营里禁止私斗，但是对于这种切磋性质的挑战却是不禁止的，甚至还非常的鼓励，因为将官们觉得这样可以激发士兵们的斗志，保持他们的血性。显然这个大汉对于吴凡做临时小队长还是有些耿耿于怀，哪怕周山已经说了训练期结束之后会正式的重新的任命各队的小队长，这大汉仍然觉得接受吴凡这样一个不如自己的人领导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他要打败吴凡，而且还是当众打败吴凡，让其他人知道自己才是最有资格成为小队长的那个人。如果是之前，吴凡可以根本就不在意这个挑战，甚至为了不引起什么麻烦，主动将这个临时小队长相让，也不是不可能的。不过在知道小队长可以单独住一个营帐之后，吴凡已经改变了主意，这个小队长的位置他是不会交出去的。而为了让手下的人信服自己，也为了树立自己在小队里的权威，让其他人不再窥伺自己这个位置，这个大汉的挑战吴凡必须得要接受。可以。吴凡点头道，不仅是你，还有你们这些人，如果谁对我做小队长不服气，现在都可以说出来，都可以向我挑战，我都接受。不过这次挑战结束之后，如果我赢了你们，你们就都得乖乖的听我的命令，不允许再有任何人质疑我的小队长身份，明白了吗？吴凡这话是对剩下的几个队员说道，他知道自己当这个临时小队长可能不止那个大汉一个人有意见，谁让自己看上去有些瘦弱呢？
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实际实力，只能是通过外表来判断自己的实力，所以有所怀疑倒是正常。哼，不用其他人，我一个人就能够打败你。那大汉说道。这可不是你能决定的。吴凡说道。反正机会我已经给你们了，而且只有这么一次，要不要挑战，全在你们自己。不过过了今天，我不希望还有人怀疑我的小队长身份，否则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废话少说，我不管他们怎么想，我先来。那大汉甩了甩手臂，盯着吴凡道。可以。吴凡站起来，扔掉手中的长剑，活动活动筋骨，淡淡的说道。两人的比试也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甚至连周山以及他带来的那几个中队长都注意到了这里的情况。头，看来有人对你的任命不满意啊。其中一个中队长看着吴凡和那个大汉，笑嘻嘻的说道，并没有将这事情放在心上，他们都是老兵了，对于这种事情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这种事情在军营里很常见。不自量力。周山瞥了一眼吴凡和那个大汉，淡淡的说道。哦，头，看你好像对那个年轻人很看好啊，我怎么看着他除了装备好一点外，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呢，身材还有些偏瘦，你就这么看好他？另一个中队长疑惑的问道。你们看吧，那个大汉绝对不是那个年轻人的对手。周山说道。头，你为什么这么肯定？直觉。周山淡淡的说道。直觉？队长，你什么时候开心相信那种虚幻的东西了？他不是说行军打仗最不能依靠的就是直觉吗？周山看了看吴凡，淡淡的说道。这次不同，周山之所以任命吴凡做临时小队长，而不是那个大汉，一个是因为吴凡身上的装备，其他的他看不出来，但是那长剑、那衣甲以及锁子甲，他看出来了，都不是什么凡物，至少他这样的大队长都没有资格去穿。然而吴凡一个乡下来的人却有，这说明吴凡不简单，不管是吴凡自己本身就不简单，还是他背后的人不简单。总之，吴凡和那些其他的乡民们不同。另外一点，周山觉得吴凡的气息也不同于常人，要比其他人更加的稳健、平和，一呼一吸之间似乎有某种韵律，可以让吴凡一直保持最佳状态。最后一点，则是周山自己也说不清的了，那就是他看到吴凡之后，莫名的就对他有种亲近、信任的感觉，似乎看吴凡比看其他人要顺眼。正是因为这几个原因，周山才任命了吴凡当这个临时小队长，而不是那个看着比吴凡强壮的大汉。头盔、衣甲、锁子甲、长剑，我都卸了。吴凡看着那个大汉，淡淡的说道。你就算是有那些，也不是我的对手。那大汉说道。不过那大汉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心里却是松了一口气。他虽然不如周山识货，但是却也知道吴凡的那几样东西都不是什么简单的东西。吴凡要是都带着的话，他想要的赢吴凡或许会很难。是吗？别靠嘴上，过来试试吧。吴凡说道。其实吴凡并没有卸下身上所有的装备，他的护腕和长裤就都还在身上。不过这两样东西，不要说那个大汉了，就是周山也不觉得能够有什么效果。而且难道让吴凡当众脱了裤子来比试？那要求也太过分了吧。吴凡的裤子和护腕看着都很普通，吴春丽小姑娘似乎并不喜欢糊里花俏的东西，以至于周山也没有看出这两样东西的特别，看着就和普通的裤子以及护腕没有什么区别。当然流云穴的特殊之处也没有人能够看出来，也不会有人要求吴凡光着脚去比试。我来了，你小心。那大汉倒也算是正人君子，并没有偷袭吴凡，在攻击吴凡之前还提醒吴凡一声，这让留下2件装备的吴凡心里居然隐隐的有些残。不过为了小队长的位置，为了自己的秘密不暴露，吴凡觉得还是稳妥一些好，别太过大意，输给了对方那就有乐子看了。这大汉果然有2把刷子，他的冲势很凶猛，脚步稳健，整个人犹如泰山压顶一般，普通人见到这气势，未战可能心已经发怯了。不过吴凡显然不是普通人了，他杀过凶兽、魔兽，甚至还有强盗，也算是见过大场面了。面对这大汉的攻击，吴凡丝毫不慌。吴凡没有选择躲避，虽然只要他想躲，他相信以自己的敏捷，可能这大汉至始至终都没有办法碰到自己一个衣角，就更别说伤到自己了。不过这次比试，吴凡是为了树立威信，而不是单纯的赢了就行的，所以他不仅要赢，还要赢漂亮，赢得其他人心服口服才可以。那大汉见到吴凡不躲不避，心中冷笑，觉得吴凡过于拖大，既然这样的话，自己不介意给他一个难忘的教训。大汉的拳头带着一丝烈风，朝着吴凡的胸口砸来，周围的人似乎也看出这一拳的威力，有些甚至是忍不住惊呼出声，似乎下一秒就会看到吴凡被这一拳给打倒在地。然而事实却是让他们失望了，当然在失望之余，更多的是震惊。当那拳头打至吴凡胸前的时候，只见吴凡伸出右手，看似缓慢，然而却是后发先至，轻松地挡住了那大汉攻势凶猛的一拳。砰！那大汉的拳头和吴凡的手掌撞在了一起，随后众人惊讶地发现，被打退的人居然不是看上去瘦弱的吴凡，而是那个身材强壮的大汉。只见那大汉2脚跌跌撞撞地往后退去，一连退了5-6米远，这才勉强地稳住身子，目光惊讶，甚至的有些惶恐地看着吴凡。靠得近的人甚至能够看到那大汉垂下来的手臂在不断的颤抖，大汉脸上的肌肉同样在不断的抖动。这是如何恐怖的力量？再来！吴凡对着大汉勾勾手说道。啊！那大汉虽然惊惧于吴凡的恐怖力量，不过被吴凡这么一击，他怒吼一声，就再次的朝着吴凡冲来。这次的气势比之前的更猛，那样子犹如猛虎下山一般，气势磅礴。
吴凡依然是神色轻松的站在原地，依然是不闪不避。在那大汉再次挥舞拳头打来的时候，他的右手再次的探出，不过这次不是的单纯的挡住那大汉的攻击，而是一手抓住对方的手腕，随后脚步往前探了一步，左手画掌撑住对方的腹部，随后大喝一声，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居然将那个大汉给举了起来，双脚离地。那大汉心中不由得一慌，不断的挣扎，想要脱离吴凡的控制，然后无论他如何的挣扎，都没有办法挣脱吴凡的控制。吴凡举着对方在原地转了一圈，随后重重的抛了出去。那大汉惊叫着在空中飞行了10来米远，这才重重的落下，砸起地上的不少的尘土。全场鸦雀无声，就连那大汉也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因为他在落地的时候就已经被砸晕了过去。其他围观的人则是震惊惶恐的看着吴凡，疑惑着他那看似瘦弱的力量为什么会蕴含着这么恐怖的力量。那可是一个将近200斤的大汉，居然就那么轻松的举起来，而且随手一抛居然抛那么远，这样的力量简直恐怖。还有谁要挑战吗？吴凡轻轻的拍了拍手，脸色淡然的看着自己小队的其他成员问道，那样子就好像刚刚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一般。我的直觉没错吧？远处的周山淡淡的说道，言语里还有些许的得意。自己的直觉很准吗？队长，我们都服了，不比了，不比了。吴凡的小队里，一个看上去很瘦但很灵动的一个青年说道。对，不比了，我们服气了，你就是我们的小队长了，以后也都是。对，我们都支持你。其他人纷纷附和道。开玩笑，他们小队里最强壮的那个都被吴凡给轻松的打倒，现在还昏迷倒在地上呢，他们这些人怎么可能会是吴凡的对手？虽然之前的确有人觉得吴凡当他们的小队长不是很合适，然而现在却是已经没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了。他们已经被吴凡打服了，虽然不是直接打的他们，错过今天这个机会，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吴凡目光在几个队员的身上流转道，不用了，你当我们的小队长，我们心服口服。那个比较机灵的青年立马说道。其他人再次纷纷的附和。那就好。吴凡点点头，说道，去2个人把人给拖回来，弄醒。吴凡说的自然就是那个被他砸晕的大汉了。他的话音刚落，立马就有2个队员过去将大汉给拖回来，而其他队的人看到比试结束，也都纷纷的散去。不过这件事的影响并没有结束，不少人在谈论着刚刚的比试，也有人偶尔会偷看吴凡2眼。可以说刚刚的比试持续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却是让吴凡在整个第3大队中都拥有了一定的名气。吴凡对此也不在意，既然已经出手了，他就料到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这对于他来说也有一定的好处，至少会少一些麻烦。等吴凡再次穿戴整齐，那个大汉也被队员们给弄醒了。刚醒的时候，他的脑子似乎还有些迷糊，不过当看到吴凡的时候，他立马就反应过来，想起了之前的事情。服了吗？吴凡问道。不服的话可以再比比。我服了。那大汉垂下头，有些丧气的说道。如果只是惜败，或者吴凡用了什么手段才赢了他的话，那大汉未必会服气，说不定还会要求再重新比一次。不过刚刚的比试，吴凡是以压倒性的优势赢了他，他在吴凡的面前没有丝毫的反抗的能力，就好像一个小孩子碰到了壮汉一样，双方实力差距太过悬殊，实在是没有再比的必要。我牛二愿赌服输。那大汉说道，以后你就是我的小队长，永远都是。你让我往东，我绝不朝西看一眼，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牛二皱一下眉头都不算个男人。没那么严重。吴凡笑着说道，这兵役也就3个月的时间而已，时间一到我们就各奔东西，各回个家了，以后还能不能见到都难说呢。你只要这3个月服从我的命令就行了。吴凡倒是没有想到，这大汉也就是牛二还真是够光明磊落的，输了就是输了，没有丝毫的狡辩，看来自己刚刚的却是将他打服了。听到吴凡的话，牛二的脸色有些奇怪，说道，队长，你不知道吗？这个兵役只要这次来了，以后基本每年都要来的，我们这些人现在已经登记在册了，以后每年都要服兵役的，战事危急的话，可能常年服兵役根本就没有机会离开的。什么？牛二的话让吴凡一惊，我怎么不知道？县里派去我们那里征兵的人就是这么说的。那个长相机灵的青年也说道，队长，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吴凡有些咬牙切齿的说道。吴凡算是明白了，这个情况老村长肯定是知道的，结果他没有告诉自己，可能是怕自己不愿意来，怪不得他那么好心，又是主动降低承包后山的费用，又是送自己那么多装备的，原来这兵役是终身制的。队长，你也不用担心，这些年朝廷还算稳定，一次兵役的时间不会太长，3个月后我们应该就能够回去了。牛二说道。而且连续服10年兵役，只要还没死的就可以不用再服兵役了。那个机灵的青年也开口道，10年？吴凡惊了，真要是服役10年，就算是朝廷统治稳定，每年都只要服役3个月，那加起来也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了，自己还要不要去种地、伐木、挖矿了？自己来这个世界可不是想当什么士兵的，自己只是想要安安稳稳的种地、砍树的。被坑了。这个时候吴凡意识到自己被老村长坑了，那老村长心眼太坏了，自己也是大意了，早就知道这个世界的人都是有自己思想的，不是什么数据，怎么就不多留个心眼呢？要是早知道这个情况，自己死活也不会同意来这里的，哪怕是不能承包后山，大不了自己偷偷的挖矿、砍树就可以了。至于种地，完全可以找其他的村子去承包土地嘛，这里那么大，又不是只有赢者村一个村子。被坑惨了，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提前结束兵役时间？只能是服役10年。
吴凡不死心地问道。办法肯定是有的。机灵青年道，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立功。立功？吴凡问道。不错。牛二也说道，在战场上立功，朝廷会根据情况减少兵役的时间，如果立的功劳大的话，直接免去兵役也不是不可能的。立功。吴凡有了目标和动力，自己绝对不能服10年兵役，所以必须要在战场上立功，而且是立大功。立了功，还能够成为真正的士兵，将来封王拜相也不是不可能。牛二一脸向往地说道。和想要逃离军营的吴凡不同，牛二似乎对于军营很向往，也很想着在战场上立功，在军队里闯出一番事业来。对此，吴凡在心中嗤之以鼻。一将功成万骨枯，想要封王拜相，又岂是那么简单的？几十万的士兵中，可能才会出那么1、2个，这概率太低太低。这自己和牛二等人怎么看都不像是的那样的幸运儿。集合，恢复训练。在吴凡和牛二几人聊天的时候，周山的声音在广场上响起，分散在各处的众人又再次极不情愿地集合到了一起，再次开始训练。拥有高力量、高敏捷的吴凡，训练的耐力自然是要比其他人强出不少。在不少人都已经累得不行的时候，他依旧面色如常，呼吸的频率都没有什么改变，这也让小队里的众人对吴凡佩服不已。一天训练下来，众人都已经累得不行，哪怕是强壮如牛二都有些气喘吁吁。然而吴凡在没有偷懒的情况下，比他们好了太多。这一点连暗中观察他的周山都为之侧目。队长，你就一点都不累吗？郑小六坐在地上喘着粗气，一脸佩服地看着吴凡问道。郑小六就是那个长相机灵，比吴凡年纪还要小的青年。这个时代的文盲还是很多的，尤其是在乡下，读过书的人没有多少，所以给自己孩子取名字就都比较随便了。像郑小六、牛二，他们的名字都显得很随便，没什么感觉。吴凡说道。不说装备本身给吴凡加持的各项属性，就是他自己本身都已经3级了，身体素质超过常人3倍，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队长，你太厉害了，穿着那么多的装备训练，居然还不累。牛二一脸佩服地说道。自从被吴凡干净利索的打败之后，牛二就成了吴凡忠实崇拜者了。像他们这种身上没有什么装备的人，一天训练下来都已经累得不行，吴凡这是属于负重训练，居然都不累，实在是厉害。其实吴凡也想要将身上的这些东西给卸下来，不然的话，在一堆装备简陋的平民之中，实在是太过扎眼了。只是吴凡他们今天才第一天报道，还没有分配到住的地方。吴凡就算是想要将装备卸下来，也没有地方放，总不能放在背包里吧？众目睽睽之下，那显然不行。所以吴凡只能被迫负重训练了。不过这倒是意外地增加了吴凡在其他人眼中的分量。行了，休息好了，就都起来去吃饭了。吃完饭早点休息。看这样子，明天的训练量不会比今天小。吴凡说道。队长，你说大队长是怎么想的？我们就是一群负责后勤的杂牌军而已，有必要这样认真训练吗？你看其他的大队训练多轻松。郑小六抱怨道。是啊，一天下来半条命都没有了，明天再继续，这不是要人命吗？另一个队员也抱怨道。吴凡看着远处其他大队的人正说说笑笑，一脸轻松的去吃饭，再看看自己大队这里，很多人都还坐在地上喘气休息，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一对比区别明显。我倒是觉得这是好事。吴凡说道。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虽然我们不用上战场，但是运送粮草也同样是有危险的，万一碰到敌人袭击怎么办？平时训练多认真一点，遇到危险的时候就能够增分保障，这一点我是认同大队长的做法的。你们也必须给我认真训练，都坚持下去。队长说的对。牛二这个化身吴凡马屁精的家伙，在吴凡刚说完就立即接口道，平时不认真训练，遇到敌人怎么办？还怎么封王拜相？这个官迷，吴凡心里吐槽道。不过老话说得好，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士兵。牛二这么想，也证明他不甘于平凡，有野心，有动力，训练也会非常的认真，总比那些想要浑水摸鱼的要好。吴凡和牛二都这么说，其他人自然不敢有什么意见，更何况就算是他们有意见，也改变不了周山的想法，只能是乖乖训练。休息了一会，众人这才去吃饭。吴凡的身为小队长，伙食要比其他人好一些。这个时候吴凡也看出来，这个世界底层人民的生活是有多苦了。一碗只是飘着油花，一片肉都没有的肉汤，就让牛二、郑小六等人看得直流口水，狂咽吐沫了。这碗汤你们分着喝吧。吴凡将肉汤递给几人说道。这怎么行？这是队长你的，我们不能喝。牛二赶紧道。就是啊，我们都只是大头病，不能喝这汤。郑小六也说道，不过看向肉汤的眼神却是格外明亮。其他人也是差不多的意思，不过他们的目光还是不自觉的就看向了肉汤。行了，我也没什么食欲，这汤你们分了喝吧。吴凡说道。我让你们喝就喝，别废话。吴凡毕竟还是能够回到现实世界中的，在现实中他再困难也不至于一碗这样的肉汤都喝不上，更何况他最近的生意不错，也算是赚了点钱，吃的自然不可能比这里差。所以吴凡还真不稀罕这么一碗只是有些油花的汤。稍微犹豫了一下，牛二第一个接过说道，队长让我喝我就喝。说完牛二就喝了一口，随后将碗递给旁边的郑小六，郑小六接过说道，谢谢队长。也是喝了一口，随后传给下一个人。众人也不嫌弃这肉汤被其他人喝过，一个接一个的喝，每个人一口。不过大家心地都不错，一圈下来一碗不多的肉汤居然还剩不少。吴凡自然不会喝，便让大家再喝，直到第2圈结束，这碗汤才被喝掉。舒坦。
牛二舔了舔自己的嘴唇，回味着刚刚肉汤的味道，说道：“有半年没有吃过荤了，都快忘了这味了。没想到今天跟着队长尝到了肉味。就是，队长你真好，跟着你准没错。”郑小六也对吴凡说道：“我也有大半年没有吃过荤了，还是队长大气。”其他人也都一一对吴凡表示感谢，看向吴凡的眼神比之前恭敬佩服多了。吴凡也没有想到，只是一碗自己看不上眼的肉汤，居然就能收买这些人的心。他们过去的日子是有多苦，这才哪到哪啊！只要你们跟着我，以后我保证让你们顿顿有肉吃，而不是光喝着这种只是飘着油花的汤。吴凡也被众人激起了心中的豪气。对，跟着队长有肉吃。牛二第一个响应。以后咱就永远跟着队长混。郑小六也说道：“队长，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以后我们都听你的。”其他的队员也纷纷的附和。一个还没有得到兑现的承诺，就让吴凡在众人的心里的形象更加高大起来，地位也更重了。本来吴凡也只是随口说说，不过看到大家真挚渴望的眼神，吴凡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实现这个承诺，不能辜负他们对自己的期待。随后众人笑呵呵围在一起吃着馒头，吴凡也借此机会了解一下大家的情况。果然如同吴凡所预料的那样，牛二等人的家庭条件都不好，或者说是非常不好，平时很多时候都是饥一顿饱一顿，饭都吃不饱，就更别说吃肉了。这也就难怪他们喝上一口肉汤，一个个的激动成那样，恨不得现在就为吴凡拼命。牛二的身材很魁梧，本来吴凡以为他的家庭条件应该不错，不然的话也不可能长这么壮，但是实际上却并非这样。牛二是一个孤儿，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这小子从小就能吃，让村里的人都有些不堪重负，毕竟他们也不富裕。10岁的时候，牛二就到了镇里的铁匠铺当伙计，给人家打工，也没有工钱，只有每天3顿饭。本来铁匠铺的老板以为是占了便宜，谁知道这小子太能吃，越长大越能吃，一顿就能吃3碗大米饭。对此，铁匠一家越来越难以忍受，给他吃的东西也是越来越差，甚至很多时候都是只能吃剩下。至于游荤，更是难得一见。牛二也知道，这个情况再持续下去的话，自己可能就要被赶走了，到时候怎么活下去都是一个问题。刚好这个时候，朝廷征召兵役，牛二就主动回村和村长说自己想要一个参军的名额。对此，村长自然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村里没有什么人愿意去服这个兵役，这是苦差事，没有多少工钱，吃得差，还有危险。现在牛二主动要求去，自然是求之不得。牛二就是这样来到了这里。郑小六的情况也不比牛二好多少，他家里一共7个孩子，他排行第6，所以取名郑小六。郑小六的家里很穷，他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就是被饿死的，另外2个哥哥年纪那么大了还没有结婚，就是因为家里太穷，出不起彩礼钱。至于他现在唯一的姐姐，则是被送到了大户人家当了丫鬟，倒是能够养活自己了，但是却也赚不了太多的钱。脑子比较灵活的郑小六就寻思着找一个出路，不然的话，将来他就算是不被饿死，也会娶不了媳妇，更何况他还要照顾下面的弟弟。这个时候，郑小六就想到了参军。正规军是没指望了，因为那需要一些关系，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不过当一个杂牌军却也不错，有粮饷，也有吃的住的，自己省着点的话，还能够贴补家里，而且家里少了自己这一张嘴，压力也会更小一些。于是郑小六也就这么来到了这里。至于其他的队员，各有各的情况，有的是主动要求来的，有的是被逼着来的。不过不管是哪一种，家里条件都不好，家里条件好的话就不会来参军，而且还是这种杂牌军了。听完他们的叙说，吴凡心里一阵唏嘘。吴凡来到这个世界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待在隐者村内，这还是他第一次远离隐者村。本来的吴凡以为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地方都如同隐者村里的人一样快乐富足的生活着，却是没有想到这个世界比自己之前所想的要残酷得多。隐者村里的人虽然不多，但是生活却都很惬意，每家都有自己的农田，虽然不多，却也够自己家吃喝，还圈养着一些家禽，肉食也是不缺的。而且村子前头还有森林，森林里也有不少可以食用的野兽，一些野果等食物，所以隐者村里的人吃喝是不愁的。甚至后山那么富裕的地方，他们都没有考虑去利用，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所拥有的已经能够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了。吴凡一度以为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地方的人也都是如同隐者村里的人一样的安静祥和的生活着，只是现在看来，他显然是想错了。这个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尤其是底层的百姓们，生活得很穷苦，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这样一来，倒是让吴凡的心里心生警惕。虽然之前牛二说现在朝廷的统治很稳定，没有什么危急的情况，他也不需要常年服兵役，但是当人们的生活条件进一步变差，差到要活不下去的时候，那么混乱就会出现，到时候所谓的危急情况就可能会随处可见，那么自己想要拥有更多自由时间几乎就不可能了，需要常年服兵役了。不行，一定要在出现大的变故之前立功，然后免除自己的兵役。吴凡心里想到。然而想要立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他们还只是杂牌军，那就更难了。而且想要免除兵役，肯定不是小小的功劳就行的，这个功劳必须得足够大才可以。等训练期结束之后，就要开始给前线运送粮草了，到时候看看能不能找到机会，哪怕是需要冒险，也必须要试试。吴凡心里暗自决定道。冒险，吴凡不怕，反正他又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死了也无所谓。几秒钟之后，就又是一条好汉。吴凡担心的是找不到立功的机会，那才是最烦人的。队长，你是哪里人？
郑小六好奇地问道。我，隐者村的。吴凡说道。隐者村？郑小六思索了片刻，摇摇头说道，没听说过。其他几个人也都摇头，表示自己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吴凡想起来，在进城的时候，城门口的那个年轻士兵也没有听说过隐者村，倒是年长一些的那个士兵听说过隐者村，这让隐者村似乎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联想到隐者村里住着那么多的宗师级人物，甚至还有老村长这种在多个领域都已经成为宗师的人物，吴凡就越发的觉得隐者村不简单了。傍晚时分，众人结束一天的训练，各自回到军队安排的营地。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朝廷飞鸟营的士兵，虽然是临时征召，但是只要你们还在服兵役，就要遵守营地内的规定，天黑之后都必须待在营地，没有我的同意，谁都不允许私自离开营地，否则以逃兵论处。众人分散之前，周山将众人召集起来训话。都听到没有？听到了。没吃饭吗？声音大点。都听到没有？听到了。众人扯着嗓子喊道。周山对众人的表现很满意，点点头说道，解散。各小队在自己小队长的带领下回自己的营帐。吴凡带着牛二等人前往自己等人的帐篷。这里就是你们住的帐篷。吴凡指着一个大一些的帐篷对众人说道，都听清楚周大队长说的话了吧？没有允许，不准私自离开营地，还有我晚上休息，不喜欢有人打扰，明白了吗？吴凡的帐篷就在他手下队员们帐篷旁边，因为待会他就要传送回现实之中了，一旦有人在夜里来找他的话，很有可能会发现他不在营帐内的事情，所以为了避免麻烦，吴凡还是提前提醒众人一声，免得他们来找自己。明白了。牛二等人点头。好，你们都去休息吧，好好休息，别乱走，明天的训练不会轻松的。吴凡说道。众人回想今天的训练内容，都深以为然的点点头。以周山的性子，明天的训练的确不可能轻松。和牛二等人分开，吴凡进了自己的帐篷，随后就将帐篷的帘子给拉好。虽然是小队长，但是吴凡的帐篷并不大，不过吴凡已经很满意了，只要让他单独待着，帐篷面积再小也无所谓，反正他夜里又不是真的在这里睡觉。视野转变，吴凡再次回到了现实之中。早上，吴凡去江州大学操场锻炼的时候，明显的感觉到看向自己的目光变多了，自己居然有一种做焦点人物的感觉，这让吴凡微微有些不自在，不习惯。柳岩的声音在吴凡的耳边响起，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来到吴凡的身边，并且停了下来。有点。吴凡点头道，时间长了会习惯的。柳岩道，也许吧。吴凡道。柳岩捋了捋额头前面的秀发，声音轻了，似乎很随意的开口道，之前怎么没说？没说什么？吴凡疑惑脸。你做老师的事情。柳岩轻声道。哦，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吴凡笑道。而且这老师我自己当的都是稀里糊涂的，都不知道是怎么当上的。对于柳岩知道自己当老师的事情，吴凡并不奇怪，现在他是江州大学老师，又在外面卖烧烤的事情，学校内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今天早上看他的原因。柳岩会知道这个事情也很正常。唐雨霏在你们班？柳岩问道。吴凡的脑海里浮现出唐雨霏妙曼的身姿，点点头说道，她很漂亮吧？柳岩问道。虽然柳岩问这话的时候看似很随意，但是吴凡怎么感觉这语气有些不对呢？是啊。吴凡并不清楚柳岩的心中所想，只得老实应道，唐雨霏的确是很漂亮，不然的话也不会和柳岩并称江州大学的2朵金花了，如果说她不漂亮，那绝对是假话。然而吴凡不知道的是，女人有些时候更想要听到的就是假话。哼。柳岩轻轻冷哼一声，吴凡感觉周围的温度似乎都降低了一些。吴凡心中更是疑惑，不过柳岩并没有在这个事情上多说，而是转移话题道，你有练过？练过。吴凡说道，每天早上跑步锻炼算吗？不算。那就没有。柳岩若有所思的点点头，你的力量很足，速度很快，不过的确不像是练过的样子，全凭自己的本身的身体素质。你也知道昨天晚上的事情。吴凡听柳岩这么一说，才猜到了柳岩应该是在说昨天晚上的事情。昨天晚上吴凡和牛哥等人打斗的时候，现场是有江州大学的学生的，而且还有录了视频，所以会传播出去并不奇怪。不过吴凡心里有些担心，如果这件事被校长知道了，自己老师的位置不知道还能不能保住。柳岩点点头，心中却是在想着事情。随后两人一起跑步，虽然柳岩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两人一起跑步锻炼还是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的。柳岩在江州大学内本来就有很大的名气，而吴凡从昨天开始也渐渐地成了江州大学的名人，这两人像情侣一样一起跑步锻炼会引人注意，并不奇怪。晨练结束之后，吴凡便离开了江州大学，没有课的时候他基本上都是不会待在江州大学的，更何况现在的他只要走在校园内，总会有人盯着他看，这让他在不自在的同时也想要暂时的消失在众人的视线内，这样的话可以减轻自己的热度，让众人忘了自己。吴凡不知道的是，在他离开江州大学之后不久，李斌就来到了学校，不过他没有去办公室，而是去了校长室。当李斌进入校长办公室的时候，发现里面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正是学校的副校长岳灵珊。江州大学虽然有好几个副校长，但是权力最大的就是这个岳灵珊。郑校长平时更多的是去别的地方开会，对于学校内的事情管理的反而不是很多，而学校内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由岳灵珊负责的。李老师，有什么事吗？校长对李斌道。岳灵珊也同样是看着李斌。李斌的背景
这两位校长都是知道的。不过，相比于李天、王福等人敬畏李斌的背景，这两位校长就没有那么在意了。他们本身的背景并不差，再加上自身的职务，让他们更加不会害怕李斌。李斌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在这两位面前也不敢太放肆。校长，我来反映一件事。李斌上前拿出自己的手机，说道：昨天晚上，在我们学校前面的那条街上，发生了一起性质非常恶劣的事情，10来个人当众打架，这其中居然有我们学校的老师。身为江州大学的老师，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震惊和愤怒。那老师当众打架，影响恶劣，对我们学校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我希望学校能够严肃处理这件事情，清除我们教师队伍里的害群之马，维护学校的声誉。这是昨天晚上在现场的学生拍摄的视频，视频中的那个穿着白色衬衫的人，就是我们的学校新来的老师，名叫吴凡。这人我平时接触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行为品格有些不端，现在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当真是我们中的害群之马。也不知道这样的人是怎么被招进学校的，是不是走了什么关系？李斌义愤填膺地说道，看他的样子似乎真的很生气一样。两个校长看着视频，岳灵珊边看边随意地说道：你口中的害群之马是我招进来的，你的意思是我以权谋私？本来还装出一副义愤填膺表情的李斌顿时就愣住了，随即有些错愕地说道：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李斌怎么都没有想到吴凡居然是岳灵珊给招进学校的，他还以为是学校哪个中层利用关系将吴凡给弄进来的呢，毕竟只是一个体育老师而已，学校的中层走关系也是可以弄进来的。然而李斌却是没有想到吴凡居然是岳灵珊给亲自招进来的。岳灵珊在江州大学的权力，李斌是很了解的，那不是学校的中层领导所能比，哪怕是其他的副校长也是比不了的。是不是这个意思不重要。岳灵珊脸上表情不变，根据我对吴老师的了解，我是不认同你对他的评价的。吴老师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教学能力强，广受学生们喜爱，学校的内网上他的学生对他一片赞誉。另外昨天晚上的事情我之前也已经知道，这件事里吴老师完全没有错，他不但没有错，而且还应该着重的表扬。当时现场有很多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吴老师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自己不会向社会恶势力低头，也证明了邪恶是压不过正义的，给在场的学生很好的上了一课，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这样的老师，这样的行为，我们就应该大力宣扬，树立成为标杆。我今天早上来找校长也是为了这件事而来，我建议以学校的名义对吴老师进行嘉奖宣传，让学生们都向吴老师学习。岳灵珊的话说的李斌一愣一愣的，他没有想到自己本来是来打算告状的，结果却是在这里听到了和自己心中所想完全不一样的看法。那吴凡不但不会被开除，还会受到嘉奖宣扬，事情怎么会这样？不应该这样的啊！李斌想不通也接受不了，愣愣的转头看向郑校长，想要知道他的态度。这郑校长不会也和岳灵珊一样的态度吧？李老师，在你来之前，岳校长的确是已经说了昨天晚上的事情。那郑校长放回李斌的手机，扶了扶自己鼻子上的眼镜，淡淡的说道：我也已经同意了岳校长的建议，对吴老师的行为进行宣传表扬，号召同学们要向吴老师学习。怎么会这样？郑校长居然也是这个态度。李斌感觉自己有些崩溃了，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李老师来的正好，你将我们的决定告诉吴老师，让他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学校是理解他的，也是支持他的，希望他以后再接再厉，保持初心。岳灵珊对李斌说道。李斌顿时就有一种恶心的感觉，让自己去给吴凡传达学校的对他的嘉奖鼓励，有没搞错？这不是在让自己难堪吗？李斌之前的确是想要在离开这个办公室的时候联系吴凡的，但是那是在校长听了他告的黑状，决定开除吴凡的情况下，他是准备奚落吴凡一番。然而现在呢？现在的情况和他之前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他怎么可能还有心思联系吴凡？那绝对比吃了苍蝇还要难受。有什么问题吗？李老师，郑校长也看向李斌，这个事情应该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吧？不难。李斌挤出一个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突然，李斌像是想起什么似的，连忙说道：那吴老师除了上课外，其他时间根本就不在学校，经常性的旷工，这样的老师一点纪律性都没有，怎么能教好学生？我觉得就不要对他进行嘉奖了。对于吴凡经常旷工的事情，李斌本来就有意见，他自己都不敢这么做，吴凡居然敢，现在有机会自然要告吴凡一番。相信学校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一定会取消对吴凡的嘉奖的。李斌很自信，很确定，这个事情是我同意的。岳灵珊再次开口道，也已经给校长报备过了。郑校长在李斌彻底崩溃的眼神中点了点头。怎么会这样？李斌心里大喊道。李斌浑浑噩噩地离开了校长室，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李少，你回来了，怎么样？校长是不是要开除那个吴凡了？吴凡这种害群之马，终于是要被开除了，我们办公室又会恢复往日的清明了。这一切都是李少的功劳，就是李少这是为学校除了一大害，学校应该嘉奖宣扬李少才是。吴凡被开除，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晚上一起出去庆祝一下。是应该庆祝，凯乐门就很不错，自从上次吃过一次之后，我就一直在回味，想着什么时候能够再去一次。李斌一回到办公室，李天和王福两人就围了上来。李斌因为吴凡去找校长这个事情，李天和王福两人之前也都知道，在他们看来，经李斌这么一告状，吴凡的老师身份肯定保不住了。而李斌一直对吴凡就看不上眼，能够弄走吴凡，李斌心里肯定是很开心，所以李斌一回来，李天和王福两人就上前道喜，甚至还想到了庆祝的事情。这两人对于凯乐门那是心心念念，就想着什么时候能够再去一次，也好发个朋友圈炫耀一下，
两人就想要趁着现在李斌心情高兴的时候提这个事情，相信李斌是不会拒绝，请他们再去一次凯乐门是很有可能的。去个屁！你们有钱吗？整天就知道吃吃喝，没钱还净想着去凯乐门那种地方，那种地方是你们这种人去的吗？赶快给我滚！正心情烦躁的李斌听到这两人的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这两人就这么没有眼力见，没看到自己一脸苦相吗？要是真弄走了吴凡，那倒也还好说，请他们再去吃一顿也不是什么大事。关键是现在他不但没有弄走吴凡，反而还要打电话给吴凡通知他学校的想法，这让李天异常的憋屈。现在又有2个现成的出气筒，他自然不会客气。本来还兴高采烈的李天和王府两人被李天这么一骂，顿时就迷糊了。这是什么意思啊？李少好像有些不高兴啊，弄走了吴凡还不高兴？难道这里面出了什么意外？李天和王府两人此时才有些后知后觉的发现李天的情绪有些不对。虽然被李斌指着鼻子骂很丢人，但是李天和王府两人脸上除了尴尬的神色之外，可不敢露出愤怒的表情，他们不敢对李斌生气。孙悦在旁边看到这一幕，心里暗自庆幸。本来孙悦也想要上前说2句的，不过他对吴凡的印象不错，现在吴凡被弄走，他的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所以也就没有过去道喜。现在看来他的决定无疑很明智。李天和王府两人悻悻地转身离开，他们可不敢问李斌到底出了什么事。回来！李斌的声音响起，两人立即停住了脚步，看向了李斌。你们去打电话给吴凡，就说学校对于他的做法很肯定，让他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学校还会向所有学生宣扬他的做法。李斌脸色异常难看地说道。李斌显然是不想亲自打这个电话的，自然是准备让别人去打。不过当众说出这句话，他的心里依然非常的不爽。啊！李天和王府两人听到李斌的话都愣住了，满脸的惊讶。这是怎么回事啊？学校不是应该开除吴凡吗？怎么现在不但不开除，似乎还很认同他的做法一样？啊什么啊？耳朵聋了？还不快去！李斌道。哦，我们马上去。李天和王府两人连忙应道。此时他们两人也算是明白为什么李斌的脸色那么难看，心情那么差了。原来吴凡不但没有被开除，还要被学校宣传表扬。想到李斌对吴凡的态度，现在的他会有这样的反应，实在是太正常了。只是两人在心里也都疑惑，不知道在有那个打架视频，又有李斌在一边添油加醋的情况下，学校怎么没有开除吴凡，还要表扬他的？一旁的孙悦同样也很疑惑。不过吴凡没有被开除，让他的心里有些欣慰，毕竟他对吴凡印象还是不错的，只是因为李斌的关系，他不好和吴凡走得太近。李天和王府两人互相推诿了一番，最后才决定由王府来打这个电话。在两人打完电话之后不久，耿亚飞才来到办公室。刚进办公室的耿亚飞心里还有些疑惑，今天的办公室怎么这么安静，甚至是有些安静的过分了。李天和王府这2个马屁精今天怎么熄火了？平时这个时候不是他们踊跃表现的时候吗？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耿亚飞倒是觉得这样挺不错的，至少自己的耳边没有2只苍蝇嗡嗡的叫了，自己也能落得一个清静了。另一边接到电话的吴凡心里也同样是很疑惑，他没有想到王福会给他打电话，更没有想到学校对他的态度居然是这样的。本来吴凡还觉得自己当众打架虽然事出有因，但是毕竟影响不好，尤其是当时现场有很多学生在场的情况下，吴凡已经做好了被叫过去教训、警告，甚至是开除的准备了。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学校没有开除他，反而还要表扬他，将他树立成为标杆，这大大的出乎了他的预料。这江州大学的领导果然不一般，没有那么古板。想了好久也没有想通的吴凡，只能是将这个归结为学校领导的英明了。虽然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这对他来说毕竟是好事，吴凡也就没有去深想。离开学校的吴凡没有返回自己的住处，而是在网上搜索了一个射箭俱乐部，然后直接打车过去。在游戏世界中，吴凡已经成了一个士兵，虽然只是临时服役，只是后勤兵，但是却同样是有遇到危险，甚至是上战场的可能的。为了能够更好的生存，为了能够立功，吴凡觉得自己还是要多做一些准备的。弓箭在古代兵器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它可以远程攻击敌人，降低自己的危险，而且杀伤大，破坏力强，在军队体系中经常扮演重要的角色。每一个神射手都是军队里宝贝，都是将领们极为重视的人才。只是想要成为一个神射手是极其困难的，不要说神射手了，就算是成为一个合格弓箭手，那都是要经过多年的培养的，绝对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培养成功的。而吴凡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弓箭，对于射箭一窍不通，所以他便打算好好练习一番。如果能够练习好，成为一个合格的弓箭手的话，也算是在游戏世界里多了一个战斗技能。吴凡打车很容易的就找到了这家名叫星月的射箭俱乐部。吴凡找的这家射箭俱乐部算是江州本地最大的一个射箭俱乐部，网上介绍说这里占地面积广，设备齐全，教练专业。欢迎光临，先生是来完工的吗？吴凡才刚进去，就有美女迎宾主动迎上来问道。很专业吗？是的。吴凡点点头。你们怎么收费的？1个小时200元。那美女迎宾道，也可以办理会员卡，会员卡有月卡和年卡。先生如果对射箭很有兴趣的话，我推荐您还是办卡更划算一些。果然哪里都会推荐办卡，这价格有点高啊。吴凡说道。1个小时就要200元，一天玩个几小时就是几百块没有了。果然射箭不是一般人能够经常玩的。先生，
我们这里的环境好，弓箭种类多，数量多，剑道也多，还有专业的教练在一边指导，所以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那美女道：我先玩几个小时体验一下。吴凡说道：好的，没问题，我带您进去。那美女道：在那美女的带领下，吴凡进了俱乐部内部，然后由另外的人带着吴凡选弓箭进场地，并且在知道吴凡是新手之后，还详细的给吴凡介绍各种弓箭的特点，方便吴凡选择。我就选它了。吴凡的视线在各种弓上转悠了一下，最后选择了一柄造型简单的传统式的弓箭。先生，你确定选这把牛角弓吗？那介绍人员似乎对于吴凡的选择有些惊讶，这牛角弓对于力量要求很足，而且难度有些大，一般来这里玩的人大多数都会选择反曲弓、复合弓，您要不要再考虑考虑？不用考虑，就是它了。吴凡说道。这里的确是有很多现代弓，好看省力，然而那对于吴凡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用。游戏世界接近华夏的古代背景，那里施弓都是这种传统弓，因此就算是吴凡将现代弓玩得再溜，对他在另一个世界中也没有丝毫的帮助。既然吴凡已经决定，那介绍人员便不再说什么。选好弓，带好剑之后，吴凡就跟着那人来到了剑道。这是5米剑道，最适合新手练习。那介绍人员说道：5米已经是这场馆内距离最近的剑道了。吴凡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弓箭，倒也没有好高骛远的要求，上来就是10米、18米的。你在这里先练习，待会会有教练过来。那介绍人员说完就转身离开，想来是去通知教练了。在那人离开之后，吴凡搭弓上箭，瞄准5米外的箭靶。咻！吴凡右手一松，箭矢就飞了出去，随后准确的击中了箭靶。耶！第一箭就中靶，吴凡很兴奋。射中一个5米的靶子，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更何况还没有射中靶心。这个时候，一个路过的青年看着吴凡，语气嘲讽的说道。吴凡转头看向对方，那说话之人年纪和他差不多，不过穿着上就考究了很多，衣服的牌子是吴凡之前看过的一个国际名牌，显然这是一个有钱人。吴凡不想理他，转头想要继续射箭，不过他不搭理对方，对方倒是有些得寸进尺的意思。果然是菜鸟，连拉弓的姿势都这么业余，怪不得只能玩这种5米的箭靶。那青年道：没有人和你说过你的话很多吗？吴凡转头看向对方道：我怎么玩是我的事，就不用你瞎操心了。你以为我愿意看这种幼儿园级别的射箭？那人不屑地笑了笑，然后就离开了，不过嘴里却是在嘀咕着，这俱乐部就这个不好，什么人都让来玩，这种菜鸟简直就是糟蹋了那么好的装备。虽然是自言自语的嘀咕，但是那声音大得让吴凡听得清清楚楚。吴凡恨不得找对方来比试比试，不过他也知道自己现在就只是一个菜鸟而已，看对方的样子，虽然不知道具体实力如何，但是肯定是比现在的自己强的，自己真要是找他比试的话，可能只是自取其辱。练习，好好练习。吴凡转身继续射箭，虽然一直都能够射中箭靶，但是他心情并不是很爽，直到教练出现，他的心态才调整过来。教练，我想练10米的靶子。吴凡说道。吴凡这么要求，倒不是因为刚刚那人的话，他只是觉得5米的靶子的确是太近了，他这个新手命中率都很高，而在战场上，光是有5米的射箭水平显然是不行的。10米的？那教练说道，你应该是新手吧？10米的靶子对于新手来说就难了一些，脱靶的情况会很多，玩的体验感就差了很多。教练倒不是看不起吴凡，只是觉得吴凡这个新手玩10米的靶子会没有多大体验感，毕竟经常脱靶的话，的确是会影响心情的。脱靶的话，我多练习就是了。吴凡说道。吴凡来这里并不是单纯的玩乐的，对于经济不算富裕的他来说，1个小时200元的消费已经算是高消费了，要不是最近烧烤生意不错，他估计都舍不得来这里玩。不过就算是来了，他也不是单纯的玩，而是为了锻炼自己的能力的。至于什么玩乐体验感，吴凡并不在意。既然吴凡坚持，教练自然也就不再说什么，而且他自己也觉得教5米的射箭没有什么意思。两人来到10米剑道，这里的面积更大，有10多条剑道，不过除了吴凡外，这里一个人都没有，显得有些冷清。吴凡来到一条剑道前，再次弯弓搭箭，准备先来一箭试试手感。不过还没有等吴凡来得及射出箭矢，教练便说话了：等等。吴凡转头看向对方，教练来到吴凡的旁边，将他的右臂微微抬起，身体转动一些距离，甚至连吴凡站立的姿势他都做了一些调整。你刚刚的姿势不太对，虽然那样也可以射箭，但是因为动作不规范，几组箭射下来肩膀会很疼，正确的发力是用后背上的肌肉，我做个动作，你仔细看一下。那教练边说边做动作给吴凡示范。吴凡汗颜，想起刚刚路过那个青年的话，对方说话虽然不好听，但是说的却是有道理的，自己的姿势的确是业余，如果只是随便玩玩，吴凡倒不会在意这些，但是他来这里可是要认真学习的，是为了在战场上多一份自保的能力，自然是要精益求精，任何一点小的细节上出差错，可能都会让他在战场上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对于教练的教导，吴凡学得很认真，将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以求让自己的动作更加的专业。很好，就这样，现在屏气凝神，目视前方，你的眼里不要有其他东西，盯着你的目标。教练见吴凡学得认真，心里也很满意。很多来这里玩的人都是抱着玩玩的心态，所以他们的态度很随意，像吴凡这样
能够认真的听他讲，认真的跟着学的人只有少数，所以见吴凡愿意学，他教的也用心。咻！吴凡瞄准目标之后，右手松开，箭矢飞速的射了出去。然后他的姿势虽然被纠正了过来，瞄的似乎也很准，但是箭矢离弦之后，却并没有能够如同他所预想的那样命中目标。不要说射中靶心了，就是连箭靶的边缘都没有射中。吴凡第一箭射脱靶了，这个结果让吴凡老脸一红，亏自己刚刚还觉得信心满满呢，这一箭就脱靶了，丢人啊！没事，新手出现这个情况很正常，多练习练习就好了。教练对此倒是见怪不怪，新手练习10米剑道脱靶是正常情况，很多新手正是因为经常出现这个情况，所以对于10米剑道没有多大兴趣，而是选择更容易射中的5米剑道，这样更有成就感。我知道了。吴凡只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但是却没有丝毫的气馁。他自己的情况他是了解的，他就是一个射术方面的小白，刚开始练习射不中目标也是正常。没有做任何的休息，吴凡再次弯弓搭箭，瞄准目标继续练习。吴凡一连练习了10组，依然脸不红，汗不流，手不抖，而且命中率在稳定提升。一边的教练全程目睹了吴凡的练习过程，一开始的时候吴凡还需要他进行动作上的指导，到了后面的时候根本就不用他说话，他纠正过吴凡的那些动作，吴凡都已经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全部都已经改正。如果光从动作上来看，吴凡此时就像是一个练习了多年老手一样。而吴凡的持久力也让教练暗暗惊叹，一组箭有12根，吴凡居然不间断地练习了10组，脸色丝毫不变，而且弯弓拉弦的手也不见丝毫抖动，呼吸依然均匀。更让他惊讶的是吴凡的学习能力，短短时间内吴凡的命中率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之前可是亲眼看过吴凡刚练习时候的命中率是有多么惨不忍睹的，那完全就是一个新手小白。然而10组箭下来，吴凡的命中率已经比得上一般人练上1个星期的水平了，多么可怕的学习能力！然而吴凡对此却似乎还是不满意，他不知道其他人练习的进步速度，他只知道自己现在练习10米靶，虽然命中率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却还不能做到100%，这让他不满意，还想要继续练习。看到吴凡又准备练习，一边的教练终于忍不住开口道：“你不需要休息一下吗？不累吗？”“不累啊。”吴凡一边摆放箭矢，一边随意的说道。“可是你用的传统弓很耗体力的。”教练说道。虽然传统弓玩的人少，但偶尔也还是有人会玩的，只是这些人通常一次根本就射不了太多，就会因为太累而不得不停下。然而吴凡却丝毫没有要停下的意思，这点力道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吴凡笑了笑说道：“我之前还想问呢，这里有没有那种更强力一些的弓箭？”吴凡对于弓箭了解不多，但是他大概知道古代的弓越是那种需要很大力气才能够拉开的弓，射出来的箭矢的威力越大。吴凡本身力量就是普通人的3倍，在装备的加持下更是恐怖。眼下他手中的弓对于别人来说或许已经算是不错了，但对于吴凡来说也就不算什么了。更强力一些的弓？那教练微微一愣，随即说道：“有倒是有，不过你确定没有问题吗？星月射箭俱乐部收费高也是有道理的，他们这里各种弓都有，有些人就喜好那种很少人玩的弓，像吴凡说的那种强力弓，他们这里也是有的，就是为了满足众人的爱好。”“没问题。”吴凡说道。吴凡身上的衣服和裤子可是金属一变化而已，就连靴子也是流云靴，这些装备可是给他增加了不少的属性的。吴凡虽然没有测试过自己现在的力量如何，但是他觉得千斤之力还是有的，要拉开弓箭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客人有需求，俱乐部方面自然是会尽量满足。没多久就有人送来了几把弓。吴凡放下之前的弓，上前一一的试试那些弓。你现在拿的那把是28磅的弓，一般来说新手不适合用20磅以上的弓来练习，时间一长容易导致动作变形。那教练看着吴凡拿起一把弓，便做介绍道。吴凡摇摇头，放下那把弓。那教练以为吴凡听从了自己的意见，还是用20磅以下的弓呢，却是没有想到吴凡放下弓的时候轻轻说了一句不够。教练一时语塞。这个时候吴凡已经拿起了一把48磅的弓，要知道专业女射箭队里的队员们用的就是这种弓，然而到了吴凡的手里却还是一句还不够。教练也不说话了，就那么站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吴凡一把一把的试验，一直是到150磅弓的时候，吴凡才勉强点头。这个时候教练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150磅的弓一般人拉起来都费劲，就更加不要说去射箭了，估计就算是能够射出箭矢，命中率也根本得不到保证。然而这教练亲眼看到吴凡拉着弓依然是很轻松，和拉之前那几把弓没有什么区别，这就很恐怖了。吴凡的力量到底有多大？这教练觉得自己想象不出来，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力气这么大的人。就这把吧。吴凡随意的拉了几下，勉强的说道。倒不是吴凡的极限就在这里，而是在这个俱乐部就只有这种程度的弓了，再大已经没有了，他也就只能是用这把了。然而吴凡不知道他的话，他的表情以及他那随意的动作给旁边的教练的心理造成了多大的冲击。训练继续，那教练发现吴凡使用这弓和之前果然没有什么两样，手臂丝毫不抖，脸上自然平静，就好像再用一把20磅以下的弓一样。而且吴凡不仅是拉开的轻松，命中率上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甚至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之后，吴凡的命中率又再次的提升了。这一切都刷新了这位教练对于射箭方面的认知。如果不是亲眼看过你刚开始时候的样子，我绝对不会相信你是一个才第一天接触射箭的新人。教练对吴凡感慨道。吴凡笑了笑，
对于自己的进步还是很满意的。吴凡也知道自己能够进步这么快，进步的速度是别人的几倍，甚至是几十倍，这得益于自己远超常人的智力以及身上佩戴的白鹤玉佩。白鹤玉佩上有一条属性，技能熟练度增加速度正 20%。吴凡现在不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玩家，在他身上很多东西都是可以通过数据来显现的。他在练习射箭的时候，也相当于是在练习技能，所以白鹤玉佩的这条属性也是在起作用的。再加上他比别人高的智力水平，练起射箭来水平提升的自然是要比其他人更快的。吴凡一直在这俱乐部练习到下午10分，这才离开。200块钱1个小时的费用，对于现在的吴凡来说不算便宜，不然的话，他想要练习更长的时间。离开射箭俱乐部之后，吴凡自然又是去了菜市场买食材。最近他的烧烤生意越来越好，需要购买的食材越来越多，要不是有刘一刀帮忙的话，他一个人还真忙不过来。师傅，你不会一直想要卖烧烤吧？给食物做串的时候，刘一刀对吴凡说道：“你那么好的厨艺，一直做烧烤，实在是太浪费了。你要是缺钱的话，我可以先借给你，算我入股也行。”虽然说烧烤生意也很赚钱，但是和那些中高级的餐厅根本就不能比，而且在烧烤上也没有办法将厨艺水平都给发挥出来，这在刘一刀看来就是极大的浪费。他觉得吴凡那么好的厨艺不应该就此埋没。当然不会，吴凡说道，等过段时间我会开一家餐厅，至于钱的事情我会解决的。吴凡相信自己这个徒弟不缺钱，当凯乐门的主厨，薪水肯定是不低的，有些积蓄也是正常的。不过吴凡并没有想过要用自己徒弟的钱，而是准备再等等。赵亚楠那边自己可是有一笔巨款呢，而且吴凡现在也还没有找到合适店面，就算是有钱也没有用。想到店面的问题，吴凡对刘一刀说道：“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店面，你可以帮我留意一下这方面的消息。”相比于吴凡，刘一刀在餐饮界的人脉显然是要更广一些，认识的人更多一些，让他帮忙找找店面，或许会有什么意外的帮助。行，这件事我会留意的。知道吴凡有意开餐厅之后，刘一刀也很振奋。虽然说跟着吴凡做烧烤也能够学到东西，但是毕竟是没有在厨房里学得多，如果吴凡开餐厅的话，他就可以跟着吴凡学习了。通过这几天的接触以及吴凡的刻意教导，刘一刀发现吴凡不仅在烹饪水平上超过自己，就是在厨艺的理论上也有超过自己的认知。吴凡对于厨艺和食材方面的了解不是他可以比的，所以刘一刀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向吴凡全面的学习了。而有一个餐厅无疑会对他的学习很有帮助，所以对于帮吴凡寻找餐厅店面的事情，刘一刀很上心。晚上两人带着东西前往江州大学前面那边街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不少人在等候了。吴凡的烧烤摊现在可以说是这条街上知名度最高的一个摊位了。一个是江州大学的老师，一个是凯乐门前主厨，这两人的组合无疑非常的吸引人的眼球，再加上吴凡的烧烤手艺出众，这让不少来这条街上游玩的人，不管想不想吃烧烤，都会到这个摊位附近转一转。吴凡的烧烤摊位不知不觉间居然成了这条街上的一个知名旅游景点。晚上江州大学前面那边街的夜市彻底的火爆了，除了吴凡和刘一刀这样神奇组合外，江州大学2朵金花居然都来了，而另外一个足以争这个称号的人也同样是出现在了这里。这样的神仙组合对于学生们来说自然是有异常大的吸引力。这烧烤摊老板的牛啊，居然将这3位都给吸引来了。某个江州大学的学生感慨道，目光则是死死地盯着烧烤摊前的那3个靓丽的身影。什么老板？要叫老师，知道吗？他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吴老师太厉害，太有魅力了，这整条街就属他的客人最多了。我有生之年居然能够有幸看到这3位美女同框，此生无憾了。此时围在吴凡摊位前的人有很多，但是这其中最漂亮的就要数柳岩、唐雨霏以及叶菲菲了。周围客人们的视线绝大多数都被他们这位给吸引了，3人各有千秋，聚在一起，当真是让整个街市都明亮了几分，也让吴凡这个摊位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吴凡也没有想到今天晚上这3位居然都来了，3个人表情各异，站在3个不同的方位，彼此之间并没有交流，但是吴凡却明显的感觉到他们3人之间的气氛似乎有些异常。当然因为客人多，吴凡的生意很好，所以他也没有多少的心思在想这3人的事情。柳岩面色淡然的看着吴凡忙碌，对于另外2人似乎没有看到一般。唐雨霏的脸上则是似笑非笑的表情，眼神不停的在柳岩和叶菲菲的身上流转，偶尔也会看看吴凡，脸上的笑意更浓，似乎是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一样。至于叶菲菲，她的表情最为尴尬，她不是自己想要来的，而是被2个舍友拖来的。看到柳岩和唐雨霏都在这里之后，她的眼神也在2人身上打量过，倒是没有什么其他复杂的心思，只是在学校内经常听到这2人的大名，现在在这里奇妙的相遇，总是不自觉的想要看上2眼。3人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交流，然而他们3人同框的照片和视频传播出去之后，依然是在周边几个学校内产生了巨大的轰动，也让吴凡的烧烤摊热度再次上升，在几个学校学生中的知名度再次的提高了不少。叶菲菲是第一个撤离的，她也感觉到这里的气氛似乎有些怪怪的，至于说哪里怪，她又说不上来，但是那感觉就是让她有些别扭，最后索性离开了。叶菲菲离开不久之后，柳岩也转身离开。唐雨霏看了看吴凡，随后快走几步朝着柳岩追了过去。只是转眼间，吴凡摊位前的3位超级美女就都走了，从头到尾都没有和吴凡说一句话，似乎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只是来吃点东西而已。唐雨霏追上柳岩，
两人并排走着，双方沉默不语，似乎不认识彼此一般。不错。最终还是唐雨霏打破了沉默。柳岩儿依然默不作声，不急不缓地往学校走着。老实说，我有了点兴趣。唐雨霏也不在意，继续说道：“你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可要出手了。”柳岩儿终于停下了脚步，转头看向唐雨霏，眼神显得有些冷漠。唐雨霏丝毫不慌，脸色如常，充满诱惑的脸上噙着淡淡的笑意。怎么，紧张了？无聊？柳岩儿清冷的声音响起。是啊，我最近挺无聊的。唐雨霏的脸上依然带着魅惑人心的笑意。幸好她面前的柳岩儿，如果是异性的话，恐怕早就已经被她的笑容给迷住了。就是因为太无聊了，现在发现了这么有趣的事情，我怎么舍得错过？随你。柳岩儿道。你知道的，只要我出手，没有男人能够逃得过。唐雨霏说道。他也不会例外。柳岩儿脸色不变，脚步不停，似乎并没有听到唐雨霏的话一样，又或者他对于唐雨霏的话并不在意。唐雨霏这次没有再追上柳岩儿，而是站在原地，脸上的笑容似乎更灿烂了几分。气息都变了，说明你真的在意，嘴上还不愿意承认，我倒要看看，等我将他追上手，你会是什么表情？我想那一定会很有趣。唐雨霏在原地小声的自语道。柳岩三人的离开让吴凡摊位的热度降低了一些，不过却依然是有不少的客人。这样的情况让周围的烧烤摊的老板们羡慕不已，哪怕是那几家有店面的，生意都无凡这里火爆，很多人宁愿在这里排队，宁愿站着吃，也不愿意去店里坐下来吃。这小子太可恶了，再这样下去，我们都要卷铺盖回家了。昨天那几个人也是废物，那么多人居然连一个人都收拾不了。要不我们再找找其他人？再这样下去，我们的生意还做不做了？不错，我赞同再联系其他人，不能让他再这么下去，得将他赶走。吴凡旁边的几个烧烤摊此时已经门可罗雀了。自从吴凡生意好起来之后，他们的生意是一天比一天差，到了现在已经到了几乎没有什么人愿意去的地步了。那些有店面的虽然手艺没有吴凡的好，但是至少能够给客人提供舒适的环境。而吴凡旁边的那些烧烤摊呢，手艺比不上吴凡，也没有办法提供舒适的环境，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客人都被抢走了。更让他们生气的是，昨天那几个他们找去收拾吴凡的人居然没有能够成功，反而是被吴凡给收拾了，这让他们更加恼火。要知道那几个人之前可是拍着胸脯保证这件事一定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收了他们的定金，结果事情却是没有办成，反而是让吴凡出了风头，让他的知名度更高，生意更好了。这样的情况，那几个烧烤摊的老板怎么可能愿意接受？几位老板，忙呢？就在这几个烧烤摊的老板聚在一起抱怨，想着办法对付吴凡的时候，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从他们的背后响起。几人转头一看，正是牛哥等人，而刚刚说话的人正是牛哥。你眼睛瞎了？我们这里都没有几个客人，忙什么？其中某个老板正在气头上，说话自然也就不客气。都是你们几个干的好事。另一个烧烤摊老板指着牛哥等人说道：你们几个之前可是保证一定能收拾那个小子的，你们还收了我们的定金，结果事情就办成这样，他的生意不但没有受到影响，还出了风头。退钱，把我们的定金退回来。显然这几个烧烤摊的老板对于牛哥等人的办事能力非常的不满意。事实上牛哥等人也的确是没有做到向他们保证的事情。退钱？本来脸上还带着一些笑意的牛哥顿时就变了脸色。我今天来不是退什么钱的，是来找你们要钱的。要钱？你要什么钱？事情都没有办成，你还意思要钱？我这人很讲道理的，是情没办成之前剩下的钱可以不给。牛哥看着几个烧烤摊老板说道，但是我这几个兄弟为了给他们办事都受了伤，昨天去医院看病花了不少钱，这个钱你们得报销吧。怎么说，这都算是工伤吧。工伤？哈哈，你们这个几个混蛋还好意思说工伤？你们以为自己在上班啊？你们这么多人连他一个人都对付不了，还被打伤了，不嫌丢人吗？还好意思来这里要钱？事情没办成，我们还要找你们退定金呢。几个烧烤摊老板不但没有答应牛哥的要求，反而是将他们奚落了一顿。本来他们看着吴凡的生意越来越好，自己的生意越来越差，心里就很不舒服呢，结果这牛哥等人居然还好意思上门来要钱，这钱他们怎么可能愿意给？而且昨天看到吴凡一个人就将牛哥等人给收拾了，几个烧烤摊的老板心里都很看不起牛哥等人，觉得他们没有了不起的，也就是虚张声势的，实际上什么本事都没有，自然也就不怕牛哥等人。这么说你们不想给？牛哥一副凶神恶煞的表情看着几个老板，就是不给，你们能怎样？牛哥的表情让众人心里有些发慌，但是他们却是强撑着，并不想就此妥协。怎样？牛哥看着眼前的几个老板，突然甩出一巴掌，将站在最前面的一个老板给打翻在地，将他们的摊子都给我掀了。牛哥对几个身后的几人说道。那几个人得到牛哥命令，立即便动手，将几个老板的烧烤摊位上的桌椅、烧烤架等东西都给掀翻在地。这样的场景吓得那几个摊位上为数不多的客人一跳，连忙躲避。你们要干什么？停手！快停手！混蛋！快停手啊！几个老板顿时急了，本来客人就不多，再被一闹，他们还做不做生意了？这件事要是传出去的话，以后还有人敢来他们这里吃烧烤吗？各位不要误会，这几个老板欠我们钱，我们这是在要账呢，并没有恶意。牛哥大声地对着周围看热闹的人群说道，虽然他极力的想要表现出自己和善的一面，
但是却依然吓得周围没有人敢靠近。此时可是夜市最热闹的时候，这里发生这种事情，看热闹的人自然多，就连一直忙碌的吴凡也抽空看了几眼。牛哥发现吴凡也看向这里，还是好似的对着吴凡点点头，脸上满是讨好的笑意，和面对其他几个烧烤摊老板的表情完全不同。吴凡没有任何的表示，低头继续做自己的烧烤。牛哥没有得到回应，悻悻地转过头看向其他几个烧烤摊老板的时候，已经再次换上了凶神恶煞的表情。砸！给我狠狠砸！牛哥对自己的小弟说道。牛哥今天之所以来，一个是为自己和手下人要工伤费，另外一个则是要讨好吴凡。牛哥昨天已经被吴凡给打服了，吴凡最后放他们走的时候和他说的话，他可没有忘记，他将那当成了吴凡交给他们的任务。如果做不好，惹得吴凡不高兴，出手教训他们的话，那他们还要不要混了？所以今天这事一定要办得漂亮，办得让吴凡满意。几个老板如丧考妣，无论他们如何呼喊，都没有办法阻止牛哥等人的行为。这几个昨天在吴凡的面前表现得如同幼儿园小朋友的几个人，今天在他们面前却犹如天神下凡一般。他们发现自己等人根本就不是牛哥等人的对手。将所有的东西都给打翻之后，牛哥才再次对几个老板说道：赔不赔钱？不赔钱的话，以后每天晚上来砸你们的摊子。赔多少？之前还嘴硬的几人，这个时候终于服软了。他们只希望牛哥等人以后都不要再出现了，他们认栽了。多少？我想想。牛哥摸着下巴，做出一副思考状。这样吧，你们每人出2万，这件事就算了。2万？几个老板都惊叫了起来，他们没有想到牛哥居然要这么多，这就是在打劫啊！怎么？嫌多？牛哥又板起脸来，不给也行，我们以后每天都来光顾你们的生意。几个老板哭丧着脸，在牛哥的威胁下，最后只得同意。不同意也没有办法，这件事本来就是他们先拾掇牛哥去做的，要是报警的话，牛哥等人有麻烦，他们几个也跑不掉，所以他们不敢那么做，那么最后就只能认栽。不过几个老板都说自己手头没有那么多现金，让牛哥等人明天来拿。牛哥不疑有他，答应了几人，一下子10来万进账，牛哥还是很开心的，也就不在意多等一天了。一场闹剧来得快，去得也快，除了几个老板在苦着脸收拾东西外，其他的人都没有太过放在心上，就连吴凡也是一样。吴凡自然认出了牛哥等人，实际上吴凡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如果牛哥等人今天不来收拾那几个老板的话，吴凡也会找机会报复回去的。那几个人明显是抱团了，这么明晃晃的欺负自己，如果自己不反击的话，他们只会觉得自己好欺负，以后还是会来找自己的麻烦，而且还会变本加厉。不过今天的牛哥等人的到来算是给了他们一个教训，吴凡希望他们能够长记性，大家各做各的生意，互不打扰。吴凡这边一直和刘一刀忙活到12点左右才收拾摊位。实际上这个时候街市上还是有人的，如果吴凡不收摊的话，还是会有生意的，只是他惦记着游戏世界的事情，不能去得太晚。在游戏世界中，吴凡可是在军营内呢，如果天亮之后有人发现他不在的话，可能会有麻烦，所以吴凡宁愿少做一些生意，也不能耽误那边的事情。回到住处，吴凡简单的洗漱之后就进入游戏世界中。而当吴凡回到有些世界的时候，天也刚好才亮。所有人起床集合。营帐外，周山的大嗓门响起，过来的还真是及时。吴凡整理了一下衣服，暗自庆幸道。吴凡是第一个到集合点的，其他人都还在磨磨蹭蹭的穿衣服，而一夜未睡的他连衣服都没有脱，速度自然快。周山面无表情的看了看吴凡，随后再次看向营帐方向，第2次进行催促。队长，你好快啊！郑小六来到吴凡的身后站定，小声的对吴凡道。他的速度已经不慢了，结果吴凡比他还要先到。身为队长要以身作则，吴凡小声道。对，我们都要向队长学习。牛二也赶了过来，小队成员们都深以为然的点点头。都站好，不要说话。吴凡提醒道。集合点的人越来越多，嘈杂声也是越来越大。这些人在昨天之前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农民而已，不可能一下子就变得那么有纪律性，身子歪歪扭扭的站着，有的在聊天，有的则是睡眼惺忪的在抱怨。相比之下，吴凡他们小队就显得异常的亮眼了。他们小队所有人都老老实实的站着，没有一个人说话。不管是自己在大学里的军训，还是电视上的一些军旅题材的电视电影，吴凡都明白，在队伍集合的时候最好老老实实的站着，不要大声的喧哗。果然，周山看到现场的情况之后，脸都黑了下去。都给我站好，所有人不得喧哗！周山吼道。几个中队长也站出来帮忙维持，这才让热闹懒散的队伍恢复了安静。除了第2中队、第4小队外，其他人每人50个俯卧撑。待队伍安静下来之后，周山命令道：啊，为什么啊？为什么他们不用做？我不做。众人纷纷表示不满。每人60个。周山脸色不变道：凭什么啊？为什么对他们特殊照顾？60个，我的天，我做不到。依然还有抱怨的声音，不过相比之前要小了很多。每人70个。周山的声音再次响起。其他大队的人都还没有起床呢，我们起这么早？我们只是后勤兵，不用这么认真吧？依然还有说话不满的声音，不过声音更小了，似乎说话的人底气也没有那么足了。每个80个。周山声如洪钟。这下众人都不敢说话了，他们也算是看出来了，只要他们敢再说话，周山还会将数字上涨。还不快做！再不做，每人90个。周山喝道：今天做不完，除了第2中队的第4小队外，都不许吃饭。众人被这么一下，顿时就都趴在了地上，
开始做俯卧撑，不敢再有抱怨，也不敢再拖拖拉拉。看到众人都开始做了，周山才说道：“知道为什么第二中队的第4小队例外吗？”不知道。有人回话，显然还是有些不服气，想要知道原因。每人90个。周山淡淡的说道：“是他说话的，为什么我们要跟着受罚？”有人反驳道：“每人100个。”周山道：“因为你们是一个整体，在军队里，你们不再是自己，而是一个整体，是第3大队的一员，一人犯错，所有人跟着受罚。”这下没有人再说话了，乱说话是要付出代价的。见所有人都不再说话，周山这才继续道：“今天早上的集合，就只有第2中队、第4小队的人做得最好，在你们随意的站着，交头接耳的时候，他们站着一动不动，没有像你们一样将这里当成菜市场，当成自己的家。你们所有人都应该向他们学习。”众人看向吴凡他们小队，果然看到他们小队的人都站得笔直，没一个人在说话。众人心里的不满顿时消失，有的就只是佩服，而牛二等小队成员则是在心里对吴凡的远见佩服不已。如果不是吴凡提醒的话，他们也会像其他小队成员们一样，随意的站着，随意的聊天。那样的话，他们现在就会跟着众人一起做俯卧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轻松的站着了。还有意见吗？周山问道。这次没有人说话。今天第2中队、第4小队的成员，早餐每人1碗肉汤。周山继续道。顿时，集合点处响起无数咽口水的声音。肉汤，那可是小队长才能喝的，现在第4小队的成员居然每个人都能喝上了，众人实在是太羡慕了。牛二等人也跟着咽口水，眼睛瞪大的犹如牛眼一般。昨天晚上，吴凡将他的肉汤分给众人喝了，众人到现在都在回味那个肉汤的味道呢。没有想到，今天他们每个人都能有1碗，实在是太幸福了。跟着队长混，果然没错。你们也不用羡慕。周山对众人说道：“今天的训练表现好的小队，同样都会有肉汤。至于训练成绩落后的队伍，只能啃干粮，能吃什么，全靠你们自己的表现。”众人一听，似乎动力都足了2分，人人都想要好好训练，给自己加餐。吴凡心里暗暗佩服周山，这萝卜加大棒的方法虽然看似简单，但是却是非常的管用，既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又调动了众人训练的积极性。毕竟在这个时代，不是什么人都能够经常喝到肉汤的。俯卧撑结束，周山也结束了这次的集合，众人前去吃早餐。吴凡他们小队的人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聚在一起，吃着馒头，喝着肉汤。牛二端起碗，咕嘟咕嘟的喝了一口，一口喝掉1/3，然后抬起头，一脸满足的说道：“香，真香！这肉汤本来就香，再加上周围人那羡慕的眼神，让他感觉这肉汤的香味更是浓郁了几分，脸上满是陶醉。听队长的话，果然没错。”郑小六一边喝汤一边说道：“对对。”其他人也都附和道：“行了，不就是1碗汤吗？”吴凡笑着说道。相比于其他人，吴凡今天的肉汤不但更浓郁，而且还有好几块肉，应该是周山特意奖励他的。不过吴凡对于这些倒不是很在意，来这里之前他刚吃过不少的烧烤，肚子根本就不饿。队长，你家一定很富裕吧？郑小六问道。为什么这么说？吴凡道。你看昨天的汤你没喝，分给我们了，今天你的汤里还有几块肉呢，你也没有多激动，你家里的条件肯定是比我们好。郑小六说道。你小子观察还挺细致的。吴凡笑道。我家呢不算富裕，不过和你们的家庭条件相比，应该算是不差了。吴凡家的确不算富裕，甚至之前他连稳定的工作都没有，但是和郑小六等人相比，吴凡觉得自己的生活还挺不错的，至少自己现在每顿都能吃饱，而且肉食的话也是不缺的。反观郑小六等人条件就要差很多了。我就说队长你不像是一般人，和我们这些泥腿子不一样。郑小六说道。行了，别和牛二一样学拍马屁了。吴凡笑道。队长，我什么时候拍马屁了？牛二不满地说道。就是我们说的都是实话，队长，你身上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我觉得你和我们都不一样。郑小六说道。是吗？吴凡不置可否，自己可是玩家，和他们当然不一样。快吃吧，吃完就该训练了。这肉你们也都分了吧，我吃饱了。谢谢队长。几人知道吴凡家里条件不错之后，倒也不和吴凡客气，欢欢喜喜的将吴凡碗里的肉给分掉了，这让周围看着人更是羡慕的直流口水。训练的时候都给我好好训练，知道吗？吴凡说道。队长，你放心吧，我们肯定不会偷懒的，我们都还想着顿顿都有肉汤喝呢。牛二拍着胸脯保证道。对，就是为了喝肉汤，我们也不能偷懒，绝对认真训练。郑小六道。其他人也都纷纷保证。吴凡点点头，对于他们的态度很满意。他让众人训练，倒不是在意那碗有肉的肉汤，而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时候认真训练是对自己的负责。这毕竟不是和平年代，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他们就要出征了，到时候会遇到什么危险，谁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多一份认真，到时候就多一份保障。早饭结束之后，周山果然将众人聚集起来，再次的训练。训练的内容其实很简单，负重跑步以及队列训练。显然周山这是有目的的训练。他们的训练时间太短，只有1个星期时间，周山就算是训练天才，也不可能只用1个星期的时间就将之前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的众人给训练成为精兵。所以这么短的时间，他只能是让众人凝聚到一起，脑海里有集体的概念，同时要服从指挥。这样的话，就算是遇到什么危险，也能够更好的应对。当然战斗技能的训练，周山也没有完全的落下，不过只是最为简单的2招：刺、砍、
包括吴凡在内的所有人，人手一根木棍，将其当作长枪、大刀，不断的进行刺和砍。一天下来，至少要挥舞上千次，以至于吃饭的时候，很多人的手都在发抖。不过周山也没有食言，表现好的小队不但有白乎乎的馒头，还有肉汤喝。那么累的训练下来，能够喝上一碗热乎乎的肉汤，当真是一种享受。抱怨的声音并没有出现，得到肉汤奖励的人喝得心满意足，心里想着要继续保持，争取每顿都喝上肉汤。没有喝到肉汤的人，则是暗暗发誓，下次一定要更加认真的训练，获得喝肉汤的资格。吴凡小队的人表现得很不错，如愿以偿的在中午和晚上都喝到了肉汤，尤其是吴凡表现更加亮眼。一天的辛苦训练下来，负重跑、队列训练以及上千次刺和砍，让那为数不多的几个老兵都吃不消，脸色略显苍白，手脚发软，更不要说新兵们了。结束训练的时候，很多人直接躺在地上不动，好久才挣扎着起来去吃饭。然而吴却是表现得异常轻松，脸色如常，呼吸不便，走路也是四平八稳，就像是没事人一样。这样的表现不但让众多士兵们佩服，也让几个中队长和大队长周山暗自心惊。这样的训练强度对于普通人来说的确是已经很大了，但是对于现在的吴凡来说，却只能算是稀疏平常。他现在的体质绝对不是一般人所能比，一天的训练下来也只是微微出汗而已，至于说累得走不动路，那是完全不存在。牛二现在对于吴凡是彻底的服气了，他相信就算一开始他是小队的临时队长，等训练期结束之后，吴凡也会取代他的位置的，因为吴凡表现比他甚至比现场所有人都要好太多了。队长，我现在对你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了。吃饭时候，吴凡对牛二说道。还有我们，郑小六等人说道。吴凡笑笑说道，只要你们好好训练也能做到的。我觉得不可能。郑小六说道，你看那几个中队长都是老兵吧，一天的训练下来不也照样手脚发软，也就比我们表现好点，和你根本没法比。我们就算是认真训练，也就是达到那几个老兵的程度，要赶上队长你是不可能的。是啊，队长，你太厉害了，那些老兵们都比不上你。其他人也说道。的确，今天吴凡的表现众人都看在眼里，实在是因为太突出了，想不关注都不行。而他的表现也的确是比那几个中队长好多了。其实如果以吴凡之前的性子，可能会在训练的时候藏拙，故意表现差一些，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显眼。毕竟他不喜欢太出风头，枪打出头鸟的道理他也懂。但是在知道这兵役的性质之后，吴凡就改变了主意，他可不想真的当10年的兵。现在他不但不能藏拙，还要尽可能的表现得更好一些，训练时表现出色，战场上更是要主动寻求立功的机会，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吴队长，周队长喊你过去。就在吴凡想着自己心事的时候，有士兵过来通知吴凡，周山找他。现在吴凡微微皱眉，现在距离他离开这个世界可没有多长时间了。是的，周队长在他的帐篷内等你。那士兵道。队长犹豫什么呢？快去吧。郑小六道。肯定是看队长今天表现好，这是要表扬队长了。牛二道。吴凡不想去，但是却又不能不去，只好跟着那个士兵前往周山的住处。周山作为大队长，帐篷无疑是第3大队最大的，而且位置也是整个第3队长营帐的最中间。大队长，你找我。吴凡进入周山的帐篷。过来坐。周山示意吴凡坐到他的旁边。帐篷内就只有吴凡和周山2人。找你来是有些事情问问你。周山带吴凡坐下之后说道。大队长，你说，你之前是做什么的？家里有什么人？是不是之前有过训练？周山问道。我之前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已，有时候会砍砍树、打铁什么，家里并没有其他人。至于训练，我之前并没有训练过，不过经常去森林里猎杀野兽。吴凡说道。吴凡在隐者村的确就是一个农民而已，当然打铁、炼药什么的也会做，在这个时空中他并没有父母，这也不是什么谎话。周山点点头，你的力气和耐力的确不是一般人能比的，没有经过训练就能有这样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不过不经过系统的训练，你这身本事算是浪费了，也不能将一身本事完全的发挥出来。这样吧，如果你愿意的话，每天训练结束之后可以来找我，我教你一些的东西，如何？周山这是起了爱才之心。这也难怪，周山当兵多年，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的身体素质能够和吴凡相比的，只是让吴凡当一个后勤兵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他打算好好的训练吴凡，然后将吴凡给弄到正规军里去。吴凡不知道周山的想法，见周山愿意教自己，自然是大喜，连忙应道，大队长愿意教我，是我的荣幸，我一定认真的跟着大队长学习。吴凡在隐者村的时候学习了不少的技能，然而那些技能都是生活类技能，他的战斗技能却是一个都没有，这让吴凡空有那么强的力量和体质，却是没有办法发挥他们的作用。现在周山愿意教他战斗的本事，吴凡自然不会拒绝。学会了战斗技能，提高了战斗能力之后，不但可以让他更有机会在战场上立功，更是可以让他杀怪的速度得到提升。吴凡可没有忘记，他在这里是一名玩家，既然是玩家，这等级还是要升的，更何况杀野怪还能掉落材料和装备。不过吴凡要是知道周山想要将他调进正规军的话，不知道还会不会这样高兴了，毕竟他努力训练，可就是想着要离开军队的。很好，周山对吴凡的态度很满意，那就从今天开始吧。今天？吴凡心里有些不愿意。怎么？有事？周山问道。没事，就是有些突然。吴凡说道。传送的事情自然是不能说出来的，至于其他的借口，
也不好找，毕竟他们现在都是吃喝在营地，根本就不能出去，能有什么事？我们就快要开拔了，一旦出发，以后能够教你的时间就会少很多，所以我想要趁着这些天的时间多教教你。周山说道。见周山这么负责，吴凡更加不好说出拒绝的话，只好点头，同时在心里祈祷能够在自己传送之前赶回去。那好，今天我就先教你射手。周山道。射术？吴凡微微一愣，自己在现实中也开始练习射箭了，倒是没有想到在这里居然也要开始练习了。太好了，我一直就想要成为一个神射手呢。吴凡喜道。周山能够愿意教他射术，吴凡自然不会拒绝，同时在2个时空中训练射术，也可以让他的射术进步得更快。想要成为神射手可不容易。周山也笑道，一支军队都没有几个神射手，而这为数不多的几个，每一个都是训练了多年才做到的。你要想成为神射手，训练上可不能松懈。大队长放心，我一定好好练习。吴凡说道。周山点点头，站起来说道，走，我们去外面练习射术，肯定是不能留在帐篷内的，营地内面积不小，倒是适合训练。2人一前一后来到营地中央，在众多新兵们疑惑好奇的目光中开始训练。你之前有练过射箭？周山看着吴凡问道。开始训练之后，周山让吴凡先射2箭，想要看看吴凡的基础，同时对他的动作进行纠正。然而让周山意外的是，吴凡射箭的姿势很专业，而且射术也很不错，10多米的距离第1箭就中靶。吴凡刚刚不是说没有经受过训练吗？我们村里有个很厉害的猎人，我经常跟着他去森林里狩猎，我偷偷的跟着他学过。吴凡解释道。总不能说自己在另一个世界里学的吧？周山不疑有他，点点头说道，你射箭姿势很专业，射术也很不错，只是偷偷跟着后面学就能够到这个程度，或许你真的可以成为神射手。周山的心里有些兴奋，教聪明人和教笨蛋相比，显然教聪明人要更轻松一些。吴凡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就能够有现在的基础，显然他不笨。不过你也不能太骄傲，你的姿势虽然很专业，但是也不是没有瑕疵的地方。首先你的手臂，周山没有太过夸赞吴凡，而是指出他的一些小问题。周山说的比星月射箭俱乐部的那个教练还要细致，当然更重要的是，周山在讲解的时候会给吴凡列举一些战场上遇到各种危险时一个弓箭手该如何应对，这是现实中的教练没有办法教给吴凡，毕竟对方理论知识再丰富也没有上过战场，真正的用弓箭杀过敌。所以当周山讲解的一些细节和那个教练有些冲突的时候，吴凡会选择相信周山的话，毕竟对方是真正的士兵，真正的上过战场的，他对于弓箭的理解都是在战斗中领悟出来的，显然要更加适合战场。而现实中的教练，他们更多的则是考虑娱乐以及比赛。吴凡练习射箭不是为了娱乐，也不是为了比赛，他是为了战场杀敌。显然周山的教授对他更有帮助。该说的我都说了，剩下的就是多练习，每一个神射手都是通过大量的练习练出来的。你的基础虽然不错，但是如果训练不用心的话，一样不会有什么成就，充其量也就只会是一个合格的弓箭手而已。周山叮嘱吴凡道。吴凡的基础不错，或者说天赋不错，周山不喜欢他辜负了他自己的天赋。大队长你放心，我会用心练习的。吴凡说道。周山点点头，你开始吧，我没有喊停，你要停。吴凡心里微微有些苦恼，他倒不是不想练习，实际上这里有人指导，弓箭更是随便他自己使用，他是很想珍惜这个机会的。只是现在距离他离开这个时空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自己不能避开其他人的视线，就那么众目睽睽之下被传送离开的话，说不定这些人会将自己当成妖怪什么的，到时候自己就是有10张嘴都未必能够解释得清。可是该怎么找借口离开呢？吴凡看了看旁边一副认真脸盯着自己的周山，心里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借口。轰隆！就在吴凡苦恼的时候，一声巨大的雷声响起，刚刚还很明亮的天空顿时就黑了下来，乌云密布。随后只是短短几秒钟的时间，豆大的雨点就噼里啪啦的落了下来，密集的雨点让人的视线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今天的训练结束，回营帐去。不待吴凡开口，周山便主动对吴凡说道。在这个医疗不是很发达的时代，感冒发烧也是很严重的病情，每年都有人因此死去。周山惜才，不想吴凡出现什么意外，少一点训练时间影响不大，明天可以继续，吴凡的身体不出事就行。周山说完之后，不待吴凡答应，就转头离开，冲着还在营帐外面逗留的人大喊道：所有人都进营帐，不允许在外逗留。如果此时是在行军打仗，周山断然不会因为下雨就让所有人都回营帐，必要的岗哨还是必须的。不过现在他们不是在战场上，就没有必要让这些刚入营2天的新兵们淋雨了，万一谁生病了还会耽误训练，那就得不偿失了。看着渐渐跑远的周山，吴凡心里暗呼一声侥幸，这场雨来得太及时了，如果没有这场雨的话，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借口去离开。现在这雨一下，之前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这不会是那个天神在暗中帮我吧？吴凡一边朝着自己营帐跑，一边在心里想到。想想又觉得不可能，或许这一切只是巧合。这次自己运气很好的避免了暴露秘密，但是下一次未必就有这么好的运气了。看来以后对于这种事要提前考虑。回到营帐内不到5分钟的时间，吴凡就被传送回了现实中。那雨要是再晚下一会，他可能就已经暴露秘密了，还真是惊险。回到现实中的吴凡心有余悸地说道。这种情况他不想再遇到，要解决这个麻烦，一个是解除自己的兵役，不过
这并不容易。另外一点就是要提高自己的职位，自己职位越高，其他人就越不敢随意的打扰自己。当然，这同样也不容易。这两个目标都不容易达成，吴凡现在也就只能是自己小心一些了。早上，吴凡在江州大学操场上锻炼的时候，依然是受到了不少的关注。不过，他现在多少也已经有些习惯了，毕竟他的摊位在学校前面那条街上已经成了一个观光景点了。不管吃不吃烧烤，每天都会有很多的学生去围观、拍照。有了这样的遭遇，吴凡现在就算是想不适应都难。在操场上，吴凡不出意外的遇到了清冷依旧的柳岩儿。早，离唐雨飞远点。柳岩儿脚步不停，只留下这一句让吴凡有些摸不着头脑的话：离唐雨飞远点。我和他好像走不近吧，甚至都不算熟悉，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还有，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吴凡疑惑不解。如果是一个男的和吴凡这么说，吴凡会将对方当成唐雨飞的追求者，误会了自己和唐雨飞的关系，所以警告自己远离唐雨飞，就像孔海玲一样。但柳岩可是女的，她为什么会说这话呢？难道……吴凡想到某种可能，再想到柳岩平时对异性的态度，他觉得那种情况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甚至还很大。真是可惜了，这样的美女居然不喜欢男人。吴凡摇头叹息道：幸好柳岩此时已经跑远了，否则他听到吴凡的这话，恐怕会让吴凡的脸和地面有一个亲密的接触，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会那么红。结束完锻炼之后，吴凡在操场的出口处看到一个意外的身影，唐雨飞。难道他也是来锻炼的？虽然有柳岩的警告，但是这毕竟是自己的学生，吴凡还是朝着对方礼貌性的点头打招呼。唐同学也来锻炼的。吴老师，现在不是上课时间，就不要喊我唐同学了，喊我雨飞就行。唐雨飞带着一些撒娇的语气对吴凡说道：你是我的学生，我还是喊你唐同学吧。虽然唐雨飞的语气听着让人很舒服，但是吴凡却不敢大意。他可是还记得第一节课的时候，唐雨飞是如何大胆的调戏自己的。这样的女生，哪怕是自己的学生也很危险，要保持距离。老师唐雨飞眼里带着撒娇，拖着长长的尾音，娇嗔的看着吴凡：我还有事，先走了。敌人攻势凶猛，难以招架，吴凡觉得还是先撤为妙。他现在毕竟是学校内的名人，要是给人看到自己和一个女学生在这里聊很久，而且女生还是用那种娇嗔的表情、撒娇的语气的话，还不知道会传出什么绯闻来呢。尤其是这个女生同样还是校内名人，是男生们心目中的性感女神的时候，传出绯闻的概率就更大了。等等，见自己招式无效，吴凡要走，唐雨飞连忙喊住吴凡：老师，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有事请你帮忙的。什么事？吴凡回头问道。学生有困难，作为老师，吴凡觉得自己不能一走了之，不然也对不起自己老师的身份不是。我想要出去买点东西，不过我对这里不熟，一个人又拿不了太多东西，所以想要请人帮忙一起去。我觉得老师你最合适。唐雨飞说道。我不行。吴凡连忙摇头道。如果是普通的异性的话，吴凡或许还会同意，甚至是欣然接受，但是唐雨飞可是他的学生，而且还是一个比较难缠的主，吴凡觉得自己还是远离他好一些。老师，你就这么见死不救吗？唐雨飞可怜兮兮地说道。我一个女孩子，身子瘦弱，力气又小，怎么拿得太多东西吗？你作为老师，不应该帮助学生解决困难吗？可是你这个不一样。吴凡为难道。有什么不一样的？你这样是在帮我解决困难吗？这是一位好老师应该做的。唐雨飞收起可怜兮兮的表情，上前一步，伸出自己的手，在众目睽睽之下挽住吴凡的胳膊，说道：你要是不答应，我就这么一直拉着你，不让你走。手臂上传来一阵温热细滑的触感，然而吴凡不敢享受这种美感，因为他感觉到在唐雨飞挽上自己胳膊的瞬间，周围有无数道目光向自己看来，这些目光就像是一把把利剑一样刺在吴凡的身上，让他浑身难受。有话好好说，别这样。吴凡伸手想要唐雨飞的手拿开，然而唐雨飞却是顺势抓住吴凡的手，笑嘻嘻地说道：原来你老是想要握着我的手啊，早说嘛，我是不会拒绝的。怎么样，我的手够软吗？的确很软，这是吴凡握到唐雨飞手的感觉，又软又微凉，触感非常的不错。当然这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吴凡在唐雨飞握住他手的一瞬间就挣脱了他的手掌，并且还退后了2步。这里可是操场，别这样。老师的意思是不是在操场就可以了？好啊好啊，我们去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我的手让你随便拉，就算是想要摸其他的地方，说不定我也不会拒绝的哦。唐雨飞魅惑地笑着，眼神很勾人。我不是这个意思。吴凡解释道。解释就是掩饰，别说了，我懂。唐雨飞笑嘻嘻地说道，同时上前一步，想要再次挽上吴凡的手臂。停！吴凡再退一步，同时紧急喊停。你别这样，我答应陪你出去就是了。不得已，吴凡只得答应唐雨飞的要求，不然的话，对方肯定是不会轻易的放自己离开。那好吧，我们走吧。唐雨飞的脸上满是小狐狸一般的得意笑容，这样的笑容放在他那张魅惑的脸上，不但不让人讨厌，甚至还更加具有吸引力。吴凡和唐雨飞并排走着，不过两人之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吴凡这是怕了唐雨飞了，防止对方再做出什么让他受不了的事情来。唐雨飞看了看旁边的吴凡，又微微转头，朝着操场不远处的某个角落看了看，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随后他转回头往吴凡身边微微靠近了一些，吴凡看他没有太过分，倒也没有说什么。而在唐雨飞看的那个角落位置，柳岩正站在那里，看着唐雨飞和吴凡两人离开的背影，本来就很清冷的他，此时似乎带着冰霜，
旁边有人从他身边路过，似乎都感觉到他周围的温度比其他地方低了不少。哼，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柳岩冷哼一声，小声的自语道。如果有人仔细看他的表情，会看出他左边的脸上写着吃字，右边脸上写着醋字。这样的表情出现在清冷的柳岩身上，足以让人为之惊叹。可惜的是，周围的同学偷偷打量柳岩的不少，但是真的敢在他面前驻足细看他脸的却是不多。这是你的车？当唐雨霏带着吴凡来到一辆红色的法拉利跑车前，并且掏出车钥匙的时候，吴凡不由得惊讶地问道。江州大学里的学生，有人是有自己车的，学校并不禁止学生开车，不过有的毕竟只是少数，拥有这么好车子的更是凤毛麟角。就像柳岩本身家里的条件并不差，但是却也没有看到他开过车来学校。上次和吴凡一起去凯乐门，还是打车去的。是啊，唐雨霏随意地说道。老师，你要不要试试？算了，吴凡摆手道，我都没有驾照。没驾照也没事，出了事我摆平。唐雨霏说道。还是不要了。吴凡拒绝道。本来还想要让老师来当司机呢，看来只有我给老师当司机了。唐雨霏娇笑着说道。麻烦唐同学了。吴凡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老师，我不说了吗？喊我名字就行，喊唐同学多生分。唐雨霏对着吴凡眨了眨眼睛，说道。更何况我们这是出去逛街，要是让其他人听到了你的称呼，知道我们是师生关系，指不定会怎么想呢？还是说，老师你就喜欢这种带着一些禁忌、刺激的感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勉强你改口了。没有的事。吴凡连忙说道。那我还是喊你名字吧。唐雨霏得意笑着，随后说道。上车吧，我的老师。唐雨霏特意在老师两个字上加重了音调。在校外，你也喊我名字吧。吴凡想到唐雨霏刚刚说的那种情况，连忙让唐雨霏改口，他可不想一直承受别人异样的眼神。知道了，老师。唐雨霏得意地笑道。车子启动，这是吴凡第二次坐跑车了，给他开车的还都是美女，这样的待遇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够享受到的。不过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吴凡是真的不想和唐雨霏一起出来，谁让他这么难缠呢？你对这里不是挺熟悉的吗？当唐雨霏将车开到万丽广场附近的时候，吴凡不由得地说道。万丽广场一带是整个江州市最繁华热闹的地带，这里有许多商场、商铺，国内外各种知名品牌的东西在这里基本都能够找到，可以说这里是很多人逛街购物的首选。对于之前的吴凡来说，这个地方只是听过却很少来，因为这里可不像江州大学前面那条街上的店面，那里卖的东西比较廉价，而万丽广场附近卖的东西价格就比较高昂了，这里卖的东西对于吴凡来说都是奢侈品。不过看唐雨霏的条件，来这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他既然知道这里，那根本就不存在对这里不熟悉，自己这是被忽悠了。这里那么大，我这不是怕迷路吗？唐雨霏撒娇似的说道。鬼才信。不过既然已经来了，吴凡也不好就此离开，只得跟着唐雨霏逛街购物。万丽广场不愧是整个的江州最大最繁华的广场，这里装修、环境等等都不是其他地方能比的，当然这里人流量也是非常的大，要是能够在这里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餐厅就好了。吴凡的心里想到。万丽广场附近的人流量非常的大，再加上吴凡对自己的手艺以及食材很有信心，他相信只要能够在这里开一家餐厅，绝对可以爆火。不过听说这里每一个店面的租金都不便宜，稍微大一些的店面一年就要上百万租金，有的甚至更多，这显然不是现在的吴凡可以承受的。2个月后拿到那笔欠款倒是可以考虑一下，当然那也要这里有空出来的店面才行，这里地段那么好，想要一个空置的店面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第一次陪女生逛街的吴凡也终于是体会到了女生在逛街时那种恐怖的热情，只要在外面看着还不错的店面，唐雨霏都会进去转转，而只要她看上眼的东西根本就不看价格，直接就买了。咦，这家店里的衣服看着不错啊。又一家门店前，唐雨霏的脚步像是灌了铅一样走不动了。之前那几家店面你也是这么说的？吴凡吐槽道。走走，进去看看。不理会吴凡的吐槽，唐雨霏率先走进了那家店面，吴凡只得拎着东西跟着走了进去。从他们到这里已经过去2个小时左右了，这段时间两人一直没有停下来，而结果就是吴凡手中包装袋越来越多，这都是唐雨霏拼下来的战利品。欢迎光临。两人一进入，店内的导购就热情地打招呼道。当他们看到吴凡手中那么多包装袋的时候，眼睛似乎又亮了2分，脸上的笑容也更加的浓郁了。唐雨霏兴致勃勃地来到衣架前，开始挑选衣服。吴凡，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唐雨霏手中拿着一件红色长裙，问吴凡道。不错。吴凡看都不看就回道。这样的提问，在过去的2个小时内，他都已经听到了无数次了。如果他说不好看，那么唐雨霏就会再选一件衣服让他去评价，直到吴凡说好或者不错的时候，他才会停止这样的追问。这么敷衍。唐雨霏娇嗔着白了吴凡一眼道。美女真是好眼光，这件衣服是我们店里的新品，刚刚上市，一共也没有几件。那一直跟在唐雨霏旁边的导购连忙说道，您的身材那么好，穿上这件衣服一定会非常的好看。我也觉得还不错。唐雨霏笑着说道。行，我试试。说完就拿着衣服去试衣间，而吴凡则是在外面等候。哥们，过来坐坐。这个时候，店内另一个男顾客对吴凡说道，女人买衣服能挑很长时间，过来坐坐，休息一下。吴凡倒也没有拒绝，在之前几个服装店内，唐雨霏每次挑选衣服的确都需要好久，只要是觉得还不错的，
就一件一件的事一直站着等，无聊又累。哥们，你也是陪女朋友逛街的？那青年倒是有些自来熟，可能也是无聊，想要找个人聊天。你女朋友真的漂亮？她不是我女朋友。吴凡摇头道：不是。那青年微微一愣，随即笑道：那就是还在追求中。那哥们，你可得加把劲，这样的女神级美女肯定是不会缺乏追求者，她能够让你陪着一起逛街，说明你还是有优势的。你误会了，我们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吴凡说道。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哥们，我跟你说，这追女孩子就要脸皮厚，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就像我对象当初也拒绝我的追求，但是我没有放弃啊，厚着脸皮不断发起攻势，最后不还是被我得手了。那青年得意的笑道。吴凡无奈，总不能说自己和唐雨菲是师生关系吧？那样的话，指不定这青年会用什么眼神看自己呢。哥们，要不要我向你分享一下我的经验？我跟你说，我在这方面绝对经验丰富，身经百战，战果累累，也就是我和哥们你投缘，我才和你分享，一般人我绝对不告诉他。那青年自顾自的说道。吴凡没有说话，却是用一种同情不忍的表情看着他。哥们，你那是什么表情？不相信我的话，我跟你说，知道我的外号不？江州情圣，就没有我拿不下的女人。那青年自得的说道。啊！然而他脸上得意的表情还没有维持多久，就惨叫了一声，耳朵被人给从背后拎了一起，瞬间就通红一片。那青年慌忙回头，随即脸上就出现了尴尬讨好的表情。媳妇，你什么时候过来的？衣服试好了？满意不？满意的话咱就买，不带犹豫的。衣服的事情先不说，我倒是想要问问你，这位江州情圣除了我之外，到底勾搭了多少女孩子？你不是说我是你的初恋吗？怎么经验丰富，身经百战，战果累累了？你在我之前到底有多少女人？站在那青年背后的一个长相清秀的女子，一手拎着那青年的耳朵，满脸凶悍的质问道。媳妇，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你是我的初恋，我刚刚都是吹牛，我哪有什么战果呀？那青年赶忙求饶道。我才不信你的鬼话，走，我们回去好好说道说道，今天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那女子说道。行行，那你先把手松开好不好？这样拎着多丢人啊。那青年道。哼，你还知道丢人啊？那女子嘴上生着气，手上却是松开了。媳妇，我知道你最心疼我了。那青年咧着嘴说道。两人一前一后的离开，嘴里还在斗着嘴。那青年离开的时候，还转身朝吴凡做了一个加油的手势，让吴凡好笑不已。这青年还挺皮的。什么事这么开心？唐雨菲的声音响起，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从更衣室里出来了，遇到了一个有趣的人。吴凡嘴里说着，也转身看向唐雨菲，随即便被唐雨菲的样子给惊艳到了。唐雨菲的身上正是他刚刚拿进更衣室的那条红色连衣裙，本来那裙子在吴凡看来不算什么特别，然而现在穿在唐雨菲的身上却是给人一种惊艳的感觉。裙子的大小正好合适，将唐雨菲妙曼的身姿都给显现出来，盈盈一握的小蛮腰，暴露在外的白嫩肌肤，笔直修长的双腿，再得上唐雨菲绝美的容颜，无不彰显其巨大的魅力。怎么样？唐雨菲见吴凡打量自己，不但没有害羞，还在吴凡的面前转了一个圈，顿时香气扑鼻。很不错，你穿上很漂亮。吴凡说道。难得你这次没有敷衍。唐雨菲笑嘻嘻的说道。吴凡这次的确不是敷衍，因为唐雨菲穿这件衣服真的是挺漂亮的。先生，你女朋友的身材真好，这件衣服穿在她的身上真的非常的合适。之前也有人试过这衣服，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有你女朋友这种效果。我甚至觉得这件衣服就是为你女朋友量身定做的一样。那导购小姐夸赞道。不是，你误会了，她不是我的。吴凡连忙解释道。然后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唐雨菲就出声打断道。这衣服我要了，帮我包起来。说完笑嘻嘻的看了一眼吴凡，然后又回更衣室去换衣服了。好，那导购员大喜，这件衣服可是5000多呢，生意做成了，他的提成也是不少的。吴凡刚刚也看到了那件衣服的价格，在暗自感慨这衣服怎么就那么贵的同时，也感叹着唐雨菲出手的阔绰，一件衣服就够自己做2-3天的烧烤了。等吴凡和唐雨菲从那个店面出来之后，吴凡的手中又多了一个购物袋，里面正是刚刚唐雨菲是穿的那件衣服。那些导购们为了提成，很能忽悠的。吴凡忍不住提醒道。你觉得那衣服我穿着怎么样？唐雨菲反问道。衣服的话的确是挺不错的，很适合你，不过那价格，吴凡说道。你觉得不错就行。唐雨菲笑嘻嘻道。你不会以为我是因为那导购的话才买的这衣服吧？那是因为什么？吴凡下意识地问道。当然是因为你啊。唐雨菲并不避讳。你觉得好看我就买了。看着唐雨菲颇具攻击性的眼神，吴凡尴尬地转过头，假装咳嗽了2声，说道。前面有家奶茶店，我们去喝杯奶茶吧。说完也不等唐雨菲答应，便率先走了过去。唐雨菲看着吴凡有些狼狈着急的背影，脸上露出了狐狸般的笑容，小声自语道。真是单纯可爱，难怪你会喜欢，连我都有点好感了。奶茶店的生意不错，吴凡和唐雨菲两人排了好一会队。轮到他们，我刚刚看到旁边有家手表店，你先过去看看，在那里等我，我去下洗手间。唐雨菲对吴凡说道。在奶茶店的不远处，的确是有一个卖手表的店面，吴凡带着购物袋朝着那里走去，等着唐雨菲回来。我去，这里的手边真贵。吴凡随意地瞟了一眼这店里的手表，发现这里的手表最便宜的都要几万，贵的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这戴的不是手表，是钱，是金子啊！就在吴凡感慨
这里手表真心贵的时候，忽然有人喊他的名字，这个声音还有些耳熟。吴凡下意识地看向声音来源，随后他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赵小婷，吴凡大学时的同学。然而吴凡看到这个同学的时候，并没有丝毫的喜悦之情，反而是微微皱起了眉头。还真的是你？赵小婷来到吴凡的身边说道，我刚刚看着眼熟，又觉得不太可能，你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种高档奢侈品店里？没有想到居然真的是你。你好，吴凡淡淡的说道，没有喜悦，没有厌恶，就好像是在和一个陌生人打招呼一样。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古力手表听说过没？世界知名品牌。赵小婷脸上带着高傲的表情说道，我糊涂了，你这种人怎么可能听说过这种东西？我告诉你吧，这里的东西不是你能够买得起的，最便宜的一块手表都够你1年工资的，你也就能过过眼瘾。你是这里的员工吧？吴凡看了看赵小婷身上的工装问道。赵小婷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不过随即就恢复了高傲的表情，是又怎么样？那也比你赚得多。既然你是这里的员工，你们店就是这么对待客户的吗？吴凡问道。客户？那也要看来的人是谁，真正的客户我们肯定热情相迎，但像你这种肯定买不起的人根本就不算客户，不需要浪费我的表情。赵小婷说道。赵小婷是吴凡的同学，知道吴凡家里的情况，现在他们才毕业1年时间，吴凡根本就不可能在这1年内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还是大学时的那个穷鬼，再加上大学里的一些事情，他自然对吴凡没有丝毫的好脸色。吴凡买得起这里的手表吗？显然是买得起的，只是他虽然有钱，但是却只有欠款，没有现金，现在还真没有办法拿出现金来买。那我算你嘴里的客户吗？唐雨飞的款款走来，脸上带着的莫名的笑意。赵小婷看向唐雨飞，在这店里工作很久的他，一眼就看出来唐雨飞身上的穿着全部都是名牌，这绝对是一个潜在的客户。算。赵小婷的脸上堆起了笑容，客人想要什么样的手表，说说你的要求，我可以帮你介绍，绝对符合你的气质和身份。说完之后，他看向吴凡，板起脸道，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赶紧离开，不要影响客人看东西。对吴凡和对唐雨飞，赵小婷完全是两个态度。怎么，你们店还往外赶顾客，还要不要做生意了？唐雨飞质问道。对于唐雨飞，赵小婷不敢怠慢，连忙解释道，美女，你误会了，这个人我认识，他买不起这里的东西，只是来过过眼瘾，算不上什么顾客。你说我男朋友买不起这里的东西？唐雨飞似笑非笑的说道。男朋友？赵小婷愣住了，这吴凡就是一个穷屌丝，而这个美女则一看就是白富美，这两人能是男女朋友？开玩笑的吧？吴凡什么时候找了一个这么漂亮这么有气质的美女女朋友？不仅是赵小婷愣住了，吴凡自己也愣住了，自己什么时候成了唐雨飞的男朋友了？吴凡这边刚准备说什么，旁边的唐雨飞却是走近2步，伸手挽住吴凡的胳膊，一脸爱慕的看着吴凡道，亲爱的，这里的销售居然看不起你，服务态度太差了，我们换一家看看吧。吴凡愣愣的看着对方，先生小姐对不起。这个时候从旁边跑过来一个人，年纪要比赵小婷稍微大一些，他一来就对吴凡和唐雨飞道歉，我是这里的经理，我有员工刚刚的行为向你们道歉，希望2位海涵。说完之后，他转头瞪了赵小婷一眼，说道，你是第一天上班吗？怎么和顾客这么说话？还想不想干了？快点向客人道歉。赵小婷一脸的委屈，那吴凡明明是穷屌丝嘛，算什么顾客，他能买得起这里的东西。不过在经理面前他不敢反驳，对不起，一点诚意都没有，亲爱的，我们还是换一家吧，我记得不远处好像也有手表店。唐雨飞娇滴滴的对吴凡道，要我教你怎么做吗？2位客人要是走了，你也别干了。那经理瞪着赵小婷道，对不起。赵小婷再次道歉道，这次道歉的声音大了几分，一脸惶恐和祈求的看着吴凡和唐雨飞道，我刚刚不该说那些话，吴凡，看在大家同学一场的份上，你就原谅我吧。要知道赵小婷和吴凡他们的大学可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找工作并不容易，看看吴凡过去1年的遭遇就知道了。而赵小婷现在的这份工作不仅轻松，工资和提成很不错，她很珍惜现在的这份工作，所以哪怕是心里依然是不服气，但是却不敢再有丝毫的表现，以期待吴凡的谅解。唐雨飞似乎看出了赵小婷的不服，还想要说什么，然而吴凡却是已经开口道，算了，其实也没什么。虽然赵小婷的话有些过分，但是因为那1、2句话而丢掉工作就有些过了。唐雨飞暗暗掐了吴凡一下，显然是怪他太好说话了一些，如果有其他人那么对他说话的话，他绝对会让对方丢掉工作。不过既然吴凡已经开口了，唐雨飞便也不再说什么，算是给足了吴凡面子。2位有什么需要可以和我说，我来为2位推荐，保证2位满意。那经理说道。赵小婷听到自己经理的话，暗暗撇了撇嘴，刚刚向吴凡道歉，在他看来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所以他表面上很诚心，内心却是不服气的，他并不觉得吴凡有能力在这里消费。然而经理在面前，赵小婷不敢再表现出来，不然的话他的工作真的有可能保不住。不过看笑话的心态却是有的。亲爱的，你看这块手表不错啊。唐雨飞依然挽着吴凡的胳膊，娇滴滴的指着一块手表对吴凡道。赵小婷看了看那块手表，心里一阵冷笑，那手表样式的确很不错，做工精细，很适合女人佩戴，赵小婷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块，不过那65万的价格却是直接将她劝退。而赵小婷也不觉得吴凡有那么购买的能力，现在吴凡的女友当众索要，她倒要看看吴凡怎么解决。或许他会说那手表不好看，
配不上他吧？赵小婷心里想到，又或者说没带卡。反正赵小婷不相信吴凡能够买得起那块手表。吴凡现在的确是买不起，他不知道唐雨霏为什么要这么说，刚准备拒绝，却是感觉到自己的手中突然多了一张卡片。吴凡低头微微看了一下，发现是一张银行卡。什么意思？吴凡疑惑地看着唐雨霏，这银行卡显然是唐雨霏偷偷塞给他的。然而唐雨霏的脸上依然是带着灿烂的笑容，就好像不知道这件事一样。女人不愧是演戏的高手。那经理倒是动作很快，立马将那手表取出来给唐雨霏试戴。亲爱的，你看怎么样？漂亮吗？唐雨霏举起自己嫩白手臂，在吴凡面前晃道。漂亮。吴凡点头道。这手表本来就很漂亮，再佩戴在唐雨霏纤细嫩白的手腕上，更显得光彩夺目。那你还在等什么？快付账吧！难道你不爱我了吗？唐雨霏对吴凡撒娇道，脑袋靠近吴凡的脸庞，就好像是要亲吴凡一样。密码6个6。唐雨霏的用只有吴凡能够听到的声音道。吴凡不笨，他明白了唐雨霏的用心，他这是用他的卡帮自己撑面子呢。吴凡很感激唐雨霏的用心，但是他却是觉得没有必要。如果是在之前，吴凡可能会在自己同学面子很要面子，证明自己过得很好。但是现在的吴凡却是已经没有了那些虚荣心了。虽然他依然不算很富裕，但是未来却是非常的美好，这让他已经不是很在意其他人的看法了。其他人能知道自己能去另一个时空吗？其他人能知道自己拥有那么多的能力吗？其他人能知道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吗？很显然，其他人都不知道拥有非常大潜力的吴凡，眼界早就已经高了很多，已经不是那么在意外在的虚荣了。不过在吴凡准备拒绝唐雨霏好意的时候，唐雨霏却是一下子将吴凡的手给举了起来。老公，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卡都拿出来了。店内的经理以及正在看吴凡笑话的赵小婷，这个时候也都看到了吴凡手中握着的银行卡。难道他真的有钱买这块手表？赵小婷心里疑惑道。赵小婷将吴凡从上到小打量了一遍，发现吴凡的衣服虽然看着不错，但是却都不是他所知道什么知名品牌，可能是什么高仿。这样的吴凡能掏出几十万买一块手表？经理，付账。唐雨霏直接从吴凡的手中抢过银行卡，递给那个经理。吴凡无奈的笑笑，倒也没有说什么。那钱本来就是唐雨霏的，现在他要买那块手表，自己也没有资格去阻拦。好的。那经理脸上带着职业性的笑容，双手接过银行卡道。等等。那经理刚转身，唐雨霏却是喊住了他。这块手表也不错，也一并买了。唐雨霏指着是一块男士手表，而那手表的价格更是高达80万。赵小婷眼睛都要凸出来了，吴凡真的发达了，一下子买2块几十万的手表。吴凡心里也暗暗惊讶于唐雨霏的财力，这2块手表加起来可就是100多万呢。结果唐雨霏眼睛眨都不眨的就买了，还真是有钱人。之前还觉得自己有了900多万，算是有钱人了，现在看来自己那点钱和真正的有钱人比起来，真的是差得太多了。吴凡心里感慨道。好的。那经理脸上的笑容更甚，对愣在一边的赵小婷说道，快帮忙装起来。哦，好的。赵小婷愣愣的说道，眼睛却一直是在打量吴凡，心里在想着吴凡这一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怎么会突然这么有钱了？1年的时间能赚多少钱？这吴凡不会打肿脸充胖子吧？待会付款的时候会不会钱不够？那就有趣了。赵小婷的心里还是不相信吴凡能够在1年时间内赚那么多钱。几人来到收银台，吴凡在唐雨霏的催促下输入了密码，赵小婷则是在一边盯着电脑看，她很想看到支付失败的信息。然而结果让她大失所望，吴凡不断支付成功了，而且卡里的余额显示这卡里还有300多万，也就是说吴凡在这1年内至少赚了500万左右。他这是做什么了？怎么会赚这么多钱？抢银行了吗？赵小婷怎么都想不通。老公，你对我真是太好了，今天陪我逛街花费了那么多，你说我该怎么报答你呢？唐雨霏瞥了一眼一脸失魂落魄的赵小婷，继续用嗲嗲的声音对吴凡撒娇道。你开心就好。吴凡说道。吴凡的意思其实是这出戏从头到尾都是唐雨霏的在演，自己只是配合她而已，只要她开心就好。但是这样的话落在赵小婷的耳朵里，却像极了男朋友宠溺自己的女朋友一样。而这个时候她也才注意到，吴凡进来的时候手里拿着的那些购物袋都是这个商场内知名品牌店的袋子。吴凡这是真的发达了。吴凡，能留个联系方式吗？在吴凡和唐雨霏两人准备离开的时候，赵小婷追上来说道。赵小婷的脸上虽然有些尴尬，不过更多的则是期盼。离开学校走上社会之后，她才意识到社会的残酷远不是在学校可以想象的，像她这种没学历没背景的人生活得很艰难。现在陡然见到自己的同学发达了，她很想抱上这根大腿，哪怕是付出一些代价，赵小婷觉得自己也是能够接受的。吴凡有些犹豫，两人在大学的时候关系就不算好，毕业之后更是没有任何的联系，他以后也不想和赵小婷有什么交集，所以留联系方式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吴凡，我知道大学的时候是我不好，那个时候我不懂事，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就原谅我吧。大家都是同学，又都留在江州发展，留个联系方式，以后有事也方便联络。赵小婷祈求地看着吴凡道。虽然有些丢人，但是赵小婷更知道，在金钱、利益、人脉面前，面子不值一提。好吧，吴凡没有再拒绝。虽然赵小婷这人并不怎样，说话也很不好听，但是
两人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留个联系方式并非不可。当然，虽然留了联系方式，但是他并没有想过要主动联系对方。听到吴凡答应，赵小婷大喜，连忙一脸郑重地将吴凡的号码存在自己的手机里，之后一脸殷勤地将吴凡和唐雨菲给送离开。你这同学有些势力啊。离开门店之后，唐雨菲对吴凡说道。是有点。吴凡并不否认，在社会里历练了1年的他，又怎么会看不出赵小婷的势力？吴凡这1年过得也不轻松，自然也能够理解赵小婷的做法。你和她之间是不是有些什么特殊的关系？唐雨菲问道。怎么可能？吴凡说道。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之间有些不愉快，并没有你说的什么特殊关系。还有，戏已经演完了，你能不能把手松开了？吴凡看着依然还挽着手臂的唐雨菲说道。被我挽着，你很吃亏吗？唐雨菲白了吴凡一眼，不过手却是松开了。你这是过河拆桥，我帮了你，你还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谢谢。吴凡道谢道。虽然并非他主动要求，但是唐雨菲的确是好心帮他，这份情吴凡还是要承担的。不用谢。唐雨菲眯着眼睛笑了起来。吴老师，说实话，有我这样的女朋友，你是不是很有面子？吴凡想到之前在服装店、手表店内那些人误会自己和唐雨菲是男女朋友关系的时候的羡慕眼神，很是实诚的点点头，是挺有面子的。那你想不想假戏真做？唐雨菲笑得更危险了，活脱脱就是一个小狐狸一样。只要你想，我是不会拒绝的哦。吴凡看着唐雨菲近在咫尺的那张充满魅惑的脸颊，心头猛地一跳，尴尬地说道：别开玩笑了。你怎么知道我在开玩笑？也许我是认真的呢。唐雨菲说道。唐雨菲充满攻击性的眼神让吴凡吃不消，连忙转移话题道：时间不早了，我们快点回去吧。说完也不等唐雨菲答应，便率先快步离开。胆小鬼。唐雨菲看着吴凡的背影，小声地嘀咕道。不过这件事越来越好玩了呢。江州大学门口，车子一停下，吴凡就迫不及待地下车了，那样子就好像是在躲避什么洪水猛兽一样。等等。唐雨菲喊住吴凡，我有那么可怕吗？让你这样迫不及待地要离开？不是，我有事。吴凡说道。这个拿着。唐雨菲也不追问，将一个盒子扔给吴凡。谢谢你今天陪我逛街，这是我送你的礼物。不行，这个我不能要。吴凡拒绝道。他认识这个盒子，这个盒子里正是唐雨菲之前在手表店里买的那款价值80万的男士手表。本来吴凡以为这是唐雨菲给他的朋友买的，倒是没有想到他居然要送给自己。路边有垃圾桶，你不要的话可以扔进去，我送出去的东西从来都不会收回来。唐雨菲说完，摇上车窗，启动车子离开了。吴凡拿着那手表，看了看唐雨菲离去的方向，又看了看不远处的垃圾桶，最终还是没有将这玩意给扔掉。果然是有钱人，这几十万的东西说扔就能扔了。吴凡嘀咕道：先收着，以后有机会还给他吧。和唐雨菲分开之后，吴凡打车去了星月射箭俱乐部，练了2个小时的弓箭，这才回去购买食材给食物做串。货款没到之前，吴凡的烧烤生涯还得继续。傍晚，吴凡和刘一刀带着东西去他们的摊位的时候，有些惊讶地发现旁边的几家烧烤摊老板居然都还没有来。在这之前，他们每天可是来得比吴凡早。不过吴凡倒也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他做他的生意，对于其他的事情并不是特别关心。直到8点多钟的时候，牛哥等人骂街的声音传来，吴凡才明白那几个烧烤摊的老板并不是今天来晚了，而是不会来了。不仅是今天不会来了，以后可能都不会来了。你们这几个混蛋跑得倒是挺快，以后别让我再碰到，不然的话我要连本带利的收拾你们。牛哥气愤地骂道。本来昨天晚上那几个老板说今天晚上给牛哥钱，牛哥也欣然答应了，但是他怎么都没有想到那几个老板居然都走了，不在这里摆摊了，换地方了，这让他的尾款、工伤费、精神损失费等等费用都没有办法追要回来了，他自然非常气愤。只是他并不知道那几个老板去了哪里，所以也就只能是在这里骂街，并没有其他的办法。吴凡倒也没有想到那几个老板居然走得那么干脆，不过仔细想想似乎也并不奇怪，因为吴凡生意的爆火，周围几个烧烤摊的生意已经大不如之前。那几个烧烤摊这几天的生意一天比一天惨淡，虽然不至于空无一人，但是却也只是勉强的够维持成本而已。现在那几个烧烤摊的老板还要被牛哥等人敲诈赔偿牛哥钱，而且他们还被牛哥给盯上了，谁知道这牛哥等人以后会不会经常找他们要钱？再加上昨天晚上被牛哥等人一闹，本就不行的生意更是雪上加霜。这些因素加到一起，直接就导致了那些烧烤摊老板们果断的选择了撤退。他们都意识到再在这里继续下去，他们不但赚不到钱，甚至有很大可能要赔钱，所以离开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吴凡对此无所谓，只要那些人不找自己的麻烦，自己也懒得理会他们。他相信公平竞争，自己并不需那些人，自己的生意不会被那些人再给抢走。倒是没有收到钱的牛哥等人在那里骂骂咧咧了好久，最后才不甘心的离开。没有了那几个烧烤摊，吴凡晚上的生意更好了，只要不去那些店面里吃烧烤的人，基本都会选择在他那里吃，以至于他的摊位前从头到尾一直都围满了人，将他和刘一刀2人给忙活得不轻。幸好吴凡的力量和耐力都已经得到了加强，如果是之前的他，这个高强度的几个小时忙碌下来，可能早就已经腰酸背痛了，哪里还有什么精力去游戏世界？不过现在的吴凡自然和之前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不管再怎么累，他都不会耽误去游戏世界。当吴凡再次出现在游戏世界的时候，
天色才刚刚蒙蒙亮，很多人都在熟睡之中。舟山的训练强度要明显高于其他的大队，一天的训练下来，众人都是很累的。所有人起床集合。吴凡这边躺下来不到10分钟的时间，舟山的大嗓门再次在营地内响起。果然还是这样。吴凡苦笑着的整理了一下衣服，然后便出了营帐。吴凡又是第一个赶到的人，舟山对吴凡赞许的笑了笑，随后看向其他营帐的时候，脸又板了起来。小广场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聚集，虽然还是显得有些懒散，但是相比于昨天却是好了不少。而且众人来到这里之后也不敢抱怨，而是老老实实各自站好。昨天的惩罚他们可没有忘记。看到比昨天有了明显的进步，舟山满意的点点头，不过随即就又换上了一副严肃的面孔。一天的训练开始了。第3大队的训练强度依然是高于其他大队的，不过因为舟山制定的奖励制度倒是让抱怨的人少了很多，毕竟来这里服兵役的大多数都像是牛儿他们那样的穷苦人，平时吃饱饭都成问题，就更不要说有什么荤腥了，那简直就是奢侈。而在这里只要认真训练就有机会喝到肉汤，这些人还不拼命的去练。不过现在第3大队的所有人都明白了一个事情，那就是他们再怎么努力训练都是比不上第2中队第4小队的那个小队长的。那人在众人眼里就是一个怪物，拥有恐怖的力量，超强的耐力，不管怎么训练都不会感觉到疲惫。可以说吴凡现在在第3大队里的名气和声望也只在舟山之下，就连那些中队长们和吴凡相比都明显不如。至于吴凡小队的成员们，现在对吴凡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于他的命令也不会有丝毫的反驳。一天的训练结束之后，众人累得躺在地上大口的喘气休息，然而吴凡却是主动找上舟山，要求加练。众人佩服吴凡的耐力，却是不知道吴凡只是想要尽快训练，好早点结束，不要耽误自己回到现实时间就行。你不需要休息一会？舟山看着吴凡问道。在训练中，舟山注意到其他的中队长、小队长或许会利用监督自己队员的机会偷会懒，但是吴凡却从来没有过。可以说从头到尾，吴凡的训练强度比其他人丝毫不低。然而其他人此时都已经累得连动一下都不想动了，吴凡却是连休息一下都不需要，居然主动要求尽快开始练习。不用。吴凡笑了笑说道，我觉得自己还能继续练。既然你不累，那就开始吧。见吴凡的确不像其他人那样累得不行，舟山也不再拒绝，带着吴凡开始训练。其他人看到舟山单独带着吴凡训练，并没有羡慕和嫉妒，有的就只是佩服。对于这种开小灶的待遇，他们可不愿意去享受，他们现在只想休息，好好的休息休息。先射始祖剑，然后我们再练其他的。舟山带着吴凡来到剑场道。吴凡点点头，并没有异议。有了舟山的照顾，他可以无限制的使用弓箭，而不用交钱，这可不比在现实中强多了。他自然是珍惜这样的机会。经过几天的训练，以及2个老师的细心教导，吴凡的剑识相比之前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不过吴凡还是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还在门槛之外，和那些职业射手们还有差距。然而当吴凡射到第5组箭矢的时候，耳边却是传来一道熟悉的机械式的声音。经过不断练习，你领悟了剑术技能，目前等级初级。领悟技能了？吴凡先是一愣，然后连忙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查看，果然是看到自己多了一个剑术技能，显示的等级是初级。虽然和那些一堆高级技能相比，这个初级技能显得有些微不足道，甚至是有些扎眼，但是吴凡却是相当兴奋，因为这是他自行领悟的第1个技能，而且还是他目前所有技能里的第1个战斗技能。这让吴凡在战斗力得到提升的同时，也明白了一个事情：技能不仅是可以通过其他人的教授所学习，还可以自行领悟。其实昨天在舟山教授吴凡练习射箭的时候，吴凡的心里就有过疑惑。之前在隐者村的时候，老村长等人只是和他说了一些技能的相关介绍以及一些注意事项，他就学到了很多技能。而昨天舟山也教授了他不少关于射箭方面的知识，然而吴凡却是没有学到射箭相关的技能，这是吴凡所疑惑的地方。而现在他终于学到了技能，不过却是他自行领悟的，和之前在隐者村的时候所学习技能的情况并不相同。这里面有什么区别呢？难道说因为老村长等人都是宗师，而舟山不是？吴凡心里疑惑地想到。实际上吴凡想的情况还真是差不多。如果吴凡是原住民，那么他可以拜师任何一个人，从任何一个有一技之长的人那里学到一些能力，就好像牛二从小在铁匠铺做伙计，也学到了一些打铁方面的能力。不过吴凡是玩家，所以天神规定了只有宗师级的人物才能够直接传授吴凡技能，其他的人则是不行。像舟山这种没有达到宗师级的人物，哪怕是细心的教授吴凡了，也依然是没有办法让吴凡直接学会某种技能，而是需要吴凡自行领悟。当然这个领悟技能成功的概率以及领悟的速度和吴凡自己对于这方面知识的认知了解有关，也和他是否认真练习有关，还和教他这些东西的人能力以及是否用心有关。总之能够自行领悟技能是多方面的因素所促成的，并不仅仅是靠吴凡自己就行的。而没有其他人教授，吴凡也可以领悟技能，只是那需要运气，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有人教授的要更加困难。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吴凡所不清楚的，毕竟也没有人给他介绍，没有官网可以查询，他也只能是靠他自己慢慢摸索。不过不管怎么样，能够多一个技能，吴凡还是很开心的。当一项能力以技能的方式显现之后，吴凡学起来就要轻松多了，他只要不断的练习，提升熟练度，就可以将自己的能力加强，而不用去考虑什么天赋、瓶颈之类的东西了。就好比现在如果是一个普通人的话，成为一个合格的弓箭手，
可能要经过1-2年的培养，甚至时间更长。而吴凡则是不需要，他只要熟练度满了，能力自然就会提升，不用去考虑其他的因素。这就是他作为一个玩家的福利。在发什么呆呢？战场上，你这样的行为就是在找死。在吴凡思绪万千的时候，周山只以为他是在发呆，顿时不满地训斥道：“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不能有丝毫的大意，不然你可能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周山对吴凡要求严格，教授的这么认真，自然是没有将吴凡当成普通的杂牌兵来看待，而是准备好好培养吴凡。所以现在见吴凡心思不顺，自然是会不留情面的批评。是，我知道了。吴凡并没有解释，因为他知道周山是为他好。当然，就算是他想要解释，也没有办法解释。继续练习。周山声音依旧生硬，他认为这是吴凡训练有些成绩就显得骄傲自满，训练的时候也就不那么认真了。吴凡点点头，再次弯弓搭箭。这一次，吴凡明显感觉不同了。在之前，他只觉得这弓箭是他手中的武器，而现在却是有一种融为一体的感觉，就好像弓箭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一样。这还是初级状态，要是等级到了宗师级，那会是什么效果？吴凡心里想着，手中动作却是不停，右手一松，箭矢离弦而出，砰的一声射中了前方的箭靶，而且直中靶心。箭术初级，增加命中率 10%， 增加伤害 10%， 增加射击距离 10%。这就是吴凡现在所拥有的初级箭术。本来他以为增加 10% 的属性并不会有太明显的变化，现在看来却是低估了这个属性。就凭这个初级箭术，吴凡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被称之为一个合格的弓箭手了。而在吴凡射箭的时候，板着脸站在旁边还在生气的周山却是目光一凝，因为他感觉吴凡的气势和之前明显不同了。之前吴凡虽然也在认真的练习，努力的摆动作，然而在资深射手眼里，他依然还是一个门外汉，还是一个业余的弓箭手。但是这一箭，吴凡却是射出了气势，射出了只有一个经过很长时间练习合格的弓箭手才能够射出的感觉。你怎么做到的？周山并没有去看这一箭的结果。吴凡这样的气势和姿态，哪怕是这一箭没有中靶，也不会影响周山对他的评价。什么怎么做到的？吴凡疑惑反问道。你刚刚那一箭和之前明显不同。周山说道。你是怎么做到的？就是练着练着，感觉来了，突然就好像领悟了什么一样。吴凡倒是没有想到周山的观察力居然如此的敏锐，自己这才刚刚领悟技能，他就发现自己的不同了。不可思议。周山摇着头感慨道，我之前低估你了，你在射箭方面真的非常有天赋，刚刚那一箭，一般人不经过1-2年的练习绝对射不出来，而你才刚刚开始练习射箭而已。昨天吴凡是什么样子，周山记得清清楚楚。虽然吴凡说他之前有过一些练习，但是不管是姿势还是动作都显得很僵硬，细节方面还有很多的错误。显然吴凡真正练习弓箭不久。然而之前还在射手门外徘徊的吴凡，今天却是突然就迈进门槛，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弓箭手了。这变化也太大，进步的速度也太快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周山真的很难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或许吴凡就是那种传说中的天才吧。这让周山对吴凡更加重视了。吴凡领悟了箭术技能之后，射箭水平有了质的改变，而且他现在每射一箭都能够增加一点熟练度，而初级升至中级所需要的熟练度并不是很高。吴凡相信这里加上现实中的练习，应该可以让他在队伍开拔之前将箭术水平提升至中级，到时候他的射箭水平就又会有一个质的提升。10组箭射完，周山并没有让吴凡继续，而是带着他来到营地后面的一块空地上，在那里有一匹马正在低着头打着响鼻。今天我教你骑马。周山带着吴凡走向那匹马道。骑马？吴凡一阵惊喜。要知道在这种冷兵器时代，骑兵可是奢侈品，也是大杀器，尤其是在野外，步兵队伍碰上这种机动性灵活的骑兵队伍，往往都会有很大的伤亡出现。骑兵不仅是可以冲锋陷阵，还能够侦察情报等等，可以说骑兵在战场上的作用比之现代的坦克还要大。不过养一个骑兵的花费可不低，养一个轻骑兵所需要的花费可能足够养3-4个普通步兵的，而如果是重骑兵的话，那所需要的花费将会更加恐怖，养活一个重骑兵所需要的费用足以养10多个普通步兵的。但是因为骑兵的重要性，所以哪怕是知道养骑兵花费很高，但是该养还是要养的，只是养的数量不会太多，这也就导致了会骑马的士兵很少，能够在马上战斗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吴凡倒是没有想到周山居然会骑马，而且看样子似乎还不是简单会骑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真正的骑兵。一个射术水平不低还会骑马的人，怎么会沦落到这里，给他们这些后勤兵当大队长呢？这不是屈才了吗？大队长，你怎么会被调派到这里来的？吴凡忍不住问道。我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只是以你的能力，我觉得不应该被调到我们这后勤队伍里来。很好奇。周山并没有生气，脸上还带着些笑容。吴凡点头。得罪了一些人而已。周山说道。其实在这里也不错，那些人看不上这里，根本就不会注意你们这些杂牌军，我在这里想怎么做也不会有人管。周山虽然说的轻松，甚至还带着笑容，但是吴凡却是从他的眼里看出了不甘。吴凡倒是可以理解周山的不甘心，任何一个有野心的人都不会愿意留在他们这种杂牌军队伍里，毕竟他们这支队伍随时都会解散，就连牛二都知道，想要建功立业封侯拜相，只能是去正规军队伍里。而周山的实力明显很强，不是现在的牛二所能比的，他又怎么会甘心留在这里呢？
只是似乎他得罪了一些厉害人物，所以只能是继续留在这里。我看你实力不弱，在射箭方面又很有天赋，怎么样？有没有想过要去正规军里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我虽然被调到了这里，但是也还有些关系，安排你进入正规军里并不是什么难事。周山问吴凡道。周山对吴凡是真的很看好，所以他不想吴凡在这支杂牌军里埋没了才华。吴凡应该到正规军的队伍里，那里才是他展露才华的地方。本来周山以为吴凡听了自己的话之后会大喜，毕竟在这里的待遇和在正规军里的待遇那是完全不同的，在正规军里配备更好，粮饷更高，也更容易加官升职，而在这里只能是当一个后勤兵而已。只是谁知道吴凡听了他的话之后，不但没有欣喜的表情，反而是一脸慌张的摆手拒绝。不用，我对参军并没有兴趣，这次要不是某个特殊的原因，我也不会来这里服役。开玩笑，在这杂牌军里服役，每年3个月，需要10年时间，吴凡都已经接受不了。一旦成为正规军，那可就是一辈子的事了。那是职业军人，不到迈不动步子，挥不起大刀，都没有办法从军队系统里离开。吴凡怎么可能愿意？他还想着回去种地呢，种地赚钱，他不香吗？本来还笑意盈盈的周山，顿时就板起脸来，说道：“当兵不好吗？大人，我志不在此，我不喜欢军营里各种规矩和约束，我喜欢自由。”吴凡解释道：“自由？这个世上哪来的自由？没有实力和地位，你想要在这个世道中活下去都很难，就算是能够勉强活着，也会有诸多的不顺。”周山说道。吴凡想到牛二等人，他们的确都生活得很辛苦，甚至是将这当兵当成了唯一的出路。不过吴凡对于这个世界的地位一直都是辅助自己现实中的发展，至于这个世界中活得如何，他并不是很在意，反正他的根不在这里，他只想要利用这里的资源就行了。你很喜欢钱？周山似乎看出了吴凡的心中所想。不错，谁会不喜欢钱呢？吴凡并不否认。不错，钱谁都喜欢。周山说道。但是你没有足够的地位，就算是赚再多的钱，也没有能力去保住他们。那些大人物们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将你抄家灭族，你所有的积累都会被他们夺走，甚至连性命都保不住。这种情况，你有再多的钱又能如何？吴凡一阵沉默。这个世界虽然不是他的根基所在，但是他同样是要在这里有所发展，才能够反哺自己现实生活。而如果他在这里连基本的权益都保证不了的话，那还怎么反哺现实？吴凡想到了自己在隐者村后山上所发现的那些东西，不管是金属墙，还是森林里的那些稀有生物，又或者是珍贵木材，每一样都价值连城。如果被其他人知道的话，他有能力保住那些东西吗？显然没有。而想要提升自己的地位，你只有科举和从军2条路。你觉得自己是读书的料，是状元之才吗？周山继续说道。自己是状元之才吗？显然不是。吴凡在现实中都没有能够考上什么好大学，就更不要说在这个时空了。他对于这个时空中的考试知识和内容一窍不通，怎么可能考中？所以想要提升地位，他似乎并没有其他的选择。可是我只想赚钱。吴凡不甘心地说道。他并不想去当什么兵，只想赚钱。等你职位高了，还怕没钱？周山说道。你看朝廷的那些官员们，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哪个穷？豪宅、奴仆、良田还不都是应有尽有？周山为了引诱吴凡从军，真的是煞费苦心。吴凡觉得周山说的也有几分道理，只是他一想到自己以后都要待在军营内，心里就一阵不爽。这个世界那么大，他还想要到处走走看看，去寻找资源等等，整天待在军营内，他能做什么？更何况周山说的那些的确很诱人，但是就像他之前想的，军队里的士兵那么多，最后能够封侯拜相的能有几人？就算是那些高级武将，也只是少数。这条路不是那么容易走的，而且也不是有本事就行的。看看眼前的周山的就明白了。周山有本事没有？显然是有的，不管是个人实力还是练兵方面，周山都很有一套。吴凡也相信，以周山的实力，在战场上表现也会不俗，应该是立过功的。结果呢，不还是被调到他们这杂牌军里来了？所以周山说的东西虽然诱人，吴凡也的确是有点心动，但是却未必会头脑发热的就选择去当职业军人，加入正规军。我的那些，你好好想想，如果想通了，可以告诉我，我帮你运作。周山说道。现在我们先练骑术，以前骑过马吗？没有。吴凡摇头道。那好，看清我的动作，仔细听我说。对于没有骑过马，周山并不奇怪，骑兵的数量本来就稀少，马匹是珍贵的战略物资，朝廷是不允许民间有战马存在的，有的也是用于运输的矮马，而且数量还不多，所以很多人没有接触过马，不会骑马都是正常的。周山交代过吴凡之后，双手按着马背，双脚轻轻一蹬，整个人已经翻身上马，动作轻巧灵活。马是有灵性的，尤其是战马，你不能将它当成普通的牲畜，而是要当成你的战友，你的伙伴。只有这样，你和他才能够配合默契，在战场上才能够所向无敌。一匹好的战马，有时候能够在战场上救你的命。周山说道。现在我教你一些基本的动作，看清楚了。周山一边和吴凡说着，一边控制着马匹慢慢的跑起来，他的身体随着马匹的跑动而起伏着，保持着和马一个频率。显然周山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骑兵。在骑了一阵之后，周山控制着马匹在吴凡的身边停下，随后翻身下马，步伐异常稳健。你来试试。周山对吴凡道。好。吴凡也来了兴趣，马匹在这个时代比现代中的汽车还要珍贵，可不是什么人都有机会骑的。不过吴凡毕竟是第一次骑马，上马的动作有些艰难，
而且马匹也不如之前听话，对于吴凡这个陌生人不是很配合，动作上自然也就没有周山的潇洒。别急，慢慢来，你是新手，这种情况很正常。周山在一边说道。吴凡努力了一番，终于是上了马，随后双手拉住缰绳，有些紧张，期待的轻轻一颗马腹，那马匹便慢慢的跑动了起来。吴凡顿时一阵兴奋，骑着骏马驰骋疆场，那是何等潇洒豪迈。不过当马速渐渐提起来之后，吴凡就有些控制不住了，整个人身子乱晃，似乎随时要从马背上跌落下来一样。从高速奔驰的马背上跌落下来，哪怕是以吴凡的身体素质，估计都是要受伤的。这吓得他连忙将身子扶在马背上，双腿死死地夹住马腹，双手拉住缰绳，保持自己身体的平衡。别害怕，用心感受马匹的奔跑，保持和他一样的起伏。周山的声音从后方传来。吴凡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慢慢直起身子，感受马匹跑动的频率，学着刚刚周山的样子，身子跟着不断起伏，努力维持平衡。他的双脚依旧紧紧地夹住马腹，智力很高，并且还佩戴了白鹤玉佩的吴凡，很快就领悟到了某种规律，甚至左右摇摆的幅度也没有之前那么大了，身子更加的平稳了。整个人虽然不似刚刚周山那么平稳，但是却也没有了从马背上跌落下来的风险了。这小子学习的能力也太强了吧，骑马方面也这么有天赋吗？在后方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周山震惊地自语道。从刚刚吴凡上马以及骑马的动作来看，吴凡肯定是第一次骑马，但是他却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摸索出骑马的规律来，并且很好控制着马匹。虽然现在的吴凡还不能称之为一个合格的骑兵，毕竟骑兵不是只要会骑马那么简单的，还需要能够在马背上战斗，而吴凡现在只是能够初步的控制马匹而已。然而这已经很不错了，要知道这可是吴凡第一次骑马，居然那么快的就掌握了诀窍，再多加锻炼一段时间，成为一个合格的骑兵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这小子就是天生的战士，不去当兵可惜了。周山感慨道，心里越发的想要让吴凡进入正规军序列，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了。另一边的吴凡部知道自己的表现，让周山坚定了加入正规军的想法。此时的他还在享受着马背上快速奔驰的感觉，那种耳边不断有烈风吹过，身边的景物快速后退的感觉相当的美妙。一直跑了好几圈，吴凡才慢慢的降低速度，在周山的身边停下，然后从马背上下来。感觉怎样？周山问道。非常好。吴凡拍了拍马背说道。你学得很快，要不是亲眼所见，我都不相信你今天是第一次骑马。周山对吴凡说道。可能我在这方面有点天赋吧。吴凡笑了笑说道。吴凡自然知道这和他的属性有关，不过这种事情显然是没有办法和周山说的。既然你有这么好的天赋，就不应该浪费，你应该骑马纵横在疆场之上。周山又将话题转移到了之前的事情上，可见他对于劝说吴凡正式从军还是很有执念的。大队长，我们不是说好让我先考虑考虑的吗？这件事以后再说吧。吴凡说道。行。周山也就不再说什么。又在训练了一会，天色越来越黑的时候，两人这才回去。吴凡也立即进入自己帐篷，等了10分钟左右，被传送回了现实之中。早上，江州大学的操场上，吴凡又碰到了柳岩儿。只是今天的柳岩儿似乎比往常更清冷了，对于吴凡的主动招呼都没有丝毫的回应，直到锻炼结束都没有和吴凡有过任何的交流。他这是怎么了？难道来亲戚了？吴凡心里有些疑惑的猜测道。如果柳岩儿知道吴凡心中所想，不知道会不会抱起打死他。结束锻炼之后，吴凡今天并没有离开，而是去了办公室。他今天有课。不出意外，吴凡又是第一个到办公室的人，随后其他的老师们也都陆续到达。吴老师，你来了。孙悦老师道。是啊，今天有课。吴凡说道。真羡慕你，有课就来，没课就不用来。孙悦老师羡慕的说道。呵呵。吴凡笑了笑，也不好说什么。李斌来的时候对吴凡可就没有那么热情了，冷哼一声之后便将吴凡当空气了。倒是李天和王府两人看到吴凡有些尴尬，一方面这两人一直都是李斌的狗腿子，之前也没少说吴凡的风凉话，另一方面这两人也都意识到吴凡或许不像他们之前想的那么寒酸，没看到李斌亲自出马，不但没有赶走吴凡，还让吴凡得到了学校的嘉奖吗？显然在李天和王府两人看来，吴凡也是一个很有背景的人，不然也不可能让学校如此的处理，而且还能够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这是李斌和耿亚飞都做不到的。吴凡的背景或许比这两人都要强，只是吴凡平时低调，不像李斌那么行事高调而已。李斌和王府两人很想抱吴凡的大腿，至少也要缓和一下和吴凡之间的关系，让吴凡不至于因为之前他们的事情而对他们影响不好。只是他们两人毕竟是一直跟着李斌后面摇旗呐喊的，现在陡然更换门庭，尤其李斌还在场的情况下，有些不妥，到时候两头空就麻烦了。所以两人看吴凡时候的表情就显得尴尬了，想要亲近又不敢有太多表示。吴凡自然也注意到这两人的表情，不过他并没有放在心上，对于这两人他无感，也不想有太多交集。你果然来了。明星。不久，耿亚飞也来到办公室，看到吴凡在，便调笑道：什么大明星啊？吴凡笑道：你现在在我们学校可不就相当于是大明星吗？知名度绝对是所有老师中最高的，人气也是最高的，校内网上还有不少关于你的报道呢。耿亚飞笑道：听说咱们学校3大美女因你吃醋而大打出手，
感觉如何？是不是很有成就感？谁说的？吴凡立即叫冤道：没有的事，校内网上的呀。耿亚飞笑道：校内网上将你们4个之间的感情纠葛写得荡气回肠，百转千回，点击率相当高的。哼，老师没有个老师的样子，整天和学生不清不楚，真不知道学校为什么不把你开除。李斌在一边说道：那些都是瞎传的，都是学生们胡编乱造的。吴凡说道：至于李斌的话，吴凡直接选择无视。这也说明你人气高嘛。耿亚飞说道：而且他们3人的确是都去了你的摊位，除了你之外，好像还没有人能够将他们3人给聚到一起。尤其柳岩和唐雨飞，这2人虽然是一届的，但是2个极端，平时很少有同框的画面的。耿亚飞毕竟是在这里已经教学一段时间了，对于学校内的事情还是知道一些的。柳岩和唐雨飞2人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平时很少同框，还是吴凡厉害，居然能够将他们聚集到一起。吴凡也想到了柳岩和唐雨飞2人完全不同的性格，一冰一火，似乎真有些不相容的感觉。想到自己待会有游泳课，又要去面对难缠唐雨飞，吴凡就感觉到头疼。然而躲是躲不掉，吴凡就算是不想面对唐雨飞，这课还是要上的，谁让他已经和学校签订了合同呢？哇，吴老师来了！吴老师，我们好想你。吴老师，我们合个影吧。吴凡一进入游泳馆就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环境，这和他第一次进入这里时所受到的待遇完全的不同。第一次的时候，学生们是惊吓，而现在则是有种迫不及待的感觉。虽然已经接触过一次了，但是吴凡再次看到这些莺莺燕燕的时候，还是感觉到微微有些尴尬，眼睛不知道该往哪里看。这些学生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意的，居然全部都提前换好了泳衣，而且相比于上次，吴凡明显的感觉到这次穿着保守泳衣的人少了很多，一个个青春靓丽的身影在他的眼前不断的晃动。唐雨飞也在这群人里，不过他没有跟着起哄，而是坐在那里笑意盈盈的看着吴凡，似乎很喜欢看吴凡有些窘迫的样子。嗨嗨，吴凡假装咳嗽2声，想要说点什么，不过当他看到所有女生都目不转睛的盯着他的时候，他又有些愧退了，说了句我去换衣服，然后就匆匆忙忙的跑向更衣室了，留下爆笑的众女生。5分钟后，已经调整好心态的吴凡带着一张严肃脸再次的出现在众人的眼前。虽然之前已经见过一次了，但是当那些女生们看到吴凡完美的身材的时候，还是忍不住2眼放过，有些胆子比较大的人眼神更是颇具攻击性，让本来已经调整好心态的吴凡差点又再次逃回去。嗨嗨，都站好，准备开始上课。吴凡努力让自己摆出一副严肃认真的表情说道。女生们倒也听话，乖乖的去站好，不过脸上还是嘻嘻哈哈的表情，吴凡也没有太过强求。众人经过热身之后便开始下水游泳，吴凡今天也下水，亲自示范了几个简单的动作，以及游泳时的呼吸调整、动作的舒展等等。他专业的讲解让本来还嘻嘻哈哈玩闹的众女生们也都换上了认真的表情。当然也有些人看到吴凡的动作那么准确标准，游泳的姿势那么帅气，看向吴凡的眼神更是大胆了。吴老师，下课有时间吗？在吴凡上岸后不久，唐雨飞就笑盈盈的走了过来。干嘛？吴凡一脸警惕。去逛街啊。唐雨飞笑嘻嘻的说道，昨天和吴老师一起逛街，感觉非常不错，所以我想今天再邀请吴老师一起去逛街。吴凡连忙朝周围看了看，发现虽然有好些学生朝着他这边看来，但是距离都有些远，应该是听不到唐雨飞的话的，这才松了一口气。要是让这些爱好八卦的女生们知道自己和女学生一起出去逛街，指不定会出现什么样的八卦传闻呢。没时间。吴凡果断的拒绝道，我下午有事。什么事？需不需要我陪同？唐雨飞问道。不用。吴凡再次拒绝道。小妾。唐雨飞白了吴凡一眼，是不是去陪你那个女同学去了？吴凡知道他说的赵小婷，便有些无语的说道，你想什么呢？我和她只是普通的同学关系。那和我说说你们大学的事情呗，我挺好奇的。实际上从昨天赵小婷对吴凡的态度中，唐雨飞也能够看出来，吴凡和赵小婷2人在大学里不可能是情侣，甚至可能还有些不愉快，所以他倒是没有怀疑吴凡的话。不过唐雨飞对于黄蜂和赵小婷之间大学里发生的事情还是挺好奇的，确切的说，他对于吴凡以前的生活挺好奇的，他也想知道吴凡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不想说。吴凡拒绝道。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告诉现场的同学，说你昨天陪我逛了半天的街。唐雨飞威胁道。看着唐雨飞得意洋洋的表情，吴凡气得牙痒，但是却也没有办法，只好说了他和赵小婷之间在大学里的一些事情。实际上吴凡和赵小婷2人之间并没有什么过节，当然也没有什么亲密的关系，甚至2人都不算很熟悉。赵小婷之所以那样对吴凡，和他的舍友有关。赵雪怡，吴凡大学同学，也是他们班的班花，他们系的系花，在吴凡他们学校里的时候非常的受欢迎，就算是比不了现在的柳岩和唐雨飞，但是却也相差不大。而赵小婷和赵雪怡2人是同学，也是舍友，关系不错。吴凡和赵小婷之间的不愉快源自于一次吴凡他们宿舍的夜谈会。那个时候宿舍熄灯之后，大家并不会立即休息，而是会夜谈，男生宿舍讨论的最多的话题自然是女人和游戏。那天晚上也不知道谁挑起的话题，让大家都说说自己心仪的女生的类型，而吴凡当时随口说了一句他喜欢赵雪怡那种类型的女孩子。谁知道这句话第2天不知道怎么的就传了出去，顿时就让吴凡成了班级内的笑柄。赵小婷身为赵雪怡的舍友和闺蜜，更是直截了当的指着吴凡，让他不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他根本就配不上赵雪怡，让他早点死了这条心。那个时候吴凡长相
气质都不算出众，再加上家里条件也是非常的一般。而赵雪怡呢，成绩好，人长得漂亮，两个人看上去的确不是很合适。尤其是当时追赵雪怡的人很多，有钱的、有才的、长得帅气的都有，吴凡在里面绝对是条件最差的一类。所以不要说赵小婷了，就是其他人，也没有人认为吴凡能够配得上赵雪怡。至于赵雪怡本人，虽然没有直接说什么，但是从那之后没有和吴凡有任何的交流。实际上，在这件事之前，两人其实也没有什么交集，毕竟他们当时的确是属于两类人。这件事一直影响着吴凡，虽然吴凡他们班级内喜欢赵雪怡的人绝对不止他一个，但是谁让他曝光了出来呢？而且他自身的条件还那么差，所以自然也就成了很多人嘲笑的对象。甚至只要他稍微距离赵雪怡近一点，赵小婷都以为吴凡是想要追求赵雪怡，多次警告他，让他离远点。实际上这件事完全就是一个误会，当时吴凡也就是随口一说，他对赵雪怡那样的女孩子的确是有些好感，漂亮的女孩子总是容易获得别人好感的，但是喜欢还不至于。吴凡实际上并不喜欢赵雪怡，然而事情传出来之后，性质却是变了，这让他成了很多人的笑柄。就是这样？唐雨霏问道。就是这样。吴凡耸耸肩说道，面色轻松，显然这件事现在对他已经没有了什么影响，他也早就已经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了。那个赵雪怡长得怎么样？和我比如何？你到底喜不喜欢她？唐雨霏追问道。嗨，吴凡微微有些尴尬，喜欢谈不上，当时也就是有些好感，那件事之后好感也没有了。你还没有回答完我的问题呢，我和她比，谁漂亮？唐雨霏并不愿放过吴凡，继续追问道。你漂亮。面对着唐雨霏的追问，吴凡不得不回答道。这倒不是吴凡在糊弄唐雨霏，故意讨她开心，实际上唐雨霏的确是要比赵雪怡漂亮，而且要更有诱惑。算你会说话。唐雨霏对于吴凡的回答很满意，不过你的身材这么好，长得也不差，你那同学怎么会看不上你呢？自从可以进行传送之后，吴凡的长相和气质都在不断的变化，这个变化过程比较慢，每天变化的幅度并不大，所以一般人还真看不出来吴凡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也不是整容，只是让吴凡的五官变得更加立体，搭配得更加合理。然而只是这样的微调，却是让吴凡的长相和气质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吴凡自己知道这一点，说道，我上大学时可不是现在这样，1年时间而已，能有多大变化？唐雨霏不是很相信，吴凡也不再解释。要不我当你女朋友？唐雨霏说道。你那同学没眼光，我可不像他。又来。吴凡哭笑不得，别开这个玩笑了。谁说我在开玩笑了？我是认真的。唐雨霏说道。咦，那边有同学好像游戏中的动作不是很规范啊，我去看看。吴凡说完，不再理会唐雨霏，径直来到泳池边，轻轻的一跃就跳进了水里。唐雨霏看着吴凡的背影，有些好笑，又觉得很有意思。体育课结束之后，吴凡没有再回办公室，而是直接离开了学校，去了星月射箭俱乐部。昨天晚上刚刚领悟技能，吴凡现在手痒，想要多练习练习。啪！吴凡手松箭飞，之后准确地命中了箭靶的中心。啪！又是一箭飞出，再次命中靶心。随后第3箭、第4箭全部都命中靶心，直到第5箭才稍稍偏出了靶心一些，然而也只是偏出一点点而已。旁边的教练一脸震惊地看着吴凡，你进步很大啊。昨天的吴凡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呢，虽然也能命中箭靶，但是命中靶心的情况也只是偶尔才会出现，但是现在却是已经能够轻松地命中靶心了。只是1夜的时间，居然进步那么多，那也是教练你教得好。吴凡一边弯弓搭箭，一边笑道。啪！又是一箭准确命中靶心，要不是亲眼所见，我都以为你是一个练了几个月的老手了。那教练感慨道。吴凡刚来的时候是什么水平，他可是很清楚的，然而这才几天时间，居然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如果不是他亲眼所见，他是不会相信的。吴凡笑了笑，练了几个月老手，自己现在还只是初级剑术，等剑术等级升至中级，恐怕就能跟上别人训练几年的了。教练，我们换个更远的靶子吧。又一次命中靶心之后，吴凡对教练建议道。那教练看了看10米外的箭靶，靶心处已经插满了箭矢，他明白这10米的箭靶已经不能满足吴凡的要求了，遂点头说道，好。两人更换场地，来到了18米箭靶场，开始了新的练习。箭靶距离增加了，射箭的难度自然也就增加了。吴凡虽然还是能够命中靶心，但是相比之前命中的几率要降低了一些。吴凡在这俱乐部玩了3个小时，这才离开。晚上吴凡的生意依旧火爆，那几个烧烤摊老板走了之后，也没有人敢在吴凡这附近做烧烤生意，就连那几个有店面的烧烤店的生意都被吴凡抢走了一些。不过那些老板们可没有找吴凡麻烦的想法，毕竟之前吴凡怎么对付牛哥等人的，他们都是看到的，他们可不想像那几个被迫离开的烧烤摊老板一样，最后生意都做不了。所以这也就导致了吴凡的烧烤摊成了这条街上生意最火的烧烤摊。不过吴凡显然是不会满足于这个现状的，如果是在以前，他的生意能够这么好，他做梦都要笑醒。但是现在却是不同，在拥有了那么多资源的情况下，自己如果还只是想着摆个小地摊就满足了，那也太没出息了。而且烧烤的生意受到季节的影响还是挺大的，等过了夏季，就算是吴凡手艺再好，再想要有这样好的生意，恐怕就要很困难了。所以他必须要做点其他的，比如他一直想的餐厅。也不知道赵叶楠那边能不能及时将欠款还上。告别了刘一刀之后，
吴凡独自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在盘算着钱的事情。就算是能还上，那也是2个月之后了，我也等不了那么久，只能是从游戏世界里想想办法了。游戏世界中，吴凡此时还在军营内，之后更是要开拔去运送粮草，想要找机会赚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在吴凡想着钱的事情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的面前有一个人，对方挡在他的前方，挡住了他的去路。不好意思，麻烦让一下。吴凡说道。吴凡手中带着烧烤的东西，移动起来不是很方便。你是吴凡？那人并没有让开，反而是反问吴凡。我是，你是谁？吴凡问道，他感觉自己似乎要有麻烦了。是你就行。那人说道，我要你的一只手，一条腿，是你自己动手，还是我来？吴凡眉头皱起，你什么意思？很简单，打断你的手脚。那人说道。有病！吴凡骂道。看来你是选择让我动手了。那人开口道，语气似乎阴森了几分。我动手的话，你可能会更疼。吴凡暗暗警惕，因为对方不像是神经病，也不像是在开玩笑。这时，那人突然动了起来，本来距离吴凡3、4米远的他，只是眨眼间就到了吴凡的面前，一掌打向吴凡。吴凡猛地一惊，就想要躲避，但是却是已经来不及，对方那一掌结结实实地打在了他的身上。砰！吴凡被打中，噔噔噔地往后连退数步，手中的东西更是散落一地，哗哗作响。吴凡揉了揉自己隐隐作的胸口，警惕地看着对方。是个高手。吴凡在游戏世界中也曾经遇到过人形怪物，比如那些强盗。然而那些强盗和眼前的这个人相比，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眼前这人比那些强盗厉害多了。吴凡不知道的是，他警惕对方，对方心中却是一阵惊骇。要知道，刚刚那一掌，他虽然没有使用全力，但是至少也是用了7层的功力。不要说吴凡只是一个普通人了，就算是修炼出有小成的明镜高手，在他这一掌之下，也绝对会受伤。而作为普通人的吴凡，只会受伤更重才对，因为他可是已经进入暗境的高手。然而此时吴凡除了刚刚后退几步之外，丝毫没有受伤的迹象，这怎么可能？难道他也是一个高手？可是孔少爷明明说他是一个普通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到底是谁？为什么攻击我？吴凡质问道。然而那人还在纠结吴凡没有受伤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理会吴凡的问题。吴凡暗中警惕，果然那人只是稍微停顿了一下，便再次朝他袭来。这次他的攻势更猛，下手更猛，掌风更加凌厉。真当我是好欺负？吴凡心中也来了脾气，任谁好好的被人突然袭击都会生气。刚刚吴凡被对方打中，一个是对方并非普通人，另外一点吴凡自己本身也没有防备。不过这次却是不同，一直暗中警惕的他，在对方动起来的瞬间就已经发现了，并且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没有取出黑石长剑的吴凡，敏捷就只有流云靴上的2点，加上他自身属性3点，一共5点敏捷。这样的敏捷属性相比于普通人无疑是快了数倍，但是在眼前这人面前，也只是堪堪的避开了自己的身体。这还是因为他第一时间发现对方的动作，而及时做出反应的结果，不然的话被再次打中是非常有可能的。果然现实之中也有高手，我和那些真正高手之间还有差距。吴凡心里想着，之前隐隐升起的傲气也一下子消散了很多。微微躲过对方的攻击之后，吴凡也打出一掌，这一掌正中对方的腹部。吴凡本身有3点力量，身上又有流云靴增加的2点力量，金属衣增加的10点力量，素锦长裤增加的50点力量，他现在的力量高达65点。所以即使没有佩戴头盔，没有使用黑石长剑，也没有穿戴锁子甲和素锦护腕，但是他的力量依旧恐怖。砰！那人本来并没有将吴凡这一掌给放在心上，心里想着以他暗境初期的实力，被吴凡打上一掌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被吴凡打中的一瞬间，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就好像被重锤给击中了一样，瞬间自己腹中5脏6腑震动，似乎像玻璃瓶一样要破碎一般，身体内的血管几乎被瞬间震断，体内的血液更是有了瞬间的停滞，整个人脑袋昏昏沉沉，好像随时会晕倒一样。接着他就发现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的飞了起来，在空中至少飞了5、6米远，这才重重的落下。而这个时候他虽然强撑着没有晕倒，倒是却是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身上至少断了3根骨头。这看似普通的一掌，居然有如此的威力。那人一脸惊骇地看着吴凡，脸色苍白，毫无血色。吴凡并没有同情对方，他一步步走向对方，直到走到对方的身边，这才再次开口：你是谁？谁让你来的？然而那人只是惊骇地看着吴凡，并没有要开口回答的意思。不说，你以为我就不知道了吗？吴凡淡淡的说道。你叫费云，还是一个刚进入暗境的高手，刚刚用的是破天掌对吧？你怎么知道？那人也就是费云下意识地问道。别管我怎么知道的，如果你不说出你背后之人，那么今天断手断脚的人可能就是你了。吴凡淡淡的说道，身上那种杀过人的煞气慢慢的溢散出来。吴凡知道对方的名字，自然是使用了鉴定术。不过他虽然知道了对方的名字，使用的招式，甚至是连他的修为也知道了，但是却是没有办法探知对方背后主使之人。吴凡之所以确定对方背后还有人，是因为他不认识眼前这个费云，和对方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过节。对方指名道姓的要找自己麻烦，很显然是受人所托。那人感受着吴凡身上杀煞气，看着吴凡的神情，他知道吴凡不是在开玩笑，他是真的会这么做。告诉你又能怎样？是孔少爷让我来的。费云回道，
脸上再次浮现了一股傲气。我承认你很厉害，我之前小看了你，但是如果你和孔家作对，绝对会死无全尸。孔少爷，孔海林。吴凡并没有将对方的威胁放在心上，反而是反问道。不错，费云并不否认，孔家的强大不是你这种普通人所能够想象的。我劝你，如果不想死的话，赶快去和孔少爷赔罪，不然的话，你的下场会很惨很惨。哦，孔海林他可以代表整个孔家？吴凡反问道。这费云有些语塞，孔海林毕竟只是孔家的年轻一辈中的一个而已，当然代表不了整个孔家，不管孔少能不能代表孔家，你得罪他都不会有好下场。看到费云的表情，吴凡心里松了一口气，看来之前王子明说的不错，孔海林只是孔家年轻一辈中的一员，并不能代表整个孔家。虽然得罪孔海林也非常危险，但是和得罪整个孔家相比就不算什么了。当然更重要的是，现在孔海林已经极恨自己了，自己就算是解释他也是不会相信的了，所以两人之间的矛盾根本就没有办法消除，除非自己真的愿意自断一手一脚，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他要废掉我一手一脚？吴凡问道。不错，费云说道，只要你自废一说一脚，孔少就放过你，留你一命，是吗？我懂了，吴凡说道。费云以为吴凡被孔家镇住了，实际上孔家在帝都，在整个华夏的确是有这样的威力，不要说吴凡这样的普通人了，就是一些大家族都不敢轻易的得罪孔家。现在吴凡被孔家吓住，想要保住他自己的命，选择自废一手一脚，在费云看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然而费云脸上得意的表情并没有能够持续多久，他就看到吴凡在他的面前蹲了下来。啊！一声惨叫声响彻整个夜空，惊起无数的野鸳鸯。孔海林此时的心情有些烦闷，来江州已经有几天的时间了，然而他到现在就只见到过柳岩一次，而那一次柳岩还带了人来，让他非常的不爽。而之后他再想要见柳岩，却是做不到了，柳岩根本就不肯见他。如果柳岩是普通人，孔海林自然是有无数的办法让对方屈服，甚至是让对方主动爬上自己的床。但是柳岩不是普通人，柳家的背景比孔家丝毫不差，而柳岩在柳家的地位甚至是要比孔海林在孔家的地位要高出很多，这也是孔海林以及一些帝都公子们想要追求柳岩的原因，而且还是一个重要原因。漂亮的女人有很多，如果柳岩只是漂亮的话，他们未必会花费那么多心思在柳岩身上，但是像柳岩这种又漂亮又很有地位权势的人却是没有多少，他们如果娶了柳岩，可以利用柳家的关系帮他们更进一步获得更高的地位，所以包括孔海林在内的很多帝都少爷们对于柳岩那是志在必得。只可惜柳岩对于这些人的追求从来都没有放在心上，就算是孔海林在柳家人的心中印象不错，柳岩都从来没有正眼瞧过一次，这让心高气傲孔海林如何不生气。而让孔海林更加生气的是，吴凡这样一个厨子居然也不将自己放在眼里，王子明那里已经向吴凡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了，那吴凡居然还无动于衷，这让孔海林更加的生气。吴凡这样的普通人在他的眼里就如同蝼蚁一般，现在这个蝼蚁居然如此不识好歹，所以孔海林便想要教训吴凡，让他知道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得罪的。孔海林的住处敲门声响起，应该是费云回来了。哼，吴凡和我抢女人，下半辈子当残废去吧。孔海林心里想到，如果不是柳岩的关系的话，孔海林甚至是想要直接杀了吴凡算了。进来的人的确是费云，但是当孔海林看到此时费云样子的时候，顿时惊得站了起来。你怎么变成了这样？少爷，你要给我报仇啊！费云苍白的脸上带着愤怒、恐惧、怨毒等等神色。此时费云样子极惨，右手不自然的下垂，左腿能够正常行走，但是右腿却是根本抬不起来，只能是在地上拖着往前进。自身也有些本事的孔海林只是看了一眼就明白了，费云被人给废了一手一脚，谁干的？我不是让你去收拾那个吴凡去了吗？孔海林问道。就是那个吴凡干的，费云说道。吴凡？他干的？怎么可能？他就是一个厨子，一个体育老师而已，怎么可能伤得了你？孔海林不信道。就是他，费云说道。他不是普通人，他是一个高手，我打不过他。你打不过他？孔海林甚至是觉得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听。孔家的年轻一辈的身边都会安排一个高手保护，费云就是家族安排给孔海林的高手，一个暗境高手。孔海林自己也不过是一个明境高手而已，远不是费云的对手。他也知道这个费云30岁的年纪便进入暗境，平时傲气得很，现在却是承认打不过吴凡。如果不是真的打不过的话，他是绝对不会说出这种话的。他的速度倒是不快，也没有什么招式，但是力量奇大，我只是被他打中一掌就身受重伤，之后他就废了我一手一脚，还让我给你带句话。费云说道。什么话？他说你要是敢再找他麻烦，下次断手断脚的就是你。费云说道。可恶，这个混蛋！听到费云传回来的话，孔海林气急，一脚踢翻了眼前的桌子。他何曾被人这样威胁过？吴凡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一个蝼蚁而已，居然敢这样威胁自己，真是岂有此理。不过看着眼前模样凄惨的费云，孔海林也不敢不将吴凡的威胁放在心里。万一那个混蛋真的失心疯的对自己下手，自己能是他的对手吗？恐怕不是，连费云都打不过他，自己肯定也打不过他。少爷，这次是我大意了，他也就是力量大，其他的不值一提，下次我一定杀了他。费云满脸凶厉地说道。对方被吴凡打成这样，费云在痛恨的同时，心里也是极度不服气的。他也看出来了，
吴凡根本就不会什么招式，就连速度也不算快，就力量大而已。如果他一开始的时候注意一些，完全可以避开吴凡的攻击，也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了。这件事先不急，我先送你回家族内接受治疗。孔海林说道。虽然孔海林现在恨不得将吴凡大卸八块，但是他身边唯一的高手都被打成重伤，万一自己再次失手，谁来保护自己？孔海林可是很惜命的，当然他也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的放过吴凡，甚至吴凡的话让他激起了杀死吴凡的心思，他不想将吴凡这个威胁留着，所以孔海林打算再想办法调集几个高手过来，等准备充分了再对吴凡动手，到时候务求一击必杀。那时就不是废了吴凡那么简单，而是将他彻底的抹除。废了孔海林派来的废云，吴凡的心情并不算太好。之前王子明提醒他的时候，他就知道孔海林绝对不会轻易算了，所以这几天他也一直保持警惕。而今天果然是遇到了他派来的人，只是吴凡没有想到孔海林居然这么狠，一出手就要废自己一手一脚。本来吴凡还以为他顶多是想要教训自己，将自己打一顿就行了，现在才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孔海林的狠辣程度。以孔海林的背景以及狠辣程度，自己废了废云，他会就此收手吗？吴凡觉得不太可能。孔海林这种含着金钥匙长大的，此前肯定没有吃过什么亏，所以行事才会如此的乖张高调。这种人都是心高气傲的，在他们看来，他们欺负别人可以，别人却不能反过来教训他们，他们无法接受那样的事情。所以孔海林会再次报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这次对方只是派来了一个的废云，谁知道他下次会派什么人来？所以吴凡的心情有些沉重，多少也有了一些紧迫感。通过今天的事情，他之前的猜测也得到了证实，那就是在普通人生活的圈子之外，还有一个常人难以触碰的圈子存在。这些人就像是电视里的那些高手一样，实力强大。实际上今天如果不是废云有些拖大，吴凡想要打败对方绝对不容易，毕竟他当时装备不是很齐全，而且除了力量占据优势之外，其他方面不占什么优势的。同时对方修炼有破天掌，而他什么都不会，所以吴凡今天能赢废云有些运气成分，谁能保证他就一直那么幸运？而有了这次的教训，孔海林下次再派人来可能就不会那么大意了，他想要打赢对方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所以吴凡需要提升实力，而如何提升实力，现实中吴凡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只能是从游戏世界中想办法了，绝对不能一直待在军营内，在那里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由，不能打怪，不能探险，想要提升自己的实力太难。吴凡心里想到，之前吴凡被周山说的有些犹豫，现在他却是放弃了这个想法，他需要升级，需要打怪获得各种物品，而这些是一直待在军营内没有办法做到的。当吴凡再次出现在游戏世界的时候，外面已经有嘈杂的声音响起，不用想也知道周山又在集合队伍了。吴凡因为废云的事情耽误了一些时间，导致他来这里比平时晚了些。好在外面显然也是在刚刚集合，所以吴凡倒也不至于暴露。在军营里和其他人一起住就是不便，现实中万一有点事情耽误，就容易出事。吴凡一边往集合点走，一边心里想到。吴凡到的时候，周山还看了看他。之前集合的时候，吴凡都是第一个到达，而今天吴凡确实有点迟了，虽然不是最后，但也算不上快。周山现在对吴凡抱有很大的期待，难免会多看几眼。不过周山倒是没有多想，以为吴凡是太累了，所以导致起来有些晚了。毕竟吴凡训练的量比其他人多了，其他人休息的时候，吴凡还在加练，所以会感觉到疲惫，也是正常。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吴凡在两个世界之间不断往返。现实中，吴凡的生意依旧火爆，甚至可以说是那条街最火爆的摊位，每天赚的钱也是越来越多，名气也是越来越大，甚至有好些人是从很远地方赶来，特意就是为了吃他的烧烤的。而早晨锻炼的时候，吴凡和柳岩儿依旧会偶尔聊上几句，柳岩儿依旧还是那种冷冷的样子。倒是唐雨霏和柳岩儿完全不同，对吴凡热情的很。他可能是知道吴凡早上会在操场上锻炼，每次吴凡锻炼结束之后，在操场的出口处总能看到他的身影，每次他的手里都带着些吃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为吴凡准备的，每天样式还都不一样，这让周围的一些男生们对吴凡羡慕的不行。这样的待遇就算是情侣之间，男生都很难享受到，更何况还是唐雨霏这样的校花美女了。不过吴凡对唐雨霏的热情则是避之不及。一开始的时候他还不是很在意，虽然不会接受唐雨霏递来的东西，但是还是会聊上两句。但是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看到柳岩儿从某个方向经过，似有意似无意的看他一眼，虽然什么都没说，但是却是会让吴凡觉得浑身难受。再加上吴凡也有些承受不住唐雨霏的热情，所以到后面的时候，吴凡甚至是都有些害怕看到唐雨霏了。然后唐雨霏并不气馁，依然是每天准时的出现，毅力让人佩服。而这几天的时间，孔海林也没有再派人来找吴凡的麻烦，不过吴凡也没有掉以轻心，他知道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简单结束的，当然他也希望孔海林能够想通，那样最好。只可惜吴凡觉得这种可能性很低。游戏世界中，吴凡他们依旧是在集合训练，每天训练结束之后，吴凡依然是会跟着周山进行加练，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吴凡的射术从初级提升到了中级，同时还领悟了骑术以及骑射。另外，周山还教了他一套军中的刀法，让吴凡领悟了又一个攻击性技能。剑术中级增加命中率 50%， 增加伤害 50%， 增加射击距离 50%， 视野增加 30%。骑术初级可以驾驭各种交通工具，稳定性增加 10%， 速度增加 10%。
其射初级可以在驾驭交通工具的同时进行射击，伤害增加 10%， 命中率增加 10%。霸刀刀法初级，军中常见的一种刀法，招式简单，威力一般，增加伤害 10%。而今天是吴凡他们出发前训练的最后一天，明天他们这些人就都要拔营出发了。早晨，清远县城飞鸟营第3大队营地，周山面容严肃地站在上方，看着下面整齐站立的众人，心里多少有些欣慰。经过6天的训练，眼前的这些平民百姓们虽然和正规军还没有办法相比，但是和他们刚来的时候相比，却是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站立的时候不再交头接耳，不再散散漫漫，听到命令也都能够按令行事。当然，上了战场之后是什么情况，那还需要实际去验证。今天是你们开拔前的最后一天训练，早上我们训练半天，下午给你们放半天假，你们可以去处理自己的私人事情，但是在晚上太阳落山之前，所有人必须归队，否则按逃兵论处。周山对众人说道。逃兵，这不但是一个让人感到羞耻的词汇，同时也会让他们的家人蒙羞，而且还会受到朝廷的处罚，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愿意当逃兵。众人听到下午放半天假都很兴奋，毕竟这过去的几天时间，他们每天都在进行高强度的训练，自然是想要放松放松。而且有些人的确是有些私事要处理，比如吴凡。吴凡的背包中还有一些他来县城路上杀死怪物所获得的材料，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处理，不但赚不到钱，而且放在背包中还很占空间，他早就想要去处理掉了，只是一直没有时间。可能是因为下午要放假的缘故，早上半天众人训练的格外认真，谁都不希望这个时候出现什么意外，万一不认真训练让周山给发现了，取消了这个假期，他们哭都哭不出来。中午时分，训练结束，周山并未食言，让众人可以自行出去。这些人里有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县城，毕竟这个时代道路不畅，出门还要录影，非常的不方便。而来到这里之后就进入营地训练了，一直都没有机会好好逛逛，现在有机会了，一个个的都迫不及待跑了出去。队长，我们也走吧。牛二也是一副迫不及待的表情说道。他和郑小六等人也都是第一次来县城，早就想要去看看了，要不是周山管得严，他们早就溜出去了。走吧。吴凡说道。明天就要开拔了，今天我请你们吃顿好的。真的？队长，你太好了，今天有口福了，我就知道跟着队长混绝对没错。小队的众人纷纷兴奋起来，知道吴凡家里不是很穷之后，他们也不和吴凡客气了。众人离开了军营，见识了一番县城的繁华之后，牛二等人就迫不及待地找了一个吃饭的地方。你们先在这里点菜，我出去一下，待会就回来。吴凡对众人说道。那队长你可快点，要是回来晚了，我们可就都吃完了。牛二说道。今天随便你们吃，能吃多少吃多少，不够就再点。吴凡笑道。刚刚他已经大概的问了一下小二这里菜品的价格，不算太贵，在他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好嘞，那我们就不和队长客气了。众人笑呵呵地说道。吴凡随后离开，他现在兜里并没有多少钱，想要请客吃饭，就必须要先处理了背包里的材料。清远县城比隐者村大多了，也繁华很多，周围都是小商小贩。吴凡并没有在小摊位上出售材料，而是找了一家店面比较大的杂货铺走了进去。客人需要什么？吴凡刚进去就有伙计过来招呼道。我有一些野兽和魔兽身上的材料需要处理，你们这里收吗？吴凡举了一下手中用衣服包裹的材料问道。自然是收的。那伙计说道。吴凡点点头，随后打开衣服包裹，将那些材料给对方看。那伙计显然也有眼力，仅凭着这些材料的样子就能够看出来他们是属于什么动物身上的。不过对方开出的价格却是让吴凡直皱眉头，一共10个金币。吴凡有些难以接受。不错，那伙计说道，这里面的东西大多数都比较普通，就病脊狼的皮和牙齿比较值钱一些。这样的结果吴凡有些难以接受，要知道这些东西可都是从10级以上的野兽和魔兽身上获得的，而在隐者村的时候他杀死10级金毛鼠卖掉的材料都比这个值钱多。难道这也是一个黑店？想到这里，吴凡将东西收好，说道，价格有些低了，我去别家看看。好的，客人慢走，如果觉得价格合适的话，欢迎回来。那伙计既不挽留吴凡，也不因为吴凡的话而生气，语气平淡如常，似乎不是在故意炸吴凡。吴凡带着东西又跑了几家店，甚至还直接去找了酒楼、铁匠铺，想要分开出售。然后这些地方开出的价格比之前那个杂货铺里开出的价格还要低。转了一圈，吴凡发现居然还是那个杂货铺开出的价格最高。吴凡无奈，只能再次回去。这价格怎么差这么多？一个个的比刘奸商还要黑。那隐者村里其他人收购自己东西，价格为什么那么高？难道是在照顾我？吴凡心里疑惑道。想想还的确是有可能，毕竟吴凡在隐者村众人心中印象不错，那些人又都教授了吴凡技能才艺，吴凡卖东西在价格上照顾一些也是正常。这个时候吴凡也有些理解，为什么隐者村里的人，比如孙铁匠，收购东西都是有限的，这应该是有限度的照顾吴凡而已。在这清远县城中售卖东西，价格就要低了不少，不过却是可以无限量的收购。客人你好，欢迎回来。那伙计见吴凡回来，也没有说什么风凉话，态度还是和之前一样。倒是吴凡自己有些不好意思，他将手中的东西递给对方，说道，还是10个金币。吴凡还真怕对方故意压价，毕竟是他主动回头的。不过他的担心是多余的，那个伙计很实诚的点点头，说道，不错，拿去吧。吴凡说道。买卖成交。你们怎么还没吃啊？当吴凡回到之前的那个小饭馆的时候，
牛二等人坐在桌边，桌上摆了一些菜肴，不过却是没有一个人动筷子。不过他们的眼神却是一直都盯着桌子上的菜，有些人还在不断的咽口水。队长，我们在等你回来呢。牛二狠狠地咽了一下口水，将目光艰难地从那些菜肴上移开，看向吴凡说道：队长你不回来，我们怎么好先吃？郑小六也说道：我不是让你们先吃的吗？不用等我的。吴凡落座，虽然这样说，心里还是暖暖的。那哪行，你是我们的队长，又是你请客，我们怎么能不等你呢？牛二说道：现在好了，队长你终于回来了，我们终于可以开动了。吃吧，都吃吧。吴凡笑道。随后几乎是同一时间，桌上除了吴凡外，所有人都拿起了筷子，动起手来。没一会，每个人的嘴里都塞满了食物。吴凡看到这个样子，笑了笑，对着身后喊道：小二，过来一下。客官，你有什么吩咐？小二很快就弯腰跑了过来，满脸殷勤的笑容。再上几个你们这里的特色菜，另外上2壶酒。吴凡说道。队长，够了，够了。郑小六连忙说道，不过因为嘴里塞着食物，说话有些吐词不清。没事，之前说让你吃个饱，那就让你们吃个痛快。吴凡说道，他身上钱虽然不多，但是请客还是可以的。牛二等人之前点菜的时候也没有敢点太多，吴凡就补上几个，让大家吃个痛快。一旦行军之后，他们再想要好好的吃一顿就很难了。另外，每个人可以喝点酒，不能喝多，知道吗？吴凡说道。听到有酒喝，牛二等人的眼睛都亮了起来。酒那可是奢侈品啊，不要说他们这些平时连饭都吃不饱的人了，就算是能够温饱的那些人，喝酒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很快，小二便将酒菜都送了上来，牛二连忙殷勤地为吴凡倒上一杯酒，随后才给众人倒酒。香，真香。郑小六将酒杯端起，放在鼻子前面闻了闻，一脸的陶醉。其他人也都是差不多的表情，看得吴凡好笑不已。吴凡微微尝了一口，发现这酒除了有些辛辣之外，还有些苦涩，不算太好喝，而度数应该和地球上的啤酒差不多。之前老村长还教了我酿酒技能，有机会的话倒是可以酿一些酒出来，看看牛二这些馋酒的样子，相信只要将酒酿出来，绝对是不愁卖的。吴凡心里想到。另外，他还可以从网上找一些酿酒的配方来，加上他的高级酿酒技能，相信酿出来的酒绝对要比这里的酒好喝。吴凡有些看不上眼的酒，到了牛二等人嘴里都成了鲜酿，每次都只是喝一小口，然后回味良久。一顿饭吃了1个多小时才吃完，最后结账花了吴凡5个金币，让牛二等人啧舌不已。队长，我们现在去哪里？饭馆出来之后，郑小六问吴凡道。吴凡看了看众人，说道：去铁匠铺。去铁匠铺干嘛？牛二问道。他在铁匠铺做了多年伙计，对这个地方比较敏感。当然是给你们准备武器。吴凡说道。明天就要出发了，你们有武器吗？吴凡的话让众人老脸一红。这个小队里除了吴凡有武器外，其他人什么武器都没有，他们一旦遇到危险，除了逃跑根本就没有办法反抗。可是武器很贵的。牛二说道。在铁匠铺做了多年伙计的他当然知道武器的价格不便宜，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不准备了。谁说我要买的？吴凡说道。我给你们打造。队长，你还会打铁？牛二惊讶道。到了你们就知道了。吴凡说道。实际上吴凡口袋里还有5个金币，要是买武器的话也不是不行，但是却只能是买那种质量很差的，估计砍上几刀可能就会崩裂。而吴凡自己是高级铁匠，背包里还有他来时携带的铁块，这样一来自然是自己打造更加合适。众人很快就来到铁匠铺，刚刚吴凡想要售卖野兽爪牙的时候来过这里，所以知道地点，而且也还知道这里是可以借用的。当然借用是要付钱的。吴凡给了铁匠铺老板1枚金币之后，对方很爽快的就将铁匠内的打造设备借给吴凡他们使用，顺便还送了吴凡他们一些废弃的铁料。对于拥有不少优质铁块的吴凡来说，那点铁料自然不放在眼里，他看中的是这里的设备。牛二，你去拉风箱。吴凡对牛二说道。这些人里，牛二的身材最壮硕，他同时也有在铁匠铺做伙计的经验，他来拉风箱最合适。好嘞。牛二应了一声，很快就将风箱打得呼呼作响。吴凡取出铁块开始打造。在隐者村的时候，吴凡就已经不止一次的打造过了，所以对于打造武器他并不陌生，一切都进行得非常的顺利。众人安静的在一边围观，不敢出声，以防打扰到吴凡。对于吴凡会打铁，众人都非常的惊讶和佩服。要知道这个时代，铁匠、医师等职业的收徒是非常严格的，有些更是只传给自己的后代，所以一般人想要学习武器打造是很难的。就比如牛二，他虽然在铁匠铺多年，但是却是一直没有能够学会打铁，原因就是那个铁匠铺的老板根本就不教他，光看是没有用的。然而从吴凡的动作来看，他显然很精通打造，这让众人异常佩服。队长太厉害了，什么都会啊。众人心里感慨道。牛二对此感触颇深，因为他发现吴凡打造的手艺居然比他那个打了几十年铁的铁匠铺老板还要熟练。队长还真是一个怪物，牛二心里嘀咕道。不过能够跟着这么一个厉害的队长，对于他们来说那是好事。红叶长剑，青铜级，攻击加15%，敏捷加5%，攻击速度增加正5%。真是浪费啊。吴凡看着手中打造出来的长剑感慨道。要知道吴凡使用的材料可是优质铁矿石，用这种矿石，孙铁匠可以打造出黄金级武器，运气好的话甚至是可以打造出暗金级武器。然而吴凡却只能是打造出这种青铜级的武器，
当真是有些浪费这么好的材料了。不过，这种吴凡有些看不上眼武器，落在牛二等人眼中却是如同神兵利器一样。队长，你是怎么打造出这种武器的？这长剑的锋利程度比我之前见过的所有武器都好，也就是比队长你的武器差一些。这长剑一看就是战场杀器，我要是有它，什么人都不怕。虽然牛二等人并没有鉴定术，不能知道这长剑的具体属性，但是光看那长剑的外表的锐利程度，他们就都知道这不是一件凡品。实际上，也是因为吴凡身上好装备太多了，所以才有些看不上这种青铜级装备。要知道，飞鸟营的几个大队里，除了舟山的武器达到了青铜级之外，其他的大队长的武器都只是白板装备而已，比他这刚刚打造出来的武器差远了。给你了。吴凡笑着将长剑扔给其中一个队员，那个队员满脸惶恐，激动地说道：“队长，真的给我吗？”“当然。”吴凡说道。“谢谢队长，谢谢队长。”那队员激动地说道。其他人也都是同样一副激动表情。要知道，在战场上拥有一柄好的武器，可以极大的保证自己的安全，甚至是能够救他们的命。现在吴凡给他们配备这么好的武器，那就是在提高他们战场生存的希望，是在救他们的命。这比吴凡之前请他们吃饭要更加的让他们感激。吴凡笑笑，继续低头打造。众人一直在铁匠铺里待到了太阳要落山，吴凡这才将其余人的武器都给打造完成。让吴凡高兴的是，这些武器里居然出了一把白银级装备，就是牛二请求吴凡所打造的大砍刀，一柄50斤左右的大刀。红叶大刀，白银级，攻击加30，力量加10，体质加10。虽然没有像吴凡手中的黑石长剑一样附带技能，但是属性却是要比之前那些青铜级装备高了不少，这让牛二乐呵的不行。在吴凡将刀扔给他之后，就一直抱在怀里，脸上带着傻笑。在离开铁匠铺之前，吴凡将背包中剩余的铁块卖给了铁匠铺，每个优质铁块3个金币，一共10个，卖了30金币。这样一来，吴凡最后不但没有花钱，还赚了钱。当然，这个卖出的价格比孙铁匠那里也要便宜了不少。队长，我们回去之后一定会让营地内那帮孙子羡慕死。牛二摸了摸吴凡为他量身打造的大刀，一脸得意地说道。看到我们这些武器，估计他们都要流口水了。郑小六也附和着说道。事实也的确是如此。当吴凡等人每人手里都拿着武器回到营地的时候，营地内的那些已经回来的人都瞪大了眼睛，一副难以置信、羡慕、震惊的眼神看着牛二等人。在大家都只能使用镰刀、锄头作为武器，甚至双手空空的时候，吴凡他们小队却是每人都有一把看上去就很锋利的长剑、大刀作为武器，这差别也太大了。牛二等人看到周围人羡慕的眼神，心里更是得意，走路的时候昂首挺胸，恨不得将脑袋昂到天上去。跟着队长混，果然没错。傍晚的时候，舟山集合众人正式任命小队长的时候，看到吴凡他们小队的装备，也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吴凡不出意外的继续当第2中队、第4小队的小队长，牛二等人对此自然没有丝毫的意见，甚至恨不得将双手赞成。今天都回去早点休息，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舟山对众人说完之后，便让众人散去，各自离开。众人心情各异，有的期待，有的紧张。回到现实之后，吴凡不出意外的在结束锻炼之后，再次看到了唐雨飞。吴凡头大的同时，立即就想要绕过去。等等！唐雨飞直接喊了一声。吴凡假装没有听到，想要继续往前走。你如果走的话，我就把那天我们一起逛街的事情发到学校内网上。唐雨飞的声音再度响起。如果是其他人这么说，吴凡还会怀疑对方敢不敢这么做，毕竟这么做对女孩子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当这个人是唐雨飞的时候，吴凡觉得他还真有可能会那么做。无奈之下，吴凡只得停下，转身看向他。唐雨飞得意地笑着，像是一个阴谋得逞的小狐狸一般。这个给你。唐雨飞走到吴凡面前，将一个红色的请柬递给他。这是什么？吴凡一边问道。我的生日宴会邀请函。唐雨飞说道。下周我生日，记得要来。我去不合适吧？吴凡迟疑道。他还真不是很想去。有什么不合适的？唐雨飞说道。你如果不来的话，我就把。我去。吴凡无奈道。我去行了吧？这还差不多。唐雨飞再次笑道。还有这个也拿着，我早上特意去买的，别人想吃我买的东西还没有机会呢，也就是你还总是拒绝。你真没必要这么做，不太合适，让别人看到了多不好。吴凡看了看周围路过同学的眼神，对唐雨飞说道。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想法？唐雨飞淡淡的说道。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关别人什么事？唐雨飞的确不是那种在意别人看法的人，他做事全凭自己喜好。好吧，你赢了。吴凡无奈的说道。记得趁热吃。唐雨飞说完便转身离开了，对于周围人的眼神视若未见。吴凡耸耸肩，刚准备也离开，却是看到不远处柳岩刚好路过，淡淡的瞥了他一眼，这一眼让吴凡浑身难受。怎么就忘了，每次柳岩都会巧合路过呢？吴凡心里哀嚎道。下午刚买完食材的吴凡从刘一刀那里得到一个好消息，有人要出售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店面。店面什么情况？吴凡和刘一刀会合之后，一起前往那个店面所在的地方。那店面上下2层，有1000多平米，面积够大。那店面的老板我认识，他除了那个店面之外，还有其他的生意，最近资金上有些周转不灵，便想要将手中的店面转手。刘一刀说道。价格呢？吴凡问道。1000多平米，而且位置还算不错，这价格应该不会太便宜吧？转让费50万，1年租金300万。刘一刀说道。
如果师傅你想直接买下来也可以，价格3000万，钱必须一次性付清。价格这么高？吴凡听到刘一刀的报价之后，顿时就停下了脚步。之前吴凡还觉得自己一颗紫檀木卖了近1000万，自己是发了大财了，现在才发现那点钱真的不算什么，连购买这店面的费用的一半都不够。这已经算是友情价了，如果不是我和他相识，价格只会更高。刘一刀说道。吴凡点点头，心里有些发苦。找了还怎么久，终于有了店面的消息，却是没有想到这需要的钱也太多了，就是将它卖了也没有那么多钱啊。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店面还是要看看的，看看总不要钱吧。刘一刀带着吴凡打车前往那个店面位置。咦，这里怎么这么熟悉？在从车上下来的时候，吴凡微微有些惊讶地说道。直到看到不远处凯乐门那巨大熟悉的招牌，吴凡才明白过来，自己这股熟悉的感觉是从何而来。原来刘一刀所找的店面就在距离凯乐门不远的地方，两个店面隔路相望，距离不超过100米。怪不得刘一刀说这个店面的位置还算不错呢，就算是和万丽广场那里相比，也是相差不大的。刘一刀带着吴凡进入店面内，这个店面之前应该也是做餐饮的，此时虽然开着门，却没有服务员，也没有客人，只有一个长相精明的中年人在等着吴凡和刘一刀。刘大厨，你可算来了。那中年人看到刘一刀前来，迎了上来。怎么样，店面的事情考虑的如何？不瞒你说，想要租或者买我这个店面的人不少，如果不是我们两个有交情，我早就已经卖给其他人了。先谢谢钱老板了。刘一刀说道。不过买这个店面的人不是我，而是我师傅。师傅？钱老板下意识地看向刘一刀旁边的吴凡。吴凡看着年纪很轻，刚刚和刘一刀一起进来，钱老板还以为吴凡是刘一刀的徒弟呢，却是没有想到吴凡居然是刘一刀的师傅。刘一刀的师傅这么年轻吗？开玩笑的吧？钱老板你好，我叫吴凡。吴凡主动伸手开口道。我能先看看这个店面吗？当然可以。钱老板说道。我带着吴先生转转吧。那就麻烦钱老板了。吴凡说道。钱老板带着吴凡和刘一刀两人将这个餐厅上下2层都给转了一遍，甚至还包括厨房。说实话，除了价格高昂之外，吴凡对于这个店面还是很满意的。这里本来就是做餐饮的，自己要是租下这里或者买下这里的话，只要稍微装修一下就可以营业了，能省了不少的事情，不需要进行大的改造。怎么样，吴先生还满意吗？钱老板问道。满意，很满意。吴凡说道。不过这个价格，钱老板能不能便宜点？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你也看到我这店面的位置了，周围的人流量绝对不低，面积也不小，装修也不差。如果不是和刘大厨熟识的话，我的价格绝对会更高。钱老板在价格方面并不想做出让步。钱老板，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餐厅的生意不会太好。吴凡看了看路对面的凯乐门说道。我看你这店面的装修显然也是走高端路线的，而凯乐门就在对面，你们两家在顾客群上面是有冲突和竞争的。而凯乐门在整个江州都是出了名的，每天的生意火爆，顾客不预约都很难抢到位置，这样一来，你这里的生意自然就受到了影响。我想这也是钱老板急于脱手的一个原因，每拖一天就多一天的损失。钱老板脸色微变，因为吴凡分析得很对，本来他在这里开餐厅就是想要和凯乐门比上一比，结果他败了，生意因为凯乐门的缘故大受影响，每天赚到的钱也只是勉强不亏损而已。而对于这样一个店面来说，不赚钱就已经相当于是在亏钱了，再加上他最近的确需要资金周转，所以就有了出售这里的想法。吴先生观察的还真是仔细。钱老板说道。就算是你说的对，我也完全可以将这里卖给其他人，如果你们不能满足我的要求的话，我并非一定要将他们卖给你。卖给谁呢？吴凡笑道。卖给其他人，如果对方不是做餐饮的话，你这里的东西就都需要处理，而且还要花费很大一笔钱进行重新装修，店面要进行改造，既耗时间又要花费很多钱，对方未必会同意钱老板的价格，甚至还会拖上一拖。你怎么知道其他人就不做餐饮？钱老板不服气道。做餐饮？吴凡笑容更甚，对面就是凯乐门，有多少人有勇气和凯乐门竞争？而且钱老板你这个例子就在眼前，有多少人会头铁的再去尝试？当然我没有嘲笑钱老板你的意思。钱老板的脸色有些难看，实际上他之所以想要将这个店面卖给刘一刀，不是因为什么交情，他们这些生意人将交情看得很淡，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他知道刘一刀租下或者买下店面肯定是做餐饮，这个一来这里就不需要进行大的改造，自己也能够卖出一个好价钱，卖给其他人的话，这里的东西需要处理，装修和改造也是必不可少，那样一来对方肯定会杀价，价格只会更低。本来钱老板以为刘一刀这种只会做菜的厨子不会懂那么多，而且看刘一刀的样子似乎也很着急寻找店面，所以钱老板之前是很有把握能够在刘一刀身上赚一笔的，却是没有想到真正要买这个店面的人不是刘一刀，而是另有其人。关键是这个人似乎还看出了这其中的蹊跷。那吴先生愿意出价多少？钱老板问道，语气也不似之前那么强硬自信了。出价多少？吴凡当然是想要越便宜越好，不过他也知道自己出价太低，钱老板肯定不会同意，甚至还有可能激怒钱老板，从而弹吹了这笔买卖。吴凡心里对于这个店面是很满意的，他很想要达成这笔交易。至于说和凯乐门竞争，其他人或许没有那个自信，但是吴凡有。吴先生应该知道，我最近需要资金周转，所以我现在不想出租这里，只想卖。
在吴凡开口之前，钱老板开口道：“只卖不租。”本来吴凡还想着先租一段时间，毕竟直接买下来价格太贵了。现在看钱老板的意思，似乎并不想租，只想要卖，这就有些为难吴凡了。卖的话，2500万，如何？吴凡说道。2500万，吴先生也太会做生意了吧，一下子就给我减了500万，这个价格肯定不行。钱老板有些生气的说道。钱老板，这个价格已经很公道了。吴凡说道。不过看在钱老板和一刀关系还算不错的份上，我可以再加点。不管是钱老板还是吴凡，心里都明白，钱老板和刘一刀的那点关系根本就对最后的价格没有太大影响，他们这么说都只是为了找一个借口而已。一个想卖，一个想买，这个生意自然是有商讨的余地。最后这个店面的价格定在2650万上，对于这个价格，吴凡和钱老板两人脸上都表现得似乎不是很满意，就好像是自己吃了亏一样。不过实际上两人的心里对于这个价格都还是能够接受的。刘大厨应该和吴先生说过了，我这个店面钱必须一次性付清。钱老板说道。一次性付清没有问题。吴凡说道。不过这毕竟不是一笔小钱，我需要一点时间。需要多久？钱老板问道。1个月吧。吴凡说道。不行，1个月时间太长，我等不了那么久。钱老板拒绝道。最多2个星期，而且还要交押金，我可以等你2个星期，2个星期后你还没有准备好钱，我就将这店面卖给别人，押金也不退还。吴凡还想要在这个问题上讨价还价，不过钱老板态度很坚决，绝对不同意多等吴凡一些时间，看得出来他的确是很需要资金进行周转，在这个问题上根本就没有让步的意思。最后吴凡只能无奈同意，还交了50万的押金，谁让他自己对这个店面也很满意呢？当然这个押金的钱是刘一刀店付的，吴凡的身上可拿不出那么多钱，2个星期的时间要筹集2650万的钱，这对于吴凡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如果是在以前的话，他根本就想都不敢想，因为肯定是拿不出来。而现在吴凡却是敢答应，他自己都佩服自己的胆子。师傅，你太厉害了，一下子就还了300多万。离开那个店面之后，刘一刀一脸佩服的对吴凡说道。刚刚吴凡和钱老板讨价还价的时候，刘一刀在一边看得一愣一愣的，本来他还想着以自己和钱老板的关系能够帮吴凡说上几句话，降低一下价格，但是到了那里才发现自己根本就插不上嘴，而且自己和钱老板的那点关系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刘一刀平时痴迷于厨艺，对于其他的事情不是很在意，要是让他去谈价格的话，估计1分钱都少不了，所以他对吴凡佩服得很。自己这个师傅不但厨艺了得，就是杀价也很有一手。少了300多万，还有2000多万，还是一大笔钱，我都不知道能不能筹集到呢。吴凡苦笑着说道。师傅，我这里还有几百万，你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拿去。刘一刀对吴凡说道。刘一刀对吴凡这个师傅是真的很尊敬，再加上他自己对于钱也不是很看重，所以只要吴凡需要，他愿意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谢谢。吴凡感激地说道。说起来自己到现在也没有教刘一刀太多东西，但是刘一刀对自己却是掏心掏肺，为了自己的事情忙前忙后，还要往里贴钱，这让吴凡多少有些过意不去。不过几百万对于现在的吴凡来说却是没有太大帮助，缺口太大。吴凡甚至都做好了2个星期筹不到钱的准备了，其实也不是不能接受，大不了重新找店面就是，至于刘一刀垫付的50万，自己以后还他就是了。当然只要有机会，只要还没有到时间，吴凡就不会放弃的，毕竟他对那个店面还是很满意的，而且好不容易杀了300多万的价，怎么能轻易的放弃呢？有什么法子能快速赚钱吗？吴凡开始绞尽脑汁的想办法。如果他游戏世界中还在隐者村的话，倒是可以砍些木头来卖，虽然有暴露的风险，但至少是一个办法。只可惜他游戏世界中此时是在清远县城，而且明天就要离开县城去更远的地方了，短时间内可能都回不了隐者村了，所以只能是想其他的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呢？吴凡回想着自己所拥有的能力，看有没有什么能够帮助自己解决眼前的问题的。不过还没有等吴凡想到办法，就接到了王子明的电话。电话里王子明约吴凡晚上一起吃个饭。对于王子明，吴凡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虽然不知道他找自己什么事，倒也没有拒绝。两人吃饭的地点依然是在凯乐门。这次进入凯乐门，吴凡又有不一样的心理，因为自己马上就要做餐饮了，而且很有可能就在凯乐门的对面和凯乐门进行直接的竞争，所以吴凡对于凯乐门这里的情况自然很是留意。吴凡发现，虽然刘一刀离开了凯乐门，不过这里的生意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生意依旧很火爆，整个大厅都爆满，没有一张空桌子。王子明约吴凡吃饭，显然不可能是在大厅的，在楼上的包间内，吴凡再次见到了王子明。过来坐。王子明见吴凡进来，招呼他坐自己的旁边。包间内依然是只有吴凡和王子明2个人，显然这顿饭局王子明是特意约的吴凡。王少找我有什么事？吴凡落座之后问道。没有事就不能喊你一起吃饭。王子明笑道。你毕业有1年了吧，也应该知道在社会上混，人脉很重要，平时没事的时候多接触一些人，对你大有好处。王子明这是有意在提点吴凡。谢谢王少提醒。吴凡说道。不过我晚上还要出摊。吴凡现在可是满脑子都在想着那2000多万的事情呢，虽然烧烤摊赚不了太多的钱，对于2000多万来说更是杯水车薪，但是能赚一点是一点，吴凡不想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
你那烧烤摊一晚上能赚多少？那钱我出了，今天你就别出摊了。王子明说道。这不合适。吴凡说道。说实话，我觉得你和其他人有些不同，总觉得你以后不会平凡。王子明说道。谢谢王少抬举。吴凡说道。倒不是抬举。王子明说道。一般人能敢和孔海林对着干，能打伤他的保镖？王少知道了。吴凡说道。听到一些消息。王子明说道。孔海林身边的保镖费云已经被送回了帝都接受治疗，我倒是挺好奇的，你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居然连孔海林的保镖都能够打伤。王子明这倒不是虚话，他对于这件事的确是很好奇，今天约吴凡出来也有打听这个事情的想法。之前他通过调查就发现吴凡的厨艺以及突然成为江州大学老师的事情有些让人想不通，现在他想不通的事情又多了一件，吴凡居然能够打伤孔海林的保镖，这绝对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做到的，所以他在刚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忍不住约了吴凡出来吃饭。也没什么，我就是力气大一些而已。吴凡淡淡的说道。力气大？有多大？王子明好奇的问道。吴凡环顾了一下包间，看到在大桌的旁边有一个小的大理石的桌子，他走了过去，嘴里说道，这桌子要是坏了需要赔吗？王子明明白了吴凡的意思，你尽管是，坏了算我的。吴凡不再说话，来到那桌边蹲下，右手举起，轻轻的落下，一掌拍在那桌子上。王子明好奇的看着吴凡的动作，他能够猜到吴凡是想要用这个桌子展示他的力量，只是他这么轻轻的一拍是什么意思？然而还没有等王子明开口询问，只听哗啦一声，那坚硬厚实的大理石桌子就突然四分五裂开来，碎石落了一地，噼里啪啦的响着。王子明看到这一幕，震惊的张大了嘴巴，眼睛一会看看那些碎掉的大理石，一会看看吴凡。你说过不用我负责的。吴凡来到王子明的身边，重新坐下说道。王子明看着吴凡，好半晌才说道，恐怖。现在王子明终于明白孔海林的那个保镖为什么会被吴凡打败了。吴凡这样恐怖的力量，不要说一般人了，就是费云那种修炼小有所成的人都达不到。你也有修炼？王子明忍不住问道。显然对于那个普通人接触不到的圈子，王子明是知道的。修炼？没有。吴凡摇头道。吴凡的确是没有修炼，他只是在另一个世界升级而已，而这种升级比修炼更简单，也更加恐怖。没有。王子明狐疑地看着吴凡，没有修炼都有这样的力气，难道他是天生神力？想想自己之前调查过吴凡的资料，他好像的确是出身普通，那样的出身背景也的确是不可能接触到修炼的事情。不过没有经过修炼就有如此恐怖的力量，更是难得。吴凡点点头。在吴凡刚刚出手之前，他就想到了王子明会有现在的表情，而这也是吴凡所要达到的目的。王子明现在对他的态度是不错，不过更像是一种对手下的照顾和惜才，而不是朋友之间的那种平等的交往。对此吴凡并不奇怪，因为两人的身份不对等，王子明会有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所以吴凡便打算稍微露一手，增加自己在王子明心中的分量。就像王子明之前说的，人脉很重要，吴凡自己在社会上历练过1年了，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而他对王子明的印象也不错，两人想要有所深交，必须有一个相对对等的身份才行，不然王子明凭什么看重自己？怪不得你能打败费云，就这份恐怖的力量，没有多少人能够受得了。王子明说道。吴凡笑笑，各种装备加持之下，在力量方面能和自己比拼的人真的没有多少。不过你也不能大意。王子明说道，以我对孔海林的了解，他绝对不是一个吃了亏就咽下去的人，他肯定还会有后续的动作。吴凡想得不错，在看到吴凡的恐怖力量之后，王子明对吴凡更加重视了，也更加的意识到吴凡的不凡。我知道。吴凡点头道，我会小心的。王子明说道，先吃饭吧，吃完饭我带你去个地方玩玩。本来王子明打算是吃完饭就离开的，不过在意识到吴凡的不凡之后，他对吴凡更重视了，也就想着和吴凡多接触接触，增进一下两人的关系。可见吴凡刚刚的做法还是有用的。饭后王子明开车带着吴凡离开，半个小时之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嘉华拍卖行。吴凡看着眼前建筑大门上悬挂的招牌，微微有些发愣。拍卖行这种地方，吴凡之前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现实中还真没有接触过。以前来过吗？王子明一边带着吴凡往里走，一边问道。吴凡摇摇头，从来没有。今天这里刚好有常小晴拍卖会，我带你来看看。王子明说道。王少，你来了，里面请。两人刚进入没多久，就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打招呼道。王子明点点头，指了指旁边的吴凡，说道，这是吴凡，我朋友，我带他过来玩玩。吴凡，这是曹云，曹经理。吴少，您好，欢迎光临嘉华拍卖行，希望你晚上玩得愉快。曹云客气地说道。能够当王子明朋友的，显然吴凡的身份也不会简单。曹云他们这一行本来就是要和有钱有势的人打交道的，这个时候自然是要客气。你好。吴凡和对方握了握手。果然圈子很重要，如果是吴凡独自前来，对方不要说这么客气了，估计连面都见不到。两位里面请。曹经理对王子明和吴凡说道。今晚有常小晴拍卖会，来的人里不乏像王子明这种有钱公子哥，所以曹云还要在这里迎接客人。王子明带着吴凡往里走，他对这里很熟悉，显然不是第一次来。待会有看上的东西就拍下来，我买单，
算我送你的礼物。王子明对吴凡说道。虽然目前看来吴凡还很普通，但是王子明却是已经看出吴凡身上的不凡，他觉得吴凡以后的成就绝对不会低，所以这个时候自然是不会介意在吴凡的身上做一些投资的。这也是王子明在江州富家公子圈里拥有好名望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会做人，也有眼光。我今天来就是跟着王少见见世面。吴凡笑道。你要是有兴趣的话，以后可以常来，曹云那里绝对不会怠慢你。王子明说道，这也是他之前郑重地向曹云介绍吴凡的原因。吴凡点点头。实际上吴凡对于这种地方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今天之所以来也只是王子明的邀请以及心中的好奇罢了。两人很快就来到一个大厅，这个大厅内在最前方是一个舞台，下方则是一排排椅子，很像学校的礼堂。此时这些椅子上已经坐了一些人，这些人三三两两的交流着，彼此之间都很客气。吴凡从他们的穿着和气质来看，就知道这些人都是一些有钱人，可能现场最穷的人就是他了。王子明带着吴凡找地方坐下，一路上也有人主动和王子明打招呼，显然王子明在这些人里还是很有名气的。而对于王子明旁边的吴凡，众人就没有那么热情了，不少人还以为吴凡是王子明的跟班。吴凡对此也不在意，他本来就是来看热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厅内的人越来越多，直到人数到了50-60的时候，大厅的门才关闭，舞台的中央也走上来一个主持人。欢迎各位今天晚上来到嘉华拍卖行，祝各位少爷老板都能够买到自己心仪的东西。那主持人客气了几句之后，直接就进入了正题。各位应该都知道，今天晚上这里有一场小型拍卖会，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好东西却是不少。各位看中之后要及时出手，被其他人抢走了，可就没有第二件了。下面的众人只是笑笑，对于拍卖会他们都不陌生，都不是第一次参加了，自然是知道这个主持人这么说的用意。好了，相信各位已经等不及了，不想听我废话了。那么我宣布，今天晚上的拍卖会正式开始。那主持人朗声道，有请第一件拍卖品。吴凡好奇地看着这一切，对于第一次参加拍卖会的他来说，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很快，一个长相精致、身材完美的礼仪小姐，脸上带着甜甜的笑容，端着一个木盒走了上来。木盒放下之后，那主持人小心翼翼地将其中的东西取出，放在展台上，对着众人说道，今天这第一件拍卖品乃是明朝洪武年间榜眼李元发所用的砚台，相传这个砚台乃是李元发10年苦读期间所用，后来高中榜眼之后，这个砚台也一直待在身边，就算是后来官至3品，这个砚台也一直没有丢弃，非常具有收藏价值。作为今天的第一个拍卖品，底价10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万，一个破砚台就要10万，而且这还是底价。吴凡有些无语地看着那个主持人，也就是今晚的拍卖师手中的砚台，实在是有些接受不了这样的价格。对他来说，这砚台10块钱还差不多，10万块那是在枪钱啊。然而底下的众人却不是他这样的想法，在那拍卖师说完之后，就有人出价，而且出价的人还不止一个，价格一路上升，很快就到了30万。疯狂，真是疯狂。吴凡看着周围的人，觉得自己真的是有些无法理解这些人的想法，换作是他的话，绝对不会出这样的价格。怎么样，有没有兴趣？王子明小声地问吴凡道。没有。吴凡摇头道，一个破砚台而已，不值得。破砚台。王子明微微一愣，随即笑了出来，古董收藏就是这样，在喜欢他的人眼里，一件古董可能价值连城，而在不喜欢他的人眼里，可能连10块钱都嫌贵。吴凡看了看不远处一个中年人以32万的价格拍下这个砚台之后，感慨地说道，古董收藏还真是让人疯狂啊。可不是嘛，在吴凡眼里，顶多值10块钱的砚台，最后被拍到了32万，而那个买主还一脸的喜色，好像自己占了大便宜一样。吴凡在感慨对方有钱的同时，也认识到了古董收藏的疯狂。拍卖会继续，一件接一件的古董被拿上来进行拍卖，价格各有高低，最低的也能卖个10万往上，最高的成交价已经达到了300多万，让吴凡着实再次见识到了这些人的疯狂。想想自己还在为钱发愁，而这些人却是为了一件不能吃不能喝的东西花上个几百万，吴凡心里就觉得有些难以接受。王子明偶尔有觉得不错的东西也会报价，不过他比较理智，一旦价格超出他的预估范围，就不会再去竞价，以至于到现在都还没有买到任何一个东西。不过看他的样子似乎并不在意，今天这就是一场小型拍卖会而已，只是为3天后的夏季拍卖会预热，好东西很少。王子明对吴凡解释道，当然你如果有看上的东西，我可以帮你买下来。我没有看中的东西。吴凡摇头道，不过你刚刚说的夏季拍卖会是什么意思？嘉华拍卖会每年有4次重大的拍卖会，分别在春夏秋冬举办，这4次的拍卖会规模都比较大，好东西很多，参与的人也有很多，乃是拍卖界的盛事。王子明解释道，当然其他几大拍卖行也会有相似的拍卖会，所以真正想要买好东西，还是得参加这样大的拍卖会。你看今天晚上到现在，最高成交价才300多万，如果是大型拍卖会，最高成交价绝对是过1000万的，甚至有时候有那种稀世珍品出现，价格破亿也不是不可能。吴凡听得暗自啧舌，现场300多万的成交价，在吴凡看来都已经显得很疯狂了。然而现在听王子明这么一说，似乎这300多万都不是什么事，在那种大型拍卖会里根本就没有资格成为标王。古董收藏真疯狂，吴凡心里再次感慨道。这个时候，漂亮的礼仪小姐再次拿上来一个东西，这次是一幅字画。礼仪小姐在主持人的示意下，将字画展开给现场的众人看。
现在要拍卖是这幅字画。那主持人说道，这幅字画的作者乃是晚清时期的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名叫金飞。这幅字画是他晚年时的作品，颇具收藏价值。那主持人说的虽然激情，不过下面众人的反应可就没有那么激烈了。晚清距离现在并不算太过久远，一般清朝的字画除了个别的外都没有太大收藏价值，而这个名叫金飞的人，众人之前更是听都没有听说过，他的作品能有多好？这显然不是一件受到众人欢迎的物件。那个主持人似乎也感受到了这个物件受到的冷遇，脸上微微有些尴尬。不过东西已经拿上来了，那么拍卖就得继续。这件作品的主人虽然不是太过有名，不过他的字画倒是颇具风格，相当具有收藏价值。那主持人还在努力地想要调动起众人竞拍的兴致。现在我宣布，这幅字画的竞拍正式开始，起拍价15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万。和之前的情况不同，之前每次这个主持人话音一落就会有人出价，但是这次却是没有人开口，现场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之中。王子明看了看展台上的那幅字画，微微摇头说道，不是什么名作，没有什么收藏价值，起拍价15万，估计要流拍。此时展台旁边的那个主持人也和王子明差不多的担忧，他在这一行也算是有些经验，也没有看出这幅作品有多大的收藏价值。如果起拍价只有2-3万的话，或许有人会买回去玩玩。不过起拍价是15万，比第一个拍品的价格都高，有谁会买？也不知道定价的人是怎么想的，这样的东西还定这么高的起拍价，这不是要铁了心的想要让他流拍吗？主持人心里抱怨的想到，要知道拍品流拍对他这个主持人也是有影响的，拍品能够卖出去，他也是有提成的，成交价越高，他提成越多，他当然不希望流拍的事情出现。吴凡也看向这幅字画，下意识地扔了一个鉴定术上去。实际上之前每一件拍品被拿上来的时候，吴凡都会使用鉴定术鉴定一番，他倒是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只是想要知道关于这件拍品的信息，看看那个主持人说的对不对而已。这也算是他无聊之时做的无聊之事而已。而这次他有了意外的收获。花鸟图，清朝晚期诗人金飞晚年所作，画工一般，诗词水平一般，制作粗糙。金飞，清朝晚期诗人，代表作《春风》，其生于宋刻行，真，隋朝早期书法家李素之所作。此作品书法水平高超，词作优异，乃是李素之巅峰之作。此作品创作于李素之送别友人之时，饱含了对友人的不舍，以及对其友人未来的担忧。因为水平奇高，受到各代书法爱好者追捧。李素之，隋朝早期书法家，素有李书圣的美名，一生创作作品众多，但是流传下来的却是少之又少，每一件作品都有极大的收藏价值。这是怎么回事啊？吴凡愣愣地看着那幅字画，只是一个作品，怎么得到了2个鉴定结果，而且还一个真一个伪。金飞的那幅字画出现在鉴定结果内，吴凡并不惊讶，但是这个李素之是怎么回事？他是谁？还有他的这个宋刻行又是怎么回事？又在哪里？吴凡的脑袋里出现了众多的疑惑。这次鉴定术鉴定出来的结果让吴凡大为不解，尤其是关于李素之的介绍更是非常的详细，只是吴凡并没有发现李素之的那幅宋刻行到底在哪里。难道这幅字画另有乾坤？吴凡心里想到。对于鉴定术，吴凡是非常的信任的，之前也从来没有出现任何的差错。而这次既然这个鉴定术显示那幅字画里有所谓的宋刻行，那么它就一定存在，只是自己还没有发现而已。吴凡，你怎么了？王子明发现了吴凡的异常，见吴凡死死地盯着展台上的那幅字画，不由得问道，怎么，有兴趣？如果有的话，我可以买来送给你，不过我得提醒你，这幅字画不是什么好的收藏品。王子明知道吴凡对于收藏一窍不通，所以好心提醒吴凡。吴凡没有回答王子明的话，而是反问道，你听说过李素之吗？李素之？听说过呀。王子明不知道吴凡为什么突然这么问，不过还是好心的帮他解释，李素之是隋朝著名的书法家，其书法水平之高超，整个隋朝甚至是后面的唐朝都无人能及，素有书圣的美誉。他的每一件书法作品都广受收藏界的追捧，尤其是那些本身就喜欢收藏字画的人更是疯狂。我记得几年前有一幅李素之的书法作品拍卖，最后成交价达到了4800万。可惜的是李素之的作品流传下来的不多，所以想要收藏李素之的书法作品很难。很显然王子明对于收藏这一行了解的不少，比吴凡这个门外汉多多了。想想也是，吴凡自己之前差点养不活自己，哪里还有精力去想古董收藏这种高端的事情？那他有一幅作品叫宋刻行吗？吴凡心扑通扑通的乱跳，有些紧张的问道。4800万，李素之的作品居然能够卖到这么高的价？如果鉴定术没有出错，那么那个李小姐的手中很有可能就捧着一个价值数千万的作品，而这个情况目前只有吴凡一个人知道。吴凡激动了，紧张了。宋刻行？有的。王子明说道，这个宋刻行是李素之最有名的作品，也是展示他书法水平的巅峰之作，价值在其他作品之上，要是被拍卖的话，成交价绝对高于之前被拍卖的那幅作品。不过相传这幅作品已经失传了，可能已经毁在了时间长河里，真是可惜了。失传？没有，他现在就在现场，就在那个美丽的礼仪小姐的手里。吴凡虽然还是没有弄清楚两幅作品为什么会在同一个字画里，不过他相信鉴定术是不会骗他的，那个李素之的宋刻行就在那幅拙劣的字画之中。吴凡的心情更加的激动了，这可是几千万啊，不是几千块，他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那么多钱呢。买它！
一定要将它买下来。吴凡心里大声地喊道。不过随即吴凡就尴尬了，因为他没钱。虽然这段时间他烧烤摊的生意是越来越好，但是因为时间还太短的缘故，他并没有能够积攒起来太多的钱，反正肯定是不够这15万的。难道要让这幅作品在自己眼前溜走？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吴凡恐怕要好几天睡不着觉，心里能记住这个事情一辈子，对此也会一直耿耿于怀。不能让他溜走。你似乎很喜欢这幅画。王子明见吴凡目光热切地盯着那幅字画，开口问道。吴凡并不否认，他的确和你想要买下这幅画。王子明听后笑了笑，举起了手中的竞价牌，朝着台上大声道：16万。王子明的声音打破了现场诡异的安静，一瞬间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王子明，因为王子明平时人缘不错，有些人还主动劝王子明放弃。王少，这就是一幅劣作，不值这个价。对啊，王少，这次你可看走眼了。王少，这种作品满大街都是，没必要出这个价。虽然来现场的人都是不差钱的主，不过花冤枉钱不管多少，大家都是不乐意的，他们不在乎那点钱，但是花这种冤枉钱会被人当冤大头，会被人在背后嘲笑的，这就不是他们乐意看到的了。没事，我买回去玩玩。王子明笑着解释道。众人见王子明坚持，也就不再说什么，不过都在心里想着，王子明这是做了冤大头，花了这份冤枉钱了，不知道他怎么就看走眼了。王子明自己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他也觉得自己这次是当了冤大头了，不过他不觉得自己花了冤枉钱，因为他不是为自己买的，是为吴凡买的。他现在是想要结识一番吴凡，花点小钱他并不在意。吴凡也明白王子明的用意，王子明之前还看不上这幅画呢，现在肯出价，显然是买给他的。吴凡有心拒绝，不过想到那李素芝的作品的价值，拒绝的话还是没有说出口，反而是感激王子明的做法。台上的那个支持人本来还处于尴尬之中呢，现场都没有人开口，他都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了。这个时候王子明陡然开口，算是给他解了围。他感激地看了王子明一眼，随后恢复了之前的模样，大声说道：26号王少出价16万，还有没有人出价更高的了？这幅作品的主人在书画方面的造诣颇为不俗，因为有人出价，那主持人又拿出了之前的派头，开始大肆的吹捧这幅作品的主人。只可惜下面并没有人附和他，除了王子明外，并没有人再次开口出价。想要让我们当冤大头？没门！下面的众人看热闹一样的看着那主持人热情洋溢的说着，却是没有一个人开口竞价。说了半天也没有人响应，那主持人有些尴尬，咳嗽了2声说道：10万6第一次，还有没有更高价了？16万第二次，再没有人出价，这幅作品就要归王少所有了。16万第3次，成交。当主持人手中的木锤重重落下的时候，一直紧张地看着他的吴凡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看来你的确很喜欢这幅作品。对于拍下这幅字画，王子明倒是没有什么情绪波动，毕竟这幅字画在他的眼里并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你多虑了，其他人都看不上这幅字画。的确，现场之人除了吴凡之外，并没有人看上这幅字画。在王子明报价的时候，他们都是带着看戏的心情，看着那主持人在台上自导自演，想着的却是主持人赶紧落锤，以便进行下一件物品的拍卖。就连报价的王子明也完全没有将这字画放在心上。他之所以报价，不是因为自己喜欢或者看出这字画的秘密，而是因为吴凡，他买这幅字画也准备送给吴凡的。在刚来这里的时候，王子明就说过，吴凡如果看中什么，自己可以帮他买单。虽然有些不理解吴凡的眼光，不过王子明还是兑现了自己之前的承诺。不过在落锤之前，吴凡却是不放心的，毕竟这可是价值几千万的宝贝，万一中途出了什么意外，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好在最终都没有出现任何的意外，那幅众人都看不上眼的字画成功的被王子明拍到了手。王少，这钱算我借你的。吴凡对王子明说道。什么借不借的，10几万而已，我之前就答应过你，只要你看中了什么，我帮你买单的，这东西算我送你的。王子明笑着说道。不过你这眼光可不怎么样。眼光不怎么样吗？恐怕不止王子明这么想，其他人也都是这么想的吧，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连一次竞价都没有了。不过拥有鉴定术的吴凡却是知道这幅画内有乾坤，并非他表面看上去的那么不堪。只是王子明坚决不肯要吴凡的钱，只说是送给吴凡的，这反而是让吴凡为难了起来。如果购买这字画的钱算吴凡借王子明的，那么吴凡可以理直气壮地将这字画占为己有，反正王子明自己也不想买的，这钱算吴凡借的，也就意味着这字画的钱算吴凡出的，吴凡事后给王子明16万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王子明坚决不要吴凡的钱，而是说这字画算是他送给吴凡的，这反而是让吴凡为难了。如果独占了这幅画的话，心里就有些过意不去了。钱是王子明出的，字画算是归王子明所有，只是转赠了吴凡而已。要不要说出这个字画的秘密呢？吴凡的心里左右为难起来。一方面这毕竟是涉及到几千万，哪怕是对王子明来说应该也是不是一个小数字，而对于吴凡来说就更是天文数字了。现在他正缺钱呢，有了这几千万，他的店面就可以到手了。另一方面，吴凡心里对于独占这幅画有些良心过不去，这毕竟是王子明出钱买的，实际上应该算是王子明的东西，自己要是收了，不是占了王子明大便宜吗？如果不知道这字画的秘密也就算了，现在既然知道了，吴凡就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坦然的去接受。到底该不该说呢？吴凡心里犹豫着，以至于后面的时候一直魂不守舍，对于之后拍卖的东西都是没有丝毫的关注。
王子明也注意到了吴凡的异样，不过他倒是没有多想，只是认为吴凡对于拍卖的事情不感兴趣而已。拍卖行持续了1个多小时就结束了。王子明在付了钱之后，那幅画也被拍卖行的工作人员给送到了王子明的手上。王子明拿到那幅画之后，没有丝毫犹豫就转交给了吴凡。这我不能收，吴凡犹豫着说道。不值钱的礼物收了也就收了，这可是价值几千万呢。吴凡最后还是没有勇气去收下来。这字画我本来就不喜欢，买来也是为了送给你的。王子明说道。手完，王子明将字画塞到了吴凡的手中，说道：拍卖会结束了，我们也走吧。吴凡心情复杂的跟在王子明的身后往外走去。王少、吴少，慢走。拍卖行的经理曹云过来送两人，听说王少买了一幅字画，说着眼睛朝着吴凡手中的字画看了过去。王子明也不否认，我这朋友喜欢就买了送他了。原来吴少喜欢收藏字画。曹云说道，3天之后的夏季拍卖会，还希望2位能够光临，到时候会有不少的好宝贝，其中就有多位名家的书画作品，收藏价值比吴少手中的这幅高多了。显然曹云也没有看出这幅字画的特别之处，只当吴凡是希望收藏字画而已。吴凡对此不置可否，说道：曹经理，我能知道这幅画是谁拿来拍卖的吗？一个落魄的中年人。曹云说道，对方自称是金家后人，不过我看他的样子更像是一个酒鬼，浑身散发着浓郁的酒气，这起拍价也是他定的。他说这东西是宝贝，是他家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价值连城。他家先祖曾和后人说过，要好好收着这东西，所以不能定价太低。如果不是他坚持的话，我们是不会将这幅字画定这么高的价的。价格高吗？其他人或许会这么觉得，甚至是觉得买了这幅字画的王子明是冤大头，但是吴凡却不这么认为。其他的具体的信息我就不能告知吴少了，我们拍卖行有职责为客户保守秘密。曹云说道。吴凡理解的点点头。王子明和曹云又寒暄了几句，这才和吴凡一起离开。我发现你对这字画很重视啊。车上，王子明开口道，这就是一幅普通的字画而已，你如果真的对收藏字画感兴趣，我们3天后再来，到时候我可以买一幅名家字画送你。王子明现在是想要和吴凡增加一下关系的，所以送点东西给吴凡他并不介意。而今天晚上送的东西在王子明看来是有些拿不出手的，一幅劣作而已，如果不是吴凡坚持，他是不会买的。所以王子明就想着3天之后再重新买一幅真正的好的书法作品送给吴凡，那在他看来才能够算是一个真正的礼物。而王子明的态度让一直都处于为难中的吴凡最后做了决定。王少，这幅字画我不能要。吴凡对王子明说道。为什么？王子明反问道。我看你不是很喜欢这幅字画吗？怎么又不要了？是不是现在也觉得它是劣作，所以不想要了？那没关系，3天后我再送你一幅佳作。王子明以为吴凡醒悟了，所以不想要这幅字画了，他对此倒也可以理解。不是，谁知道吴凡却是摇头道，是因为这幅字画太贵重了。太贵重了？王子明诧异道，随后笑了笑说道，10几万的东西而已，能有多贵重？吴凡，你现在虽然没有多少钱，但是我相信你的未来成就绝对不会低。王子明只以为吴凡是觉得10几万的东西太贵了，所以才不肯接受的。如果他真的只值10几万的话，我也就收了。吴凡说道，可是他真正的价值绝对不是10几万，而是几千万。说完之后，吴凡心里一阵轻松，虽然可能因此要损失几千万，但是吴凡说出来之后不用受到良心的谴责，他也就没有心理负担了，这对他来说比几千万更加重要。在游戏世界里，我有那么多资源，不说其他的，就隐者村后山上的那些树，随便卖，这几千万就回来了，这几千万飞了也就飞了吧。吴凡心里自我安慰道。几千万？王子明诧异了笑了笑，说道，吴凡，你是在开玩笑吗？王子明甚至是觉得那幅字画不值16万，至于说价值几千万，那就更不可能了。我没有在开玩笑。做出决定之后，吴凡心里反而是轻松了，也就放开了说道，我之前闲暇之时学过一些古玩鉴赏，也看过一些相关的野史书籍，这幅字画不像他表面看上去的那么普通，而是另有乾坤。另有乾坤？王子明被吴凡勾起了兴趣。不错，吴凡说道，我曾经看到过一些野史，说隋朝著名书法家李素之的《宋刻行》流传了下来，到了清朝之时被一个小诗人所得，之后他为了保全这幅作品，不被其他人所惦记，就用了一些技法，将李素之的《宋刻行》给隐藏在了自己的画作之中，混淆视听。你的意思是，那个诗人就是金飞，那幅隐藏有李素之《宋刻行》的画作就是你手中那幅？王子明将车子停在路边，一脸惊讶地看着吴凡说道。很有可能。吴凡并没有将话说满，那样的话反而是会引起怀疑。我刚刚看这幅书画作品的时候，就发现它有些蹊跷，只可惜我的古玩鉴赏只是自学，有些不到家，不知道怎么破除它的隐藏。这也是吴凡给自己找的借口。他说自己是自学，那么学的不到位，那就很正常了。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他能够看出这幅画另有乾坤了。王子明看了看吴凡手中字画，脸色凝重的点点头，随后打了一个电话，接着车子继续启动。吴凡心里有些好奇，不知道王子明要干什么，不过他已经决定将字画退还给王子明了，心里倒也没有什么压力了。20多分钟后，车子在一栋别墅前停了下来，王子明领着吴凡进入别墅内。这是我住的地方，以后有空可以来玩。王子明对吴凡说道。两人进入别墅之后，
除了别墅的佣人外，还有一个老者在等候。王子明从吴凡的手中拿过那幅字画，递给那老者，说道：“麻烦李老了。”那老者点点头，然后坐在沙发上，掏出一个放大镜，开始研究那个字画。几千万的东西从自己的手中被拿走，吴凡心里多少有些不舍。不过既然已经做了决定，他倒是也不后悔。喝点什么？王子明问吴凡道。随便。吴凡说道。王子明让下人开了一瓶红酒，给吴凡和自己各倒上一杯，随后对吴凡说道：“李老研究古玩多年，尤其是对一些古老技法有些涉猎。如果这幅字画真的如你所说，内有乾坤的话，我相信李老一定能够发现，并且将它破除。”吴凡点点头，倒也希望这位李老能够破除那个技法，让他也开开眼界。李老在那幅字画上研究了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突然惊喜地叫了一声：“发现了！”王子明和吴凡两人虽然这段时间一直在闲聊着，不过两人的心思显然都在那幅字画上，所以现在听到李老这么说，两人连忙看了过去。李老，这幅画真的另有乾坤？王子明问道。不错。那老者一边用小火烧烤那幅字画，令人惊奇的是，那字画居然没有被烧掉，只是表面微微有些变色。随后那老者又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子，将其中的液体倒在书面表面，书画表面的变色似乎更严重了一些。最后这个老者又让人拿来清水，慢慢地擦拭那幅字画，动作很轻，生怕将其弄坏。至此，那幅字画的样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出现了一个个文字，露出了他的真面目。王子明和吴凡两人瞪大了眼睛，看着那老者一步步地揭开着书画的真面目，脸上满是惊奇。就算是之前知道这幅字画另有乾坤的吴凡，此时都是满心惊叹。这书画作品上的技艺手法，当真是让人佩服，几乎天衣无缝。如果不是王少提前告诉老朽，这字画另有乾坤，哪怕是我也看不出他的破绽。李老感慨地说道。王子明看了看已经露出真面目的书法作品，正是吴凡之前所说的李素之的《送客行》，心中震惊无比。还真让吴凡说对了，这幅列作之下，居然真的隐藏着书法大家李素之的名作。吴凡是怎么看出来的？他在古玩鉴赏方面也这么厉害吗？这个吴凡到底有多少自己不知道的本事？王子明的心里冒出一个个疑问。本来他觉得自己已经很了解吴凡，现在看来他还是低估了吴凡的能力。李老，看出这幅字画另有乾坤的不是我，是他。他叫吴凡。王子明并不贪功。李老一脸惊讶地看向吴凡。李老知道王子明的情况，王子明虽然平时也喜欢捣鼓古玩，但是对于古玩的鉴赏水平一般，所以他之前还在好奇王子明是怎么发现这幅画的蹊跷之处，却是没有想到居然是王子明旁边那个年轻人发现的。吴公子当真是好眼力。李老佩服地说道。我敢说这幅字画上面的伪装，全世界能够看出来的也没有几个。李老对于这一点还是很自信，他都看不出来的东西，能够看出来的人绝对不多。不过这也更加说明吴凡在古玩鉴赏方面的功力了。李老谬赞了。吴凡谦虚道，我也就是平时喜欢看看这方面的书籍而已，真要说鉴赏能力，比李老差远了，我这也是连蒙带猜的。吴公子谦虚了。李老见吴凡这么谦虚，心里对吴凡印象大好，有机会咱们好好聊聊这古玩鉴赏。古玩鉴赏靠的就是阅历和眼力以及一些技巧，所以两个鉴赏大师互相探讨的话，对于两人的鉴赏能力的提升都是很有好处的。好的。吴凡硬着头皮说道。自家人知道自己家事，吴凡知道自己并没有什么古玩鉴赏方面的能力，只是依靠的鉴定术而已。真要是和李老这种真正的鉴定大师聊起来，很容易会露馅的。王子明送走李老，让下人们都退下去，整个大厅内就只有吴凡和他两个人。在他们两人面前的桌子上是那幅去掉了伪装，露出真容的名作。吴凡，我发现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王子明对吴凡说道。据我所知，你并不富有，甚至可以说很缺钱，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不收我这幅字画，并且还将他的秘密告诉我，你的做法实在是太让人惊讶了。王少，我现在还后悔，还来得及吗？吴凡笑着说道。来得及。王子明说道。就算是现在，你也可以将这幅画给拿走，这幅字画本来就是我送你的，既然已经送出去了，它就属于你了，不管它是一幅劣作，还是一幅价值连城的绝品，都是一样。王子明说话坦坦荡荡，并不是在和吴凡开玩笑。吴凡也一脸认真地说道。王少，你的做法同样也很让人惊讶。两人看着对方，心里居然都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吴凡，我不是在和你开玩笑，这幅书法作品你可以拿回去自行处理，是收藏还是拿去拍卖都没有任何问题。王子明说道。我说过我不能收。吴凡说道。我也有我的原则，如果我不知道他的秘密，收了也就收了，但是既然知道他不是凡品，我就不能收，他太贵重了。两人都有自己的原则，一个送出去就不肯再要回头，一个则是不愿意接受这么贵重的礼物，居然让这么珍贵的作品没有了主人。既然你我都不愿意要，这样吧，我把它送去嘉华拍卖行参加3天后的夏季拍卖，所获得的钱我们两人平分，你看如何？王子明最后建议道。这吴凡还想要拒绝，毕竟就算是平分，那也绝对不是一笔小钱。别再拒绝了。王子明开口道。如果不是你的话，我根本就不可能买这幅画，也根本不可能知道这幅画的秘密，所以你绝对有资格平分它。那好吧。吴凡见王子明坚持，也就同意了。别有压力。
王子明见吴凡答应了，也终于是笑了出来，说起来还是我占了便宜呢，平白能够分到几千万，这几千万对我来说也不是小数字，如果你不说的话，所有的钱可都是你的。我做不到。吴凡也笑着说道。吴凡，我真没有看错你，你绝对是一个值得深交的人。王子明一脸郑重地看着吴凡说道，不是因为这钱，而是你的人品。几千万对于王子明来说虽然也不是小数目，但是倒也不至于让他改变对一个人的看法，他看重的是吴凡在这件事背后所表现出来的品质。王子明相信换了其他人的话，绝对做不出吴凡这样的决定，毕竟吴凡自己可是很缺钱的，但是他却能够毅然地放弃这些钱，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出来的。从这里也能够看出吴凡的胸襟，这样的人是值得他王子明深交的。孔海林那边的事情，我会尽力为你周旋。王子明现在已经将吴凡当作是自己真正的朋友，所以自然会为吴凡考虑问题。谢谢王少了。吴凡感谢道。以后别喊王少了，太生分，喊我名字就行。王子明说道。你比我大几岁，我还是喊你王哥吧。吴凡说道。随便。王子明并不在意，不过孔海林的事情你还是要注意一些，我虽然会尽力周旋，但是他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你还是要小心一些，他那边有什么消息我会通知你。谢谢王哥了。吴凡说道。吴凡一直在王子明家待了很久，两人聊了不少的话题，直到很晚，王子明才安排人将他送回家。至于那幅书法作品留在王子明那里，他会送到拍卖行去，两人也约定3天之后一起去参加嘉华的夏季拍卖会。吴凡对于今天的收获还是很满意的，虽然没有出摊，但是却是意外获得一笔横财。如果那幅书法作品卖的价格高的话，那么可能他买店面的钱就有了。而在收获一笔横财的同时，吴凡还收获了王子明的友谊。吴凡能够感觉出来，王子明对自己的态度和之前明显不一样了，现在的他是真的将自己当成他的朋友了，而不是之前那种只是因为自己和他眼缘了。王子明的友谊的价值未必会比那几千万低。从王子明的住处回来，吴凡就暂时的抛下了现实中的事情，准备进入游戏世界。游戏世界中，当吴凡出现在那个营帐内的时候，周围已经满是嘈杂声，整个营地都热闹了起来，众人在整理自己的东西，准备出发。虽然来这里服役的人大多数都是像牛二等人那样的穷苦人，没有防具，没有像样的武器，但是他们带的杂物却是不少，鞋子、衣服等等等都得自备。这就是他们这些杂牌军和那些正规军的区别。吴凡整理一下自己的物品，将所有能够穿戴的装备全部都穿戴好。离开清远县城之后，实际上他们就已经开始赶往前线运送粮食了。一路上虽然还是在他们炎风国的统治范围内，但是却不代表没有危险。离开营帐之后，吴凡看到第3大队的人正在列队准备离开。周山看到吴凡之后，示意他过去，随后扔了一把长弓给他，试试如何。周围的人羡慕地看着吴凡，对于缺少武器的他们来说，不管是长剑还是大刀，又或者是弓箭，都是他们渴望得到的。现在见周山给吴凡弓箭，他们看了自然眼热。不过他们可没有胆子提出异议，一个是这段时间他们已经知道了周山的脾气，就算是反对也没有用，说不定还会受到惩罚。另外，吴凡这段时间的表现，众人也看在眼里，他绝对是第3大队里除了周山之外最强的人，甚至有人猜测周山可能都不是吴凡的对手。对于强者，众人都是敬畏的。吴凡随意地拉了拉弓箭，以他的力量要拉开这个弓箭，自然不是什么问题。这弓自然不是什么极品，在鉴定树下显示的也只是白板装备。不过，对于没有弓箭的吴凡来说，也是可以凑合着用的。还不错，吴凡说道。拿着用吧。周山说道。周山也知道，以吴凡身上精良的装备，未必会看得上他的这把普通的长弓。不过，他现在不过是一个杂牌军的大队长而已，身上还真没有什么好的长弓。从整顿队伍这方面就能够看出飞鸟营几个大队之间差距了。第3大队的人很快就都整顿完毕，而其他几个大队的人则还在散散漫漫的排着队，嬉皮笑脸的聊着天，和第3大队的样子明显不同。第3大队的人心里有些鄙视其他大队的人，觉得他们一点纪律性都没有。这个时候，他们就在心里感慨，周山的严厉训练还是有用的。不过，其他大队的人则并不觉得第3大队怎么样，他们都只是杂牌军而已，有必要那么认真训练，吃那么多苦吗？反正3个月后，他们就回去了。将近1个小时之后，整个飞鸟营才整顿完毕，一共5个大队，1000多人浩浩荡荡的出了清远县城，朝着远方开去。吴凡跟在队伍中间走着，整个飞鸟营都很穷，只有大队长级别的才有1匹马骑，而且还不是那种优质战马。至于其他人，都只能是靠2条腿走路了。赶路的过程是很无聊，大家赶着路，偶尔聊上1两句解解闷。这个时候，周山也不会说什么，真要是让所有人一直不说话，那也不现实。直到下午时分，众人才赶到另一个县城，在这里有早就已经准备好的粮食，而吴凡他们飞鸟营的任务就是将这些粮食送到前线。送粮队自然不是只有吴凡他们这么一批，而是有好多批，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赶往同一个地方。那些送粮队的人和吴凡他们一样，都是临时征召起来的兵役人员。粮食装上车，队伍继续出发，赶往他们的目的地。一直到傍晚，夜色降临，队伍停下来驻扎，众人都没有遇到什么意外，一路都很通畅。炎风国西南部荒野平原，这里原本是一个荒芜的平原，地质不适合耕种，又处于炎风国、枫叶国、天机国、水月国4国交界处，所以一直以来这里的归属都存在问题，每个国家都认为这是他们的地盘，为此几个国家之间没少发生争斗。之后这里的归属问题就从来没有弄清楚过。后来
几个国家发现这里没有太大的价值，也就不愿意继续在这里耗下去，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了。这里反而是成了一个四不管的地带，以至于魔界中的人潜伏到这里很长时间都没有人发觉，直到魔界中的人在这里建立起了一座城池，作为魔界进入人类世界的桥头堡，众人这才警觉起来。不过，因为这里地理位置特殊，穿越这个荒野平原就可以进入任何一个国家，所以这四国对于其他国家都不是很信任。也因此，虽然四国都达成一致要攻击魔界中人，将他们赶离这里，但是却是各自为战，从自己国家的方向进攻魔界人新建的城池，不允许其他国家的人到自己国家的这个方向上来。同时，也因为四个国家之间彼此不信任，导致了他们在进攻魔界中人的同时，还要提防其他国家的人，防止他们趁机穿过荒野平原进入自己国家内。这样一来，众人攻打魔界中人的效率自然低了很多。炎峰国这边负责率军出征的是军中宿将李德明。李德明成名多年，早年的时候就曾多次率军出征，和周围的几个国家都打过，和魔界中人同样也打过，可以说战斗指挥经验非常的丰富。这次魔界入侵事件比较特殊，所以朝廷派他前来。李德明如今已有50岁，虽然不如年轻时勇猛，不过气度却更显沉稳，从年轻时的猛将变成了如今的儒将。营地内还有多少粮草？李德明坐在自己主将营帐内，询问自己的副官道。这次魔界中人坚持的异常顽强，战斗打得很激烈，以至于他们之前携带的粮草已经不够使用，这才需要后方再往这里输送，还够1周用量。副官回道。后方的粮草什么时候能够运到？李德明问道。快的话5天左右，慢的话需要1周。副官说道。怎么回事？怎么要这么久？李德明皱眉道。作为一个军中宿将，李德明知道在打仗的时候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而一旦发生意外，本来5到7天能到的粮草可能就需要很久，而他们这里的粮草却是坚持不了那么久了，主要是粮草需要筹集，另外运送粮草的人也都是各个村镇临时征召的人，这些人在被召集起来之后还要经过短暂的训练。副官说道。哼，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军中一个最底层的士兵都知道事情，朝廷那些人居然不知道。尤其是户部尚书周延峰，身为户部尚书，掌管天下粮食，之前出征讨伐刚开始的时候，我向他要粮食，他居然各种推诿，如果不是陛下发话，估计他还不愿意给粮。当时我就提醒过他，他给的那些粮食很有可能不够，让他继续调集，他却不当一回事。现在我这边要粮食了，他那边却是不能及时供应，当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李德明抱怨道。那些文官们太过分了。副官也不满地说道，居然在这个时候拖后腿。实际上，副官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不是李德明和那些文官们之间的私人恩怨，而是武将集团和文官集团之间的恩怨。炎峰国一直以来都是读书人的天下，先祖从立国之时就重用文人，而刻意的压制武将，就是因为先祖自己本身也是武将，是靠叛变打下的江山，所以他忌惮其他的武将，害怕他们会做出一样的事情。这也就导致了在炎峰国，文人的地位相对较高，武将的地位相对较低，同样品级的武将在面对文官的时候总是要低上半级甚至1级，说话底气都不足。朝廷的大权也一直都在文官们的手中，武将们在朝堂之上并没有多少发言权，在皇帝以及文官们的心里，这些武将们只要带兵打仗就行了，治国方面还是要他们这些读书人来掌舵。不过这个情况在近些年却是有了一些改变。这些年朝廷的局势有些糜烂，境内不断有起义军出现，虽然都会被成功的镇压，但是却很快就会从别的地方冒头，连绵不绝。另外，魔界的影响也在不断的增大，不管是魔气还是魔界中人，都在不断的入侵人间界，给人间界这边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而这些麻烦又只能是武将去处理。再加上炎峰国和周边几个国家之间的摩擦也是一直不断，这些因素加到一起，就导致了武将的地位在炎峰国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而一直将武将集团压在底下的文官集团，自然是不可能愿意看到武将们崛起，从他们手中夺走属于他们的权利，他们不愿意看到武将们地位升高，从而威胁得到自己的地位。所以这样一来，文官集团和武将集团的矛盾就加剧了，双方之间彼此时常有龌龊事发生。而这次很显然是文官集团故意在粮食问题上拖武将们的后腿，这才导致粮食迟迟未到。当然，文官集团也不敢明目张胆的不给前线武将们粮草，否则这件事捅到皇帝那边，他们也有苦头吃。还有那些临时征召的士兵是怎么回事？李德明问道。朝廷不是还有很多未动的军队吗？怎么还要征召民兵？这个好像是因为最近朝廷境内不太平，很多地方都有叛军出现，所以陛下要派军去镇压，其他的军队也不能随便调用。副官说道。李德明这段时间一直在荒野平原这里，对于其他地方的事情倒没有太过关注，现在才知道这件事。听到自己副官的话之后，他冷哼一声，还不都是那些文官们做的好事？如果不是他们倒行逆施，怎么会有那么多百姓活不下去？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揭竿而起？陛下就应该将他们都砍头示众。作为军中宿将，李德明和文官集团们的矛盾很深，也斗了多年，对于那些所谓的读圣贤书的人没有多少好感。不过只是运送粮草而已，用临时征召的杂牌军倒是没有多少问题。李德明说道。运送粮草到底是不需要上战场打仗，并不需要太高的战斗素养，也不需要多强的实力，用这些来服兵役的百姓们运送倒也合适。将军，我们要不要派人去迎他们？副官问道。最近朝廷境内可不太平，我倒是想，不过你觉得我们还能够有富裕的兵力去调动吗？李德明说道。
他们在这里和魔界中的人僵持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魔界中这次来了不少人，李德明这个方向上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同时还需要防备其他国家的人打他们的主意，所以李德明这里根本就不能随便调动兵力。副官了解的点点头，说道：“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事发生，也只能是这么想了。他们没有办法调动兵力去接应那些运粮队，同时又急需粮食，只能是希望运粮队那里不会出现什么意外了。”吴凡他们赶了一天的路，太阳就要落山的时候，众人停止了前进，开始原地驻扎，等明天早上再出发。这个时代可没有路灯，而且很多人都有夜盲症，夜里根本就没有办法看清东西，再加上路上还会有野兽、魔兽出没，所以不是万不得已，众人都是不会选择夜里赶路的。飞鸟营的主将显然并没有选择夜里赶路的意思。实际上，前线的李德明对于粮草很急，但是后方运送粮草的人根本就不是那么着急。整个飞鸟营上下气氛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上面的意思是他们只要在1个星期内将粮食运送到位就可以了，所以飞鸟营的主将根本就不着急，自然也不会选择在夜里冒险赶路。营地驻扎好之后不久，吴凡就返回现实中去了。他心里也庆幸，幸好不需要夜里赶路，不然的话他可能就要暴露了。第二早上，在众人出发之前，吴凡及时的赶了回来。整顿好马车之后，众人继续上路。吴凡坐在一辆马车的边缘，百无聊赖的看着周围的一切。队伍走了2个小时左右，突然前面传来一阵嘈杂声，队伍的前方似乎有些混乱，整个运粮队都停了下来。吴凡一下子从马车上跳了下来，看向前方。小六，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吴凡对郑小六说道。郑小六麻利的跑到前方，随后很快就跑了回来。队长，队伍遇到魔兽了。郑小六对吴凡说道。魔兽？吴凡眼睛一亮，我们去看看。吴凡这1个多星期都是在营地内，还没有机会去杀魔兽，这个时候听到有魔兽的消息，自然是有些按耐不住。而这个时候，飞鸟营的主将也已经让所有大队中拥有武器的人顶上去，至于那些没有武器的人，则是往后撤。吴凡他们小队都有武器，这个时候自然也就都被调到了最前方。红眼狼15级，本是普通的野兽，因为受到魔气的影响，变成凶残的魔兽。主动攻击型魔兽，攻击高，敏捷高，防御弱，主要攻击方式为牙齿和利爪。群居型魔兽，一旦发现敌人，会倾巢出动，不死不休。吴凡来到前方，就对着那魔兽使用了鉴定术，也得到了一些自己想要的结果。15级，等级倒是不高，不过这个群居属性比较麻烦，幸好这周围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吴凡心里想到。在从隐者村前往清远县城的路上，吴凡就遇到过10多级的魔兽，虽然他自己只有3级，但是他的装备精良，单挑10几级的魔兽，小心应对的话，问题不少。不过这个红眼狼是群居型魔兽，吴凡如果一个人遇到他们的话，估计也只有被杀的下场了。幸好他现在周围有很多同伴。红眼狼和运粮队在对峙，并没有第一时间发起攻击，嘴里在不断的嘶吼。被魔气感染后的魔兽都比较狂暴，胆子似乎都变大了，哪怕面对吴凡他们那么多人，也没有要退走的意思。在红眼狼队伍的最前方，则是一只体型明显更大、眼神更加凶厉的红眼狼。它不仅眼睛是红的，整张脸似乎都透着隐隐红色，显得颇为诡异。那些嚎叫声就是从它的嘴里发出的。红眼狼王20级，头领型魔兽，异常凶残暴力，可以指挥狼群，拥有技能狼嚎，可以鼓舞狼群士气，增加狼群战斗力，同时可以召集群狼。居然还是一个拥有技能的 BOSS。吴凡看到他的鉴定结果之后一惊，大声道：“不好，这只头狼还在召集狼群，必须尽快将它杀了。”运粮队这边突然被这些狼群拦住了去路，一开始有些慌张，后来见这些狼群没有攻击，他们这边倒是慢慢的放下心来，想着这些狼会不会被他们这么多人给吓走。能不打的话，众人都不想打的，毕竟他们面对的可是魔兽，那是很凶残的，而他们只是一群没有怎么受到训练的普通农民而已，一旦动手就有很大可能会出现伤亡，谁也不希望自己受伤或者死亡，所以他们就一直在这里和狼群对峙，以期待吓走他们。这个时候吴凡却是突然这么说，吓了众人一跳。你谁啊？不知道就别乱说，不能动手，我们这边有武器的太少了，这些狼一看速度就很快，一旦动手很有可能会有伤亡。要去你去，反正我不动手。周围的人里可不是只有吴凡他们小队的成员的，还有其他大队的人。牛二等人现在对吴凡是言听计从，自然不会反驳吴凡的话，但是其他大队的人就不会那么信任吴凡了，尤其是在这种遇到危险的情况下，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吴凡脸色凝重，也不理会那些人的聒噪，他取出周山给他的长弓，弯弓搭箭，一气呵成。咻！一支箭矢直直地朝着那只头狼飞了过去，速度又急又快。然而那头狼虽然在仰头嚎叫，但是对于周围的警惕之心却是丝毫不减，也因此在吴凡那只箭矢飞向他的时候，他就已经灵活地往旁边一跳，躲开了这只箭矢。那头狼2只红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吴凡，张着嘴，呲着牙，森白的牙齿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着令人心悸的寒光。吴凡脸色不变，他对牛二等人说道：“跟着我进攻，注意围成一圈，不要分开。”牛二等人虽然也很害怕，脸色甚至是有些苍白，这毕竟是他们第一次和魔兽战斗，以前他们可没少听说过这些魔兽的凶残，此时心里自然害怕。不过他们还是咬着牙，迈着微微有些慌乱的步伐跟着吴凡前进，只因他们相信吴凡。喂，你哪个大队的？自己找死，不要害了我们！快停下，不要激怒那些魔兽！你们几个疯了吗？吴凡小队的行动
并没有能够得到其他大队人的理解，那些人反而是在埋怨吴凡，觉得他们这么做会激怒那些魔兽，从而害了其他人。第3大队的所有人听着，凡是有武器的人跟着第4小队一起朝着狼群发起攻击，所有人不得后退。周山的声音陡然响起，显然周山选择相信吴凡。周山，你怎么回事？你下面的人胡闹，你也跟着胡闹。周山，快让你的人回来，我们只要在这里和那些魔兽对峙，吓走他们就行了，没必要动手。其他的几个大队长对周山的命令显然有些不满。周山满脸鄙夷地看着那些人说道，吓走他们，只怕再等下去，我们都会被他们给撕了，成了他们的食物。你们这群目光短浅的家伙。说着，周山自己带头朝着那些狼群杀了过去。第3大队的其他人，虽然有人也不理解周山和吴凡的行为，不过这个时候却都还是跟着一起发起进攻。吴凡看到周山带着人跟着杀了过来，心里有些欣慰。和其他的大队长相比，周山显然更有眼光，更有远见。去死吧！吴凡冲到那头狼的身边，手中的黑石长剑狠狠地朝着对方刺了过去。15点的敏捷让吴凡的刺剑非常的快，手中黑石长剑犹如流光一般刺向了红颜头狼。然而吴凡的动作快，那红眼头狼的速度更快。吴凡的剑才刚刚刺去，那红眼头狼就轻巧地往后一跃，之后更是接连2个跳跃，便进入了狼群之中。嗷呜！红眼头狼进入狼群之后，再次仰头长啸。接着，他旁边的那些狼群就对着吴凡和周山等人杀了过来，眼中的红光更加闪耀，充满了嗜血的光芒。噗呲！吴凡手中的长剑狠狠地劈在一只冲杀过来的红眼狼身上，锋利的长剑轻易地撕开了那红眼狼的身体，长剑染红，红眼狼则是皮开肉绽。嗷呜！那红眼狼吃痛惨叫，不过却是没有丝毫退缩，爪子伸出，狠狠地朝吴凡撕了过来。当！吴凡长剑挡在胸前，和对方的爪子发生碰撞，居然发出了金属撞击般的声音。吴凡又伸出脚踹在那红眼狼的腹部，将其踹飞了出去。虽然击退了这只红眼狼，但是吴凡却也失去了追击那红眼狼王的机会。红眼狼王已经躲在了狼群之中，吴凡想要将其击杀，除非将这些狼群都给灭杀。知道急不得，吴凡也就只能是耐心的和那些普通的红眼狼战斗。此时牛二以及第3大队的其他人也都已经和狼群接战，战斗在一瞬间就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牛二等人听从吴凡的命令，彼此围成一个圈，不敢分开，手中则是吴凡给他们打造的红叶剑，锋利的长剑让他们在和狼群战斗的时候倒也不落下风。不过第3大队的其他人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想想周山也不过才是青铜级的武器，第3大队的其他人武器只会更差，几乎全部白板装备，而他们又是一群才接受了1个星期训练的杂牌兵而已，战斗力不可能太高。所以和红眼狼的战斗打响之后，第3大队这边很快就有人受伤，好在暂时还没有人死亡。吴凡特意留意了一下周山的情况，发现周山的实力果然不弱，一柄大刀被他耍得虎虎生风，霸刀刀法被他灵活的使用，气势相当的猛，往往一刀就能够打伤那些红眼狼。而跟着周山一起来第3大队的那些中队长们也不愧是战场老兵，战斗经验很丰富，身法灵活。他们虽然不如周山那么猛，但是却也同样是能够在和红眼狼的战斗中占据上风。第3大队这边也正是因为吴凡、周山以及那几个中队长的存在，才不至于被红眼狼打败。他们几个人就是战场的机动力量，哪里情况危急，他们就会出现在哪里，这才让第3大队的人在和红眼狼的战斗中保持僵持。不过吴凡却是有些心急，因为那红眼头狼在狼群的保护之中一直在仰头嚎叫，这嚎叫一方面可以给现场的红眼狼增加士气，增强战斗力，另外一方面也是在召唤其他的红眼狼前来支援。一旦红眼狼越来越多，吴凡他们这边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危险。你们还在等什么？快点上啊！吴凡有些焦急地对其他几个大队的人喊道。现在只有其他几个大队的人上来帮忙，尽快地将红眼头狼击杀或者击退，他们才能够摆脱危机。一旦太晚的话，红眼头狼召集到了足够多狼群，那么到时候就算是其他大队的人帮忙，他们都未必能够打败红眼狼群。毕竟他们这里不是每个人都有武器的，而且他们都只是一群没有怎么接受过训练的普通人而已。然而吴凡的话并没有能够让其他大队的人上前，甚至有些人还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第3大队和红眼狼群的战斗可就是在他们眼前发生的，他们亲眼见到了红眼狼的厉害，也亲眼看到不少第3大队的人受伤。那红眼狼的爪子和牙齿相当的锋利，只要被其划到或者咬到，必定会血肉模糊，样子极惨。这让其他大队的人在心里对于这些红眼狼们心生畏惧。看到这一幕，吴凡气急，同样也体会到了人微言轻这句话的深意。他现在不过是第3大队其中一个小队的小队长而已，他的话也只能是对第4小队的人有用，甚至第3大队的其他人都不会听自己的。要不是周山下命令的话，第3大队的其他人也不会前来攻击红眼狼群。至于其他大队的人，就更加不会听自己的命令了。或许自己的话在他们的耳朵里和放屁没有什么两样。周山同样也很着急，他也看出形势有些不妙，不过他同样是调动不了其他大队的人，脾气不是很好的他已经对着其他大队的人骂了起来，然而并没有什么作用。飞鸟营主将于飞骑在自己的马上，冷冷地看着这一幕，沉默不语，并未下达进攻的命令。于飞对周山的印象不好，或者说很不好。于飞知道周山是从飞熊军里调派下来的，能够进入飞熊军的无疑拥手，他们都是精锐中的精锐，周山的实力自然不差。在清远县城的时候，于飞曾经就对周山开玩笑似的说过，没有必要对那些来服兵役的农民们进行那么严格的训练，
他们只是临时征召起来的，并不是什么正规军。然而周山并没有将他的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这让于飞很不满。于飞倒不是心疼那些农民们，他只是觉得自己是周山的主将，既然自己已经开口了，那周山就应该听从才是。然而周山却将自己的话当耳边风，还说他是老兵，知道该怎么训练新兵。这话的意思不就是说自己不懂训练吗？在清远县城的时候，于飞举办过几次聚会，就是喊几个大队长一起吃吃喝喝。结果这周山只是第一天去了一次，之后就借口要忙于训练，不再参加。这不就是在说他于飞一点都不关心训练吗？这是不给他面子。自己好的也是飞鸟营的主将，是周山的上司，就算你在飞熊军里待过，但是在这里我才是老大，你得听我的，而不是仗着自己有那个背景不将自己放在眼里。也正是因为这些，所以于飞对周山并没有好印象。这次遇到红眼狼群，周山更是不请示自己，就擅自带着第3大队的人杀了过去。他的眼里还有自己这个主将吗？所以看到第3大队的人处理不是很好，于飞并没有让其他大队的人上去帮忙，反而是在一边看热闹。于飞已经想好了，等第3大队的人和红眼狼群拼个两败俱伤的时候，自己再让其他大队的人上去收尾，到时候击退红眼狼群的功劳就是他的。同时事后他还可以借此给周山定罪，正是因为他的擅自行动才导致第3大队死伤惨重，他这个大队长要为此负责，自己可以免掉他大队长的头衔，将他降为中队长甚至小队长。这也是于飞在飞鸟营立威的一个机会。至于说他的这个决定会导致第3大队的人受到牵连，死伤惨重，他并不在乎，一群泥腿子而已，死了也就死了。等运送完这批粮草，他可以利用朝廷的名义再征召一批，这样的泥腿子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周山，要怪就怪你太过不识抬举了。于飞心里冷笑道。果然随着战斗的持续，第3大队这边受伤的人越来越多，形势也是越来越危急。不过第3大队的人在周山的带领下显得很团结，再加上吴凡几个人在灵活移动，及时的救下受伤人员。虽然第3大队的受伤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死亡的倒是没有。但是如果形势再这么恶化下去，死亡的情况是肯定会发生的。本来于飞是想要等到第3大队的人死上一些，他再下令让其他大队的人攻击的，但是坐在马上的他看到狼群的后方源源不断的有其他的红眼狼赶来。难道之前那个人说的是真的？那个红眼狼王真的在继续召集其他的红眼狼？于飞不想承认这一点，但是他却是亲眼看到有不少的红眼狼从后方赶来，红眼狼群的实力在不断的增强。这种情况下，第3大队的情况自然更加危险，但是其他大队的人之后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一旦第3大队的人被杀光，那些红眼狼群的目标肯定是剩余的人，他们不可能主动退走。于飞之前想的是，第3大队可以将红眼狼群拼掉一些，那样的话，哪怕是之后红眼狼群会去攻击其他大队的人，其他大队也能够应付。但是现在情况并不像于飞所预想的那样发展，第3大队现在的确损失很大，但是红眼狼群的损失却是不大，甚至是有点越来越强的意思。这样下去，他们整个飞鸟营可能都不是红眼狼群的对手。于飞是想要教训周山不假，但是他可不想当光杆司令，所以在发现情况不对之后，他立即就下达了攻击的命令。主将有令，其他大队的人就算是心里不愿意，这个时候也只能是发起进攻。有了其他大队的人的加入，吴凡他们这边的压力顿时陡然轻了很多。周山连忙利用这个机会，将伤员们给运到后方去接受简单的治疗。至于吴凡，依然是在激烈的战斗，高敏捷让他躲开了那些红眼狼的攻击，并没有受伤。而这段时间，吴凡一直在作为机动力量到处乱窜，不断的从红眼狼爪下救下第3大队的成员，这让他在收获了战友们感激之情的同时，也收获到了不少的经验值。要知道，这些红眼狼在吴凡的眼里可是一只只怪物，吴凡杀死他们是可以获得经验的，只要完成最后一击，那么他就可以获得不少的经验值。吴凡的到处乱窜也让他多次完成最后一击，获得不少任务。唯一可惜的是，并没有发现有装备掉落，这极低的爆率，吴凡已经有些无力吐槽了。吴凡抬头看向狼群中的那只红眼头狼，如果杀死他，不知道会不会掉落装备，20级的大 boss 应该会掉落装备吧。吴凡有些心热，不过周围还有不少普通红眼狼，吴凡想要杀死红眼头狼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们将红眼狼打成重伤之后，不要杀死他们。吴凡对自己小队的成员吩咐道。因为只有完成最后一击，吴凡才能够获得经验值，所以吴凡这是准备让自己小队的成员帮自己刷怪。吴凡他们小队有2个队员受伤，已经被送到后面去了。牛二等几个没有受伤的人依旧是在战斗。对于吴凡的命令，牛二等人虽然奇怪，但是却也没有多想，大声应了一句，随后他们就不再杀死眼狼，只是将其打成重伤就不管了。不过牛二等人实力毕竟不是很强，能够打伤红眼狼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吴凡再次充当机动力量，到处乱窜。对于吴凡的这一行为，其他大队的人除了有些疑惑之外，并没有什么怀疑。他们不是玩家，自然是不知道吴凡是在抢怪，只当吴凡是在帮助他们，他们对吴凡只有感激。这种抢了怪，别人还感激你的感觉，真好。不过现场的形势却是有些不太乐观。虽然其他大队的人都已经参加了战斗，算是缓解了第3大队的压力，但是他们加入的时间还是有些晚了。红眼狼群的数量已经很多了，而且那头红眼狼群还在不断的召集手下前来，所以继续这么下去的话，整个飞鸟营甚至是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吴凡，跟着我，我们去杀头狼。周山的声音在吴凡耳边响起。
吴凡的旁边，周山带着几个中队长已经冲了过来。显然，周山也意识到这么下去不是办法。所谓擒贼先擒王，只有将红眼狼给杀死，他们眼前的危机才能够解除。而现在其他大队的人加入战斗之后，可以暂时帮他们分担压力，他们也可以腾出手来去击杀红眼狼王了。吴凡点点头，继续让红眼狼王这么着急下去，他们都得完蛋。于是，吴凡加入了这个临时组建而成的刺杀小队。这些人里，吴凡和周山两人实力最强，他们两人组成了这支临时刺杀小队，尖刀部分冲在最前面，第三大队的其他几个中队长则是跟在两人后方以及左右两边，帮他们抵挡这三个方向而来的攻击，让他们不至于腹背受敌，可以专心攻击自己的前方。周山和这几个中队长显然不是第一次配合了，他们配合很默契，而吴凡则是第一次加入。不过，因为只负责攻击自己的前方，充当尖刀，倒也不至于配合出错。一行7人实力强劲，不断的前进，沿途的那些红眼狼群全部被击退。他们这次的目标是红眼狼王，所以只要击退周边的狼群即可，并没有过去追杀，倒是让吴凡有些可惜那些经验值了。红眼狼王还在召集自己的手下，并没有太过注意吴凡等人的到来。眼见有机会，周山取出自己背后的长弓，瞄准那红眼狼王，而吴凡几乎在同一时间做出了同样的动作，同样是弯弓搭箭，瞄准狼王。两支箭矢一前一后的飞向红眼狼王，带着尖锐的笑声。红眼狼王这才警觉，灵活的往旁边一跳，随后轻蔑地看向吴凡等人。然而他看向吴凡等人方向的时候，看到了另一支箭矢已经向他飞来，因为两支箭矢间隔时间很短，他再想要躲避已经来不及了。噗呲，红眼狼王躲过了周山射来的箭矢，却是没有能够躲过吴凡射来的那一支，那根箭矢准确地射中了红眼狼王的右前腿。嗷呜！红眼狼王再次仰头长啸，不过这次的叫声之中却是饱含痛苦和愤怒。巨大的痛苦刺激到了红眼狼王，他并没有选择退走，而是用暴力的眼神看着吴凡等人，尤其是射中他的吴凡，更是他重点关注的对象。很好，他受伤了。周山看到吴凡箭矢立功，伤到了红眼狼王，顿时大为振奋。众人继续前进，此时他们距离红眼狼王已经不远了。不过红眼狼王此时已经发现了他们，知道了他们的想法，并且还被他们给彻底的激怒，这个时候自然是不会让他们轻易的前进。周围围攻过来的红眼狼群更多了，他们在红眼狼王的命令下，对吴凡等人发起了疯狂的冲击。在这巨大的冲击面前，受伤的情况不可避免的出现了。5个中队中已经有2个人受伤，不过他们并没有胆怯，也没有退缩，而是在咬牙坚持。众人前进的速度变慢，过程变得异常的艰难。大队长，掩护我！吴凡突然对周山喊道。周山不知道吴凡要干嘛，不过却还是挡在吴凡的身前，手中的大刀挥舞虎虎生风，将靠近的狼群都给逼退。吴凡借此机会，双脚在地上猛地一蹬，整个人飞了起来，从周山的头顶上越过，直接飞向了那只红眼狼王。猛虎之跃，青铜级的流云靴自带技能。本来吴凡在离开隐者村之前，完全可以配置一双更好的鞋子，至少也是白银级的，但是因为那个猛虎之跃的技能，流云靴的价值并不比一般的白银级装备差。而现在又到了这个技能显示威力的时候了。只见吴凡在众人震惊惊骇的目光之中，越过了足足7、8米远，朝着那红眼头狼而去。去死吧！吴凡人在空中挥舞着手中的长剑，狠狠地劈了下去。那红眼头狼似乎也没有想到吴凡居然越过那么远的距离，直接落在了自己的面前，反应微微有些迟钝了些，虽然已经在极力的躲避，但还是被吴凡劈中。噗呲，锋利的黑石长剑从红眼头狼的身上划过，带下了他一大片的血肉。嗷呜！红眼头狼再次惨叫出声，他此时的样子极惨，右腿上插着一支箭矢，身子的侧面位置被吴凡割掉一大块血肉，露出了里面的骨头，鲜血不断的外流。伴随着鲜血流失的还有红眼头狼的力量，他已经从极盛状态变得有些虚弱。一步得手，吴凡不做丝毫停留，手中的长剑快速挥斩，攻向那只红眼头狼。因为不会任何招式以及长剑类的技能，吴凡此时的攻击显得有些混乱。如果是全盛状态下的红眼狼王，吴凡这样的攻击未必能够伤到他。不过此时这只红眼狼王已经受伤，一动不变，还要时刻承受着身上传来的痛苦。这样一来，居然被吴凡这样毫无章法的攻击给完全的压制住了，身上的伤势也是越来越重。周围普通红眼狼为了救自己的头领，不断的对吴凡进行攻击。吴凡这个时候为了追击那红眼狼王，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太多的躲避，只能是被动的承受周围狼群的攻击。好在吴凡身上的装备不差，防御力极强，所以一时间倒也还死不了。不过那个只有他自己能够看到的血量条则是在不断的减少，一旦血量归零，也就是吴凡死亡的时刻。就在这个时候，周山带着几个中队长杀了过来，让吴凡身上压力一轻。吴凡重伤红眼狼王之后，其他的狼群放弃攻击周山几人，开始围攻吴凡，这让周山等人能够继续前进，在吴凡快要坚持不住之前及时的赶到。有了周山等人的帮忙，吴凡可以再次专心攻击红眼狼王。那红眼狼王没有了帮手，只能是做徒劳的反抗，没有多久就死在了吴凡的剑下。恭喜你，等级提升。在红眼狼王倒下的一瞬间，吴凡的耳边传来了熟悉的机械式的声音，终于又升级了。吴凡的等级终于从3级艰难的升到了4级，不容易啊！等级提升1级，各项属性都得到了提升，吴凡的实力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当然，吴凡现在之所以能够单挑比他等级高上10几级的怪物，主要还是得益于他身上的那些精锐装备，
那些装备极大的提升了他属性和实力，反倒是吴凡自身等级提升所带来的属性提升的实力不是那么明显。不过这都只是暂时的，以后等级高了之后，这份比重自然会增加。而且装备所带来的属性实力的增加，有时候并不是那么方便的，尤其是在现实中。现实中，吴凡不可能一直戴着帽子，也不可能一直拿着武器，甚至有时候锁子甲和护腕等都不会佩戴，因为不方便。所以自身等级所带来的实力，在这个时候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咦，这是什么？那头红眼狼王被杀死之后，尸体没有消失，吴凡也不好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其收进背包之中，尤其是周山等人就在他的身边的情况下。不过在那红眼狼王的尸体旁边，吴凡发现了一个闪烁着微弱的青绿色光芒的金属牌子，爆装备了。吴凡一阵惊喜，连忙趁着周山等人没有注意，将其捡了起来，也顾不得去看到底是什么东西了，连忙放进了背包之中。吴凡又看了一遍红眼狼王尸体的周围，发现没有其他东西了，这才作罢。吴凡，你没事吧？周山走过来问道。受了点伤，问题不大。吴凡说道。周山看了看吴凡的身体，此时吴凡身上多处地方都有伤口，衣服更是破了好几个地方，那都是被红眼狼给撕破的，伤口处还有鲜血流出，染红了吴凡的衣服。你在中间，我们送你出去。周山看了看已经咽气的红眼狼王，对吴凡说道。他们这次冲进来的目的就是击杀红眼狼王，现在目标已经完成，已经可以撤退了。我没事。吴凡知道自己的情况，身为玩家，只要自身的血条没有被清空，那么他就死不了，就算是受伤，对其身体的影响也没有其他人大。而他现在血条还有一半左右，不可能死的。不过周山不可能知道这个情况，他看吴凡身上伤口很多，对吴凡很担心，所以还是强硬的让吴凡待在众人之间，然后众人往外突围。红眼狼虽然还有很多，但是没有了狼王的技能实力加成，这些狼群的实力已经下降了不少，再加上缺少了头领之后，他们的进攻后撤都没有了章法，众人应付起来已经不如之前那么麻烦了。周山等人顺利的从狼群中突围出来，随后包围吴凡在内的几个伤员就接受随军大夫的包扎治疗。吴凡看着那个大夫有些笨拙的处理自己的伤口，不由得开口说道，还是我自己来吧。说完，吴凡就开始自己清理伤口，熟练的进行包扎上药。你也是大夫？那个大夫有些惊讶的问吴凡道。他发现吴凡的动作居然比他还要熟练，学过一些医药知识。吴凡说道。要知道李药师可是宗师级药师，实力强大，他在药理方面的了解远不是其他人所能比的。虽然李药师主要只是教授了吴凡炼药方面的知识，但是对于一些简单伤口处理等还是偶尔会说到的，而就是他简单的说的几句，简单的提点一些，都不比其他的药师差，比眼前这个明显水平不怎么样半吊子大夫要强多了。药师和大夫在这个时代那可是稀缺人才，吴凡他们飞鸟营只是杂牌军，显然不可能配备太好的大夫，至于比大夫身份更加尊贵的药师，那就更不可能了。你的水平比我高，处理的比我好。那个大夫有些尴尬和佩服的对吴凡说道。他实际上只是一个还处于学习期的见习大夫而已，被派到这支运粮队里，本来以为不会有什么需要他出手的地方，却是没有想到会遇到今天这个事情。我也就半吊子水准而已。吴凡说道。的确，他自己也没有详细的学过这方面的知识，简单的处理伤口还行，要是更复杂的情况他就处理不了了。想到这里，吴凡对于像李药师全面的学校药方面技能的想法更加迫切了一些。在这个冷兵器时代，会一些药理技能在战场上是可以救人的，能救自己也能救别人。在吴凡休息的时候，另一边战斗也已经进入了尾声，红眼狼群失去了头领之后，实力大减，被众人联合击败，死的死，逃的逃，众人的危机算是解除了。接下来就是打扫战场了。这次红眼狼死了不少，对于这些穷苦出身的人来说，这也算是一个可以加餐的机会，所以众人兴致都比较高。而对于有些红眼狼的尸体陡然消失的事情，他们似乎并不在意，可能已经见怪不怪了。吴凡这个时候也站了起来，朝着之前那只红眼狼王的尸体走去，他可是一直惦记着那只红眼狼王的尸体呢。吴凡在其他人之前走到那红眼狼王的尸体旁边，用手轻轻摸了一下，那红眼狼王的尸体就消失，进入了他的背包之中。之后吴凡没事人一样转身，施施然的离开。至于其他的红眼狼的尸体，他也就没有去和其他人抢了。咦，红眼狼王的尸体呢？我刚刚明明还看到在这里的，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吴凡的身后响起了疑惑的声音。可能是那些红眼狼走的时候把他的尸体带走了吧。另一个声音道。也许吧。找不到红眼狼王的尸体，两人也只能是作罢，继续去寻找打扫其他的红眼狼的尸体。吴凡听了他们的对话，微微一笑，也不说破，走回自己大队所在的地方休息。战斗结束之后，各个大队的人都在以大队为单位的聚集休息，彼此之间倒是泾渭分明。队长，你也受伤了？没事吧？吴凡刚坐下，牛二便走过来关心道。没事，一点小伤而已。吴凡说道。对了，将这些药给那两个受伤的兄弟敷上。吴凡从怀中掏出小药瓶，递给牛二道。这个小药瓶是在离开隐者村的时候，李药师给吴凡准备的东西，可以快速的止血，愈合伤口，自己刚刚也用了一些。因为数量不是很多，所以吴凡也没法给太多人使用，不过给自己小队内的两个受伤的人使用，却还是可以的。队长，这是什么？牛二一边接过，一边问道。治疗伤口的药。吴凡随口说道，效果很不错的。李药师拿出来的东西，那能差吗？牛二点点头，拿着药瓶去给受伤的两个战友敷药。
吴凡这个时候才有机会拿出之前从红眼狼王身边捡到的金属牌子。坐骑令牌可以幻化出任何一种坐骑，令牌状态下可以自行修复坐骑状态。居然是坐骑！吴凡一阵欣喜。之前看着周山等人骑着马的时候，吴凡就一阵羡慕。只可惜战马是稀缺资源，他这样的小队长是没有资格骑的，只能是羡慕的看着。而现在他居然从红眼狼王的身上爆出了一个，来的还真是及时。只是该怎么解释马匹的来源呢？吴凡顿时又苦恼了起来。自己总不能突然就变出一匹马来吧？那样说的话，谁会信？有坐骑居然不能骑，还真是不爽啊！吴凡心里想到。不过有总比没有的好，在这个时代，战马是战略物资，就算是有钱都未必能够买到的，自己有了之后，以后会有机会用到的。感觉怎么样？周山来到吴凡的身边，坐在问道。本来就没什么大碍。吴凡笑道，现在更没事了。没事就好。周山说道，说实话，你刚刚的表现还真吓了我一跳，原来我之前一直小看你了。周山说这话的时候有些感慨。之前周山就已经意识到吴凡的不凡，学什么东西都很快，但是当刚刚真正战斗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还是小瞧了吴凡，吴凡真正的实力比他想的还要强得多。队长，你这么夸我，我都不好意思了。吴凡笑道，你没必要去谦虚，军队里是以实力说话的，你实力强，别人就会尊重你，你实力不行，就算是再谦虚，也不会有人将你当一回事。周山说道。吴凡其实也感觉到了，在他从众狼之中击杀狼王之后，队伍里的其他人看向他的眼神都有些不同了，带着些许的敬畏和佩服。这个时候，于飞带着其他几个大队长走了过来，一脸亲切笑容地看向吴凡说道，你叫什么名字？吴凡看了看周山，又看了看于飞，这是我们飞鸟营主将于飞于将军。周山给吴凡介绍道，不过语气里却不见多少恭敬。飞鸟营是一个杂牌军，主将也不过是一个五品的皮将而已，在真正的将官们面前，这个皮将根本就不入流。不过在飞鸟营的这些农民们面前，于飞还是常常以将军自居的。见过于将军，我叫吴凡。吴凡站起来拱手道。吴凡，好名字。于飞笑呵呵地说道，刚刚你的表现非常好，怎么样，要不要跟在我的身边当我的亲兵？作为五品的皮将，于飞是有资格带亲兵的。亲兵不占军队名额，不能领军饷，他们每个月的银子来源于自己的将官，而且这些将官们还会给自己的亲兵最好的装备、最好的训练，毕竟亲兵可以说是他们身边的最后一层保障，也是他们最信任的人。亲兵可以算是这些将官们的私兵，不在军队序列，所以亲兵的待遇是要比普通的士兵好上不少的。而且他们一般都不会去上战场一线，而是会留在自己将官的身边，相比于普通士兵，无疑是要安全很多。亲兵？吴凡听到于飞的话，微微一愣，这不就是私人保镖的意思吗？吴凡这边刚准备拒绝，周山已经抢先开口了。于将军，吴凡是我第3大队的小队长，我正准备将他推荐到正规军中去，恐怕不会去给你当亲兵。周山这是替吴凡拒绝了于飞的邀请，而且拒绝的还很生硬直接。周山并不想吴凡去给于飞当亲兵，亲兵的待遇虽然要比一般的士兵要好，但是升职的途径却会很窄，立功的机会少，而且就算是立功了，那功劳也会算在他们的主将身上，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身上。毕竟亲兵已经是别人私兵了，除了他们的主将愿意给他们升职的机会，不然的话可能一辈子都只是亲兵。而在周山看来，于飞显然不是那种民主，吴凡跟着他不会有什么好的前途。本来乐呵呵笑容的于飞听到周山的话，脸立即就冷了下去。周队长，我在问吴凡的话，不是在问你，你不要乱插嘴。于飞训斥道，还有之前的事情我还没有和你算账呢。于将军这话是什么意思？周山微微一愣问道。什么意思？于飞冷笑一声说道，因为你擅作主张，没有我的命令就擅自出击，致使第3大队多人受伤，损失惨重，还牵连到了其他大队，致使其他大队出现伤亡，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你要为此负责。负责？你想让我怎么负责？周山也不辩解，反问道，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第3大队的队长，降为中队长，第3大队大队长由我兼任。于飞冷冷地说道。于飞早就看周山不顺眼了，这个时候有机会自然是不会放过对方的。将军，这里面有误会。吴凡开口道，当时情况危急，周队长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所以才出击的。我觉得周队长不但没有过错，而且还有功，如果不是周队长及时出击的话，红眼狼群的数量只会更多，我们想要击退红眼狼群只会更加困难，付出的代价会更大。误会？没有什么误会，这都是我亲眼所见。于飞冷哼一声说道，对于吴凡脸色也没有之前那么好了，身为飞鸟营的主将，难道对形势的判断还不如你们2个？本来于飞看到吴凡身手不俗，便有了招揽的心思，将其收到自己帐下当自己的亲兵，毕竟亲兵实力越强，他自己也就越安全。只是现在看来，这个吴凡似乎有些不识趣，和周山走得有些近，居然还为周山说话，这让于飞很不满。可是吴凡并不认同于飞所说，还想要为周山辩解。吴凡，你别说话。周山开口，随后他看向于飞说道，于将军，你虽然是我的上级，但是我这个大队长的职位并不是你任命的，你也同样没有资格拿掉我大队长的头衔。如果你真的想要撤掉我这个大队长，还请于将军向上面禀报，只有上面有决定，我不会有任何意见。周山的意思很明显，你想撤我的大队长，你没那个资格。于飞虽然是飞鸟营的主将，但是几个大队长的任命都是上级任命的，并不是于飞自己任命的，所以
他想要撤掉舟山的大队长职务，只能是向上级请示，他有建议权，却没有决定权。你，于飞气急，指着舟山说道：“你别得意，我这就去写信请示，我保证，你这个大队长当不了多久。”于飞虽然不能直接罢免舟山，但是他好的也是飞鸟营的主将，对于手下的任命，上面的人多少会给他面子的，所以只要他坚持这个决定，他相信上面的人会同意的。请便。舟山淡淡的说道，脸上丝毫不慌。好，很好。被舟山这么轻视，于飞脸色气得有些狰狞，随后他看向吴凡，说道：“我刚刚的话，你自己再考虑考虑，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当我的亲兵的，能当我的亲兵，那是你的荣幸。还有，以后离舟山远点，免得被牵连。”说完，于飞就准备转身离开。其他几个大队长幸灾乐祸地看了看舟山，也准备跟着离开。等等，吴凡这个时候突然出声，喊住了于飞等人。怎么？考虑清楚了？于飞转身看向吴凡，这就对了，当我的亲兵，那是你的机会，我也不会亏待你。别学这个舟山，不识抬举。于将军，我的确考虑清楚了。吴凡看向于飞说道，我决定拒绝你的邀请，我不想当你的亲兵，只想当一名普通的士兵，一名飞鸟营第3大队的士兵，周大队长手下的士兵。所以，你的这个荣幸、机会什么的，还是留给别人吧。给你当亲兵？给你当私人保镖？我脑子秀逗了才会答应。吴凡对于于飞的招揽一点心动的感觉都没有，更何况在见识到于飞的为人之后，他对于飞跟上半点好感都没有。好，你们两个好得很。于飞被吴凡气着了，本来自信满满的觉得吴凡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一定会答应，却是没有想到吴凡拒绝的这么干脆，这么直接，和舟山一样，丝毫不给自己面子。有你们两个后悔求我的那天。于飞气呼呼的说完之后就离开了。其实你没有必要那么说，那对你没有好处。舟山对吴凡说道，之前他不想让吴凡开口，就是不想让吴凡和于飞结仇，却是没有想到吴凡的做法那么干脆。难道周队长想要让我给他当亲兵？吴凡说道。那当然不。舟山否定道。那不就结了？吴凡笑道，只要我拒绝他的邀请，不管怎么说，他都会觉得我不给他面子，不识抬举，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他都会记恨我。你这没说，好像也没错。舟山也笑了，这个于飞就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真本事没有，整天还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他开口要你给他当亲兵，只要你拒绝，他就会觉得你不识抬举的。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有我在，他不敢把你怎么样。舟山说道，大不了我将你送离飞鸟营，这点本事我还是有的。实际上舟山一直想要让吴凡离开飞鸟营这种杂牌军，去正规军之中，这次或许是一个机会，要是于飞做得太过分的话，他正好借此机会让吴凡离开这里。我没有担心。吴凡笑道。吴凡看重的是这个世界的资源，看重的就是能够从这里获得各种宝贝，对于职位什么的他并不在意。倒是队长你。吴凡说道，我看那于飞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你会不会有事？有事？能有什么事？舟山说道，大不了不当这个大队长，我也不在乎这个大队长的身份。一个杂牌军的大队长身份，舟山的确是没有看在眼里，只是对于于飞这种小人行径，他非常的不耻。吴凡心里多少有些为舟山鸣不平。舟山能力是有的，只可惜遇到于飞这种人，之前要不是舟山及时带着第3大队的人顶上去，恐怕他们现在已经被红眼狼群给击败了，那样的话损失会更加的严重。然而舟山的先见之明并没有给他带来荣誉，反而是成了他被针对的理由。本来吴凡还在想着自己第一个冲向狼群，又斩杀了头狼，也算是立功了，他还在幻想着自己立功之后是不是可以免除兵役呢。现在看来实在是他想多了，他没有和舟山一样被于飞挑刺，已经算是幸运的了，至于功劳更是想都别想。果然想要立功免除兵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吴凡心里感慨道。只是除了通过这个途径免除兵役，吴凡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他倒是想要让于飞一怒之下剔除自己呢。只可惜这兵役是皇帝命令征召的，于飞就算是对吴凡再有意见，也没有资格开除吴凡，顶多是让吴凡没有机会升职，做更累更苦更危险的事情，而那些显然不是吴凡想要看到的。队伍经过简单休整之后便继续出发了。队长，你刚刚给的那个是什么药？效果真不错。牛二来到吴凡的身边小声地问道，似乎生怕别人听到一样。疗伤药而已。吴凡说道。怎么样？那2个人伤口处理好了？药效很好。牛二说道。队长，你太厉害了，跟着队长你果然没错。少拍马屁了。吴凡笑道。这哪是拍马屁啊，这是实话。牛二一脸认真地说道。你看，你又是请我们吃饭，又给我们准备武器，现在还有那么厉害的疗伤药，跟着你比跟着其他人安全多了。队长，等你以后当了将军，我就给你当亲兵吧，一辈子跟着你。亲兵？吴凡又听到了这个熟悉的词汇。你不是想要当大将军，封侯拜相的吗？我那都是说着玩的。牛二不好意思地说道。那是队长你这样的人才有机会的，我们这种人怎么可能做到？别丧气。吴凡说道。说不定你以后就能做到，给我当亲兵，可就没有那个机会了。而且我也就是一个小兵而已，可没有资格拥有亲兵。队长，你一定可以成为将军的。牛二肯定地说道，甚至封侯拜相都很有可能。封侯拜相？那可不是吴凡的梦想，他就想要多赚点钱，当个富家翁就可以了。因为有伤员的缘故，整个运粮队前进的速度都慢了几分，本来还不是很着急的于飞，觉得以这样的速度走下去，有可能会误了期限，所以他命令整个队伍将速度给提起来，
这让很多伤员都是心有不满。一时间，整个飞鸟营中很多人对于飞都有怨言。早晨，吴凡锻炼结束之后没有回家，而是打车去了望源街。望源街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会很陌生，吴凡之前就不知道江州有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在江州古玩圈子里，这里却是鼎鼎有名，因为这一条街上所有的店面摊位都和古玩有关。吴凡也是从王子明那里知道江州有这么一个地方的。之前吴凡为了购买店面的钱而发愁的时候，就在想着该怎么尽快的赚钱。游戏世界暂时是没有办法提供太多帮助了，只能是从现实中想办法。不过现实中的吴凡更加没有多少赚钱方式，只是那天和王子明参加完拍卖会之后，吴凡终于想到了一个赚钱的方式。既然自己可以利用鉴定术发现那幅表面看上去很拙劣的字画中暗藏乾坤，那不是也可以发现其他类似的情况？虽然说这种情况可能很少见，但是万一呢？吴凡现在就是抱着这种万一的心态前往望源街，这个江州有名的古玩一条街。望源街上很热闹，街道两边的路上沿路摆着不少的小摊位，这些摊位上摆放着各种物件，有瓷瓶、古铜钱、字画、砚台等等，有些东西上甚至还带着新鲜的泥土，似乎是在证明这东西是刚刚出土一样。那些摊位上的商贩们，有的安静地坐着，一脸的高傲，似乎对自己的东西很自信，不愁卖不出去；有的则是一脸的热情地向路过的行人介绍自己摊位上的东西，和普通商贩没有什么两样。在街道的两边还有不少的店面，这些店面也都是古董店，能够在这里开店面，实力都是比较雄厚的。吴凡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心中甚是好奇。不过吴凡也记得王子明对自己的提醒，这种随意摆放的小地摊虽然也有古董，但是还是以赝品居多，真正的古董少之又少。倒是一些爱好简陋的人很喜欢光临这样的地方，想要买真的古董，最好去街道两边的店面内，那里面虽然也有赝品，但是真品居多。总之，在这里买东西考验的是眼力和阅历，甚至带着一些小小的运气。而吴凡今天来这里就是来捡漏的。吴凡随意的对这些摊位上物品使用了鉴定术，结果一连看了6、7个摊位，上面摆放的东西居然都是假货，都属于高仿，连一件真品都没有的。果然，想要捡漏不是那么容易的。吴凡心里苦笑道：这些东西明明都是赝品，但是在那些商贩们的嘴里却成了一个个稀世之宝，叫出的价格一个比一个高。吴凡摇头，谁要是真信了他们的话，可能连老底都给赔进去。虽然有些失望，倒也能够接受。吴凡本来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的，就算是真捡不到漏，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当吴凡又换了一个摊位的时候，终于发现了一件真品，一个明朝时期的折扇。吴凡来了兴趣，蹲下来拿起那把折扇把玩。除了吴凡外，这个摊位上还有另外一个老者也在看东西，不过他看的是一个瓷器盘子。小兄弟，喜欢这柄扇子？眼光不错，那可是明朝时期的玩意，李风华李才子的随身折扇。那老板看吴凡把玩折扇，便开口道：你要是喜欢话，60万拿走。开口就是60万。吴凡一阵啧舌，古玩这一行果然是很耗钱，这样一柄折扇居然就要60万。吴凡发现真品的喜悦之情顿时消散一空。虽然他发现了真品，但是很显然这个老板也知道这个情况，要价并不低，所以他想要捡漏是不可能了。我就随便看看。吴凡放下折扇说道。听到吴凡的话，那老板热情的表情顿时就冷却了下来。看就看，别乱摸，摸坏了你赔得起吗？这可都是古董，没钱就不要学人家玩古董。老板，你这么说就有些过分了，就算是不买，看看摸摸也不过分。而且我看这位小友看的时候是很小心的。蹲在摊位上的那个老者开口道。是。那老板并不反驳这老者的话，因为他看出来了，这老者是一个有购买力的人，对方明显对那个瓷器盘子感兴趣，是他的潜在顾客，所以这个时候就算是心中有不同意见也不会表达出来。小友也对古玩感兴趣？那老者看向吴凡问道。有点。吴凡说道。对于老者给自己解围，吴凡心里还是有些感激的。古玩这一行靠的是经验和眼力，老朽在这一行沉浸多年，倒是有些经验，极少被打眼，有时间我们可以交流交流。那老者对吴凡说道。老者说的倒是很自信，可你手里拿着那个高仿瓷器盘子，看了半天算是怎么回事？吴凡心里吐槽道。行啊，有机会我可以向您请教请教。吴凡说道。请教说不上，我们互相切磋，互相切磋。老者笑道。不过从他脸上自信的表情来看，他对于自己的鉴赏能力还是很自信的。我说这位老先生，这瓷器你也看了半天了，到底买不买？您给个话。那老板见老者和吴凡居然旁若无人的聊了起来，语气有些不满的说道。催什么催？被老板催促扰了自己的兴致，老者似乎有些不满。我买的可是古董，不是大白菜，不得好好看看？你这么急着让我买，是不是心里有鬼？怕我看得太仔细，看出什么问题来？我摊位上都是真品，我心里有什么鬼？那老板嚷嚷道。你不买可以，但是你不能诬陷我的东西。这个时候，一个中年男子在老者的身边蹲下，看到老者手中的瓷器盘子，顿时眼睛一亮，说道。老板，这东西我能看看吗？当然可以。那老板说道。随后他对老者说道。你不买就放下，有客人买。说着从老者手中拿过那个瓷器盘子递给中年人。老者顿时急了，说道。谁说我不买的？买东西也得讲究一个先来后到吧。这盘子是我先看的，我都没有说不买，你怎么能卖给其他人呢？那你到底是买不买啊？
我看这盘子不错，你要是不买的话，我就买了。那个刚来的中年人说道，眼睛还不时地看看手中的瓷器盘子，似乎真的看上了一样。对啊，你也看了半天了，到底买不买？给个话，不买的话，趁早说，别耽误我做生意。那老板也说道。在两人的催促下，那个老者似乎也有些急了，生怕这老板将盘子卖给其他人，连忙说道：“80万是吧？我买了。”听到那老者的话，老板脸色一喜，立即说道：“好。”就是老者旁边的那个中年人也是闪过一阵欣喜。等等，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在旁边看戏的吴凡突然开口道：“怎么了？你也看上这盘子了？这老先生出价80万，你只要出的价比他高，这盘子就是你的。”老板以为吴凡也看上这个瓷器盘子了，当场就将老者给卖了。对他来说，卖给谁都行，只要价格高就可以。你怎么能这样？不是说好这盘子卖我的吗？那老者急了，他似乎真的蛮喜欢这个瓷器盘子的。他又看向吴凡，说道：“这位小友，这盘子是我先看上的，你可不能横刀夺爱。我不买这个盘子。”吴凡摇头说道。老者听到吴凡的话，似乎松了一口气。倒是那个老板听到吴凡的话，脸色的喜色顿时消失，脸板了起来，说道：“早知道你是穷鬼，没钱就别在这瞎捣乱，赶紧走。”吴凡也不理会那老板，而是看向那老者说道：“老爷子，不但是我不买，这东西你也不能买。”为什么？老者问道。因为它是假的。吴凡说道。小子，我警告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我这可是正宗的清朝时期的青花瓷，卖它80万已经算是很便宜了。你不懂，不要在这里瞎说。那老板对吴凡说道。对啊，小友，经过我的鉴定，这的确真品，你看走眼了。老者似乎对自己的鉴赏水平很有信心。看走眼的是你。吴凡微微一笑说道，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清朝时期的青花瓷，这是上个月才在江丽的一个小作坊里制作出来的。制造这个瓷器盘子的师傅叫李谷飞，迄今为止已经制作了不下100个高仿了。虽然是假的，不过手艺高超，常常以假乱真，很少有人能够分辨出来。吴凡说到这里，顿了顿说道：“不巧，我就是那少数能够分辨出来的人之一。”吴凡这话说得很淡，却又充满自信。你胡说八道！那老板气急，眼里还是一丝慌乱。他虽然不知道制作这个瓷器的师傅叫什么名字，但是他自己心里清楚，自己手里这个瓷器盘子的确是从浙江丽市而来，也的确是上个星期才刚刚被制作出来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清朝的古董。可是这个事情知道的人很少，除了自己之外，就没有几个人知道自己从哪里弄来的这个瓷器盘子。那吴凡是怎么知道的？难道自己身边有人泄密？还是说吴凡之前也见过类似的瓷器盘子？至于说吴凡是靠真本事鉴定出来的，这个老板是不相信的。从那个作坊出来的东西仿真度非常的高，一般的古玩鉴定大师都看不出来，这个年轻人能够看出来，他比那些大师们还要厉害。这一点他是不相信的。真的是假的？倒是那个老者听到吴凡说的那么详细，心里有些犹豫了。你别听他胡说，我这绝对是真品。那老板见老者怀疑，顿时也有些急了，他给老者旁边的那个中年人使了一个眼色。那中年人会意，开口道：“一个黄毛小子能够懂什么？这东西你要是不要，我就买了，80万是吧？这钱我出。”说着，那中年人便做出要付钱的姿势。老者本来已经被吴凡说的有些怀疑了，这个时候确实又有些不甘心放弃。吴凡心里微微摇头，要不是看在这个老者刚刚帮自己出头，自己对这个老板又很讨厌的话，他还真不想继续管这件事下去了。只是吴凡最终还是没有就此离开，因为那老板之前对他的态度让他很不爽。这的确是一个赝品。吴凡说道。你还说信不信我打你？老板怒道。如果是其他人说他地摊上的东西是赝品，他可能还不会这么生气，可以理直气壮的和对方争辩一番。但是当吴凡将这件赝品说的那么详细的时候，这个老板心里是发虚的，他总觉得吴凡似乎知道些什么，所以他现在只想吴凡赶紧离开，不要坏了自己好事。怎么恼羞成怒了？吴凡却是丝毫不慌，一个暗劲高手他都能够对付，又岂会在意一个地摊老板？小子，你找死！那老板气急，挥舞着拳头就朝着吴凡砸来。吴凡轻轻伸出右手，轻松地抓住了对方的拳头，淡淡的说道：“怎么还想动手？”那老板见自己居然被吴凡轻松地挡住，心里更是气急，拼命的加力想要挣脱吴凡的控制。不过无论他如何用力，都无法挣脱吴凡的控制。吴凡的手就像是一个钳子一样，牢牢地将他的拳头给钳住。吴凡微微用力，那老板顿时惨叫一声，本来因为用力过度而涨红的脸顿时惨白一片。稍微教训了一番这个地摊老板之后，吴凡这才松开对方。那老板揉着自己已经明显发红，还有几条勒痕的手，怨毒地看着吴凡，却也在心里对吴凡忌惮不已。而吴凡没有注意到，在他教训那个地摊老板的时候，旁边的老者眼睛明显亮了几分，眼神饶有兴趣地打量吴凡，就好像看到了什么非常感兴趣的东西一样。我说这个东西是假的，它就是假的。吴凡继续说道，制作这个瓷器盘子的师傅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在瓷器盘子的底部花纹内刻一个小小的李字，以表明这瓷器盘子是他所做。那个字非常的小，而且还巧妙地隐藏在花纹之内，不仔细看的话根本就看不到。当然他这么做应该也有炫耀的意思，彰显他的技艺高超，购买者分辨不出真伪。还有刻字。那老者听吴凡这么说，将瓷器盘子拿过来仔细地看着，甚至还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放大镜。还真有。不多久，那老者激动惊讶地说道：
这下信了吧？吴凡说道。信了，信了。那老者说道。没有想到小友你的古玩鉴赏能力居然这么强，这样高质量的仿货居然都能够看出来。老者说到这里，心里一阵汗颜，亏自己之前还在吴凡面前吹嘘自己古玩鉴赏能力有多强，极少看走眼呢，却是差点就被骗了。老爷子，其实我相信你仔细看的话也能够发现。吴凡笑着说道，只不过你被他们两个人演的双簧给扰乱了心智，看的也就没有那么仔细了。双簧？老者愣了愣，随后眼神在那老板以及他旁边的中年人的身上转悠了一圈，恍然道，你是说他们是一伙的？吴凡点点头。老者旁边的那个中年人脸上有些羞怒，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哼！那人说完站起来就离开了。眼见老者已经发现这个瓷器是假货，不可能购买了，他继续留在这里陪着老板演戏也已经没有必要了。老者一看那中年男子的表情，就知道吴凡说的不错，那人和老板果然是一伙的。小友，今天要不是你的话，我就要被骗惨了。老者感慨道。他倒不是在意钱，那点钱他并不在意，但是他在意的是脸面。他喜欢在自己好友们面前展示自己的藏品，炫耀自己的眼光，如果拿一个假的出来给别人看，那多丢人。我也就随口说说。吴凡笑道。这摊位的老板见两人在自己面前有说有笑，心里气得不行，尤其是对吴凡更是恨不得锤死他，只是他知道自己不是吴凡的对手，不敢贸然动手。小友，你我一见如故，不如找个地方喝杯茶，好好聊聊。那老者说道。行啊。吴凡倒也没有拒绝。本来吴凡是想要来捡漏赚点钱的，结果到了这里才发现想要捡漏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除非像那天晚上的那种特殊情况，不然的话这些卖古玩的一个比一个精明，眼光也是不差，自己想要捡漏怕是很难。当然来的时候吴凡也就是抱着万一的心态来的，所以虽然没有捡漏成功，倒也不算太失望。两人一起离开，那老板满是不甘，一笔大单子就这样飞了，心里对吴凡怨恨不已。吴凡和那老者来到望源街外面的一家茶楼，互相自我介绍之后，吴凡知道这老者姓方，来自帝都，是一个古玩爱好者，这次来江州也是想要参加明天晚上的嘉华夏季拍卖会的。巧了，我明天晚上也要去参加那个拍卖会，到时候我们又要碰面了。吴凡笑着说道。吴凡小友也要去？老者听到吴凡的话，眼前一亮，说道，也是，以小友的鉴赏能力，想来在古玩收藏方面很有心得，这样的盛会自然不会错过，到时候我们可以在现场多交流交流。看得出来方老爷子对于吴凡的古玩鉴赏能力还是很信任，也想要和吴凡在这方面多交流交流。我向方爷爷讨教才是。吴凡说道。讨教不敢。方老爷子说道，今天的事情要不是你在的话，我指定是要受骗了，让我们那些老友们知道我被骗的话，还不知道要被他们笑话多久呢。吴凡笑笑，这方老爷子还挺要面子的。两人在茶楼聊了好一会，这才散去，聊的话题主要都是和古玩有关。吴凡对于古玩其实了解的不多，所以大多数时候都是方老爷子在说，他在听。看得出来这方老爷子在古玩这一行的确沉浸多年，很多知识典故什么的随口就来，比吴凡这个半路出家的要强了不少。今天的事情要不是那两人唱双簧的话，吴凡相信方老爷子应该也是能够看出来的。吴凡离开茶楼之后，方老爷子并没有第一时间离开，而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着吴凡离开的方向，陷入了沉思，脸上的表情也已经没有了之前面对吴凡时的那种笑呵呵和蔼的样子了。方老爷子手指在桌子上敲了几下，很快一个西装男子就出现在他的背后，速度之快犹如鬼魅一般。去查查他的情况，我要他的详细信息。方老爷子并没有看向来人，眼睛一直看着吴凡离开的方向，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一般。是。那黑色西装男子应了一声，随后就消失离开。吴凡，有意思的小朋友，你到底是谁呢？方老爷子低声自言自语道。之前方老爷子之所以邀请吴凡来喝茶，不仅是因为吴凡帮了自己，也因为吴凡的身手。吴凡之前挡住那地摊老板的一拳看似普通，但是方老爷子却是看出了其中的不凡，这让他对吴凡有了兴趣，这才拉着吴凡过来一起喝茶。而喝茶的时候，方老爷子发现吴凡似乎对于古玩鉴赏的确不是很懂的样子，这就让他奇怪了，一个不懂古玩的人是如何看出那个瓷器盘子是赝品的？这有点说不通，唯一的解释就是吴凡和那个地摊老板是一伙的，他们是联合起来演戏而已。目的吗？可能是为了接触自己。这倒不是方老爷子自作多情，而是因为他的身份，平时就有不少人费尽心思的想要接近他，获得他的赏识，这吴凡会是其中一个也并不奇怪。另外在聊天的时候，方老爷子看出吴凡体内气血充盈，这显然不是一个普通人所能够达到的，必须是经过长期修炼才有的效果，也就是说吴凡不是普通人。然而吴凡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却说他自己是一个普通人，这就让方老爷子更加怀疑吴凡的身份以及他之前那么做的动机了，这才在吴凡离开之后让人去调查吴凡一番。吴凡不知道自己好心出手帮忙，却是平白让人怀疑自己的身份和动机，如果知道的话，或许他之前就不会主动开口了。然而对于吴凡来说，这件事还不算完。在吴凡离开酒楼后不久，他的前面就出现了几个人，拦住了他的去路。终究有之前那个地摊老板以及那个装作要买东西的中年人。小子，我们等你很久了，你总算是出来了。那个地摊老板一脸阴笑地对吴凡说道。等我？有什么事吗？吴凡看了看这几个人，脸上依旧平静，
那个地摊老板预想中的害怕、祈求放过的表情并未出现。什么事？那老板怒道：你坏了我的好事，还问我什么事？今天我不将你的腿打断，你都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那老板的确是对吴凡非常的生气，本来已经眼看着到手的买卖，就因为吴凡的多嘴而黄了，他能不生气吗？好不容易碰到这么一个有钱又看走眼的人，他也不容易啊，现在被吴凡给搅黄，当时他就恨不得将吴凡给锤死。只是他发现自己不是吴凡对手，这才隐忍了下来，找了几个帮手来堵吴凡的路。今天他要是不教训吴凡，他觉得自己可能要很久都睡不着觉。又是打断腿，你们就不能有点别的台词？吴凡吐槽道。你什么意思？那老板倒是被吴凡说的一愣。没什么意思，要打赶紧的，我还有事。吴凡说道。吴凡的确还有很多事要做，要练剑，要采购等等。小子，你太嚣张了！吴凡不在意的态度更加的惹得那老板不高兴的，他对自己旁边的人说道：都给我上，给我废了他。那老板之前见识过吴凡的厉害，所以这才叫了7、8个人来，这些人多半都是这条街上摆地摊的，他们平时互相联合坑人，像吴凡这种行为是他们所有人都讨厌的，所以这才都来教训吴凡。看着一窝蜂冲上来的人，吴凡微微摇头。这些人虽然多，但是要说威胁，肯定是比不上费云的，甚至连之前的牛哥等人都不如。吴凡看到第一个冲到自己面前的正是之前那个和老板眼双黄的中年人，吴凡也不客气，抬起腿对着对方的胸膛就是一脚。那人本来还气势汹汹的想要过来教训吴凡一顿，结果还没有碰到吴凡就被吴凡踹飞了出去。其他的几个人被吴凡这凌厉的一脚给吓了一跳，不过他们都已经冲到吴凡的面前了，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后退了，只能是硬着头皮上了。而且他们也不相信，他们这么多人还对付不了吴凡一个。然而事实证明，人多未必有用，尤其是在吴凡的面前。吴凡面对他们的围攻，不退反进，直接冲进他们中间，左边一拳，右边一脚，每一次出手必定是有人倒地，而且只要倒地就暂时的失去了战斗力，短时间内根本就爬不起来。一边还没有上来的那个地摊老板看到这一幕，直接就愣住了。这是什么情况？他是超人吗？怎么这么厉害？还在他愣神的时候，吴凡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你要干什么？那老板被吓得有些结巴了。吴凡一手揪住对方的衣领，轻松的将这个超过160斤的老板给拎了起来。吴凡瞥了一眼对方放在身后的包裹，那里面应该是他摊位上的东西，接着淡淡的说道：你放心，虽然你要打断我的腿，但是我是不会那么野蛮的，也要打断你的腿。那老板听了吴凡的心里松了一口气，不被报复就好，我就只会让你摔个跟头而已。吴凡接着说道。那老板听了之后心里更加放心了，只是摔个跟头嘛，完全可以接受的。随后吴凡就将他随手扔了出去，那老板在空中的时候嘴角还带着笑，只是在感慨吴凡的力气而已。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了不妥，因为他飞行的方向正是他放着包裹的地方。哗啦，那老板落地的时候准确的落在了他的那个包裹上，顿时一片稀里哗啦的声音传来。啊，我的宝贝！那老板落地之后也顾不得身上传来的疼痛，连忙手忙脚乱的爬了起来，打开包裹，看到的一幕直接就让他崩溃了。吴凡猜的没错，他那个包裹里都是之前摆放在地摊上卖的东西，其中就有那个差点骗了方老爷子的瓷器盘子，以及吴凡看到那个珍品折扇。结果现在这些东西全部都被他给压坏了，瓷器成了碎片，那柄折扇也被压扁，同时还被瓷器碎片给划破了，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全部都坏了，可以说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幸免。我的盘子，我的折扇，我的佛珠啊！那老板说着说着都要哭了出来。虽然这里面大多数都是赝品，但是还是有那么1、2件真品，还是能够卖不少钱的。而且就算是那些赝品，碰到方老爷子这种也还是能够卖到钱的。结果现在全没了。吴凡在一边淡淡的看着，他刚刚是有意为之，算是给这个老板一个教训，另外也让他以后不能再骗其他人。都是你！那个老板手中拿着瓷器碎片，指着吴凡怒道：都是因为你，你赔我这些东西。我为什么要赔？吴凡淡淡的说道：是你们先动手的，我只是被动还手而已。而且那些东西也是你自己压碎的，和我有什么关系？另外你那里面都是假的，你有什么脸找我赔偿？我这都是真品！那老板吼道。这话你自己信吗？吴凡淡淡的说道。我不管，你一定要赔，不然的话你别想走。那老板说道。我想走，你要拦着我吗？吴凡说道。你别想走。那老板似乎被刺激的不行，忘记了吴凡的身手，居然朝着吴凡冲了过来。吴凡也不客气，转身就是一脚将对方踢倒在地。他冷冷的看着对方道：你要断我的腿，我没有直接打断你的腿，已经对你够仁慈的了，如果你敢再纠缠，别怪我不客气。那老板看着吴凡浑身杀气的样子，在地上下意识的往后挪了几步，浑身居然有些发寒。那一瞬间他猛然意识到吴凡不是在恐吓自己，而是真的会那么做。吴凡毕竟是在游戏世界里杀过人，身上弥漫着淡淡的杀气，平时别人或许感觉不到，但是当他真正动怒的时候，这股杀气却是会弥漫开来。吴凡见对方怕了，收起自己身上的气势，看也不看对方，转身就离开了。那老板在地上看着吴凡的背影，张了张嘴，却是什么话都没有说出来。他是被刚刚吴凡的样子吓住了。吴凡并没有太将这件事放在心上，虽然那个老板的确是会损失一些，但是对于这种骗人而且心狠的人，吴凡出手教训并不会有任何的心理负担。离开了望源街之后，
吴凡便前往了星月射箭俱乐部继续练习射箭。对于射箭的练习，吴凡一直都没有停止，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游戏世界，他都没有停止练习射箭。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射术的熟练度才能不断的提升了，从初级升至中级，而且现在还在不断的向着高级迈进。当然，因白鹤玉佩的原因，吴凡现在的射术实际上效果是高级，所以此时他的射术水平是要超过舟山以及星月俱乐部的那个教练的。只是吴凡怕自己将真正实力表现出来之后会吓到别人，所以一直都有隐藏实力。不过就算是这样，舟山以及那个教练两人都对吴凡在射术方面的进步非常的惊讶，他们都没有想到吴凡居然能够进步这么快。在射击俱乐部内，吴凡练习的剑道也已经从10米变成了18米，而就算是18米的剑道，吴凡也能够保证百发百中，甚至只要他愿意，可以保证每一箭都能够射中靶心。所以这几天吴凡练习射箭的剑道距离又变长了。星月俱乐部的那个教练看着正在50米剑道练习的吴凡，心里满是感慨。吴凡是他从头带到现在的，所以他最清楚吴凡射术水平的增长有多么的恐怖。从一开始5米的靶子都未必能够射中靶心，到现在50米的剑道也能够轻松命中。吴凡只用了1个多星期的时间而已，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绝对不会相信有人的射术水平能够进步这么快。这进步速度太过恐怖了。这个教练早就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教授吴凡了，他现在更多的只是在一边看着，他也想要看看吴凡最终能够达到什么水平。吴凡不知道那个教练心中的震惊和感慨，他自己对于自己射术的水平的增长也是很满意的。这钱总算是没有白花。结束完训练之后，吴凡便又去采购食材，准备晚上烧烤。因为那幅送客行的缘故，吴凡估计自己的烧烤生涯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居然还有些不舍，毕竟这份工作养活了他很长一段时间。另外，也正是在卖烧烤的时候，他获得了那枚足以改变他生活的戒指。现在知道自己快要改行了，吴凡心里自然别有一番滋味。晚上，吴凡的生意依旧火爆，周围学校的学生们以及一些游客行人们都成了他摊位的顾客，以至于他和刘一刀两人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有时间休息。最后哪怕是以他的身体素质，都感觉到手臂微微有些发酸。至于刘一刀，情况就更惨了，最后累得脸色都有些发白了。不出意外的话，过几天我就可以解决店面资金的问题。回去的路上，吴凡对刘一刀稍微透了透底，我们两个的烧烤生涯可能要结束了。真的吗？太好了！刘一刀惊喜道，顿时就觉得自己浑身又再次充满了力量，之前的那股疲惫的感觉都消失不见。吴凡点点头，时间不会太久，就这几天了，到时候你就可以回厨房了。老实说，让刘一刀这样的大厨来做烧烤，的确是有点暴殄天物的意思，他的战场应该是在厨房，而不是街道边。刘一刀一脸振奋地走了，吴凡对于未来也同样是多了几分期待。游戏世界中，吴凡刚到那里不久，队伍就已经启程，于飞的声音在众人的耳边不断的回荡，催促着众人加速行军。吴凡没有再坐在拉粮食的马车上，而是改为步行，倒是让他小队的那2个受伤的人员坐上了粮车上，这让那2个队员在心里对吴凡更为感激。距离吴凡他们10公里左右的距离，有一处弯弯延延的小山，小山的周边则是茂盛的树木、杂草。此时正有一群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人躲藏其中，这些人手中有的拿着刀剑，有的则是带着锄头、菜刀，眼神全部都盯着山前不远处的那条曲曲折折的道路。为首之人乃是一个30岁左右的大汉，他脸上有着表示牢犯身份的刻字，此时也和其他人一样盯着前面的道路，只是相比于那些面黄肌瘦的人们呆滞的目光，他的目光要显得更加凶狠、阴霾，而且他的身形也要比其他人更加壮硕。这大汉名叫杨志虎，1年之前还是一个游手好闲之人，后来炎风国国内局势日渐糜烂，不少地方都有人起义，他们当地也有那么一支起义军，喜欢好勇斗狠的杨志虎很快就加入了其中，并且凭借其还算不错的身手以及打斗时的凶狠，倒是很快就成了这支起义军的中坚力量。不过这支起义军并没有能够存在多久，就被朝廷的军队给镇压了。杨志虎作为这支起义军的重要成员，自然也就被捕入狱了，随后被判流放。只是这杨志虎并不甘心如此，在流放的过程中杀死衙役逃跑了，随后利用之前闯出来的名号以及他狠辣的手段，召集了一批人继续起义。1年的时间下来，杨志虎的起义军非但没有被剿灭，反而是发展壮大了许多，整个队伍已经有了3-4千人，成了当地一大势力。朝廷的军队数次想要将其剿灭，都没有能够成功，而杨志虎也成了通缉榜上的一员。不过上了通缉榜，非但没有让杨志虎感觉到害怕，反而是给他在起义军之中带来了一些声望，让他发展更快了一些。然而队伍壮大了，有好也有坏，好处自然是实力得到了增强，和朝廷的军队战斗也有了更大的底气和自信。这坏处嘛，就是队伍壮大，吃饭的嘴变多了。这个时候能够选择加入起义军的，都是一些吃不起饭的穷苦人，都是一些快要活不下去的人，才会走上起义军这么一条不归路的。所以他们加入起义军之后，第一个要求也是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要吃到饭，填饱肚子。为此杨志虎也很为难，粮食可不是那么好弄的，周边村镇之中有粮食的大户人家，要么已经被他劫掠过了，要么就是将粮食存储到县城之中。而在县城内可是有不少朝廷正规军的，他手下的人虽然不少，但是战斗力和那些正规军相比还是有差距的，更何况那高耸的城墙也足以让他望而却步。所以杨志虎只能想其他的办法。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得到了消息，朝廷要运送一批粮食前往荒野平原，以支援前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杨志虎就是眼前一亮，尤其是在知道
运送粮食的还都是一群没怎么经过训练、临时征召起来的人之后，他就更加动心。抢他！几乎没有丝毫的犹豫，杨志虎就做出了这个决定。随后，他就打听了那些运粮队前进的路线，最终选择了这个小山附近进行埋伏。头领，你说运粮队会经过这里吗？杨志虎的旁边，一个长得尖头鼠脑的人问杨志虎道：“肯定会经过这里，绝对不会错。”杨志虎自信满满的说道：“运粮队因为有很多马车的缘故，所以他们肯定是会走大路，而不是难走的小路。而从运粮队出发的地方到荒野平原，也就那么一条大路，就是他们眼前那一条。他们不走这里走哪里？他们的车上真的有很多粮食吗？”另一个人问道。说到粮食的时候，他的眼睛放光，舌头下意识地舔过嘴唇，满脸的渴望。有很多。杨志虎大声，随后他看向自己身后的人，大声道：“运粮队里有很多的粮食，你们就是躺着吃上3天3夜也吃不完。想要填饱肚子的，待会打起来的时候都别给我怂，都给我往前冲，杀死他们，抢走粮食。我要是发现谁胆小不敢打，粮食抢到了，他连1粒米都吃不到。都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众人齐声道。虽然众人的心里还是有些紧张害怕，但是想到能够填饱肚子，他们心里的恐惧也就没有那么严重了。上去战斗可能会死，而吃不到粮食也同样会死。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拼一下呢？他们当初选择加入起义军，不就已经是死罪了吗？还有什么好怕的？看到手下众人的表情，杨志虎心里很满意，他要的就是这样效果。他的野心很大，绝对不甘心只当一个起义军的小头领，他想要很多，所以他要不断的壮大自己的队伍，而壮大队伍就要有粮食，至于其他的东西都不是那么重要。哪怕是没有武器，他们也依然是可以依靠自己的手、自己的牙齿战斗，只要不让手下这些人饿死就行。也因此，当这些人以为自己抢到粮食就可以顿顿吃饱的时候，杨志虎却是已经在想着，一旦抢到粮食，只分一点点给这些人，让他们不至于饿死就行。至于剩余的粮食，他完全可以用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他的队伍。在这个时代，只要自己手中有粮食，那么就会有很多人投靠你。粮食非常的重要。这种情况下，杨志虎怎么可能会愿意让他们尽情的吃呢？在杨志虎想着怎么利用粮食的时候，他们视线的远处出现了一些人影。运粮队来了，都给我走快点，早上没给你们吃饱饭啊！队伍中，于飞骑在马上，趾高气昂地训斥着运粮队的人，想要让他们再加快一些速度。之前遭遇红眼狼群，再加上道路难走，都让运粮队耽误了一些时间，让本来不是很着急的于飞变得有些焦急起来。而且于飞还想要第一个到达荒野平原，那样的话还可以给那里的主将留下一个好印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够因此而得到赏识，提拔也不一定。这样一来，他就更加想要队伍的前进速度加快了。还真没有吃饱。牛二小声地嘀咕道：“他们虽然是运粮队，粮车上有很多的粮食，但是那些粮食是给前线的士兵吃的，他们是没有资格吃的，只能是吃自己随身携带的干粮以及队伍准备的一些馒头。不过馒头一顿只有一个，不要说对于牛二这样的大块头了，就是一般人都是吃不饱的。小声点，别被他听到。”吴凡笑着捅了捅自己旁边的牛二。可惜的是，吴凡虽然可以将这里的东西带回到现实之中，却是没有办法将现实中的东西带回到这里来。如果可以的话，他倒是可以从现实中带一些面粉、稻米之类的过来，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牛二等人吃，都是相当不错的。不过他也只能想想而已，根本就没法做到。听到就听到，我才不怕他呢。牛二说道。因为吴凡和周山对于飞的印象很不好，所以顺带着吴凡他们小队的人对于于飞都没有什么好印象。再加上这2天于飞不顾众人的感受，拼命的赶路，众人对他就更加没有好印象了。你在嘀咕什么？这个时候，于飞驱使着马匹过来，质问牛二道：“于将军，他在和我说他服兵役之前的事情呢。”吴凡马上说道。吴凡自己不是很在意这个兵役，甚至是死亡，他都不害怕，因为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但是牛二他们不行，他们是这里的原住民，而且还只有一条命，要是真被这于飞抓住什么把柄，出了什么意外，那就不划算了。哼，有说话的力气都给我用来赶路，走路慢腾腾的，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到荒野平原？于飞冷着脸说道。于飞并没有听清楚牛二之前说了什么，他过来只是单纯的想找吴凡他们的麻烦，想要训斥他们而已。是，于将军说的是。吴凡点头道，态度表现得很好。如果只是吴凡自己，他还真不在意这个于飞说什么话，放什么屁，只是他得为牛二，为自己手下的几个人着想，他不想因为自己得罪于飞而让自己受到牵连。然而吴凡的好态度并没有能够换来于飞的好脸色，对于昨天吴凡干净利索的拒绝自己，他到现在都还耿耿于怀。他看向吴凡说道：“你不要在这里干走着了，去后面推车。凭什么让我们队长去帮其他小队推车？”牛二不服道。每一个小队都有负责的车辆，吴凡他们小队的车现在由其余几个队员在推，牛二则是被轮换下来的。至于吴凡，小队的成员都很佩服他，不想让他干这种累活。而且身为小队长，吴凡也的确是有资格不去推车的。而现在于飞居然让吴凡去帮别的小队推车，对吴凡一直都很敬佩。吴凡第一马屁精的牛二自然就不满了。我让他去，他就要去，我是飞鸟营的主将，这里我说了算。见一个小兵居然敢反驳自己，于飞怒了。你也跟着一起去，你们2个都去后面推车。于将军，这有些不合适吧？吴凡开口道。本来他是不想因为自己连累自己小队的人，不过现在看来，
因为自己的缘故，这于飞是有些想要找自己小队的人的麻烦，就算是他忍让，也不会有什么效果。那是其他小队的车辆，自然由负责他们的小队去推，我们只负责我们的粮车。万一我们走了，这粮车出了什么意外，算谁的？吴凡说道。让你去，你就去，哪那么多废话？于飞没有想到，吴凡居然也跟着反驳自己，当真是没有将自己放在眼里。再废话，别怪我手里的鞭子不客气。于飞说着，手中的鞭子就朝着吴凡抽了过来。昨天吴凡拒绝他的时候，他就想过要教训吴凡了，现在终于是有机会了，他自然是不会愿意放过。然而，他的鞭子并没有能够抽中吴凡，鞭子还在空中的时候就被吴凡一把抓住。好胆，你居然敢反抗！于飞见此更气，想要将鞭子抽出，狠狠地教训吴凡一番。然而，无论他怎么用力，那鞭子依然是在吴凡的手中，纹丝不动。于飞的脸上是又气又尴尬，脸色异常难看。你找死吗？还不松手！于飞怒道。吴凡目视于飞道：于将军，你这是在公报私仇，如果我将这件事给捅上去，想必你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吧？你一个大头兵，上面的人也是你想见就能见的。于飞不屑道：我是没有那个本事，但是我相信周队长有，他应该是有办法将你的所作所为给告上去的。吴凡淡淡的说道。你……于飞脸上更气，不过于飞的心里也有些犹豫。周山在飞熊军多年，人脉应该是有的，万一他真的将自己的事情给捅上去，对自己也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为了一个小兵搭上自己的前途，不划算。除非你一直落不到我的手里。于飞退了一步道。吴凡毕竟是在他的手下，在于飞看来，自己虽然不能够公报私仇，但是吴凡不可能一直不犯错，只要吴凡犯错，他就会抓住机会狠狠地教训吴凡，到时候就算是捅上去，他也不怕。不会有那么一天的。吴凡送开于飞，淡淡的说道。哼！于飞冷哼一声，一脸怒气的离开了。队长，会不会有事？牛二有些担心的问道。牛二倒是不担心自己，他担心的是吴凡，毕竟吴凡刚刚又一次当众顶撞了于飞，而看于飞的样子，也不是一个大度的人。不会有事的，放心吧。吴凡说道。实际上，吴凡的心里也没底。别看他刚刚表现得很镇定，实际上他毕竟是在飞鸟营，是在于飞的手下，于飞想要找他麻烦还是很容易的，除非哪一天他跳出了飞鸟营，那才算安全。不过这些话他是不会对牛二说的，说了也没用，牛二也帮不上什么忙，反而是会让他跟着一起担心，没必要。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从道路的两边传来一阵阵喊杀声，随后运粮队的众人就惊恐地看到道路两边的草丛内突然冒出来很多人，这些人脸上带着杀气，眼睛冒着绿光的看着他们，确切的说是冒着绿光的看着他们身后马车上的粮食。被埋伏了。众人陡然意识到这个情况，之前因为急着赶路，而且他们又只是运粮队，队伍里并没有专门的斥候，所以于飞并没有安排人在队伍前面进行探路侦查。从正规军里来的周山倒是向于飞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毕竟现在的世道可不太平。不过他的建议被于飞给直接拒绝了，一来于飞急于赶路，不想在这种事情上浪费时间，二来他的确是不认为运粮队会遇到什么危险，这里可是朝廷腹地，在他看来安全得很。另外一点，一开始他是没有安排人侦查的，如果在周山建议之后才安排人侦查，那不是显得自己很不懂军事，比周山差远了。这么一想，于飞当然不会接受周山的建议，而不接受建议，不安排人进行侦查的结果，就是现在遭遇了埋伏。是个混蛋！周山一边在嘴里骂着于飞，一边大声指挥第三大队的人进行防守。如果于飞听他的建议，就不会出现现在这个情况。不过现在后悔已经没有用了，最重要的是度过眼前这一劫。所有第三大队的人听着，立即将粮车摆成圆形，人在圈内，车子对外。周山大声命令道。面对这突然的情况，开始的时候第三大队的人和其他大队的人一样都愣住了，甚至是慌了，但是在周山几次呼喊之后，他们就都反应过来了，并且按照周山的命令去做。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他们之前训练的价值了。虽然众人的心里还是很害怕，但是他们本能的选择听从周山的命令，而不是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跑。他们的动作虽然有些慌乱，但是至少还是有动作，有效果的。反观其他大队的人，这个时候则是完全的乱了，有的惊恐的大叫，有的跪地求饶，有的则是呆立当场，宛如木鸡，有的甚至是准备朝着远处逃跑。真正想到要防守反抗的根本就没有几个。其他大队的反应和第三大队的人相比，完全是两种情况。于将军，快点整顿队伍，准备迎敌！周山对着于飞吼道。这个时候他也顾不得之前那点恩怨了，大敌当前，他们只有团结在一起，才有可能击退敌人。然而于飞的反应却是让周山大失所望。于飞看着冲过来的那些起义军，脸都吓白了，看着比自己这边多出几倍的敌人，于飞脑子一片空白，浑身不断的发抖，甚至是直接从马匹上摔落了下来。于飞毕竟只是一个没有上过战场，靠了一点关系登上这个位置的人，面对如此突然凶险的情况，他已经完全的慌了神了，根本就想不到要去整顿队伍迎敌。也因此在于飞反应过来之后，首先做的不是让自己手下们镇定，让他们准备迎敌，而是手忙脚乱地爬上了马背，半伏在马背上，驱赶着马匹往前跑。这里太危险了，敌人太多了，他不能留在这里，留在这里会死的，他要离开这里，离开这里。于飞的脑海里此时就只有这么一个想法，至于运粮队、手下士兵、送粮任务等等，他全部都不考虑了，他现在只想着活着离开这里。这个该死的混蛋，让我抓住他，
非宰了他不可！看到这一幕的周山气急了，骂道：“于飞的逃跑行为，直接就导致了整个飞鸟营崩溃的更快。身为主将的都开始逃了，剩下的那些士兵们还能够有多少战斗的勇气？自然是要跟着主将一起跑。只是他们都忘记了，就算是他们能跑掉，这些粮车是跑不掉的。而他们的任务就是送粮，一旦粮车出了意外，被人抢走的话，哪怕他们是现在逃走了，事后也是会被朝廷抓住问罪的，而这个罪很有可能是死罪。所以周山对于于飞的行为才会那么气愤。这于飞是害了所有人。哈哈，朝廷的人都被吓跑了，大火冲啊！”杨志虎看到运粮队的人，直接就被他们吓得到处乱窜，心里异常得意。看来这次埋伏行动很成功，粮食就要到手了。看到那一车车的粮食就在眼前，杨志虎仿佛看到了自己队伍迅速壮大的一幕，心里更是兴奋。本来还有些畏惧朝廷军队的起义军的人，这个时候看到对方居然被自己等人给吓跑了，顿时胆气就上来了，冲得也更猛了。就在这个时候，杨志虎突然看到有一匹马朝着自己这边冲了过来。杨志虎一惊，难道对方有猛士要直接过来对自己进行斩首？想到这里，杨志虎心中一沉，微微有些紧张。不过他并没有退走，而是紧握自己手中的大刀，严阵以待。于飞看着距离自己不远的杨志虎，想哭的心都有了。冲向杨志虎的正是他。不过于飞并不是准备对杨志虎进行斩首，而是因为他坐下的马匹受惊，他自己心中也紧张，所以逃跑的时候有些慌不择路，居然好死不死的朝着杨志虎而来。快停下，快停下！于飞嘴里大喊道，同时用力的抓住缰绳，想要让马匹停下来。受惊的马匹在于飞的全力控制之下，终于是降低了速度，慢慢的要停下来了。不过杨志虎看到这一幕却是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啊？对方要斩杀自己，不是应该加快马速，利用马匹的冲击力吗？怎么到了自己面前反而是减速了？这是在搞什么鬼？在杨志虎还有些愣神的时候，于飞总算是控制马匹停了下来，随后他快速的调转马头，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杨志虎这下子算是明白了，对方并不是准备来斩杀自己的，而是跑错了方向的。这个蠢货，既然来了，你就别走了！杨志虎大喝一声，催动坐下的马匹追了上去。身为一支几千人的起义军的头领，杨志虎还是有马骑的。看到杨志虎凶神恶煞的助追了过来，在杨志虎的身后还有不少的起义军士兵，于飞吓坏了。周山、吴凡，救我！关键时刻，于飞想到了周山以及之前在和红眼狼群战斗中表现亮眼的吴凡了。周山和吴凡两人也都看到了这一幕，虽然两人对于飞都有意见，不过这个时候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于飞死，毕竟于飞是飞鸟营的主将，主将一死，对于整个飞鸟营的士气打击都会是很大的，到时候他们想要挡住这些起义军士兵的冲击就更加的困难了。不过吴凡和周山两人虽然有心想要救于飞，但是奈何他们现在也是有些分身乏术，埋伏的起义军士兵们已经有不少冲到他们的面前了，挡住了他们去路。而且之前于飞抛下他们想要逃走，所以此时距离周山和吴凡都有一段距离，吴凡和周山想要赶过来都需要一些时间。吴凡的弓箭已经取出来了，他想要直接射杀对方的头领，只要对方头领一死，对方的士气必定是会受到影响，没有了指挥的起义军，战斗力也会大为降低，到时候他不仅是能够救下于飞，还能够有机会击退这些起义军士兵。只是吴凡眼前的起义军士兵也越来越多，挡住了他的视线，而且对方的头领也在不断的移动，再加上有于飞好死不死的挡在吴凡的剑道上面，这让吴凡想要射杀杨志虎变得非常的困难。想跑没那么容易。杨志虎见于飞快要躲进人群里，顿时大喝一声，手中长刀被他直接抛飞了出去。马在哪里都是珍贵物资，能够骑马的身份都不一般，所以杨志虎虽然不认识于飞，但是看到于飞骑马就猜到他身份不低，所以绝对不能让他逃走。光顾着逃跑的于飞并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后杨志虎的动作，所以他直到长刀临近都不知道危险已经降临。噗呲，杨志虎能够当上一支几千人队伍的头领，还在众多起义军之中闯下名头，实力自然是不弱的。他这一刀不但力道十足，而且抛的还相当的准确，直接贯穿了于飞的身体。在刀入体的那一刻，于飞猛然惊醒，然后这个时候再做什么反应也都已经来不及了，长刀毫无阻碍地刺穿了他的身体。他的眼睛猛地一突，整个身子在马背上先是一顿，接着就直接从马背上跌落下来，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于飞死了，被杨志虎一刀刺死。于飞死的不甘心，哪怕是已经没有了气息，眼睛却还是大大的睁着，眼中有痛苦，有留恋，也有不甘。吴凡和周山一直在关注于飞这边，看到于飞被长刀刺中跌落马下，就意识到情况不妙。而这个时候，杨志虎已经骑着马赶到了于飞的尸体旁边，一把抓住长刀的刀柄，然后将于飞的尸体给挑了起来，猖狂放肆地笑了起来。挡我者死！威武，头领威武！起义军士兵们受到杨志虎的鼓舞，顿时士气更盛。而运粮队这边看到自己的主将居然死了，还被人给挑在大刀上炫耀，顿时心中更慌。好机会！这个时候吴凡也没有时间去可怜于飞的死，实际上对于于飞的死他根本不在意，他一直在寻找射杀对方头领的机会，现在终于是找到了机会。咻！吴凡右手一松，箭矢快速的飞了出去，在白鹤玉佩的作用下，吴凡现在有着高级射术的水平，射术水平绝对不低，箭矢飞行的速度极快，
划破空间障碍，朝着杨志虎的胸膛疾驰而去。杨武耀威的杨志虎陡然感觉到心头一寒，接着他就看到一个黑点朝着他飞了过来。不好！好勇斗狠的杨志虎对于危险有着本能的感觉，这个时候他意识到了危险，连忙进行躲避。不过他的躲避动作还是稍微慢了一步，虽然堪堪的避开了弱点位置，但是手臂还是不可避免的中了一箭。那箭矢的力道极大，直接贯穿了杨志虎的手臂，甚至巨大的冲击力让他在马上一顿晃动。而杨志虎也借着这股冲击力翻身下马，躲进了人群之中。果然，在杨志虎刚下马之后不久，又一根箭矢从同样的方向飞来，从他的头顶飞过。如果他刚刚不是顺势下马的话，可能已经又一次被射中了。是个射箭高手。杨志虎在第一时间就通过这2根箭矢飞来的风向，确定了吴凡的位置和身份，目光锐利地看了过来。吴凡这个时候也同样看了过来，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相遇，碰撞出了激烈的火花。可惜了，吴凡看到杨志虎的眼神，心里微微叹息。对方刚刚要是再稍微反应慢一些的话，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不过对方显然战斗经验很丰富，这让他顺利地躲过了2次致命的杀机。我要杀了你！杨志虎眼神凶狠地盯着吴凡说道。他的话吴凡自然听不见，但是他的眼神所传达的意思，吴凡却是清楚地感觉到了。要杀我？那就来吧。吴凡回了对方一个挑衅的眼神，双方之间火气更大，杀气更足。给我杀！杨志虎吼了一声，犹如一只处于狂怒中的猛虎一般。杀呀！杀死他们！杀光他们！抢走粮食！杨志虎手下的那些起义军士兵们也都纷纷大喊出来，气势凶猛。反观运粮队这边则要显得更加慌乱和无助。实际上，运粮队的人的战斗力未必比这些恶极的起义军士兵们高，他们在1个星期之前也同样是整天忙碌在田地里的农民而已，和这些起义军士兵们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而现在因为于飞的身死，两边的士气差别巨大，再加上起义军那边的人数又是运粮队的数倍，这就导致了战场的局势呈现了一面倒的情形。要不是第3大队存在的话，可能屠杀已经开始了。然而因为第3大队，因为吴凡以及周山的存在，运粮队这边虽然处于下风，处处被压制，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崩溃。不过如果不做出什么改变的话，崩溃那是迟早的事情。都不要慌，有武器的人顶在前面，大家靠在一起，没有武器的人躲到粮车的后面去，不要乱跑。周山扯着嗓子大喊道。这个时候要先让大家冷静下来，像没头苍蝇一样的乱飞，只会被敌人给各个歼灭，最后谁都跑不出去。于飞死了，整个飞鸟营没有了指挥，众人心里正不知道该怎么呢。现在听到周山的话，再加上周山中队长的身份，让那些心中没了主意的人顿时就下意识地选择了跟着做。周山，你凭什么指挥我的人？有中队长看到周山居然在指挥自己的人，顿时就不满了。滚开！周山一脚踹开对方，老子没时间和你在这里废话。说完，周山也不理那人铁青的脸色，再次朝着众人大喊道。第3大队的人顶在最前面，给其他大队的兄弟争取喘口气的时间。第3大队的人虽然也有些慌乱，但是相比于其他大队则要表现得更好一些，他们的阵型从一开始就没有乱过。这个时候听到周山的话，有武器的人立即就都从粮车后面出来，顶在了最前面，和那些已经冲过来的起义军士兵们交锋。而其他大队的人则是趁着这个机会朝着第3大队的身后跑去，喘口气之后，有的人主动上前帮助第3大队人和起义军士兵战斗，有的则是畏畏缩缩躲在后面不敢再露面。别像那孙子一样躲在后面，有武器的都给我顶上去，记住不许乱！周山吼道。谁要是再躲着不动，我就砍了他！被周山这么一恐吓，不管心里愿不愿意，那些运粮队的士兵们只能是选择上前。在眼下这个时刻，没有人愿意去赌周山敢不敢下手。吴凡，最前面就交给你了。周山对吴凡喊道。这段时间运粮队的人在周山指挥调遣之下，已经形成了防守阵型，虽然还显得很混乱，但是相比之前却是要好了很多。而这个防御阵型最前面的地方是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他们将直接面对敌人的冲击，如果那个部分顶不住，那么这个刚刚才成型的还显得有些松散的防御阵型就会立即分崩离析，下场就是现场的运粮队的士兵都会遭遇到屠杀。所以这个防守阵型的最前面的位置至关重要，周山自己要居中指挥，好及时发现和填补各个方向上的漏洞，所以那个重要的位置他去不了，他只能是交给自己最信任的人。而整个现场，周山最信任的人不是跟着他一起来飞鸟营的那几个中队长，而是吴凡。对于吴凡，周山相当的信任，尤其是经历过之前的和红眼狼群的战斗之后，周山甚至是觉得吴凡的实力不比自己弱，所以这个最重要的位置他只能是留给吴凡。这个时候他也只相信吴凡。好！吴凡豪气冲天的叫了一声。面对敌人的进攻，吴凡不但没有丝毫的紧张害怕，反而是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现在肩负责任，除了有些压力之外，更多是则是豪气。吴凡以剑当刀，一剑劈死一名冲过来起义军士兵。从战斗开始到现在，吴凡已经杀了不下10人，已经慢慢的适应了。最开始的时候他多少还有些不忍，不过很快他就适应了。他知道在眼前这种情况下，他不杀这些人，这些人也会杀他，所以为了自己能够活着，就必须杀死这些人。虽然吴凡也知道这些人可能之前也都是穷苦之人，现在变成这样可能也是被逼无奈，但是他不可能在现实去靠嘴说服这些人放下武器，放过自己。在他们的眼中，自己就是他们的敌人，是他们要杀死的人。
而不想等死的话，自己只能反抗。吴凡的旁边是他的小队成员牛二和郑小六两人，更是一左一右的站在吴凡的两边，三人就像是三块磐石一样，挡在队伍的最前面，抵挡敌人的进攻。三人之中，吴凡自然实力最强，很少有人能够挡住他一剑的。他面前的尸体已经堆积了很多。牛二的实力次之，他的力量很足，用的又是厚重的大刀，每一刀都非常的霸道，气势十足。起义军的士兵未战便已经心怯，面对他的实力，反抗的力量很微弱。至于郑小六，他的实力就要更弱一些了，甚至连吴凡小队里其他的一些人都有所不如。不过他的脑子以及身法很灵活，吴凡一直都觉得这个郑小六是一个当斥候和侦察兵的料，像这种正面的战斗未必适合他。小六，你退后，吕兵你顶上。吴凡看到小六战斗的有些狼狈，便下令让他退后。是。吕兵应道。队长，郑小六并不愿意就此后退，那样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逃兵。别废话，听命了。吴凡没有时间解释，只能强硬道。是。郑小六应了一声，立即和吕兵调换了位置。吕兵，吴凡小队里的一员，今年已经30岁，是吴凡他们小队里年纪最大的人，平时沉默寡言，甚少说话。不过对于吴凡的命令，他从来都是不折不扣的执行。吕兵的力量比不过吴凡和牛二，灵活方面不如郑小六，不过他成熟稳重，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不会犯大错，而且平时训练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认真，可以说他的战斗力是整个小队中仅在吴凡和牛二之后。三人站定，面对着最多的敌人，最危险的情况，吴凡偶尔还会出手帮旁边的牛二和吕兵一下，缓解他们的压力。都走开，我来。这个时候，杨志虎从后面杀了过来，看到吴凡之后，眼睛都红了。杨志虎混起义军已经1年多了，和朝廷军队交手的次数也不少，但是从来都没有被伤到过。然而今天在面对这支临时组成的杂牌军的时候，他却是被伤到了，这让他在难以接受的同时，也是异常的愤怒，恨不得当场就劈死吴凡。而现在他对吴凡的恨意又增加了1分，因为吴凡的存在，他的队伍居然没有办法冲散这支杂牌军的阵型，没有办法扩大战果，这让他更加想要杀死吴凡。给我去死！杨志虎来到吴凡的面对，手中大刀带着一股劲风，朝着吴凡劈了过去，气势十足，犹如下山的猛虎一般。吴凡也发现了杨志虎，知道对方是这支起义军的头领，只要杀了他，不说眼前的危机立即便能解除，最起码压力会小很多。之前他就想要去击杀对方，只是没有机会，现在对方居然直接杀过来了，吴凡自然不会躲开。手中黑石长剑在空中划过一刀优美的弧线，挡在自己的前方。当，一刀一剑碰撞在一起，顿时就迸发出激烈的火花。给我开！杨志虎并没有趁势收回大刀，而是用力往前压，想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将吴凡给击退。杨志虎对于自己的力量还是很有自信的，之前他经常和别人比试力量，很少会输。而吴凡的样子看着瘦弱，想来力量不会太大。然而很显然，杨志虎低估了吴凡的力量，全套装备穿在身上的吴凡，力量已经达到了恐怖的176点，这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类所能够拥有的力量。所以哪怕是杨志虎已经使尽了全力，依然不能推动吴凡分毫。吴凡不但纹丝不动，脸色都没有丝毫的改变，反倒是杨志虎的脸色因为用力过度涨得通红。怎么会这样？杨志虎看着吴凡一脸平静，身子都不曾晃动分毫，心中满是惊骇。他的力量怎么会这么大？自己居然比不过他。对自己力量很自信的杨志虎，这个时候第一次在自己引以为傲的力量方面感觉到了颓然。该我了。在杨志虎震惊于吴凡的神力的时候，吴凡突然开口说话，杨志虎微微一愣，接着就感觉到自己左腿遭到重击，就好像是被急速行驶的马车撞到了一般。咔嚓！吴凡伸出右脚横扫而出，扫中了杨志虎的左腿，巨大的力量直接将杨志虎的左脚给踢断，那骨头断裂的清脆声音，吴凡和杨志虎两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啊！杨志虎发出一声惨叫，脸色瞬间由红转白，额头出现了细密的汗珠，整张脸因为巨大的痛苦而显得异常狰狞。然而这还不算完，吴凡的那一脚看似随意，但是在没有留力的情况下，力道相当的足，在踢断了杨志虎的左腿之后，去势不减，将杨志虎的右腿也给踢断。啊！痛死我了！杨志虎平时还算是比较能够忍受痛苦的，但是这次2条腿生生被踢断，实在是太过疼痛，超过了他的承受极限，让他忍不住惨叫了出来。说实话，他没有直接晕过去，已经是非常的难得了。因为双腿被双双踢断，杨志虎的身体失去了平衡，全身的力量也在快速的消失，身子朝着旁边倒去。吴凡左掌劈打在杨志虎的手腕处，只听咔嚓一声，杨志虎的手腕也应声而断，手中的大刀掉落在了地上。还想杀我不？吴凡将长剑抵在杨志虎的脖颈处，淡淡的问道。而此时杨志虎已经瘫坐在地上，脸色苍白，双眼无神。杨志虎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居然和对方就碰了一个照面，然后就被对方轻松的打败，而且自己还败得那么惨。这种情况不用查也知道，自己算是废了，就算是今天能够逃过一劫死不掉，以后也只能是一个废人了。而废人比死人有时候要更惨。吴凡见对方似乎已经呆傻，微微弯腰揪住对方的衣领，将他给拎了起来。你们的头领已经被俘，不想死的放下武器。吴凡拎着杨志虎，对着起义军士兵们朗声道。面对数千起义军士兵，他神色淡然，怡然不惧。那些起义军士兵们有的依然在打斗，有的则是呆呆地看着吴凡手中已经成为废人的杨志虎，一时间有些难以接受。
就在刚刚，杨志虎还威风凛凛地斩杀了对方一员重要将领。然而，只是短短的时间，杨志虎就被人给生擒废了。这前后起伏变化也太大了，让刚刚还士气高昂的起义军士兵们有些接受不了。你们的头领已经被俘，不想死的，放下武器。吴凡再次开口道。这次，更多的人发现了这里的情况，不管是起义军那边，还是运粮队这边，对于这样的变故都为之一愣。刚刚还打得很激烈的战场，就好像是被人施了定身咒一样，一个接一个人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哪怕是远处的人没有听到吴凡的话，但是看到吴凡手中的杨志虎，同样也愣在当场。这是什么情况？首领怎么被抓了？而且看样子似乎连反抗都没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起义军士兵们看着吴凡手中的杨志虎，慌了。这些前来劫粮的起义军士兵们本来就没有多少纪律性，比飞鸟营的第3大队都要差远了。他们平时根本就没有经过任何的训练，打仗的时候都是一窝蜂的往前冲，打顺风仗还行，一旦遇到这种逆风的局面，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以往他们还有杨志虎指挥，他们还能够知道自己在战场上该做些什么，而现在杨志虎却是被人给生擒了，他们瞬间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等这些起义军士兵们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们有的丢掉兵器投降，有的跪地求饶，有的则是朝着四处逃跑，想要逃离这里。和之前相似的一幕出现了，只是做这些事情的人换了一批。大多数的起义军士兵选择了逃跑，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造反可是死罪，投降被抓的话，判罪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还不如逃走呢，换一支队伍继续起义。对于这些食不果腹的人而言，忠诚这2个字太过奢侈，他们只想要活下去，在哪里起义都是一样的，所以并没有多少人冒险来救杨志虎。杨志虎似乎也明白这一点，被吴凡抓住之后，一脸的颓然，整个人似乎在瞬间失去了活力。周山立即下令对那些逃散的起义军士兵进行抓捕。当然，因为要保护粮食，再加上人手有限，所以这个抓捕范围并不算太大，并没有对那些逃走的人紧追不舍。干得不错！周山走到吴凡的身边，看了看吴凡旁边垂头丧气的杨志虎，拍了拍吴凡的肩膀，夸赞道。周山虽然知道吴凡本事不俗，但是在他想来，吴凡能够顶住敌人的冲击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却是没有想到吴凡不但是顶住了敌人的冲击，居然还能够生擒对方的头领，这大大出乎他的预料。而吴凡的这一行为也直接造成了敌人的崩溃。飞鸟营这边失去了于飞之后，就差点崩溃，幸好在关键时刻，吴凡和周山站了出来。但是起义军那边就没有类似的人了，而且他们的组织更加松散，所以头领被俘，他们立即便崩溃了。幸不辱命，吴凡笑着说道。吴凡心里多少也有些庆幸，刚刚如果不是这杨志虎非要选择和他比拼力量，吴凡想要赢杨志虎，甚至是抓住对方，绝对是不容易的，因为他现在根本就不会太多招式，他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力量。杨志虎和吴凡比力量，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如果他选择其他的方式，那么输掉的人有可能就是吴凡了。打扫完战场之后，吴凡他们并没有立即出发，而是在原地休整一番。之前的战斗虽然持续的时间不算长，最后也是以为飞鸟营的胜利而结束，但是在战斗的过程中，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飞鸟营这边没有人指挥，于飞还第一个逃跑，给他们这边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死伤了不少，所以现在队伍只能暂时停下，处理伤员以及死去的人。第3大队是飞鸟营内死伤最少的大队，之前在训练的时候对周山还有意见的众人，这个时候在心里都感激周山之前的训练，没有之前的训练，他们可能也要和其他大队一样死伤惨重。一直到下午时分，飞鸟营才重新启程。虽然于飞已经死了，但是这运粮的任务却并不会结束，他们这些人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内将粮食送到荒野平原，否则的话是要受到责罚的。和之前相比，飞鸟营里的人少了一些，但是却多了一些陌生的面孔，他们都是之前战斗中抓来的俘虏，现在都被用来推车。至于飞鸟营的人，则是拿着缴获来的武器在一旁进行监督，工作比之前轻松多了。因为于飞的死亡，整个飞鸟营现在由周山指挥，虽然其他的几个中队长有意见，但是那些普通的士兵们却是对此没有什么意见的。在几个中队长之中，显然周山因为之前的表现更受这些兵役人员的喜欢和信任。在队伍扎营之后，吴凡便返回了现实世界之中。吴凡没有立即起床，而是在床上躺了一会，脑海里还是会时不时的浮现之前战斗时的场景。那次的战斗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激烈程度却是要超过他以往的打怪升级，而且这次他还是和人直接战斗，而不是杀没有多少思想的怪物，这让吴凡心里微微有些别扭。另外，吴凡也相信，如果不是在游戏世界中，而是在现实世界里的话，自己未必会表现那么好。主要是他知道自己在那里不会真正死亡，所以心里的顾虑很少，才会表现得那么勇敢。缓和了好一会，吴凡才缓和过来，这才起床去锻炼。早上的时候，吴凡接到了王子明的电话，电话里王子明提醒吴凡不要忘记今天晚上的拍卖会，那幅送客行已经被他送到了嘉华拍卖行。你猜这幅画的起拍价是多少？王子明在电话里有些得意地问道。多少？吴凡问道。500万。500万？怎么可能那么低？王子明说道。你再往高了猜。1000万？还低。2000万？还低。吴凡的呼吸有些急促了，声音里带着些许颤音，说道。难道是3000万？不错，就是3000万。王子明说道，他的语气里似乎也有些激动。那幅画，嘉华拍卖行方面已经进行过鉴定，是真品，
这个起拍价也是他们建议的，我接受了。3000万！吴凡听到王子明的话，一阵头晕目眩，那可是3000万，不是3000块啊！在获得那枚神奇的戒指之前，吴凡一个月也就赚3000多，而现在他居然有可能要获得3000万，那是何等巨大的一个数字！当然，拍卖的钱他还要和王子明平分，不过就算是这样，那也绝对是一笔巨款了。起拍价定这么高，会不会流拍？吴凡有些担心地问道。一旦流拍，那么他们一分钱都拿不到，而且还要给拍卖行手续费，那简直亏大了。应该不会吧？王子明有些不确定地说道。这个起拍价是拍卖行方面建议的，应该问题不大。李素芝的书法作品在收藏界还是很受欢迎的，之前那幅书法还不如宋刻行呢，都拍出了4000多万，这幅画最后的成交价只会更高。听到王子明这么一说，吴凡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不过毕竟是还没有最后成交，所以一切都还不是定数。吴凡的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担心，以至于吴凡一天的时间都在想着这件事，晚上更是早早的前往嘉华拍卖行。吴凡到了那里才发现，王子明居然比他还要先到。吴凡，我就知道你等不及会早早过来。王子明笑呵呵地迎上来道。王哥不是来的比我还早？吴凡也笑道。说句丢人的话，你王哥我今天一天都在惦记这件事，索性晚上也就早些过来。王子明说道。之前我都来这里买东西，来拍卖东西还是第一次，想想还有些小激动呢。王子明激动倒不是因为那些钱，而是因为这次的拍卖对于他而言是一次新奇的体验，他觉得很有意思。王少、吴少，你们来了。这个时候，拍卖行的经理曹云走了过来，脸上比上次见到的还要热情。王子明点点头，问道。我寄拍的那幅书法作品没有什么问题吧？没有，王少，你尽管放心，不会有什么问题。曹云立即保证道。我们在这2天对那幅宋刻行进行了宣传，尤其是针对一些书法收藏爱好者们进行了推荐，效果很好，回馈的信息很积极，相信今天晚上王少的那幅画一定能够拍出让您满意的价格。那就好。王子明点点头，随后指了指旁边的吴凡道。那幅书法作品其实是我和吴凡共有的，确切的说，第一个发现这幅作品的人是他，不是我。曹云惊讶和意外地看向吴凡，虽然他不是很理解王子明说的吴凡是第一个发现那幅书法作品是什么意思，不过对于吴凡也拥有这幅画的所有权，他还是很惊讶的。吴凡跟在王子明的旁边，很少说话，再加上曹云之前也没有听说过江州有姓吴的大少，所以他一直以为吴凡只是一个刚搭上王子明线的普通富二代而已。现在看来自己是小瞧吴凡了。曹云连忙换了一副更加热情的表情，对吴凡说道。吴少好眼力，李素芝的作品赝品不少，吴少能够发现其中真迹，这份眼力就要远超常人。本来曹云对吴凡的态度一般，看在王子明的面子上，他对吴凡也会表现得比较客气，但是现在却是完全不同。要知道，他们做拍卖行的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收到一些贵重的古玩进行拍卖，这样的话不但是能够赚取不菲的佣金，而且还能够极大的提高他们的知名度，知名度高了又会有利于他们收到更多更好的东西，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好的古玩，那些绝品珍品对他们拍卖行来说就非常的重要，能够提供这些的人就是他们拍卖行的贵客，怠慢不得。吴凡能够发现和鉴定出宋刻行，那对于他们拍卖行来说就是贵客。曹云从身上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吴凡，说道。吴少以后有什么需要拍卖的东西，尽管可以联系我，佣金可以打9折，而且只要东西够好，我保证会进行包装宣传，拍出让吴少满意的价格。吴凡接过曹云的名片，说道。这种好东西不一定会经常遇到，不过以后说不定还真有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东西需要麻烦曹经理。既然拥有了鉴定术，吴凡自然是不会浪费，虽然捡漏很难，但是次数多了，时间长了，总能发现那么几个的，到时候的确是需要嘉华拍卖行这种地方来帮忙处理。好说好说。曹云笑得更开心了，多了一个潜在的顾客，对于他来说那是大好事。好了，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先进去了。王子明说道。两位慢走，希望今天晚上玩得愉快。曹云说道。吴凡，现在在那曹云的心里，你的地位比我高多了。告别曹云之后，王子明笑着对吴凡说道。王子明知道曹云重视吴凡的原因，能够给拍卖行带来利益和名气，曹云会对吴凡重视一点都不奇怪。王哥说笑了，我怎么能和你比？吴凡说道。王子明的身份吴凡多少了解一些，王子明家里可是江州大豪，身份很尊贵的。那可不一定。王子明说道。你拥有鉴赏古玩提供拍品的能力，对于他们拍卖行来说就非常的重要。这几年国内的几大拍卖行之间的竞争也是很激烈，嘉华面临的压力可不小，所以能够多获得几件珍品，尤其是像宋刻行这样的珍品，那对于他们来说可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们当然得巴结你，讨好你。王子明对于拍卖行之间的事情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可惜啊，这种珍品不是那么容易遇到的，就算是遇到，我也未必有机会得到。吴凡说道。这种珍品本来就少，像这种能够被捡漏的情况就更加少见，如果价格太高，哪怕是吴凡发现了也不会去购买的，没有意义。两人一边说着，一边来到今晚的拍卖大厅。今天晚上因为是嘉华的夏季拍卖专场，不管是拍品还是来客，都不是3天前那场小型拍卖会所能比的，所以这次拍卖会的场地也不是在上次那个小厅内，而是换了一个更大更豪华的大厅。大厅内此时已经有一些人了，这些人三三两两围在一起聊着天，聊天的内容也都是和古玩有关。
能够在今天晚上来参加这场拍卖会的，都是收藏界的老人，当然吴凡除外。王子明的熟人不少，很快就有人上来和王子明打招呼。吴凡则是一个人四处的溜达。吴凡小友，你也来了。在吴凡闲逛的时候，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吴凡循声看去，来人正是昨天遇到相识的那位帝都来的方老爷子。是啊，吴凡回道，昨天和你聊得很开心，待会拍卖会结束之后，我们再聊聊。方老爷子说道。行啊，能陪您聊天，我也挺开心的。吴凡说道。和方老爷子聊天，吴凡感觉自己受益良多。方老爷子阅历丰富，不光是在古玩鉴定和收藏方面，就是其他方面的认知，也绝对不是吴凡可以比的。方老爷子显然在现场也有不少熟人，和吴凡聊了一会之后，就被人给喊走了。而在现场，吴凡还看到了一个熟人，就是那天晚上在王子明的别墅里给他们做鉴定的那位李老。李老看到吴凡之后，也主动过来和吴凡聊了几句。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场的人越来越多。等拍卖会即将开始的时候，吴凡估计现场至少有100多人，比3天前的那个小型拍卖会多了不少。今天晚上来参加拍卖会的大拿不少，江州本地的我认识的基本都来了，还有一些外地赶来的。王子明对吴凡说道，他们两人的位置还是在一起，待会拍卖会开始之后，你好好看看，说不定还能发现什么宝贝。王子明对吴凡说道，上次那是走了大运，哪能一直有那么好的运气。吴凡笑道，也是，这种级别的捡漏，一个人一辈子能碰到一次，都已经算是足够幸运了。王子明也笑道。拍卖会开始，现场安静了下来。各位嘉宾晚上好，欢迎大家参加嘉华拍卖行的夏季专场，我是今天晚上的拍卖师。一个风度翩翩的中年人走上前台，对着众人说道，嘉华拍卖行成立多年，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那拍卖师先是将嘉华拍卖行介绍了一遍，其中就包括往年拍出的一些珍品。听着那一个个令人啧舌的成交数字，吴凡心砰砰直跳。今天晚上自己的那幅送客行会拍出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还真是期待啊。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请李姨小姐呈上今天晚上的第一个拍卖品，大家请看。那拍卖师介绍了一通之后，总算是进入了正题。身材婀娜的李姨小姐端着一个用红布盖着的托盘，仪态万千的走了上来。待李姨小姐站定，那拍卖师掀开红布，露出里面的真容，是一个翠绿色的扳指。大家都看到了，今天晚上的第一个拍卖品就是这枚扳指。这个扳指的来历非同一般，它是清朝康熙年间的永格王爷所佩戴。相传这枚扳指乃是皇室的贡品，被康熙帝赏赐给了永格王爷，随后一直归永格王爷所拥有。这枚扳指做工精细，色泽圆润，表面光滑如镜，没有丁点斑点。那个拍卖师开始有条不紊地介绍起了这枚翠绿扳指。台下的众人听得很认真，有想法的人更是全神贯注，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枚扳指。吴凡则只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看了一眼，不过他却是要比现场所有人都要清楚这枚扳指的信息，毕竟鉴定术可不是摆设。这枚扳指是真品，不过吴凡并没有购买的打算。他今天晚上除了关心自己那幅送客行之外，其他的时候都带着看热闹的心情。这扳指如何？王子明问吴凡道。自从吴凡从一幅列作之中发现了珍贵的送客行，王子明的心里对于吴凡的鉴赏能力就相当佩服。现在他不相信那个拍卖师的介绍，反而是询问吴凡。不错，是真品，那个拍卖师说的也都是真的。吴凡说道。王明点点头说道，卖相是不错，不过我对扳指没有多大兴趣。好了，该介绍的我都介绍完了，各位有兴趣的可以上来看看，老规矩，只能看不能碰。那拍卖师说道。还能上去看？吴凡看着现场一些人往前台而去，有些好奇地问王子明道。当然可以。王子明说道，这古玩拍卖不比其他，真品赝品一线之隔，价格是一天一地，而爱好收藏的人往往都只相信自己的鉴赏能力，任你说的天花乱坠。很多人都是不信的，他们只相信自己亲自鉴定的结果。其实3天前的那场拍卖会也是可以上台的，不过那天晚上的拍品少，而且好东西更少，所以很多人也就不想上去了。吴凡了然的点点头。从和李老以及方老爷子的聊天中，吴凡也能够感觉到这些人对于自己的鉴赏能力是很有自信的，所以要买一件东西之前，他们都要好好的鉴赏一番。而想要鉴赏，自然就不能隔得太远，不然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上台也就没有什么不行的了。那枚翠绿色的扳指前，此时已经围了不少人，不过大家都自视身份，默契的一个接一个看，并未发生什么推搡事件。鉴定完之后，上台的人陆续下去，众人心里也都有了自己的判断。好了，还有没有哪位想要上来看看？那拍卖师环顾四周，见没有人上来，这才继续说道，好，既然没有人上来，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拍卖。这个扳指起拍价50万，每次加价不少于1万。51万，52万，我出54万。那拍卖师话音刚落，就有人开始举牌报价，价格一路上涨，很快就破了100万。果然是拍卖盛会，这才是第一个拍品，居然就轻松的过了100万。吴凡心里感慨道。吴凡和王子明两人并没有参与，而是小声的聊着，互相猜测着这枚扳指最后能够以什么价格成交。最终这枚扳指以185万的价格被一个中年大肚腩给拍走了，这个价格也让吴凡一阵啧舌。果然能够被送来拍卖的没有一个是俗物。第一件拍品成交价还不错，给接下来的拍卖会起了一个好头。拍卖会继续，众人的情绪也都被慢慢的提了起来，一件接一件的藏品被拍卖，成交的价格都不错。吴凡百无聊赖的看着，等着自己的那幅书法作品被拿出来拍卖。王子明同样也在等着，
不过和吴凡光看着不同，他偶尔也会报价，只是他并没有遇到特别心仪的东西，所以报价也都只是抱着参与的目的，并没有非要买下来。不过这种情况在看到一个水墨画的时候发生了改变。当这幅名叫《春山飞鸟图》的水墨画被呈上来的时候，吴凡明显的感觉到自己旁边的王子明眼睛亮了几分。各位，现在拍卖的乃是这幅《春山飞鸟图》，它的作者乃是唐代大师李彦子。李彦子的水墨画在整个水墨画的历史中都占据了极高的地位。这幅《春山飞鸟图》乃是其巅峰时所作，水平如何，我相信就算是我不说，诸位也都能够明白。这笔墨的运用精致婉转，人物刻画的栩栩如生，气氛渲染的恰到好处。那拍卖师已经在台上介绍起这幅作品。介绍完之后，有兴趣的人上前去近距离观摩。王子明也是难得的主动上了台。吴凡发现现场除了王子明外，同样有不少其他人，脸上都露出了感兴趣的表情。吴凡随手一个鉴定术扔了上去，结果待众人看完回到位置上之后，拍卖师再次开口：好了，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拍卖。这幅画起拍价1000万，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万。竞拍开始，1010万，我出1020万，1050万，1250万。随着竞拍的开始，这幅水墨画的价格也是一路飙升，从起拍的1000万很快就飙升超过了2000万，而是上升的势头依然很猛。和前几次随意的报价不同，这次王子明明显认真很多，神情专注，一次又一次的举起手中的牌子。我家老爷子很喜欢收藏水墨画。王子明似乎感觉到了吴凡的注视，随口解释道，尤其是这李燕子的作品尤为喜爱，这次难得碰到，不能轻易放过。王子明虽然在和吴凡说话，但是他的眼睛却是一种没有离开台上的那幅被拿在礼仪小姐手中的水墨画，可见他对这幅作品的看重。吴凡明白了王子明为什么这么看重这幅画，不过这话吴凡刚准备对王子明说什么，现场突然有一道略显猖狂的声音响起：我出2500万。这个声音一出，现场顿时陷入了短暂的安静之中，不少人都看向竞价之人，王子明和吴凡也不意外。要知道上一个报价才2200万，这人一开口就直接加了300万，增长幅度比之前报价的人都大了许多。而这样的报价方式，一个是表明了对方不差钱，另外一点也表现出了对方对于这幅画的志在必得。还有一个情况，那就是上一个报价2200万的人正是王子明。是他？王子明看到报价那人之后，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谁？吴凡好奇地问道。他虽然已经看到那人的长相，但是并不认识对方。蒋宇，蒋家的大少。王子明说道，语气之中带着一些鄙视以及厌恶。吴凡一看王子明这表情，就知道他们两人平时关系肯定不算好。那边蒋宇在报完价之后，也看向了王子明这边，脸上带着些许傲气和敌视说道，我知道王少的父亲喜欢李燕子的水墨画，按理说我不该和王少相争的，不过实在不巧啊，家父也喜欢这位李大师的水墨画，所以我只能横刀夺爱了，还希望王少理解。嘴上说着希望王子明理解，但是蒋宇脸上的表情没有一丁点的不好意思的样子，反倒是有些挑衅的意思。王子明的脸色难看了几分，回道，蒋少，你父亲的爱好怎么变了？喜欢上这种风雅之物了？他不是一直喜欢赌博吗？听说上个星期在外海上输了几千万，差点连底裤都输掉，现在还有钱买这幅画吗？蒋宇的脸色变得有些阴沉，冷着脸道，几千万对于我们蒋家来说只是毛毛雨，只要我愿意，这样的话我可以买下10幅。是吗？不过今天你可能连1幅都买不到。王子明回道。两人隔空相望，火药味十足。至于现场其他的人，对于这两人恩怨有些了解的，都抱着看戏的态度，并未插话。两位少爷稍安勿躁，我们继续拍卖。那拍卖师出来打圆场，心里则是暗暗发乐，这两位斗起来，那么这幅画最后的成交价绝对不会低。现在蒋少出价2500万，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拍卖师虽然话是这么说，眼睛却是看向王子明，显然是在等待王子明出价。现场有不少其他人也同样是在等着王子明开口。2600万。王子明并没有让大家失望，很快就报了一个新的价格，比蒋宇的高了100万。2800万。王子明话音刚落，蒋宇的报价就随之而来，而且还比王子明的高了200万。现场很多人都看出两人之间的火药味，明智的退出了竞争。不过也有人仍参与其中，因为他们对这幅画也同样是很喜欢。在几方竞争之下，价格很快就来到4000万。这个时候，除了王子明和蒋宇之外，其他人都已经放弃了竞争，哪怕是那些喜欢这幅画的人，这个时候也都不再出价，因为众人对这幅画的估值也就在4000万左右，现在已经到了众人的心理价位了。而蒋宇和王子明两人还没有要放弃的意思，其他人便知道他们是没有机会了。4100万。王子明开口道，王少这100万的报价未免太小气了，难道你兜里要没钱了？要是没有的话，我可以借你一些。蒋宇开口道，随后也报出了自己的新的价格，4500万。4500万，这是一个已经超过了这幅画本身价值的价格。众人心里明白，最后不管谁拍下这幅画，都是以1个溢价的价格买下来的。王哥，这幅画，吴凡小声对王子明开口道，我知道它不值现在这个价格，但是就算是多花一些钱，我也要买下来。王子明打断吴凡道，随后朗声道，4600万。竞价还在继续，显然王子明也被激出了火气，
在明知道价格已经超出了这幅画本身的情况下，依然是在竞价，为的就是一口气，5000万。蒋宇挑衅地看着王子明道。现场出现了不少小声讨论的声音，这个价格已经高出这幅画价值本身很多了，现在完全是两个公子哥在斗气而已。不过就算是斗气，那也是有底线的，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尤其是王子明和蒋宇两人都只能是各自家族里的小辈，能动用的钱财都是有限的。众人都在猜测两人的底线到底在哪里，谁最后会赢得这场比试。5100万，5500万，两人的竞价还在继续。不过众人看两人的表情，估计他们也撑不了多久了，这场意气之争可能要结束了。王哥，这幅画它有问题。吴凡小声而快速地对王子明说道，他怕王子明再打断他的话。有问题？有什么问题？王子明终于是看向了吴凡，不过依然随口报了一个价格，5600万。它是假的，是赝品。吴凡赶紧说道，他还真怕王子明花高价买下一个赝品，一直想要提醒王子明，结果已经斗出火气来的王子明一直都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什么？赝品？王子明一惊，差点失态的叫出来。平时王子明也不是没有遇到过赝品，但是这次却是不同，这次他可是参与了竞拍，而且已经报出5000多万的价格，花那么多钱买到一幅真品，倒也还好说，别人顶多说他是意气用事，多花了一些冤枉钱而已。但是如果花了5000多万买了一幅赝品的话，那就不同了，那在别人眼里就是笑话，一个会存在流传很久的笑话，甚至别人一见到他就会想起他花5000多万买赝品的事情，那会成为他身上的一个耻辱性的标签。这也太丢人了，你确定吗？他真的是赝品？王子明追问道，心里还有些不信。这幅画拍卖行方面已经鉴定过了，没有发现问题，而且刚刚也有很多人都上台去近距离的观察过了，也都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那些人里可是有不少古玩大家，在古玩这一行沉浸多年，经验丰富，没有一个人发现问题。也难怪王子明会怀疑吴凡的话了，今天晚上能够来参加这个拍卖会的，有很多都是沉浸古玩行业多年，经验和眼光那都是没得说的。然而现在却是没有一个人发现这幅画有问题，偏偏吴凡一个人说有问题。王哥，这幅画真的有问题，是赝品，只是制作这幅赝品的人技艺很高超而已。吴凡说道，你要是相信我的话就别买了。该相信吴凡吗？王子明有些犹豫，现在只有吴凡一个人说这幅画是赝品，其他人都没有发现，这让吴凡的话可信度低了不少。但是王子明又想到了自己今天晚上要拍卖的那幅送客行，当时不也是没有一个人发现其中的蹊跷，只有吴凡一个人看出来了，这才让吴凡捡了漏吗？想到这里，王子明对吴凡相信了几分。6000万。那边蒋宇并不知道这边的情况，依然是在报价。怎么，王少真没钱了？这是要和借钱了？王子明不理会蒋宇的话，他看向吴凡，小声的问道，你确定？确定，很确定。吴凡一脸认真的说道，开玩笑，这可是通过鉴定术鉴定出来的结果，能有错吗？到目前为止，鉴定术还从来都没有出过错呢，包括上次对于那幅送客行的鉴定同样如此。王子明脸色变了数次，最后说道，好，我相信你。让王子明做出这个决定不容易，他们这些人讲究的就是一个面子，蒋宇已经数次挑衅他了，他之前也和对方在互相竞价，这突然的放弃难免会让其他人觉得自己是怕了蒋宇了，这传出去绝对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不过王子明还是选择了相信吴凡，他相信吴凡不会骗他，如果不是非常确定，吴凡是不会这么和他说的。既然已经有了决定，王子明也不再犹豫，他看向蒋宇说道，既然你这么想要这幅画，那我就让你给了，希望你不要后悔。王子明放弃。现场的人包括蒋宇在内都微微有些发愣，王子明虽然每次都只是提高100万的价格，但是底气很足，每次报价也不犹豫，看不出一点为难或者是要放弃的样子，怎么现在说放弃就放弃了？这也太突然了吧。蒋宇心里难免有些狐疑，实际上现在这个价格蒋宇自己也知道有些太高了，他心里也在想着再陪王子明报上几次价，然后就主动放弃，选择退出，将这幅画让给王子明去。虽然到时候自己输了这次的竞拍，但是王子明也会落得一个冤大头的头衔，那结果绝对不会比自己好。其他人知道这件事之后，只会说自己明智，没有花那么多冤枉钱买一幅根本就不值那么多钱的画。但是现在这是怎么回事？王子明怎么突然放弃了？这让蒋宇有些接受不了。在他看来，王子明一定会和他竞争到最后的。别看王子明平时看着和气，但是一旦被激起也是很偏执的。而且王子明的父亲的确是喜欢李燕子的作品，这也不是什么大的秘密，和蒋宇纯粹是为了斗气所不同。实际上蒋宇之所以竞拍这幅画，不是他或者他父亲喜欢这幅画，他这么做纯粹就是为了给王子明添堵，让他多花冤枉钱，成为圈子里的笑话。所以蒋宇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买下这幅画，只是他没有想到王子明突然不玩了，突然就放弃了。你怎么能这样？蒋宇心里吼道。6000万第一次。拍卖师在台上叫着，还有没有更高的价？拍卖师的眼睛看向王子明，显然是在等王子明出价。现场的其他人也都在看向王子明，现在这个价格能够继续出价的也就只有王子明了，其他人不是出不起，只是觉得没有必要而已。然而王子明却是一脸平静地坐着，
就好像没有感觉到周围人注视的目光一样，偶尔和吴凡小声说上两句。对于台上那幅他之前拼命竞争想要购买的画，居然不再看奶爸一眼。他怎么就突然放弃了呢？看到王子明的行为，众人都明白了，王子明这是真的决定放弃了，没有再要报价的意思。只是众人想不通的是，王子明为什么会突然放弃？王少，难道你真的没钱了？你们王家不至于现在这么缺钱吗？要不要我借你一些？蒋宇还在试图挑起王子明心中的火气。蒋少的好意我心领了。王子明淡淡的说道，不似之前那副脸色难看的样子。钱我不缺，我们王家更不缺，但是我不想花冤枉钱。不想花冤枉钱？那你刚才不断报价是怎么回事？明明已经超出了那幅画本身的价值了，你还在不断报价，这叫不想花冤枉钱？现场的人有些不相信王子明的话，但是却也猜不透王子明的心思。方老爷子也在看向这边，不过他观察的点和其他人不同，别人都在猜测王子明为什么会突然放弃，但是方老爷子却是在观察吴凡。刚才方老爷子清楚地看到王子明和吴凡有过交流的时候脸色发生了变化，之后王子明便突然做出了放弃竞价的决定。人老成精的方老爷子马上就猜到王子明突然放弃竞价很有可能和他旁边的吴凡有关。想到吴凡昨天提醒自己不要上当的事情，方老爷子猜测很有可能吴凡看出了什么，所以提醒了王子明，这才让之前一直势在必得的王子明突然就做出了放弃的决定。吴凡，你到底是什么人呢？方老爷子小声的自语道。昨天吴凡走后，方老爷子就安排人对吴凡进行了调查。吴凡的情况很简单，没有什么背景，所以他的资料很快就都调查完了。然而看到吴凡的调查资料之后，方老爷子对于吴凡更加的好奇了。根据调查的资料，吴凡的厨艺是怎么来的，那颗紫檀木又是怎么回事，以及他所表现出来的在鉴赏方面的能力，都有些没有办法解释。吴凡的身上就好像是有一团迷雾一样，看似很简单很普通的一个人，身上却是充满了神秘的气息。之前方老爷子怀疑吴凡是别有用心，但是在看完吴凡的资料之后，他基本排除了这个怀疑，因为吴凡的出身很普通，根本就接触不到修炼的事情。但是接触不到修炼的吴凡，为什么身体内的气血那么充盈呢？这同样是没有办法解释。因为吴凡身上有很多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所以方老爷子才对吴凡非常的好奇，想要多了解了解，这才在之前约吴凡拍卖会结束之后再好好聊聊。6000万第二次，那拍卖师见王子明真的没有丝毫要出价的意思，只得继续喊下去。蒋宇的脸色有些难看，难道这幅画要砸自己手里了？他一开始可没想买呀。6000万对于蒋宇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他只是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富二代而已，平时吃穿用都是家里给的，身上根本就没有太多积蓄，拿不出这6000万来。如果这幅画真的被他给拍下来，他还需要和家里要些钱。不过能够赢王子明，夺王子明所爱，也算是达到一些目的了。蒋宇在心里自我安慰道。6000万第三次成交，木锤落下，交易达成。这幅充满了话题性的水墨画最终以6000万的价格被蒋宇所拍下。蒋少大气，恭喜恭喜！周围的人对蒋宇表示祝贺，蒋宇心里有苦，不过脸上却满是笑容，一边应付着周围的人，一边挑衅地看向王子明。王少，不好意思了呀，你看上的画被我给拿下来了，不知道你晚上好不好和令尊交代了，哈哈。蒋宇大声地笑道。他之所以竞拍这幅画，就是为了打王子明的脸。现在事情的发展虽然和自己之前的预想有些区别，不过却并不影响他嘲讽王子明。你喜欢的画拿去就好。王子明淡淡地说道。只是我希望你不要后悔才好。后悔？我为什么后悔？蒋宇问道。这6000万虽然不少，但是我还是能够拿出来。你说我堂堂蒋家大少会为了6000万后悔吗？倒是王少你连6000万都拿不出来，我倒是有些怀疑你们王家的实力了。之前有传言说你们王家遇到了麻烦，我还不信，现在看来那或许不是传言，而是真的。我们王家的事情就不劳烦你关心了，有那时间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6000万买的或许不是什么宝贝，而是垃圾。王子明道。垃圾？蒋宇笑了，笑得很开心。王少，你自己没钱买，现在说这种话是不是显得太小气了？呵呵。王子明朝着蒋宇笑笑，不再说话。拍卖会继续。不过经过刚刚王子明和蒋宇的一番热闹的斗气之争之后，后面的拍卖就显得有些波澜不惊了。直到吴凡和王子明的那幅送客行被拿上来，现场的气氛才再次热烈起来。好了，现在我们拍卖下一件拍品，也是今天晚上压轴的物件。拍卖师提高了音量，在现场众人期待的眼神中，他缓缓地展开了那幅书法作品。吴凡的心也跟着急速地跳动起来，终于到他的东西了，自己店面资金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就要看他了。这幅作品相信不少人之前已经知道了，我们拍卖行之前对这幅作品做了一些宣传。那拍卖师对众人说道，这幅作品乃是李素之所作，而且还是他的巅峰之作，最有名气的作品。本来这幅作品相传已经被毁，让很多人都非常的失望，那绝对是文学界和收藏界的巨大损失。好在他并没有被毁，现在还被人拿上来进行拍卖。各位中如果有喜欢收藏书法作品的，这绝对是一幅不容错过的绝品。现场的人在听着那拍卖师介绍的时候，眼睛都在盯着那幅书法作品，似乎想要将它看出花来一样。各位如果有兴趣的，现在可以上来近距离的看看。那拍卖师说道。随后吴凡就看到现场至少有超过一半的人离开了自己的位置，往台上而去。这绝对是今天的拍卖会到目前为止上台最多的一次。
看来我们的东西很受欢迎啊。吴凡有些振奋地说道。那是自然。王子明说道，李素芝的作品在收藏界一直以来就非常的受欢迎，因为流传出来的作品很少的缘故，他的作品拍出来的价格都不低，每一次出现都会引起一些轰动，就算是那些平时不怎么爱好收藏书法作品的人，碰到这样的佳作都会想要亲眼目睹一番。吴凡点点头，希望拍出满意的价格，能够被拍卖行当做最后的压轴，这说明拍卖行方面对于这幅作品很看好，拍出的价格也应该是今晚最高才是。不过之前因为我和蒋宇相互斗气的缘故，将那幅春山飞鸟图给拍得虚高了，现在我们这幅作品能不能拍出最高价就不一定了。王子明说道。吴凡点点头，眼睛看向台上。很快众人就轮流都看完了这幅作品，很多人都表现得有些跃跃欲试。这幅作品是被当作这次的压轴来进行宣传的，所以很多人来之前就知道它的存在，也有不少人是冲着它来的。现在真品就在眼前，众人就有些迫不及待了。好了，各位都已经看完了，这幅《宋客行》正式开始拍卖。那拍卖师大声道，脸上的表情很丰富。起拍价3000万，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万。3000万！现场的人听到这个价格，不少人都是不由自主的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绝对是一个很高的起拍价。要知道，在这之前最高的起拍价，也就是王子明和蒋宇斗气的那幅画，才1000万，而现在这个价格直接飙升了3倍。不少本来跃跃欲试想要尝试竞拍的人，这个时候打消了自己的想法。这样的起拍价，最后成交的价格绝对不低，不是他们能够承受的。3010万。虽然有很多人在听到这个起拍价之后打了退堂鼓，但是现在有实力竞争的人还是有的，而且不少。3020万、3050万，价格在不断的上涨，这让本来担心流拍的吴凡瞬间就放下心来。不管怎么样，有人出价了，那这东西算是卖出去了，至少最后钱多钱少的问题。而哪怕是以现在的价格成交，他都可以分到1000多万。而很显然，这个价格还在涨。果然不是一般人能玩的。吴凡心里感慨道。不过这些人报价越高越积极，他就越开心，毕竟这关系到他最后的收入。宋客行的价格一直在涨，没有多久就突破了4000万，之后上涨的势头丝毫不减。4800万，一个中年富商模样的人报价道。这个价格已经达到了李素芝上一个被拍卖的书法作品的价格。然而报价依然没有停止。4850万、4870万，价格很快就超过了5500万。这一来，就算是扣除拍卖行所要收取的佣金，吴凡分到的钱也差不多够店面的费用了。困扰了吴凡一段时间的门面费用问题，就这样轻松的解决了。吴凡甚至是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只能说鉴定术太牛，太实用了。在吴凡感慨的时候，价格继续上涨，没有多久居然就超过了6000万。也就是说，不管最后的成交价格如何，今天晚上这场拍卖会的标王肯定就是吴凡的这幅宋客行了。不过当价格超过6000万之后，吴凡发现报价的人明显少了，报价的间隔也变得比之前久了一些。这6000万就好像是一个门槛一样，阻挡了不少人继续前行。6100万，虽然报价的人少了，但是却依然还有，价格依然是在上涨。而到这个时候都还在竞争的，实力都是不差的，也都是真的对这幅作品有想法，想要买下来的。6500万。这个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了吴凡的耳中，最新报价的人正是吴凡认识的那位方老爷子。之前方老爷子一直在看戏，吴凡还以为他对这幅作品没有兴趣，却是没有想到方老爷子后程发力，在很多人放弃之后，他才正式的加入争夺。真是有钱人啊！吴凡想到，之前这位老爷子差点就在地摊上花80万买一个瓷器盘子，虽然那是赝品，但也证明对方财力可以。而现在更是直接报价6500万来争夺一幅书法作品，当真是财力雄厚。6600万。然而方老爷子的报价并没有能够将其他人都给吓退，报价的人比之前更少了，但还是有人没有放弃。蒋宇一脸羡慕的看着众人报价，他也很想参与，因为他也知道这样的书法作品可遇不可求，只可惜他的钱都用在了之前和王子明争夺那幅水墨画上了，现在身上没钱了，所以现在也就只能是看着了。不过能够对王子明横刀夺爱，今天晚上也算是不虚此行了。蒋宇看了看远处的王子明，心里想到，关于宋客行的报价依然在上涨，不过当价格到达7000万的时候，已经只有4-5个人在继续了，其他人都已经放弃了。而这4-5个人里就包括了方老爷子。7300万。方老爷子再次报价。7400万。方老爷子的话音刚落，就有另外一个人开口报价。7450万。又一个人开口道，只是他的加价幅度已经降低，看样子已经要到他的承受极限了。7600万。方老爷子开口道。7700万。8000万。方老爷子开口道，如果有谁出比这个价格更高，我就放弃。现场一阵沉默，不过沉默没有持续多久，便又一道声音响起。8050万。现场再次沉默，方老爷子看了看对方，转过头又看了一眼台上的书法作品，随后依靠在自己的后背上，微微闭上了眼睛。方老爷子放弃了，他说话算话，虽然对方指出了比他高出50万的价格，但是他并没有丝毫要再加价的意思，似乎他的心理价位就是8000万，多一分都不行。8050万第一次。那拍卖师再次开口道，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了？这可是李素芝的作品，几年都未必能够在拍卖会上见到一个。
而且这还是他的代表作，更是价值连城。错过了今天，下一次想要碰到这么好的收藏品，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买到就是赚到，错过就会后悔。在拍卖师的言语鼓动之下，又有人开口报价：8100万、8150万、8200万。这次现场又恢复了一阵沉默，随后有人再次开口：8500万。现场出现一阵惊呼，这人不但报价，而且还在这个时候一下子将价格提升了300万，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8500万一次，拍卖师也兴奋了起来，声音越发的洪亮。还有没有人出价更高了？这样的作品绝对物超所值，还有没有出价？不过这次任凭这位拍卖师如何鼓动，现在都没有人再出价。8500万第二次，沉默。8500万第三次，拍卖师举起手中的木锤，狠狠地敲下，成交。听到他的话，现在好几个人都松了一口气。那个最后出价的人就是其中之一。见到没有人竞争了，他这才满脸喜色地站起来，朝着众人拱手道：“感谢各位抬爱承认，恭喜恭喜！”周围都是一片恭喜道贺的声音。吴凡同样也松了一口气。到最后的时候，他心跳的速度非常快，脸上也因为激动而显得有些发红。直到那个木锤落下，他才真正放下心来。成交了，8000万、500万，一个对吴凡来说犹如天文数字一般存在。店面的资金问题解决了，自己的事业要迈向一个新的台阶了。恭喜！王子明转头对吴凡笑呵呵地说道：“同喜，同喜。”吴凡说道。两人相视而笑，可以说他们两个人才是今天晚上最大的赢家。一幅16万买回来的作品，居然被卖到了8500万，哪怕是王子明不差钱的主，也为之啧舌，令他惊叹。拍卖会圆满结束，不过众人都没有走，而是留下来参加拍卖行举办的酒会，这是保留节目，众人都是知道的。当然，那些之前在拍卖会上竞拍成功的人，还需要在这之前去将钱给结掉。吴凡和王子明两人什么都没买，自然也就不需要去结账，早早就来到了宴会大厅。吴凡小友，刚刚的拍卖会怎么没见你竞价？没有看上的东西。方老爷子看到吴凡之后走了过来说道：“我就是来凑凑热闹，没想买什么东西。”吴凡笑着说道：“除非能够碰到那种可以捡漏的，在拍卖会上捡漏，那可不容易。”方老爷子说道：“不容易吗？”吴凡和王子明对视了一眼，什么都没说。他们可是捡了一个大漏的。吴凡给方老爷子和王子明两人做介绍，实际上吴凡对他们两人都不算了解，尤其是方老爷子，吴凡只知道他的姓，以及他来自帝都，其他的事情就都不清楚了。王家大少，我之前听说过。方老爷子看向王子明笑道：“一个不错的后辈，方爷爷过赞了。”王子明谦虚道。虽然王子明也不清楚方老爷子的身份背景，但是从他的身上，王子明感受到了那种上者的气息，这方老爷子绝对不是一般人。联想到对方来自帝都，王子明心中有了某种猜测，莫非？想到这里，王子明对方老爷子更加恭敬了。对了，方爷爷，你似乎很喜欢那幅送客行。吴凡倒是没有感觉方老爷子有什么特别，只是觉得对方可能不是一般人，至于怎么不一般法，他就不清楚了。是啊，说到送客行，方老爷子脸上一脸的惋惜。我的确很喜欢那幅作品，不过8500万的价格太高了，超出了我的心理价位，我也就只能放弃了。方老爷子并不是没钱，只是他有自己的心理价位，一旦超过，哪怕当时只是超过了50万，他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那幅作品的确是难得的珍品，我平时也喜欢收藏书法作品，自然见猎欣喜。这次错过了，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碰上。方老爷子说道。不过收藏这种事情不能强求，否则的话就有些违背初衷了。吴凡点点头，表示赞同。收藏本来就是一件风雅之事，如果过于强求，反而不美。这个时候，那些去结账的人也都陆续的来到了大厅，大厅内变得更加热闹了，不少人都上前对自己认识的人恭喜道贺。不好意思，王少，你想要的东西被我买下来了。蒋宇直接来到吴凡他们这边，脸上得意洋洋的对王子明说道。至于王子明身边的吴凡，则是被他自动忽略了。那是我自己主动放弃的。王子明说道。主动放弃？蒋宇笑得更加得意了。王少，你什么似乎也学会嘴硬了？谁不知道你家老爷子喜欢李燕子的大作，这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你会主动放弃？买不起就说买不起，嘴硬就没意思了。蒋宇和王子明两人之间那点恩怨，江州这个圈子里知道的人很多，而今天晚上现场就有这个圈子里的不少人在，所以看到蒋宇主动找上王子明的时候，不少人注意力都到了这边，一副看戏的架势，这也是蒋宇故意挤兑王子明的原因。王子明毕竟也是在江州混的，现在被蒋宇这么当众挤兑，脸色自然不好看。那幅画的确是王少自己主动放弃的。这个时候，吴凡突然开口道：“你是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蒋宇对于吴凡突然的开口很是不满。这里是嘉华拍卖行，我是他们的客人，我为什么不能说话？吴凡说道。难不成蒋少你可以代替嘉华拍卖行做主？嘉华拍卖行可是全国4大拍卖行之一，实力雄厚，哪怕是这几年面临同行巨大的竞争，但是体量依然庞大。蒋宇所在的蒋家虽然实力也不俗，但是要说能够替嘉华拍卖行做主，就有些过了。牙尖嘴利，蒋宇脸色阴沉地说道：“你们两个也就只有嘴硬的本事了，那也比蒋少花6000万买了一个垃圾强啊。”吴凡说道。虽然这个时候出头有可能会得罪蒋宇，但是
毕竟王子明是听从自己建议放弃竞价的，现在被蒋宇当众挤兑嘲笑，吴凡也有些看不去的。哈哈，你们买不到就说他是垃圾。蒋宇笑得有些狂放，脸上是满满的嘲讽。王少，这么输不起吗？我不是输不起，而是你买的的确是垃圾。王子明说道，花了6000万买一个赝品，这种事情我可做不来。赝品？王子明的这2个字顿时就吸引了现场很多人的注意。本来王子明和蒋宇之间的恩怨就已经吸引很多人注意了，现在王子明居然说蒋宇花费6000万买画是赝品，这造成的轰动就更大了。哈哈，王子明，亏我之前一直将你当成我的对手，原来你是这么一个输不起的人。蒋宇大笑道，这幅画不仅是有嘉华拍卖行方面鉴定过，现场也有不少人上去观察过，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你居然说它是赝品，你是要笑死我吗？难道这么多人眼力都不如你？那你倒是说说这幅画怎么个赝品法？王子明一时有些语塞，不由自主地看向吴凡。他说这幅画是赝品，是因为这个说法是吴凡说的，是吴凡看出它是赝品的，至于王子明自己根本就没有发现，这个时候自然也就没有办法指出其疏漏之处。这幅画的确是赝品。吴凡知道这个时候该自己说话了，如果蒋少以及在场的诸位不相信的话，我可以指出来。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能说出什么话来。蒋宇语气嘲讽地说道，他将自己手中的那幅画给展开，他根本就不相信吴凡和王子明的话，只当他们是在嘴硬而已，现在正好可以当众揭穿他们，再次打击他们一番。这样一来，这6000万花的就更值了。而周围的不少人听说了这件事，也都围观了过来。这幅画毕竟是拍出了6000万的价格，是仅次于宋克行的价格的，关注度自然不低。不过大多数人都觉得吴凡是在瞎说，毕竟他们中很多人之前可都是亲自鉴定过这幅画的，他们都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他们都没有发现问题，难道就吴凡一个人发现了？显然在他们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方老爷子以及那位帮忙鉴定宋克行的李老心里倒是对吴凡有一种莫名的期待，他们总觉得吴凡绝对不是随口说说，他这么说肯定是有什么发现的。这幅画表面上看和李燕子大师的手法相似，但实际上并非李燕子大师所做。面对众人的围观，吴凡侃侃而谈，丝毫不慌，有鉴定术在，他只要将鉴定术上的内容给说出来就行了。你说不是就不是啊？蒋宇嘲讽道。李燕子大师画鸟的时候有一个习惯，那就是鸟的羽毛微微上翘，而这幅画上鸟的羽毛却很平直。吴凡不理会蒋宇的嘲讽，继续说道，还有就是积墨的手法了，一般人不会在结构之处积墨，因为稍有不慎就会破坏整体架构，但是李燕子大师却是不同，他通常都会在结构之处积墨，表现手法不同常人，而这幅画的作者显然没有这份功力，所以他不敢在结构凸起处积墨，不信的话你们可以细看。周围的众人下意识的都看向蒋宇手中的那幅画，果然如同吴凡所说，在结构凸起处并没有积墨的情况存在。现场不少人都露出了恍然的表情，他们也都知道李燕子大师的这2个习惯，之前还没怎么注意到，现在听到吴凡这么一说，才发现自己是大意了，之前居然没有看出来。蒋宇的脸色很难看，他自己并不懂古玩鉴赏，但是看到周围人的脸色以及他们小声讨论的声音，他就知道吴凡说的可能都是真的。难道这真的是一幅赝品？然而吴凡的话还在继续，还有一点，这幅画所用的墨也不是唐朝时所有，虽然已经在极力的仿造了，但是却还是有缺陷。各位如果对于唐代的墨汁有研究的话，应该还是能够看出这其中的区别的，虽然这个区别不大。我平时对各代的墨有过研究，这位小兄弟说的不错，不过这人手法很高超，足以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不是听到提醒的话，我还真没有发现，当真的汗颜啊。这个时候现场有个老者一脸惭愧地说道，王老可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这么说指定没错了。真没有想到这幅画居然有这么多漏洞，我们之前居然都没看出来。这年轻人是谁啊？居然有这份眼力，比我这个对水墨画研究多年的人功力都要深厚，当真是后生可畏啊。那老者的话让现场的人议论纷纷，吴凡以及这老者的话再加上周围人自己的观察，众人现在已经基本可以确定蒋宇手中的那幅春山飞鸟图是赝品。蒋宇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情况，他的脸已经如同黑炭一般，那幅被他拿在手中的水墨画尤其一个烫手山芋一般，他拿着也不是，不拿也不是。蒋宇感觉到周围人看向自己的目光已经由之前亲切变成了嘲讽，他觉得现场的每个人都在嘲笑自己，因为他花了6000万买了一幅赝品，而且还被人当众给揭穿了。如果蒋宇自己此时也是看客中的一员的话，他也会像这些人一样嘲笑这个买了赝品的人。如果这个人是王子明的话，那么他更会毫不掩饰自己的嘲讽。但是他此时不是看客的身份，而是当事人，那个买了赝品的人正是他。他此时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去嘲笑别人，他恨不得现在找一个地方钻进去。尤其是在看到王子明那嘲笑的表情的时候，蒋宇更是觉得今天对于自己来说绝对是有生以来最为黑暗的一天。蒋少，怎么样？我没有骗你吧？我之前就说过，你买的可能是一幅垃圾。作为一直不对付的双方，王子明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对蒋宇落井下石的机会。不过我也应该谢谢蒋少，如果不是你的话，买到这幅垃圾的人可能就是我了。蒋少为了不让我受骗，出6000万的价格抢下这幅赝品，当真是舍己为人的典范，我辈的楷模，我自愧不如。蒋宇的脸色已经阴沉的犹如墨水一般，王子明的每一个字都如同巴掌一样打在他的脸上，让他疼得差点晕过去。蒋宇相信过了今天晚上，他花了6000万
买了赝品的事情肯定是会在圈子里传开，到时候他就会成为圈子里的笑话。想到这里，蒋宇差点没晕过去，太丢人了。蒋宇脸上满是尴尬和愤怒的表情，一把收起那幅画，阻止了吴凡继续点评，说道：“你以为你是谁啊？你说他是赝品，他就是赝品了，满口胡言。”说完，蒋宇恶狠狠地盯了吴凡一眼，然后转身离开。这里是待不下去了，继续待下去，他就要成为众人的笑柄了。蒋宇的心里除了痛恨王子明之外，也痛恨吴凡，甚至痛恨吴凡比痛恨王子明还要严重。就是这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人，居然当众揭穿了自己买到赝品的事情，那么多人都没有发现，结果他居然发现了，自己会被人嘲笑，会成为圈子里的笑话，一切都因为他。蒋宇相信，如果不是吴凡的话，王子明以及其他人都不会知道自己买到了赝品的事情，自己也就不会被人嘲笑，甚至自己还没有借此机会打击嘲笑王子明一番。结果因为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人，一切都变了，自己没有打击到王子明，反而是成了笑话。蒋少这就走了吗？我还没说完呢。吴凡在背后喊道。对于蒋宇的眼神，吴凡自然也注意到了，不过倒也没有太过在意。在开口的时候，他就想到这个蒋宇绝对是会记恨自己，如果害怕的话，他就不会站出来开口了。蒋宇脚步不停，似乎还走得更快了。蒋少，东西拿好，那毕竟是你花6000万买的，6000万买的赝品，它非同一般，值得好好收藏，哈哈哈。王子明也笑着说道。蒋宇脚下一滑，差点没摔倒，稳住身子之后，气得脸色涨红，不敢再有任何停留，很快就离开了大厅。这里是真没法待了。蒋宇离开，周围围观看热闹的人也都慢慢散去。不过这件事的影响却不会那么容易消散，众人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之后，谈论的话题多半还是和那幅画有关。毕竟那是一幅价值6000万的赝品，花这么多钱买一幅赝品，在平时也是不多见的。当然，当众指出其赝品身份的吴凡，也成了很多人关注的焦点。这个大厅内的众人多多少少都对古玩鉴赏有研究，有的更是沉浸这一行几十年，结果他们居然什么都没有发现，反倒是吴凡这样一个年轻人，居然轻松地指出了其不妥之处，而且还指出了不止一处。这份鉴赏的功力远超其他人。吴凡小友，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在古玩方面的鉴赏能力果然非同一般。方老爷子笑呵呵地对吴凡说道。虽然心里还在疑惑吴凡的古玩鉴赏能力是从何而来，但是通过昨天和今天的2次的事情，方老爷子对于吴凡的古玩的鉴赏实力没有丝毫的怀疑，这绝对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拥有的能力。就算是他，也未必有吴凡这份功力。方爷爷过誉了，我也就是多看了几本书而已。吴凡谦虚道。看鉴赏方面书籍的人有很多，但是能达到你这份水平的却是没几个。方老爷子意味深长地看着吴凡说道，确切地说，你是我到目前为止见到的唯一一个。是吗？那我挺荣幸的。吴凡说道。吴凡也没有办法解释自己鉴赏能力的由来的，只能是想这么一个借口了。如果不是之前不想看到王子明吃亏买到赝品，吴凡都不想开口的。好在方老爷子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很快就转移了话题，和吴凡聊起了古玩方面的一些趣闻。而这个时候就轮到吴凡听了，实际上他对于古玩鉴赏知识了解的不多，特指某一个物品的时候，他还能够利用鉴定术作弊，但是如果这样大而统之的去谈，他就谈不了什么了。之前的事情真是谢谢你了。宴会结束之后，王子明对黄蜂道谢道，如果不是你的话，买到赝品的人可能就是我了。那样的话，我不仅会成为圈子里的笑话，还会被我们家老头子给批评。因为自己父亲喜欢李燕子大师的作品，王子明当时的确是抱有一定要拍下那幅画的想法的，哪怕是价格高一些也是能接受的。好在吴凡及时的制止了他，这才让他没有上当，没有吃那么大一个亏。我也就是刚好看出来而已。吴凡说道。你这个刚好的能力可是要超过现场很多人的。王子明笑道。现场除了你之外都没有其他人看出来，就连拍卖行方面都没有发现。之前因为送客行的事情，王子明就对吴凡在古玩鉴赏方面的能力刮目相看，而过了今天晚上，他对于吴凡的这份功力更是佩服得不得了。吴凡笑笑没有说话。那些沉浸古玩研究多年的人也不敢保证自己一直不走眼，但是自己有鉴定术就不同了，只要使用鉴定术，那么自己就不会走眼，可以有100%的准确率，这的确不是那么些人可以比的。今天晚上你得罪了蒋宇，这事和我有关，如果他找你麻烦，你就告诉我，我帮你解决。王子明对吴凡说道。吴凡当众揭穿那幅画赝品的身份，蒋宇对此肯定是记恨在心底的。以王子明对吴凡的了解，蒋宇绝对不会轻易的放过吴凡，报复那是大概率的事情。吴凡点点头，问道：你和蒋宇之间有什么过节吗？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王子明和蒋宇两人不对付。吴凡倒是有些好奇他们之间的关系。王子明点点头，说道：是有那么一点过节，其实也没什么，大家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但是一个大的圈子里必然是有几个小圈子的，而我和他就是分属2个不同的小圈子，我们之间有些互相看不对眼而已。吴凡点头表示明白。像王子明和蒋宇这种一看就都是家世显赫的，这种人自然是有傲气的，又都在江州这里，自然是希望自己能够压对方一头，这样一来也就造成了2人之间的矛盾。而吴凡本来是没有资格参与这种争斗的，只是他今天晚上帮王子明说了话，自然也就会在蒋宇记恨名单上了。王子明一直将吴凡送到了住处，在吴凡要下车之前，王子明笑着说道：拍卖行那边明天就会将钱打过来，你马上就是千万富翁了，有什么打算没有？买车？买房？我准备开家餐厅。
吴凡说道，店面都已经找好了，就差钱去付款了。这笔钱来了之后，我先将店面买下，之后装修也要钱，前期也需要一笔钱开支。如果有剩余的，我可能会买辆车吧。没车，有时候挺不方便的。说到车，吴凡想起了自己背包里的那块坐骑令牌，那令牌的使用并没有空间限制，也就是说，不管是在游戏世界还是在现实之中，都是可以使用的，而且可以随意的幻化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这样一来，自己现实中的车子也就有了。对王子明说买车也只是一个借口而已。你要开餐厅？王子明微微有些惊讶，毕竟他之前没有听吴凡说过这件事。不过他随即点点头说道，倒也正常，你厨艺顶尖，而且现在也有了些钱，开餐厅正合适。餐厅开在哪里？我到时候过去尝尝。那个地方王哥很熟悉。吴凡笑道，就在凯乐门的对面，两家餐厅只隔着一条马路。凯乐门对面？王子明再次愣住，他没有想到吴凡会将餐厅开在凯乐门的对面。要知道那里的地理位置虽然不错，人流量也很大，但是生意多半都是被凯乐门给抢走了，那里其他几家餐厅的生意并不好。你倒是对自己很有信心啊。王子明笑道，吴凡能够将餐厅开在凯乐门的对面，说明他对自己的餐厅很有信心，不害怕和凯乐门进行直接竞争。那是对于自己的厨艺，吴凡还是很自信，就好像是对自己鉴定能力一样自信。而且除了我之外，我的餐厅还有一位大厨，这个人王哥你还认识？我认识。不错，就是刘一刀刘大厨。吴凡说道。刘大厨在你那？王子明惊道。对于刘一刀的手艺，王子明是很清楚也很认可的。当初刘一刀从凯乐门离开之后，王子明为此还可惜了好久，以为自己再也吃不到刘一刀做的菜了，却是没有想到刘一刀居然去投奔吴凡了。是啊，吴凡笑道，我收了他当徒弟，等餐厅开起来，我会认真教他厨艺，以后新餐厅的主厨就会是他，而不是我。吴凡可没有想到自己要一直待在厨房内，他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拥有另一个世界的资源之后，他也不满足于只开一家餐厅就可以了，他还想要在其他方面做出一些成就。你收刘大厨当徒弟了？王子明发现自己今天晚上发愣的次数有些多，不过谁让吴凡的这些消息一个比一个让他惊讶呢？是啊，吴凡说道，以他手艺，再加上我的教授，我相信他当我的新餐厅的主厨还是没有问题的。那当然没有问题。王子明说道，刘大厨之前可就是凯乐门的主厨，凯乐门的主厨未必有资格当我餐厅的主厨。吴凡自信地说道，我的餐厅将会是整个江州，甚至是全国最好的餐厅，又岂是凯乐门所能比的？吴凡对此非常的自信，以他的厨艺，再加上另一个时空食材支持，他的餐厅绝对是会比凯乐门受欢迎，也绝对可以闻名全国。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王子明从吴凡的身上感受到了强大的自信，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吴凡不是在说大话，而是真的能够做到。游戏世界中，吴凡他们依然是在赶路，这天内倒是没有再发生什么意外，赶路都很顺利。因为于飞死了，现在飞鸟营由周山负责，所以倒也没有人来找吴凡以及他小队的麻烦。第二天早上，吴凡结束锻炼之后不久，就收到了银行的短信通知，随后王子明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哈哈，吴凡，信息收到了吗？钱到账了吧？王子明在电话里说道，扣除佣金之后，我们每人4037万5千，我给你凑了一个整，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吴凡看了一下那条信息，果然显示的是他的卡里到账了4100万，一下子卡里多了4100万，哪怕是吴凡早有心理准备，这个时候也变得激动起来。自己昨天还是一个靠着最近烧烤生意火爆，而存款勉强达到5位数的穷人，今天一下子就迈入了千万富翁的行列，这前后的差距也太大了。王哥，钱收到了，谢谢了。吴凡感激道。谢什么？这是你应得的。王子明说道，说起来还是我占了你的光，白得了4000万。两人能够赚到这么多钱，的确是吴凡的功劳更大一些。结束了和王子明的通过之后，吴凡立即便打车前往之前那个店面，并且在车上的时候就已经联系了那店面的原主人钱老板。吴凡到那里的时候，钱老板还没有到。吴凡看着这个所住的店面，颇为振奋的自语道，这个店面马上就要属于我了。吴先生，这么急着喊我来，是筹集到钱了，还是不打算买了？我们可是事先说好的，你就算是不买了，定金也是不能退的。在吴凡打量着即将属于自己的店面的时候，钱老板的声音从他的背后响起。钱老板来了。吴凡转身看向对方，钱我已经筹集好了，我可以立即汇款，然后签订合同。筹集好了？这么快？钱老板有些惊讶地说道。上一次的见面，钱老板也能够看出吴凡对于这个店面的喜爱，同时他也能够看出来吴凡当时的确很为难，身上应该没有多少钱，却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就将钱给筹集齐了。想了点办法。吴凡说道。钱老板对吴凡竖起大拇指道，吴先生果然厉害，既然这样的话，我们立即就办理手续，签订合同吧。钱老板现在很缺资金，吴凡能够那么快的就筹集到资金，他当然是很满意的。之后双方签署合同，办理手续，一直忙碌了大半天的时间，直到午后手续这才都办理完。这里以后就属于吴老板了，祝吴老板以后生意大火，财源广进。一切都处理完毕之后，钱老板对吴凡说道，他对吴凡的称呼也发生了改变。不过在知道吴凡打算继续开餐厅之后，钱老板的心里并不认为吴凡的生意能有多好，他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之前为了办好这个餐厅，他也没少投入，从装修到服务再到厨师，方方面面他都做了很多的准备，然而却还是不如路对面的凯乐门，一直被对方压制。
而吴凡那么年轻，钱老板不认为他有改变如此现状的能力，可能是年轻人年轻气盛，头铁，所以非要试试。所以钱老板现在对吴凡说的都只是客套话，而不是真心话。谢谢。吴凡道谢道，钱老板以后有时间的话可以回来看看，我保证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情形。吴凡也知道对方可能并不相信自己能够打败凯乐门，在这里立足，不过吴凡对自己很有信心。会的，有时间我会回来看看的。钱老板说道。两人寒暄了几句之后，钱老板就离开了。偌大的餐厅内就只有吴凡一个人。吴凡立即给刘一刀打了一个电话，让对方立即过来。随后吴凡从旁边的超市内买了一些蔬菜和大米，在自己的餐厅内做了第一顿饭。当刘一刀赶到的时候，吴凡也刚好将饭菜给做好。来了，巧了，我这边刚做好，过来一起吃。吴凡招呼吴凡道。本来都吃过了，不过闻到师傅你做的饭菜，我的肚子又饿了。刘一刀也不和吴凡客气，在吴凡的旁边坐下，只是刚吃一口之后，他却是愣住了，愣愣地看向吴凡说道，师傅，你怎么能在这里做饭？我把这里买下来了，这里已经属于我了，我当然可以在这里做饭。吴凡一边吃一边随意地说道。味道非常的不错，吴凡本身就拥有高级厨艺，在白鹤玉佩的加持下，吴凡的厨艺等级更是达到了大师级。虽然只是随便做了几个菜，但是那味道绝对是难得一见。师傅，你买下来了？你有钱了？刘一刀一脸惊喜地问道。是啊，刚刚办完所有手续，这不就将你给喊来了。吴凡说道。太好了！刘一刀极为兴奋地说道。师傅，让我留下来给你打下手吧，厨房里的事情我都清楚，保证不会出任何的差错。刘一刀一直都盼着吴凡能够将这里买下，那样的话，他作为吴凡的徒弟就又可以回到厨房了。相比于烧烤摊，刘一刀显然更加喜欢待在厨房内。打下手？吴凡摇摇头。不行吗？见吴凡拒绝，本来还满脸兴奋的刘一刀脸色顿时暗淡了下去。是了，怪我太着急了，我才拜师没有多长时间，师傅不愿意教我也是应该的。刘一刀本身就在厨艺界混了多年的，自然是知道那些有绝活的大厨们都是不会轻易的教徒弟的，更不会轻易的教授自己的绝活。而他才跟着吴凡没有多久，吴凡心中有顾虑也是正常。你乱说什么呢？吴凡见刘一刀误会了自己的意思，不由得有些好笑。我不让你给我打下手，是准备让你当餐厅主厨的。让我当主厨？刘一刀直接愣住了。那师傅你呢？在刘一刀想来，这餐厅是吴凡开的，而吴凡又拥有非凡的厨艺，那么这个餐厅的主厨肯定是非吴凡莫属的，也因此他之前才会想着要给吴凡打下手，顺便学学厨艺。然而刘一刀却是没有想到，吴凡居然打算让他当主厨，那吴凡自己呢？吴凡笑了笑说道，我自然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怎么，你不愿意当这个餐厅的主厨？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刘一刀连忙说道，我是怕自己做不好，我的厨艺不如师傅你。你怎么会做不好呢？吴凡说道，你之前可是凯乐门的主厨，厨艺没有问题，当然你既然已经拜我为师的，我自然也要教授你厨艺，我每天会抽出一些时间来教你。真的？那太好了。听到吴凡这么一说，刘一刀大喜。当然。吴凡笑道，我也希望你的厨艺得到提高，那样的话餐厅的生意只会越来越好。师傅你放心，我一定用心学，绝对不辜负你的期望。刘一刀保证道。自从知道吴凡的厨艺以来，刘一刀就一直想要和吴凡学习厨艺，只是之前条件有限，两人只能是在烧烤摊上忙活。吴凡虽然也教，但是教的毕竟有限。而现在他们要回归厨房了，刘一刀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学习的机会，用心的去和吴凡学习。吴凡点点头，对于刘一刀的态度很满意。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得先招聘服务员以及其他一些厨师，店内也要进行简单的装修。吴凡说道。之前钱老板打算出售这里之后，便将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给遣散了，所以这个餐厅目前就只有吴凡和刘一刀两个人，可谓势单力薄的。刘一刀点点头说道，我倒是认识一些厨师，师傅你如果信得过我的话，我去试试将他们邀请来。吴凡对于厨艺界来说可谓是一个小白，但是刘一刀不一样，他在这一行已经混迹多年，还做到了凯乐门的主厨的位置，认识的厨师自然不少。我当然信得过你，那厨师的事情就交给你去负责，我去招聘服务员。刘一刀能够主动揽下这个话，吴凡很开心。本来他也是有意让刘一刀去联系其他厨师的，毕竟这个餐厅的厨房以后是要交给刘一刀负责的，自然是要聘请那些刘一刀用着顺手的人。饭后两人分头行事，在分开之后，吴凡将刘一刀之前垫付的那50万还给了他。刘一刀那边去联系自己认识的厨师，而吴凡这里则是联系装修队，准备对餐厅进行简单的装修。至于招聘服务员的事情，只能是留到明天早上去人才市场看看了。一般来说，人才市场都是早上开门，下午没人。因为那幅送客行让吴凡收益了4000多万，买这个餐厅只花了2000多万，所以吴凡现在手里还是有不少余钱，装修的钱自然是不缺的。有钱的情况下，想要找一支质量过硬的装修队，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吴凡没用多久就找到了那么一支，随后陪同对方在餐厅里转悠了半天，商量好了装修方案，对方也保证明天就可以开工。第二天早上，吴凡锻炼结束之后，便前往了人才市场。此时时间不过才刚过8点，距离人才市场开门还有一段时间。然而这个时候，人才市场外面却是已经聚集了很多人，这些人大多手中拿着简历，脸上带着期盼、紧张的表情。看着这一幅幅表情，吴凡心中感慨，
几个月之前，自己也曾经是这其中的一员。当时自己也和这些人一样，怀揣着简历，带着忐忑的心情，不断的前往人才市场，想要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然而，却一次次的带着失望的心情回去。而现在，仅仅是几个月的时间而已，吴凡的身份就发生了变化。当他再次来到这个人才市场的时候，他已经从一个找工作的人变成了一个招聘的人。8点半，人才市场开门，那些等候已久的人顿时蜂拥而入。吴凡昨天已经联系了人才市场，花了些钱，在这里租了一个位置。不过，当吴凡来到这里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得有多不足。他根本就没有准备任何的招聘海报，甚至连任何的招聘信息都没有填写。而且这次只有他一个人来，一个帮手都没有。吴凡连忙他租的这个摊位上填写了自己想要招聘的岗位以及要求、薪资待遇等信息。像他这种临时填写的人，现场还真就他一个，倒也吸引了一些人留下来看看。不过，当看到吴凡招聘的都是一些服务员、前台等职位的时候，很多人都离开了。来人才市场的很多都是那种有高等学历的人，这种人是不愿意当什么服务员的，尤其是那种刚走出校门不久的人，心中还有着傲气，不愿意去做这种他们眼中地位并不高的职业。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离开了，还是有一些人留了下来的。不过，这些人学历通常都不是很高。对此，吴凡倒也不在意，他对于学历没有太高的要求，识字就行。当然，那种大堂经理级别的就有经验以及学历上的要求了。吴凡也想要将自己的餐厅打造的完美一些。一连面试了3、4个人，都是来应聘服务员，都是那种学历不高、年纪比较轻的人。吴凡随便和他们聊了几句，也就都同意了。倒是吴凡一直寄予厚望的大堂经理职位，一直没有人前来应聘。对于这个职位，吴凡还是很重视的，毕竟他以后不可能一直都待在餐厅内，那么餐厅内的事情就需要交给这个经理负责。如果这个经理的能力不行的话，那么对他们餐厅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你好，我要应聘大堂经理。一个清脆的声音在吴凡耳边响起。吴凡抬头，哪怕是见惯了柳岩和唐雨霏那种角色的他，看到眼前之人都是一阵惊艳。精致的五官，秀气的眉毛，樱桃般的嘴巴上涂着淡淡的红色，瀑布般的秀发扎于脑后，给人一种既美艳又干练的感觉。好在吴凡平时没少和柳岩而已及唐雨霏这种级别的美女见面，所以眼前的美女虽然极为漂亮，倒也没有让他失态，只是惊艳于对方的美貌，很快就恢复过来。陈冰瑶，吴凡低头看起了对方递过来的简历，随即微微有些惊讶地说道：“你这简历挺漂亮的呀。”“可不是吗？”陈冰瑶，24岁，从小学习优异，获得过各种奖学金，大学是在米国的一所知名学府上的，大学期间每年都能够拿到高额的奖学金，不仅是提前1年毕业，而且在大学的最后1年还去了一所5星级饭店实习，实习的位置正是大堂经理。可以说，陈冰瑶的简历相当的漂亮，要学历有学历，要经验有经验。吴凡有些想不通，对方这么优秀的一个人才，怎么会看上自己的餐厅？虽然吴凡对于自己的餐厅很有信心，他相信自己的餐厅未来一定是可以成为一所全国知名的餐厅，但是其他人不知道啊，在其他人的眼里，自己的餐厅只不过是一个刚准备开业的小幼苗，才处于起步阶段而已，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说不定开上一段时间就倒闭了，也有可能。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会选择来我餐厅应聘吗？吴凡问道。他可不觉得陈冰瑶是看出自己餐厅的不凡，或者被自己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因为我打算从头做起。陈冰瑶一脸自信地说道，我的梦想是自己亲手打造出一所闻名全国，甚至是闻名全世界的顶级餐厅。你的餐厅刚准备开始营业，而且看介绍基础条件很不错，符合我的基本要求，所以我就来了。果然，这么优秀的女孩子内心里都是相当自信，也是有野心的。就算是吴凡自己，他之前也不过是想着将自己的餐厅开到闻名全国而已。而这个陈冰瑶居然想要打造出一个闻名全世界的顶级餐厅，野心比自己还大。不过有这样的野心并不是什么坏事，尤其是在对方能力不差的情况下，有这样的野心可以让他更加有动力。你的想法很好，我也想要将自己的餐厅做到那个地步。吴凡笑着说道，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愉快，共同完成这个目标。合作愉快。陈冰瑶说道，对于自己会被录取，他一点也不意外。最重要的经理职位搞定之后，接下来就只有服务员、保安之类，这些职位要求低，虽然很多人看不上，但是想要应聘这些职位的同样不少，所以吴凡不到半天时间就全部招聘齐了。所有要招聘的人员都已经搞定，吴凡也就没有在这里继续待下去的必要，准备离开。吴凡这边刚走几步，就听到有人在喊他。吴凡转身看到了一个自己不想看到的人，马英飞，吴凡大学时候的同学，同时也是赵雪怡的追求者之一。在大学的时候，喜欢赵雪怡的人很多，赵雪怡毕竟长得漂亮，受到欢迎也不奇怪。而这马英飞就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个。马英飞是吴凡他们的同班同学，家里开了个公司，平时花钱颇为大方，有些暴发户的气质，追求赵雪怡也颇为高调，鲜花、礼物等等就没有断过。不过赵雪怡并没有答应他的追求，马英飞追了4年都没有得手。当初吴凡喜欢赵雪怡的乌龙事件出现之后，除了赵小婷之外，就属这马英飞嘲笑吴凡最为卖力了，也因此吴凡对他自然也一直都没有什么好的印象。还真是你啊，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马英飞走过来说道，怎么来找工作？吴凡刚准备说话，马英飞却是已经继续说了起来，现在的工作可不好找，你看看这里这么多人，得有数千吧，有的有学历，有的有经验，就算是这样，想要找一份好工作都挺难的。江州这种发达城市竞争压力太大，我不明白你留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我要是你，
早就回老家去了。你们老家那种18线的小城市，竞争压力小，也许能找个好工作也说不定。马英飞噼里啪啦的说了一通，表面上看是为了吴凡好，实际上却是各种贬低吴凡。谢谢你的建议，我已经有工作了。吴凡淡淡的说道。有工作了？是在服装厂还是在电子厂？马英飞说道。为了留在江州，那么辛苦何必呢？我爸的公司招聘，你是没看到，那些名牌大学的学生拿着简历哭着喊着的来应聘。马英飞抖了抖自己手中厚厚的一摞简历，说道，看到没，这些都是来应聘的。吴凡点点头，说道，是挺多的。可不是。马英飞说道，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我就好心帮你一把，把你拉进我爸的公司。不过你学历和能力都太低，估计也胜任不了什么重要职位，刚好公司最近在招保安，你可以来试试。不用了。吴凡拒绝道，别看不上保安这个职位，多少人抢着呢，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同学的份上，我还不给你这个机会呢。马英飞说道。谢谢你的好意了，我不需要。吴凡说道。还挺清高。马英飞说道，不要就算了，我先走了，你慢慢找吧。说完，马英飞拿着那些简历昂着头离开。吴凡看着马英飞的背影微微摇头，接着也离开了人才市场。吴凡没有回去，而是去了餐厅那里，装修队已经过来开始装修，因为之前这里就是餐厅，装修的也不错，所以吴凡并没有准备大肆整改，只是在内部进行一些细化，提高一些格调而已。晚上，吴凡和刘一刀两人再次出现在江州大学的那条街道上，在他们的旁边是陪吴凡1个多月的烧烤摊，而在烧烤摊前则是像往常一样围了不少人。各位，今天是我们在这里最后一天摆摊，今天晚上这里所有的东西全部半价。吴凡摆好东西之后，大声地对众人说道。啊，老板，你不做烧烤了？吴老师，你要去哪里？吴老师，我现在只喜欢吃你做的烧烤，你要是不做了，我吃什么呀？周围的人对吴凡的话反应比较激烈和意外，这些人都是吴凡的老顾客了，已经习惯吃他的烧烤，再吃其他家的都会感觉没味，自然是不希望吴凡离开的。不好意思各位，吴凡歉意地说道，我开了一家餐厅，过几天就要正式营业了，所以以后是没有时间来这里做烧烤了。吴老师，你要开餐厅了？太厉害了。吴老师，你餐厅开在哪里？有机会我们去捧场。老板，你做烧烤手艺那么好，开餐厅肯定也不会，你的餐厅我一定要去光顾光顾。众人听到吴凡居然要开餐厅了，大多数人都为吴凡感到由衷的欣喜。这些顾客里有很多人都是江州大学的学生，更有很多是看着吴凡一步步将烧烤生意做到如今这么火爆的，现在看到吴凡事业更进一步，他们都发自内心的为吴凡感到高兴。当天晚上，吴凡的生意异常的火爆，一个是价格便宜有优惠，另一个是因为众人知道吴凡就要不做烧烤了，这是最后一顿了，错过了今天，以后就没有机会吃吴凡做的烧烤了，这也就导致了本来很多今天没有打算能吃烧烤的人，最后都改了主意，留了下来。吴凡和刘一刀两人又是忙活到很晚，准备的食材全部卖光，两人才得以离开。晚上，游戏世界中，吴凡半躺在装满粮食的马车顶部，无聊地看着天空。这里的天很蓝，空气很清新，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遥望天空可以让人头脑完全的放空。不过，吴凡这样轻松无聊的行程就要结束了，因为他们就要到目的地了。中午时分，坐在马车顶端的吴凡已经可以看到远处有密密麻麻的白色营帐连在一起，犹如草地上一捧白雪。终于到了，吴凡从马车上跳下来说道。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将粮食送到，任务算是可以完成了。什么人？在吴凡他们接近那个营地的时候，被一群士兵给拦了下来。这群士兵都穿着制式装备，手中拿着长枪，队列排列整齐，脸上带着肃杀之前，和吴凡他们这边的飞鸟营有着明显的不同，明眼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谁是正规军，谁是杂牌军。我们是飞鸟营的，我们奉命护送粮草过来。周山下马对那士兵说道。为首的士兵点点头，朝着自己身后看了一眼，随后他身后那些人就对吴凡他们马车进行检查，同时那为首的士兵也拿过周山递过去的身份令牌。飞鸟营中队长，你们主将呢？那为首的士兵虽然只是一个小队长的身份，但是他们是正规军，面对这种护送粮草的杂牌军，心理上有优势，所以面对周山的时候，他没有丝毫的紧张，甚至有种上级面对下属的感觉。路上出了点意外，我们主将死在了路上，具体的情况我会向李将军详细叙说。周山道。那小队长看到自己小队的人搜索马车没有问题，随后便对飞鸟营进行了放行。吴凡跟着大部队这才正式的进入这个营地。营地内一队队的士兵来回巡逻，他们军容齐整，表情严肃，吴凡甚至在他们身上感觉到了一股股的杀气。这正规军和杂牌军果然明显不同。吴凡心里想到，虽然他们第3大队在从清远县城出发之前也经过了简单的训练，但是那样的训练量和正规军之间显然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的。和这些正规军相比，第3大队和其他几个大队并没有什么太大不同。在吴凡还在感慨这些正规军的不一般的时候，远处走来一群人，沿途的士兵们看到那群人纷纷停住行礼，这是来大人物了。那群人直奔吴凡他们这边来，脚下的速度很快。粮草送来了，运来多少？哪个地方运来的？那群人很快就来到吴凡他们的面前，为首之人一脸热切地问道。回李将军，我们是从清远县城而来的，一共运来120辆车的粮草，无一缺少。周山上前回道。才这么点？那人满脸失望地说道，随即他看向周山问道，你认识我？
卑职之前在飞熊军的时候，有幸见过李将军一面。周山道：哦，我想起来了，你是飞熊军的那个校尉，我对你有些印象。你现在怎么跑来护送粮草了？那李将军回道：这李将军正是这个营地的主将李德明。这段时间，李德明一直在忧心粮草的事情，眼看着营地内的粮草一天天的减少，就快要见底了。李德明的心里很着急，更让他着急的是，那么多运粮队居然一个都还没有到来。一旦营地内粮食耗尽，运粮队都还没有到达的话，不用魔界的人进攻，他们自己就自行崩溃了。而现在，终于是有一支运粮队顺利到达，李德明便急不可耐地亲自赶过来看看。李德明倒是没有想到，这支运粮队里居然还有一个熟人。说熟人其实也算不上，他也只是和对方有过一面之缘，只是对方给他留下了一些印象而已。卑职现在不是飞熊军的校尉，乃是飞鸟营第3大队的大队长。周山回道。李德明点点头，随后他看向了随队而来那些穿着破破烂烂的起义军士兵们，他们是怎么回事？李将军，这件事我正要向您汇报。周山说道。随后周山将之前路上发生的事情详细的向里面的做了汇报。你就是吴凡？李德明听完周山的汇报之后，将目光看向了吴凡。在周山的汇报中，吴凡在运粮队的2次遇险中都表现得非常亮眼，这让李德明对于吴凡有了一些兴趣。我是。吴凡点头道。有没有兴趣到我的队伍中来？李德明说道。周围的一些士兵羡慕地看着吴凡，在他们看来，到李德明的队伍中那就是正规军了，比之前的杂牌军身份好了不少，而且有了李德明的赏识，吴凡以后升职也会更快一些。众人都以为吴凡肯定是会答应，谁知道吴凡听后却是摇摇头，拒绝道：多谢李将军好意，我没有当兵的想法，这次兵役结束之后，我还想回去种田。周围的人听到吴凡的话，顿时大为惊讶，尤其是李德明旁边的那些士兵们，更是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吴凡。李德明亲自邀请，这是多少人都没有的待遇，吴凡居然给拒绝了。就算是李德明自己也微微有些惊讶，不过他对于吴凡也只是有些兴趣而已，倒也没有非要留下他的意思。听到吴凡这么说，也没有强求，只是点点头，然后不再看吴凡，而是看向了周山说道：那些俘虏都留下来做苦力，至于他们的头目杨志虎，我会派人押回去，你们的功劳到时候也由朝廷给你们确定。多谢李将军。李德明点点头，随后带着人就离开了。那些俘虏们则是开始搬运粮食，对于他们来说，留下来当苦力未必是什么坏事，至少他们有口饭吃，不至于饿死。至于飞鸟营的众人，将会在这里逗留一天，明天早上出发返回。待李德明等人离开之后，周山让飞鸟营的人散去，独自将吴凡留下。吴凡，你怎么拒绝了李将军的招揽？李将军可不是于飞之流可比的，跟着刘将军，你不但可以进入正规军之中，而且前途绝对不会差。周山有些着急地对吴凡说道。周山是真的希望吴凡能够进入正规军之中，他觉得吴凡的才能只有在那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施展，回去种地实在是太可惜了。见周山这么说，吴凡笑道：我志不在此，种地才最适合我。现实中的餐厅就要开业了，虽然用普通的食材也照样可以，但是吴凡想要将自己的餐厅给开到闻名全国，甚至是闻名全世界，那只用普通的食材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他很需要这个世界的食材。当然，吴凡也可以用钱购买，问题上他现在没钱，还欠了老村长一大笔钱，所以只能是选择自己种地了。另外，一旦成为正规军，就会失去很多自由，大多数时间肯定都是在营地内训练，想要再去打怪寻宝就很难了。吴凡对于这个世界可是有着很大的探索欲的。你呀，周山叹了口气，他也看出来了，吴凡是真的非常想要回去种地，而不是留在军营里。吴凡笑笑，也不在意。吴凡本来是打算在营地内到处转转的，只是他们这些人杂牌兵好像有些不受待见，营地内的士兵明确是告诉他们不要乱走，他们晚上就住在这个营地的后面。队长，那里就是魔界中人建立的城池。牛儿问旁边的吴凡道：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魔界中人呢，听村里的长辈们说，魔界中的人都是身高8尺，皮肤都是血红色，面目狰狞，3头6臂，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此时众人站在自己的营地内，看向远处的那座城池，而那座城池正是魔界中人所建，也是人间界几大国家这次攻击的目标所在。你好奇，可以过去看看。郑小六对牛二说道。牛二缩了缩脖子，说道：我才不去。显然，因为之前那些听说的消息，牛二对于魔界中人还是有畏惧的。实际上，吴凡对于魔界中人同样也很好奇，被魔气感染的野兽都会变得那么凶残，那么一直在充满魔气的环境中长大的魔界中人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会不会更加凶残？天色逐渐暗下来，吴凡回到自己的营帐，随后返回现实之中，而营地内也慢慢的安静下来，大多数人都去休息了。不过李德明却是没有去休息，他营帐依旧灯火通明。其他的运粮队都还没有消息吗？李德明询问自己的副官道，他的脸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有些昏暗莫名。除了清远县城的运粮队外，其他的运粮队都没有到，也没有任何的消息。副官说道，按照时间推算，他们也应该到了，甚至有些运粮队应该比清远县城的更早到才是。这同样也是李德明心中疑惑的地方。清远县城绝对不是距离这里最近的城池，然而他们都到了，但是比他们近的运粮队居然还没有到，这就有点不正常了。清远那边送来的粮食加上我们的存粮，能够坚持多久？李德明问道。最多3天。副官说道。3天。李德明喃喃自语，也许
我们该做一些其他的准备了。将军，你的意思是？我总觉得这次粮草运送的事情不那么简单。李德明说道，希望不是我想的那样，否则有些人该被杀头。副官心中一惊，他感觉到了李德明身上散发出来的浓浓的杀气，显然李德明动怒了。早上锻炼的时候，柳岩主动问了吴凡昨天晚上的事情。你要开餐厅？柳岩的声音依旧清冷。吴凡点头道，估计昨天晚上他说的话已经被传回了校园，柳岩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地点在哪？凯乐门对面。吴凡说道。凯乐门作为江州标志性餐厅，知道的人很多，相信柳岩也知道。果然，柳岩听到吴凡的话，点了点头，不再说话。你要开餐厅？同样的问题随后从唐雨飞的嘴里再次的被问出。吴凡点点头，说道，还有几天就要开业了。地点在哪？等你开业，我去捧场。唐雨飞直接道。凯乐门对面。吴凡说道。那里？唐雨飞微微沉吟，位置倒是不错，不过那里生意多半都被凯乐门给抢走了。老师，你将餐厅开在那里，对自己的餐厅很有信心啊？还是说你只打算做中低端的生意？我对客户群体的定位和凯乐门一样。吴凡笑着说道，我对自己的餐厅很有信心。对哦，怎么忘了老师你的厨艺非常的厉害，到时候我一定要去尝尝。唐雨飞说道。在离开的时候，唐雨飞还别忘记提醒吴凡，让他不要忘了他的生日宴会的事情。从学校离开之后，吴凡就直接去了餐厅，当起了监工。这毕竟是他花费了2000多万投资的，他不能不上心，一整天的时间都待在那里，看着自己的餐厅一点点的变化着样子。游戏世界中，当吴凡刚进入的时候，就被外面的嘈杂声给惊到了。营帐外的天色应该是刚亮不久，然而众人的呼喊声、马蹄声、脚步声等等却是非常的多，而且还很乱。出事了！吴凡满是意识到可能有大事发生，连忙走出自己的营帐。果然，营帐外到处都是人员在走动，整个飞鸟营犹如刚煮开的沸水一般沸腾了起来。这是怎么了？吴凡拉住一个神色带着些许慌张的人问道。周队长让所有人集合。那人倒是对吴凡有印象，知道这是他们营内实力非常强的一个人，前面的军队在攻打魔界中人建立的城池。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吴凡问道。正规军去攻打魔界中的人建立的城池，他们只是杂牌军，只是负责运送粮草而已，这里的战斗和他们没有关系才是。我也不清楚。那人说道。吴凡放开那人，自己也快步的往前，找到自己的小队队员。队长，你来了。刚刚去你营帐找你，没有找到，周队长让我们紧急集合。牛二见吴凡来了之后，连忙对吴凡说道。知道是什么情况吗？吴凡问道。好像是前面的战事打得不顺利，周队长让我们立即集合，随时准备撤离。郑小六在旁边道。本来按照机会，他们也的确是会在今天早上撤离，但是那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匆匆忙忙、慌慌张张的离开，所以这里面肯定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吴凡点点头。这个时候，周山也一身戎装的走了过来，脸上满是严肃的表情。看到吴凡之后，立即将吴凡叫了过去。吴凡，情况有些不妙，我们需要立即撤离。周山对吴凡说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昨天不还好好的吗？吴凡问道。李将军他们一早就对魔界中人建立的城池发起了攻击，结果对方早有准备，李将军他们中了埋伏，损失惨重，现在正在往后撤离。根据前线传回来的消息，魔界中的人这次没有固守城池，直接追杀了出来，所以这里已经不安全，我们需要马上撤退。周山解释道。吴凡点点头，说道，明白了。不过吴凡的心里还是有些疑惑，他不清楚为什么李德明他们要在一大早就发起进攻，而且之前双方一直在僵持，确切的说，魔界中的人一直处于被压制状态，怎么突然形势就发生逆转了？不过这些显然不是吴凡能关心的，也没有人和他解释。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帮周山一起整顿飞鸟营，随后立即离开这里。飞鸟营因为里面的人都是临时兵役人员，之前于飞对于部队的训练也很不上心，所以除了第3大队外，其他几个大队的人员纪律性很差，光是集合众人就花费了不少的时间。本来在周山和吴凡看来，前线虽然兵败，但是应该还能够撑一段时间，抵挡一下魔界中的人，毕竟正规军的实力还是不俗的，李德明的能力也不差，所以他们这边有足够的时间来整顿军队。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前线的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危险。在他们这边还没有完全整顿好队伍的时候，前线嘈杂的声音就已经传了过来，远远的众人已经可以看到有无数的人影正在朝着这边快速的接近。所有人立即撤离。看到这一幕之后，周山也不管队伍还有些混乱了，立即便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正规军都挡不住魔界中的人的进攻，他们这些杂牌军就更不要说了，一旦那些溃军和敌军冲过来，他们这些人很有可能就会都死在人潮之中。飞鸟营的众人这个时候也都看到了前面的情况，哪怕是周山不下达撤退命令，他们也想要逃离。现在周山一发令，他们顿时转身撒丫子的往外跑。这些兵役人员之前多半多少种地的农民，让他们打仗或许是为难他们了，但是让他们逃跑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吴凡跟着小队的成员一起撤退，他一再叮嘱小队的成员之间不要分开，以免有危险。虽然众人已经开始撤离，但是吴凡的心里并不乐观。他们这边大多数人都靠腿在跑，虽然营内有运粮食用的马车，但是会骑马的人根本就没几个，哪怕是会驾驭马车的人都没有多少。而看敌人追击的速度，显然冲在最前面的那些人都是有坐骑的，这样一来追上他们
似乎是早晚的事情，撤退的时间还是太晚了。不过这也不能怪舟山，谁都没有想到前线的正规军居然会败得那么快，败得那么惨，而且连抵挡、延缓敌人追击都没有太大效果。这不仅是舟山没有想到，哪怕是那支正规军的主帅李德明都没有想到这个情况。昨天夜里，李德明准备休息的时候，他的副官匆匆忙忙的又返回他的营帐，并且还给他带来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除了来自清远县城的运粮队之外，其他的运粮队都没有办法按时抵达这里。那些运粮队都出了问题，遇到了麻烦，要么就是在路上遇到了大量的被魔气污染的野兽，要么就是遭到了起义军势力的埋伏，粮食被劫，要么就是遇上了土匪、强盗。总之，所有的运粮队都出了问题，有的甚至整支运粮队都全军覆没了，粮食没了，人也全没了。这让李德明在震惊的同时也感到了疑惑。如果只是一支运粮队遇到这个情况的话，那也还好解释，只是偶然情况。但是现在所有的运粮队都遇到了麻烦，哪怕是已经顺利抵达的那支来自清远县城的运粮队，同样是在路上遭遇了麻烦，这就不得不让李德明去怀疑这件事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阴谋了。不过现在并不是考虑这件事背后阴谋的时候，李德明需要立即做出决定，是在这里继续死守还是撤退。哪怕是有来自清远县城的粮草支援，他们在这里也坚持不了太久，最多3天，营地内的粮草就要耗尽了，到时候他们就要挨饿，就会自行崩溃，饿死人以及逃兵等情况就会出现。所以李德明必须立即做出决定。经过和几个将领商量之后，李德明决定对魔界中的人所建立的城池再发动最后一次进攻。如果能够将那座城池给打下来，那自然一切都好办，所有的问题都将解决。如果还是和之前一样打不下那座城池的话，那么他们就立即选择撤退，在粮食耗尽之前离开这里，撤离到后方去。而为了保证这次进攻的顺利，李德明甚至还亲自写信给其他3个方向上的军队，他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进攻，一举将这座魔界中人所建立的城池给拿下。而那3个国家所派来的军队的主帅，在收到李德明送去的信件之后，也都同意了这次的行动，这让李德明对于这次的行动多了几分期盼。但是李德明完全没有想到，等待他的不是胜利，而是失败，而且还是那种惨败。这让李德明有些无法接受，同时心里也疑惑，事情不该是这样的啊！自己的这次进攻进行得很突然，一大早就发起了进攻，敌人应该没有准备才是。然而事实却是，敌人不但早就有所准备，并且还在他们的周围布置了大量的埋伏。在他们忙着进攻的时候，两边早就埋伏的人立即便发起了攻击，将没有准备李德明的军队打得大败。李德明之所以没有想到两边会有埋伏，是因为这两边分别有枫叶国以及天机国的军队在，魔界中的人不可能悄无声息地突破那些人的防守，在那里进行埋伏。然而李德明却还是中了埋伏。将军，那3个国家的军队都没有按照之前的约定出击。在逃跑的过程中，李德明的副官来到他的身边，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这些混蛋！李德明气得咬牙切齿。4个国家之间虽然偶有矛盾，尤其是近些年几个国家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但是在面对魔界中的人的事情上，他们的态度一直都是一致的。这里是人间界，是人类的人间界，魔界中的人来多少都要赶走。所以李德明之前才希望4个国家的军队一起联手进攻那座城池，就算是不能完全的打下来，但是至少是可以重创魔界的军队的。但是李德明却是没有想到，那些人居然失信，而且还是同时失信。在联想到自己之前遭遇的来自2个方向上的埋伏，李德明有理由怀疑枫叶国和天机国的2支军队和魔界的军队达成了某种默契，这才造成了如今的这个局面。如果单单只是那3个国家的人不愿意一起合作进攻，李德明还不会这么生气。关键是那些人还给魔界的军队提供便利，让自己这边遭受了巨大的伤亡，这就不能不让李德明气愤了。可以说他们这边的惨败，虽然直接凶手是那些魔界的军队，但是其他3个国家的军队绝对是帮凶。不过现在显然不是骂那些人的时候，魔界的军队追得很凶，他必须要想办法带着剩余的军队脱离危险，甩开身后的追兵才行。李德明看向其中一个将领，说道：“你率领一部分军队留下来断后，另外营地内的那些俘虏也归你指挥。他们现在正在逃亡，肯定是没有什么精力去管营地内的俘虏的，与其让他们逃掉继续造反，还不如留下来当炮灰，还能够延缓一下敌人的进攻。”实际上如果不是飞鸟营已经开拔，李德明甚至连飞鸟营都想要留下殿后，毕竟在正规军的面前，杂牌军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如果牺牲飞鸟营能够帮助更多的正规军士兵逃离，李德明会毫不犹豫地放弃飞鸟营。不过飞鸟营已经开拔，在他们的前方，这个时候让飞鸟营的人停下来阻挡敌人也不现实。那将领奉命留下来阻击敌人，李德明则是带着大部队摆脱敌人的纠缠，迅速地往后撤离。他们粮草坚持不了多久，这次进攻失败之后，正好顺势撤离。吴凡他们这边也在逃，整个战场混乱不堪，到处都是人，尤其是当那些正规军的士兵们追上来的时候，现在更是混乱，到处都是人的。吴凡他们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冲散的。在撤离的时候，吴凡自己驾驶着马车，马车上则是坐着他小队的成员，因为整个小队只有吴凡一个人会驾驶马车，这马夫的工作自然就属于吴凡了。吴凡前段时间的骑术不是白练的，虽然骑马和驾驶马车有区别，但是吴凡很快就适应了，控制着马车在人群中犹如游鱼一般灵活地前进。跑了大概半天的时间，吴凡这才停下马车，让马休息一会。他们这种运输粮食的马匹速度一般，耐力一般，所以这马早就已经有些吃不消了。都下来休息一会。吴凡对马车上的众人说道：“小六，你去警戒，牛二
去弄些草来喂马。王斌，你去看看周围情况，看我们现在在哪里。吴凡立即对小队的成员做出安排。之前一顿乱跑，吴凡不但是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同时还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自己跑到了哪里。吴凡坐在马车上，思考着这次的事情对他们的影响。前线的具体情况，吴凡不是很清楚，不管是他还是周山，都没有资格去了解太多的事情。不过，朝廷的军队遭遇了惨败，却是一定的。吴凡在想着，这次的惨败对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本来，吴凡他们这次的兵役时间是3个月的时间，在这3个月内，他们需要不断的往返，给驻扎在荒野平原的军队运送粮食，以维持他们的日常使用。但是，现在这支军队已经败了，而且败得还很惨，直接就从荒野平原上撤离了。那吴凡他们就不需要继续往荒野平原运送粮食了。只是这个情况也不是一定的，如果朝廷不甘心这次的失败，再次派兵前往荒野平原攻打魔界中人的话，那么吴凡他们的运送粮草的任务估计还是要继续的。如果朝廷暂时没有继续往荒野平原发兵的想法的话，那么吴凡他们这次的兵役很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本来这次兵役的时间就不是固定的，原定的是3个月的时间，这个时间会根据实际情况延长或者缩减，所以吴凡他们就此结束这次兵役也是有可能的。这么一想，吴凡倒是希望朝廷方面不要急于往荒野平原发兵，那样的话他的兵役就可能暂时结束，他就有时间回隐者村去看看他种的那些农作物了。不过吴凡觉得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比较小，这次朝廷军队惨败，不管朝廷的皇帝还是那位李将军，估计心里都是不舒服、不服气的，势必会再次发兵攻打界中人报仇，所以再次发兵的可能性比较大。唉，只希望那位皇帝陛下能够别那么急着发兵。吴凡心里想到。这个时候，负责去查看周围情况的王斌回来了。队长，这里不是我们之前来的路上，这应该是荒野平原的西南方向，而清远县城是在荒野平原的东南方向。王斌说道。王斌也是吴凡队里的一员，年纪和牛二差不多，家里很穷，经常需要进山去挖野菜，所以他的方向感很好，也能够根据周围的环境判断出他们所处的方位就是一个活的指南针。这么说，我们走错路了？吴凡说道。实际上，当他看着周围环境和之前来时不同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他们可能走错路了。只是那个时候，他只想着甩开身后的敌人再说，至于具体逃向了哪里，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王斌点点头。吴凡说道：“没事，我们改变一下方向就是了。现在身后没有追兵，我们可以不用那么慌张着急了。”然而，吴凡话音刚落，就看到郑小六慌慌张张的跑回来了。队长，不好了，身后有一队骑兵过来了。郑小六有些慌张的说道。骑兵？看清楚身份了吗？是我们的人还是魔界中人？吴凡连忙问道。没看太清楚，但是他们身上穿的不是我们军队的衣服，应该是魔界中人。郑小六说道。众人听了倒吸一口凉气，脸色有些惨白，就连吴凡也皱起了眉头。这里就只有这么一条路，道路两边都是山脉，他们继续往前走的话，以他们的马匹的速度，很有可能会被身后的骑兵追上。如果放弃马车上山的话，先不说敌人会不会追进去，山上本来就是有危险的，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这山是通向什么地方，想要回县城就更麻烦了。更何况敌人很有可能会循着他们的踪迹追上来，到时候他们会更加危险。想到这里，吴凡看了看周围，然后小六、王斌，你们两个用绑粮食的绳子做绊马索，躲在道路两边，其他的人拿好各自的武器，准备战斗。让我们会会这些魔界中人，看看他们到底是不是三头六臂。是。众人心里虽然紧张，但是对于吴凡的命令没有丝毫反对，立即便做好战斗准备。他们也都知道目前的情况，他们想逃是很难的，只要正面迎战，打败敌人，他们才有逃生的希望。如果时间允许，吴凡很想在这里布置一些陷阱，就像之前杀斑斓恶虎一样，只是敌人已经追近，他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果然，他们这边才做好准备没有多久，耳边便听到了一阵阵马蹄声。敌人来了！吴凡他们的视野内出现了10来匹坐骑，这些坐骑各有不同，马匹只有2、3只，其他的形状各异，有的像巨大的蜥蜴，有的像蜈蚣，有的像狮子。相同的是，他们的体型都很大，而且浑身充满彪悍的气息。在这些坐骑上的背上，则是坐着一个个身穿黑色服装的人，他们身材高大，体型壮硕，哪怕是还隔得有些远，吴凡也能够感觉到他们身上溢散出来的杀气。这就是魔界中人。虽然这些比普通的人类要魁梧一些，但是却也没有像牛二之前说的那样三头六臂，面目如同野兽。那些魔界中人似乎也发现吴凡等人，他们并没有丝毫要停下的意思，反而是加快了速度，想要一举冲溃吴凡他们。至于吴凡他们做出防守姿势，并不被他们放在眼里，他们自信一个冲锋就可以将吴凡他们这些如同蝼蚁一般给冲散。咻！已经确定了对方的身份，吴凡也不客气，率先动手，剑矢带着尖锐的破空之声，朝着那些来人飞驰而去。吴凡的剑矢又急又快，那些人冲势又猛，当先一剑准确地命中当前一人的脑门，那人应声而倒。吴凡手中并不停歇，一根又一根的剑矢朝着那些魔界中人射了过去，短短时间内居然就4个人被吴凡射倒在地。吴凡本身终极的射术水平让他在这种情况下取得了不错的战果，不过这些魔界中的人的凶悍程度也是超过吴凡的预料，除了第一个人被射中脑门一击而杀之外，其他的几个人都只是受伤，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居然没有停止攻击，依然是悍然地朝着吴凡他们这边冲来。不过知道剑矢对这些魔界中人也有效果的时候，牛二等人心里都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原来这些魔界中人也不过是和他们一样，被箭射中也是会死，并没有传说中那么恐怖。这个时候，那些魔界中人已经冲到了吴凡他们的面前，小六和王斌两人立即拉起绊马索，当前两匹坐骑直接被绊倒在地，坐骑上的人也被甩飞了出去。杀！吴凡大喝一声，手中的长剑狠狠地劈下，一匹冲到他面前的坐骑，连人带坐骑一下子就被吴凡全部劈倒在地。吴凡恐怖的力量在这个时候表现得淋漓尽致。吴凡这边一剑就秒杀了一人，但是另外其他几个队员就没有那么强的实力了。他们虽然按照吴凡的命令围在一起，但是在面对高速冲击来的骑兵的时候，还是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其中2个队员更是被直接撞飞了出去，躺在地上生死不知。去死！牛二狰狞着挥舞手中的大刀，砍在一个骑兵的身上，将对方从坐骑上劈翻了下来。他的力量很足，虽然比不上吴凡，但是和其他人相比却是要强很多。吕冰已经是表现得很沉稳，他没有和敌人硬碰硬，而是侧身躲过了对方的冲击，然后身子一矮，一剑砍在那坐骑的腿上。那坐骑吃痛，将背上的人给掀翻了下来，重重的砸在地上。吕冰顺势攻击，将对方给压制住。不过这些魔界中人相当强悍，吴凡他们小队这边也就吴凡、牛二以及吕冰能够占据上风，其他人和这些魔界中人相比都要落入下风的。好在吴凡的实力不俗，他虽然不会太多招式，只会简单的劈砍，但是他力量足，敏捷高，这让他在打斗过程中占据了很大的优势。一剑劈死一人之后，立即就往旁边去支援旁边的队友。吴凡的表现也引起了那个魔界小队头目的注意，那人身材更是高大，浑身充满了力量感，直接将吴凡小队成员撞飞的人就是他。他看到吴凡表现不俗之后，立即就调转了马头，朝着吴凡杀来。呵！那人冲到吴凡的身边，坐下坐骑，2只前腿高高扬起，身子一歪，手中2米多长的长枪已经朝着吴凡刺了过来，枪尖如同火星一般，发出耀眼的光芒，刺开空间，直逼吴凡胸膛。吴凡心中一惊，手中长剑横扫挡在身前，当！长枪与长剑碰撞在一起，发出一阵火花。吴凡发现自己手中的黑石长剑居然多了一个小洞，可见对方力量之大，武器之锋利。不过吴凡的力量也不是白给了，他虽然是仓促出手，但是反震的力量很足，对方的坐骑往后退了数步，最后没有稳住身子，重重的倒了下去。那人身子倒是灵活，在坐骑要翻倒的时候，他已经从那坐骑的背上跳了下来，双脚落地之后，手中长枪一抖，挽出一个漂亮的枪花，带着凌厉的杀气，朝着吴凡直刺而来。来得好！吴凡大喝一声，不退反进，手中黑石长剑一阵抖动，抖出一片剑影，犹如有数十柄长剑在同时发动攻击，朝着那柄长枪杀去。当当当！一阵激烈的碰撞声音传来，两人快速的交手。吴凡因为招式有限，显得有些狼狈，疲于应付，但是他力量很足，每次都能够将对方给震开，让对方也讨不到什么便宜。战斗有些焦灼，吴凡的心里有些着急。他自己这里倒是问题不大，但是自己队员那边却是险象环生，已经有好几人受伤了，哪怕是牛二，手臂上都被划了一刀，虽然不致命，但是却也严重的影响了牛二的动作。必须要尽快的解决自己的这个对手，前去帮自己的队员，不然的话，他们都会有危险。想到这里，吴凡手中动作微微一顿，动作看似慢了一拍。那和吴凡对战之人似乎眼睛一亮，手中的长枪就朝着吴凡的胸口刺来，是要将吴凡一击毙命。他有信心这一击刺死吴凡，这个距离，吴凡想要完全躲避已经是不可能了。不过就在吴凡即将被击中的时候，他微微移动了一下位置，长枪刺向的位置不再是胸口，而是旁边的地方。同时，吴凡还发动了明星锁子甲上所带的技能伤害吸收。伤害吸收，受到攻击时可以减轻 50% 的伤害，每小时可以使用一次，使用次数不可叠加。这是一个很霸道的技能，吴凡也一直没用，当做底牌，而现在却是不得不用了。噗呲！吴凡虽然穿了明星锁子甲以及金属衣，但是对方的长枪还是刺穿了他的防具，刺伤了他的身体。不用因为技能的原因，这长枪并没有能够将吴凡刺穿，只是刺进去一点点。不过就是这一点点，也是让吴凡差点疼晕过去。他知道现在不是晕倒的时候，强忍着身上的疼痛，吴凡手中黑石长剑一剑刺向对方的胸膛。那人显然是没有想到吴凡会来这么一招以命换命的打法，还以为自己一剑能够刺死或者重伤吴凡，却是没有想到吴凡还有这么一个后手。噗呲！吴凡手中的黑石长剑在他巨大力量的作用下，轻易地刺穿了对方的心脏。砰！那小头目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倒了下去，重重地砸在了地上。吴凡皱着眉头，忍着痛，将那长枪从自己体内拔出，随后扔在了地上，也顾不得休息，立即就杀向了其他几个魔界中人。有了吴凡的加入，牛二他们顿时感觉到压力大减，而对方因为死了头目，士气受到影响，顿时就落入了下风。不过这些魔界中人是真的凶悍，哪怕是知道形势对他们不利，他们肯定都要死在这里，但是却是没有一个人选择逃走，脸上也不见丝毫的慌张，依然是悍不畏死的对吴凡他们进行攻击。那样子倒不像是人，而是一个个只知道杀戮的机器。那样拼死战斗，不愿后退一步的样子，哪怕是牛二等人已经占据了上风，看着心里也是有些发毛。砰！当最后一个魔界中人倒地，这个小小的战场上慢慢的恢复了平静。呸，还真像是怪物一样。牛二吐了口口水，心有余悸的看着那些尸体说道。其他的人也都是差不多的表情，哪怕是最后他们赢了，他们的心里也都感觉到后怕。
这是他们第一次和魔界中人战斗，之前他们只是听说过魔界中的人和动物异常的凶猛，非常的嗜杀，而今天他们终于领教了。这些人当真是恐怖，力量强，防御强，又都不怕死，见到血尤其兴奋。今天如果不是他们这边有吴凡在的话，那么全军覆没的就会是他们了。吴凡同样是对这些魔界士兵们的战斗力感觉到心惊，这还只是普通的士兵，如果是魔界中的那些精锐部队，会是什么样子？怕是要更加恐怖可怕吧。之前吴凡觉得自己拥有不错的装备，完全可以越10多级杀怪，已经足够厉害了。但是现在在领教了这些魔界中人之后，他才知道自己的实力还远远不够，只是一个10来人小队的队长就已经和他拼了一个旗鼓相当，如果是更高级别的人来，那落败的不就是自己了？吴凡的心里一阵凛然，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远远还不到自我满足的时候。吴凡给自己的伤口敷上一些金疮药，然后便将剩下的药全部都交给小六，让他去给队员们敷药。整个第4小队除了小六之外，人人带伤，哪怕是吴凡都没有能够幸免。而小六因为身子灵活，从不硬拼，倒是没有受伤。而队内重伤的就有3人，其中2人到现在都还陷入昏迷之中。可以说这一战吴凡他们虽然赢了，但是赢得很惨烈，付出的代价很大。不过没有人被杀，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队员们去治疗伤势了，吴凡则是开始打扫战场。他首先查看的就是那个小头目的尸体，而对方也没有让他失望。召唤令牌，青铜级，可以召唤5个魔界战士为自己战斗，每次召唤持续时间5分钟，冷却时间2个小时。魔血长枪，白银级，攻击加40，敏捷加5，力量加15。那小头目给吴凡留下了2个不错的遗产，魔血长枪的属性甚至要比吴凡手中的黑石长剑的属性都要高一些。不过吴凡的黑石长剑附带吸血技能，这是吴凡更看重的，有了这个技能，吴凡持续战斗能力要更强一些。至于召唤令牌，用得好的话，在关键时刻也能够起到非常不错的效果。当然这次战斗的收获还不仅于此，其他几个魔界队员也给吴凡他们留下来几个武器，虽然都是白板装，吴凡看不上，但是拿去卖还是很受欢迎的。要知道之前的飞鸟营之中有武器的人都不是很多，这样的装备要是拿去的话，绝对会有很多人抢着要。除了武器之外，更重要的收获就是那些坐骑了。坐骑那可是很值钱的，不管是自己骑还是卖了都很不错。可惜的是有几个坐骑在之前战斗中被杀死。看到这些坐骑，吴凡又想到了自己背包里的那个坐骑令牌，他趁着众人没有看这边的时候，偷偷的将其中一个已经杀死的坐骑的尸体给收进了背包之中，然后用自己的坐骑令牌重新幻化出了刚刚那个坐骑的样子。处理完毕，吴凡对众人说道：“这里不安全，敌人随时都会追上来，我们必须尽快的离开这里，而且重伤员也需要回城内接受治疗。金疮药只能是治疗一些外伤，那3个重伤员以吴凡现在的水平还治疗不了，只能是送回城内去接受治疗。”众人对此也都没有意见，将重伤员都放在马车上，其他的人自己选择坐骑。吴凡对众人说道，随后他指了指自己变化出来的那匹马，说道：“这匹马是我的，其他的你们随便选择。”听到吴凡的话，牛二等人大喜。坐骑啊，在飞鸟营里那可是大队长级别的才能够拥有的，现在他们居然可以随便挑。收拾完毕之后，众人继续上路。王斌骑在坐骑上走在最前面，充当导航。小六则是开始正式充当队伍的侦察兵，侦察周围的环境是否安全。至于吴凡，则是继续当他的马夫。至于那匹他兑换出来的马，则是老老实实的走在他的旁边，那听话的样子让牛二等人啧啧称奇。吴凡发现自己兑换出来的这匹马不仅可以随意变化形象，而且还能够和自己心意相通，自己有什么想法他都能够清楚，而且忠实的执行，这让吴凡对那块坐骑令牌非常的满意。吴凡他们小队经过这次战斗之后，多了几分正规军的气质，倒不是说他们的装备像，而是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股气质，让人一眼看去就觉得不是什么杂牌军。因为马车上有伤员，吴凡也不敢让马匹的速度太快，免得那3个重伤员伤势继续加重。这样一来，吴凡他们的行军速度也就再次的慢了下来。回到现实之后，吴凡摸了摸自己的胸口附近，果然伤口已经完全消失了。这戒指自带的治愈功能果然强大。凡感慨道：“游戏世界中受的伤，只要回一次现实就可以完全的恢复，这样的恢复速度是哪种神药都比不上的。”接下来几天，吴凡现实中忙着餐厅的事情，装修工作目前一切顺利，已经要接近完成。陈冰瑶等之前吴凡招聘来的人，则是已经前来报道。在餐厅还没有正式开始营业的情况下，吴凡让陈冰瑶先带着那些人做一些简单的培训。陈冰瑶之前做过大堂经理，对于怎么培训员工还是了解的。厨房方面，主厨定为刘一刀，至于其他的普通厨师，也已经由刘一刀出面邀请，全部搞定。吴凡给的工资不低，再加上刘一刀的邀请，被邀请的厨师很少有拒绝的。游戏世界中，吴凡则是在赶路，在撤离荒野平原的时候，周山就说过，众人返回清远县城。飞鸟营中的众人都是清远县城附近乡村的农民，所以他们最后都还是要回到清远县城的。路途之上，吴凡他们还算顺利，遇到过几次魔兽，都被吴凡他们给击杀。至于魔界中人，吴凡他们倒是没有再遇到。而荒野平原那里现在是什么情况，吴凡他们也不清楚。当然，吴凡等人也不是很关心，他们只是普通的底层小兵。荒野平原那里的事情，自然由朝廷以及军队中的那些将领们去考虑。吴老师，今天晚上我的生日宴会，你没有忘记吧？吴凡结束锻炼之后，唐雨飞主动找了上来。至于柳莹儿，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唐雨飞，随后就离开了。没忘，
你这每天都要提醒一次，我就算是有健忘症，也都能记住了。吴凡无奈道。这几天每天早上锻炼结束之后，唐雨霏总会来提醒吴凡一次关于他生日宴会的事情，搞得吴凡现在看到唐雨霏就想到生日宴会的事情。我是怕你借口说自己忘了。唐雨霏瞥了一眼刚刚离开的柳岩，笑眯眯地说道。我为什么要找借口？吴凡说道。既然已经答应了唐雨霏，吴凡自然不会不去，自然是因为某人不同意了。谁？吴凡疑惑道。没什么，我先走了。唐雨霏转身离开，留下满脸疑惑的吴凡。吴凡离开了学校之后，便打电话联系了王子明。吴凡，今天怎么想起来和我联系了？王子明在电话里笑着说道。王哥，我有件事想要请你帮忙。吴凡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行啊。王子明甚至都没有问吴凡有什么事，便直接答应了下来。吴凡说道。是这样的，我有辆车子，是通过特殊途径弄来的，没有任何的手续，不知道王哥你能不能帮忙上个牌照？吴凡本来就有买车的打算，有了坐骑令牌之后，他自然不想再花钱去买，一个是浪费钱，更重要的是花钱买来的车子哪里有坐骑令牌变来的车子好？毕竟坐骑令牌可以变化任何样式的坐骑，根据自己的心情随意的切换。特殊途径？王子明微微一愣，似乎想到了什么，说道：没问题，你把车子开来，我找人帮你办了。吴凡知道王子明可能是误会了，不过他也没有解释，因为这件事根本就没法解释。谢谢。吴凡道谢道，以他现在的能力，还真就解决不了牌照的事情，不然的话也不会找王子明帮忙了。和我还那么客气。王子明说道。挂了王子明的电话之后，吴凡就在想着自己该变化出一辆什么样子的车子来。虽然说做骑令牌可以任意的变化车子的样式，但是没有特殊情况，吴凡平时多半都只会是开一种样式的车子，他不可能一直找王子明帮忙上牌照，所以他得选出一款自己最常用的车型出来。面包车、普通私家车还是超跑？吴凡本来是想要选择普通的私家车的，但是想了想之后他又放弃了，改为选择超跑。他现在也是有几千万身家的人了，如果只开一辆普通的私家车，有时候会显得不合适，而且自己既然有能力享受一下，为什么要委屈自己呢？自己又不是受虐狂。所以吴凡最后选择了超跑。确定类型之后，吴凡就上网查了各种跑车的样式，随后他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拿出坐骑令牌，闭上眼睛，脑海里描绘出自己想要的跑车的形象。很快，一辆浑身漆黑，充满了金属质感，流线型设计的跑车就出现在了吴凡的面前。吴凡摸了摸车辆车身，眼中满是喜爱，那漆黑的金属表面就好像一个黑洞一般，很轻易的就能够将人的视线给完全的吸引住。车头位置则是一枚戒指一样的车标，这也是吴凡自己想出来的，这样的车标也让吴凡的车显得更加的独一无二。车子的性能方面自然不必说，都是吴凡按照最顶级的设定来进行确定的，一些设定在现实中以现在的技术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然而坐骑令牌的作用下，吴凡却是可以轻松做到，他对这款车子的设计水平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汽车设计大师了。谁让吴凡有坐骑令牌，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随意创造呢？这就是不买车子使用坐骑令牌的好处。当吴凡开着这辆车子行驶在街道上的时候，果然是吸引了周围几乎所有人的目光，男的羡慕嫉妒，女的有很多更是眼里绽放桃花，恨不得立刻就坐到这车子的副驾驶上，哪怕是为此付出一些特殊的代价，他们都是愿意的。这是你的车子？当王子明看到吴凡的车子的时候，眼里也是忍不住一阵惊艳。你这车子哪买的？我也想买一辆。王子明的车库内好的车子并不少，然而他现在才发现，那些之前在他眼里算是非常不错的车子，和吴凡的这辆车子一比，就什么都不是了。吴凡的车子好像有一股魔力一般，能够轻易吸引人的注意。王哥怕是要失望了。吴凡从车子上下来说道，我这辆车子可是纯手工打造，全世界仅此一辆，那打造车子的厂子已经倒闭了，所以我这辆车子是绝产，再也不会有第二辆了。这的确是纯手工打造，而非流水线产品，不过打造这辆车子的人是吴凡而不是其他人。这样啊，那太可惜了。王子明说道。王子明平时蛮喜欢汽车的，他的车库内也收集了一些他喜欢的车型，现在看到吴凡的车子他又动心了，可惜的是没有办法买到了。有了王子明的帮忙，吴凡的车子上牌照的过程很顺利，前后甚至都没有超过1个小时的时间，果然是有人好办事。对了，你餐厅什么时候开业？两人要分开的时候，王子明问道。3天之后，到时候还希望王哥过去捧场。吴凡说道。装修的工作已经到了尾声，员工也都已经到位，吴凡便选定了3天之后作为餐厅的开业日期。到时候我一定去。王子明说道。和王子明分开之后，吴凡便开车去了商场。唐雨霏的生日就是今天，对方一再的提醒自己，自己不可能不去，去了也不可能空手去，所以这生日礼物还是要买的。不过这还是吴凡第一次给女生送礼物，一时间居然不知道送什么东西好，最后犹豫了半天才买了一条项链作为礼物，既不太贵重，也不显得敷衍。凯乐门的门口，黄庭锋站在那里，看着路对面那家即将装修完成的餐厅，脸上露出嘲讽的表情。这家餐厅自然就是吴凡的餐厅了，因为3天之后就要开业，所以前期的宣传也已经开始，作为直接竞争对手，同时又距离那么近，凯乐门的经理黄庭锋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然而黄庭锋并没有太将这个即将开业的餐厅放在心上，心里有的不是担心，而是浓浓的嘲讽。
那个餐厅的前身也同样是一家餐厅，之前的那个餐厅在开业的时候也同样是弄得声势浩大，宣传的声势甚至是要比眼前这个新餐厅还要大。结果呢，几个月的时间而已，对方就在和他凯乐门的竞争中落败了，败得很彻底。那餐厅老板直接将餐厅卖了，从此退出了餐饮行业。本来黄庭锋以为那店面新的老板买下那个店面之后会做其他的生意，却是没有想到居然还是干餐饮，而且从宣传的消息上来看，定位居然是和他们凯乐门一样，这是想要和凯乐门直接竞争啊，还真是头铁。难道那新老板不知道之前那个老板是为什么卖的餐厅吗？居然还敢做餐厅，还敢和他们凯乐门竞争，简直就是在找死！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多久。黄庭锋低声自语道。黄庭锋显然是不相信对方的餐厅能够开下去的，区别只在于对方能够坚持多长时间而已，或许对方坚持的时间可能比之前那个餐厅还要短。不过如果黄庭锋知道这个餐厅的老板是吴凡，餐厅的主厨是刘一刀的话，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自信了。晚上6点左右，吴凡开车前往唐宇飞家参加他的生日宴会，副驾驶则是放着他准备的生日礼物。地点是这里没错，没想到唐宇飞家居然住在这里。吴凡自语道。这里是一片别墅区域，中式的、欧式的都有，每一栋别墅之间的间隔距离比较远，有很大的私密空间。先生您好，请出示您的请柬。吴凡下车之后，刚想要进入唐宇飞家的那栋别墅，便被拦了下来。不过对方说话的语气和态度都很恭敬，可能是看到吴凡从那辆跑车上下来的缘故。吴凡微微一愣，这才想起来自己刚才只顾着打量周围环境了，请柬忘在车上了。不好意思，我请柬忘车上了，我去取一下。吴凡说道。吴凡。就在这个时候，吴凡的耳边响起了一道熟悉的声音。吴凡转身一看，来人居然是李冰。还真是你啊！李冰来到吴凡的面前说道。我刚刚以为自己眼花了，想着你不可能出现在这种地方，没想到还真是你。你不也来了？吴凡说道。我当然能来。李冰说道。但是你什么身份？一个穷屌丝而已，居然也来这种地方，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是不是想要混进去，然后好认识几个有钱人？吴凡，你这种人的心思我一眼就能够看透。随后李冰看向那个拦住吴凡的保安说道。你可要看紧了，今天可是唐家小姐的生日，别阿猫阿狗都放进去，她根本就没有什么请柬，说什么请柬在车上，那都是借口，她连车都没有。显然李冰刚刚听到了吴凡后面的话，不过却是没有看到吴凡从车上下来。随后李冰拿出自己的请柬，在吴凡的面前晃了晃说道。看到了吗？这才是请柬，你有吗？我要是有呢？吴凡说道。那我就把这个请柬吃掉。李冰不屑地说道。在我面前吹牛也不怕风大吹断了舌头，这可是你说的，待会别忘了兑现。吴凡笑了笑对李冰说道。说的跟真的似的，有本事你拿请柬来啊！李冰不相信吴凡能有请柬，今天晚上可是唐家小姐的生日宴会，就算是他们李家也只是勉强够资格来参加而已，吴凡怎么可能有请柬？他哪来的资格？等着！吴凡说完转身前往自己的车子。你不会是想要逃走吧？哈哈！李冰在背后笑道。他不相信吴凡有请柬，只以为吴凡是想要借机溜走。吴凡也不理他，径直走向自己的车子。李冰看到吴凡居然走向了那辆刚刚惊艳了自己，让自己想要占为己有的车子的时候，他笑得更加猖狂了。吴凡，你要演戏也演得真一些，那种车子能是你的吗？你选一辆普通的车子还能让人相信？哦，不好意思，今天晚上这里没有普通的车子，你的戏怕是要演不下去了。李冰对吴凡大声地说道。然而下一秒发生的事情却是让李冰脸上的表情顿时就僵硬住了。车门被打开了，吴凡居然真的打开了那辆车子。吴凡不仅真的有车子，而且居然还是那么好的车子。李冰脸上的表情很有意思，既有之前嘲讽的表情，又有震惊、难以置信的表情，那些表情都汇集在一张脸上，让他的脸显得有些滑稽。李冰旁边的那个保安看到李冰这个表情，是想笑又不敢笑，忍得非常痛苦。其实之前吴凡从那车上下来的时候，这个保安就注意到了，毕竟吴凡的车子很特别，似乎有一种能够吸引人注意力的魔力在，所以那保安是知道吴凡有车子，而且能够开那么好车子的人，自然不会是李冰嘴里的穷屌丝的。也因此，当李冰嘲讽吴凡的时候，那保安的心里还疑惑不解呢。看李冰的样子，和吴凡显然是认识的，但是既然认识，为什么不知道吴凡的真实情况呢？居然在那里说一些让人不能理解的话。而看现在李冰的表情，那个保安知道了李冰和吴凡两人或许相识，但是很显然李冰并不了解吴凡的真实情况，想要嘲讽吴凡，结果被吴凡给打脸了。而此时李冰完全没有心思去注意自己旁边那个保安的表情，他的脑海里就只有一个想法，那辆车怎么会是吴凡的？这怎么可能？刚刚过来的时候，李冰就注意到那辆车子了。对于车子有些研究的他，虽然没有认出那是一辆什么车，但是却是知道那绝对是一辆好车，也是一辆豪车，价格绝对在自己那跑车之上。他当时就想着，要是能够开这种车，那才是一种享受。但是李冰怎么都没有想到，那辆让他垂涎的车子居然是吴凡的。吴凡什么时候有车了？而且还是这么好的车子？李冰清楚地记得，在不久之前他们办公室聚会的时候，吴凡连车都没有，
还要苦兮兮的去学校门口打车。如果不是耿亚飞顺道带上他，李斌都不知道吴凡能不能在他们吃完之前赶到。然而这才过去多久，吴凡就买车了，而且还是这么好的一辆车，这怎么可能？在李斌震惊于吴凡居然有这么好车子的时候，吴凡已经拿着请柬来到了他的面前。吴凡同样是在李斌的面前晃了晃手中的请柬，和刚刚李斌的动作一模一样。李老师，我的请柬拿来了，还记得自己刚刚说过的话吗？吴凡淡淡的说道。李斌一时语塞，他自己说的话他当然记得，但是他当时之所以那么说，是完全没有想到吴凡会有请柬。如果你不记得的话，我可以提醒你。吴凡说道，你刚刚说如果我有请柬，你将把自己的请柬吃了，现在我的请柬拿来了，请开始你的表演吧。李斌的脸瞬间长得通红。本来李斌还想要蒙混过去，就当刚刚的事情没有发生，但是吴凡现在却是将他刚刚说话的话重复了一遍，这显然是不准备放过他的意思。你什么？吴凡说道，你是在想怎么吃吗？作为一个厨艺还算不错的业余厨师，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也别炒着吃或者煮着吃了，直接就这样干啃，最有味道，原汁原味，还有嚼劲，绝对会是一次非常美好的美食体验。噗呲，两人旁边一直在强忍着笑意的那个保安听到吴凡的话之后，再也忍不住了，一下子就笑喷了。随即他就意识到了自己这样做有些不礼貌，连忙收起笑容，不过脸上的表情却是有些控制不住，看他涨红的脸就能够知道他现在忍的一定非常的痛苦。李斌的脸已经成了猪肝色，本来被吴凡一番挤兑，他的脸就很难看，现在听到那保安的笑声之后，他的脸色就更加难看了，恨不得立即找一个地洞躲进去，免得自己在这里居然被一个保安给嘲笑了。吴凡，你别太过分！李斌怒视吴凡道。我太过分？吴凡也收起了笑容，脸色严肃道，好像是你先找麻烦的吧？怎么，允许你大放厥词，就不允许我随便说两句？你这双标要不要这么明显？李斌被吴凡挤兑的脸色如同锅底一般漆黑，指着吴凡说道，我不和你这种人一般见识。说完匆匆的就要往里走，显然是不愿意留在这里被吴凡给嘲笑了。等等，谁知道那个保安却是拦住了李斌。你一个垃圾保安也敢拦我？李斌怒道。刚刚被这个保安笑话，李斌就已经很生气了，现在对方居然拦着他，他更是怒不可遏。先生，请出示您的请柬。那保安公式化的说道。李斌刚刚虽然将请柬掏出来了，但是却并没有给对方看。你眼瞎啊？我这么大的请柬你看不到？李斌怒道。先生，我需要看清楚。那保安说道。拿去，拿去！李斌将请柬扔给对方，活该你一辈子当保安。那保安脸色不变，将李斌的请柬详细的看了一遍，这才递给李斌，说道，客人里面请。哼，有本事你就继续拦着呀！李斌说道，刚刚在吴凡身上受气，他现在想要拿这个保安来撒气。李老师，你是想留下来表演吃请柬吗？我拭目以待。吴凡开口道。吴凡的话让李斌一跳，也顾不得说那个保安了，径直往别墅内走去。因为一个保安而被吴凡嘲笑，太不值得。哎，别走啊，李老师，你身为老师怎么能如此不守信用？要是让学生们知道了，你还有脸当老师吗？我要是你，怎么的也得将这请柬给吃了。吴凡在后面喊道。吴凡的话让李斌走得更快了。吴凡笑笑将请柬交给那个保安，说道，这是我的请柬。那保安接过，随意看了两眼，说道，客人里面请。态度和语气和之前对李斌相比一天一地。吴凡对对方点点头，收起请柬，也走进了别墅。当吴凡进入别墅内的时候，别墅的大厅内已经有很多人了，这些人端着酒杯，三三两两的聚集在一起，热切的聊着。这样的场合对于这些人而言是一个不错的交际机会，可以认识结识很多人。吴凡的到来没有引起任何的关注，现场的人除了一个李斌之外，他也都不认识。吴凡也不在意，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了下去，等待着生日宴会的正式开始。不知道等了多久，就在吴凡觉得有些无聊的时候，又一道熟悉的声音在吴凡的耳边响起。吴凡。吴凡抬头望去，见到王子明端着酒杯，有些惊讶和欣喜的走了过来。你也来了？白天怎么没说？王子明有些诧异的问道。虽然王子明对吴凡很看重，但是他也知道吴凡现在的成就还不足以引起唐家这样的大家族的注意，所以应该不会被邀请来参加这个宴会才是。我白天也没听王哥你说你也要来啊？吴凡笑道。唐宇飞是我学生，他邀请我来的。原来是这样。王子明点点头，不过心里的疑惑依然不少。唐宇飞在学校的老师很多，为什么单单只邀请了吴凡一个人？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至于同样是老师的李斌和耿亚飞，那都是因为他们家里的关系才得以来参加这个宴会的。今天晚上来的人不少，我帮你介绍介绍。王子明对吴凡说道。今天晚上能够来这里参加宴会的都不是什么普通人，吴凡准备做餐厅，而且定位的还是江州的中高端的人群，所以多认识一些这样的人对于吴凡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王子明这是有意在帮助吴凡。吴凡也明白这个道理，感激地对王子明说道，那就麻烦王哥了，你我之间没有必要这么客气。王子明说道。随后王子明就带着吴凡去场中转一转，帮他介绍一些人给他认识。而不远处的一个地方，李斌一直在关注吴凡，当他看到王子明居然热情主动的去和吴凡打招呼的时候，满脸的惊讶。
这两人关系什么时候这么好的？上次在凯乐门里，他们还不认识呢，现在却是像老朋友一样了。那吴凡何德何能，居然和王子明这样的人平等相交？李斌心里越想越疑惑，也越想越气。他之前还看不起的吴凡，现在不但开得起那么好的车子，而且和王子明之间还关系匪浅，实在是让他有些难以接受。咦，那是什么？李斌突然发现吴凡刚刚坐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方盒子，那里之前就只有吴凡一个人坐过，可以肯定那个盒子一定是吴凡身上掉下来的。李斌看了看跟着王子明到处结识人脉的吴凡，极度的走向了那个盒子。这是一个首饰盒子，李斌一眼就看出来了。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条项链，这肯定是那吴凡给唐小姐准备的生日礼物。穷酸就是穷酸，这样的场合居然就送这么一个破东西。李斌鄙视了一番，随后便准备将盒子放下。不过他的动作很快就停住了，心里想到了什么，他没有将盒子放回原位，而是直接放在了地上，随后用脚一踢，那盒子便滑进了沙发底下，看不到了。哈哈，我看你待会送什么生日礼物。李斌心里得意的想着，仿佛看到了吴凡当众出丑的样子。另一边的吴凡还不知道自己给唐雨霏准备的生日礼物已经被李斌给藏起来了。他跟着王子明在场内转了一圈，随后又再次回到之前坐的地方。刚刚介绍给你的那些人，有机会多联系联系，他们都是你餐厅的潜在客源。王子明坐在吴凡的旁边说道。我会的。吴凡点点头说道。实际上吴凡刚刚也看出来了，那些人虽然表面上对他客气，但是那都是看在王子明的面子上的，实际上在心里估计没有将自己当一回事。这也不奇怪，毕竟吴凡之前只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小人物，他的餐厅也还没有正式开始营业，那些人都不认识吴凡，自然也不会对吴凡太过客气，太将他放在心上。王子明很快就有事离开了，吴凡又变成了一个人单独坐在那里，不过他并不在意，反而还感到亲近。中途耿亚飞看到吴凡主动过来打了招呼，他对于吴凡能够出现在这里也同样是很惊讶，不过倒是没有像李斌那样嘲笑吴凡，只是单纯的觉得有些奇怪而已。时间慢慢过去，大厅内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各位，8点整，一个和唐雨霏长得有些像的中年人走上了精心布置的舞台，脸上带着笑容，对着话筒说道：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小女的生日宴会，感谢大家的光临，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吃得开心，玩得尽兴。台下是一阵掌声，随后唐雨霏就伴随着这阵掌声缓缓地从楼上下来，她一出现就吸引了在场众人所有人的眼光，很多人的眼中都出现了惊艳的神色。今天晚上的唐雨霏一副盛装打扮，一袭红色晚礼服将她衬托得既高贵又美艳，在场的嘉宾里虽然也有美女存在，但是这一刻在唐雨霏的面前都黯然失色。唐雨霏的脸上挂着笑容，不同于吴凡往常所见的魅惑诱人，而是淑女端庄。不过这样的唐雨霏魅力丝毫不减，甚至更有吸引力。唐雨霏走到台上，对着众人盈盈一礼，同样是一番简短感谢语，随后宴会便正式开始。也不知道今天晚上唐小姐的第2支舞会和谁跳。吴凡的旁边，一个青年目光热切地看着台上正在和他父亲跳舞的唐雨霏，对自己的同伴说道：如果能选择我的话，那我少活1年我都愿意。一般来说，这样的场合第1支舞肯定是和自己的父亲跳，关键是第2支舞唐雨霏会选择谁，这是很多人都很关心也很期待的事情。我还想让他选我呢。那人旁边的同伴说道。不过现场那么多条件比你我好的，他怎么会选择我们？之前说话那人环顾了一下现场，有些丧气地说道：是啊，今天晚上来的江州上层人士太多了，这也正常，唐家是江州5大家族之一，他们家族年轻一辈里最受宠的孩子过生日，谁不给面子？同伴说道。是啊，蒋家、王家、刘家、赵家这4个家族都有人来，而且来的都还是重量级人物。之前那人说道。不仅如此呢，那人同伴说道，声音似乎有意降低了2分。我听说唐家还邀请了玄天宗那边，就是不知道那边会不会有人过来。玄天宗？之前那人惊道。真的假的？玄天宗可是江州一带最顶级的门派之一了，唐家能邀请得动他们？听说这2年唐家往玄天宗那边走得比较勤，应该是想要和玄天宗攀上关系。这很正常，几大家族哪家不想要和那些宗门搭上关系？你背后的家族难道不小？没有那些宗门的支持，一个家族昌盛一时可以，想要屹立千年就不行了。这倒是，不过那些宗门里的人多半都对世俗里的事情不感兴趣，想要和他们搭上关系太不容易。唐家好的也是江州5大家族之一，应该多少有些牌面吧？谁知道呢？唐家都不行的话，我们这些人背后的家族就更加不用想了。是啊，真希望哪个宗门里的人能够看上我，那样我和我背后的家族就发达了。做梦吧。吴凡在旁边安静地听着这2个人聊天，倒是知道了不少的信息，什么江州5大家族，什么宗门等等。不过在知道更多信息的同时，吴凡心里的疑惑也更多了。玄天宗那是一个什么存在？唐家在江州那么显赫，都没有办法搭上他们的线吗？吴凡之前对孔海林以及费云使用鉴定术的时候，就得知他们会功法，这种功法不是普通的拳脚功夫，当时就猜想过这个世界也有人能够修炼的，只是那个层次的事情普通人很难知道，所以吴凡对于那个世界里的事情虽然好奇，但是知道的却是不多。而现在吴凡第一次听到宗门的存在，而这样的存在
在这个圈子里似乎并不是什么秘密，只是想要接近那些宗门并不容易。在几人闲聊的时候，舞台上唐雨霏已经和他的父亲跳完了第一支舞，顿时场下的青年们都用炙热的眼神看向唐雨霏，其中就包括吴凡旁边的那2位。下面这第2支舞由小女自己选择舞伴。唐雨霏的父亲说道，他的心里也很好奇，自己的女儿会选择谁来陪她跳这第2支舞。唐雨霏的脸上依然带着迷人的笑容，她环顾现场，每当她的眼神看到哪个方向，那个方向上的人就激动期盼地等着唐雨霏的召唤。吴凡倒是没有什么想法，他来这里就只是因为唐雨霏的一再邀请而已，至于跳舞他没有想过。而这个时候唐雨霏似乎已经选择好了目标，不过他没有直接喊对方上台，而是从台上下来，显然这是准备亲自邀请，这算是给对方相当大的面子了。唐雨霏款款而行，而众人的目光则是跟随着他移动，有的热切，有的失望。吴凡此时则是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因为唐雨霏正朝着他这个方向而来。他过来了，他真的过来了。吴凡的旁边，之前一直很想要是唐雨霏跳舞的那个青年，看到唐雨霏过来，顿时激动的脸都红了。就是他旁边的那个同伴，之前还说着唐雨霏是不可能邀请他们跳这第2支舞的人，这个时候看到唐雨霏走来，都激动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这可是唐雨霏生日上的第2支舞啊，不是谁都能够有那样的荣幸和他一起跳的，能够陪他跳这支舞，说明对方在唐雨霏的心里的地位是很高，唐雨霏至少是有好感的。这种情况下努力，说不定能成为唐家的女婿，那可是唐家江州的5大家族之一。而且唐雨霏在唐家的地位很高，是年轻一辈里最受宠之人，如果谁能够有幸娶了她，那就相当于是获得了唐家的支持，未来绝对不可限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想要和唐雨霏跳这支舞的原因了，就连一直想着要追求耿雅霏的李冰，这个时候也是满心热切的希望唐雨霏能够邀请他一起跳这支舞，哪怕是会因此而让耿雅霏误会，李冰也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就会接受。不过可惜的是，唐雨霏去的方向并不是李冰所在的方向，所以李冰的心里此时非常的失望。而在失望之余，他陡然看到吴凡居然就在唐雨霏去的那个方向上，不可能是和吴凡那穷屌丝虽然不知道怎么弄来的请柬，但是穷屌丝就穷屌丝，唐雨霏不可能和他有什么交集的。李冰的心里想到。而此时吴凡心里不安的感觉越来越重，因为他发现唐雨霏的视线一直在他的身上。果然，唐雨霏在众人的注视下来到了吴凡的面前站定，笑意盈盈地说道，吴老师陪我跳支舞吧。哗！现场哗然，既是因为唐雨霏对吴凡的称呼，也是因为唐雨霏的选择。唐雨霏并没有选择那些大家族的子弟，要知道今天其他4大家族都有年轻一辈到来，但是唐雨霏却是一个都没有选择，而是选择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而这个青年似乎还是一个老师。顿时现场众人的注意力就都到了吴凡的身上，猜测着他的具体身份，能够被唐雨霏主动邀请跳这第2支舞，吴凡的身份应该不简单。倒是之前一些经过王子明介绍而认识吴凡的人，这个时候多多少少知道吴凡的一点情况，但即便是他们这个时候也好奇吴凡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身份，不然的话怎么可能既受到王子明的重视，又被唐雨霏主动邀请呢？之前王子明将吴凡介绍给其他人的时候，那些人虽然表面上热情，但是心里并没有太将吴凡当一回事，他们对吴凡表现热情也只是看在王子明的面子上。但是现在情况却是不同，唐雨霏在他的生日宴会上邀请吴凡跳这第2支舞，如果还有人说吴凡身份一般，那真就是一个笑话了。一个身份一般的人能够获得王家和唐家这2个家族年轻一辈的重视，这不是笑话吗？为什么选择我？吴凡对唐雨霏苦笑道，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旁边那2位脸上的震惊、疑惑以及浓浓的失望。其他人以为吴凡能够获得这样的殊荣，此时必定是非常的开心，但是实际上吴凡却并不想要这样的殊荣，他更愿意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待着，一直待到宴会结束。我乐意。唐雨霏脸上依然带着笑意，看到吴凡苦笑的样子，他脸上的笑意似乎更浓了几分。吴老师，你不会是想要一直让大家这样等着吧？唐雨霏笑着说道。吴凡用眼角看了一下周围，果然众人都在看向这里，似乎都在等着看事情的发展。毕竟唐雨霏是今天的主角，他主动邀请的跳舞对象自然引人注意，而且还是这最为重要的第2支舞。无奈之下，吴凡只得同意和唐雨霏跳这支舞。这样的场合下拒绝寿星的邀请，显然有些不合适。不过吴凡还是不忘对唐雨霏说道，我不太会跳，跳不好别怪我。没事，我教你。唐雨霏丝毫不在意。2人在众人的注视下来到了舞台上，随后随着音乐慢慢起舞。吴凡之前跳舞水平的确一般，也只是在大学的时候跳过2次，不过现在的他在游戏世界中每次升级，他的身体都会被进一步改造，越来越趋近于完美，身体的协调性自然是越来越好，再加上他的智力属性并不低，所以只是跳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吴凡就已经熟练掌握了跳舞的动作。吴老师，你这不是跳的挺好的吗？难道你是不想和我跳，所以才那么说的？唐雨霏在吴凡的耳边轻轻地说道。此时唐雨霏和吴凡2人的动作在外人看来相当的亲密，吴凡搂着唐雨霏的腰，握着她那柔弱无骨的手掌，而唐雨霏则是轻轻地靠在吴凡肩头，呢喃细语，2人的动作就好像是情侣一般。
感受到周围注视的目光，吴凡心里有些尴尬。刚学的，吴凡说的是实话，然而唐雨菲却是不信，谁刚学能学这么快，这么好？唐雨菲只当吴凡刚刚是谦虚，这小子隐藏还挺深。王子明看着在舞台中间和唐雨菲一起跳舞的吴凡，笑着自语道：“之前他还说问吴凡，他和唐雨菲的关系是不是不一般，吴凡还不承认。现在看来是吴凡在说谎。如果关系普通的话，唐雨菲能只邀请他，而且这么重要的第二支舞能选择和吴凡跳。不过王子明也没有因为吴凡的欺骗而生气，他认为这是吴凡不好意思承认而已。在距离王子明的不远处，蒋宇眼神莫名地盯着吴凡和唐雨菲两人。自从上次被吴凡当众揭穿了那副赝品之后，蒋宇就一直对吴凡怀恨在心，想着找机会报复吴凡，只是这段时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而今天他看到吴凡居然和唐雨菲的关系也不一般，这让他的心里有些踌躇。难道这个吴凡的背景不简单？不然的话，为什么王子明和唐雨菲两人都和他走那么近？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蒋宇虽然没有放弃对吴凡的报复，但是却也多了几分猜测。明杰，那青年是谁？你女儿的男友。在距离舞台不远的地方，唐雨菲的父亲和几个年纪相仿的人站在一起，他们的目光也都看向了吴凡和唐雨菲两人。我今天带着儿子来，还想着撮合我儿子和你女儿呢，看来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旁边的一个中年人说道：“那不是我女儿的男朋友，我没听说他交男朋友啊。”唐雨菲的父亲唐明杰摇头道，随即看向刚刚说话那人：“王老哥，你就别开玩笑了，我女儿有没有男朋友，和你儿子都是不可能的。那两个小辈相识多年了，要是能走到一起的话，早就走到一起了，还能等到今天啊？”刚刚说话那人正是王子明父亲。这可不一定，王子明的父亲说道，感情这种事情很难说，说不定我儿子和你女儿哪天就开窍了，互相看上了不一定。唐明杰笑着摇摇头，小辈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吧，我们做长辈的还是不要插手的好。倒是台上那个青年和你儿子的关系好像很好，刚刚我还听说你儿子之前带着他在大厅内到处介绍呢，是吗？王子明的父亲也看向吴凡，他刚刚没在这里，所以不知道这个事情，不过仔细看了一番之后，确定自己并不认识吴凡，也没有听说过江州哪个家族里有这样一个年轻人。吴凡就是在众人的注视下，心里带着尴尬的情绪和唐雨菲跳完了一支舞。本来吴凡觉得自己的尴尬之旅已经结束了，但是谁知道从台上下来之后，唐雨菲拒绝了其他人的跳舞邀请，而是跟在吴凡的身份，吴凡到哪里他就到哪里，十足的小跟班的样子。你怎么不去跳舞？吴凡看到其他人依旧盯着自己这里，忍不住对唐雨菲说道：“你可是今天晚上的主角，我想要邀请你跳舞的人有很多。”的确，刚刚唐雨菲刚从舞台上下来，就至少有7、8个人前来邀请唐雨菲去跳舞，而除了这几个人之外，还有更多的人虎视眈眈地看着，随时准备上来邀请。你希望我和其他男人跳舞吗？唐雨菲眼中带着些许媚意，靠近吴凡轻轻地问道。吴凡微微向后缩了缩脖子，有些尴尬地说道：“这是你的生日宴会，全部都拒绝了，会不会不好？”有什么不好的？唐雨菲站直身地说道：“就是因为是我的生日宴会，我才不管别人怎么想，我自己乐意就行。”果然，之后无论是谁来邀请，唐雨菲都是直接拒绝，她也不去什么其他地方，就一直待在吴凡的身边，那样子就好像是吴凡的女伴的一样。这也导致了现场不少的人的目光时不时的就会看过来，让吴凡颇为不自在。很快就到了送礼物的环节，来宾们纷纷给唐雨菲送上早就准备好的礼物。吴凡这个时候才发现，这些人送的礼物都价值不菲，相比之下，自己准备的那条自认为还算可以的项链就显得有些寒酸了。我项链呢？吴凡看到其他人送礼物给唐雨菲，这才想起来自己给唐雨菲准备的生日礼物，只是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准备的那个项链似乎不见了，之前还在这里的，哪去了？吴凡连忙在沙发上寻找，但是沙发的每一个角落都看遍了，也没有看到他的那个首饰盒子。吴凡有心想要看看沙发底下，但是因为唐雨菲在他旁边的缘故，现场很多人都看向了吴凡这里，所以吴凡也不好意思就那么在大庭广众之下趴在地上去看沙发底下的情况。而这个时候，李斌送完了礼物，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看向吴凡说道：“吴老师，你给唐小姐准备了什么礼物？也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唐雨菲也看向吴凡，目光期待。吴凡一阵尴尬，说道：“我准备的礼物不知道哪去了。”吴老师，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李斌阴阳怪气地说道：“你的意思是说，你准备的礼物被偷了？今天现场来的可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你这样污蔑就有些不妥了吧？没准备礼物就说没准备，你这样的借口可是会让其他人误会的。”李斌说吴凡的时候，故意将自己的声音提高了许多，一时间有很多人看了过来，这里面也许有什么误会。王子明走过来帮吴凡开脱道，同时他还用眼神示意李斌不要再继续说下去，吴凡的礼物或许是忘在什么地方了。看到王子明警告的眼神，李斌心里有些畏惧，又有些嫉妒吴凡。王子明帮吴凡开脱而警告自己，显然在王子明的心里，自己的地位远远不如吴凡。凭什么这样？明明自己的条件比吴凡要好，明明自己比吴凡先认识王子明，为什么王子明就看中吴凡而轻视自己呢？李斌的心里非常的不平衡。我看不是吧？这个时候，蒋宇也走了过来，看了看吴凡，面带嘲讽的说道：“
没有准备礼物就不要死要面子。你这样内涵其他人拿了你的东西，显得很没品，知道吗？你们两个什么意思？吴凡这边还没有说话呢，唐雨霏先忍不了了。吴老师是我请来的，他能来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至于你们两个哪里来给我回哪里去。说着，唐雨霏还将蒋宇以及李冰两人的礼物扔回给了他们两人，带着你们两个的礼物离开。不好意思，你们两个送的东西我看不上。谁都没有想到唐雨霏居然会如此的维护吴凡，他这样的反应让蒋宇、李冰以及周围一些在看戏的人都愣住了。他们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王子明看了看吴凡，又看了看唐雨霏，心里暗自嘀咕，反正他现在是不相信吴凡和唐雨霏之间只是普通的师生关系了，恐怕现在很多人也都是这样的想法。见事情有些僵，蒋宇和李冰两人有些下不来台，唐雨霏的父亲便过来想要打一个圆场。李冰他可以不在乎，李家在江州不是什么大家族，但是蒋宇不同，蒋家可是江州5大家族之一。蒋宇虽然只是蒋家年轻一辈中的一员，但是他今天来毕竟就是代表了蒋家的，这多少都是要给面子的。雨霏，别耍小孩子脾气，怎么能这么和客人说话？唐明杰训斥自己女儿道。不过虽然是训斥，但是语气并不严厉，显然他还是很疼爱唐雨霏的，舍不得对唐雨霏说重话。我又没有说错。唐雨霏却是不肯退让，这本来就是我的生日，我不满意他们送的生日礼物，不行吗？生日礼物不一定都会符合对方的心意，但是一般收礼物的人也不会像唐雨霏这样直接说自己不喜欢，这让李冰和蒋宇两人异常尴尬。两人在心里怨恨唐雨霏的同时，也在怨恨吴凡，都是因为他才导致他们两人被唐雨霏这样对待的。唐明杰还想要说什么，这个时候别墅的大门被推开，3、4个人走了进来。唐明杰看到那几个人，动作顿时一顿，随后满脸喜色地迎了上去。在场的其他人，有人认识这几个人的都露出了震惊、羡慕的表情，不认识的人则是一脸疑惑。此时距离宴会开场已经过去了好久，甚至都已经快要结束了，然而这几个人居然才刚刚到达，这对于主人家来说明显是一种失礼的行为。然而身为主家的唐明杰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是一脸喜色地迎了上去，脸上还带着受宠若惊的表情，这让不认识这些人的来宾心里满是疑惑。不过那些认识这些人的宾客则是不会有这样的疑惑，唐明杰的表现也在他们的预料之内，因为这几个来人不是一般人，而是来自玄天宗。玄天宗那可是江州附近最大门派之一，拥有众多弟子，实力雄厚，在整个江州地区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当然这样的影响力普通人是很难感受到的，但是在场的那些来宾，他们可不是什么普通人，自然知道玄天宗的分量。天河长老，快请进，你们能来真是让我这里蓬荜生辉啊。唐明杰颇为热情地说道，脸上都是灿烂的笑容。唐明杰这次提前很多天就给玄天宗那里送了请柬，自然是希望他们能够来捧场，那样的话对他们唐家来说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毕竟在这之前玄天宗可没有去过江州其他家族参加什么宴会。不过玄天宗方面收到请柬之后，没有说来也没有说不来，唐明杰这边也不好多问，只能是在心里期盼对方能够派人过来。只是在宴会开始之后，玄天宗那边还没有人到来，本来唐明杰以为那边是不会来人了，却是没有想到对方会在这个时候来了。来了就好，至于对方迟到了那么久，唐明杰也没有在意，对方能来就是很给他们的唐家面子了，哪里还敢在意那么多。更何况对方来的人里还有一个长老级别的，虽然只是一个外门长老，负责俗世中的事情，但也有些诚意了。为首的老者微微点头，神色倨傲，有点是耽搁了，来晚了。不晚，一点也不晚。唐明杰连忙说道，天河长老能来那是给我们唐家面子，什么时候来都不晚。唐明杰引着天河长老等人进来，沿途的客人们对这些人无不表现恭敬，众人关注的焦点也从唐雨霏、吴凡等人身上转移到了这刚刚到来的这些人身上，他们顿时就成了宴会的主角，就连唐雨霏的爷爷都从楼上下来了。唐雨霏的爷爷之前路过一面，随后就上楼了，他的身体最近似乎不很好，众人也不见怪。而现在玄天宗的人到来，唐雨霏的爷爷便又再次下来了。听闻唐家小女今天生日，我等过来道贺一番。那为首老者也就是唐明杰嘴里的天河长老说道，雨霏快过来。唐明杰连忙喊自己女儿过去。唐雨霏过去行礼道，见过天河长老。天河长老点点头，然后从怀里掏出一本小册子递给唐雨霏道，来得匆忙，没有时间准备什么礼物，这是一本黄级的修炼功法，虽然不是什么顶级功法，但是坚持修炼不但可以强身健体，10来个大汉也近不了身。羡慕。天河长老的话让大厅内的嘉宾顿时羡慕的眼睛都红了，众人死死地盯着天河长老手中的那本小册子，如果这里不是唐家，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话，恐怕很多人都要忍不住上来抢了。这可是一本修炼功法呀，虽然只是黄级的，但那也不是普通人能够接触得到的，就算是他们这些人平时也只是听说过，却是不曾见过，更加不曾拥有过，现在就有这么一部功法出现在自己的眼前，他们不羡慕不震惊才怪。雨霏还愣着干什么，快接过来，谢谢天河长老啊。唐雨霏的爷爷激动地对自己孙女说道。唐雨霏的爷爷自然也明白这份礼物的贵重，在场有钱的人不少，但是家里有修炼功法的却是不多，一只手都能够数得过来，而他们唐家之前一直都没有修炼功法，
这让他们唐家在5大家族之中的排名最靠后，所以他们才会积极的经营和玄天宗的关系，就是想要得到玄天宗的支持。而现在，之前的努力经营终于是有了结果。玄天宗这次借着宇飞生日的机会送了这么一份大礼，显然是对他们之前努力付出的回报。唐宇飞的爷爷可不相信玄天宗随便参加一个人的生日宴会会送这种皇级功法来当生日礼物，这显然是他们唐家之前努力经营和玄天宗的关系有关。这一刻，唐宇飞爷爷觉得之前为了经营和玄天宗的关系而付出的大量的财力物力都是值得的了。唐宇飞心里也是很激动，身在唐家还是唐家最受宠的一个孩子，他自然是知道自己家族里的情况。他们家族在江州5大家族之中的地位不高，就和他们没有自己的修炼功法有关。家族在努力的经营和玄天宗的关系，他也是知道的。当这个天河长拿出这份修炼手册的时候，也证明了他们唐家之前的努力终于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谢谢天河长老。唐宇飞接过那本小册子道。天河长老的眉宇之间依旧充满傲气，但是现场的人却是没有一个人觉得他这样的态度有什么不妥。身为玄天宗的外门长老之一，他有这样的资格。唐宇飞欣喜地翻看着手中的小册子，周围的人羡慕地瞧过来，恨不得自己的眼睛能够拐弯，可以看到册子上面的内容。不过唐家的人都在，心中虽然想，但是却也不敢明目张胆地靠近。只有一个人除外。唐同学，我也有一本小册子要送给你。吴凡来到唐宇飞的面前说道。现场陡然安静了下来，众人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向了吴凡，随后就是一阵阵忍不住的轻笑声。就连那位高傲的天河长老也都被吴凡的话所吸引了。什么意思啊？难道他见玄天宗的人送功法，他也想要送？还是说他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功法，什么是修炼？不少人想到吴凡的身份，顿时都觉得后者的可能性很大。吴凡看到周围的人用嘲讽的表情看向自己，心里也是疑惑。自己为唐宇飞准备的生日礼物不见了，虽然唐宇飞似乎不是很在意，但是吴凡自己却是觉得有些过意不去。毕竟唐宇飞提前1个星期就邀请自己来参加他的生日宴会，而且还每天提醒，结果自己连份礼物都没有准备，这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只是准备的项链不见了，吴凡就只能是想其他的办法，总不能现在出去买吧。就在吴凡绞尽脑汁想着可以拿什么来当生日礼物的时候，玄天宗的人出现了，而且还送了一本小册子给唐宇飞当生日礼物。看到那个小册子，吴凡眼睛一亮，因为他也有。吴老师，别开玩笑了。唐宇飞小声地对吴凡说道。你能来就好了，没有礼物我也很开心。唐宇飞可不相信吴凡的身上也有什么修炼功法，吴凡的情况他是了解的，而且吴凡之前和其他人打斗的视频他也是见过的。虽然他们唐家之前一直都没有修炼功法，但是唐宇飞对这些东西了解的却是不少，眼力是有的，所以从视频中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吴凡就是一个普通人，也就是力气大一些而已，并不会什么功法。吴凡自己都不会，他还能拿功法来当生日礼物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或许以吴凡的背景根本就不知道修炼的事情，所以他根本就不了解自己手中的小册子是怎么一回事。吴凡自己拿出来的小册子或许就是其他的东西，如果是在其他地方或者其他时候吴凡拿出这个东西的话也没什么，但是这边天河长老刚拿出一本修炼手册，吴凡那边说自己也有一本，这让其他人很容易就认为吴凡拿的也是修炼手册。问题上他根本拿不出来啊。然而吴凡却是没有顺势离开，而是说道，我没开玩笑啊，我真的也有这样一本小册子，我之前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不见了，正不知道该送什么呢，刚好看你似乎蛮喜欢这种小册子的，我就把我这本送给你吧。废话，那种小册子谁不喜欢？现场的人听到吴凡的话，心里吐槽道。问题是你身上能有吗？他们这些人都没有这种小册子，你一个普通人能有？唐小姐，既然人家执意要送，你就不要拒绝了，那毕竟是人家一点心意。蒋宇脸上带着嘲讽的笑容说道。他或许是觉得天河长老送的是一本故事书，所以他也准备送一本故事书。李斌也借机嘲笑道。这两人之前因为吴凡的原因被唐宇飞当众甩了脸色，两人都在心里记恨唐宇飞和吴凡呢。现在见到吴凡居然不知好歹的也要送一本小册子，两人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嘲笑的机会。唐宇飞狠狠地瞪了蒋宇和李斌一眼，这两个家伙是看热闹不嫌事大。不过吴凡坚持要送，又有那么多人看着，唐宇飞也不好拒绝，便接过来说道，谢谢。这本小册子和刚刚天河长老送的那本相比，明显要更破败许多。天河长老送的那本表面虽然不是很华丽，但是却是干净整洁，而吴凡这本更像是一本随意的手抄本，表面有不少的褶皱，甚至还带着些泥渍。用这样的东西当生日礼物，也亏吴凡能想得出来。众人心里无比鄙视吴凡。而唐宇飞接过那本小册子之后便准备收起来，反正是不打算现在看的，在他看来这根本就不可能是什么修炼的功法，当众打开只会让吴凡丢面子。然而蒋宇虽然被唐宇飞瞪了一眼，但是却是没有要收敛的意思，毕竟他们蒋家也是江州5大家族之一，他并不怕唐宇飞。唐小姐，人家那么郑重的送给你，你是不是打开看看？或许比玄天宗天河长大送的那本还好也不一定啊，哈哈哈。蒋宇大声说道。我待会会慢慢看。唐宇飞语气不善的说道。打开看看吧，老夫也很好奇，这本小册子里究竟是什么？就在这个时候，一直沉默的天河长老开口道。
天河长老对吴凡的行为也很不满，自己送唐雨飞修炼手册，吴凡那边紧接着就拿出一本，怎么着？这是要和自己比比谁的更好？自己送的虽然只是黄级的修炼功法，但那也不是普通人所能够接触到的。难道这个青年以为自己送的是什么地摊货？还他也有一本，真当自己这个功法不值钱？所以天河长老心里也很想看看吴凡送的这个小册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本来唐雨飞是不打算现在打开吴凡的这个小册子的，他不想让吴凡当众出丑，但是现在天河长老都开口了，唐雨飞就不能不听了。雨飞，你就打开看看吧。唐明杰也说道，既然天河长老想要看看，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唐雨飞心里有些为难，一方面他不想让吴凡出丑，另一方面他也敢得罪天河长老，毕竟他们唐家为了搭上玄天宗这根线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了，一旦惹得对方不开心，那就不好了。唐同学，既然大家都想要看看，那你就打开吧。吴凡说道。唐雨飞瞪了吴凡一眼，怪他不知好歹，自己为他着想，他倒是不领情。不过现在这个情况下，不打开似乎也不行了。于是唐雨飞在众人的注视下打开了吴凡送他的那本小册子，看到里面的内容之后，他愣住了。本来唐雨飞和其他人的想法一样，都认为吴凡不可能送什么修炼手册，这或许真的就是一本故事书也说不定。然而当他看到里面的内容之后，虽然还没有细看，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这绝对不是一本故事书，而且里面还有一些招式、图画介绍，相当的细致。这难道真的是一本修炼手册？唐雨飞心里震惊的想到。唐小姐，你不会被里面的故事内容给吸引住了吧？把里面的故事读给我们听听，让我们也开心开心。蒋宇说道。然而唐雨飞并没有理会他，他现在的确是被小册子里的内容给吸引住了，想要看个仔细，不过却绝对不是什么故事。站在唐雨飞旁边的天河长老见唐雨飞这样的反应，便将头给伸了过去，想要看看里面的内容。一看之下，和唐雨飞的反应如出一辙，先是一愣，随后就被其中的内容给吸引住了。众人看到这两人的反应，顿时议论纷纷，心里像是猫爪子挠的一样，好奇不已，恨不得也将头伸过去看个究竟。你倒是快点翻啊！在众人好奇唐雨飞和天河长老到底看到了什么的时候，天河长老那边却是有些急不可耐地催起了唐雨飞。众人惊讶于天河长老的动作，就是唐雨飞也被天河长老的话给吓了一跳。他刚刚被吴凡给的小册子吸引了注意力，甚至都不知道天河长老在他背后也在看着小册子上的内容。看到唐雨飞发愣，天河长老有些不耐烦，他很心急的想要知道后面的内容，于是上前一把将那本小册子从唐雨飞的手中拿了过来，想要翻看后面的部分。等等！就在这个时候，吴凡突然开口了，他对天河长老说道：“这位老先生，这东西是我送给唐同学的，你这样的行为是不是有些不太礼貌？”天河长老的动作一顿，有些难以置信地看向吴凡，他没有想到在这里居然有人敢这么和他说话。但是看到吴凡认真的表情之后，天河长老突然醒悟，略显尴尬的将那本小册子递还给了唐雨飞，嘴里还解释道：“我就是有些心急，想要看看后面的内容，不是有意想要抢夺。”唐雨飞愣愣地接过天河长老递过来的小册子，难以置信高傲的天河长老居然服软了，而且还对吴凡做了解释，态度比对待他们不知道好了多少。吴凡还真是厉害，这本小册子我已经送给了唐同学，那就是他的东西，这种东西我想如果没有经过本人同意，随意偷看是不是有些不太妥当？吴凡继续说道。众人惊讶地看着吴凡，震惊于他居然敢这么对天河长老这么说话，这是不是有些得寸进尺了？然而众人更加惊讶的是，吴凡的话并没有让天河长老生气，对方反而是有些不好意思，是有些不妥。老夫刚刚的却是心急了。说着，他将自己的目光从那本小册子上移开，不过眼中的不舍却是显而易见的。刚刚他并不认为吴凡送给唐雨飞的小册子会是什么修炼功法，所以才毫无顾忌地偷看了过去，而且一下子就被吸引了。现在有了吴凡的提醒，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确是有些不妥。这种修炼功法都是各个门派的秘密，非经过本人或者门派的允许，其他人是不能随便窥伺的。唐雨飞压下内心的震惊，对天河长老说道：“麻烦天河长老帮我看看，我对于这个不是很懂。”唐雨飞虽然对于修炼一类的事情有些了解，但是和天河长老这样的人相比，那肯定是要差得很远的，而且他也不想天河长老太过尴尬，下不来台。天河长老感激地看了唐雨飞一眼，随后便迫不及待地从唐雨飞的手中接过了那本小册子，而唐雨飞则是有些歉意地看了看吴凡。吴凡倒是不在意，就像他刚刚说的那样，那本小册子他已经送给了唐雨飞了，那么唐雨飞自然是可以决定怎么使用它，给谁看都看唐雨飞自己的心意。天河长老在那边认真地看着，其他人则是好奇震惊地看着他们。蒋宇和李冰两人心里都在嘀咕，难道吴凡送唐雨飞的生日礼物真的是修炼手册？可是这怎么可能呢？那吴凡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而已，之前可能连修炼的事情都不知道，怎么可能拿出这样一份东西送给唐雨飞？这太让人难以接受了。你小子藏得挺深啊！王子明来到吴凡的身边，小声地说道。什么？吴凡还有些不理解王子明的话。就是那个小册子啊。王子明说道。我想那肯定不是什么故事书吧，看天河长老的样子，应该是一本不错的修炼手册，这种东西你都随便送出手，还说自己隐藏的不深，这种东西你们这些富豪家族不都是有很多吗？吴凡问道。怎么可能？王子明说道。你没看到刚刚唐家的人收到天河长老那本小册子的时候有多开心吗？这种东西
哪怕是在我们这样的家族内都是非常罕见的东西。整个江州5大家族内只有4家有这种修炼手册，现在唐家也有了，那5大家族也就都有了。但是其他的家族这种东西根本看都看不到。吴凡这才知道，为什么之前那些人在听到自己也要送这小册子的时候会表现得那么震惊了。原来一切都是他自己想差了。本来吴凡看到孔海林、柳岩儿、费云等人都有修炼，看到王子明和唐雨飞他们对于修炼也都很了解，现场的宾客里对于修炼的事情也都知道不少。吴凡还以为修炼这种事情在富豪家族中是很常见的，只是普通人接触不到而已。然而现在他才知道，现场的那些人虽然都知道有修炼那么一回事在，但是他们自己却是并没有机会去修炼，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这种修炼功法。想明白这一点之后，吴凡顿时有些后悔送这个手册给唐雨飞了，倒不是舍不得，而是觉得这样做太过高调了。他以为这种东西在这些人看来很常见，所以才送的，现在看来却是自己误会了。然而东西已经送出去了，现在再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那边天河长老已经将吴凡那本小册子给看完了，他将小册子递给唐雨飞说道，这本小册子你要收好，它比我送你的那个修炼功法更加高级。天河长老的话让在场的众人更加震惊了，比他送的那个还要高级，那岂不是玄级功法了？这吴凡到底是什么人？玄级功法居然都能够如此随便的当做生日礼物送人。要知道每一部玄级功法都是价值连城，哪怕是玄天宗这样的门派，玄级功法在他们那里也不是地摊货，而是只有门派的核心弟子才有资格修炼的，其他门派也是差不多。而现在吴凡居然随便的拿出一本来送人了，现场的人不管是认识还不认识吴凡的，这个时候都在猜测着吴凡的身份，哪怕是那些之前认识吴凡的人，现在也都觉得吴凡不是他们认识的那么简单的。唐雨飞拿着那本小册子，心情有些激动又有些犹豫，踌躇了一番之后，他将小册子递给吴凡说道，吴老师，这份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可不是嘛，连天河门的长老都如此的看重这份小册子，可见其分量，如果只是一般的礼物的话，唐雨飞一定开开心心的就收了下来，但是这样一份重礼就让他感觉有些沉重，不敢收了。见唐雨飞将那小册子递还给吴凡，在场的众人都有些眼热，甚至不少人恨不得上来将小册子给抢回去。唐雨飞不要，他们要啊。唐明杰这个时候也不镇定了，他连忙上前说道，雨飞，这是你老师送你的礼物，是他的一番心意，你怎么能拒绝呢？如果只是普通的东西，哪怕是价值几十万几百万的礼物，唐雨飞退也就退了，唐明杰还不会太在意，但是这本修炼手册则是不同，这种东西可是有钱也买不到的。没看到现场的那些人一个个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所以见自己女儿要退回礼物，唐明杰也顾不得脸面了，必须要阻止自己女儿的行为。唐同学，你父亲说的对，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哪里送出去再收回来的东西？吴凡笑着说道。虽然他在知道这种修炼手册的珍惜程度之后，有些后悔将它作为礼物了，但是那只是吴凡不想要太过引人注意而已，倒不是舍不得送出去。现在既然已经送出去了，别人也已经知道他有这个东西了，也就没有必要收回了。而且吴凡也看到现场那些人对于这份手册的眼红程度了，这个时候自己将这手册收回来，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吴凡可不觉得在场众人都是正人君子，都不会耍什么手段，最起码李斌和蒋宇两人就绝对不会是光明磊落之辈，一旦东西再回到自己手中，他们肯定是会找各种办法来抢夺的。这样一来，还不如给唐雨飞放在唐家那里呢，这样也比较安全。可是这份礼物实在太贵重了，唐雨飞还是有些不敢接受。哪有什么贵重不贵重的，这只不过是我的一个手抄本而已，破破烂烂的，你不嫌弃它就不错了。吴凡说道。这个修炼手册的确是吴凡的手抄本，里面记载的内容正是当初周山教他的那套的霸刀刀法。周山毕竟不是宗师级，所以吴凡没有办法只听他说一遍就可以学会那刀法，这才将周山教授的内容给都记载了下来。而现在吴凡已经学会了霸刀刀法，这本小册子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用了。之前他想不到该送什么给唐雨飞，见到天河长老送的小册子之后，这才想起自己的背包里也有这么一个东西。这小册子在吴凡这里现在就相当于是垃圾了，就算是不送给唐雨飞，他也会处理掉的，毕竟放在背包内还占空间。吴凡的话让现场的人心中一阵腹诽，这样的东西吴凡居然说是破烂，这种破烂他们想要还没有呢。雨飞，既然你老师都这么说了，你就别再推辞了，别伤了你老师的心意的。唐明杰说道。唐雨飞看了看吴凡，见吴凡的确不是很在乎这本小册子的样子，这才说道，谢谢吴老师，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了。唐雨飞这句话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会反驳，因为他们也都是这么认为的。虽然现场也有人送了很珍贵的东西给唐雨飞，想要获得唐雨飞的好感，但是那些东西和吴凡送的这本小册子相比就明显不如了。宴会继续，不过现场的焦点已经从天河长老等人的身上转移到了吴凡的身上，谁让他一出手就那么大方呢？实际上吴凡自己之前都不知道，那本他有些看不上眼霸刀刀法居然获得天河长老如此高的评价，居然还是什么玄级功法。吴凡看那技能介绍，还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功法招式呢，难道自己去的那个游戏世界在等级上要超过现实世界？吴凡心中猜测道。这种情况他之前就遇到过一次，那就是刘一刀的厨艺。本来吴凡以为刘一刀能够做到凯乐门的主厨，厨艺等级绝对不低，结果却是发现刘一刀居然输给了当时还是高级厨艺的自己。而现在
一个在技能介绍上很一般的功法招式，居然是受到如此的重视，还是什么玄级？这让吴凡再次对现实世界中各种活级战斗技能再次多了一些了解。似乎这里的技能水平都要比游戏世界里低一些，一些在游戏世界中不是很好的东西，在这里都能够成为宝贝，哪怕是那些普通的食材都是如此。本来打算送完礼物就离开的天河长老也改变了主意，留了下来。不过他并没有去和唐家人交流，而是留在吴凡的旁边和吴凡聊了起来。一个能够随便将玄级功法送人的人，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的背后必定是有一个极大的势力存在。这样的势力或许是他们玄天宗都无法比拟的，天河长老自然是不会错过这个结交的机会。而唐家之人对于天河长老的行为也没有生气，虽然他们也想要和吴凡或者天河长老交流，但是很显然这两位现在是他们唐家的贵客，得罪不得，所以也就不好过去打扰。这让唐雨飞的心里多少有些闷闷不乐。他喊吴凡来可不是为了什么重要礼物，而是想要让他多陪陪自己，结果吴凡居然被那个天河长老给霸占了。幸好在之前唐雨飞已经和吴凡跳过一支舞了，这让唐雨飞的心里稍微好受了一些。宴会结束之后，唐雨飞亲自送吴凡出门，其他的人看了也只能是羡慕了。这是你的车？唐雨飞站在吴凡车旁边，惊讶地问道：你什么时候买车了？吴凡的情况唐雨飞是知道的，上次两人去逛街，吴凡还没车，坐的还是唐雨飞的车，却是没有想到吴凡这么快就买车了，而且还是这么好的车。吴凡不是家境普通，在街市上摆摊卖烧烤吗？难道烧烤怎么赚钱？刚买的。吴凡说道。这车不错。唐雨飞看了看那车，发现居然不认识是什么车，也只能是说一句不错了。谢谢你今天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会，我很开心。唐雨飞说道。你每天提醒一遍，我要是不来的话，你估计能撕了我。吴凡笑道。我有那么可怕吗？唐雨飞白了吴凡一眼说道。我在你心中就是母老虎吗？看着风情万种的唐雨飞，吴凡下意识地说道。你不是母老虎，是狐狸精。这狐狸精的称号是很多学生对唐雨飞的称呼，而这些学生里有男有女，实在是因为唐雨飞长得太勾人了。听到吴凡这么一说，唐雨飞脸色难得的一红，不过他并没有怪吴凡，反而用舌头舔了舔猩红的嘴巴，微微靠近吴凡说道：那你被我这只狐狸精迷住了吗？要诚实哦。嗨嗨。吴凡干咳两声，一开头说道：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家教这么严吗？他管你管得这么紧？唐雨飞见吴凡想走，有些不乐意。什么？吴凡却是有些不明白唐雨飞话里的意思。柳岩啊，唐雨飞说道，他管你管得很严吗？你很怕他？吴凡这才知道唐雨飞是误会自己和柳岩之间的关系了，便说道，你误会了，我和柳岩没什么关系。是吗？唐雨飞似乎有些不信。啊，你觉得我和她谁更漂亮？说着，唐雨飞微微甩头，秀发飘飘，轻咬着嘴唇，眼神挑逗地看着吴凡。吴凡顿时就感觉自己心跳加快了许多，在心里暗道一声，还真是一个狐狸精，而且还是祸水级别的狐狸精，这样的诱惑谁能抗得住啊？可你们两个都漂亮。吴凡说道，既然你和柳岩没有什么关系，那我当你女朋友怎么样？唐雨飞往前一步，站在吴凡的面前说道。此时两人之间的距离不到10公分，吴凡甚至能够看清楚唐雨飞脸上的每一处细节，这么近的距离下看，依然是毫无瑕疵。感受着唐雨飞炙热的眼神，微微有些温热的气息，吴凡觉得自己心脏有些受不了，主动退后一步。唐同学，别开玩笑了。吴凡说道。你怎么知道我在开玩笑？也许我说的是真的呢，你不试试？唐雨飞逼近了一步说道。还有，不要喊我唐同学，直接喊我雨飞。那个，我还有事，先走了。吴凡感觉自己有些招架不住唐雨飞的攻势，连忙找借口开溜。唐雨飞看着吴凡窘迫的表情，笑得很得意，看着吴凡慢慢远去的车子，他站在原地自语道，怎么办？我好像真的有点喜欢他了。吴凡自然是不知道唐雨飞的想法，他只觉得唐雨飞太危险，虽然柳岩和唐雨飞一样的漂亮，但是面对柳岩，吴凡就没有这种感觉。唐雨飞送完吴凡之后，回到了别墅，却见自己的父亲、母亲以及爷爷，甚至还有几位叔叔伯伯，居然都在大厅内。看到他进来，目光都看向了他。怎么了？唐雨飞有些疑惑地问道。他还看了下自己的衣服，发现并没有什么不妥，这才松了一口气。要是在吴凡面前出丑，那就太丢人了。雨飞，过来坐。唐雨飞的父亲对自己女儿招招手说道。唐雨飞带着些许疑惑走到沙发边上坐下，家里人这样的阵势在等自己，显然肯定是有事要谈，而且还不会是什么小事。吴凡走了？唐明杰问道。刚刚唐雨飞负责送吴凡，而唐明杰及唐家其他人则是送玄天宗一行人以及其他的一些宾客。唐雨飞点点头。那个吴凡到底是什么人？唐明杰问道。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吴凡，他是我们江州大学的老师啊，我们自然是师生关系。唐雨飞说道。那你为什么邀请他来参加生日宴会？而且他还送那么珍贵的礼物？唐明杰问道。唐家其他的人也都看向唐雨飞，显然是在等他的解释。他是我老师，我邀请他来参加生日宴会，不是很正常吗？唐雨飞说道。至于他送的那个生日礼物，我就不清楚了。你们真的只是师生关系？他真的就是一名普通老师？唐明杰还是有些不信。我们的确是师生关系。唐雨飞说道。不过他除了当老师之外，有其他的产业，最近好像真的有家餐厅要开业。餐厅？他做餐饮？唐明杰微微有些发愣。
唐家其他人也都差不多的表情。唐家众人和天河长老的想法差不多，都觉得吴凡既然能够送那么大的礼，肯定不是普通人，或许是来自哪个大门派，却是没有想到他居然是一名老师，而且还要开餐厅。唐雨飞说道。雨飞，我们怀疑这个吴凡身份可能很不一般，不然的话他也不会轻易的送出一本玄级功法。既然你现在和他的关系不错，那么就保持住这份关系，对你对我们唐家都有好处。唐明杰说道。这个时候唐雨飞的爷爷突然开口道，雨飞，你年纪也不小了，在学校谈对象了没有？没有，学校那些人一个个自命不凡，我看不上。唐雨飞说道。能考上江州大学的智商都是不差的，至少在学习方面是如此。平时追求唐雨飞的也不少，但是唐雨飞并没有看上谁，至今都是单身。你觉得吴凡如何？唐雨飞的爷爷陡然说道。爸，这是不是有点……唐明杰明白了自己父亲的意思。这有什么？我看那吴凡和雨飞年龄相当，两人关系又不错，如果雨飞喜欢他的话，不失为一个良配。唐雨飞的爷爷说道。不过现场的人都明白，老爷子之所以这么说，肯定不是因为唐雨飞和吴凡关系还算不错的原因，而是因为吴凡的背景。虽然在唐雨飞的介绍下，吴凡似乎很普通，但是这个大厅内的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吴凡的背景真就那么简单。众人只以为唐雨飞对吴凡的了解不够，或者吴凡在刻意的隐瞒背景。毕竟一个普通人是不可能随便拿出一本玄级功法来当做生日礼物送人的。唐雨飞听到自己爷爷的话，脸瞬间红了。虽然说他之前多次调戏吴凡，甚至现在内心里对吴凡好奇也多少有点好感，但是真要让他去和吴凡谈恋爱，他还是会觉得有些意外和突兀，会感觉到害羞。爷爷，吴凡是我的老师。唐雨飞说道。老师怎么了？你还有不到2年也就毕业了，到时候你们就不是师生关系了。唐雨飞的爷爷颇为开明的说道。你爷爷我可不是老古董，思想没有那么固执。对于唐雨飞的爷爷来说，家族利益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是次要的。既然吴凡是单身，而且背景条件那么好，他自然是不想错过。如果他们唐家有一个实力强大的宗门支持，那么地位飞升，稳固千年也不再是什么幻想。爸，我觉得这个事情他不能太着急。斟酌了一番之后，唐明杰对自己父亲说道，雨飞也大了，这种事情让他自己决定就行。唐明杰虽然也很想要唐家能够更上一层楼，能够屹立千年，但是他更疼爱自己的女儿，他不想因为这种事情而牺牲自己女儿的幸福。可以说在这方面唐明杰是相当开明的，也是很多大家族的人所不能拥有的。很多大家族的人，包括唐雨飞爷爷在内，他们的观念里家族利益大于一切，为了家族利益可以牺牲一切，不要说只是一个后辈的幸福了，就算是要他们牺牲自己的性命，他们也不会有什么犹豫的。目光短浅，唐雨飞的爷爷冷哼一声说道，今天晚上这里发生的一切很快就会在整个江州的高层圈子里传开，到时候对吴凡有兴趣的人不知道会有多少。雨飞和他关系不一般，让我们唐家占得先机，但是这份关系却并不稳固，我们必须得想办法巩固这层关系。还有比联姻更合适的吗？明明是我们唐家先和吴凡接近的，如果吴凡最后让江州其他家族给抢走了，那么我们会成为江州圈子里的笑话，而且还会一直活在别的家族阴影之下。不得不说，唐雨飞爷爷目光和格局还是要超过唐明杰的，他能够看得更远更多。唐明杰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当然也希望唐家能够成为江州第一大家族，只是另一边又是自己女儿的幸福，这让他犹豫不决。雨飞，你从小就聪明，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你身为唐家的一份子，理应为整个唐家考虑，而不是单单只考虑自己的感受。而且我看那吴凡为人秉性不错，你若和他事成，未必不会幸福。唐雨飞的爷爷看着自己的最疼爱的孙女道，他虽然一直以来最疼爱唐雨飞，但是在家族利益面前，这点疼爱也就不算什么了。爷爷，我知道该怎么做。唐雨飞说道，他从小就受疼爱，现在或许是该他为家族做点事情的时候了。更何况他的心里其实并不讨厌吴凡，甚至对于吴凡还有好感，所以他爷爷的话和决定并不让他反感。不过如果吴凡的背景真的像爷爷你们说的那样的话，他未必会看得上我，看得上我们唐家。唐雨飞说道，的确，像唐家这样的大家族，在普通人眼里那是相当的强大，甚至是高不可攀，但是在那些在宗门的人眼里，尤其是那种实力强大存在千年的宗门眼里，唐家真就不算什么了。就拿玄天宗来说，玄天宗不过是一个才成立了不到200年的新兴门派，在江州一带影响力很大，但是出了江州真就不算什么了。然而这样的宗门依旧不是很瞧得上唐家，天河长老只是一个外门长老，来到唐家的时候姿态依旧放得很高，所以唐雨飞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吴凡背后的宗门实力比玄天宗还要强，那还真未必能够看得上他们唐家。唐家众人听唐雨飞这么一说，也都觉得有道理，毕竟他们和这种宗门接触的次数不算少，知道这些人心中是如何的自负。你尽力去做就是，整个唐家都会是你的后盾。唐雨飞的爷爷说道，看来他对这件事是非常的认真。你一直那么优秀，未必不能拿下吴凡，如果最后真就不行的话，对我们唐家也没有什么损失。最后唐家众人商议决定，玄天宗和吴凡这2条线都不能放弃。玄天宗那边还是由唐明杰负责联系走动，维持关系，争取让关系更进一步。至于吴凡那边，只能是由唐雨飞负责了。唐老爷子的意思是让唐雨飞尽量和吴凡谈成恋爱，最后走到一起，这样对他们唐家最有利。就算是最后没有能够成功，也要维持住和吴凡的关系，让唐家搭上这根线，不至于被其他家族给甩开。
唐宇飞对于家族交给自己的任务，心思有些复杂。不过这样一来，自己似乎可以公开调戏或者追求吴凡了。而此时的吴凡还不知道，自己会错意的情况下送出了那本他看不上的手册，居然会让唐家那样的重视，甚至在整个江州富豪权贵的圈子里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终于到了，从唐家别墅回去之后不久，吴凡就进入了游戏世界之中。而游戏世界中的他，经过几天的辛苦赶路之后，清远县城终于在望。相比之前离开之时，此时的清远县城多了几分肃杀之气，城门口的士兵似乎也比吴凡第一次来时要认真了许多。难道出什么事了？吴凡带着疑惑的心情和小队成员进入了城内。城内，吴凡他们之前集合训练的地方，此时已经有了不少的营帐，只是相比之前似乎少了不少，尤其是其他大队驻扎的营地上，营帐数量明显减少。真的出事了？如果说之前还只是怀疑的话，现在吴凡已经基本可以确定清远县城或者说飞鸟营是真的出事了。周队长在哪？吴凡拉住一个有些才垂头丧气的飞鸟营士兵问道。这士兵是第3大队的人，倒是认识吴凡，见到吴凡出现，似乎还有些激动。周队长在前面的营帐里养伤。养伤？吴凡微微一愣，随即叮嘱牛二等人自去扎营之后，便朝着周山所在的营帐而去。营帐内，吴凡见到了阔别了数天的周山，只是相比于分别之时，此时的周山脸色略显苍白，身体似乎有些虚弱，手臂上还缠着绷带。周队长，你这是怎么了？吴凡连忙上前问道。吴凡，你回来了，太好了！周山见到吴凡，脸上顿时露出了喜色，似乎原本苍白的脸色也多了几分红润。我受了点伤。周山让吴凡进来之后，便迫不及待地问道：你们一路上还顺利吗？怎么走了这么久才回来？相比于其他一些地方，清远县城距离荒野平原算是比较近的了，远的地方运粮队可能要在路上走上1个多月甚至更久才能够到达荒野平原，而吴凡他们却是只用了几天的时间而已。我们从荒野平原山撤离的时候和大部队走散了，迷了路，绕了一圈才回来。吴凡说道。在路上还遇到了魔界的追兵，有几个队员受了伤。你们也遇到魔界的追兵了？周山惊问道。是啊，吴凡说道。他看了看周山的伤势，问道：队长，你们也遇到魔界追兵了吗？周山点头道，脸上还露出心有余悸的表情。从荒野平原上撤离之后，我们本来是跑在前面的，但是因为队伍里大多数人不会骑马，连马车都不会控制，所以在半路上的时候被魔界的追兵给追上了。幸好当时我们身边有从荒野平原上下来的正规军，帮我们挡住了一部分的攻击。不过就算是这样，整个飞鸟营也是损失惨重，第3大队稍微好点，也死伤了1/5，其他大队的情况更惨，有的大队现在连1半人都没有了。听完周山的话之后，吴凡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魔界中人的实力，吴凡是知道的，他们小队之前也领教过，的确是非常的凶残。吴凡完全可以想到，当飞鸟营这样的杂牌军遇到凶残的魔界军队的时候，后果会是何等的悲惨。如果不是有一些正规军跟在身边的话，恐怕整个飞鸟营全军覆没也不是没有可能的。相比于其他大队，第3大队或许战斗力并不会强多少，但是纪律性却是高出不少，也因此第3大队的损失最低。不过就算是这样，一下子死伤1/5，也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怪不得吴凡之前看到各个大队营地上的营帐数量明显少了很多，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想当初他们刚来清远县城的时候，这里是何等的欢快，各大队里的服兵役人员凑在一起，嘻嘻哈哈的非常热闹。然而现在却是一副凄惨的光景。想到这里，吴凡心里就是一阵唏嘘。那李将军的那支部队现在情况如何？荒野平原那里又怎样了？吴凡问道。李将军的部队同样是损失惨重，可以说这次李将军的军队是被其他3个国家给阴了。那3个国家的军队不但没有按照和李将军所约定的时间发起攻击，甚至还给魔界那边提供消息，并且还主动让出位置，让魔界的军队提前埋伏，导致了李将军的惨败。周山脸上带着怒气说道。可以说，如果不是那3个国家的出卖，李将军的军队就不会惨败，而他们飞鸟营也就不会受到牵连。可以说，他们飞鸟营之所以会遭遇如此大的重创，和那3个国家的出卖是分不开的。不过那3个国家也遭遇到了魔界中人的反噬。周山继续说道，魔界的军队在打败我们炎风国的军队之后并没有收手，而是趁势对城池附近的其他3个国家的军队发动了突袭。那3个国家的军队并没有想到魔界军队在攻打我们的同时，居然还会奋兵去攻打他们。他们还在看我们的热闹，结果被魔界的军队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同样也是损失惨重。可以说这一战之后，人间界4大国家全部损失惨重，魔界中人经此一战彻底的在人间界这边站稳了脚跟，后续会有不少其他的魔界中人源源不断的赶来，再想要将他们给赶走将会非常的困难，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做到的事。说到这里，周山的脸上是浓浓的担忧，魔界中人的凶残他们之前已经领教过了，那是要比其他4个国家都要难以对付的存在，一旦让他们在人间界彻底的站稳脚跟，对于人间界的几个国家来说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事。那朝廷还会派军队去攻打魔界的军队吗？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往那里运输粮食？吴凡问道。这才是吴凡最为关心的事情，对于服兵役的事情他是真的没有多大的兴趣，尤其是在知道魔界的军队那么凶残之后，他更不想去和那些凶残的魔界中人战斗。好好种地赚钱他不香吗？打肯定是要打的，荒野平原和我们炎风国接壤，魔界中人既然已经来到了人间界，应该不会只满足于再占领一个荒野平原，他们势必会向周围扩张，到时候会威胁到我们炎风国的安全。周山说道。所以
那些魔界中人是一定要赶走的，只是朝廷什么时候出兵就不知道了。这次李将军大败，不但损兵折将，而且还影响了士气，想要短时间内再次出征有些难。而且朝廷境内起义军势力越发猖獗，也严重的拖累了朝廷的出兵安排。所以我估计短时间内朝廷应该不会再次出征攻打魔界中人，而是以周边城池各自防守为主。不管是炎风国还是其他几个国家，肯定是都不会愿意看到魔界中的人在这里真正的站稳脚跟，不断扩大。之前3个国家联合坑李德明，也只是想要借助魔界人的手来削弱炎风国的实力，让魔界的军队和炎风国的军队拼一个两败俱伤，然后他们好坐收渔翁之利。只是他们没有想到，魔界之人居然会在那个时候主动偷袭他们。所以这次兵败之后，各国肯定还是会攻打魔界的军队，只是各国也都需要时间来消化这次兵败所带来的影响，再加上各自国内的问题，所以各国短时间内基本都很难出兵。怪不得吴凡发现清远县城这里城门口的士兵比之前认真多了，这里距离荒野平原不算远，也就几天的路程而已，还真有可能会被那些魔界的军队给袭击。那我们飞鸟营怎么办？吴凡问道。就一直驻扎在这里吗？朝廷不主动进攻魔界军队，他们飞鸟营也就不用往荒野平原送粮食了。这我也不知道，只能是暂时留在这里，等待朝廷的军队。周山说道。好吧，吴凡说道。这种事情的确不是他们这种底层士兵所能够知道。不过吴凡倒也没有等多久，中午时分，朝廷的命令就下来了。所有之前召集的服兵役人员全部提前解散，各自回家，各村以村为单位，组建民兵队，以应付越来越猖獗的起义军势力以及魔界的军队可能带来的危险。飞鸟营解散了，吴凡得到了他最想要的结果，顿时欣喜异常。这3个月的兵役提前结束了，他可以回隐者村继续去种他的地，打他的野怪了。除了这件事之后，对于吴凡来说，还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他们之前在路途上抓住的杨志虎，之前被李德明先一步押送了回去，而现在朝廷对于吴凡和周山的奖励也都下来了。周山被调回到飞熊军，恢复校尉的身份，至于亲手抓住杨志虎的吴凡，得到的奖励更是丰厚。奖励吴凡男爵的身份，可以组建一支不超过10人的轻兵队；奖励吴凡清远县城内住宅1栋；奖励吴凡战马1匹；奖励吴凡金币500；奖励吴凡布匹10卷，林林总总一大堆的将领，奖励丰厚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吴凡和周山的预料。本来吴凡想着朝廷能够奖励他一些金币就不错了，如果能够免除兵役，那更是意外之喜。然而现在的奖励却是比他之前预想的要丰厚许多。这些奖励之中，最重要的奖励自然就是男爵身份了，虽然只是最低等的男爵身份。爵位那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拥有的，哪怕是朝廷上的那些将军大臣们，哪怕是已经身居高位了，但是想要获得爵位也是千难万难的。然而现在吴凡只是抓住了一个起义军势力的头领，居然就让朝廷如此的重赏，这让吴凡在欣喜之余也有些不理解。可能是因为最近起义军势力太过猖獗，朝廷鼓励大家剿灭起义军势力，所以才如此重赏，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周山说道。否则的话，只是抓一个起义军势力的头领，朝廷不至于如此重赏。很有可能。吴凡点头说道。也只有这个解释才能够解释得通。显然朝廷这是想要将吴凡树立成典型，表现出一副千金买马骨的大度来，以鼓励其他人积极剿灭起义军势力。不过这对于吴凡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坏事。有了男爵的身份之后，其他的先不说，但肯定是不用再服兵役了，拥有爵位已经算是炎风国的贵族了，哪有贵族去服兵役的道理。所以吴凡之前一直想要免除兵役的愿望算是实现了，虽然实现的方式出乎他的预料。吴凡，你我今日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相见。周山对吴凡说道。以你的才能，进入正规军之中必定是能够大有作为，而且你现在还拥有了爵位，想要进入正规军很容易，起步也绝对比其他人高，你真就不考虑考虑？男爵虽然是最低等的爵位，但是要是吴凡愿意去当兵的话，也绝对不可能从大头兵做起，毕竟爵位太难得，那是贵族的象征，贵族当兵本来就少见，自然更不可能当大头兵。周队长，不对，应该叫周校尉，我现在的确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如果以后我有的话，我会去找你的。吴凡说道。周山笑道。以你男爵的身份，到哪支队伍基本都没有问题，根本就不需要我出面。你现在的地位可比我高多了，说不定我以后还需要依仗你呢。这倒不是周山说笑，实际上吴凡有了男爵的身份之后，做很多事都会很方便，以后的发展绝对比他这个校尉高。两人一一惜别之后，周山便率先上路，带着他那几个老兵手下离开清远县城，赶往飞熊军的驻地了。至于吴凡，倒是不用他着急，反正现在兵役也解除了，他可以随时离开，哪怕是不离开都没有问题。他现在可是贵族，在清远县城内是有房产的，他要是不想走，哪怕是清远县城的县令都不敢说什么。队长，恭喜恭喜！吴凡才和周山分开，牛二等人就纷纷走了过来，向吴凡道贺。吴凡获得朝廷奖赏的事情已经在营地内传开了，牛二等人身为吴凡小队的成员，与有荣焉，这个时候也都纷纷的来道贺。你们都知道了？吴凡笑了笑说道。营地内都传开了。牛二说道。队长，你以后可就是贵族了，见到县老爷都不用下跪，县令老爷还得向你行礼，而且还不用服兵役，不用交税。当贵族的确是有很多的特权，不然的话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想要弄一个贵族的身份了。我刚好要去赏赐的宅院看看，你们没事的话一起去。吴凡说道。好啊。
牛二等人自然不会拒绝。走了大概10分钟左右，吴凡一行人终于来到一处住宅面前。在宅院的门口，有一个管家模样的人站在那里。吴凡走上前去，将刚刚才获得勋爵令牌递给对方，说道：“我是吴凡，前来接收住宅。”那管家模样的人看了看吴凡手中的令牌，连忙行礼道：“男爵大人，我是县令大人的管家，遵照县令大人的吩咐，在这里等候男爵大人。大人请跟我进来，我带您看看这处住宅。”吴凡点点头。随后，众人在那管家的带领下进入了这住宅。好大的，真的是就是有些破旧。没事，打扫一下，这里就是豪宅啊，比我们村里员外家的房子都要大。你们那里员外家的房子怎么能和队长的房子比？这可是朝廷赏赐给队长的，那是一般人能有的吗？牛二等队员进入宅院之内，就被这宅院所吸引了。他们都来自穷苦人家，何曾见到过这么好的房子，顿时满心的羡慕。男爵大人，这个宅子空闲许久了，一直都没有人住，所以灰尘难免多了一些，不过稍微打扫一下就可以正常入住。那管家有些尴尬的对吴凡说道：“没事，我会处理的。”吴凡说道。实际上，这宅子不仅是灰尘多了些，有些地方还显得很破旧，显然这里很长时间没有人住人了。不过这宅子面积倒是挺大的，而且还自带花园、小湖、假山等等，看得出来这里之前的确是一座豪宅，稍微收拾一番，住人还是没有问题的。男爵大人不怪罪就好。那管家说道：“这宅子很大，我看男爵大人孤身一人，打扫起来必定不方便，大人可以去城内的市场上转一转，购置一些丫鬟、家丁回来。”吴凡点点头，购买下人那是必须的，不然的话，这么大宅子，他一个人打扫起来肯定很不方便。而且吴凡的想法是，他大多数时间都会留在隐者村内，宅子这里也需要留人看守才是。那管家带着吴凡他们转悠了一遍，将房契留下之后，这才离开。不得不说，这宅子是真大，就这么转悠了一圈，就用了大半个小时。吴凡看着手中的房契笑了笑，没有想到自己在现实中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呢，在这个世界中倒是先有这么一套了，而且还是一套豪宅。在吴凡感慨的时候，他发现牛二等人围在一起，嘀嘀咕咕的不知道在说什么。随后众人将牛二一下子给推了过来，来到吴凡的面前。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和我说？吴凡问道。对，队长，我们是有一些话想要和你说。平时大大咧咧颇为豪爽的牛二，这个时候居然紧张的有些结巴了起来。有什么话就直说，别吞吞吐吐的。吴凡说道。队长，你被封了男爵，是不是可以招清兵？牛二鼓起勇气看着吴凡道。吴凡大概能够猜到他们的想法了，说道：是啊，队长，你看我们几个怎么样？牛二说道：我们几个都想当队长的清兵，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实力还不行，比那些战场老兵差远了，不过我们会努力训练的，一定不会给队长你丢脸。上了战场，我们就是队长你的盾牌，敌人想要伤害你，除非把我们全杀了。队长，我们一定会用心训练，遇到危险的时候保护好队长你。郑小六也说道。吴凡看了看其他人，除了3个重伤的人没有来之外，其他人都一脸希冀地看着他。显然牛二的那番话是众人商议的结果，牛二被选出来当了代表而已。你们都想好了？吴凡说道。当了我的亲兵，可就不能回去继续种地了，以后一辈子都得跟在我的身边了。亲兵和普通的士兵是不同，普通的士兵和将领之间那只是上下级的关系，这种关系随时会变动，就好像舟山之前是他们飞鸟营第3大队的大队长，是他们上司，但是现在舟山回飞熊军了，他的职位虽然提高了，但是却是没有资格再指挥吴凡等人了。而亲兵和他们的主将之间更像是家主和私兵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在亲兵们的心里，他们的主将的命令比皇帝的命令都要重要，没有特殊情况，亲兵是不能离开主将的，甚至主将如果犯罪，所有的亲兵都会受到牵连。我们都想好了。众人齐声道。那行吧，你们6个就都给我当亲兵吧，我不会亏待你们的，但是你们平时对于训练也不可松懈。吴凡说道。亲兵是主将身边最后一道防御线，就好像现实中的保镖一样，吴凡当然希望他们的本事越来越强。队长，你放心吧，我们绝对不会偷懒的。牛二拍着胸脯保证道。吴凡对于自己小队的成员还是很了解的，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同意留下他们。对了，其他3个人怎么样了？吴凡说道。之前回到清远县城之后，吴凡就去见了舟山，其他人则是去接受治疗，所以吴凡现在还不知道那3个重伤员的情况。吴凡的话让现场顿时安静，几个人的脸色都是一暗。怎么了？是不是情况很不好？吴凡问道。他们3个人倒是没事，但是以后是上不了战场了，而且回去之后还能不能种地都很难说。郑小六说道。显然3人伤势很重，虽然命都捡回来了，但是却是成了残疾，上不了战场了。吴凡微微皱眉，他也没有想到那3人情况会这么的严重。在如今这个社会，一个家庭，尤其是那种不是特别富裕的家庭，如果有一个残疾的话，会直接拖垮整个家庭的。而如果这个人本来就是家中的顶梁柱的话，那后果会更加严重，直接整个家庭都活不下去，也是很有可能的。队长，你带回去劝劝他们吧，我怕他们3个想不开。王斌对吴凡说道。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知道自己成为残疾会成为家庭累赘之后，他们为了不给本来不富裕的家庭带来更大的压力，选择轻生不是不可能的，甚至这个可能性还很大。我这就过去看看。吴凡说道。小六，你和我一起去，待会顺便去市场买些下人回来。
你们几个留下来，稍微整理一下这里，晚上我们在这里好好聚聚。好，众人应道。随后，吴凡带着小六出门。你们怎么想起来给我当亲兵的？路上，吴凡问郑小六道。虽然之前牛二就曾经和吴凡说过想要当吴凡的亲兵，但是那个时候吴凡只当牛二是在开玩笑，因为当了别人的亲兵，实际上也被那些丫鬟家丁们的地位高一些而已，其实就相当于是主家的下人了。吴凡觉得一般人是没有人愿意给别人当下人的，至少吴凡自己就接受不了。只是吴凡忘记了，这里不是和平的现代，而是一个另一个时空，这里有很多人想着的不是去哪里玩，吃什么好吃的，而是如何活下去。这很正常啊。郑小六说道，给队长你当亲兵，我们就不用回家种地，不用给家里增加负担，还有粮饷拿。而且身为男爵的亲兵，我们都是可以免除兵役，也不用交税的，好处多多。不知道多少人抢破了脑袋想要当队长的亲兵呢。营地内的那些人要是知道我们给队长当了亲兵，估计要羡慕死。吴凡这才意识到他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不能很能理解这个时代人的想法。在他看来，有失尊严的事情居然会受到追捧，在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尊严就不值钱了。两人很快就来到了那3个重伤员所在的营帐，3个人的脸色都很苍白灰暗。吴凡知道这不仅是因为身上伤势的影响，更多的是对于未来的担忧。你们3个不要胡思乱想，事情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糟糕。吴凡安慰道。队长，我的腿废了，成了一个残废，这个样子连回去种地都很难，早知道还不如当初死了算，那样不会拖累家里，朝廷还能给我加一点抚恤。其中一个队员一脸黯然地说道。其他2人也都是一脸的绝望，他们现在这个样子真就不如当时死了好，那样的话至少不会拖累家里，他们几个家里本来就不富裕，再多他们这样的残疾，可能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胡说什么呢？吴凡脸色一正说道，只要活着就都有希望，我那里刚好有个宅子，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我那里，我养着你们。这3人毕竟都是吴凡小队的成员，大家在一起有段时间了，也有感情了，吴凡也不希望看到他们3个自寻短见。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谢谢队长。郑小六连忙提醒那3个有些发愣的人道，队长被朝廷封为男爵了，还奖励了一套大宅子，我们几个当队长的亲兵，你们3个当队长的家丁，我们以后还能够一起跟着队长。谢谢队长，谢谢队长。3人经过郑小六的提醒之后，连忙满脸激动地对吴凡感激道，甚至他们还想要从床上起来给吴凡跪下磕头。他们这样的情况，种地都不行了，其他大户人家自然更加不可能收留他们，而现在吴凡好心收留，相当于是给了他们一条活路，让他们不至于成为家里的累赘，甚至自己省着点的话还能够贴补家里，这就相当于是救了他们一个家庭啊，他们如何不激动呢？然而他们3人包括郑小六却是误会了吴凡的意思，吴凡本来没打算让他们当家丁，只是单纯的养着他们，毕竟当家丁那就是下人了，是低人一等的。不过看到他们3人如此激动的样子，显然并不在意当家丁，甚至还会为此感觉到激动兴奋，因为那证明他们不是废物，他们还有用。所以吴凡也就没有再解释，让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对他们未必是坏事，至于家丁地位低的情况，那还不是看自己怎么处理。解决完这3人的事情之后，吴凡这才和郑小六前往市场。这个市场的位置是那个管家告诉吴凡的，这个市场很特殊，它并不卖任何食物、衣服等物品，这里的商品只有一样，人。这里聚集了一大堆想要卖儿卖女的人，甚至还有人自己坐在那里，在头上插着一根稻草，意思就是售卖自己。吴凡虽然来之前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但是当他真正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还是被震惊到了。在和平环境下长大的他，何时见过这样光明正大的卖人的场面？哪怕在这个世界中，他刚到这里的时候见到的也是隐者村那里一片祥和的场景，而这里则是完全不同，这里就像是另一个世界一样，在这里都是一些被生活所迫活不下去的人，他们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了卖自己的孩子，以维持自己的家庭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吴凡震惊地看着这一幕，而郑小六却是似乎对此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队长，我们买多少丫鬟和家丁？在吴凡震惊的时候，郑小六问道。吴凡这才回过神来，不过心中仍是震惊于眼前的场景。先个买20个吧。吴凡想了想说道，一次买40个下人，应该是可以打理吴凡的那处豪宅了。得知吴凡和郑小六是来买下人的时候，顿时一堆人朝着他们2人围了过来。老爷，我家幺儿乖巧懂事，只要2个金币。老爷行行好吧，买了我小女儿吧，她虽然才12岁，但是洗衣做饭什么事都会做。老爷，我女儿一天只吃1顿饭就可以。大老爷，买我吧，我力气大，什么活都能干。这些人推销自己儿女，推销自己的热情劲，让吴凡难以适应。看那些人样子，似乎不是在卖身，而是在卖某件普通的商品一样。或许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的儿女或者是他们自己，连普通的商品都不如。都退后，不要离我家大人太近，我家大人会决定买谁。郑小六连忙将那些人和吴凡隔离开。那些人倒也听话，可能是怕惹吴凡不高兴，就不买他们了，所以他们都后退了几步，眼巴巴地看着吴凡，眼中带着期盼的神色。吴凡看着一双双渴求的眼神，一时间居然不知道该买谁好，于是他对郑小六说道，小六，你来挑选吧。好。郑小六似乎也看出了吴凡对这种事情的不适应，所以也没有拒绝。随即周围那些人都期待地看向小六，希望小六能够看上他们，那样子就好像小六能看上他们，买下他们是莫大的恩惠一般。吴凡有些看不下去这种场景，
和小六说了一声，独自走开了。看来这个世界并不像牛儿他们之前说的那样安稳。吴凡看着这偌大的市场内随处可见的卖儿卖女的场景，心中想到，起义军势力对于朝廷的影响绝对超过了众人之前所想。之前牛儿等人说朝廷的统治还算稳定，起义军势力虽多，但是都不成气候，很快就会被镇压。但是看到眼前这些都快活不下去，只能是通过卖儿卖女来维持家庭的人，吴凡也明白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起义造反，为什么起义军势力总是不断出现了。活不下去可不就是只有起义这么一条路了？而大多数起义军势力并不会对普通百姓友善，他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不被剿灭，他们会疯狂的掠夺，抢走其他人本就不多的生活物资，导致其他人也活不下去，从而也走向造反这么一条路。这样一来，也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导致炎峰国境内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而现在又有魔界中人来到了这里，这势必会让本来就已经很恶劣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劣，更多的人可能会活不下去，从而选择造反。这样一来，炎峰国的局势会进一步糜烂，乱世就要来了。吴凡陡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本来他只想要在这里种种地赚点钱花，而现在看来自己这样的想法可能会无法实现了。希望朝堂上的那些官老爷们能够看出这个情况，也能够解决这个危机，让我好好种地。吴凡心里想到，一边想事情一边走路的吴凡无意中走到了市场角落的一个位置，本打算直接转身离开的他，眼角的余光却是看到在这个角落位置居然有人，而且还不止一个。地上凉席上躺着一个，角落的位置坐着两个。地上凉席上的那个人眼睛紧闭，一动不动，甚至有一股股尸臭传来，让人闻之难以忍受。而在角落位置则是坐着两个孩子，至少在吴凡的眼中，他们都是孩子，一男一女，女孩更大一些，紧紧地搂着那个小男孩。相同的是，两人都面黄肌瘦，明显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老爷，你要买我们吗？在吴凡立在原地没有立即离开，那小男孩怯生生地问道。而那个小女孩脸色冷漠，但是眼中却是带着一丝希冀和警惕。你们父母呢？吴凡蹲下来问道。爹爹在我们很小的时候进山被狼吃了。小男孩见吴凡目光和善，态度温和，胆子似乎也大了一些。现在娘亲也死了。吴凡看了看躺在地上的那具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这应该就是这两个小孩子的母亲了。也就说，这两个小孩子这么小就已经成了官了。老爷，你行行好，买了我们吧，我们需要钱葬娘亲。那小男孩祈求道。我们已经2天没有吃饭了，只要吃了饭，我们有了力气，什么事都能做。吴凡看着这可怜的两个小家伙，也是动了恻隐之心，说道：行，你们跟我走吧。谢谢老爷，谢谢老爷。那小男孩激动地说道。谢谢。那个之前一直没有开口，只是看着吴凡女孩，这个时候也开口了，声音清脆，带着些许冷意，比柳岩儿似乎都要冷一些。这个时候，郑小六正好也将需要的丫鬟和家丁都买好了。小六，你去帮这两个孩子处理一些他们娘的后事，然后带着他们来我的住宅。吴凡对郑小六说道。是，队长。郑小六回道。随后，郑小六去帮助那两个小孩处理他们母亲的后事，而吴凡则是带着那些买下来的丫鬟和家丁回住处。这些家丁和丫鬟面对吴凡都是一副小心谨慎的样子，同时也还有感激，仿佛吴凡买下他们是做了多大的好事一样。这让吴凡有些感慨。不过在对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他对于这个情况似乎也有些理解了。这些人被卖到自己这边来当下人，不仅是可以帮家里省下一些口粮，还能够赚钱贴补家用。虽然从此成了下人，但是至少不用担心自己会饿死了。所以自己买了他们，对于他们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来说，的确是做了好事，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都会那么感激自己了。你们先去将这里打扫一下。吴凡带着众人回到自己的住宅后，对那些人说道。那些刚刚被买下来的人听到吴凡的话，立即便去收拾宅子，手脚一个比一个勤快。他们都是穷苦出身，这些活自然不陌生，而且这是他们的新主人第一个命令，新主人还在一边看着呢，没有一个人敢偷懒，不然的话被驱逐出去，他们可能就会饿死街头了。队长，这些人都是你买的下人吗？牛二满身灰尘的走过来说道。吴凡点点头，然后对牛二说道，这里就交给他们了，你们几个去营地，将营地内那3位兄弟接来，我已经答应让他们留在这里帮我看管宅子了，另外再去买一些吃的回来，晚上我们好好在这里庆祝一下。好。牛二满脸喜色的答应下来。队长，你真是一个好人。说完，牛二便和小队里其他几个人拿着吴凡给的钱出门了。吴凡笑笑，没有说什么。清远县城县衙内，郭子明放下手中的毛笔，看着自己刚刚写出来的书法，脸上满是满意的表情以及自得的神色。大人的书法水平更高了，以小人看来，就算是前朝的书圣王允之在世，恐怕水平也不过如此。早就站立在一边管家连忙给郭县令披上外套，嘴里奉承道：我比王书圣差远了，不能比，不能比。郭子明摆摆手说道，不过他脸色自得的神色却是愈加明显。大人谦虚了。管家说道。好了，不说这个了。郭子明道，让你去将房契交给那个吴什么的，给了吗？给了。管家说道，大人，他叫吴凡。对，吴凡。郭子明有些愤愤不差的说道，真是想不通，朝廷为什么会封这么一个大头兵为男爵，这不是有辱贵族身份吗？他识得几个字？能做几首诗？懂得几支曲子？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土鳖而已。运气好，杀了一个反贼，居然获得那么厚的封赏，甚至连爵位都有。郭子明的语气有些酸酸的。
作为一个文人，一个经过了10年寒窗苦读，又有多年奔走，才在40岁被任命为县令的他，心底是瞧不起那些当兵的。在他的心里，当兵的都是一群不懂礼数的野蛮人，这样的人也只适合在战场上拼杀，在朝廷上是不应该有他们的位置的。他们懂什么国家大事？让他们有权，只会害了整个炎风国。一群只知道打打杀杀，不会用脑子的人，不适合身居高位。而现在，朝廷居然封了一个大头兵为男爵，这让他更加难以接受。要知道，加官进爵可是无数读书人的梦想，他们也都在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然而，官位难升，想要获得爵位更是难上加难。除了早年一些开国功臣的后代，现在的人能够获得爵位的非常少。而现在，一个大头兵居然成了男爵，虽然只是最低等的爵位，但那也是爵位，也是贵族，那是他郭子明梦寐以求的东西。他努力了那么多年都没有能够获得，却是被一个自己看不上眼的人获得了，他的心里能好受才怪。所以，本来就看不上那些当兵的郭子明，对于吴凡的印象更差了。也因此，他在按照上面的要求给吴凡准备一栋宅院作为奖励的时候，他选的宅院是一个荒废多年，甚至是有些破败的宅院。更重要的是，那个宅院的前主人范氏落得一个抄家灭族的下场。这宅院也就是从那个时候空置下来的。县城内的权贵们觉得那个宅院不吉利，所以一直都没有人去打那个宅院的主意。这次郭子明索性将他给了吴凡，反正上面说给吴凡一套宅院，又没有规定是哪一套，具体选什么宅院还不是他说了算。而且如果是一个读书人被封为男爵的话，郭县令肯定是要示好一番，送些礼物或者仆从过去，帮对方尽快安顿下来。但是对于吴凡，他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在他看来，和吴凡来往那是自跌身份，他不屑去做。大人，要不要给他制造有些麻烦？管家问道。郭子明想了想说道，暂时还是不要了，不要和他们来往，当他们不存在就是了。这些大头兵脑袋里都是江湖，和他们有理也说不通，惹了他们容易胡搅蛮缠。不过小心着他们那里，如果他们做事太过分的话，就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这清远县城的主人。是，大人，小人知道该怎么做了。管家躬声道。郭子明并不和吴凡有太多的交集，在他看来，吴凡这样的人不值得结交，但是也没有必要得罪，互不来往那是最好的。当然，如果吴凡试图挑战他在清远县城的权威的话，那么郭子明也绝对不会客气的。不得不说，人多力量大，吴凡的宅院面积不小，需要清理的地方也很多，但是在那个40个下人的清扫下，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全部都清扫完毕，整个宅院焕然一新。虽然还有些地方需要修补一下，但是整体上却是已经完全可以居住了。至于局部的修理，完全可以慢慢来。傍晚时分，小六带着那对姐弟回来了，牛二等人也将那3位重伤员接了过来，而且还采办了不少的食物以及住宅里生活所需要的物资，甚至他还自作主张地购置了一块牌匾，上书吴府2字，一回来就将其悬挂在了大门口，整个宅院顿时显得更有气势。所有人都已经回来，吴凡的住处也热闹了起来。在众人热热闹闹的在这里吃着第一顿饭的时候，吴凡则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并叮嘱任何人不许打扰他。实际上他则是回到了现实中，而吴凡这样的行为，众人也没有怀疑什么。吴凡是家主，他不和自己这些下人一起吃饭，再正常不过，而下人也的确是不能随便打扰家主的，这些都是规矩，他们懂。游戏世界中，吴凡又是被封爵，又是获得豪宅，可谓好消息不断，风光无限。然而回到现实中的吴凡，不但还在住着出租房，而且还从王子明那里得知了一个坏消息。吴凡，孔海林又回来了，我今天中午会约他一起吃个饭，尽量的调解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王子明在电话里说道。谢谢王哥，吴凡说道。不过吴凡对于王子明此行却不抱太大的希望。那孔海林是什么样的人，吴凡虽然接触不多，但是却也多少有些了解，他是绝对不会轻易的咽下那口气的。果然午后，吴凡就从王子明那里得到了回复，孔海林不愿意放过此事，他要让吴凡付出代价。吴凡，你小心点，我看孔海林身边的护卫数量更多，实力也更强了。王子明担心的对吴凡说道。我会小心的，吴凡说道。孔海林的反应完全就在吴凡的预计范围内，本来他以为上次费云被自己废了之后，孔海林会很快上门报复的，却是没有想到对方居然拖了这么久。看来就算孔海林是孔家年轻一辈，想要调动更多的力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了王子明的提醒，吴凡的心里多留了一个心眼。孔海林的报复很快就来了，在吴凡从星月射箭俱乐部回来的路上，他就被人给堵住了。看对方的气势，明显不是普通人，多半就是孔海林的人了，心还挺急的。吴凡坐在车内自语道。那边王子明才刚刚和孔海林谈完不久，这边孔海林的人就来了，这是真的一点时间都不想多耽搁啊。拦住吴凡车子的有4个人，气势上比之前的费云丝毫不弱。咚咚咚，其中一人上前在吴凡车窗上敲了敲，这是想要让吴凡摇下车窗。然而吴凡老神在在的坐在车内，就当是没有听到一样。下车！那人见吴凡居然不配合，脸色有些难看。有本事你把车门打开。吴凡看着对方淡淡的说道。一个小小的车门也能难住我？那人冷冷的说道。随后他伸手握住车门把手，微微用力，然而车门居然纹丝不动，他的脸色更难看了。要知道他可是暗劲高手，普通的汽车门哪怕是被从里面锁起来，只要他想，他也可以轻松的从外面打开。然而这次他居然没有做到，感觉自己丢了面子的他再次加大了力气。然而
哪怕是他使出全力，脸都涨红了，居然还是打不开这车的车门的。这怎么可能？这是什么车？这种情况是他之前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李元，你在搞什么？一个车门都打不开。这个时候，在旁边的一个同伴似乎不满他迟迟不能将吴凡给弄下车了。有本事你来！那叫李元的人本来就因为打不开车门而心中不爽，现在被自己的同伴嘲笑，他更加生气。我来就我来，那人说道。然而一试之下，居然同样打不开车门，他脸上显得很尴尬。砰！气急之下的他一拳打在车窗上，想要将窗户给打碎，将吴凡直接从车里面揪出来。然而他这一拳不要说将车窗给打碎了，连一丝痕迹都没有在车窗上留下。现场气氛一度非常尴尬。闹完了吗？闹完了，我就走了。吴凡对窗外的人说道。这车子可是坐骑令牌变出来的，不是普通的车子。吴凡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随意变化，所以想要弄一辆防弹能力超强的车子并不是什么难事。而眼前这些人显然是没有办法破开这车子的防御。吴凡的话让车外的几个更是恼火，然而他们却是拿吴凡没有办法。我不相信你一辈子都待在车内，你的住处，你工作的地方，我们都知道，你是跑不了的。李元凶狠地看着吴凡说道。吴凡眉头微皱，心里对这几人更是厌恶。不过吴凡也知道这几个人说的没错，王子明都能够调查到自己的信息，想来孔海林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些人知道自己的住处和工作的地方也不奇怪。想到这里，吴凡主动打开车门走了出来。主动出来了？李元傲气地看着吴凡道。说吧，你想怎么死？死？看来孔海林对自己的恨意更深了，上次还只是要废掉自己，而这次居然想要杀死自己。是孔海林派你们来的？吴凡问道。他需要知道确切的答案。不错，那几个人并没有否认，或许他们根本就不屑于否认。行了，别和他废话了，赶紧完成任务，我们离开这里。其中一人有些不耐烦地说道。在他们看来，他们4个人来对付吴凡一个已经小题大做了，完全没有必要。吴凡的车子虽然有些奇特，但是吴凡本人也就是一个力气大一些的普通人而已，他们想要杀死并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这是费云告诉他们的。费云虽然上次被吴凡所伤，但是他的心里并不服气，他认为吴凡只是力气大一些，再加上自己大意了，吴凡真正的实力并不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费云的话并没有错，才4级的吴凡在没有装备加持的情况下，和暗境高手根本就没法比。但是吴凡显然不是普通人，他有装备，有从游戏世界中获得的宝物。孔海林派来的那4个人也不想和吴凡继续啰嗦了，既然吴凡主动下来受死，他们也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距离吴凡最近的一个人一脚踏出，右手成拳，朝着吴凡的脑袋砸来。吴凡注意到这人的拳头表面此时似乎包裹了一层金属光泽，气势凶狠凌厉，质感十足的拳头似乎要将吴凡的脑袋给直接轰爆一样。吴凡微微后撤一步，在下车之前他就已经将自己给全副武装了。高敏捷的他在有防备的情况下躲开这一击却是没有问题的。想要以多欺少？吴凡看着那几人说着，随后他从背包中取出了一块令牌来。我也有帮手。召唤令牌，青铜级，可以召唤5个魔界战士为自己战斗，每次召唤持续时间5分钟，冷却时间2个小时。这个令牌正是吴凡上次击杀魔界小头目所获得的战利品，他还没有使用过，这次倒是正好可以试验一下。当吴凡使用这个令牌之后，他的旁边凭空出现5个人。这突然出现的5个人吓得孔海林的那几个护卫一跳，他们实力都不弱，然而却是没有一个人发现这5个人是从哪里来。难道是高手？4个心中有些警惕，他们并没有将这5个人的出现和吴凡手中的那个令牌联系起来。而吴凡看到这5个人的时候，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太寒酸了。本来吴凡对于这5个魔界战士还是很期待的，他是和魔界战士交过手的，知道他们的厉害。不过眼前的这5个被召唤而来的魔界战士和之前他遇到的那些人相比，实在太过寒酸。破破烂烂的衣服犹如乞丐装一般，手中空空荡荡，没有任何武器。他们目光呆滞，被召唤出来之后就那么站在那里，犹如木头一般。这真的是凶残的魔界战士，不是5个傻子。吴凡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靠近车门。如果情况不妙，他随时准备跑路。他之所以敢下车，就是因为可以召唤魔界战士。如果他们都不顶用的话，那吴凡只有跑路的份。他可不觉得自己一个人能够对付4个暗境期的高手。哼，故弄玄虚。李元等人本来还有些警惕那5个突然出现的人，谁知道这5个人就好像傻子一般，穿着破烂就不说了，目光呆滞的和傻子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也没有主动攻击他们4人，就那么傻愣愣的站着。这显然不可能是什么高手，高手不会这么傻。感觉到自己被骗的4个心中怒气更甚，气势陡然都提升了起来。要动手了。吴凡敏锐地感觉到了这4个人气势上的变化，立即对那5个身穿乞丐制服的魔界战士说道：保护我，击败他们。听到吴凡的命令，那5个魔界战士眼中微弱的红色似乎陡然亮了2分，本来显得呆滞的目光中充满了诡异和嗜血的光芒。然而那4个暗境高手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已经含怒出手。那5个傻子一般的人，他们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他们几乎同时对那5个挡在吴凡面前碍事的傻子动手，想要将他们击退，甚至是杀死。砰砰砰砰，4道声音几乎同时响起，那4个暗境高手同时打中了那几个木桩。然而他们预想中击退甚至是打飞的情况并没有出现，他们的拳头
就好像是打在了4堵坚硬的墙壁上，不但没有能够将这墙壁给打碎，反而是被反震之力震得骨头酸痛。4人诧异地看向他们攻击的目标，而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这几个木桩的眼神似乎和之前有所不同了，虽然依然显得有些呆滞，但是呆滞之中居然有种摄人心魄的嗜血气息。在4人发愣的时候，那5个魔界战士几乎同时出手，同样的出拳，同样是瞄准了这些人的胸口位置，同样气强盛。砰！5道声音几乎同时响起，伴随着这5道拳头打在肌肉上的声音，还有骨头断裂的声音。随后，那4个暗境高手就都不由自主地倒飞了出去，有人甚至在空中已经吐血惨叫。虽然双方同样都是出拳，但是所取得的效果完全不同。4个暗境高手的拳头打在那些魔界战士的身上，没有给对方造成任何的伤害，那些魔界战士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或许他们本来就感觉不到疼痛，而5个魔界战士打在那4个暗境高手身上，却是一拳就将那4人打伤。尤其是那个被2个魔界高手同时照顾的暗境高手，更是直接重伤吐血。哪怕是这次不死，他的修为也会下降大半，至少休养大半年才能够恢复。简单至极的一拳，效果如此的恐怖，吴凡惊得目瞪口呆，而那4个暗境高手则是满目骇然。这5个不是傻子吗？为何如此的厉害？简简单单的一拳，居然将他们这样的暗境高手给打伤。暗境高手在他们眼中是废物吗？更重要的是，他们4人居然感觉不到这5个人的实力，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普通人，或许连普通人都不如，至少普通人目光不会那么呆滞，没有活力。当然，这要除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眼睛猩红诡异。在4人震惊的时候，那5个魔界战士并没有停下动作，他们已经冲向了那4人。虽然魔界战士不以速度见长，但是他们的速度并不算太慢，再加上那4人已经被魔界战士击伤，所以根本就躲不开那5个魔界战士的攻击。而在战斗开始之后，魔界战士迅速占据了上风，他们相比于这些暗境高手本来就不弱，再加上那4个又受伤，甚至还有一个重伤员，以3打5落入下风也就不奇怪了。砰！一个魔界战士一掌打在其中一个暗境高手的额头之上，那人动作一顿，眼睛陡然睁大，接着就萎靡地倒了下去，没有了气息，死了。同伴的死亡将其他几人心中恐慌，想要逃走。然而这个时候，魔界战士已经死死地牵制住了他们，他们想要摆脱控制根本就做不到。别！吴凡看到有人被杀，立即便想要阻止。这里是现实，不是游戏世界，吴凡不敢肆意杀人。然而他的话还是慢了一步，他这边才刚刚开口，那边5个魔界战士已经先后将剩余的几个暗境高手给击毙。4大暗境高手本来是来狙杀吴凡的，然而他们连吴凡的衣服都没有能够碰到一下，就被吴凡身边的这5个护卫给全部杀死了。至死他们都还不知道这5个人真正的身份。在杀死那4个暗境高手之后，5个魔界战士再次恢复了之前那般呆滞的模样，立在吴凡的旁边，眼中那猩红的颜色变淡了许多。吴凡看了看他们5人，又看了看地上4具尸体，纳纳无言。人已经被杀死了，这个时候说什么也没用了。而且这4人本来就是来要杀他，所以反杀了他们，吴凡心里并不愧疚，只是多少有些担心事后的麻烦而已。不过既然已经发生了，他也只能接受。而通过刚刚的战斗，吴凡也明白了一些东西。首先，这5个看上去穿着破破烂烂犹如乞丐一般的魔界战士，真正的实力并不像他们穿着那么寒酸，虽然手中没有武器，身上没有防具，但是战斗力却是一点不弱，至少和现实中暗境期的高手单挑丝毫不落下风。另外，这5个被令牌召唤出来的魔界战士似乎并不具备思考的能力，更像是5个机器人，在接到吴凡命令的时候才会有所动作，其他的时候呆滞的如同机器人。而一旦战斗，这5个魔界战士就会恢复如同另一个时空中的魔界中人一样凶残暴虐嗜杀。不过这5个魔界战士对于吴凡的命令绝对的听从，倒是让吴凡因此而多了5个超强帮手。5分钟之后，5个魔界战士凭空消失在吴凡的面前，就如同他们之前凭空出现一般的突然。虽然时间短了点，但是这战斗力绝对没有问题。吴凡自语道，而且这还是青铜级的召唤令牌，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还有更高级别的召唤令牌，可以召唤数量更多、战斗力更强的魔界战士？吴凡越想越觉得有这个可能，如果召唤令牌只有一种的话，倒也没有必要标明它的属性等级。而这个令牌是在杀死一个魔界小队长之后爆出来的，那么杀死更高等级、实力更强的魔界中人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爆出等级更高的召唤令牌了？这个可能性很大。孔家作为一个传承1000年的家族，底蕴肯定异常深厚，背后的实力肯定很强。孔海林这样一个在孔家没有太多实权的人都能够调动暗境高手，而且前后还调动了5个，可见他们孔家实力之强。而吴凡现在杀了他们家族4个暗境高手，孔家报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吴凡手中的底牌越多越强才越安全。这样一来，吴凡对于高等级召唤令牌的需求就变得有些迫切了。不过这也不是着急的事，之前和那个魔界小队长战斗，吴凡也不过稍稍赢了对方一点而已。如果碰到实力更强的魔界战士，那么落败的很有可能就是他吴凡了。还是因为自己实力太弱呀？吴凡心里想到。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吴凡便打算在回游戏世界的时候就准备离开清远县城去杀怪升级了。只有自己等级高了，实力强了，再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吴凡再次看了看地上已经慢慢变凉的4具尸体，随后上车离开。那4个暗境高手之前选择堵吴凡的地方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周围并没有什么行人，可能也是不想让其他人看到他们的行为吧。毕竟修炼者和普通人之间犹如两个世界，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让普通人看到他们的出手的。不过这样的选择倒是方便了吴凡。吴凡的5个魔界战士杀死那4个高手的过程，并没有其他人看到，而在事后，吴凡也可以轻松离开。当然，吴凡也知道这种事情瞒一般人还行，肯定是瞒不住孔海林本人的，因为这些人是他派来的，没有能够及时返回，第一个怀疑对象肯定是自己。要不现在就问一下王子明，看看孔海林在哪，将他也给杀了，这样还少些麻烦。吴凡一边开车一边想到。然而吴凡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首先，他不是嗜杀之人，当然孔海林已经有了想要杀他的念头，那么杀了孔海林也不是不行。只是孔海林毕竟和刚刚那几个人不同，杀几个打手，孔家或许还不会太在意，但是如果杀了孔海林的话，那么孔家可能就不会那么淡定了。不管孔海林在孔家的地位如何，他毕竟是孔家的人，是孔家的年轻一辈，如果杀了他，孔家人会认为这是冲着他们孔家去，到时候势必会来找吴凡报复。如果吴凡现在实力很强的话，他倒不会顾虑那么多，本来就是他们先惹自己的，如果他们不愿意，还继续纠缠，继续反击便是。但是吴凡现在实力还很弱，对付几个暗境期的高手还需要借助令牌的力量，而孔家的暗中的实力显然不可能只有几个暗境期高手，所以一旦孔家准备报复吴凡，现在的吴凡是承受不住的。也因此吴凡放弃了现在就去杀了孔海林的想法，希望他不要再找死了，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吴凡自语道。孔海林已经对他表现出了杀意，吴凡自然不能坐着等死，如果不是顾虑孔海林背后孔家的强大的话，他不会放过孔海林的。不过如果孔海林还继续纠缠，还想要来杀吴凡的话，吴凡可能到时候就不会顾虑那么多了，毕竟他也是有底线的。而此时的孔海林还不知道，他派去杀吴凡的人已经都被吴凡杀死了。此时他正端着酒杯，坐在酒店房间的落地窗前，从高空中俯瞰江州的美景，脑海里却是在想着中午和王子明的饭局。孔海林是今天早上才到江州的，之前他返回了一趟帝都，毕竟一个暗境期高手受伤不是小事，而且他还想要调动其他暗境期高手，自然还是要亲自出面才行。而以他现在在孔家的地位，想要调动4个暗境期高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才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导致今天早上才返回江州。本来孔海林刚回到江州，王子明就请他吃饭，他心里还挺欣慰的，觉得王子明这个人还不错，做事挺上道的，值得继续交往下去。但是在饭局上，王子明话里话外居然都在帮那个该死的老师说话，这让孔海林非常的不满，当场脸色就冷了下去。然而王子明像是没有看到一样，居然还在帮那个吴凡说话，一副要做中间调停人的意思。孔海林自然不乐意，如果上次教训了吴凡也就算了，关键是上次他派去的费云不但没有能够教训到吴凡，还在吴凡手中吃了大亏，甚至是让跟着回帝都的孔海林都挨了一顿训。这次孔海林也是花了好大的力气，这才借调了4个暗境期高手来，为的就是对付吴凡。这个时候他都已经不满足只是教训吴凡那么简单了，而是要杀了他。所以王子明的调停没有丝毫的作用，反而是让孔海林心生不满，对于王子明也没有之前那么满意了。而在和王子明分开后不久，急不可耐的孔海林便让那4个暗境期高手去袭杀吴凡，他一刻都不愿意多等了，他要让吴凡付出代价。吴凡，我看你这次还能不死？孔海林小小的抿了一口杯中红酒，脸上得意而自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孔海林的心情开始由之前的自信变成了疑惑，怎么那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消息回来？孔海林自述道。按照孔海林的想法，吴凡再厉害也肯定不是4个暗境期高手的对手，本来2个暗境期高手就可以解决掉吴凡，他为了保险起见才请来了4个，自然是觉得万无一失才是。4个暗境期高手对吴凡出手，应该用不了多久就能够解决掉吴凡才是。可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却是一点音讯都没有，这显得有些不合常理。又等了一会之后，还是没有等到那几个的信息，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孔海林有些坐不住了。你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孔海林对跟着自己的一个下人说道。那人转身离开，半个小时后给孔海林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一个让他难以置信的消息。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都死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是怎么死的？谁杀的？孔海林瞪大了眼睛，一副震惊的表情看着那下人问道。他们4个都死了，不知道凶手是谁，不过通过现场可以看出凶手实力很强，他们的手臂和内脏都被震碎，死状很惨。那下人说道。这下人也是有着明境巅峰的实力，虽然比不过那4个暗境高手，但是实力也是不弱，到了现场之后很容易就看出了他们的死因。下人的话让孔海林眼皮猛地跳了数下，脸上震惊的表情也慢慢的变成了恐惧。暗境高手有多强，孔海林很清楚，然而现在4个暗境高手居然被人给这样不声不响的给杀死了，就算是不用这个下人说，孔海林也能够想到凶手的实力有多强。难道是吴凡杀的？孔海林脑中冒出这个想法，不过随即就被他否定了。那吴凡才多大，这个年纪的人达到暗境修为的都没有几个，更不要说是比暗境更厉害的存在了。那吴凡再怎么也不可能比暗境高手还厉害。根据上次费云的描述，孔海林也能够确定吴凡的实力绝对是到不了暗境期。那不是吴凡的话，凶手是谁呢？吴凡的身边有高手保护，孔海林觉得也不可能。吴凡的情况他之前调查过，就一个普通人而已，
那样的出身，在他的眼里和蝼蚁没有什么区别，怎么可能有超过暗境期的高手保护他？那又会是谁呢？孔海林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到凶手是谁，连一个怀疑的对象都没有。但是他却是怕了。孔海林很惜命的，不然的话，上次也不会听说吴凡身手不弱之后就立即回帝都去搬救兵了。而现在他的救兵都死了，虽然不知道凶手是谁，但是很明显对方对他或者对他们孔家不抱有善意。如果对方知道自己在这里的话，会怎样？孔海林想到那个可能，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哆嗦，眼中恐惧的表情更重。立即收拾东西，我们马上离开这里。孔海林对那下人说道。这江州太危险了，他一刻也不愿意多待了，他要回帝都去。那下人对于孔海林的反应似乎并不奇怪，点头应了一声。于是孔海林早上才到江州，下午时分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这里。当吴凡从王子明的嘴里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当即就愣住了。这是什么情况？吴凡还以为孔海林在知道自己的人死了之后会来报复自己呢，自己这边还在警惕着呢，却是没有想到孔海林直接跑路了，甚至这次比上次还要坚决干脆。听说跟着他来的那几个护卫都死了，也许他这么急着离开和那几个人的死有关。王子明说道，他的消息比较灵通，而且也一直在关注着这件事，所以大概的能够知道孔海林离开的原因。吴凡听到王子明的话，心里嘀咕道，他不会是被吓走的吧？这个原因倒是有可能，但是吴凡却又觉得不至于吧。孔海林毕竟来自孔家，胆子那么小，4个几个打手就被吓走了。不过除了这个原因，吴凡也想不出其他的原因。孔海林报警了吗？吴凡问道。这是吴凡比较关心的事情。没有，王子明说道，他不但没有报警，而且还会压下这件事。为什么？吴凡再次迷糊了，这孔海林不仅胆小，还脑子有病。一般修炼者之间的事情是不会让民间势力插手的，这是内部的事情，他们自己解决，这也算是修炼者们之间的潜规则。王子明解释道。原来是这样，吴凡心里松了一口气。这潜规则不错，知道这件事暂时不会有什么麻烦，吴凡也放了心。虽然他知道以孔海林的性格，他多半是不会轻易的放过这件事的，不过那也是之后的事情了，目前来说暂时还不会有太大麻烦。而只要给吴凡一些时间，吴凡相信自己的实力绝对不止于眼前这样，到时候就算是孔海林再来报复，吴凡相信自己也可以应付。如果你还敢来江州，还敢对我动手的话，下次你可能就没办法这样轻松的逃走了。吴凡自语道。半夜，游戏世界中，当吴凡再次回到这里的时候，天色才微微亮。打开房门的吴凡看到庭院内已经有不少人忙碌了起来，这些人都是他昨天买回来的那些下人，有的在扫地，有的在整理花园，有的则是在清理湖边杂草，一派忙碌景象。少爷，一个路过的丫鬟见到吴凡立即躬身行礼道。被人这样称呼，吴凡多少还有些不适应，只是微微点了点头。少爷，你起来了。这个时候孙亮一瘸一拐地走过来道，我安排他们做一些清理，昨天虽然清洗了大半，但是这房子空置许久，需要清理的地方还有很多，估计需要2-3天的时间。孙亮，吴凡小队的一员，也是3个重伤员中的一个，他的右腿在上次和魔界中人的战斗中被打断了，落下了残疾。吴凡点点头说道，这个你安排就好，不用太着急，你的腿还没有完全恢复，应该多休息休息。孙亮看了一眼自己的腿，脸上露出自嘲的表情说道，我这腿再恢复也就这样了，没必要继续在床上躺着了。显然断腿对孙亮的打击还是挺大的，如果不是吴凡收留他，他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有勇气活下去。别这么丧气。吴凡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道，我这宅院还需要你看守打理呢。少爷，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将你这宅院给打理好，不让你操心。孙亮保证道。吴凡点点头。随后吴凡召集了小队成员，对他们说道，我准备返回隐者村，牛二、小六、王斌、吕斌、严明、赵庆，你们6个跟我一起回去，孙亮、唐三、周光，你们3个留在这里照顾这个宅院，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众人齐声道。好，牛二，你们6个去收拾一下，我先出去一趟，等我回来之后我们就出发。吴凡说道。吴凡出去自然是准备处理掉自己背包中的怪物材料。之前在返回清远县城的路上，吴凡他们也遇到过怪物，杀了不少，也获得了不少的材料，再加上之前赶往荒野平原的时候，他还获得了一只红眼狼王的尸体，这些可都是钱啊。虽然朝廷奖励了他一些金币，但是购买下人、食材等等都需要钱。吴凡现在身上的钱已经不多了，继续金币补充。吴凡选择的店面依旧是上次那家杂货店，相比于城内其他家的店面，这杂货铺还算公道。那伙计居然还记得吴凡，双方交易也很顺利。以后我可能会经常在这里处理一些野兽或者魔兽的材料，不知道你们能收多少？吴凡在临走时问对方道。吴凡这次回隐者村肯定是要多多赚钱的，毕竟他还欠着老村长一大笔钱，还要养活牛二以及宅院内那么多人，需要的钱不会少。而隐者村内的几位虽然也收这些材料，不过数量是有限的，吴凡打算长期大量的出售材料，只能是另外选择地方。这个杂货铺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客人有多少材料尽管拿来处理，有多少我们收多少。那伙计说道。吴凡点点头，有对方这话他也就放心了。当然吴凡之后可能不会都是自己来，多半是会让其他人来帮忙处理。回到宅院之后，牛二等人已经准备妥当，吴凡给孙亮几人留下一些金币当做备用之后便准备离开。
不过，当吴凡和牛二等人准备离开的时候，他们的身后却是多了2个人，一男一女，年纪不大，男孩机灵，女孩清秀，有些眼熟。吴凡看着跟着自己的这一男一女，觉得眼熟，好一会才想起来，这2人正是自己昨天买回来的那对姐弟。不过，昨天这2人蓬头垢面，浑身满是污渍，而现在明显是经过清洗的，虽然依然显得面黄肌瘦，营养不良，但是看上去却是比昨天顺眼多了。尤其是那2双眼睛，一双灵动，一双清冷，不似其他下人那般呆滞木讷。你们有什么事？吴凡看向他们问道。少爷，让我们跟着你吧。那小男孩期待地对吴凡说道。你身边肯定也缺少跑腿，照顾生活的。少爷，就让他们跟着你吧。孙亮也走上来说道。少爷现在可是贵族，身边没个照顾生活，拼命跑腿的也不方便不是？对啊，对啊。牛二等人也附和道。吴凡想了想，自己可能会很少来县城，有什么消息需要传递，的确需要一个跑腿的，而且正好也可以将自己在那里获得的材料给送来。那行吧，你们2个跟着一起吧。吴凡说道。于是吴凡他们队伍从7人变成了9个人。回去的路途虽然会遇到魔兽和野兽，但是吴凡他们这一行的实力还是很强的，除了那对姐弟外，其他人都有武器，另外还有4匹坐骑，就算是遇到什么魔兽和野兽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吴凡这边刚离开清远县城，郭县令那边就已经得知了消息，不过他并没有任何的表示，他已经打定主意不和吴凡有太多来往。吴凡同样是没有去和郭县令告别，或许在他的心里，他还觉得自己和郭县令没有来往的可能和必要。毕竟吴凡心里想的最多的还是怎么赚钱，那个贵族的身份他都没有怎么放在心上。实际上贵族的身份可以给吴凡带来许多便利，只是他现在还不知道而已。因为有坐骑的缘故，吴凡他们赶路的速度并不慢。之前吴凡从隐者村去清远县城的时候用了1天多的时间，而这次从清远县城回隐者村只用了大半天的时间而已。当吴凡他们一行人到达隐者村的时候，隐者村瞬间热闹了起来。隐者村中本来就只有10个人，现在一下子多了那么多人，整个隐者村都变得有活力了。你们几个先去前面的树林里砍些木头来，搭建简单的房屋。吴凡对牛二等人说道。记住，小心点，那里有野兽，在外围应该不会太危险。牛二等人实力并不强，只是比普通的农民稍微好那么一点而已。不过有武器防身，又是在树林外围，应该不会太危险。至于为什么让他们去村前面的树林，而不是后山的树林，自然是因为后山那里是吴凡的私产，能少用就少用一些的。牛二等人领命而去，就连那对姐弟中的弟弟都去了，反倒是那个姐姐没去。不过吴凡想想，对方是女孩子，砍树这种力气活的确不是很适合她。于是吴凡就带着她去见村长，一下子带了那么多人来村里，怎么说都要和村长打个招呼的。对了，还没有问你和你弟弟叫什么名字？吴凡扭头看向那女孩道。我叫罗月，我弟叫罗阳。你们是哪里人？吴凡问道。一路上吴凡尽量找些话题和罗月聊着，小小年纪就成了孤儿，吴凡怕他们姐弟性格变得孤僻，所以想要和他们多聊聊天，开导他们。不过这罗月的性子似乎比柳岩还要清冷，吴凡问一句他答一句，从来不主动说话，而且哪怕是回答吴凡的话，他也能说1个字，绝不说2个。很快2人就来到了老村长家，吴凡也就停住了和罗月的聊天。老村长依旧老神在在的躺在门前的躺椅上，慢悠悠的摇着，微微的闭着眼睛。村长爷爷，我回来了。吴凡主动打招呼道。老村长这才睁开眼睛看向吴凡。吴凡，你小子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当逃兵了？这可不行啊，你去服兵役可是代表我们隐者村的脸面，如果让别人知道我们隐者村出去的人居然当了逃兵，你让我这个村长的脸往哪里放？快回去，快回去。老村子上来就是对吴凡一阵数落。我不是当逃兵，而是朝廷提前结束兵役了。凡随后简单的将荒野平原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下，朝廷现在对魔界中人好像是采取守势，所以暂时不会攻击那些魔界中人，我们这些复杂送粮食的人也就无事可做，就被提前解散了。原来是这样，我就说嘛，你是不可能当逃兵的，嗨。老村长笑道。吴凡没好气的白了对方一脸。老村长微微有些尴尬，随即看向吴凡旁边的罗月，问道：这是谁？你小媳妇？什么呀？这是我买丫鬟。吴凡解释道。对了，我这次回来带了一些人回来，他们都是我的亲兵，可能要在村里住下来，没问题吧？这个老村长故作犹豫道。这个什么啊？吴凡立即说道。你骗我的事情我还没和你算账呢。你说这次兵役只要3个月时间，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这是终身制的，去了一次之后，以后每年都要去。老村长的脸上再次出现了尴尬的神色。他当初为了让吴凡去服兵役，的确是少说了一些东西。你现在已经是男爵了，以后也不用服兵役了，那是我自己立功换来的，和你可没有什么关系。吴凡说道。说到底你还是忽悠了我。行了，你那些人都住下吧。老村长说道。这还差不多。吴凡满意道。不过既然你身边有那些亲兵，那么我们隐者村的民兵队就由你和你的亲兵们组成吧。老村长的脸上露出了老狐狸般的笑容。好啊，原来你早就在打我们的主意了，刚刚居然还装出不愿意让他们住下的样子。吴凡恍然道。你刚刚也说了，朝廷让每个村镇自己组建民兵队，防范反贼，我估计命令很快就会传到这里了。我们村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哪里有什么年轻人？难道你们不去，
让我们这些老家伙们去民兵队吗？老村长说道。那你刚刚还演戏？吴凡说道。我那不是怕你不答应吗？老村长说道。要我答应也行，不过我那些人的武器和防具由村里提供。吴凡说道。虽然说牛二等人已经有了武器，但是那毕竟是吴凡自己打造的，他打造出来的武器显然不可能和孙铁匠相比，现在有机会敲诈一番，他自然也不会愿意放过。行，没问题。老村长没有犹豫，也就答应了。民兵队是保护村子安全的，给他们更好的武器和防具，也能够更好保护好村子。事情谈妥，吴凡和牛二等人会合，在村中找了一块空地，然后便开始搭建起简单的房屋来。因为只是搭建最简单的木屋，所以需要的时间并不多，在天黑之前，众人就将各自的木屋给搭建完毕了。吴凡走进自己的木屋内，传送回了现实之中。游戏世界中的第二天，吴凡从木屋中出来的时候，牛二等人已经排着整齐的队伍，在绕着隐者村在跑步了。就像他们之前说的那样，吴凡答应收他们当亲兵，他们在训练方面是绝对不会含糊的。而让吴凡微微惊讶的是，罗月和罗阳两人居然也加入了其中。这两人的身份是吴府的下人，按理来说是不用训练的，只要照顾好吴凡就可以，却是没有想到两人主动加入了早恋行列，尤其是罗月，身为女孩子更不容易。待众人早恋结束之后，吴凡将他们召集到一起，说道：从今天开始，我会教你们一套军中的战斗技法，名为霸刀刀法，你们都要认真的练。随后吴凡看向罗月，说道：你就不用跟着练了，既然已经收了牛二等人当亲兵，吴凡自然是会好好训练他们。这霸刀刀法是他手中唯一技法，是肯定要交给牛二等人。而除了这个外，之后吴凡还打算教他们练剑，总之要将他们培养成综合性人才，提高他们的实力。至于罗月，吴凡觉得这刀法不适合女孩子练，而且他没有打算让罗月跟着亲兵队一起训练的想法。然而吴凡的话却是遭到了罗月的拒绝。我为什么不行？罗月冷声道。我也要加入你的亲兵队。不行，开什么玩笑？吴凡立即拒绝道。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是认真的。罗月说道。你一个女孩子练这个不合适。吴凡说道。罗小姑娘，你还是别凑热闹了，这种训练打仗的事情是我们男人的事情，你把大人照顾好就可以了。牛二笑呵呵地说道。罗月不说话，就那么定定地看着吴凡，眼睛一动也不动，犹如一个木头人一样。不过吴凡却是能够从他的眼中看到坚定的神色。行吧，你跟着练吧。吴凡有些承受不住他的眼神，便只好答应。不过在吴凡看来，那样高强度的训练，哪怕是牛二等人估计都会叫苦连天，就更不要说罗月这样的小姑娘了，估计一天都坚持不住。吴凡就等着他自己坚持不住，主动放弃。见到吴凡答应，罗月的眼睛柔和了许多。倒是牛二嘀咕了一句：女孩子家家，瞎凑什么热闹。罗月也不理他，就当是没有听到一样。随后吴凡将自己从周山那里学会的霸道刀法传授给众人。这套刀法其实很简单，招式也没有几招，而最主要的就是气势，那种一往无前毫不畏惧的气势。劈刀的时候气势一定要足，力量要大，要有霸气。在教授完众人之后，吴凡留让他们各自练习同样的招式，一遍又一遍的练习，直到形成了肌肉记忆，将招式完全的印在脑海中。因为每一刀挥出去都要力道十足，气势凶猛，所以每一次的出招都是非常耗力气的。牛二等人才训练的不到半个小时，就都已经满头大汗，双腿发抖了。不过吴凡并没有让他们休息，而是让他们继续坚持。在这种时刻能够坚持下去，就是对自己的一种突破，会让他们的耐力有所增长。半天训练结束之后，每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脸色发白，双手酸得连举起的力气都没有了。让吴凡惊讶的是，罗月居然坚持下来了。虽然他的脸色比其他人都要苍白一些，在训练的时候，吴凡觉得他随时会昏倒，但是他都没有出言放弃，而是坚持到了最后。都过来吃饭吧。吴凡对众人说道。大人，现在就是山珍海味在我的面前，我都没有力气过去吃了。牛二躺在地上哼唧道。是啊，我现在累得连端碗的力气都没有了。郑小六也说道。是吗？吴凡微微一笑，随后他打开了自己带来的2个木桶，顿时一阵浓郁的香味从木桶中飘了出来。本来躺在地上已经没有了力气的众人一下子都起来了。什么味道这么香？好像是肉香味。肯定是的，我的鼻子不会闻错的，这味道太香了。众人说着都要流口水了，而他们也发现这香味是从吴凡面前的木桶中传出来，顿时就都起身奔了过来。真的肉汤，哇，这肉汤味道好香，汤好浓啊。牛二惊喜道。味道不错吧？吴凡问道。众人猛点头。碗在旁边，自己盛，汤内有肉，都别客气，尽管吃。另一个桶里是米饭，你们的训练很耗力气，营养必须跟上，所以能吃多少吃多少。吴凡说道。虽然众人不是很理解吴凡嘴里的营养是什么意思，不过他们却明白，今天他们可以饱餐一顿，真正的大口吃肉，大口喝汤，而且听吴凡的意思，以后每天都会这样。瞬间众人都觉得早上半天的辛苦训练不算什么了，再累又怎么样，只要有这样的肉汤喝，再累他们都能坚持下去。吴凡看着众人争先恐后的舀汤，笑了笑，随后帮罗月和罗阳两人也各自装了一份。这两人年纪小，而且之前就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现在又经过早上半天的训练，早就已经累得起不来了。谢谢大人。从吴凡手中接过汤的罗阳感激地说道。其实罗阳在闻到肉汤香味的时候，早就已经馋得流口水了。不过一来他是下人的身份，
而不是吴凡清兵，下人的待遇肯定是比不上清兵的，所以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喝这个汤。二来，他也的确是太累了，起身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是在一边干看着。现在吴凡帮他装好，端来，他自然感激不尽。吃吧。吴凡摸了摸他的头说道，多吃点，你这身子骨太瘦了。罗阳一边喝汤一边猛点头道，这样的肉汤他已经有好几年都没有吃过了。还有你。吴凡转向旁边的罗月道，你也要多吃点，你们姐弟俩太瘦了。罗月点点头，细声道，谢谢大人。你要是坚持不住了，就和我说，别逞强。吴凡说道，不，我能坚持住。罗月坚定道，我想要成为大人身边最锋利的尖刀，任何想要伤害大人的人，我都会杀死他们。吴凡这一瞬间居然从罗月的身上看到了那种浓郁的杀气，此时的他不像是一个10多岁的小姑娘，倒像是一个冷漠的杀手死士一样。别乱想，我这好好的，谁会伤害我？吴凡笑道。罗月没有说话，眼中的坚定却是不曾有丝毫减少，尤其是在看到自己弟弟喝着肉汤满脸幸福的时候，他的这个心思就更加坚定。午饭之后，众人似乎又恢复了体力，继续训练，而吴凡则是独自一人前往后山。对于后山中的食材，他可是惦记很久了，餐厅就要开张了，吴凡准备让现实中的餐厅一炮而红，自然要有所准备，这后山中的食材就是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后山中的那些农作物果然如同吴凡所预料的那样，已经全部成熟了，各种瓜果蔬菜遍布整个农田之中，满眼望去全部都是。为了携带这些东西回到现实中，吴凡特意清空了自己背包中的东西，都放在了现实之中，所以他此时10个格子都是空的。如同吴凡所预料的那样，每个格子可以盛放同一种食材，哪怕这同一种食材的大小形状不一也不影响。不过就算是这样，吴凡的背包也就只有10个格子，只能装10种食材，显然还是远远不够的。这背包空间太小了，前期还凑着用，现在越来越觉得它不够用了。吴凡心里想到，只可惜他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扩大背包空间，甚至连一点头绪都没有，所以也只能独自吐槽2句而已。收获这些食材的方式和种植它们一样，都非常的方便快捷。很快，吴凡的10个格子就装得满满当当了。从后山回去之后，牛儿等人依然是在训练，罗月也在其中，并没有放弃，这倒是让吴凡对他有些刮目相看了。回到现实中之后，吴凡在郊区附近找了一个仓库租了下来，然后又购买了一些食材放进去掩人耳目，之后再将自己从游戏时空中带出来的食材都放在了仓库之中，瞬间原本显得空荡的仓库就堆满了大半。然后吴凡联系陈冰瑶，让他安排人来将这里食材运回餐厅。虽然一套程序下来显得有些繁琐，但是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秘密，吴凡现在也只能这么做。安排好了这些，吴凡想起自己身上还有一张健身卡，办了卡之后还没有去过几次，今天有时间，索性就准备过去看看。然而吴凡没有想到，在健身房内居然看到了一个熟人，李冰。吴凡倒是没有想到李冰也办了这里的会员，而且还真要巧的遇到了。李冰见到吴凡似乎也很惊讶，不过随即脸上就是蔑视，充满了敌意。之前在唐雨霏的生日宴会上，李冰本来是想要看吴凡笑话的，却是没有想到弄巧成拙，让吴凡出了风头，不但获得了唐家的重视，还让天玄宗的长老都对他笑脸相迎，这让李冰很不差。吴凡的情况李冰大概的清楚，一个农村来的土鳖而已，居然那么风光，而且自己还因此而被唐雨霏当众数落，在众人面前出丑。在李冰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吴凡。现在在这里看到吴凡，李冰自然对吴凡充满了敌视和怨意。李冰看了看自己拳头上的拳套，心中浮现出了一个想法。吴凡，有兴趣来玩2下吗？李冰碰了碰2个拳头，挑衅地看着吴凡道。虽然吴凡上次在唐雨霏的生日宴会上拿出了一本功法，但是李冰并不相信那个功法是真的。吴凡这样一个穷屌丝，怎么可能有那样的东西？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因此，李冰并不觉得吴凡能有多厉害，而他则是不同。他经常锻炼，尤其是对于拳击最为感兴趣，拳击水平不低。现在在这里遇到吴凡，正好可以出手较量一番。然而，吴凡听到他的话，却是毫不犹豫地说道：“没兴趣。”说完，吴凡就准备去跑步机那边先玩玩。不过，李冰并不愿放弃。他见吴凡背对自己，快速上前2步，右手直接一记直拳，直奔吴凡的脑后。他想要教训吴凡很久了，这次总算是有机会出手了。而且，就算是打伤了吴凡，李冰也毫不担心，他有能力善后。然而，就在李冰的拳头即将要打中吴凡的时候，吴凡的身子却是在这个时候巧合微微侧开，躲开了他这是大力沉的一击。吴凡顺势转身，脸色难看地看向李冰道：“你想要干什么？”吴凡在另一个时空之中战斗的次数并不少，不仅和野兽、魔兽战斗过，就算是凶残的魔界中人，他也有过交手，所以他对于危险能够有所感知。然而，李冰只以为吴凡刚刚能够避开他的攻击，只是巧合。戴上拳套，我们来练练。李冰挑衅地对吴凡道：“你真要玩？”吴凡反问道：“废话。”李冰道：“玩可以，不过我要是把你打伤，我不负责。”吴凡说道：“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现场的人可以作证，谁要是伤了，不能怨对方。”李冰见吴凡居然主动提这茬，自然不会拒绝，他本来就是想要狠狠教训吴凡的。吴凡点点头，从旁边拿来拳套慢慢戴上。本来他是不想和李冰多打的，不过对方却是纠缠不休，吴凡也正好可以教训他一番。
这里只是健身俱乐部，虽然有沙包，但是却是没有格斗用的擂台。两人就找了一个面积大一些的空地，对立而战。而他们两人的比试也吸引了俱乐部内众人的关注。来啊！李斌对吴凡挑衅的勾勾手，还是你先攻吧，不然的话，我怕你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吴凡站在原地淡淡的说道。狂妄！李斌不屑地说了一声，脚下却是朝着吴凡冲了过去，双手一个摆在身前，一个则是挥舞而出，攻击的方向正是吴凡的面门。吴凡站立不动，当李斌的拳头要打中他的面门的时候，他才伸出左右，将对方的手臂往旁边一拨。这一拨看似没有用力，然而李斌的手臂却是不由自主的被带偏了。而吴凡另一只手同样直击李斌的面门。李斌心中大骇，挡在身前的手更是死死的想要保护住自己。然而当吴凡的拳头砸在他的拳头上的时候，他才是真切的感受到吴凡的力量是有多大。砰！吴凡的拳头重重的打在李斌的拳头上。本来李斌认为以自己的力量完全可以抵挡住吴凡的攻击，然而他显然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也低估了吴凡的力量。当吴凡击中他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根本就挡住吴凡的拳头。李斌自己的拳头打在自己的脸上，顿时他的右眼就出现了一个黑眼圈，并且迅速的肿了起来。然而吴凡的攻势不仅于此，在李斌的拳头稍稍移开的时候，吴凡的另一次攻击已经到了。而这一次吴凡的拳头则是打中了李斌的左眼，于是李斌的左眼也肿了起来，两眼对称，犹如国宝一般。砰！吴凡显然没有放过李斌的意思，又一记直拳打在李斌胸口之上。李斌顿时两眼一突，感觉到自己的心脏遭遇到了重击，心脏似乎都有那么几秒钟停止了跳动，胸口发闷，眼前直冒金星。砰！咔嚓！吴凡又一拳打在李斌的身上，李斌以及周围的人清楚地听到了骨头断裂的声音。李斌的嘴里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就是周围的人听到那个声音都感觉到头皮发麻，牙齿发酸。这次受到攻击之后，李斌没有能够再站得住，而是向后倒飞了3-4米远，重重地落在地上，随后也只能是在地上惨叫而起不来了。实际上如果吴凡愿意的话，在第一次攻击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将李斌给打倒，甚至是直接废了，毕竟他此时的力量远不是李斌可以比的，哪怕是现在的他并没有穿上全套装备。吴凡站在原地冷漠地看着在地上惨叫的李斌，说道，我说过只要我出手，你就不会有出手的机会。之前周围的围观的人都还以为吴凡这话是在说大话，但是在亲眼见到吴凡出手之后，他们才意识到吴凡不是在说大话，而是在说一个事实。虽然这个时候听上去有些狂妄，但吴凡自己做到了。李斌在他的攻击之下，不要说出手反击了，就连防守都做不到。李斌此时哪里还有心思去反驳吴凡的话，他被吴凡这几下给打得伤得不轻，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只顾着惨叫了。你们刚刚都听到了，他自己说的，被打伤怪不到我头上。吴凡看向周围的人说道。周围的人下意识的点点头。吴凡满意的转身离开。不过还没有等吴凡走几步，就有人出声喊住了他。等等！吴凡转身看向说话之人，问道，怎么，你要为他出头？不是。那人听到吴凡的话，先是摇头，随后说道，我是这里的经理彭远光，我有个朋友最近组织了一场拳击赛，不知道吴先生你有没有兴趣参加？拳击赛？没兴趣。吴凡说道。吴凡的确是对于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他现在的重心是在餐厅以及另一世界的升级，重地上面对于其他的事情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刚刚如果不是李斌一直纠缠不休的话，吴凡都懒得搭理他。吴先生，您别这么急着拒绝。彭远光说道，这个拳击赛来参与的选手很多，来自世界各国，不仅是国内的人，而获胜方能够得到一大笔奖金。那我也没兴趣。吴凡说道，你还是去找别人吧。说完，吴凡转身离开，不再搭理着经理。如果是之前的话，吴凡缺钱的时候，吴凡或许会考虑，但是他现在手中还有不少钱，暂时不缺钱，而且餐厅马上就要开业了，相信这会是一个超级赚钱机器，所以吴凡对于拳击赛还真没有什么兴趣。彭远光还想要劝说吴凡，然而吴凡态度坚决，就是不同意，最后他也只能是放弃。吴凡在健身房待了2个小时左右，其他人对他都是避之不及，毕竟吴凡的厉害，他们刚刚都是亲眼所见的，自然没有人敢上去触吴凡的眉头。至于李斌，则是已经被送往医院了。吴凡对于自己的力量是了解的，他没有使出全力，但是李斌至少也要在病床上躺上10天半个月，甚至是更久。从健身房离开之后，吴凡去了一趟餐厅。餐厅这边开业前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明天正式开业了。吴凡心里还是很期待的，毕竟投资了那么多钱，而且还关系到他以后的发展。这边吴凡还在检查餐厅方面有没有什么疏漏的时候，却是接到了一个让他意外的电话。赵老板。吴凡接通电话之后，微微有些诧异，赵老板找我有什么事？是准备给我汇货款了吗？这个打电话过来的人正是吴凡之前售卖紫檀木的对象赵亚楠。然而吴凡的话说完，电话另一边却是没有出声，而是一阵沉默。吴凡意识到情况似乎有些不对，便问道，赵老板，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吴先生，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一趟，我们谈谈店面转让的事情。赵亚楠有些低沉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店面转让？还真出事了。之前2人交易的时候有过君子约定，如果赵亚楠不能在2个月时间内将货款支付给吴凡的话，那么就需要将用店面作为抵押转卖给吴凡。而现在赵亚楠这么说，
显然他没有办法再按照当初的约定，在规定时间内支付货款给吴凡了。赵老板，这距离2个月还有一段时间，现在就谈这个事情，是不是早了点？吴凡说道。倒不是吴凡不想要那个店面，在拥有隐者村后山森林里的那么一大片木材资源之后，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木材店面还是很有必要的。只是吴凡也看得出来，赵亚楠对于那个店面很有感情，他也不想夺人所爱。不早，我已经没有办法将货款支付给您了。赵亚楠语气低沉，甚至带着些许绝望。之前那批家具出事了，我没钱了。在吴凡的追问下，赵亚楠向吴凡说出了事情的原委。自从吴凡手中买下紫檀木之后，赵亚楠那边就开始抓紧时间打造家具，争取早点完成那个订单，解决掉这个麻烦。一开始的时候，事情也很顺利。然而，就在赵亚楠将家具都要打造完成的时候，他的那个家具厂夜里突然着火，将厂房烧了大半，里面的家具更是一点不剩。得知这个消息的赵亚楠当时就昏了过去。这一把火不仅是将厂房和家具烧没了，同时还烧掉了他的希望以及未来。赵亚楠为了完成那个订单，已经掏空了家底去购买原材料，甚至还欠了吴凡近千万。而现在一切都没了，他不仅是要偿还吴凡近千万的货款，而且还要支付那个订单数千万的赔偿金。这些钱赵亚楠实在是拿不出来了，所以他现在也就只有卖掉木材厂、家具厂。实际上，哪怕是卖掉这些，他都未必有足够的钱去偿还欠款和赔偿金。原来是这样，吴凡说道。家具厂那里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着火呢？我也不知道。赵亚楠说道。木材厂和家具厂都是严禁烟火，平时我也很小心的，这次不知道怎么突然就着火了，连监控都被烧坏了，所以起火的原因不得而知。这是有些蹊跷。吴凡觉得这件事可能不是什么巧合，不过具体情况赵亚楠都不知道，他就更不知道了。我现在刚好有时间，马上过去一趟。吴凡说道。好，我在店里等你。赵亚楠的声音似乎更加低沉了，他认为吴凡这是知道自己要将店铺卖给他，所以有些迫不及待了。不过赵亚楠并不怪吴凡，吴凡当初也是好心帮他的，要怪就怪他自己，太大意了。很快，吴凡到了赵亚楠的店里。此时这个店里显得有些冷清，除了赵亚楠之外，就只有吴凡第一次来的时候的那个伙计在，至于其他人则是没有看到。你来了。看到吴凡到来，赵亚楠也只是淡淡的打了一声招呼，和之前2次相见时的热情完全不同。吴凡倒是能够理解他此时的心情，所以倒也没有责怪的意思。店里的人呢？怎么都没看到？吴凡问道。被我辞退了。赵亚楠说道。看来赵亚楠这是真的准备出售店面了，已经开始着手处理了。不过他这样的情况似乎除了出售店面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你有没有觉得这把火有些蹊跷？吴凡说道。当然，我也没有什么证据，就只是瞎猜。我总觉得这把火出现的时间太过巧合了一些，而且你既然很重视防火，居然还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更让人难以理解了。我也想过，可能有人故意放火。赵亚楠说道。不过我没有证据。那天晚上值班的保安说睡着了，厂里的监控又坏了，所以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根本无从得知。赵亚楠并不笨，在这个时候发生这么一场火灾，他自然也会怀疑有人故意放火。不过他并没有证据，所以也只能是接受这样的结果。赵亚楠都这么说了，吴凡自然也没有办法，只得说道。你真的打算出售店面？吴凡自然是想要购买店面，但是他不想夺人所爱，而且他现在手里也有些钱，完全可以另起炉灶，没有必要一定要买这里。他看得出赵亚楠对于这里的感情，所以还是想对方改变心意。我还有其他的选择吗？赵亚楠说道。而且这不是我们之前约定好的吗？赵亚楠看向吴凡，眼中透着些许冷漠。吴凡微微一怔，随即说道。你不会是在怀疑我，觉得这把火和我有关，为的就是抢走你的店面吧？赵亚楠只是看着吴凡，并没有说话。显然他的心里的确是有这样的怀疑。谁让吴凡之前说过付不起货款就拿这里抵债呢？吴凡苦笑了一下说道。我发誓这件事真的和我没有关系。我虽然想要买木材加工厂和家具厂，但是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而且我也不是一定非要买你这里不可。你完成订单，我拿到货款去购买其他工厂，不也是一样？反正你就算是拿这里抵债，也只是抵我那么多钱，我又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何必那么麻烦呢？吴凡这么一说，赵亚楠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吴凡并不是隔壁的刘老板，吴凡没有必要一定要买这里，他拿着自己给的货款一样可以买其他的厂房，所以自己能不能完成订单对他都一样。想到这里，赵亚楠脸上露出歉意的表情，说道。不好意思，我不该怀疑你。没事，我能理解。吴凡说道。自己的工厂被一把火烧了大半，订单也完成不了了，赵亚楠他们家甚至可能因此破产。这个时候赵亚楠会怀疑一切可疑的人，完全正常。现在你的货款我肯定是还不上了，你找人来评估这里吧。家具厂如果你有意的话，我也可以卖给你，虽然被烧了一些，但是还有些能用。赵亚楠对吴凡说道。吴凡这边刚准备说话，隔壁的刘老板不请自来从外面走了进来。侄女，听说你的家具厂着火了，厂房烧了大半，里面的家具也都烧没了。哎，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家具厂里都是木材，很容易着火的。刘老板一副很关心赵亚楠的样子，然而赵亚楠却是一副厌恶的表情，说道。这是我的事，不用你在这里假惺惺，请你出去。侄女，我这也是一片好心，你怎么这样呢？刘老板说道。他似乎忘记了
上次在这里和赵亚楠撕破脸的事情，再次拿出一副长辈的样子出来。那些家具都烧了，你订单肯定是完成不了。要不将这里卖给我，虽然不够偿还那些赔偿金的，但是也能填补一些不是。刘老板继续说道。当然，这个价格嘛，就要比我上次开出的价格低一些了。刘老板实际上早就知道赵亚楠的家具厂着火的事情，但是他一直等到今天才上门，为的就是让赵亚楠感觉到对未来的绝望。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更好的压价，也更有把握最后谈成这笔买卖。因为他知道赵亚楠很需要钱，而现在正是时候。距离交订单的日期越来越近，赵亚楠的心里就越来越焦急、绝望。这个时候，他急需钱。虽然卖给自己所得到的钱肯定是不够偿还那个订单的赔偿金的，但是那也比直接被抵押拍卖的要好。所以刘老板很有信心可以从赵亚楠的手中买下这个店面，哪怕赵亚楠对他印象并不好，但是谁会和钱过不去？想到这句话，刘老板陡然觉得赵亚楠的旁边的那个年轻人有些眼熟，随即便想起了吴凡的身份。吴老板，你是听到风声来要账的？你看看，当初我让你将木材卖给我，你偏不听，非要卖给我侄女，现在货款拿不到了吧？后悔了吧？刘老板幸灾乐祸地看着吴凡道。这就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年轻人，生意场上的事情可不能意气用事，你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李老板得意道。我自然是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不过那也要看和谁学习的，总不能找一个老奸巨猾、背信弃义、落井下石之人学习吧。吴凡看着刘老板，脸色颇有些揶揄地说道。刘老板脸色大变，他自然听出吴凡的话外之音，这是在指桑骂槐地说自己呢。哼，牙尖嘴利，活该你赔钱。刘老板冷哼一声说道。我告诉你，你这笔货款是拿不到了，他就算是将家中所有的店面都卖了，也不够偿还那些赔偿金的。至于你那笔货款，他根本就没钱支付了，你等着被你背后的老板骂死吧。刘老板始终都不相信吴凡这样一个明显没有什么经验的年轻人能够有渠道弄到那些紫檀木，吴凡肯定只是一个中间人，他的背后肯定站着一位大老板。而现在吴凡将这笔买卖做砸了，肯定会受到他背后老板的责骂，甚至会失去对方的信任，他这个中间人的身份还能不能保住都很难说。这就不需要你担心了，只是一点紫檀木而已，我还没有放在心上，只要我愿意，我立马就能够再拿出10倍甚至100倍出来。吴凡说道。吹，你继续吹，年轻人本事不大，口气倒是不小，还10倍100倍，你以为紫檀木都是你家的？刘老板鄙夷地看着吴凡说道，根本就不相信吴凡说的话。紫檀木这种珍稀木材不是有钱就可以弄到的，那得有渠道，而且就算是有渠道，也不能一下子弄那么多。吴凡说能弄10倍100倍的紫檀木来，明显是在吹牛。你说对了，那些紫檀木还真都是我家的。吴凡笑了笑说道。隐者村的后山都被吴凡给承包了，那里的东西的确都属于他了，那片森林里的紫檀木可不就都是属于他家的了。然而吴凡的话不要说刘老板不信了，就是一边的赵亚楠也是不信的，他只以为吴凡是在硬撑面子才这么说的。他在这一行也有一些时间了，尤其是因为那个订单的缘故，他对于紫檀木这种珍稀木材还是有所了解的，自然是知道这种木材的稀有程度。刘老板，请你离开这里，我是不会将这里卖给你的。赵亚楠冷冷地对刘老板说道。侄女，别呀，你别意气用事，别和钱过不去。刘老板说道。你将这里卖给我是最划算的，现在你家具厂着火，订单肯定是完不成了，你家的情况我也了解，之前就已经将家底掏得差不多了，现在所剩无几，值钱的也就只有房子了。不过你们就算是将房子给卖了，也不够赔偿金的，这样一来你这店面根本就保不住，与其被法院没收或者折价卖给债主，还不如卖给我。我给的价钱虽然会比上次的低，但是总比这2种情况要好吧。刘老板还真怕赵亚楠意气用事，一气之下将这里低价卖给别人，所以他此时并没有撕破脸，反而是一副苦口婆心装作好人的样子。我说了，我是不会将这里卖给你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刘老板的话赵亚楠丝毫不为所动，脸色依旧冰冷。我已经找到买家了，你就别在这里白费心机了。找到买家了？谁？他们给的价钱能比我高？侄女，你要是对我给出的价格不满意，我们可以再商量。刘老板有些急了，他做了那么多，可不就是为了得到这么多吗？他可不想最后功亏一篑，便宜了别人。不用商量了，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赵亚楠坚定地说道。就像他之前和吴凡说的那样，无论如何他是不会将这里卖给刘老板的。侄女，你现在着急用钱，对方肯定会故意压价卖给我，你还能多卖一些。刘老板不死心地说道。刘老板放心，我是不会故意压价的，我可不想像某人那样落井下石。吴凡在一旁出声道。这有你什么事？刘老板随口驳斥道，随即他似乎反应了过来，一脸震惊地看向吴凡，说道，他把这个店面卖给你了。刘老板，恭喜你，答对了，可惜没有奖励。吴凡笑着说道。我要个屁的奖励！刘老板心中吼道。他没有想到自己一番忙活，最后居然便宜了吴凡，赵亚楠居然将这里转卖给了吴凡，他之前所做的一切都为吴凡做了嫁衣。刘老板，我们以后就是同乡了，而且还邻居，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吴凡说道。不过你那种背信弃义、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的做法就别教了，我学不来。刘老板的脸色顿时就成了猪肝色，憋得通红。刘老板，我们就不留你吃饭了，你有事就去忙吧。吴凡对刘老板说道。我有什么事忙？我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将这里买下。
刘老板的心中再次怒吼道。不过刘老板知道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他也不是小年轻了，知道这个时候该忍。我是没有想到吴老板会对木材加工感兴趣。所谓隔行如隔山，吴老板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这一行，甚至对这一行也不理解。你就不怕自己赔钱吗？刘老板说道。赔钱？我不怕呀。吴凡说道。而且我不懂，不是有其他人懂吗？比如赵老板。你什么意思啊？刘老板疑惑地看向吴凡，就连赵亚楠也都看了过来，不明白吴凡话里的意思。我打算和赵老板合开这家工厂以及家具厂，不知道赵老板意下如何？吴凡看向赵亚楠的说道。刘老板这人虽然不咋地，但是说的话还是有些道理的，隔行如隔山这一点也没错。吴凡想要进入这一行，完全是因为自己那边有大量的木材，其中不乏各种珍稀木材，有了这些资源，他不进入这一行实在是可惜，只卖原材料的话，其实赚的钱不多。不过吴凡对于这一行的确是不懂，所以就需要一个懂的人来帮忙，而赵亚楠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赵亚楠以及他的父亲都对于这一行接触日久，肯定是有经验，也是懂这一行的。另外，赵亚楠对这家店面有感情，和他合作，他肯定是用心经营这里，不需要吴凡操心的。吴凡以后的产业可能会越来越多，他自然也不好在一个产业上投入大量精力，找一个懂行又放心的人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好像餐厅那边有陈冰瑶和刘一刀一样，木材厂这里也需要一个懂行并且放心的人，比如赵亚楠。当然，这都是吴凡自己的想法，还需要赵亚楠的同意才可以。这个赵亚楠有些犹豫，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毕竟这个事情吴凡之前没有和他说过，他没有心理准备。只要你答应，我可以帮你完成那个订单。吴凡抛出自己的诱饵。真的？赵亚楠一脸惊喜。那个订单现在就是压在赵亚楠身上的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一旦那个订单没有办法完成，那么他家所有的东西可能都要保不住了，不仅仅是这里的厂子，还有房子、车子等等都要赔进去。他们一家甚至是有流落街头的危险。这就是赵亚楠为什么那么讨厌刘老板的原因，死也不将这里卖给他，因为这一切都和他有关。而如果吴凡能够帮助他完成订单的话，那么压在赵亚楠身上的大山就都没有了，他们一家的下场就不会那么凄惨了。所以他听到吴凡这么说，才会表现得这么激动。不错，吴凡点头道。那个坑人的订单不仅是需要紫檀木，还需要其他一些珍贵木材，光是木材成本就有2000多万。吴凡如果帮赵亚楠完成那个订单的话，就相当于是投入了2000多万，毕竟所有的木材都需要重新购买。不过吴凡并不需要真的掏出2000多万，因为那个订单里所需要的木材，他在隐者村的后山上都是有的，只要砍来就行。那行，只要你帮我完成这个订单，我就答应给你打工。见吴凡这么说，赵亚楠没有再有任何的犹豫，除掉工厂的钱都算我借你的，我慢慢还。赵亚楠并没有想过吴凡会免费帮自己完成这个订单，毕竟这投入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和吴凡之间也非亲非故的，吴凡能够主动出手帮他，他已经感激不尽了，自然不会想什么过分的要求。可以，吴凡说道。另外，这个工厂我会给你留10%的股份，你可以选择要，也可以选择不要。要！赵亚楠没有丝毫犹豫地说道。虽然这样一来，工厂能卖出的钱就少了一些，但是这样一来，他们赵家还能占有这个工厂的一部分份额，这工厂还有他们赵家的一份，这对于赵亚楠来说自然是好事。反正已经要欠吴凡很多钱了，他也不在乎再多欠一些。那就没问题了，我们可以立即签订合同，我会尽快的运来你需要的木材。吴凡说道。给赵亚楠占股，吴凡自然是希望赵亚楠能够在这里更加用心，牺牲一些利益，可以让自己更加放心，吴凡还是很愿意的。而且赵亚楠对这里更用心，也能帮吴凡赚更多钱，所以怎么想这都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好，赵亚楠整个人似乎都恢复了活力，再也不似之前那般死气沉沉。刘老板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他目睹了全过程，然而却是怎么都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两人怎么就联手了？怎么这两个人就这么达成了协议？这个店面的归属就这么决定了？侄女刘老板似乎还想着做些努力，然而赵亚楠根本就不给他说话的机会。你怎么还没走？小帆将他轰走。小帆也就是吴凡之前第一次来时见到的那个年轻人，也是这个厂子里现在唯一的员工。他听到赵亚楠的话，连忙毫不客气地将刘老板往外推。别退，我自己会走。刘老板知道自己的算盘落空了，心里愤恨不已，继续留在这里也没任何的用，只会被人当成笑话一般。在临出门之前，刘老板掉头看了看吴凡和赵亚楠，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想要完成订单？没门！只要订单完不成，他们再次投资的2000多万就会打水漂，而且还要再赔付数千万的赔偿金。刘老板不相信吴凡有那么多钱继续投资下去，到时候这个厂子肯定还是要卖，自己还有机会。这个店面迟早都是我的。刘老板带着这样的想法离开了这里。吴凡和赵亚楠达成了共识之后，两人很快就签订了合同。吴凡从一个买家的身份瞬间就变成了赵亚楠的上司合伙人。不过两人都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吴凡是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只是之前没有想到赵亚楠会遇到这样的困境。而如果没有如此的困境的话，他想要买下这里和赵亚楠合作那是很难的。而赵亚楠也没有觉得这样的关系的变化有什么不同，在自己最绝望的时候，吴凡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对于吴凡只有感激。你需要的那些木材我明天就都给你送来。吴凡对赵亚楠说道。这么快？赵亚楠已经对于吴凡的实力有了更多的认识，
看来他之前还是低估吴凡了。要知道，他所需要的那些木材里有很多是珍稀木材，是有钱也未必能够弄到的。在赵亚楠看来，就算是吴凡有渠道能够弄到那些木材，也肯定是需要好些天去运作。难道吴凡早就知道自己的家具工厂会着火，所以提前准备好了那些木材？不过很快，赵亚楠就将这样的想法给排除了，因为他和吴凡之前根本就不认识，吴凡没有理由算计他。他的这个店面和其他的店面相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不是这里最大的。吴凡就算是想要买店面，进入这个行业，完全没有必要来这么一出。那些他提供的木材算是卖给自己的，而就算是不卖给自己，吴凡也同样是也卖给其他人的。那些木材可是一点都不愁卖的，所以吴凡没有必要做这种事。而既然吴凡事先不知道这件事，却是能够在1天内准备好那些木材，就足以说明吴凡的在这方面的渠道和资源是多么的恐怖了。这让之前已经觉得吴凡不凡的赵亚楠认为，他还是低估了吴凡的能力。早1天运来，你也可以早1天开始打造。吴凡说道。既然已经答应了帮助赵亚楠完成那个订单，吴凡自然是会用心去帮忙的。行，我这边会通知工人们明天都回来上班，只要木材一到，我就开始打造。赵亚楠说道。实际上，现在距离交货日期已经没有多久了，他也很需要抢时间。而吴凡能够明天就将木材都给运来，这也帮赵亚楠节省了不少的时间。吴凡点点头，这些事情你自己安排就好，以后这里还是都会交给你来打理。你是真的打算当甩手掌柜的呀？赵亚楠嘴上抱怨，然而心里却是很感激吴凡对他的信任。能者多劳吗？吴凡笑道，我对这一行其实很陌生，胡乱插手反而是会坏事，还是交给专业人士更好一些。我可不是什么专业人士，对于这一行我也是刚进入不久，你真就放心将这里交给我。赵亚楠在感激吴凡信任的同时，也感觉到了压力。吴凡这么信任他，如果他将这里办砸的话，那太对不起吴凡的信任了。没事，我相信你。吴凡说道。实际上，吴凡这么相信赵亚楠，将这里就这么交给他，还有一个原因，他之前偷偷的对赵亚楠扔过鉴定术，根据鉴定术上的显示，赵亚楠在经商方面，尤其木材加工和家具打造方面，拥有很高的天赋，这天赋比吴凡强多了。不然的话，吴凡也不会这么轻易的就在赵亚楠的身上投资那么多了。好，我一定好好干，不辜负你的信任。赵亚楠一脸认真的保证道。吴凡点点头，随即说道，对了，知道我刚刚为什么当着刘老板的面谈我们合作的事情，还说出我要帮你完成订单这件事吗？为什么？赵亚楠问道。他之前还真没有想那么多，因为他很可疑，你不觉得吗？吴凡说道。他的确是我最怀疑的一个人。赵亚楠说道。他想要我这个店面，我很清楚，所以他很希望我的订单完成不了，放火烧了我的那些家具是非常有可能的。可惜我没有证据。没有证据，我们可以让他主动将证据送到我们手上。吴凡笑着说道。如果那把火真的是他放的话，那么他会将证据主动送过来的。主动将证据送过来，他不会那么傻吧？赵亚楠说道。是不会那么傻。吴凡说道。所以我们得用点办法，这也是我为什么当他的面说要帮你完成订单的原因。如果那把火真的是他放的话，他在知道你有可能会完成订单之后，肯定是不会甘心失败，肯定是会再次行动。而这个时候，我们只要盯着家具工厂那边，就可以找到我们想要的证据。吴凡之前就怀疑过刘老板，毕竟他有这个动机，只是赵亚楠都没有证据，他自然也没有，这才想出了引蛇出洞的机会。而实际上，不管是那把火是谁放的，只要是人为的，对方的目的肯定就是阻止赵亚楠完成订单。而现在赵亚楠继续打造，对方肯定不会甘心失败，再次行动的可能性非常的大。而这个时候，他们只要守株待兔就可以了。赵亚楠也很快就明白了吴凡的意思，不由得对吴凡更为佩服，还有浓浓的感激。毕竟对方一把火烧掉了他那么多，甚至厂子都直接易主了。虽然吴凡对他不错，但是这里毕竟以后不完全属于他们家了，他的心里肯定是失落的。而这一切都是那个放火的人所导致的，所以他自然是非常的想要将对方给抓住，让对方受到惩罚。而吴凡的这么办法，的确是最有可能抓住幕后之人。等明天木材一到，你就立即安排人开始打造，并且将声势弄得大一些，不管那个人是不是刘老板，都要把对方给引出来。吴凡说道。我知道该怎么做。赵亚楠点头道。吴凡已经帮他指出了明路，下面该怎么做就要看他自己了。和赵亚楠又商议了一些细节之后，吴凡便开车离开了。而赵亚楠则是坐在店内，神情有些飘忽。他在想事情，想吴凡为什么会帮助他。订单的事情这段时间一直压在他的心头，让他寝食难安。一想到那巨额的赔偿金，赵亚楠就感觉到绝望。而就在这个时候，吴凡选择了出手帮忙。如果两人之前有交情的话，倒也还可以理解。然而他们两人之间之前根本就不熟悉，甚至就只见过两面，非亲非故的。吴凡却愿意帮这么大的忙，虽然那笔钱自己还是要还的，但不是谁都能够随便拿出2000多万来帮助一个陌生人的。那吴凡图什么呢？店面？似乎是这样，但是这个市场内只要有钱，吴凡可以有很多选择，完全没有必要买自己这家。吴凡又不是刘老板，不是一定要买自己这里用于扩张。那如果不是因为店面的话，那是因为什么？人。想到这里，赵亚楠脸色微红，有些娇羞，倒是让站在一边的那个伙计看得有些发呆。上次吴凡拒绝刘老板更高的收购价格，而选择将紫檀木卖给自己，赵亚楠就想过，吴凡是不是因为自己对自己有什么企图？这倒不是赵亚楠自恋，实际上
她从小到大一直都是美女，从上学开始就受到不少人的追求，哪怕是毕业之后，追求者依然是有很多。这个市场内就有她的仰慕者，她对于自己外貌、气质也很自信。然而那一次见面之后，吴凡一直都没有主动联系她，这让赵亚楠排除了这个想法。然而今天发生的事情让赵亚楠的心里再次浮现出了这样的猜测：难道他真是因为我才选择帮忙的？而且还主动要求和自己合作，还给自己股份。赵亚楠心里猜测着，而且越想越觉得可能性很大，这让赵亚楠有些踌躇。不得不说，吴凡的条件还是很不错，年少多金，长得也不差，而且多次出手帮他，这让赵亚楠的心里对于吴凡有了一些好感。只是吴凡并没有明确的表示，赵亚楠也不好意思主动，只能是在这里胡思乱想。吴凡不知道自己的一番动作居然让赵亚楠联想了那么多。吴凡本来就有进入这一行的打算，而今天也算是机缘巧合了。实际上就算是没有今天的事情，等他的餐厅走上正轨之后，他也一样是要买一个店面进入这个行业的。今天的事情只是让他的这个计划提前了而已，所以他还真不是冲着赵亚楠去的。虽然赵亚楠的确是长得挺漂亮的，和柳岩儿、唐雨霏相比都丝毫不落下风。晚上游戏世界中，这里的太阳才刚刚升起，而那个牛二等人训练的广场上却是已经响起了众人训练的声音。牛二等人已经开始了新的一天的训练，罗月依然是在其中。吴凡因为今天有事要做，所以并没有过去陪他们，反正不管他在不在，众人都训练得很积极。吴凡今天要做的事情自然就是砍树了，既然已经答应了赵亚楠，那就不能食言。吴凡拥有伐木术，砍树的速度非常的快，不过就算是这样，他估计自己都要在后山的森林里待上一天的时间，因为赵亚楠那边所需要树木数量不少。后山上的树木依然葱葱郁郁，数量繁多，粗壮高大。吴凡根据赵亚楠所需要的木材，开始通过鉴定树一棵棵的寻找砍伐。然而还没有砍翻多久，吴凡的脑袋突然一痛，他下意识的抬头看去，便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小身影——雪云猫。这小家伙站在吴凡旁边的一棵树上，嘴角上翘，眼睛眯成了一条直线，一副乐不可支的模样看着吴凡。而在吴凡看向他之后，他还激动地在树枝上跳上跳下。小家伙，你这鼻子挺灵的呀，我这才刚来你就出现了。吴凡笑道。小家伙笑得似乎更欢更得意了。我现在有事，等我忙完了再陪你玩。吴凡对小家伙说道。吴凡今天的任务量还是有些重的，还真没有时间陪小家伙。小家伙似乎听懂了，乖巧的点点头，一屁股坐在那个树枝上，一边看着吴凡砍树，一边啃着不知道哪里找来的野果。真懂事，吴凡夸了一句，随后便开始继续砍树。吴凡一天的时间都在这森林里度过的，总算是在太阳落山之前将赵亚楠所需要的木材都给砍完了。哪怕是以他的体质和耐力，一天这样的工作下来都是累得够呛。在吴凡砍树的时候，小家伙就一直在旁边待着，吴凡偶尔会和他说上两句。而现在看到吴凡事情做完了，小家伙一下子就从树枝上跳了下来，落在了吴凡的肩上。吴凡一开始还吓了一跳，不过小家伙并没有对他表现出恶意，反而是轻易地舔了一下吴凡的脸颊，痒痒的很舒服。等得无聊了，那我陪你玩会吧。吴凡摸了摸他身上的雪白色的毛发说道。很滑很软，摸着很舒服。小家伙狂点头。最后剩余一点时间，吴凡就都用来陪小家伙了，甚至都没有回村子，就那么在后山中被传送回了现实。小家伙怔怔地看着吴凡消失的地方，脸上有疑惑有不舍，看了好一会，这才转身离开。回到现实中的吴凡立即便起身地忙碌了起来，今天可是他餐厅开业的日子，他可不希望出什么差错。都准备好了吗？到了餐厅的时候，发现陈冰瑶和刘一刀等人已经到了，陈冰瑶正在带着人做最后的检查。都准备好了。陈冰瑶说道。老板，要不要搞个仪式什么的？仪式？不用了吧。吴凡说道。我也就邀请了一个朋友过来，没必要搞什么仪式，到时候放点鞭炮就可以开门营业了。吴凡只邀请了王子明过来，所以也没想搞什么仪式的，直接开门做生意就可以了。吴凡在江州的时间虽然不短，但还真没有多少人脉，谁让他之前一直倒霉呢？连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没有，和王子明认识有些机缘巧合的意思在。所以吴凡也就没有想自己的餐厅开业能弄得多隆重，走走过场差不多就可以正式营业了。老板，我们餐厅是面向中高端人群，你在这个人群里没有人脉，想要打开市场会比较难。陈冰瑶对吴凡说道。没事，我相信刘主厨的手艺。吴凡不在意的说道。实际上除了刘一刀的厨艺之外，更重要的自然是那些食材，不然的话和其他的高级餐厅相比，想脱颖而出恐怕不容易，毕竟那些餐厅的主厨手艺都不会比刘一刀差多少。陈冰瑶显然对其他高级餐厅的情况有所了解，所以他并不是很认同吴凡的话。不过既然已经是这里的经理了，陈冰瑶自然也是会为了餐厅而着想。老板，我邀请了我几个朋友过来捧场。陈冰瑶说道。行啊，欢迎。吴凡说道。开业这天自然是来的人越多越好。随着时间的推移，餐厅内外都已经布置妥当，所有的员工们也都已经就位，就等着正式开业之后开始工作了。凯乐门的经理黄庭锋脸上带着些许高傲矜持的表情，朝着吴凡的店面而来。他这是来恭喜这个新餐厅开业的，作为同行又距离那么近，黄庭锋觉得自己很有必要这个时候来恭喜一番。尤其是在看到那个餐厅的门口到现在都显得很冷清之后，他就觉得自己更有必要走这么一趟了。现在已经接近饭点，他的凯乐门已经有客人陆续来就餐了，而对面的那个餐厅距离开业也没有多少时间了。
然而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宾客来。作为一个高档餐厅，在江州中高层圈子里没有人脉，想要将餐厅开起来，无疑是非常困难的。黄庭锋深知这一点，现在这个新餐厅开业，却是连一个这样的人都没有来捧场。这种情况，这餐厅还能开得下去？所以黄庭锋名义上是来恭喜的，实际上却是来看笑话的。然而，当黄庭锋到了新餐厅门口的时候，却是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一个让他厌恶的身影——吴凡。因为之前的比试，黄庭锋对于吴凡一点好印象都没有，却是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他。吴凡，你怎么在这里？黄庭锋惊讶地问道。难道他是来这新餐厅老板请来的？这老板什么眼光啊，居然邀请这么一个人来？黄经理见到黄庭锋来，吴凡也很惊讶，随即说道：“我是这里的老板，餐厅今天开业，我自然要来。”你是这里的老板？黄庭锋震惊了。虽然他这段时间一直在关注这家餐厅，但是谁是这里的老板，他还真不知道。没有想到，居然是吴凡。吴凡不是一个穷老师吗？怎么开餐厅了？而且这个餐厅一看投资就是不菲，他哪来的那么多钱？是啊，有什么不对吗？吴凡问道。你哪来那么多钱？黄庭锋忍不住问道。我的钱是哪里来的？需要向你汇报吗？吴凡皱眉道。黄庭锋表情一致，他刚刚也是因为过于惊讶，所以才会有这么疑问，的确是有些不妥。不过黄庭锋很快就反应过来，想起自己过来的目的，在知道这里的老板居然是吴凡之后，他就更加不会客气了。嘿嘿，吴老板，我今天来是来恭喜你新店开业的，不过你这餐厅有些冷清啊，怎么没请些人过来热闹热闹吗？黄庭锋装模作样的说道。没那个必要。吴凡说道。是没那个必要，还是请不到人？看在大家是邻居的份上，要不我帮你喊些人过来捧捧场子。新店开业没人捧场，未免太寒酸了一些。黄庭锋笑着说道，只是那笑容怎么看怎么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然而他这话才刚说完，就看到了一辆熟悉的车子停在了餐厅门口的停车场上，接着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车子上走了下来。王哥，你来了，欢迎欢迎。吴凡见到王子明从车上下来，连忙满脸笑容的迎了上去，而黄庭锋却是直接愣在了原地。王子明怎么来了？他什么时候和吴凡关系那么好了，居然来给吴凡捧场？你这里有些冷清啊。王子明看了看餐厅门口，不由得开口道。在看到黄庭锋的时候，他还微微一愣，估计是没有想到黄庭锋会在这里。黄经理也是来到喜的吗？王子明问道。是啊。黄庭锋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说道。王子明点点头，随后也就不去理会黄庭锋，让还准备和王子明说上几句的黄庭锋脸上尴尬不已。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在江州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也就只有请王哥来撑撑场子了。吴凡笑道，对于王子明说的情况倒不是很在意。做餐饮的最重要的就是回头客，吴凡有信心凭借餐厅良好的口碑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你不叫我来，我才生气呢。王子明说道。怎么样，要不要我喊几个人过来热闹热闹？能让王子明喊来的人自然都不是什么普通人，也都是他那个圈子里的，正是吴凡餐厅所需要。黄庭锋在一边心里嫉妒不已。不用那么麻烦了，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再叫人来也来不及。王哥要是有心的话，以后多带朋友过来坐坐。吴凡说道。行，没问题。王子明说道。哪怕是黄庭锋在这里，王子明也没有什么避讳，这让黄庭锋心里更是尴尬。这新餐厅刚开业，就从自己这里抢走一个客人，而且还是一个贵客。吴凡又为王子明介绍了陈冰瑶，毕竟这里以后主要是陈冰瑶负责，让他和王子明认识一番，还是很有必要的。吴凡，你从哪里找来这么一个大美女当经理的？王子明开玩笑道。是陈经理自己主动上门的。哈哈。吴凡笑道。你可别小看陈经理，别被她的外表所欺骗，她不仅长得漂亮，能力也是非常强的。这几天的时间，吴凡对于陈冰瑶也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餐厅这里的事情，陈冰瑶都能够安排得井井有条，没有出丝毫的差错，吴凡对她非常的满意。是吗？那你可捡到宝了。王子明笑道。那是。吴凡笑得很得意。王子明在门口陪吴凡聊了一会，然后才在服务员的带领下走进了餐厅。至于黄庭锋则是没人理会，尴尬的站在那里。老板，你和王少居然是朋友？王子明走后，陈冰瑶惊讶地对吴凡说道。你认识他？陈冰瑶点头道，江州五大家族之一王家的少爷，在江州认识的人不少，我之前也见过，当然他应该是不认识我的。看来你的身份也不简单。吴凡笑道，毕竟不是什么人都认识他的。王子明的身份也就是在江州的中高层圈子里有很大知名度，但普通人未必知道他是谁。而陈冰瑶既然能够认识王子明，想来家里也是有背景的。当然从他说王子明不认识他来看，陈冰瑶有背景，但不会太深厚。哪有什么不简单？陈冰瑶说道，我家虽然也有点钱，不过在江州完全排不上号。江州作为一个一线城市，这里的富豪是非常多的，五大家族就不说了，像李斌所在的李家这个级别的家族更多，所以一般的有钱人在江州还真排不上号。在两人闲聊的时候，又有几辆不错的车子开了过来，从上面下来4、5个青春靓丽的女孩，一见到陈冰瑶就笑着走了过来。我的朋友们来了。陈冰瑶对吴凡说道。几个女孩子一来，吴凡感觉自己眼前都明亮了不少。她们虽然比之陈冰瑶要差一些，
但是却都是属于美女级别，这么多美女站在一起，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冰瑶，我们来了！冰瑶，你太不够意思了，回国也不和我们说一声，今天才想起我们，今天喊我们来捧场，一定要敲你一顿。几个女孩子来到陈冰瑶的身边，叽叽喳喳地说着，脸上都带着笑容，看得出来她们之间的关系很不错。陈冰瑶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说道：“今天一定好好招待你们。”这还差不多。这个时候，几个女孩子也注意到了陈冰瑶旁边的吴凡，其中一个女孩子一脸八卦地说道：“冰瑶，这是谁？你男朋友吗？什么时候交的？怎么都不告诉我们？就是太不够意思了。不过你男朋友不错呀，又帅又有气质，从哪找的？给我们也介绍介绍呗。”几个女孩子的注意力瞬间就都到了黄蜂的身上。至于可怜的黄庭锋，再次的被无视了。吴凡穿着的衣服是金属衣变化而来，虽然看不出什么品牌，但是样式却是不俗，而且也不是餐厅这里的制服，所以几个女孩子都没有将吴凡往餐厅员工的身份上去想。而且吴凡的气质看着也不像是服务员。几个好友的话瞬间让陈冰瑶脸红了起来，她赶紧解释道：“别乱说，这是我老板吴凡。”“你们好。”吴凡微笑着打招呼道：“感谢你们今天来捧场。你是这里的老板？好年轻啊。老板，你有女朋友吗？觉得我们怎么样？”几个女孩子并不觉得尴尬，反而是开起了吴凡的玩笑，胆子倒还挺大。陈冰瑶怕吴凡生气，连忙阻止几个好友，对吴凡说道：“老板，你别生气，他们就喜欢开玩笑，没有什么恶意。我有那么小气吗？”吴凡笑道。见吴凡这么说，陈冰瑶这才松了一口气，她可不想才刚来上班，就因为这种私人原因而被解雇，甚至她的心里都有些后悔邀请自己几个朋友来捧场了。谁知道他们胆子这么大，当着吴凡的面就这么开玩笑。这个时候，又一辆跑车停到了吴凡餐厅的前面，耿亚飞戴着墨镜，身穿制服短裙，朝着吴凡走来。“耿老师，你怎么来了？”吴凡见耿亚飞到来，连忙迎了上去说道。吴凡在学校办公室的时间并不是很多，这次餐厅开业也没有和办公室里的人说，倒是没有想到耿亚飞主动前来。“怎么不欢迎了？”耿亚飞笑着说道：“吴老师，你也不够意思了，大家同事一场，你餐厅开业居然不邀请我，是不是看不起我？”“哪能啊，我这不是怕你没时间吗？”吴凡连忙说道：“这件事是我不对，知道就好。”耿亚飞说道：“要不是之前听王少提过一嘴，我都不知道这事。今天这顿我可不付钱啊，我请客，今天随便你吃。”吴凡说道。“这还差不多。”耿亚飞满意道。“咦，黄经理，你也在这里？”耿亚飞注意到旁边的黄庭锋，作为凯乐门的常客，耿亚飞自然是认识黄庭锋的。“是啊。”黄庭锋脸上再次露出僵硬的笑容。吴凡新店开业，耿亚飞也来了，这是又从自己手里抢走一个客人。黄庭锋的心情更差了。耿亚飞点了点头，也不再理会黄庭锋。在吴凡招呼耿亚飞的时候，陈冰瑶那几个朋友也在和陈冰瑶聊天。“冰瑶，你们这老板什么来路？哪家的富二代？”“我不太清楚。”陈冰瑶摇头道。“不过我听老板之前说过，他好像不是江州人，家里也是农村的，不是什么富二代，在江州也没有什么人脉。不是富二代能这么年纪轻轻的就在这种地段开上这么大一个餐厅，这话你自己信吗？他看上去也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不是家里支持的话，能有那么多钱在这里开餐厅？”显然陈冰瑶的朋友们不是很相信陈冰瑶的话。其实这也不奇怪，以正常的思维来看，陈冰瑶的话都不是那么有说服力。“这我就不清楚了。”陈冰瑶说道。其实吴凡的身份也是陈冰瑶好奇的地方，就像他朋友们说的那样，如果不是富二代，吴凡怎么有钱开这样一个餐厅的？但是吴凡自己亲口说过，他在江州没有什么人脉，不认识什么富豪圈子的人，这就让陈冰瑶疑惑了。不过那毕竟是吴凡的事，吴凡是他的老板，所以哪怕陈冰瑶的心里疑惑也不好多问。吴凡这边和耿亚飞聊了几句，便准备和他一起进去，因为在他看来，今天是不会有其他人再来了。然而还没有等他走几步，又一辆熟悉的跑车开了过来。唐雨霏身穿一袭红色长裙，步履妖娆地走了过来。“吴老板，恭喜啊，开业大吉！”唐雨霏笑眯眯地对吴凡说道，只是简单的笑容出现在他的脸上，却是显得异常诱惑。今天这个场合，唐雨霏倒是没有喊吴凡叫老师了。“你也来了？”吴凡让耿亚飞先进去，自己迎上唐雨霏道。“对啊，我之前不是说过要过来的吗？”唐雨霏说道。唐雨霏之前的确说过今天会过来，不过吴凡当时还以为他也就是随口一说，没想到还真是来了。“你这餐厅看样子不错呀。”唐雨霏看了看吴凡的餐厅，说道：“他来了吗？”“谁？”吴凡疑惑道。“柳岩，还能有谁？”唐雨霏瞥了一眼旁边容颜不输于他的陈冰瑶，说道：“难道你有新欢了？”“哪有什么新欢，连酒欢都没有。”吴凡说道。“柳岩没来，他也没说要来。那你有和他说过开餐厅的事情吗？”唐雨霏说道。“说过。那他肯定会来。”唐雨霏肯定的说道。“为什么？”吴凡问道。“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唐雨霏像小狐狸一样眯着眼睛问道。“我真不知道。”吴凡说道。唐雨霏刚准备说什么，又一脸红色的法拉利停在了吴凡的店面前，和他的车子是一个牌子，一个颜色，就是车型不同。唐雨霏看了看从车上下来人，朝着吴凡说道：“
喏，他来了。从车上下来的人正是柳岩儿，白色衣服配着她清冷的气质，犹如一朵雪山上的莲花，清冷高贵。柳岩儿来到吴凡的面前，淡淡的说道：“恭喜。”话语不多，依旧惜字如金。而对于吴凡旁边的唐雨霏，则是看都不看一眼。你也来了，欢迎欢迎。吴凡连忙说道。柳岩儿点点头，他看了看周围，说道：“有点冷清。除了你们，我在江州也不认识多少人，没人来捧场也是正常。”吴凡说道。没人来捧场，那可不一定哦。唐雨霏一副高深莫测的笑容说道。什么意思啊？吴凡疑惑不解。这个时候，一辆辆豪车开始出现，法拉利、保时捷、宾利、兰博基尼等等，凡是众人能够叫得上名字的豪车，这个时候居然同时出现，组成了一个车队。这个突然出现的由几十辆豪车所组成的车队，一经出现就吸引了周围所有路人的目光，众人就好像是被施了定身咒一般，站在原地不动，视线随着那些车子而移动，眼中满是惊叹、羡慕的神色。几乎街上的所有人都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的盛况。这个车队中任何一辆车子拿出来，价格都在100万以上，平时出现一辆都会引人关注，更何况现在这种几十辆同时出现的情况。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那些豪车依次在吴凡的餐厅面前的停车场上停了下来，顿时原本还显得空荡荡的停车场就被填满大半。吴凡也震惊地看着这一幕，这都是冲着自己的餐厅来的。怎么样？我说不一定吧？唐雨霏得意地笑道。这都是你安排的？吴凡问道。我可没有那么大面子。唐雨霏说道。这些人都是江州的富二代，我只是将你的餐厅今天要开业的消息散布了出去，然后他们就来了。就这样？不可能吧？我哪来那么大面子？吴凡问道。你有的。唐雨霏笑道。吴凡有些无法理解，然而唐雨霏却是对此毫不惊讶。上次他生日宴会上，吴凡拿出一本玄机功法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不仅是震惊了他和天河长老，在场的其他人都看在了眼里。五大家族那个级别的存在，或许还不会因此去巴结吴凡，但是其他的小家族，实力弱一些的富豪们，则是会对吴凡的印象大为改观，甚至是会巴结吴凡。毕竟他们那些人知道有修炼这回事在，然而却很难接触到修炼的事情。而吴凡能够轻易地送出一本玄机功法，足以说明吴凡背景不凡。如果他们和吴凡搭上了关系，获得了吴凡的认可，就像五大家族搭上周边那些修炼门派一样，说不定吴凡也会给他们1-2本修炼功法，哪怕只是最低级的黄级功法。那么他们的家族都会因此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数年或者数十年之后，成为五大家族那样的存在，也并非不可能。所以在唐雨霏放出风声，他们得知吴凡的餐厅今天开业之后，自然是纷纷前来道贺捧场。吴老板，恭喜恭喜，开业大吉！吴老板，生意兴隆，财源广进。那些开车来的人纷纷过来给吴凡道贺。吴凡一一回应，虽然他到现在都还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会来，但是来者是客，人家都是来给他捧场的，他自然不能冷落了人家。陈冰瑶连忙让人将这些贵客们给迎了进去，脸上的笑容比之前灿烂多了。之前吴凡说他在江州没有什么人脉的时候，陈冰瑶还觉得想要在这里实现自己的目标会比较困难，不过现在他已经完全的改变了这样的想法。有了这些人来捧场支持，那么他们的餐厅在起步阶段就已经领先很多餐厅了，而且以后的发展，尤其是在江州地区的发展，绝对是会事半功倍。想到这里，陈冰瑶看向吴凡的目光充满了好奇。他这个年轻的老板到底是什么身份？仅仅是一个餐厅开业，居然让江州众多富豪公子小姐前来捧场，这样的待遇不是谁都能够拥有的，或许只有五大家族那样的存在才能够有这样的号召力。但吴凡很显然不是五大家族的人，那他又会是什么人呢？冰瑶，你这老板到底什么来头？有些吓人啊。就是本来我们的车子也算不错的，但是和那些人的车子放在一起，就好像一堆堆破烂一般。你刚刚还说他在江州没有什么人脉呢，这是没有人脉吗？这人脉太夸张了吧。陈冰瑶的那些姐妹们站在那里，震惊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刚刚他们还和吴凡开玩笑呢，而现在他们对于吴凡多了一些敬畏之心，能够让那么多这种身份的人前来捧场，这足以说明吴凡本身就非常的不凡。他们几人的家庭条件都不错，本来以为吴凡和他们差不多，所以才敢开上几句玩笑，但是现在却是不敢了。那些来的宾客们中有很多人，他们都是认识的，知道他们都是江州的富豪圈子里的人，所以他们才会这么震惊。我也不清楚。陈冰瑶摇头道，他的确不知道吴凡的情况。你们自己进去吧，我可能招呼不了你们了，你们自便。知道了，你去忙吧。几女纷纷说道。之前没有多少来宾，陈冰瑶还能够在这里和他们聊上一会，但是现在来了不少的客人了，陈冰瑶身为这里的经理，肯定是要忙起来了，这个他们都是理解的。而吴凡更是亲自带着柳岩、唐雨霏进入餐厅，只留下了黄庭锋一个人在原地风中凌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不过是一个老师而已，为什么他餐厅开业会有那么多人前来捧场？而且那些人还都是江州富豪圈子里的公子哥们，作为凯乐门的经理，他认识其中很多人，那些人原本都是他们凯乐门的常客，但是现在却是都来这里捧场，能够在今天来这里捧场，那显然是很重视吴凡的，以后他们首选餐厅的话，多半也都是会选择这里，而不是他们凯乐门了。黄庭锋原来是来看热闹的，而现在却是感觉到心拔凉拔凉的，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凯乐门似乎要走上末路了。
黄庭锋看着吴凡餐厅门头上的界中界3个字，觉得异常刺眼。你怎么给自己餐厅取了一个这么奇怪的名字？餐厅内，唐雨霏好奇地问吴凡的道，就是柳岩也投过来好奇的目光。很奇怪吗？我觉得不错啊。吴凡看了看自己右手，目光深邃，只有他自己知道，在那里有一枚戒指存在。而正是因为这枚其他人看不到的戒指，他的生活才得以改变，才拥有了现在的变化，所以他才将餐厅命名为界中界，这个有象征意义的名字表示戒指中的另一个世界。反正我觉得挺怪的，唐雨霏说道。不过名字奇怪，倒也更容易让人印象特别。柳岩难得的点头赞同唐雨霏的意见。对了，今天来了那么多人，又是开业第一天，你这边准备的如何？要知道，刚刚来的那些人嘴可都是很刁的，什么高档餐厅没有吃过，你这里菜肴的味道要是很差的话，他们可是一下子就能够吃出来的。唐雨霏说道。当然，唐雨霏心里很清楚，哪怕吴凡这边的菜肴味道很差，刚刚那些人以后也会经常光顾吴凡的餐厅的，毕竟他们来这里是冲着吴凡来的，而不是冲着那些菜肴来。不过菜肴的味道要是可以的话，他们来的也会更频繁一些。菜肴的味道不用担心，你忘了凯乐门之前的大厨可是我的徒弟，现在是我餐厅的大厨，这菜肴的味道能差吗？吴凡说道。关于刘一刀是凯乐门之前的主厨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唐雨霏和柳岩2人之前也去过吴凡烧烤摊，所以也知道刘一刀的身份。对了，再呢忘了这茬了。唐雨霏笑道。说起凯乐门，我看那凯乐门的经理站在你的餐厅门口，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看样子今天的事情给他打击的不轻。吴凡也笑了笑，他完全能够想到黄庭锋此时的心情是如何。很明显，黄庭锋是来看笑话的，结果笑话并没有看到，反而是看到了让人心凉的一幕。可以说自己的餐厅已经开了一个好头，而能不能留住这些人，取得真正的开门红，就要看今天这顿饭了。所以今天这顿饭绝对不能含糊。想到这里，吴凡对唐雨霏和柳岩说道，你们先去包间，我去厨房看看。你要下厨？一直没有说话的柳突然开口道。吴凡点头，今天比较重要，我准备亲自下厨。太好了，之前就知道你手艺不错，但是除了吃过你的烧烤外，还没有吃过你做的其他东西，今天倒是要好好尝尝。唐雨霏说道。那么多人，你忙得过来吗？柳岩问道。没问题，吴凡自信地说道。要知道，吴凡在拥有白鹤玉佩的情况下，他的厨艺可是大师级，远超刘一刀的。而这个大师级的厨艺不但让吴凡厨艺更为精湛，做菜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当吴凡来到厨房的时候，里面已经忙碌了起来，刘一刀一脸的认真。吴凡换上衣服，来到刘一刀的旁边，说道，今天这顿我来，你在旁边打下手，其他人也一样。师傅，客人那么多，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刘一刀担心地问道。能够在吴凡的旁边打下手，和吴凡学习厨艺，是刘一刀一直都想的事情。但是现在餐厅内那么多客人，单子也都陆陆续续的拿来了，只让吴凡一个人做的话，可能会赶不上。放心吧，没问题的。吴凡说道。既然吴凡都这么说了，刘一刀自然是没有什么意见。随后吴凡看了一眼下单，便开始动起手里。吴凡不是只站在一个锅的前面，而是在6个锅中同时放油。众人看了一惊，这是准备同时做6道菜。虽然一个有实力的厨师同时做几道菜并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情，但是当同时做的菜数量增多，那菜肴的味道自然也就越发难以控制。吴凡同时做6道菜，他能够保证菜肴的质量吗？然而让他们更为震惊的还在后面。吴凡在放完6个锅里的油之后，居然还没有停止，又再次给另外6个锅里放油。吴凡这是要同时做12道菜，这次就连拿刘一刀都惊了。同时做12道菜，这还是人吗？然而吴凡的动作还没有停止，他依旧在开火放油，一直到同时给20个锅里放油，这才回到第一个锅的面前。肉丝！吴凡大叫一声，旁边的刘一刀从震惊中清醒过来，然后立即从旁边的厨师手中拿过肉丝递给吴凡。吴凡接过肉丝放过锅中，同时开口道，这个菜油在7分热的时候就需要放入肉丝。刘一刀知道这是吴凡在教授自己厨艺，连忙认真的听了起来。旁边的那些其他厨师们一见这个情况，顿时也都竖起了耳朵。众人都没有想到，吴凡在同时做20道菜的同时，居然还能够有精力给刘一刀传授厨艺，这份功力的确是骇人听闻。鲫鱼！吴凡来到第2个锅的旁边，再次喊道。刘一刀送上一条已经处理好的鲫鱼，吴凡接过放过锅中。小米椒、藕片、香菇、虾肉。吴凡在20个锅之间来回移动，嘴中不断的要着自己所需要的食材，而刘一刀以及其他的厨师们则是将所有东西都准备好，吴凡需要什么立即就递上。有时候放置菜肴的顺序会有所改变，然而吴凡却是能够清楚的记得哪一个锅中在什么时候需要放什么食材，每次都是在最佳时间放入其中。整个厨房内除了菜肴烹制的声音，就只有吴凡的喊声，其他人这个时候都在认真的听着吴凡传授，脸上一直都是震惊的表情。此时除了刘一刀之外的那些厨师们都在心中暗自庆幸自己之前的决定，来到界中界当厨师，在这里不但待遇好，居然还能够和这样一位顶级大师学习厨艺，这可是有钱都未必能够有的机会。1号台起锅，3号台起锅，7号台起锅。在众人震惊且认真的神色中，吴凡已经陆续的将菜肴给做好了。刘一刀听到吴凡的话，立即将对应的菜肴起锅，然后有另外的厨师帮忙上菜、刷锅等，而吴凡则是继续的下油做菜。一道道的菜肴从厨房里被端了出来，
送到不同的包间。这个时候，先来的那些人已经进入各个包间内，而大厅内则是坐了一些好奇而进来的人。之前那些富家公子少爷们夸张的车队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也让很多人对于这个刚刚开业的餐厅好奇不已，走了进来。陈冰瑶已经完全的忙碌了起来，餐厅的服务人员们也都有条不紊的开始忙碌。幸好在正式开业前几天，陈冰瑶对这些人有过培训，所以众人虽忙不乱，也不知道老板那里行不行。陈冰瑶看着已经做了将近一半的大厅以及几乎坐满的包间，心中既是激动又是紧张担心。餐厅开业第一天就能够有这样的客流量，可以说开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好头。而下面的任务就是将这些人给留住，同时依靠着第一批客人所传出去的良好口碑而吸引更多的客人。所以说今天很重要。而陈冰瑶也是知道吴凡今天打算亲自下厨的，对于吴凡的厨艺，陈冰瑶不清楚，只是听刘一刀说起来，每次刘一刀提高吴凡的厨艺都是一脸的崇拜，这让陈冰瑶心里多了不少的好奇心。只是他从来都没有见识过吴凡的厨艺，所以心里的担忧是不少的。什么味？这么香？在陈冰瑶担心吴凡厨艺的时候，突然闻到一阵浓郁的香味。而这个时候，刚好有个服务员端着一盘菜肴从他的身边经过。难道香味是从那菜里传出来的？闻着也的确很像是菜香味，不过这香味未免太过浓郁了一些吧。光是闻到这个香味，陈冰瑶就感觉到自己的喉咙不自觉地动了几下。等等！好奇之下的陈冰瑶叫住了那个服务员。那服务员一脸疑惑地停下，看着陈冰瑶。陈冰瑶也不理他，稍微靠近了一些他手中的菜肴，果然香味更浓郁了。这香味居然真的是从这菜里传出来的。陈冰瑶震惊道：“知道这菜是谁做的吗？”陈冰瑶问道。是老板亲自做的。那服务员说道：“今天所有的菜全部都由老板做，其他的厨师都打下手，都是老板一个人做。”陈冰瑶震惊了，他虽然知道吴凡今天会下厨，但是却是没有想到吴凡居然承包了所有的菜单。现在整个餐厅就餐的人数已经过百，吴凡一个人能忙得过来吗？是的。那服务员点头道：“行了，你去吧，别让客人久等了。”陈冰瑶说道。那服务员刚走，又一个服务员从厨房那边端着菜肴过来，他的后面还有另外一个服务员，手中同样是端着菜肴。一道道的菜肴从厨房里被端出，就好像流水一般，没有停止。陈冰瑶的心里犹如有蚂蚁爬过一样，心痒难耐。如果不是要负责大厅这里的事情，防止出什么意外的话，他真的很想现在就去厨房看看吴凡是如何做到一个做那么多菜，而且又香又快的。而此时包间内的众人心思多半并没有放在菜肴上面，而是放在吴凡的上面。就像唐雨飞所说的那样，这些人吃过的美食不知凡几，并没有想过要在这里吃到什么绝美的食物。他们之所以来这里捧场，也只是冲着吴凡这个人来的，而是冲着食物来的，所以他们并没有对这里的食物抱有多大的期待。在他们看来，吴凡开这个餐厅可能是觉得好玩，又或者是他背后势力赚钱的一个途径而已。那些宗门也是需要赚钱的，就好像天玄宗在俗世之中也有产业，天河长老就是外门的长老，是负责俗世中事务的人之一。所以这个餐厅的菜肴未必会有多好，只是吴凡背后势力的一个产业而已。然而他们这样的想法还没有持续多久，就被一阵浓郁的香味所吸引。什么味道？这么香？好像是什么菜的香味？不可能吧？什么菜能这么香？不少包间内的客人开始议论纷纷。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个包间的门被打开，一个个服务员端着菜肴走了进去。包间内的众人一惊，难道真的是菜的香味？果然，当菜肴放在桌子上之后，那香味更加浓郁了。真的是菜香味？众人震惊，疑惑的互相交换眼神，心中还是有些不信。随后，一道道菜肴上桌，各个包间内的香味也是越来越浓郁，不少人居然不自觉地咽起了口水。这种情况是他们之前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那个，我们动手开吃。有人提议道。众人立即附和点头。随后，众人几乎在同一时间拿起了筷子吃了起来。当第一口菜入口之后，所有人的动作几乎都是一顿。香，太香了，甚至有人不自觉地闭起了眼睛，满脸的陶醉。他们都是江州大户人家的公子小姐，平时吃过的好东西绝对不少。按理说，他们的嘴应该已经很刁钻了才是的，很少有食物能够让他们感觉到惊艳了。然而，今天他们在这个刚开业的餐厅内，却是被这里的食物给惊艳到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一道菜，一道普普通通的菜，居然可以做到那么香的地步。这厨艺绝了！随后，众人就好像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一样，快速地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赞叹，这个他们之前没有抱有太大希望的餐厅，居然给了他们一种足以震撼他们味蕾的享受。这一趟来得值，太值了！此时，所有尝过这里菜肴的人都在心里给这里的菜肴打了满分，不管是包间内的人，还是大厅里的人，没有人对这里的菜不满意的。这真的是吴凡做的。包间内，唐雨飞一脸震惊地说道，他的手中还拿着筷子，嘴巴里才刚刚咽下一块鱼肉，脸上有震惊，有享受。同在一个包间内的还有柳岩，两人难得的坐在一起吃饭。不过柳岩对于唐雨飞的话却是没有丝毫的反应，只是细嚼慢咽的吃着东西。你之前是不是吃过他做的东西？不然怎么会表现得这么淡定？唐雨飞狐疑的看向柳岩道。虽然两人身份都不一般，平时吃过的山珍海味也不在少数，但是唐雨飞可以确定，他之前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食物，相信柳岩也是一样。然而柳岩表现的却很淡定，这让唐雨飞怀疑柳岩之前是不是尝过吴凡的手艺。本来一直默不作声的柳岩，这时却是点点头，
淡淡的说道：“是。”实际上，柳岩心里也是震惊的，因为今天吴凡做的菜比上次在出租房内做给他吃的菜味道还要好。上次吴凡做的菜虽然也不错，但是柳岩也不是没有尝过同等水准的菜肴，所以还达不到让他惊艳的地步。而今天吴凡做的菜味道明显比上次高出很多，这么短时间内，吴凡的厨艺又进步了。不公平！唐雨霏叫道：“为什么他之前做菜给你吃，我没有吃过？”柳岩淡淡的看了他一眼，继续吃自己的菜，不理会他。柳岩心中愤愤不平，暗自嘀咕着。另一边，黄庭锋已经回到凯乐门，站在餐厅的2楼，看着稀稀疏疏的大厅以及空置了大半的包间，脸色异常难看。往常这个时候，凯乐门的包间早就已经全部有人，1楼的大厅里也同样是处于爆满状态，这个点正是凯乐门最忙的时候。然而今天却是不同，今天他们凯乐门这里的客人连往常的1/3都不到，1楼大厅里空出许多位置，就连平日里需要提前1-2天预定才能够抢到的包间，今天居然也空出了大半。黄庭锋下意识地看向了界中介方向，他明白这其中的原因。凯乐门这边的客人有大半都被那个刚开的界中介给抢走了，之前他在那里就亲眼看到江州不少的公子哥们前去捧场，他们凯乐门和界中介所做的客户群体是一致的，对方客人多，自己这边客人自然也就少了。该死的，那个穷老师怎么会认识那么多公子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黄庭锋到现在都还难以接受自己之前在界中介门口所看到的景象。本来打算是去看笑话的他，却是看到了让他心慌的场面。虽然他不愿意接受，但是那些车不是假的，那些人不是假的，那些原本应该来他们凯乐门的客人们，有不少都去了界中介。黄庭锋知道，以界中介今天那里的盛况，这必定是一炮而红了。餐厅门口那犹如车展一般的情景，肯定是会吸引很多人的注意，让他们一下子就打响了知名度。只要界中介主厨的水平不是太差，那么他们已经能够在江州站稳脚跟了。而界中介主厨的水平会很差吗？虽然黄庭锋不知道他们的主厨是谁，但是那么大一个餐厅所请的主厨绝对不是一个3流厨师，而吴凡本身就拥有极高的厨艺，这一点黄庭锋可没有忘记。所以黄庭锋敏锐地感觉到他们凯乐门的劲敌出现了。原本没有放在心上，觉得顶多几个月就肯定倒闭的餐厅，居然一下子成了自己的劲敌，这让黄庭锋有些恍惚，有些心慌。不行，得通知厨房，让那些厨子们赶紧研究新菜，绝对不能够输给界中介。黄庭锋心中想到。吴凡此时可没有时间去考虑黄庭锋的感受，将近2-3个小时的时间，他都在餐厅的厨房内忙碌，一道道的菜肴被他烹制出来，厨房内包括的刘一刀在内的厨师们都在虚心且认真地学习着。那些原本还不是很清楚吴凡厨艺的厨师们，现在对于吴凡的厨艺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吴凡做菜的全过程，他们可都是看在眼里，同时烹制20道菜，这是他们绝对做不到的。虽然他们没有去尝那些菜的味道，但是仅仅从他们飘出来的香味就能够判断出那些菜的味道绝对不差，绝对他们的水平之上。同时烹制那么多道菜，还能够保持这样的水准，众厨师们现在除了佩服，已经没有其他的想法了。好，这最好一道菜也做好了。吴凡将汤出锅，放下勺子说道。所有客人所点的餐都已经做好，吴凡也终于是可以休息一下了。啪啪啪，厨房内的众厨师不约而同的鼓起掌来，满心的佩服的看着吴凡。师傅，你太厉害了！刘一刀一脸敬佩的看着吴凡说道。吴凡这样的厨艺远超于他，他觉得自己找的这个师傅真是太对了。小意思。吴凡笑了笑说道。我刚刚教你的那些东西都记住了吗？记住了。刘一刀连忙点头道。那就好。吴凡说道。接下来几天我都会来这里教你一些东西，以后这厨房还是要交给你负责的。师傅放心，我一定认真的学。刘一刀一脸认真的说道。刘一刀知道吴凡不会一直待在厨房内，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厨房还是要由他负责的。把这里收拾一下，我先出去了。吴凡叮嘱了刘一刀等人几句，这才解开围裙走出了厨房。大厅和包间内的客人已经吃完走了大半，吴凡叫来陈冰瑶问道，怎么样，客人们反应如何？吴凡本来就是打算以口碑取胜的，所以自然是很重视客人们的评价的。然而陈冰瑶并没有回答吴凡的话，反而是用一种好奇的目光打量吴凡。你怎么了？怎么用这种眼神看我？感觉怪怪的。吴凡说道。老板，你是怎么做到的？陈冰瑶问道。什么怎么做到的？吴凡疑惑道。就是怎么做到一个人做那么多菜，而且味道还那么棒。说到这里，陈冰瑶显得很兴奋。老板，你知道吗？刚刚每一个离开的客人都说我们这里的菜味道棒极了，他们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菜，就连那些包间里的客人们也都对我们的饭菜赞不绝口。包间内都是些什么人？陈冰瑶很清楚，这些人的嘴巴是很刁的，寻常的饭菜根本就不可能让他们吃得满意。然而这些人今天却全部都夸赞餐厅饭菜的味道，而且陈冰瑶也看得出来，他们都是说的真心话，而不是客套话，这就非常的难得了。都很满意，那就好。吴凡说道。开业第一天还是很重要的，至于我怎么做到的嘛，很简单，一个一个做就是了。很简单。陈冰瑶感觉自己满头问号，一个人负责整个餐厅所有客人的菜单，还将味道做得那么好，这还简单？不过陈冰瑶在心里吐槽的同时，倒是对吴凡佩服不已。原先只以为吴凡是一个普通的富二代而已，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本事。吴凡来到唐雨霏和柳岩包间的时候，两人还没有离开。吴老师，为什么他可以吃你单独做的菜？我也要吃。吴凡刚进入包间，唐雨霏就搂着吴凡的手臂，嘟着嘴撒娇道，他是一点也不避讳和吴凡之间的关系，
以及柳岩在场的情况。柳岩看到这一幕，眉头微微一挑，神色依旧淡定。行，你先松开。虽然唐雨霏的手臂很滑腻，触感很好，但是吴凡可不敢享受，尤其是柳岩还在场的情况下。没事，包间内又没外人。唐雨霏却是不愿意轻易松开，转头看向柳岩说道：怎么样，要不要也过来搂着？吴老师还有一条手臂呢。吴凡一头黑线，无聊。柳岩淡淡的说道：这可是你自己放弃的，怨不得我。唐雨霏得意的说道：你先松开，有什么话我们坐下来说。吴凡说道：我这几天约你出来，你怎么不同意？唐雨霏依然死死搂着吴凡，甚至还将自己的身体更加靠近吴凡。除非你答应陪我，否则的话我是不会松开的。家族那边让唐雨霏试着追求吴凡，唐雨霏自己本身对吴凡也有好感，再加上和柳岩斗气的原因，所以她对于倒追吴凡并不反感，甚至还很兴奋。可是这几天无论她怎么约，吴凡就是不答应出来陪她，这让她有了一种深深的挫败感以及郁闷。今天找到机会，自然是不愿放过。行，我答应了。吴凡妥协道。这还差不多。唐雨霏笑得更加得意了，不过也顺势放开了吴凡。明天陪我逛街。就在吴凡刚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柳岩的清冷的声音陡然响起。啊！吴凡一愣，倒是唐雨霏笑得更开心了，看向柳岩道：某人着急了哦，我还以为你不在乎呢。柳岩不说话，只是看着吴凡，那目光看得吴凡有些不自在。行啊，吴凡应道。柳岩这才将目光移开。好不容易送走了两位姑奶奶，吴凡才松了一口气，总觉得他们之间气氛有些不对。吴凡嘀咕道。不过具体情况是什么，吴凡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当所有客人都离开之后，陈冰瑶盘算了一下营业额，说出的数字却是吓了吴凡一跳。38万！要知道这可是一餐的营业额，而且他们餐厅今天才刚刚开业，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包间和大厅里都没有完全的坐满。而随着口碑的不断传出，吴凡相信他这里的客人会越来越多。那到时候营业额会是多少？吴凡想想都激动。而这个营业额主要是包间那些客人们贡献的，那些人都是江州有钱的公子哥小姐，本身不缺钱，花钱也是大手大脚的，吃饭的时候也不会在意消费多少。怪不得之前那个黄经理在看到那些人都到了我这个餐厅来，脸色会那么难看呢。这些人可不是普普通通的人，而是一个个提款机啊。吴凡心中感慨道。虽然这38万只是营业额，不是纯利润，但是吴凡估计他这个餐厅的利润不会低于 40%， 这样一看，一顿饭的时间他就赚了10多万。餐饮果然是暴利行业，吴凡感慨道。想想自己之前摆地摊做烧烤，一天辛辛苦苦做6、7个小时，赚的钱连现在的零头都没有，吴凡就感觉自己当初决定开餐厅实在是太英明了。吴凡这边开心了，黄庭锋那里就郁闷了，今天的营业额已经下降了不少，而这还是第一天而已，如果他不采取什么手段的话，恐怕营业额会继续下降。如果营业额不断下降，那么他这个经理绝对要负主要责任，到时候他还能不能保住这个位置都还不一定了，毕竟他只是凯乐门的经理，而不是老板。黄庭锋的心里有了浓浓的危机感。吴凡从餐厅离开之后，便开车前往郊外，到了他另外租的一个仓库，随后将自己背包里的木材全部都给取了出来，然后找货车将这些木材运往木材市场。当吴凡到那里的时候，赵亚楠已经早早的在等着了，看到吴凡真的运了几辆车的木材过来，顿时又惊又喜。吴凡昨天和他说今天就可以将他所需要的木材都给运过来，赵亚楠当时多少有些怀疑，毕竟他需要的木材数量不少，而且还有很多是珍贵木材，就算是有钱，一时半会也不一定能够弄到。所以赵亚楠还以为吴凡是在安慰他，他心里想着吴凡能够在3、5天内弄到那些木材，他就很满意了。却不想吴凡居然真的只用了1天就将木材都给运来了。吴凡这人脉渠道也太恐怖了吧。吴凡这边车子刚停下，赵亚楠就让刚刚喊回来复工的那些人上去帮忙卸货，木材需要在这里经过简单的处理，然后才能够送到家具工厂那边去打造。老板，你这效率也太高了吧，真的这么快就都准备好了？赵亚楠看着一根根木头被卸下来，脸上都是惊喜的神色。这些木头都是他需要的那批，一个都不少。答应你的自然不会食言。吴凡笑道，还有，你还是直接叫我名字吧，我们2个可是合作关系，我也不算你的老板，顶多是你的合伙人。你看看这些木材有没有什么疏漏或者材质不合格的，有问题的话我可以给你再换一批来。吴凡说道。隐者村后山上的木材很多，吴凡昨天也只是随便找的，只要名字对上就行，至于材质他还真没有注意。这些木材都没有问题，甚至比我之前买的那些木材还要好。赵亚楠虽然进入这一行的时间不算太长，对于木材的鉴定能力比不上那些资深人士，但是从小耳濡目染，再加上接手这里之后又一直在用心学习，所以这鉴定能力还是有一些的。他一眼就看出来这次木材的质量比他之前买的那些还要好，满足要求就行。吴凡说道。这里的动静不小，自然是引起了隔壁的刘老板的注意。他看到吴凡居然真的在1天内就将那些木材全部都给弄来了，心里同样是一阵惊叹。这吴凡的人脉似乎比之前赵家妇女还要更广，如果让他在这里站稳脚跟，那么到时候别说自己吞并他们的店面了，吴凡很有可能会吞并自己的店面。毕竟2家距离这么近，吴凡的店面生意好，必然是会影响到刘老板的店面。不行，绝对不能让他站稳脚跟。刘老板心里想到，只要他们完不成那个订单，就会损失数千万，除了赔偿金外，现在的投入全部都收不回来，
这损失他们绝对承受不了。刘老板心里的那个想法更加的坚定了，他好像很关注我们这里。吴凡也注意到了刘老板看向这里的目光，他心里巴不得你弄不来木材那样的，我的订单就肯定完成不了，他就可以看笑话了。赵亚楠冷哼着说道。赵亚楠始终对刘老板没有丝毫好印象，家具厂那边你自己要留意一些，别再出意外了。吴凡叮嘱道。我知道。赵亚楠知道这次因为吴凡的原因，他的订单还有希望完成，可是如果家具厂那边再出现问题的话，那他就真的没有希望完成订单了，还会拖累吴凡。虽然赵亚楠保证，但是吴凡的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担心。赵亚楠的能力虽然不错，但是他毕竟经验比较少，和刘老板这样的老狐狸相比就要差上许多，更何况还是这种玩阴的。赵亚楠在明，对方在暗，未必能够完全的防住。想到这里，吴凡对赵亚楠说道，反正在这里没什么事，你带我去家具厂看看。行啊。赵亚楠毫不犹豫地答应道。昨天赵亚楠已经将木材加工厂和家具打造厂都卖给吴凡了，所以那个家具厂现在其实算是吴凡的。吴凡想要去看看，赵亚楠自然不会拒绝。两人乘车前往家具厂，两地相隔不算太远。家具厂内有人在清理垃圾，在里面吴凡还能够看到一些火烧之后的痕迹，看来上一次的火灾烧得的确很严重。工人们已经全部被喊回来了，而且为了赶订单，我还又招了一批人，只要那边木材处理好运过来，这里立即就可以开工。赵亚楠说道。现在你是这里的老板，如果你觉得这里人太多的话，我们可以裁掉一些，本来在完成订单之后，我就准备裁去一些人的。裁人？吴凡摇摇头说道，不用，我们不但不要裁人，我们还要招人，我要扩大这个家具厂的规模，就眼前这些人还不够。吴凡那边的木材资源非常的丰富，而且他可是和老村长学过家具打造术的，有了这两样条件，家具厂的扩张势在必行。扩张？吴凡的话让赵亚楠微微一愣。吴凡，你可能不知道，最近几年家具打造行业竞争的压力是很大的，现在都流行找一些知名家具厂搞私人定制，那对于家具厂师傅的水平要求很高。我们这里的师傅水平虽然不能说很差，但是和那些顶级大师们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家具厂维持目前的规模已经比较艰难，再扩张的话，我怕会引起不良的后果。赵亚楠不知道吴凡的情况，见吴凡这么兴冲冲的准备扩张，以为吴凡年轻气盛，刚进入这一行，想要大展拳脚一番，担心吴凡太过冲动。我们也可以搞私人定制。吴凡说道。至于师傅们手艺不行，这不是有我呢吗？我可以教他们。你？赵亚楠没有想到吴凡会这么说，一脸狐疑地看着吴凡。怎么？不相信我？吴凡笑道。你可能还不知道，我可是一个家具打造大师，打造一些定制家具，一点问题都没有。吴凡本身的家具打造术是高级，有了白鹤玉佩的作用，那就是大师级的效果，所以他说自己是家具打造大师，一点都没有吹牛。然而赵亚楠却是不信的，他对这一行多少也是有些了解的，那些家具打造大师们，哪一个不是在这一行沉浸了几十年的，每一个都是宝贝一般的存在。一个家具厂能够有这样一个人坐镇，那是绝对不会赔本的。然而这样的人太少太少，实在太过难得。20多岁的家具打造大师，赵亚楠之前不要说见了，就是听都没有听说过。吴凡可能是吗？赵亚楠不信。怎么不信？吴凡也看出了赵亚楠的心思，笑道，等木材运过来了，我打造给你看看。赵亚楠本来是不信的，不过见吴凡说的这么自信，他的想法有了一些动摇。难道吴凡真的会打造家具？赵亚楠还是觉得这个想法过于荒谬了一些，在他的心里，吴凡更像是一个富二代。一个富二代会去学习家具打造吗？显然不会。不过那些木材很快就会运来，这个疑惑很快就会被解开。傍晚时分，吴凡再次回到了自己的餐厅，进入了厨房。这段时间他准备好好教授刘一刀厨艺，只有这样，刘一刀才能真正有能力担任自己餐厅的主厨。吴凡的目标可是要将自己餐厅打造成全国甚至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餐厅。刘一刀之前只是不到高级厨师的水准，或许在其他人看来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在吴凡心里显然是不够的。晚上餐厅的客人相比于中午还有了一定的增加，尤其是包间方面，中午吃过的那些人无不对这里赞不绝口。很多人晚上又来了，还带来了自己的好友，这让餐厅包间里的生意比中午时更好。显然餐厅的口碑已经初步的传了出去，而这正是吴凡想要看到的。餐厅里忙碌了几个小时，一个人负责餐厅所有人的点餐，哪怕是以吴凡的体力也有些吃不消。晚上回去之后躺在床上不想动弹。不过就算是再累，游戏世界还是要去的，那是吴凡发展的根本所在。咦，浑身疲惫感全部都消失了。刚进入游戏世界中，吴凡就感觉到浑身一轻，之前那种沉沉的疲惫感完全消失不见，整个人神清气爽。看来不管是从游戏世界回到现实，还是从现实进入游戏世界，身体都会经过一次净化，消除疲劳以及身上的伤势等。不得不说，就算是不能将游戏世界中的东西带回现实中，单单只是传送后可以消除疲惫感和治好伤势，就足以让人心动了。吴凡此时还是在后山附近，因为暂时没有木材需求，所以吴凡倒也没有急着去伐木。以后木材厂扩张走上正轨，还是要雇佣一些伐木工才是。吴凡一边往村里走，一边想到，他自己也能砍树，而且砍树的速度并不慢，但是当木材厂那里需要的木材数量增多之后，他一个人就会忙不过来了。而且他在这里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总不能将所有的时间都消耗在砍树上面吧，那太不划算了。相比之下，还是雇佣人来砍树更好。回到村里，吴凡就被老村长叫了过去。
老村长的脸上有些严肃。村长爷爷，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吴凡问道。荒野平原那边的消息已经都传过来了，你之前说的没错，那些魔界中人已经在那里站稳了脚跟，那些该死的混蛋从那里散布了大量的魔气，侵入人间界，这让原本就暴躁的魔兽变得更加狂暴，魔兽数量大增，我们村子周围魔兽也变得躁动不安。昨天夜里还有魔兽闯进村子里来，要不是我及早发现，恐怕村里的人和牲畜就要遭殃了。吴凡，我很看好你，现在只有你能给村子带来平安，去吧，带着你的民兵队去剿灭魔兽，杀死他们，保证村子的安全。老村长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丁，村长向你发布任务，去隐者村前面森林里击杀500只魔兽，保护隐者村的安全，是否接受？久违的声音，久违的任务，接受。吴凡没有丝毫犹豫就接受了任务，他已经好久没有触发任务了，现在碰到自然不能错过。不过这次任务要杀的魔兽数量有些多呀，500只。吴凡进入这个游戏世界以来，所有击杀的魔兽的数量加到一起，估计都不到500只，而现在却是要一下击杀这么多，任务量的确是有些重。好在这个任务是团队任务，他可以带着民兵队的人一起，其他人击杀的魔兽也算在任务内，而且这个任务也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很好，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我在这里期待着你的凯旋。老村长捋了捋自己的胡子，满意的说道。村长爷爷，这次任务量那么多，不会完成之后还是没有奖励吧？吴凡不放心的问道。老村长明显一滞，随即神情有些气愤。你是隐者村的一员，还是民兵队的队长，保护村民们的安全不是你的职责吗？还要什么奖励？果然又想骗我当苦力，幸好我提前问一句。吴凡心里嘀咕道。村长爷爷，这个任务你还是交给其他人吧，我能力有限，完成不了。吴凡说道。民兵队刚刚组建，还没有形成战斗力，贸然让他们去和魔兽战斗会很危险的，我身为他们的队长，要为他们的安全着想，所以这任务我们不接了，您老爱找谁找谁去。说完，吴凡转身就要离开。免费的苦力不能做。等等，老村长见吴凡居然真的要走，连忙喊住了吴凡。你这个年轻人怎么这样，怎么一点奉献精神都没有呢？不是我没有奉献精神，实在是我等实力不足，去了也完成不了您老交代的任务。吴凡说道。所以为了不耽误您老的正事，您老还是尽快找别人吧，拖久了村民们和村里的牲畜可就有危险了。话说那些魔兽我也是见过不少，的确非常的凶残，一旦成群结队的闯到村子里来，那后果不敢想象啊，估计这里会成为一片人间地狱。吴凡一边说，一边还露出惋惜的表情。老村长脸色不断变化，他似乎也想起了那些魔兽的凶残，最后无奈地对吴凡说道，只要你完成了任务，奖励少不了你的。村长爷爷，不是我不想去完成，实在是我们这些人实力低微，去了也只是送死。吴凡苦着脸说道。吴凡小子，你别得寸进尺啊。老村长又有些生气。哪能啊，我是真的有心无力。吴凡说道。要不村长爷爷，您先给点奖励，提升一下我们民兵队的战斗力，那样的话我们或许可以去冒险一搏。红色战旗，白银级，增加使用者所在队伍攻击力 20%， 最多可作用20人，持续时间半个小时，冷却时间1个小时。宝贝啊，这东西就是吴凡从老村长那里敲来部分奖励。看到上面的介绍，吴凡的眼睛都亮了。这种增加团队作战能力的宝物可是非常稀少的。吴凡本来还想着从老村长那里随便敲一点东西过来就满意了，没有想到他一出手就是这种级别的宝贝。那老头子还老哭穷，实际上手里的宝贝恐怕是不少的，有机会多敲一些过来。吴凡一边朝着广场走去，一边在心里嘀咕道。不过想想老村长刚刚那铁青的脸色，吴凡就知道想要从他的手里敲宝贝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呼呵，吴凡还没有到广场上，就听到了牛二等人训练所发出的声音，没有人监督，他们依然训练得很认真。都停一下。吴凡来到众人的面前说道，我们民兵队接到第一个任务，绞杀前面森林里的魔兽，保护村庄的安全，你们收拾一下，将武器防具都给穿戴好，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就出发。之前老村长答应的武器和防具都已经送来了，不过平时训练的时候，那些武器防具自然没有必要一直带在身上的。大人，我们才训练的几天就去杀魔兽，会不会有危险？罗阳担心地问道。这几天他和他姐姐罗月一直随队训练的，小家伙训练得蛮认真的。魔兽有什么好怕的？我们之前运送粮食的时候，在路上就遇到过红眼狼群，那个时候我们还不会这把刀法呢，不也将狼群杀得撒腿就跑？牛二一拍罗阳的肩膀说道。几天的训练，众人对于霸刀刀法都有了一些了解和掌握，毕竟这刀法对于这个世界而言，只是军队中的一种最基本的刀法，招式简单，上手很快的。众人现在更多的只是缺乏实战经验。魔兽的确很凶残，不过我们一开始不会深入森林，只会在外围，等适应了和魔兽战斗之后，我们才会继续深入。吴凡说道。牛二等人可是他的亲兵，是他在这个世界最值得信任的一群人，他可不想这些人出事，所以不会急于深入森林。反正任务只是要求杀500只魔兽，并没有对杀死的魔兽的等级有什么要求。还有，你就不用战斗了，在外面等着就行。吴凡对罗阳说道。不要，大人，我也要战斗。见吴凡这么说，罗阳急了。我不怕魔兽的，我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战斗。别急，我有其他的事情交给你去处理。吴凡说道。这件事对我也同样重要。弟弟，听话。罗阳还想要坚持，罗月却是突然开口。罗阳看了看自己姐姐，娜娜的不再开口，神色颇为沮丧。你不用这样，我说了，我交代你的事情对我们同样重要。吴凡说道。这次去猎杀魔兽，
我们应该会获得不少的魔兽材料。到时候，你从村里刘老板那里租一辆马车，将这些材料送到城内的杂货铺去售卖，怎么样？这件事你能完成吗？从隐者村到清远县城，路上虽然也有魔兽出没，但是不刻意寻找的时候，数量其实不算很多。罗阳又是驾驭着马车，这样一来，其实并不算太危险。能。罗阳立即昂首挺胸道：“不错。”吴凡满意的说道：“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魔兽身上的材料可以卖了赚钱，但是真正有能力击杀魔兽的人其实并不多。就比如牛二等人，如果只是经过之前的简单的训练，没有学霸刀法的话，面对魔兽是很危险的。而且并不是每一只魔兽被杀死都会留下尸体，再加上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分解术，没有办法很好的处理魔兽的尸体，所以这些人很有可能就是冒着巨大的危险杀死一只魔兽，结果一分钱也赚不到的。所以猎杀魔兽来养家不是万不得已，很少人会去那么做的。”众人收拾了一番，便在吴凡的带领下前往村子前面的森林。本来吴凡是准备让罗月留下来的，不过这小妮子倒是犟得很，非要跟着一起去。吴凡只得同意了，反正前期只是在森林外围的地方，不会太过深入，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村子前面的森林，吴凡已经不陌生了。他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曾经在里面练过级，杀过怪。不过那个时候他实力低微，并没有敢太过深入。当然，他现在的实力也算不得很强，而这次来这里，刚好是可以练级，提升自己的实力。花尾蛇5级。本是普通的蛇类，受到魔气侵染，变成了魔兽，速度更快，深含剧毒。注：受到魔界中人入侵的影响，人间界所有魔兽实力增强 10%， 主动攻击性增强。吴凡他们刚到森林的边缘，还没有进入就遇到的魔兽，而且还是一只5级的魔兽。鉴定术鉴定的结果让吴凡一惊，本来野兽变魔兽实力就会得到增强，而现在这些魔兽居然受到荒野平原上那些魔界中人的影响，实力居然再次得到提升。吴凡瞬间就意识到，人间界这里的人们生活会更加的困难。本来这些年几个国家的境内就都不太平，很多百姓活不下去，不断的起义。而现在魔兽数量变多，实力变强，甚至还变得更具有主动攻击性，这会让本来就生活困苦的人生活更加艰难。完全可以想到，以后的时间内，各国家境内的起义军会越来越多，朝廷的压力越来越大。荒野平原上的那一次兵败，对于4个国家的影响正在慢慢的显现，并且不断的增大。当然，这一切暂时和吴凡没有关系，他现在只关心自己能不能杀死这些魔兽，完成老村长交代的任务。不要慌，排好阵型，只是5级的魔兽而已。吴凡对众人说道：“大人，5级魔兽是什么意思？”罗阳好奇地问道。小家伙求知欲还挺强的，别管那么多，根据平时训练时的位置站好就行。吴凡说道：“记住我之前说的话，尽量将魔兽打到只有一口气的时候留给我，我来完成最后一下，知道了吗？”吴凡这次过来，除了要完成老村长交代的任务外，还准备好好练级，提高自己的实力，而想要获得经验，就必须完成最后一击，所以这才叮嘱众人。知道了，大人。众人应道。在吴凡叮嘱众人的时候，一条花尾蛇已经按耐不住，游动着身体朝吴凡而来。在接近吴凡的时候，他的身子一缩，随后居然飞了起来，长长的身体在空中完全的舒展，犹如一支利箭一样，朝着吴凡射来。大人小心！众人大喊。罗月更是直接冲过来，挡在吴凡的身前，居然想要帮吴凡抵挡着花尾蛇的攻击。吴凡刚刚虽然在和众人说话，但是实际上他一直都在戒备那些花尾蛇，所以当那花尾蛇攻击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发现了。只是吴凡没有想到，罗月居然毫不犹豫地挡在自己的身前。要知道，这花尾蛇可是含有剧毒的，如果被咬上一口，那必定是要中毒的，后果会怎样，谁也不知道。吴凡也不再犹豫，手中黑石长剑已经刺出，准确地刺中空中的花尾蛇，将其刺飞了出去。而这个时候，那花尾蛇已经距离罗月不到10公分的距离。一剑刺飞花尾蛇，吴凡并不停手，而那花尾蛇似乎也感觉不到疼痛一样，再次朝着吴凡游来。同时，其他的花尾蛇也都是发起了攻击。牛二等人也都加入了战斗，众人武器防具都不缺，霸刀法也已经学会，应付起5级的花尾蛇并不算太过吃力。吴凡这边一剑刺死了之前那只花尾蛇，没有急于去攻击其他的花尾蛇，而是在观察众人的战斗。众人之中，罗阳的战斗力最弱，已经被罗月推到了后面去，实力最强的应该是牛二，他本来力气就大，又学会了霸刀法，更是如虎添翼，一把大刀在他手中耍得虎虎生风，没有一条花尾蛇能够近身，往往一刀就能够将花尾蛇砍成2截。砍成2截的花尾蛇并不会立刻死去，而这个时候吴凡则是会上去补刀，完成最后一击，获得经验。至于其他的人，表现的都还算可以，看得出来众人对于霸刀法一开始的时候使用的还不是很熟练，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众人打得越来越得心应手，刀法也是越来越熟练。果然实战才是增强实力的最好办法。众人之中，让吴凡最为惊讶的就要数罗月了。本来吴凡以为罗月是一个女孩子，在力气方面天生比较吃亏，再加上才刚刚接受训练不久，战斗力应该不是很强，甚至比罗阳都要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罗月的战斗力不但比罗阳强多了，就算是和其他人相比，也并未见有多差。吴凡那些老队员们之中，能够稳赢罗月的，可能就只有力气大的牛二了。至于其他人，可能真的未必会是罗月的对手。难道这个罗月还是一个练武的天才？吴凡心里想到。罗月接受训练的时间不长，还是练习的不适合他的刀法，
然而，就算是这样，实力增长都那么快，超过了其他人，假以时日，他的实力必定会超过牛二。如果再有一个适合他修炼的功法的话，那简直不敢想象。捡到宝了！有了这个发现之后，吴凡心中大喜。本来他只是可怜罗月和罗阳这对姐弟，然而却是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惊喜。有机会一定要弄一个适合罗月修炼的功法。吴凡心里想到。众人遇到的这一批花尾蛇只有10多只，很快就在众人的围剿下全部被灭杀。当然，最后一击都是由吴凡完成。10多只的花尾蛇给吴凡留下了3具尸体，拥有大师级分解术的他，轻松的就获得了3张蛇皮、3颗蛇胆以及一些蛇肉。花尾蛇的蛇胆含有剧毒，不可食用，可以炼药。吴凡倒是没有想到，这花尾蛇的蛇胆居然还是一味炼药的药材，便不打算卖了，留着自己炼药用。话说他也有段时间没有炼药了，背包里有药鼎，这森林里有草药，如果合适的，吴凡不介意锻炼一下自己的炼药技能。收拾妥当之后，众人继续前进，这才算是正式进入森林内。然而，众人才刚进入森林，就又遇到了一批魔兽。魔眼鼠7级，本是普通的老鼠，被魔气侵染之后，成为了魔兽，拥有锋利的牙齿和爪子，动作敏捷，防御弱，技能钻地。居然是7级的魔兽，吴凡微微心惊，看来这森林比自己之前来的时候要危险多了。这才在森林的入口处，算是森林的外围，根本就还没有深入呢，遇到的魔兽就已经是7级，可见森林内有多危险了。而他们现在遇到的这只魔兽居然还有技能，10级以下的普通魔兽很少是拥有技能的，这也看出这魔眼鼠不好对付。众人有了之前对付花尾蛇的经验，这次看到魔眼鼠就已经戒备起来。而魔眼鼠也发现了吴凡等人，他们没有立即冲过来，而是用爪子在地上快速刨土，然后一个小洞就出现在他们的脚下，随后那几只魔眼鼠就消失在了众人的视野内。小心些，他们没有逃走，而是准备从地下攻击我们。吴凡提醒道。有了鉴定术，他知道这是魔眼鼠的钻地技能，而使用技能显然不是为了逃跑的。众人听了吴凡的话，心中一惊，脸上都有些紧张，毕竟这魔兽的攻击方式着实有些奇特，而面对未知的东西，人总容易感觉到害怕。吴凡的话音刚落，郑小六的脚边就突然出现了一个洞口，接着一只魔眼鼠就从里面钻了出来，朝着郑小六跃去，细长的爪子直直刺去。幸好郑小六一直在戒备，身子也灵活，在那魔眼鼠攻击他的一瞬间，他就已经发现了那魔眼鼠，忙得朝旁边一跃，躲过魔眼鼠的攻击，同时手中的大刀狠狠地挥出，噗呲一声砍中了魔眼鼠的身体，将其击倒在地。在郑小六和魔眼鼠战斗的时候，刚刚钻入地下的魔眼鼠这个时候也都纷纷的从地下跃了上来，攻击吴凡亲兵队的其他人。因为众人不知道这些魔眼鼠攻击的方向，刚开始的时候难免会显得手忙脚乱，疲于应付。不过当魔眼鼠完全的显露身形之后，众人再打起来就显得得心应手了。这魔眼鼠最大的威胁就是它攻击的突然性以及灵活的身法，而当它钻出地面之后，威胁一下子就小了很多，在众人小心戒备之下，应付起来并不会有太大的麻烦。噗呲，吴凡一剑刺穿了魔眼鼠的身体，结束了他的性命。一共6只魔眼鼠全部死在了他的手中。爆装备了。当最后一只魔眼鼠被杀死的时候，他的尸体消失了，但是在尸体的位置却是出现了一个东西，一个像是书本一样的东西，散发着灰色的光芒，吸引了吴凡的注意。吴凡看了一眼牛二等人，发现他们似乎并没有看到那个东西，这么明显的光芒，他们不可能看不到，那么就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是看不到怪物死后爆出的装备的。吴凡上前从地上捡起那本书，顿时眉头一挑，眼睛都比平时亮了几分。技能书。吴凡看到那书本上的字的时候，忍不住惊叫了起来。这魔眼鼠死后居然给吴凡爆出了一本技能书，这还是吴凡第一次获得技能书。对于技能这种不占空间和位置的东西，自然是多多益善的。只是除了在隐者村内和老村长等人学了一些生活技能之外，吴凡也就从周山那里学了几个技能，之后就没有其他任何收获了。在今天之前，吴凡甚至都不知道杀死怪物还可以报技能书。这本技能书上面的名字是土遁术，一看就是刚刚那魔眼鼠钻地技能的进阶版。没有丝毫犹豫，吴凡立即就将这技能书给学了。那灰色的书籍化作一道流光，进入了吴凡的脑海之中。土遁术，使用此技能可以在地底穿梭，每次在地底的时间最多持续5分钟。好技能！这个技能不管是用来偷袭还是用来逃跑，都非常的实用，绝对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就像之前魔眼鼠攻击众人那样，一开始就弄得牛二等人手忙脚乱的。如果那魔眼鼠灵活使用钻地技能的话，牛二等人想要击杀他们，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看着这个技能介绍，吴凡恨不得现在就试验一番。不过牛二等人都在身边，吴凡也只能是忍耐心中的冲动，等回去之后，一个人的时候再试验了。6只魔眼鼠除了给吴凡留了一本技能书之外，还留下了2具尸体。吴凡自然不客气地上前进行分解，这工作其他人做不了，只能是他自己来做，因为其他人不会分解术，强行进行分解切割的话，会破坏材料的完整性，那样的话价值就会大大的降低。收拾一番，众人继续前进。不过他们不是直直的往森林内部而去，而是只在森林的外围部分绕圈的击杀外围的这些等级低一些的魔兽。外围的魔兽等级虽然比吴凡上次来的时候要高出不少，但是都还在10级以下，只要数量不是很多的话，众人还是可以应付的。尤其是吴凡还在旁边的情况下，自然更加不会有什么危险。随着和魔兽战斗次数的不断增多，众人和魔兽打斗的经验也是越来越丰富，对于霸刀刀法掌握的也是越来越熟练。这样一来，
小队的战斗力在不断的提高。而最让吴凡惊讶的则是罗月了。本来罗月表现出来仅次于牛二的战斗能力，吴凡就已经很惊讶了。但是随着他们不断的和魔兽战斗，吴凡心中的惊讶越来越重。面对凶残的魔兽，罗月没有丝毫的害怕，每次战斗都是冲在最前面，一柄大刀在他的手中，虽然挥舞的有些吃力，但是每次都能够给魔兽带来伤害。而且罗月和魔兽战斗的时候显得很冷酷，就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一般。他知道自己力气弱是缺点，所以他每次攻击都寻找魔兽的弱点，以求每一次的攻击都能够给魔兽造成巨大伤害，以减少攻击次数。这也是恐怖的地方，面对这些第一次见的魔兽，他总能够很快就找到魔兽的弱点，并且准确的击中，他每一次出手都能够重创魔兽。可以说，随着战斗次数的增加，罗月战斗力提升的速度比其他人都要快了许多，这一点就连牛二都比不上。牛二往往都是依靠力量取胜，不管是什么魔兽，他都喜欢硬碰硬，用十分霸气的方式打败魔兽。这种方式显然不适合罗月，而罗月那种战斗方式也是牛二学不来的。本来吴凡还以为罗月最起码还要几个月时间的积累才能够战胜牛二，然而看眼前这趋势，罗月估计用不了1个星期，战斗力就会超过牛二。战斗力最直观的体现自然是杀敌的速度和面对强敌的能力。而罗月这种寻找敌人弱点的攻击方式是相当恐怖的，战斗力也是相当的强。只要他自身的能力再提高一些，战斗力超过牛二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牛二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可不想被一个女孩子比下去，而且还是一个比他还小的女孩子，所以在战斗的时候表现的也越发的勇猛。吴凡他们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在森林的外围附近活动，寻找魔兽、击杀魔兽，并没有太过深入。一天的时间，众人已经由最初面对魔兽时会感觉到紧张、害怕，到了现在已经渐渐习惯，不再畏惧魔兽。霸刀刀法也掌握得更加的熟练了。一天的时间，在众人的合作之下，吴凡他们已经杀死了将近200只的魔兽了。这些魔兽的死亡给吴凡留下了不少的材料以及一些装备，不过这些装备都是白板装备，吴凡现在还真有些看不上眼。当然，最大的收获自然就是那本技能书了。可惜的是，后来杀了那么多只魔兽，吴凡再也没有能够获得技能书。今天就先到这里，我们先回村。吴凡对众人说道。因为还没有太过深入的森林，他们回村也用不了多长时间。罗阳，你去一趟杂货铺，租一辆马车，明天一早将我们获得的魔兽材料送到县城去处理了。吴凡对罗阳说道。安排好了这里的事情之后，吴凡才返回现实中。现实中，天色已经渐亮，吴凡洗漱了一番之后，直奔江州大学的操场。操场上，吴凡惊讶地发现，今天的柳妍儿居然化了妆，虽然只是淡妆，却是让她本来就极高的颜值再次突破极限，简直美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飘渺的身姿搭配上极美的容颜，犹如一个落入人间的仙子一般。如果说平时操场上的那些同学们还只是偷看柳妍儿的话，今天的那些人已经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了，视线都是不由自主地跟着柳妍儿移动，就连那些身边有女朋友的人都是忍不住多看柳妍儿几眼，可见她的魅力。而吴凡自然也不出意外的被惊艳到了。怎么了？面对吴凡的目光，柳妍儿稍稍有些不自在地捋了捋自己额头前的秀发。你今天太漂亮了。吴凡愣愣地说道。是吗？柳妍儿虽然声音已经轻了，但是却似乎又带了丝丝的得意。吴凡肯定的点点头。不知道今天要有多少情侣因为你而吵架了。柳妍儿瞥了一眼周围的人，淡淡的说道，和我无关。以柳妍儿的性子，的确是不会去管那些闲事的。我们什么时候走？柳妍儿看似漫不经心的说道。什么？吴凡一时没有明白过来。柳妍儿秀眉微皱，似乎有些不满吴凡的反应。吴凡这才想起来自己昨天答应今天陪柳妍儿逛街的，连忙说道，我今天有课，等体育课上完我们就走。柳妍儿点点头，神色恢复了以往的清冷。不过如果吴凡仔细看的话，还是能够从他的眉宇之间看到那丝丝的期待的。可惜吴凡没有看到。当吴凡到了办公室的时候，孙悦居然已经到了，看到吴凡进来，热情地打了招呼。吴老师，你听说了吗？李老师好像病了，请了病假，好像挺严重的，要休息很多天。孙悦老师对吴凡说道。不知道。吴凡摇头道，他不是说自己天天锻炼，身体很强壮吗？也能生大病？实际上吴凡自然是知道李斌为什么会请假的，那不是病了，那是被他打的，估计至少要在病床上躺上半个月左右。不请假是不可能的，这我不太清楚。王老师提议我们下班之后一起去看看李老师，你要去吗？孙悦老师问道。我就不去了吧，我要是去的话，我估计他病得会更重。吴凡说道。李斌的伤就是被吴凡给打的，如果吴凡再去看他的话，估计李斌会以为吴凡是去看他笑话，能气得吐血，伤势进一步加重。不过孙悦老师显然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他对于吴凡的话不是很能理解。果然其他几个老师来了之后，王福提议一起去看看李斌，李天立即就附和了。至于孙悦老师，他是办公室里的老好人，谁也不会得罪，所以他也跟着一起去看李斌。要去你们去，我不去。耿亚飞毫不犹豫地说道。李天一阵尴尬，他知道李斌肯定最想看到耿亚飞，所以他才提议大家一起去看望李斌，为的就是将耿亚飞给拉上。结果耿亚飞居然不愿意去，这让李天的算盘落了空。然而李天也不敢强迫耿亚飞去，毕竟他的身份和耿亚飞不能比。至于吴凡，李天压根就没有邀请他一起去的意思。他虽然不知道李斌的伤和吴凡有关，但是他知道李斌并不喜欢吴凡，自然也不会想要看到吴凡。吴老师，
你餐厅大厨哪请的？手艺那么厉害？耿亚飞不理会尴尬的李天，反而是主动来到吴凡的旁边问道。昨天吴凡亲自下厨的事情，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从凯乐门挖来的。吴凡笑道。刘一刀之前和我一起做过烧烤，现在是我餐厅的主厨。吴凡并没有说出实情，反正以后界中界的主厨也还是刘一刀，他这也不算说谎。原来是他。耿亚飞恍然道，之前吴凡和刘一刀比试的时候，他也是在的，而且他以前也经常去凯乐门吃饭，所以自然是认识刘一刀的，也清楚他的厨艺。我怎么感觉刘主厨的手艺好像进步了很多？耿亚飞说道。因为之前经常去凯乐门，所以耿亚飞知道刘一刀的水平，而昨天他在界中界里吃的菜肴的味道，明显比刘一刀之前的水准高出不少。那说明我教得好。吴凡笑道。我可是他的师傅。师傅？耿亚飞之前并不知道刘一刀拜师吴凡的事情。吴凡大概说了一下。原来是这样。耿亚飞说道。吴老师，看在咱们同事一场的份上，你是不是给我一张会员卡，我也好经常去你那里吃饭？没问题。吴凡说道。你下次去直接报我的名字，说是我同事就可以了，会有人帮你办理的。耿老师，你刚刚说什么餐厅？吴老师开餐厅了？孙越老师好奇地问道。办公室就那么大，耿亚飞和吴凡两人的对话，其他3个人都听得很清楚，三人心中都很疑惑，不知道两人说的是什么事情。吴凡不是学校的老师吗？开餐厅是怎么一回事？还有凯乐门前主厨居然去他餐厅当主厨了，这也太玄幻了吧！三人心里都很好奇，不过李天和王府两人和吴凡的关系可不好，所以就算是心中好奇，也不好意思过来询问。倒是孙越和吴凡以及耿亚飞的关系都不错，此时忍不住开口问道。是啊，吴老师开了一个餐厅，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棒的餐厅，比凯乐门还要好。爱屋及乌，因为吴凡和王子明的关系，耿亚飞的心里自然是更喜欢吴凡的餐厅的。当然，这其实也是事实，界中介的服务和菜肴的味道的确都要超过凯乐门，比凯乐门还要好。孙越一惊，就是李天和王府两人也都是一副吃惊的样子。在三人的心中，凯乐门已经是江州最好的餐厅了，他们也只是之前有幸在里面吃过一次而已，到现在都还回味无穷，心中都觉得江州其他的餐厅肯定是比不上凯乐门的，吴凡一个新开的餐厅能比凯乐门还好。三人是不信的，尤其是李天和王府两人更是觉得耿亚飞是在说大话。耿老师，那凯乐门可是江州最好的餐厅之一，也是最顶级的餐厅之一，他吴凡开的餐厅能和人家凯乐门比，估计连人家一个手指头都比不上吧。李天讽刺道。就是他之前不还在前面的街市上摆地摊卖烧烤呢，现在开了一个餐厅，估计是大排档吧。王府也笑呵呵地说道。你们两个不知道就不要乱说。耿亚飞可一点也不给这两人面子，见他们这么说，顿时就板起脸来。吴凡的餐厅面积比凯乐门还要大，装修的比凯乐门还要好，主厨也是前凯乐门主厨，档次怎么可能比凯乐门低？当然你们两人是没有能力去消费的，不知道这个情况也是正常。耿亚飞毫不留情面的讽刺，让李天和王府两人脸上异常的尴尬，心中气愤不已，嘴上却是不敢有任何的意见，因为耿亚飞和李斌一样，都是在江州有背景有人脉的，不是他们这样的人所能比的。得罪了耿亚飞，说不定他们的动作都有危险，更何况李斌一心追求耿亚飞，要是知道他们得罪了耿亚飞，也同样是不会给他们好脸色看的。他们可不觉得自己两人在李斌心里的地位会比耿亚飞高。孙老师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看，我让店里的人给你打8折。吴凡笑着对孙越老师说道。那就谢谢吴老师了。孙越老师笑道。实际上他的心里清楚，如果吴凡的餐厅和凯乐门一个档次的话，那就算是打8折也不是他能够消费得起的。当然偶尔去吃一顿还是可以的。最重要的是吴凡当众这么说是很给他面子，这才是最让他开心的。能开得起和凯乐门一个档次的餐厅的人，能是普通人吗？没看到李斌也斗不过吴凡，耿亚飞也对黄蜂很客气吗？所以吴凡能够这么对他说，孙越老师的心里是很开心，甚至是觉得很荣幸的。黄蜂的体育课依然是非常的受到欢迎，而在熟悉了之后，他们表现得更加大胆。不过当唐雨飞主动找上吴凡的时候，其他人都会自觉地离开一些距离，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比不过唐雨飞。你什么时候和他约会？唐雨飞穿着泳衣，露出雪白的肌肤，坐在吴凡的身边随意地问道。谁？柳岩儿。吴凡道。我们不是约会，就只是陪他出去逛街。这倒不是吴凡在敷衍或者欺骗唐雨飞，而是在他的心里的确没有认为这是一次约会，他只是单纯的觉得自己是陪柳岩儿出去一趟而已。你真这么想？唐雨飞看向吴凡道。如果你真这么想，他可是会很失望的。哪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吴凡笑道。是你想的太简单。唐雨飞说道。我不管，你明天得陪我逛街，而且这是约会。是约会知道吗？不是简单的出去走走。唐雨飞的胆子挺大，身后又有家里人支持，所以直接就和吴凡挑明，也没有害羞的意思。啊！吴凡没有想到唐雨飞会这么说。啊什么？就这么定了？唐雨飞说道。不容吴凡拒绝，这是你昨天答应我的。说完，唐雨飞站起来，一个完美的跳跃，一头扎进泳池内，灵活的身姿犹如一条美人鱼一般，看得周围的女生们羡慕不已。狐狸精！小云在一边的小声嘀咕道。刚刚唐雨飞和吴凡聊天的时候，小云就在一边看着，虽然叶菲菲已经解释清楚了，她和吴凡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小云的心里，始终是觉得叶菲菲和吴凡很般配，也希望他们之间能够发生些什么，得找个机会撮合撮合。小云心里想到。吴凡不知道小云在打他的主意，
在上完体育课之后，吴凡这边刚出游泳馆就看到了柳岩，他就在游泳馆的外面。你怎么在这？在等我吗？吴凡上前好奇地问道。刚好路过。柳岩微微转头说道。吴凡并未怀疑，说道：那正好，我们走吧。柳岩微微点头。在两人的后方，唐雨霏也走了出来，看到两人的背影，还笑嘻嘻地大喊了一句：玩得高兴些。吴凡脸上顿时一阵尴尬，而且他看到柳岩的脸上似乎也有些尴尬的潮红。这唐雨霏还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吴凡的车子并没有开到学校来，他总觉得那辆车子倒是挺酷的，就是太过高调了一些，和他老师的身份有些不符。好在他住的地方距离学校也不远，两人刚好可以散散步。这是你的车子？柳岩看着眼前这辆酷炫的跑车，眼中闪过一阵惊艳。跑车他见过不少，但是能够让他感觉到惊艳的却是不多，而眼前这辆就是不多的一辆。怎么样，还不错吧？吴凡说道。柳岩点点头，并不否认。车子行驶在路上，果然再次吸引了周围不少人的目光，这样炫酷的跑车在江州也是不多见的。让吴凡微微惊讶的是，柳岩提议去的地方居然也是万丽广场。不过想想万丽广场是江州最热闹最繁华的地带，也就不奇怪了。走在万丽广场上，柳岩不出意外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的目光，不管是男女都会不由自主地被柳岩所吸引。那绝美的容颜以及淡淡出尘的犹如仙子一般的气质，都让她在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一般。这万丽广场非常的繁华，来这里玩的美女自然也是不少的，然而和柳岩一比，就都显得黯淡无光了。柳岩对于众人的目光没有感觉丝毫的不适，她应该早已经习惯了这些目光了，所以这些视线对她没有任何影响。她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万丽广场，柳岩之前就听说过，但是没有来过。实际上她平时是很少离开学校的，而这次为了约会，她在宿舍里假装随意地问了一句江州哪里适合约会，而她的舍友们推荐的地方就是这里。柳岩当时问得很含蓄，她也以为自己舍友们没有猜出自己真正的意思，但实际上她的舍友们却都已经明白了，因为柳岩平时绝对不会问这种问题，再加上她当时的表情有些不自然，所以舍友们一下子就猜到柳岩要去约会了。那几个舍友自然是对柳岩约会的对象非常的好奇，不知道谁那么大的魅力，居然能够俘获柳岩的芳心，和柳岩去约会。不过他们也知道柳岩的性子，就算是问也问不出来，也就没有多问，但是心中的好奇却是少不了的。吴凡看着柳岩那明显比往常要丰富了许多的表情，心中感慨，哪怕是以柳岩这样清淡的性子，也经受不住逛街的诱惑。然而吴凡不知道的是，柳岩平时是不逛街的，只有今天和他一起出来才来这里的。要不要进去看看？路过一家服装店时，吴凡见到柳岩似乎有些心动，便主动说道。柳岩微微犹豫了一番，点了点头。两人迈步进入。欢迎光临。两人才刚进去，就有导购上前热情地询问两位需要买什么样的衣服。柳岩并不搭理，自顾自地看着。吴凡对那导购说道，我们先自己看看，有什么需要再找你。好的。吴凡跟在柳岩的旁边，看着他挑选衣服。哥们。这个时候，一道略微有些熟悉的声音在吴凡的耳边响起，接着他就看到了一个熟人。其实也算不上熟人，两人这才是第二次相见而已。哥们，还真是你，太巧了。刚刚喊吴凡的青年走过来，脸上带着兴奋的神色。是啊，是挺巧的。吴凡也笑着说道。这个巧遇的人正是吴凡上次陪唐雨霏来逛街时遇到的那个自称江州情圣的青年，不过这情圣最后是被他女朋友给拖走的，倒是没有想到两人今天又在这里相遇了。要我说，我们还真是有缘。那青年见到吴凡似乎很开心，他看了看那边正在挑衣服的柳岩，小声地对吴凡说道，陪女朋友逛街？你女朋友换了？好像不是上次那个，不过两个都是顶级的美女，哥们，你太牛了，怎么做到的？我觉得你才是江州情圣。那青年对于唐雨霏有印象，毕竟那样级别的美女不是随便就能够碰到的，而今天和吴凡一起来的显然不是上次的唐雨霏。对于吴凡短短时间内居然能够带着两个这种顶级的美女来逛街，那青年的心里对于吴凡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吴凡听了青年的话，连忙看了看那边的柳岩，见他并没有什么异常，似乎没有听到，这才松了一口气，对那青年说道，你误会了，她不是我女朋友，上次那个也不是。哥们，你就别谦虚了，你简直就是我们男人们的偶像，说说秘诀呗，我也想学习学习。那青年神神秘秘地说道。吴凡表情有些奇怪的看着那青年的身后，那青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还在催促吴凡，哥们，你我相遇也是有缘，传授一下我追女人的秘诀吧。然而吴凡还没有开口，那青年的耳朵就被人从背后揪住了，随后顺时针可是旋转扭动。啊，疼疼！那青年惨叫道。疼什么疼啊，要不要我也传授你一些秘诀啊？那青年的女友站在他的背后恶狠狠地说道。媳妇，你误会了，你误会了，我和这哥们就随便聊聊。那青年急忙解释道。误会什么呀，误会，跟我回家老实交代，你到底想要干嘛的？那女人说着拎着那青年就往外走去。那青年离开的时候还朝着吴凡挥挥手告别，看得吴凡好像不已，这哥们运气太衰了，2次都被女朋友抓了现行。你朋友？柳岩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吴凡的身边，随口问道。不是，吴凡说道，就偶然遇到过2次。柳岩点点头，随后看似随意地问道，上次和谁来过？原来
刚刚那青年的话，柳岩听到了。唐雨飞，柳岩问道。吴凡说道。怎么感觉柳岩的语气有些怪怪的呢？柳岩听到吴凡的回答，没有任何表示，不过却是拿了一件衣服走向试衣间。吴凡看着柳岩的背影，总觉得她身上的气息似乎又清冷了几分。很快，柳岩就从更衣室里出来了，瞬间，整个店面内似乎都明亮了几分。几个正在挑选衣服的人看向柳岩的时候，眼中都是满满的羡慕。柳岩此时上身是一件白色无袖 T 恤，下身则是一件牛仔短裤，简单的装扮却是让她显得既清纯又性感，本身自带的仙气却似乎并没有任何的影响。果然，衣服还是要看的人，同样的衣服穿在不同人身上的绝对会有不同的效果，而柳岩则是将这种最简单最常见的搭配穿出了最美的效果，这是其他女生羡慕不来的。怎么样？柳岩来到了吴凡的身边的轻声问道。吴凡眼中惊艳的神色让他非常满意。很漂亮，吴凡说道。吴凡说的是实话，看看周围人的表情就能够知道柳岩这身打扮拥有怎样的吸引力了。柳岩平时喜欢穿宽松的衣服，陡然穿成现在这样，对吴凡的冲击力更大。美女，这身衣服真是太适合你了，你的眼光真不错。这件 T 恤是呆立国著名设计师胡德所设计，是今年的新款，而且我们店里就只有这么一件。导购小姐走过来奉承道。站在一边的吴凡怎么听怎么觉得这话有些耳熟，似乎上次唐雨飞买衣服的时候，导购也是说了差不多的话。看来不管是谁买衣服，这些导购们说的话都是差不多的。当然，唐雨飞和柳岩两人本身的条件也绝对是出类拔萃的。不过吴凡怎么看都觉得这件 T 恤看上去很普通，和其他的 T 恤似乎并没有什么两样。这真的是出自什么设计师之手？而且价格居然是8000多，这是在抢钱吗？导购小姐的话并没有让柳岩的表情有丝毫的变化，她只淡淡的说了一句包起来，说着就回更衣室将衣服给换了下来。然而就在柳岩将衣服递给导购让其包起来的时候，一道有些突兀而又尖锐的声音响起，等等。接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子踩着高跟鞋噼里啪啦的就来到了柳岩的面前，蛮横的说道，这衣服我要了。说着就准备从柳岩的手中将衣服给抢走。然而柳岩又怎么会让他得逞？手臂微微一动，那女子就抓了一个空，没有抢到衣服。那女子似乎很生气，冲着柳岩叫道，我说这衣服我要了，把衣服给我。说着还准备上前去抢。这个时候吴凡挡在他的身前说道，这位小姐，这衣服是我们先看上的，我们已经买了，你可以去买其他的。你才是小姐，你全家都是小姐。吴凡的某个词汇似乎刺痛了那女子，她声音变得更加的尖锐，脸色因为愤怒扭曲在一起，既别扭又丑陋。我不想和你吵，这衣服我们已经买了，那就是我们的衣服，请你不要无理取闹。吴凡皱眉道。这个时候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人走了进来，刚刚还一副凶神恶煞表情的女子陡然换上了一副娇滴滴的表情。她紧走2步来到了那个能够做她父亲的中年人身边，亲昵地挽住对方的手臂，嗲里嗲气地说道，亲爱的，你可来了，有人欺负你家小甜心，你可要为你叫小甜心做主啊。那娇滴滴做作的模样差点让吴凡当场吐下来。然而那中年人似乎一副很享受的表情，他脸上带着笑，伸手捏了捏那女子的脸蛋，说道，谁敢欺负我家小甜心，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就是他们。那女子伸手一指吴凡和柳岩两人。那中年人看了过来，当他看到柳岩的时候顿时就惊呆了，脸上一副猪哥相，就差口水都流出来了。就算是柳岩的淡定也受不了，皱起了眉头。那浓妆艳抹的女子也发现了自己旁边这位爱人的失态，顿时大为不满。不过她不敢对那男子发火，却是怨毒地看着柳岩，亲爱的，亲爱的。那女子摇了摇那男子，这才将那男子的魂给摇回来。怎么？那男子自知失态，脸上有些尴尬，不过眼睛却还是不由自主地看向柳岩。他抢我的衣服。那女子指着柳岩说道，你话说反了吧，这衣服明明是我们先买的，抢衣服的人是你。吴凡开口道，你看他还和我凶。那女子又开始娇滴滴的撒娇。那中年人看向吴凡的目光就没有那么友善了，皱着眉头道，你这是什么态度？这衣服不管是谁的，现在我买了。那女子一脸得意，便准备去抢柳岩手中的衣服。然而吴凡却是再次的挡住了她，说道，这衣服我们已经买了，不会让给你们。不说柳岩本来就喜欢这衣服，就说眼前这两人的态度，吴凡就不会将衣服让给他们。亲爱的，你看。那女子再次撒娇道。中年人的眉头似乎皱得更深了，看向吴凡的目光也越发的不友善。我说了，这衣服我们要了，你这是不给我面子。我为什么要给你面子？你谁啊？吴凡不禁眉头一挑，不客气的说道。那中年人脸色更怒，他上下打量吴凡一番之后说道，我看你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小职员，这衣服估计你要省吃俭用2个月才能买得起，何必打肿脸充胖子？我给你1万，这衣服让给我，你平白还能赚1000多。中年人说着，眼睛似乎还在朝着柳岩那边瞟去，似乎是想要在柳岩面前证明自己的经济实力一样。不卖。吴凡毫不客气地拒绝道，你不要贪得无厌，我最多给你2万。那中年人以为吴凡是想要多讹钱，将开价提高到了2万。在他看来，吴凡一个普通人一下子转手就能赚1万多，肯定是不会拒绝的，谁会和钱过不去？然而吴凡根本就懒得理他，直接对那导购说道，帮我们把衣服包起来，我去结账。等等。那中年人见吴凡无视自己，自觉在自己女人以及柳岩面前丢了面子，脸色显得异常阴沉，
我说的话你没有听到吗？这衣服我要了，多少钱？你开个价！你们这种土鳖逮着机会就敲诈，活该你们穷一辈子。显然，这中年人觉得吴凡是在坐地起价，见自己这边要买，就想要提高价格。我再说最后一遍，多少钱我都不卖。吴凡脸也冷了下来，目光锐利地盯着那中年人说道：“吴凡可是杀过人的，虽然只是在游戏世界中，但那可是真实的世界，和现实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吴凡的身上是有杀气的。而现在他刻意散发自己身上杀气的时候，那中年人感觉自己面对一只猛兽一般，居然吓得倒退了几步。”吴凡身后的柳岩儿惊奇地看着吴凡，脸上若有所思。吴凡见到那中年人被吓退，这才转过头看向导购，脸上已经恢复了之前的温和。中年人看着吴凡脸上温和的表情，怀疑自己刚刚是不是看花眼了，一个穷酸怎么可能有那样的眼神和杀气？想到自己居然被吴凡给吓得倒退了好几步，那中年人脸上就是一阵羞怒。你叫什么名字？有种你把名字告诉我，我要让你在江州混不下去。中年人狰狞着脸目视吴凡道：你要让谁混不下去？这时一道慢悠悠的声音从店门口响起，接着一个穿着考究气质高贵的青年从外面走了进来。滚开，不管你的事。那中年人正在气头上，想也不想的就开口道：哟，好大的口气，在江州敢这么和我说话的人可不多，你钱大鹏绝对不是其中之一。那青年语气变得严肃起来。那中年人一听来人居然直呼自己名字，心中更为生气，目光也下意识的看了过去，刚准备开骂，待看清来人之后顿时就停住了，要说的话堵在了嗓子眼，让他整张脸都憋得通红。怎么想骂我？那青年此时已经走近，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不敢。钱大鹏额头上已经冒出了冷汗，脸上又是尴尬又是害怕。你谁啊？这有你什么事啊？钱大鹏这边被吓得不敢说话，他的女人似乎并没有这个眼力劲，居然对着那青年呵斥起来。在他看来，钱大鹏在江州很有能量，没有什么事是摆不平的，根本就不用怕任何人。啪！那女人的话刚说话，钱大鹏甩手就是一巴掌，力道极大，那女人涂满粉的脸上顿时就出现了5个手指印。你想死啊？怎么和刘少说话的？钱大鹏对那女人吼道。那女人被钱大鹏的一个巴掌打得晕头转向，再看到从来没有对自己发过火的钱大鹏一副要撕了自己的样子，心中更是害怕。刘少，对不起，这女人不会说话，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钱大鹏对那青年说道。我不会和一个女人计较。那青年也就是钱大鹏嘴里的刘少说道。倒是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你这是要让谁混不下去？还让我不要多管闲事？我哪敢说您啊。钱大鹏解释道。我刚刚那是糊涂了，都是这个土鳖，这家伙居然和我抢东西，还不给我面子，我一时气急，没有注意到刘少您来了。土鳖？你说他是土鳖？哈哈！刘少笑了起来，好像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一样。啪！在钱大鹏还在想着刘少为什么会发笑的时候，那刘少已经狠狠地甩了他一个巴掌，力道同样极大，他那胖胖的脸上顿时就出现了5个手指印，和他女人脸上的一模一样。你知道他是谁吗？刘少指了指吴凡道。不知道。钱大鹏被刘少打懵了，不过他心中意识到，或许吴凡的身份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他是算了，你这种人没有资格知道，你只要知道吴少是你得罪不起的人就行了，他一句话就能让你们钱家在整个江州消失。刘少说道。刘少言重了，我可没有那样的本事。吴凡淡淡的说道。来人吴凡认识，是在唐雨飞的生日会上认识的，对方是江州5大家族之一刘家的人。在吴凡送了唐雨飞那本霸刀法之后，很多人主动找吴凡聊天，而这刘宇光刘少就是其中之一。不过两人当时也只是随意的说了几句，并没有多聊，自然也谈不上什么交情。吴少谦虚了。刘宇光笑呵呵的说道。对待吴凡的态度和对待钱大鹏的态度完全是2个样子。钱大鹏甚至惊讶地发现，刘少和吴凡说话的时候居然有丝丝的尊敬，这个发现让钱大鹏的心里更是惶恐。能够让刘少这样态度对待的，那能是一般人？自己今天这是得罪什么人了？可是也没有听说江州有哪个姓吴的大少啊。钱大鹏家里是开公司，有点小钱，之前也是费尽心思才认识的刘少，对于江州那些顶级家族他很眼热，也很清楚，之前还真没有听说过有姓吴的。在江州现在谁敢小瞧吴少？刘宇光说道。小瞧的人多了。吴凡淡淡的说道。眼前可不就有2个？吴凡知道刘宇光说的是奉承话，他在唐雨飞的生日会上拿出了霸刀法，的确是能够让一些人对自己另眼相看，但是仅仅是凭这个就让所有人都不怕自己，那未免太过夸张了。啪！吴凡的话音刚落，钱大鹏就狠狠地打了自己一记耳光，力道同样不小，声音非常响亮。这样一来，他的2张脸就都有巴掌印，倒也显得很对称。然而这还不算完，钱大鹏打了自己一记耳光之后，又伸手打了那女人一记耳光，顿时那女子另一张脸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了起来，同时还多了巴掌印。那女子还没有从之前被打的蒙圈状态中清醒过来，就又被打了一下，整个人彻底的懵了，崩溃了。钱大鹏的这2个巴掌不但是将他的女人给打蒙圈了，就是吴凡等人也被他的行为给惊了一下。吴少，我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您，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放过我吧。钱大鹏对吴凡说道，随后他指了指还处于蒙圈状态的女子，说道，都是他的挑拨，我才冒犯了吴少。吴少，您说怎么惩罚他？我绝无二言。
钱大鹏虽然不知道吴凡的具体身份，但是刘少的身份他是知道的，而能够让刘少如此的重视和尊敬，那显然吴凡绝对不是一般人，他连刘少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就更加没法和刘少都敬畏的吴少相比了。所以为了避免被吴凡嫉恨，钱大鹏果断出手打了自己和那女子，好让吴凡消气，最后更是直接将那女子给推出来，任凭吴凡惩罚。那女子本来就是罪魁祸首，推她出来倒也没有冤枉她。吴凡看着一脸讨好的钱大鹏，又看了看吓得脸色惨白，连话都不敢说一句，整个人瑟瑟发抖的女子，摆摆手说道：“和我说没用，你们给她道歉，只要她不计较就行。”吴凡说的自然是柳岩了，整件事都是因为抢衣服而起，柳岩才是当事人。钱大鹏倒是干脆，听到吴凡的话，立即看向柳岩说道：“对不起，今天这事都是我们的错，请你原谅。”随后他又朝着自己的女人说道：“你傻了，还不快道歉？”那女子今天接连受到打击，平时对他重话都不会说一句的钱大鹏，今天不但吼了他，还动手打了他，所以他此时脑子反应有些迟钝，听到钱大鹏的呵斥，他才反应过来，哭丧着脸对柳岩道：“对不起。”柳岩则是从头到尾都面无表情，似乎对这件事从来都没有上过心，现在见到这男女的惨状，既没有幸灾乐祸，也没有同情，听到他们的道歉之后，也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算了。”虽然只是淡淡的2个字，但是钱大鹏却是如听仙音，一脸期盼的看向刘宇光：“看我干嘛？还不谢谢吴少和柳小姐，然后滚蛋！”刘宇光说道：“谢谢吴少，谢谢柳小姐。”钱大鹏感激的说道：“这衣服的钱我出，算是给2位赔罪。”“不用了，这点钱我还是有的。”吴凡并不接受钱大鹏的这份好意，果断的拒绝道：“好，好。”钱大鹏不敢反驳，连连点头，随后拉着偷偷哭泣的女子对吴凡和柳岩说道：“那我们就先走了，不打扰2位。”说完，拉着那女子转身就走，心里还一阵后怕，幸好吴凡和柳岩没有追究他，否则的话，他的下场不可能是仅仅被打2个耳光那么简单。全程不敢插话的导购，这个时候才拿着衣服去结账，眼睛却是在偷偷的打量吴凡和柳岩，猜测着他们的身份。刚刚的事情，谢谢刘少了。吴凡对刘宇光说道：“谢什么？我又没有帮什么忙，只是说了几句话而已。”刘宇光笑道：“真应该谢我的，应该是钱大鹏。他虽然挨了2巴掌，却获得了吴少和柳小姐的谅解，我这是帮了他。我们有那么可怕吗？”吴凡也微微笑道：“吴少又谦虚了。”刘少说道：“说起来挺抱歉的，昨天吴少的餐厅开业，我因为有事没能过去，今天刚好碰到吴少，给你赔个不是。”“没事，我本来也没有邀请什么人，都是他们自己过去的。”吴凡说道。吴少的餐厅开业，知道又有时间的，肯定是要去捧个场的。刘宇光说道。这个时候，那导购已经将衣服包好，柳岩直接说道：“走吧。”说完，柳岩便直接往外走去，并没有丝毫要和刘宇光打招呼的意思。吴凡只好对刘宇光说道：“刘少有事先忙，我们先走了。”“好，有空找吴少好好聊聊。”刘宇光说道。吴凡点点头的，紧走2步，和柳岩一起离开了这点店面。刘宇光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看着吴凡和柳岩的背影，微微有些出神。吴凡的背景他不清楚，不过能够随便拿出一本玄机功法来送人，想来也不是普通人，他自然不敢轻易得罪，能结交最好还是结交的。至于柳岩，他的背景刘宇光是清楚的，那可是帝都豪门，是真的的豪门，他们这种地方的所谓家族和人家根本就没有办法相比，不管是实力还是底蕴都不在一个层次上，柳岩绝对是他们这些人仰望的存在。江州很多人知道柳岩的背景，都想要搭上这根线，然而柳岩性子清冷，不喜欢和外界的人来往，众人便不敢贸然接触，生怕引起他的反感，所以柳岩在江州一直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而今天偶然遇到吴凡和柳岩，刘宇光自然是不会错过这个露脸的机会的，在心里他甚至还狠狠地感激了钱大鹏一番，如果不是他的无脑行为，自己也没有这个机会来表现一下。当然刚刚刘宇光是很想和柳岩说上几句的，不过很显然柳岩并没有要交流的意思，刘宇光也就不敢随意搭话，直到柳岩最后离开，他都没有能够和柳岩说上一句话。这样的情况虽然可惜，但是刘宇光也不是没有收获的，至少他可以确定了吴凡的身份真的不凡，不说之前送出玄机功法的事情，就单单说能够和柳岩一起逛街，这就绝对不简单了。这份待遇不要说他们这些江州大家族中的人了，就是在帝都也绝对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能够和柳岩一起逛街，那绝对不可能是一般人。如果刘宇光知道逛街这件事还是柳岩主动邀请的吴凡，不知道会不会惊掉了下巴。吴凡，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刘宇光的心里默默的想到，此时他对于吴凡的身份更加的好奇了。你和他很熟？路上柳岩突然开口说道。谁？刘宇光。吴凡说道。不熟，之前只见过一次。柳岩点点头，随后说道，他虽是刘家人，不过在刘家并不算太得势。每一个家族，尤其是像5大家族这样的存在，家族内部都是存在竞争的，竞争虽然会让他们自身有一定的损耗，但是良性的竞争也有利于家族的发展。当然如果竞争失控，那会给家族带来很大的麻烦。有了竞争，自然就有人得势，有人失势，同是一个家族的成员，得势之人和失势之人的地位差距是很大的。你对5大家族似乎很了解。吴凡说道。是有一点了解。柳岩说道，江州5大家族实力强大，产业众多，冠绝整个江州，其中又以赵家的实力最强，唐家的实力最弱，他们彼此之间
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竞争的关系更重一些，资源有限，谁都希望得到更多的资源。赵家家主赵一龙今年4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本身拥有超绝的经营能力，同时又是修炼之人，拥有暗进后期的实力。柳岩一边走一边和吴凡说着江州五大家族的情况，看得出来他对于江州五大家族的了解绝对不是他说的一点，至少了解比吴凡详细多了。怎么了？柳岩见吴凡盯着自己，疑惑地问道。难得一次见你说这么多话。吴凡说道。柳岩的脸色一红，随后居然白了吴凡一眼，这样的表情可从来没有在柳岩的脸上出现过。高冷清淡的她做出这副小女儿姿态来，不但没有丝毫的违和，反而是显得异常诱人。柳岩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失态，脸色更红，却是努力地板起脸来，哼了一声道：“不听算了。”表情不似生气，反倒是有些娇羞的样子。听，吴凡说道：“你对江州五大家族这么了解，想必来的也不简单吧？”吴凡之前多多少少听说过柳岩背景不凡，只是具体什么背景却是不知道。而第一次对柳岩使用鉴定术，并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也能够看出来柳岩实力不凡。我来自帝都柳家。柳岩稍稍顿了一下，说道：“至于柳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你以后或许有机会知道。”以后？吴凡微微一愣，为什么现在不能知道，而是要等以后？以后为什么会知道？吴凡其实从王子明那里多少已经知道一些柳家的情况，只是这种传承千年的大家族，真正的情况绝对不会是外人看到的那么简单，所以王子明对于柳家的情况也不算了解。如果柳岩这个柳家人说的话，那显然不同。不过很显然，柳岩并不愿多说，至少目前不愿意说，所以吴凡虽然好奇，但是也不好多问。吴凡，这时一道有些熟悉的声音响起，声音之中居然还带着丝丝惊喜。逛个街，居然又遇到熟人了。吴凡转身一看，看到喊他的人居然是赵小婷。原来吴凡和柳岩两人一边聊天一边走路，不经意间居然走到了上次赵小婷上班的那家手表店。柳岩微微疑惑地看向吴凡：“我大学同学。”吴凡解释道。柳岩微微点头。而这个时候，赵小婷已经来到了两人身边，不出意外的，她也被柳岩给惊艳到了，看向吴凡的目光更是惊奇。吴凡前段时间还和另外一个女孩子一起来逛街，买了100多万的手表，那女孩子也是绝顶的漂亮。而现在短短的时间，吴凡居然又陪另外一个同样漂亮的女孩子来逛街。在大学里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吴凡，走上社会之后这么受欢迎了。赵小婷更加觉得吴凡是发达了，不然的话身边的女人怎么会换得这么勤呢？吴凡，这几天我给你打电话怎么没接？赵小婷问道。有点忙。吴凡淡淡的说道。这段时间吴凡的确是有些忙，不管是现实中忙餐厅的事，还是在游戏世界，他都有事要做。当然再忙接电话的时间还是可以有的。吴凡之所以不接电话，主要还是不想和赵小婷有多少联系，两人之前关系本来就不算好，毕业之后也没有什么交集，在吴凡看来两人没有交流的必要。赵小婷其实也明白这一点，她也知道自己在大学里时的做法，吴凡心里肯定还是记着的，那也不能怪吴凡，要怪就怪他当初的行为的确过分。而现在赵小婷主动联系吴凡，实际上就是想要弥补两人当时的关系，她倒不是想要和吴凡发生些什么，只是想要抱个大腿。当然吴凡要是有那方面的想法的话，他也是不会拒绝的。吴凡，过几天雪姨从魔都过来，班长建议我们在江州的同学都聚一聚，大家毕业1年多了还没有聚过呢。赵小婷说道。赵雪姨的名字让吴凡微微有些发愣，他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了那个一头长发，气质清纯，一副岁月静好的女孩子形象。赵雪姨能够被评为系花，自身的长相身材自然都是不差的，再加上她那一副温柔的气质，让她更加容易让人有好感。吴凡也承认，在大学的时候的确是对赵雪姨有好感，当时对赵雪姨有好感的人很多，但那并不是真的喜欢，而且这件事也已经过去了，他对于赵雪姨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了。这个时候想起，顶多是在回想自己的一个同学而已。我就不去了，最近比较忙。吴凡说道。这倒不是借口，餐厅还没有走上正轨，他还需要每天教授留一刀厨艺，另外他还要练习弓箭。赵亚楠的木材厂以及家具厂那边，吴凡也不能完全的不管不问，所以他现在事情是很多的，并没有什么兴趣去参加什么聚会，因为他和里面大多数人关系很一般。吴凡，一起去聚聚吧，机会难得，大家毕业之后还没有聚过呢。赵小婷劝道。而且听说侯小光也要来。本来吴凡还是准备拒绝的，但是在听到侯小光的名字之后，他便停住了。他也要来？你确定？是啊，我听班长说的。赵小婷说道。侯小光这次刚好来江州办事，还找了班长帮忙。什么事？吴凡问道。具体的我也不清楚，班长也没说。赵小婷道。吴凡点点头说道。好，聚会的时间定下来之后告诉我。好。赵小婷高兴道，似乎能够约到吴凡一起聚会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高兴的事情一样。随后吴凡和柳岩两人便离开了。你好像不是很愿意去参加聚会。柳岩开口道。我在大学的时候和他们的关系一般，没多大交情，去聚会也没什么意思。吴凡说道。不过猴子除外。猴子？就是刚刚赵小婷嘴里的侯小光，我习惯叫他猴子。吴凡说道。我们两个都是农村出来的，又是一个宿舍，所以大学的时候关系很好，只是毕业之后我选择了留在江州，而他选择了回老家。说起来我们也有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吴凡在大学的时候
关系最好的就是侯小光。赵小婷显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才会特意提侯小光的名字。而吴凡果然是改变了主意。柳岩点点头，不再多问。因为中午要回餐厅，所以吴凡也不能陪柳岩太久。柳岩也能理解，并无任何的怨言。借中介的生意依然不错，接近饭点的时候，餐厅内就已经有很多人了。虽然才刚刚开业一天，但是良好的口碑似乎已经传了出去，为餐厅吸引了不少的客人。当然，距离爆满还有一些距离。中午的菜肴依然是吴凡一个人负责，刘一刀以及其他的厨师则是在一边学着。不过，吴凡对于刘一刀自然关照更多一些，和其他厨师相比，刘一刀显然更值得信任。吴凡可不想为其他的餐厅培养出高级厨师，甚至是大师级，他可没有那么无私。几个小时忙完之后，吴凡才得以休息。这个时候，他也终于是有时间联系一个猴子了。自从赵小婷的嘴里听到猴子的名字之后，吴凡便有了联系对方的想法。尤其是知道猴子似乎还遇到了麻烦，吴凡就更加想要联系对方了。电话很快就被接通，吴凡时隔1年左右，再次听到了猴子那熟悉的声音：“凡子，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猴子的声音透露着惊讶、欣喜，没有丝毫的距离感。1年多没有联系，两人感情并没有变淡。没事就不能和你联系了？吴凡笑道。能啊，猴子说道。我之前还想和你联系来着，就是身边一堆破事，也没脸和你说。我们之间还在意这些？吴凡假装责怪道。实际上，吴凡这么长时间没有联系猴子，也是和猴子差不多的想法。他自己在江州生活的也很辛苦，工作不停的丢，不断的换，每天想着怎么在江州混下去，哪里还有时间想其他？而且他也不想让猴子知道自己的情况之后担心自己。那必须不能啊！猴子笑道。听说是你要来江州？吴凡问道。你知道了？我还打算在聚会的时候给你一个惊喜呢。侯小光说道。过几天就过去了，到时候就又可以见面了。到时候一醉方休，1年不见，不知道你酒量长了没有？到时候肯定陪你喝个痛快。吴凡说道。你来江州是不是有事？是有点事。侯小光微微犹豫道。你别担心，不是什么大事，我已经找班长帮忙了，应该能解决。到底什么事？和我还瞒着？吴凡问道。也没什么事，就是我回村之后承包了村里的一些土地，种了水果，还鼓励村民们一起种，结果水果收获倒是不错，但是却是没有找到合适的销路。虽然有人上门收购，但是价格太低了，如果就这样卖了，大家1年忙活下来根本赚不了什么钱，所以我准备去江州拜托班长帮忙，看看能不能帮忙找到销售的渠道。侯小光对吴凡说道。如果只是自己一个人种植，侯小光还不会这么着急。问题上他鼓励村民们一起种植，大家也都相信了他，结果到头来赚不到钱。侯小光觉得自己对不起大家，这才出来找销路。而侯小光本来就是农村人，之前也就来过江州，在江州认识一些人，所以现在想办法自然还是往这边来了。之前怎么没告诉我？吴凡下意识地问道。我这不是不想麻烦你吗？侯小光说道。吴凡问完之后，其实就已经明白其中原因了。侯小光知道自己也同样来自农村，没有背景的情况下，想要在江州混下去都会很艰难，又哪里还能帮到他呢？所以也就没有联系他，免得让他白白担心。那班长那边找到销路了吗？吴凡问道。还没有，不过班长说会再想想办法，我过几天也要去江州，到时候看看能不能想到办法。侯小光说道。那你来吧，或许我可以帮到你。吴凡说道。吴凡现在的情况和毕业之时已经大大不一样，这一点侯小光不清楚，吴凡也没有在电话里细说。凡子，你这是发达了。侯小光笑着说道，不过倒是没有太过相信，他以为吴凡是在安慰他，毕竟他们毕业才1年的时间，以吴凡的背景，想要在1年内有太大的发展也不现实。还真被你猜中了，怎么样，是不是准备好好巴结巴结我？哈哈。吴凡笑道。行啊，到时候一定将你喝到满意。侯小光也笑道，让你吴大老板以后好好照顾一下小弟我。挂了侯小光的电话之后，吴凡的心情很不错，对于几天后的聚会多了些期盼。到时候如果班长已经帮侯小光解决了问题，那也就算是了，如果没有能够解决的话，吴凡会想办法帮猴子一把，毕竟那是他在大学时期关系最好的人了。稍作休息之后，吴凡便开车前往星月射箭俱乐部。他现在的射箭技能刚刚升至高级，中级升高级需要的熟练度并不高，但是高级升大师级需要的熟练度却是非常的多。吴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去训练箭术。经过几次的战斗，吴凡充分意识到箭矢在冷兵器战斗中的作用。那些神射手们，就如果一个个狙击手，在两军还没有正式开战之时，他们就可以狙杀对方的重要人物，从而影响对方的士气，打乱对方的部署。可以说，一个神射手很多时候比一个大队的作用都要大。这也是为什么神射手是个支队伍里的宝贝的原因。吴凡没有见过神射手，毕竟神射手的数量太过稀少，又是各个队伍的宝贝，他这样的杂牌军根本就没有机会见到。但是吴凡估计，能够被称之为神射手的，至少应该也是拥有大师级射术的，而他现在就在往这个方向发展。星月射箭俱乐部内的人依然不是很多，交了钱之后，吴凡甚至都不需要教练跟着，现在的他该懂的都懂了，就差熟练度了，所以有没有教练并没有什么影响。直到傍晚时分，吴凡才再次返回餐厅，半天的训练让他的熟练度又上涨了一截。有技能就是好，只要熟练度满了，能力就自动提升，而不像其他人那样需要大量的练习，还要悟性够高才可以。晚上的餐厅生意依旧红火，今天王子明又来了，
自从吴凡的界中界开业以来，王子明似乎就不再去凯乐门了，而是成了凡这里的常客。吴凡，明天晚上有时间吗？带你去个地方。临别之时，王子明对吴凡说道。有时间？什么地方？吴凡回道。吴凡一边进入另一个世界都是12点之后，在那之前他的时间都是充裕的，毕竟是单身狗。去了你就知道了，保证你喜欢。王子明神神秘秘地说道。吴凡一瞬间联想到了某些地方。夜里，游戏世界中，天色刚亮，吴凡就和牛二等人再次出发。这次队伍里少了罗阳，他将众人昨天的收获运送到现场去县城去卖，还没有回来。有了昨天的猎杀行动，众人今天行动无疑顺利了很多，面对魔兽的时候也没有了昨天的紧张。为了众人的安全着想，吴凡依旧没有太过深入森林，依然是在森林的外围进行活动。不过因为人多的原因，杀起魔兽的速度自然比吴凡一个人要快多了。中午的时候，吴凡的等级再次提升，达到了5级。等级提升带来的则是吴凡全部属性的提升，同时他的身体被进一步的优化，变得更加完美，脸上棱角更加的分明。明明样貌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整个人却明显比之前帅气了许多。好！就在吴凡欣喜自己等级提升所带来的变化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吼声。这声吼声所含的气势相当的强盛，林中的鸟儿都被惊起了不少。就是众人听了之后，都感觉到心头一紧。好！在众人还没有从刚刚的吼声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又是一道吼声出现。这道吼声气势之强，丝毫不比之前那道弱。接着，众人就听到了树枝断裂的声音，嘶吼声、惨叫声越发的频繁。前面有情况，大人，我们先撤吧。郑小六小声地对吴凡说道。显然，他也意识到前面有情况发生，看这架势，很有可能是2只魔兽在搏斗，而且这2只魔兽实力非常的强。吴凡也猜到了这一点，心中有些犹豫。光是吼声就能够震颤人心，让他们心中发紧，汗毛倒竖。显然，这魔兽的实力很强，碰到这样的魔兽，他们应该立即撤离才是，不然的话可能会有危险。不过想到2只魔兽搏斗，吴凡心中也是好奇，他还没有看过2只魔兽打架呢，而且2只魔兽搏斗，万一有利可图呢？那可是高等级的魔兽，不管是掉落的东西，还是他们自身的材料，都是稀罕的东西，价值绝对不低。有什么好怕的？魔兽我们又没有遇到过，这2天杀了不少。再说了，我们这么多人呢，还没有见到魔兽就被吓跑，说出去多丢人。牛二说道。我这也是为大人安全着想。郑小六说道。我自己才不怕呢。实际上，众人现在的心思和吴凡都差不多，既好奇又有些担心。不过他们都记得自己现在的身份，他们是吴凡的亲兵，事事要为吴凡着想，就算是心中好奇，也不想吴凡去冒险。我们过去看看。吴凡犹豫了一下说道。我们悄悄地过去，远远地看着，如果情况不妙，立即撤退。吴凡有了决定，其他人自然不好反对。不过众人都小心地戒备在吴凡的周围，保护他的安全。众人小心地走了过去，走了一段距离之后，那嘶吼打斗的声音越发的大了，隐隐约约看到2个庞大的身体在前面不断的移动。众人找了一个比较茂密的灌木丛，躲在了后面。这时众人才看清楚前面的情况，同时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众人前方有一只老虎模样的魔兽，正在和一只野牛模样的魔兽战斗。2只魔兽体型巨大，犹如2座小山一样，气势凶猛，表情狰狞。不过此时2只魔兽的情况都不是很好，身上都有许多伤口，鲜血直流。不过这并不影响2只魔兽的斗志，受伤并没有让他们感觉到胆怯，反而是激发了他们凶残的本性。踏云虎50级 BOSS， 红沙兽50级 BOSS。 吴凡忍不住对2只魔兽使用了鉴定术，得到的结果吓了他一跳。50级，而且还都是 BOSS， 除了名字和等级之外，其他的信息全部都是问号，可见双方实力差距之大。而在吴凡使用了鉴定术之后，那2只魔兽不约而同地朝着这边看了一眼，吓得吴凡等人立即趴低身子，缩下了脑袋，避开那2只魔兽的视线。好在那2只魔兽只是朝着这边看了一眼，并没有要过来的意思，似乎并没有发现吴凡等人，这让吴凡他们松了一口气。这么高等级的魔兽怎么会出现在森林的外围呢？吴凡心中疑惑道。这片森林的面积很大，越往里走，遇到的魔兽的等级就越高。在森林深处遇到50级魔兽的话，吴凡还不会太奇怪。但是他们现在不是在深处，只是在外围，按道理来说不应该遇到这种等级的魔兽的。那可是50级啊！吴凡目前为止所遇到的等级最高的魔兽，估计被他们碰到一下也是非死即伤。2只魔兽打斗得很激烈，踏云虎的动作明显更加的敏捷，红沙兽的防御则是更强。相同的是，他们的攻击力都非常的强悍，打斗周围的树木和草丛都遭了殃，遍地狼藉。吴凡猜测，这2只魔兽可能是在森林的深处相遇，从而发生打斗，接着一边打一边移动，不知不觉就到了这里。这从他们背后那条踩出来的小路可以看出一二。本来这森林里是没有路的，毕竟平时根本就没有人来。不过在2只魔兽的后方，则是出现了一条被踩出来的路，顺着这条小路，则是被压断的草，撞断的树。好！踏云虎嘶吼一声，四肢在地上猛地一踏，小山一般的身体直接朝着红沙兽飞了过去。那只恐怖的脸上有一道大大的伤口，这让他的脸更显狰狞。面对踏云虎扑杀，红沙兽不但没有躲避，反而是低着脑袋反冲了过去。砰！飞跃而来的踏云虎被直接撞飞了出去，撞在一棵碗口粗的树上，直接将那棵树给拦腰撞断。然而踏云虎那锋利的爪子却也轻松地在红沙兽的身上留下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一大块的皮肉被直接撕扯了下来，露出里面的骨头。好！
红沙兽吃痛，仰头怒吼，眼中的猩红似乎颜色更深了一些。随后，他低下脑袋，竖着自己头顶尖角，朝着踏云虎冲了过去。噔噔噔，红沙兽四只粗大的脚掌在地上踩着，发出一声声震颤人心的声音，犹如战鼓一般，让人感觉到巨大压力的同时，又感觉到热血沸腾。踏云虎刚刚被红沙兽给撞得不轻，腹部被红沙兽头顶的尖角给划了一道大大的口子，之后撞在树干之上，更是让他伤上加伤。面对红沙兽的冲杀，踏云虎不敢怠慢，挣扎着爬起身来，身子摇摇晃晃，似乎受伤颇重。然而，就在红沙兽要撞上踏云虎，顺势将他给撞死的时候，踏云虎却是直接跳了起来，身子似乎并没有之前看上去那么沉重，反而是显得很轻盈。显然，踏云虎刚刚一副濒临死亡的样子是装出来，为的就是麻痹红沙兽。红沙兽果然没有看出异样，冲势凶猛。这个时候想要停也停不下来，惯性让他直接撞在了那棵刚刚被踏云虎给撞断的树干之上，脑袋上锋利的尖角一下子就刺穿了树干。不过因为冲势过猛，他的脑袋也撞在了上面，顿时的眼冒金星，而且尖角卡在里面，一时间居然挣脱不开。踏云虎自然是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他立即跳了过来，牙齿、利爪全部用上，朝着红沙兽那深红色的身体不断的攻击，留下一个个伤口。只是瞬间，红沙兽那犹如墙壁一般的身体就已经显得破破烂烂，伤口无数，身体里面的骨头、内脏等都显露了出来。这样的情形让吴凡等人无不倒吸了一口凉气。那踏云虎的爪子和牙齿实在太过犀利，红沙兽身体坚硬的如同铜墙铁壁。然而就算是这样，踏云虎也可以轻易撕破他的防御。好！红沙兽再次怒吼，声音之中饱含着愤怒和疼痛，脑袋疯狂的晃动，那棵刚刚才被撞断的树木根部不断晃动。啪！愤怒之中的红沙兽直接将那棵碗口粗的树给连根拔起，挑在自己的尖角之上，随后身体一转，那被顶起来的树木直接抽打在踏云虎的身上。踏云虎一心在攻击红沙兽，被抽了一个正着，身体直接被抽飞了出去。吴凡等人距离那红沙兽还有一段距离，然而却是清楚地听到了骨头断裂的声音。踏云虎在空中的时候更是直接喷出一大口的鲜血，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本来吴凡等人还在一边看戏，看两只魔兽厮斗，然而踏云虎被抽飞的身体却是好死不死地朝着他们这边飞来。吴凡等人一惊，这个时候想要逃走却也来不及了，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踏云虎庞大的身躯砸在他们的前方。砰！踏云虎庞大的身躯重重地砸在地上，居然将地面砸出了一个小坑，枯枝落叶四散飞扬。踏云虎的脑袋看向的方向正好就是吴凡他们所在的方向，一时间双方都直接愣在了那里。吴凡他们没有想到踏云虎会被抽飞到这里，以为躲在这里远离战场很安全，然而现在的情况顿时就让他们陷入尴尬的境地之中。那边红沙兽已经再次冲了过来，头顶之上树干还在那里，显得异常彪悍。该怎么办？动手还是立即逃走？吴凡脑中还在想着该如何抉择的时候，那边红沙兽已经冲到了他们前方，并且看到了他们。好！红沙兽一声怒吼，眼中嗜血气息更浓。没有选择了，逃是逃不掉了。吴凡他们的速度不可能有红沙兽快，红沙兽已经将他们视作敌人，解决掉踏云虎之后必定会攻击他们，所以他们只能是选择战斗。所有人注意，准备战斗！吴凡一下子站了起来，神色严肃。牛二等人也是一样的动作，相比于吴凡，他们的脸上还多了几分紧张。不能不紧张啊，他们可是亲眼目睹了两只魔兽战斗的全过程，这两只魔兽没有一只是好对付的，凶残暴虐，而且实力强大，看着那庞大的体型都是能够给人一种压抑感。不过牛二等人也都知道，目前这个情况除了战斗他们别无选择。咻！众人这边才刚刚戒备，吴凡那边已经弯弓搭箭，一个黑乎乎的箭矢带着尖锐的笑声飞速地射向那红沙兽。那红沙兽也注意到了吴凡等人，眼中满满的不屑。在他的眼中，这些弱小的人类和蝼蚁没有什么区别，只要自己冲过去就可以轻松地碾死他们。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陡然感觉到一阵危险，一个黑点冲着他飞来，出于本能，他的身子往旁边移动了一下，接着他就听到咻的一声，一根箭矢从他的身边飞过。红沙兽既有不屑又很愤怒，这些渺小的人类居然敢反抗，居然敢袭击自己，自己一定会让他们认清现实。然而还没有等红沙兽脸上的表情消失，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左眼一痛，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打中了一样，接着巨大的痛感席卷他的神经，那种感觉让他疯狂。好！奔跑中的红沙兽一声怒吼，左眼之上插着一根箭矢，随着他的吼动，那根箭矢也在跟着颤动。那种巨大的疼痛感自然就是这根箭矢给他带去，而射出这根箭矢的正是吴凡。高级的射术不仅是让吴凡射击的命中率提升很多，就连他射箭的速度都提高了不少，再加上他本身敏捷属性也不低，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吴凡就射出了2根箭矢。那红沙兽虽然躲过了第一根箭矢，但是第二根他却是没有能够躲过，2根箭矢之间间隔的时间太短，他根本就来不及反应。吴凡这一箭能够立功，除了和红沙兽略显笨拙的身体有关外，还因为红沙兽在之前和踏云虎的战斗中受伤了，虽然他依然很勇猛，但是那踏云虎毕竟是和他同等级的魔兽，对他造成的伤害其实是不小，只是他处于暴怒状态之下，似乎掩盖了这些。但是在面对危险的时候，那些伤势还是影响到了他，让他原形毕露。更惨的是，吴凡的身上还佩带有白鹤玉佩。白鹤玉佩
传奇级属性：幸运加10，魅力加10，致命一击率正 10%， 弱点攻击伤害正 30%， 技能熟练度增长速度正 20%， 装备掉落正 20%， 生活技能等级加1。注：本身技能等级达到宗师级，此属性不生效。在白鹤玉佩的作用下，吴凡这根箭矢准确地命中了红杀兽的左眼，那是他的弱点所在，伤害增加 30%， 同时触发了致命一击的效果，伤害加成 300%。这两个效果的叠加之下，让本来就处于重伤状态下的红杀兽顿时就陷入了濒死状态。吴凡看到这个情况，也是暗暗松了一口气。他知道，如果不是红杀兽本来就是已经重伤的，自己想要给红杀兽造成如此的伤害，基本是不可能的。果然，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踏云虎和红杀兽战斗了半天，最后让自己捡了一个便宜。当然，现在还不是彻底放松的时候，那红杀兽毕竟还没有死。而愤怒中的红杀兽似乎也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他没有选择逃跑，反而是显得越发的狂暴，吼声震得整片森林似乎都在颤抖。处于狂怒状态下的红杀兽再次直直地朝着吴凡等人冲了过来。这个时候，他的眼里已经没有了踏云虎，他要在自己死之前杀死眼前这几个渺小的人类，让他们给自己陪葬。小心！吴凡只来得及提醒一句，那红杀兽已经冲到了众人面前。劈！吴凡大喝一声，牛二等人手中大刀狠狠地劈了下去，顶在最前面的正是力气最大的牛二。众人的刀都砍在了那红杀兽的身上，然而还不能他们来得及高兴，那红杀兽冲势不减，直接将众人给撞倒在地。处在正前方位置的牛二更是首当其冲，强壮的身体更是直接被撞飞了出去，重重地砸在地上。红杀兽喘着粗气，继续前冲，杀向被牛二等人保护在后面的吴凡和罗月两人。红杀兽认得吴凡，刚刚射中他的那一箭正是吴凡所射，他要亲自将这个可恶的人类给踏成肉泥。吴凡凝神戒备，手中黑石长剑已经取出，代替了长弓。我们分开，我来吸引他的注意力，你来攻击他。吴凡对身旁的罗月说道。罗月一言行，两人隔开一些距离。那红杀兽果然是选择杀向吴凡，没有丝毫犹豫。来吧，你这只笨牛！吴凡挑衅道。红杀兽看到吴凡脸上挑衅，心中更怒，脚下的声音更大。为了给罗月创造机会，吴凡并没有立即进行躲避，而是在等到红杀兽近身之后，这才开始躲避。本来吴凡以为自己的敏捷够高，红杀兽又已经重伤快要死了，自己完全可以躲避他的攻击，但是吴凡还是小瞧了那红杀兽的能力。在吴凡算好红杀兽速度准备躲避的时候，那红杀兽居然突然加速，这个变化让吴凡措手不及，待吴凡反应的时候却还是慢了一步。砰！吴凡被撞上了腰腹，幸好他反应还算快，躲开了那红杀兽的尖角，只是被他坚硬的脑袋给撞到了，否则的话他现在可能已经被红杀兽给顶了一个对穿。然而就算是这下避开了红杀兽的尖角，但是被他坚硬的脑袋顶上那么一下，吴凡也绝对不好受，整个人如遭重击，身子重重砸在了地上。果然50级的魔兽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哪怕这只魔兽已经重伤，只拥有部分实力，要秒杀自己也不是不可能的，实在是双方的等级差距太大，实力相差太大了。噗呲！在红杀兽一击击飞了吴凡之时，罗月手中的大刀也狠狠地劈中了红杀兽的身体。那红杀兽的注意力都在吴凡的身上，给了罗月机会。而罗月不愧是有当杀手的潜质，果断地抓住机会，用尽力气，手中的大刀狠狠地劈中了红杀兽的脖颈处。好！红杀兽吃痛，疯狂扭动脑袋，罗月并不放手，然反而是顺势爬上了红杀兽的身上，手中死命地握住大刀，让大刀一直扎在红杀兽的脖子上。而这个时候，牛二等人也都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同时攻向红杀兽，树柄大刀同时砍在红杀兽的身上。红杀兽本来就已经千疮百孔的身体，此时更是像一个破布袋一般，到处都是伤口。吴凡也已经挣扎着起来，趁着牛二、罗月等人牵扯红杀兽的机会，再次弯弓搭箭。哪怕有罗月等人在那红杀兽的周围，吴凡的箭矢也准确地击中了红杀兽的身体。红杀兽挣扎晃动的幅度越来越小，最后轰的一声砸在了地上，发出一声闷响。吴凡等人见状，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和踏云虎相斗至重伤的红杀兽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依然是让吴凡等人心悸。众人齐心合力，用出全部实力，这才围攻杀死红杀兽。完全可以想象，如果红杀兽没有受伤，或者受的伤比较轻的话，那么最后的结果就不是众人围杀死红杀兽，而是被红杀兽杀死，甚至是秒杀了。50级的魔兽果然非同一般，等级差距太大，导致实力相差巨大，远不是吴凡他们现在可以匹敌的。不过这50级的魔兽所提供的经验倒是不少。红杀兽临死前的最后一击是由吴凡完成的，在红杀兽死后，吴凡的耳边也再次听到了机械式的提示音，提升他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值。也正是因为这个声音，才让吴凡最终确定红杀兽是真的已经死亡的。可惜另外一只了，如果那踏云虎也是被我杀死，那估计又是不少的经验。吴凡心里有些惋惜的想着。大人小心！就在吴凡惋惜踏云虎死在红杀兽的手中，自己没有能够获得经验的时候，耳边突然响起了罗月急促而担心的声音。吴凡这个时候也陡然地感觉到自己的耳后生风，似乎有一股巨大的危险降临。吴凡想要移动身体进行躲避，不过他的身体似乎被牢牢锁住了一样，居然僵硬的无凡移动。吴凡心中大急，而这个时候，刚刚累得脸色发白的罗月却是已经奋不顾身地扑了过来，跃到了吴凡的身后。砰！吴凡连同罗月两人被狠狠地撞飞了出去。不过袭击者先一步攻击到的罗月，所以吴凡虽然也被击飞，但是情况却是比罗月要好了许多。吴凡和罗月两人重重地落地，
吴凡的身体似乎恢复了自由，他连忙去查看罗月的情况，发现罗月的嘴角全都是血，整个人已经陷入了昏迷，气息微弱。另一边，牛二等人已经从红杀兽的尸体旁边冲了过来，挡在吴凡和罗月的身前。你们保护罗月，他交给我。吴凡对牛二等人说道。而吴凡这个时候也已经看到了袭击他和罗月的凶手，正是他之前以为已经死去的踏云虎。此时的踏云虎虽然也已经受伤，但是明显不像他之前表现出来的那么虚弱。刚刚的他一副快要死的样子，再加上红杀兽袭来，吴凡等人也就没有多关注踏云虎的情况，却不想这畜生居然炸伤，故意表现得那么虚弱，濒死的样子，就是为了麻痹吴凡等人以及红杀兽。不仅吴凡想要坐收渔翁之利，这踏云虎显然也是这样的想法。当吴凡等人费尽力气杀死红杀兽，以为已经没有了危险，从而放松警惕的时候，这个时候作为演员的踏云虎突然杀出，杀了吴凡一个措手不及。如果不是罗月奋不顾身地挡在他的背后的话，那么此时陷入昏迷的就会是吴凡了。甚至吴凡的情况会更惨，因为他当时毫无准备，自己被一只魔兽算计偷袭，这让吴凡非常的生气，再加上踏云虎重伤罗月，这让吴凡更加的气愤。他知道以牛二等人现在的状态不会是踏云虎的对手，毕竟这踏云虎也是50级的魔兽，而且伤势比之前的红杀兽明显要轻，牛二等人上去只能是送去。牛二等人虽然心中担心吴凡，不过吴凡有令，他们也不能不听，于是都退后到罗月的身边，握着大刀警惕地看着踏云虎。吴凡站起来，从罗月的身边离开，一步步走向踏云虎。踏云虎一击击飞了罗月和吴凡，导致罗月重伤昏迷之后，并没有急于攻击，而是悠哉悠哉地看着吴凡等人。在红杀兽死亡之后，他在这里已经没有对手，眼前的这几个人类绝对不是他的对手，他也不用急于杀死这几个人类。为了感谢他们杀死红杀兽，踏云虎不介意让这几个人类多呼吸一会空气。吴凡冷冷地看着踏云虎，从背包中取出一块令牌，接着吴凡的身边就出现了5个魔界战士，目光呆滞，浑身破烂。把你们手中的武器给他们。吴凡对牛二等人说道。牛二等人惊讶地看着这突然出现的5个乞丐，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不过吴凡有命，他们自然照做，连忙将手中的武器扔给这几个乞丐。吴凡命令这5个魔界战士去将武器捡起来，武器在手，这5个魔界战士的气势陡然一变，之前的呆滞木讷现在变得犹如尖刀一般，目光变得凶厉起来。吴凡接着取出一柄红色的令旗，红色战旗，白银级，增加使用者所在队伍攻击力 20%， 最多可作用20人，持续时间半个小时，冷却时间1个小时。顿时一边的牛二等人都感觉到自己体内血气翻涌，觉得自己比之前厉害了不少。牛二等人都有感觉，同样被作用的5个魔界战士实力自然同样是得到了提升。本来一副悠哉悠哉地看着的踏云虎，这个时候表情也变得凝重起来。虽然他同样不知道这些人穿着破破烂烂的人是如何出现的，但是他在这些人的身上感受到了丝丝压力，尤其是他们拿上武器，吴凡拿出令旗之后，这股压力也变得越发明显。好，踏云虎决定不再等待，他不想事情出现任何的变化，怒吼一声之后就朝着吴凡这边杀来。上去，杀死他！踏云虎发动攻击之后，吴凡也对5个魔界战士下达了命令。接到吴凡的命令，5个魔界战士立即反响冲锋，冲上踏云虎。虽然踏云虎气势强大，但是作为召唤生物，这5个魔界战士并不懂得害怕，更何况他们的体内还流淌着魔界的血液，魔界中人本就凶残嗜杀，面对再危险的情况，也只有战死，没有撤退。砰！双方很快就正式接战，仅仅一个照面，一个魔界战士就被踏云虎给撞飞了出去，在空中飞行了5-6米的距离，之后才重重地砸在地上。魔界战士虽然实力普遍比较强，但是那是和人间界的战士相比的，而眼前的踏云虎可是50级的魔兽，体内同样充斥着魔界的气息，而且这踏云虎还是 BOSS 级别的魔兽，实力更强。吴凡这召唤令牌只是青铜级，召唤出来的也只是普通的魔界战士，普通的魔界战士实力虽然不弱，但是和这踏云虎一比就有些差距了，仅仅是一个照面就被撞飞了一个，吴凡对此并不奇怪。咻！在双方接战的时刻，吴凡也没有闲着，手中的剑矢一根接一根的朝着踏云虎而去，速度奇快，角度刁钻。然而踏云虎毕竟是50级的 BOSS， 实力非同一般，虽然是处于受伤状态，但是也不是吴凡这个区5级的小菜鸟能够轻易对付的，所以对于吴凡射来的箭矢，踏云虎一一躲开。看来只有大师级的射术才能够给这种等级的魔兽造成伤害。吴凡一边收起长弓，取出长剑，一边心里想到，射术由高级到大师级，那是一个质的变化，在军队中，只要一个射手花费心思训练，早晚是可以将射术练至高级的，但是想要升至大师级却没有那么容易，除了需要大量的练习之外，还需要天赋以及领悟。而射术天赋就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拥有的了，所以军队中可以找出很多高级攻击手，但是大师级的弓箭手却是相当的稀少，100个高级弓箭手未必能够出一个大师级。由此可见，这个等级的提升是有多难了。其实不仅是射术，其他任何的技能基本都是这样，从初级到高级，只要有足够的练习，不断的积累，都可以达到，区别只在于时间的早晚问题。而大师级则是不用，任何一个技能想要提升到大师级，都是离不开天赋和领悟的，而拥有某方面天赋的人，往往都是这个方面的天才。很显然，不是什么人都能够被称之为天才的。而吴凡显然没有这样的困惑，作为玩家，他有这样的优势，只要熟练度够，不要说大师级了，就是宗师级都没有什么问题，技能在他的面前不存在任何的门槛。
只是能否达到神级，吴凡就不清楚了。毕竟这个世界中都未必有神级技能的存在。很显然，高级的射术跨越那么多等级，去对付一只50级的 BOSS 级别魔兽，显得不够看。当然，也不是说吴凡的几支箭矢就一点作用都没有，至少也起到了干扰的作用。踏云虎忙着躲避吴凡的箭矢，便给了另外4个魔界战士近身攻击的机会。噗呲，噗呲，4把大刀几乎部分先后地砍中了踏云虎的身体，立即给踏云虎带来巨大的伤害。要知道，这4把大刀可都是孙铁匠所打造，锋利、尖锐，都是白银级以上物品，伤害非同一般。同时击中踏云虎，哪怕他是50级的魔兽，所受到的伤害也绝对不会小。好，果然，同时被4把大刀砍中，踏云虎发出一声惨叫，随即愤怒地横扫自己的尾巴，将其中2个魔界战士给扫飞了出去。正在他打算将另外2个魔界战士横扫而出的时候，突然他的尾部被重击，被一柄利刃给击中。他顾不得去继续追杀另外2个魔界战士，连忙掉头，然而却是什么都没有看到，没有人，也没有魔兽。刚刚攻击踏云虎的正是吴凡，吴凡使用的正是土遁术，从里面下面穿梭过去，一下子就到了踏云虎的尾部。踏云虎此时的注意力都在几个魔界战士的身上，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尾部会受到攻击，所以一时不备，被打了一个正着。然而当踏云虎转身想要反击自己身后之人的时候，却是惊愕地发现自己的身后并没有一个人影，似乎并没有人或者魔兽出现一样。就在踏云虎转身的时候，另外2个魔界战士再次对他发起了攻击，锋利的大刀再次的在他的身上留下了巨大的伤口。而另外3个魔界战士虽然之前被踏云虎伤得不轻，然而他们好像不知道疼痛，不知道害怕一样，再次的起来朝着踏云虎杀来。面对这种情况，踏云虎也顾不得去寻找身后之人，连忙转头应付那几个魔界战士。然而他的头才刚刚的调转过去，尾部再次遭受攻击，距离的疼痛感再次席卷他的神经，让他不由自主的转身想要寻找凶手。就在踏云虎刚刚转身寻找凶手的时候，那边5个魔界战士再次对他进行了攻击，5把大刀再次的砍在他的身上，再次给他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好！疼痛难忍的踏云虎再次发出一声吼叫，不过这声吼叫明显和之前有所不同，充满了愤怒和痛疼。踏云虎现在显得异常的狂暴，前后的夹击里，他显得无所适从。当他想要关注前方的时候，后面就会遭到攻击；当他想要看看后方是谁在攻击他的时候，他不仅没有办法看到身后之人，反而还会被身旁之人寻得机会给予重击。所以稍微犹豫一阵之后，踏云虎果断地放弃了寻找身后之人，而是专心地攻击自己身边的5个魔界战士，这就给吴凡很大的攻击机会了。吴凡灵活地运用土遁术，不断地在踏云虎的周边上升、潜伏，配合着5个魔界战士的攻击。而现在踏云虎放弃了对他的寻找，这让吴凡拥有了更多的攻击机会。5个魔界战士在正面攻击，吴凡则是在背后寻找机会进行偷袭。因为5个魔界战士完全的听从吴凡的命令，所以双方配合起来相当的默契，这就让踏云虎感觉到难受了。光活着眼前的5个魔界战士吧，他的背后时常遭到偷袭，如果背身寻找背后的偷袭之人的话，那又会被5个魔界战士给寻得机会予以重击。相比于背后之人，显然眼前的5个魔界战士更容易确定目标，也更容易攻击。然而这5个魔界战士好像就不知道疼，不知道害怕一样，虽然一次次的被击飞，但是他们却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再次的攻击过来，就好像他们没有痛觉神经一样。这让踏云虎非常的恼火，却又没有办法，他明明已经打伤了这几个的魔界战士，然而却是丝毫不能延缓他们的攻击。这5个魔界战士还是不断的围攻过来，让踏云虎疲于应付。而每当这个时候，他的背后总是会遭到袭击。吴凡对于目前的情况很满意，在他的指挥之下，5个魔界战士和他配合的相当好，总能够打得踏云虎疲于应付，让他忙碌不堪。然而这样的情形却是没有能够维持多久，5分钟之后，5个魔界战士化作一道青烟消失不见。面对这个情况，吴凡和踏云虎都是微微一愣，然而双方的感想却是完全不同。吴凡的想法是自己的帮手没了，自己下面要更加困难了，而踏云虎的想法则是这些烦人的家伙终于消失不见，自己终于清静了，也终于是可以安心的对方那个一直在偷袭自己的人了。当然这5分钟，吴凡和5个魔界战士也不是毫无作为的，实际上他们的灵活配合之下，给踏云虎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踏云虎本来就已经被红杀兽击伤，在吴凡和5个魔界战士的配合之下，他的伤势进一步的加重，此时他已经由之前的轻伤变成了现在的重伤。面对这个情况，双方都感觉到鼓舞。踏云虎觉得自己少了5个烦人的敌人，可以安心的对付偷袭之人，哪怕是他现在受了一些伤，也完全可以对付那个偷袭他的人。而吴凡则是觉得踏云虎已经身受重伤，自己再加把劲就可以将踏云虎给击杀。双方都看到了希望，也都不愿意就此放弃，尤其是吴凡，如果他此时放弃的话，那么他以及牛二等人可能都逃不过踏云虎的追杀，他只能拼杀到底。吴凡就像是一只地鼠一样，突然的从踏云虎的各个方向上出现，偷袭踏云虎。而踏云虎也不愧是50级的魔兽，智力比一般的魔兽强多了，他知道吴凡出现的突然，所以就站立在中央不动，以不变应万变，在吴凡出现的那一刻突然攻击吴凡。双方现在比拼的就是反应能力，而很显然才区5级的吴凡显然反应是要慢一些的。如果吴凡的等级再高一些的话，那么他或许可以和踏云虎斗一个旗鼓相当，然而他只有5级，等级太低，这让他的属性也比踏云虎低了不少。
而且在游戏世界中有一个等级压制的说法，等级高的面对等级低的，可以压制对方的实力，让对方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出全部实力。至于能够压制多少，则是要看双方等级上的差距。吴凡和踏云虎之间的等级差距太大，所以吴凡的实力遭受了一定的压制，这让他的反应速度更慢了一些。砰！当吴凡刚从一个地方冒出来的时候，原本站在原地不动的踏云虎突然横扫尾巴，准确的扫中吴凡，将吴凡给直接扫飞了出去。而这个时候，踏云虎也看到了一直在偷袭之人的样子，自然不会轻易的放过，在吴凡落下来之前就冲了过来，想要在吴凡还在空中的时候就继续抽打吴凡，让吴凡没有落地的机会，因为他知道吴凡一旦落地，那么就又会像老鼠一样钻进土里，那样的话他想要击杀吴凡就会更加费时费力。面对这种情况，吴凡也慌张，然而他此时身子还在空中，他刚刚才被踏云虎给抽飞了出去，身子还没有落下，想要改变落点基本是不可能。如果再次被踏云虎给抽中，那么吴凡的伤势可能进一步的加重，到时候他就算是重新回到土里，也未必有能力再次偷袭踏云虎，更何况踏云虎已经知道了他的套路，未必还会给他机会。所以这个时候吴凡只能是使用最后一张底牌了。身在空中的吴凡再次取出一个令牌，这次出现的不是5个魔界战士，而是一辆装甲车。装甲车显然不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这是由吴凡的坐骑令牌变化而来。坐骑令牌的介绍是可以变化任何一款坐骑，而很显然不管是跑车还是装甲车，那都是属于坐骑的范围，毕竟都是给人乘坐的，只是乘坐的环境不一样而已。装甲车的出现很突然，踏云虎显然没有想到空中会突然出现这么一个玩意，也顾不得继续攻击吴凡了，连忙进行躲避。而吴凡正好利用这个时间从空中落下，随后顺利的进入装甲车内。让你见识一番现代武器的威力吧。吴凡在装甲车内自语道。踏云虎一脸警惕，疑惑的看着眼前的这个铁疙瘩，不知道这突然冒出来的东西究竟是个什么玩意。然而他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什么名堂，这东西就是看着庞大，然而在那里半天动都不动一下，犹如一个死物一般。踏云虎感觉自己被戏耍了，自己居然被这么一个东西吓住，真是太丢脸了。愤怒的踏云虎直接朝着这铁疙瘩冲了过去，他要撕碎这个让他丢脸的东西。而此时坐在车内的吴凡则是急得满头冒汗，倒不是吴凡不想动，而是他之前根本就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东西，这种东西显然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随便接触到的，甚至吴凡平时对这方面也没有任何的了解，刚刚只是情急之下脑中灵光一闪才变出这么一个东西。等他进去之后才发现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操作，该怎么攻击，摸索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头绪，所以才会愣在原地那么长时间。砰！踏云虎狠狠扑在了装甲车上，他要将这个呆头呆脑的家伙给撕碎。然而他这凶猛气势十足的一击并没有能够将那个大家伙给撕碎，反倒是将自己的脑袋撞得晕乎乎的，那大家伙还是呆头呆脑的待在原地，这让踏云虎非常的气愤，他直接跳到了车顶，又是嘴咬又是爪子撕，势必要将这大家伙给扯烂。车内的吴凡其实情况也不好受，他这个时候才发现在不会操作的情况下，这车子就如同一个牢笼一般将他自己给困住了，现在真就成了瓮中捉鳖了。而他就是那只被踏云虎捉的鳖。踏云虎的爪子和牙齿非常的犀利，哪怕是以装甲车的防御也被踏云虎给划出一道道印痕。踏云虎巨大而沉重的身体更是摇晃的车内的吴凡晕头转向，费尽了力气才努力的控制住自己的身形。该死的，快点快点，该怎么操作？吴凡在车内急得自言自语，手不断的摸索着车内按钮。终于在装甲车的表面已经被踏云虎撕出一道大大的裂缝的时候，车子突然一动，接着就慢慢的行驶了起来。终于找到了，吴凡瞬间大喜。找到启动方式之后，吴凡立即加速，车子的速度不断的增加。在车顶的踏云虎没有想到车子会启动，而且速度还在不断的增加，所以一个没站稳，直接从车子上掉了下来。不过以他的防御，这么点高的地方掉下来根本就伤不到他，只是刚刚还一直不动的东西现在突然动了，他心里再次警惕起来。吴凡此时已经控制着装甲车掉头，面对着踏云虎，装甲车前方自带的火炮的炮口瞄准了踏云虎。踏云虎此时还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并没有立即躲开，脸上更多的是好奇。砰！一发炮弹冲膛而出，直奔踏云虎而去。踏云虎本能的感觉到了危险，想要进行躲避，然而他距离装甲车实在太近了，此时躲避已经来不及。砰！炮弹准确的击中了踏云虎的身体，巨大的冲击力将踏云虎的身体给直接撞飞了出去，撞到了后面一棵2人合抱粗的大树上之后，才缓缓的落了下来。踏云虎一脸惊恐着看着前方那个大家伙，努力的挣扎着想要起来，然而他的腹部已经被洞穿，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根本就没有力气起身。踏云虎没有想到，那个他看上去呆头呆脑的大家伙居然有如此恐怖的威力，如果早知道如此的话，他就不那么大意，也就不会被击中了。然而现在想这些都已经晚了，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在不断的流逝，很快就垂下了脑袋，躺在地上不动了。而这个时候，吴凡也从装甲车内爬了出来，来到踏云虎的尸体面前，看着踏云虎破烂不堪的身体，也震惊于装甲车的威力。不得不说，这种现代武器的威力的确是要比弓箭、刀剑等冷兵器大多了。以踏云虎50级的实力，吴凡等人的刀剑并不能给他带来太大的伤害，包括那5个魔界战士也一样。众人砍杀了半天，踏云虎依旧生龙活虎的，虽然受伤，但是却也没有致命。而装甲车则是不同，一发炮弹直接要了踏云虎的命，甚至是将他的身体给打烂，
这威力可比刀剑厉害多了。当然，也不是说装甲车就没有弱点，实际上装甲车的弱点还是很明显的。它最大的缺点就是移动速度不够快。踏云虎是因为大意，所以才被一发击中。如果踏云虎知道这东西的厉害，进行躲避的话，那么吴凡可以肯定他是打不中踏云虎的。踏云虎之前受伤，同样也影响了他的反应速度，这才让吴凡一击得手。而且装甲车的防御相对于踏云虎来说还是不行的。吴凡相信，要是他再耽搁一些时间，那踏云虎可能已经将装甲车的车顶给彻底撕烂了。到时候吴凡在车内连逃生躲避的机会都没有。可以说这玩意的优缺点很明显，就看吴凡怎么使用了。通过这次的使用之后，吴凡对于这个看上去很普通的令牌有了很多的想法。本来吴凡只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令牌而已，顶多是帮自己省下了购买坐骑和汽车的钱。然而现在看来却并非如此，运用得当的话，它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既然可以变出装甲车来，那么也同样可以变出防御和火力更强的坦克，可以在空中飞行的战斗机，在海中航行的舰船，甚至是航母。总之，只要可以归纳为坐骑的东西，它都可以变化出来，可以很好的帮助吴凡战斗以及远行，而不仅仅只是当一种普通的交通工具而已。吴凡看着手中已经变回来的令牌，心中越发的火热。这东西虽然没有等级评定，但是在吴凡看来，它的作用不下于一件神器。见到踏云虎被吴凡杀死，牛二等人这才走了过来。之前他们也是想要帮忙的，不过他们也知道，以他们的实力上前和踏云虎战斗的话，非但不能帮助到吴凡，反而还会给吴凡增加麻烦，所以也就留在后方照顾罗月。而吴凡又是召唤魔界战士，又是召唤装甲车的行为，看得牛二等人一愣一愣，不知道吴凡是怎么做到的。不过虽然心中疑惑，但是牛二等人并没有询问吴凡。一来他们是吴凡的亲兵，和吴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吴凡越厉害，他们将来也就越风光。身为亲兵，自然也不能随便的怀疑自己的主人，否则就是一种大不敬。二来这个世界是存在魔兽、魔界这些东西的，那么一些他们没有见过的东西出现，也就没有那么值得惊讶了。更何况他们还都来自农村，在服兵役之前甚至都没有离开过县城的范围，见识能有多少？大人，你太厉害了，那么凶猛的魔兽居然都不是你的对手。牛二上前对吴凡说道。侥幸吧。吴凡见牛二等人并没有询问魔界战士和装甲车的事情，心里也松了一口气。这种等级的魔兽不是我们现在所能够对付的，这次是运气好，下次再碰到可就未必有这样的运气了。吴凡自己心里清楚，这次之所以能够杀死两只魔兽，的确是有幸运的成分在里面。一来两只魔兽本来就已经拼得受伤，二来踏云虎明显比较拖大，这才给了他机会，不然就算是吴凡幻化出装甲车，也未必能够杀死踏云虎。果然好奇心害死猫，如果不是他们之前好奇这里发生的事情，再加上心里那一丢丢的贪心，他们也不会面临这样的危险。在实力真正强大起来之前，这种好奇心还是不要有的好，不然的话真的会害死他们。当然一番险死还生的战斗下来，吴凡的收获还是巨大的。两只50级魔兽给吴凡贡献了大量的经验，让刚刚升级的吴凡再次升级，而且还是一次连升3级，现在已经达到8级，自身的属性再次增加，实力再次增强。除了经验值之外，这两只魔兽的牙齿、爪子、肉等等材料也可以给吴凡赚取不少的钱财。这毕竟是50级的 BOSS 级的魔兽，相当的罕见，一般人就算是遇到了也根本杀不死，他们的材料自然也就显得很值钱。可惜的是，这两只魔兽浑身都被打得破破烂烂，他们的皮算是废了，没有用，不然的话又可以赚一大笔钱。当然真正让吴凡在意的是他们死后爆出来的装备，两只魔兽一共给吴凡爆了3件装备，不算多，毕竟他们可都是 BOSS 级的魔兽，两只才爆出3件装备，爆率实在太低。不过让吴凡满意的是，这3件装备都非常的不错。召唤令牌青铜级，可以召唤5个魔兽为自己战斗，魔兽等级为玩家等级加10，持续时间5分钟，冷却时间2个小时。虎纹枪暗金级，长枪类武器，攻击加350，敏捷加50，力量加80，攻速增加正 15%， 附带技能嗜血，攻击时可以将攻击伤害的 15% 转化为自身血量。附带技能枪影，瞬间幻化出无数枪影，同时攻击敌人，要求等级30级。红纱甲暗金级，护甲，防御加250，力量加50，体质加100，自身血量正 10%。附带技能铜墙铁壁，1分钟内防御翻倍，血量翻倍。附带技能麻痹，被动技能被攻击时可以麻痹敌人，要求等级30级。3件装备看得吴凡心中激动不已。召唤令牌就不说了，虽然只是青铜级的装备，看似很垃圾，然而已经有了一个召唤令牌的吴凡，自然是知道这种令牌的价值绝对不是普通的青铜装备所可以比的。而且这个召唤令牌召唤出来的魔兽等级还能够跟着自身等级变化，自己越强，召唤出来的魔兽等级就越高，实力越强，这算是一种变相的升级了。至于后面2件暗金级的装备，那属性增加的让吴凡非常的眼热，比自己身上现在穿的黄金级的装备要高出不少，完全就是2个层次的东西。而且这2件装备全部都附带技能，并且每件装备都附带2个技能，一共4个技能，全部都是非常实用的技能，吴凡恨不得现在就给穿戴上。可是坑爹啊！吴凡心中惨叫，为什么有等级要求？虽然是30级，不是那2只魔兽的50级，但是30级也很高了好不好？自己现在才8级，什么时候才能够升到30级？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呀！
这是吴凡第一次遇到有等级需求的装备，之前的装备都没有等级限制，他随时可以穿戴，这让他对升级不是很热衷。而现在，他终于是吃到了等级低的亏，眼看着2件极品装备放在眼前，却是不能使用，这种感觉非常的让人难受。叮！就在吴凡懊恼自己之前没有好好升级的时候，自己的耳边居然再次出现了一声机械式的声音。吴凡微微一愣，这个时候有这个声音响起，是有什么事？吴凡连忙竖起耳朵倾听。叮！检测到背包中有2件可以融合的装备，是否融合？可以融合的装备。吴凡看向自己的背包页面，难道是他们？吴凡的目光看向了那2块召唤令牌，这2块牌子的名字都是一样的，等级也相同。如果说有哪2件装备可以融合的话，那应该就是他们了。只是融合了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而且这个融合有没有可能会失败？一旦失败，这2块令牌会不会消失？吴凡的心中有很多的疑惑。然而吴凡在心中将这些疑惑问出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得到任何的回答，耳边响起的依然是那句是否融合，至于融合后的效果，融合过程中有没有失败的可能，则全都没有说。这破玩意也不说清楚，就这么没头没脑的一句，这不坑人吗？吴凡心中不满地嘀咕道。吴凡的心里是犹豫的，根据他以往玩游戏的经验，这种融合出来的物品肯定是要比之前的物品属性更好的，不过相对应的，融合的过程中也是有失败的可能。那么这个世界会不会也是一样呢？不管了，赌一把。犹豫一番之后，吴凡还是选择赌一把，要真是融合失败了，大不了自己以后再想办法获取就是了。这种令牌，吴凡现在已经大概知道怎么才能够爆出了。融合。下一秒，吴凡背包中的那2块令牌发出一阵淡淡的青光，随后2个令牌飞到了一起。果然是这2个令牌。吴凡目不转睛地盯着2块令牌，默默地自语道。当然，这样的场景，牛二等人是看不到的。很快，2块令牌就融合完毕，一块新的令牌出现在吴凡的背包中。召唤令牌，白银级，可以召唤10个魔界战士和10个魔兽，魔兽等级为玩家等级加15，为自己战斗，可以同时召唤这2种生物，也可以选择召唤其中之一，持续时间10分钟，冷却时间2个小时。吴凡看到新令牌的属性，顿时大喜，果然效果变强了。召唤令牌的等级从青铜级提升到了白银级，召唤数量和召唤时间同时都有所增加，而魔兽的实力也比之前更强。看到这样的介绍，吴凡心中颇为满意，不枉自己赌一把，果然是赌对了。大人，大人！牛二的声音在吴凡的耳边响起。吴凡疑惑地看向对方。大人，我们要不要回去？罗月小姐的伤，牛二问道。啪！吴凡狠狠给自己一个巴掌，自己刚刚居然光顾着检查这次的收获，没去看看罗月的伤势。罗月可是为了他才受伤的，如果不是罗月的话，现在躺在地上的人就是吴凡了。而没有吴凡的各种底牌，那么他们这个小队可能就会全军覆没了，吴凡自己也会死。吴凡的动作吓了牛二等人一跳，他们不明白吴凡为什么会这样做。吴凡为自己的行为愧疚，感激罗月奋不顾身的为自己抵挡危险，但是在牛二等人看来，罗月的那么做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或者值得让吴凡感激的地方。他们身为吴凡的亲兵和下人，本来就应该帮吴凡抵挡危险，这是他们的本职，哪怕是因此而死，他们也不会后悔，这都是他们应该做的。走，快回去！立即回去！吴凡上前一把抱起罗月，头也不回地往外走去。这个时候，他也顾不得继续猎杀魔兽，顾不得地上那些材料了，救治罗月要紧。牛二等人则是迅速地收拾了一下现场，将吴凡分解出来的材料都给打包带走。吴凡可以不在意这些，他们则是不能不管不问。众人很快就回到了隐者村，吴凡带着罗月直奔李药师的住处。李师傅在吗？快出来救人！有人有危险！吴凡一到那里就大声地叫了起来。我在呢。李药师走了出来，看到吴凡怀中的罗月，便说道：将人带进来吧。吴凡不敢耽搁，连忙将罗月抱进李药师的家里，在病床上放下。他是怎么受伤的？李药师一边检查罗月的伤势，一边问吴凡道，神色不紧不慢。吴凡连忙将之前森林里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哦，你们杀死了踏云虎？李药师转过头，惊讶地看向吴凡。是啊，不过李师傅，咱们现在能不能先不聊这个？救人要紧，救完人你想要知道什么，我一一的和你说。黄蜂说道。救人，我自然不会耽搁。李药师说道。你也不用太过担心，他受伤虽然不轻，但是也没有生命危险。听到罗月没有生命危险，吴凡松了一口气。罗月是原住民，和他可不同。罗月要是真出了什么意外，那可就真的死了。那样的话，吴凡会内疚一辈子的。既然你们杀了踏云虎，那他身上的虎胆和虎骨有没有带回来？李药师问道。带了，都带回来了。吴凡说道。他之前看到牛二等人的动作，所以知道他们将那些材料都带回来了。这2样东西都是炼药的好材料，你炼药术等级还低，用了也是浪费，卖给我如何？李药师问道。行，没问题，只要叫好罗月，送给你都行。吴凡说道。李药师点点头，不再说话，取来银针，帮罗月进行针灸。吴凡看着那一根根银针，心里紧张的不行。不过李药师却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这针灸之术玄妙无比，等你完成我交代给你的任务，这些东西我都会教你。李药师一边针灸一边说道。是，李师傅，咱针灸的时候能不能不说话？万一扎错了怎么办？吴凡紧张地说道。还用你教我？李药师瞪了吴凡一眼。吴凡缩了缩脖子，也不敢顶嘴。李药师的动作轻盈熟练，
很快就帮罗月完成针灸。好了，让他在这里躺一会，我们先出去看看我要的材料。李药师完成针灸之后，对吴凡说道。吴凡看了看罗月，点了点头，跟着李药师走出门。牛二等人都在门外等候，见吴凡出来，连忙看了过来。牛二将踏云虎的虎胆和虎骨都取出来，交给李师傅。吴凡对牛二说道。牛二点点头，从材料中取出吴凡要的东西。虎胆只有1颗，但是虎骨确实有很多。那踏云虎的体积很大，骨头不少，不愧是踏云虎身上的东西，这果然是极品。李药师看着虎胆和虎骨说道：“师傅，这2样东西，您要是喜欢的话，就都送给您了，就当是罗月的诊金。”吴凡对李药师说道：“你舍得？这2样东西可都是能卖不少钱的。”李药师看向吴凡说道：“当然舍得。”吴凡说道。李药师看了看吴凡，说道：“那我就不客气了，我的确很喜欢这2样东西。”李药师收了虎胆以及部分虎骨，倒是真没有和吴凡客气。吴凡自己也不是很在意，一来这些东西就当罗月的诊金，二来李药师也是他的师傅，孝敬一番也是应该。而且李药师他们之前从自己这里买东西，在价格上都很照顾，吴凡送一点东西给李药师也属正常。这虎骨是好东西，如果可以的话，你先别卖，等你以后炼药术等级提升了，倒是可以用它们来炼药。李药师对吴凡说道。我知道了。吴凡点头道。既然李药师特意叮嘱，想来这虎骨的确不是一般的东西，吴凡倒是可以先收藏起来。半个小时之后，罗月清醒了过来，整个人看上去虽然还比较虚弱，不过相比之前气息微弱的状态已经好了许多。见此，吴凡才算真正的放下心来。而这时罗阳也从县城回来了，除了带回来材料所卖的钱之外，他还从那里带回来一些信息。大人，县城周围多了好多的流民。罗阳对吴凡说道。流民？为什么在县城周围没有进城吗？吴凡问道。县令大人不允许他们进城，那些流民都在城外搭建简陋营地，我看到有很多人在吃野菜树叶，真惨。罗阳说道。清远县城外看到的场景让罗阳想起了自己和姐姐当初食不果腹，数天都吃不上一口饭的日子，幸好他们遇到了吴凡，否则的话他们现在不是被饿死，就是那些流民中的一员。吴凡点点头，然而对吕冰说道：从明天开始，吕冰你和罗阳一起去县城，确保罗阳和货物的安全，另外让城内大宅那边的唐三负责收集相关情报，一旦县城那边有什么情况发生，要立即通知这里。县城流民增多，吴凡意识到朝廷的情况正在进一步的恶化，说实话，朝廷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清远县城会不会有事，吴凡都不关心，他只关心自己的这1亩3分地。隐者村是吴凡的大本营，他不希望这里发生任何的意外，而隐者村距离清远县城又不算太远，一旦清远县城出现什么状况，隐者村这边很有可能会受到波及，所以吴凡需要提前防备。至于让吕冰跟着罗阳一起前往县城，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前往县城的路上，如果只有魔兽的话，罗阳小心避让，还不会有太大危险。但是现在县城那边流民增多，那么就有可能有其他的状况发生。要知道，人饿极了，可是什么事都能够做出来的。吴凡不希望罗阳有危险，也不希望自己的货物被劫。吕冰为人成熟稳重，让他和罗阳一起搭档，罗阳以及货物都会安全很多。还有罗阳和吕冰，你们2人去县城卖完货物之后，不用急着回来，可以到城外的流民们居住的地方转转，熟悉一下那里的情况。遇到一些老实的人或者有手艺的人，可以将他们带回村子里来雇佣或者直接买，都可以。吴凡、罗阳和吕冰说道。不管是隐者村的建设，还是吴凡自己那些产业的开发，他都需要大量的人手，仅靠他们这些人显然是不行的。而现在清远县城那里有很多流民，这就给了吴凡很大的机会。这些人没有吃的，没有住的地方，让他们来隐者村，不会花费太大的代价，而且也会更有归属感。大宅那边也让孙亮招收一些身体强壮的人作为护院，注意控制人数，不要让县令误会。吴凡继续说道。出于安全的考虑，很多大户人家都是有护院的，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不过如果护院的数量过多的话，可能会引起误会，尤其是现在这个敏感时期，吴凡只是为了保护大宅那边的安全，并不想惹什么麻烦。罗阳和吕冰2人点头，将吴凡交代的事情都给一一记下。安排好这些事情之后，罗阳才去看望自己的姐姐。虽然他的心里早就想去了，但是吴凡是他们的主人，地位上来说比他的姐姐都要高。你们先去训练，我去村长家走一趟。吴凡对牛二等人说道。老村长此时依然是在自己家门口悠哉悠哉晒着太阳，似乎对于外界的事情没有丝毫的关心。印象中，吴凡每次见到老村长基本都是这样的状态。你来了，任务完成了。老村长看到吴凡前来，开口问道。还差一点点，我明天就能完成。吴凡说道。我今天来是有其他的事情。什么事？老村长问道。我的人从县城那里带回来一些消息，我觉得为了村子的安全着想，有必要和村长爷爷您说一下。吴凡说道。老村长静静地看着吴凡，等待他的下文。吴凡将罗阳带回来的消息说了一下，老村长听完之后点头说道。形势不容乐观啊。是啊。吴凡说道。我们村子距离县城不算远，一旦县城那里出现什么状况，我们这里可能也会受到波及，甚至那些流民们在县城找不到吃的，也有可能四处乱窜。能安抚下来还好，一旦安抚不住，那我们村子可能会遭殃。那你是什么想法？老村长问道。魔兽的威胁就已经够让老村长头疼的话，如果再来一些流民，甚至是起义军的话，那他们隐者村就真的惨了。我是这样想的。吴凡说道。我们需要先建立一些防御措施，防患于未然，就算是那些流民们不来，防一防魔兽也是可以的。
老村长点头，具体的，你想怎么做？我想要在村子的外面建一道城墙。吴凡说道。另外，村子的外围还要挖一些陷阱。建城墙？老村长一惊，直起身子看向吴凡说道。你知道建城墙需要多少钱吗？就是把我们村子里所有人的积蓄都给掏空，也建不了像县城那样的城墙。清远县城的城墙其实并不算高大，毕竟它只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县城而已。然而，就算是这样，它的城墙也是造价不菲的，绝对不是隐者村这样小村子所能够承受得起的。我知道。吴凡点头道。我没想过让村里的人出钱，这个钱我出。你出？老村长先是惊讶地看着吴凡，随后惊讶的表情慢慢变成了鄙视。你欠村里的钱还没还，还有钱建城墙？吴凡老脸一红，那钱我很快就能还上，而且这不是还没有到时间的吗？至于建城墙的钱，我会想办法，我这也是为了村子的安全着想，身为村子里的一员，哪怕是没有钱，我也想要为村子出一份力，保一份太平。看着大义凛然的吴凡，老村长的脸上则是满满的怀疑。你真有这么好心？当然。吴凡说道。我还能图什么？钱又不要村里出。老村长想想，吴凡提议建城墙，钱也由吴凡自己出，好像他们村子的确是没有什么损失。既然这样的话，那村子的城墙就交给你去建吧。老村长想了想说道。又不用村子出钱，而且还可以建城墙保护村子的安全，怎么想他们村子都吃亏，他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去拒绝。行，建城墙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吴凡拍着胸脯说道。不过建城墙的钱由我出，咱们村子是不是也该给我一些援助？老村长一副你狐狸尾巴露出来的表情看着吴凡，就知道你小子没有那么好心。说吧，你想要什么援助？其实我也要求也不多。吴凡说道。就是建城墙所需要的矿石、木材、泥土等材料，是不是可以用村子前面的那些资源？另外，光靠我们民兵队那点人肯定是不行，就是建一辈子也建不起来城墙。我打算从县城那里弄一些人来，以后咱们村子可能就要比之前热闹多了。希望村长您老人家能够允许他们住在这里。还有就是，老村长您可以不可以教其中一些人建筑方面的一些知识？这样的话，可以让城墙建得更快，也更加牢固。你这要求还不多？老村长再次鄙视地看着吴凡道。就一点点，真就一点点，和建设城墙的费用比起来，这都不算什么，对吧？吴凡笑呵呵地说道。合着材料都用村里的资源，你后山上的资源是一点也不舍得用，建城墙，你只需要出一个人工费就可以了。老村长说道。人工费也很多的好吧？那么多人，不管是买还是雇佣，都是一大笔费用。吴凡说道。老村长想想也有道理，而且村子前面的那些树木、废矿留在那里，他们也用不着。城墙建好了，村子就更加安全了，这对他们也有好处。至于教授其中一些人建筑方面的知识，那完全就是顺手为之，也不需要他浪费太多精力。行吧，你的这些要求我都答应了。老村长说道。那就谢谢村长您了。吴凡高兴地说道。建城墙，吴凡是为村子的安全考虑，更是为自己后山上的资源考虑，那可是他现实中发展的根本所在，他不可能不重视，哪怕是投入再多，他也会去做的。而拿这一点去和村长谈判，省去了自己材料费用，只要出人工费。不过这个人工费其实并不需要多少钱，就像罗阳之前说的，县城附近的那些流民，只要给他们一口吃的，他们什么苦力活都愿意干，甚至是买下他们也不需要花费多少钱。而这些劳动力除了可以建筑城墙外，还可以帮助吴凡种地、砍树等等。算起来，吴凡其实相当于没有什么投入，就给自己的产业上了一道保险。而且吴凡还可以从这些人里挑选一些强壮的人出来，加入自己的民兵队，增强自己的实力。所以整件事算下来，吴凡是赚的。也因此，在得到老村长的同意之后，吴凡心满意足地离开了。看着吴凡远去的背影，老村长的脸上同样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件事里，村子里不仅没有任何的损失，反而是大赚。村子前面的森林和废矿留在那里，对于他们村子而言也并没有什么用。利用这些他们用不上的资源，给自己的存在换来一座城墙，村民们的安全得到了保证，这笔买卖很划算。另外，吴凡想要弄一些人进村子，对于村子而言也是好事。人多了总是要消费的，而他们村子的村民们可都是宗师级的人物，做出来的东西能差？到时候光是卖东西又可以大赚一笔。所以这件事对于双方而言其实是双赢的结果。当然，建设城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哪怕吴凡是玩家有优待，城墙的建设也是需要时间的。城墙的事情在工人们赶来之前暂时还没有办法开始，所以吴凡的重心还是在升级上，只有等级高了，他的实力也才能增加。那2件30级的装备，吴凡可是很眼热的。回到现实之后，除了忙餐厅的事情之外，吴凡下午没有时间去射箭俱乐部练习剑术，而是去了赵亚楠那边。之前吴凡送过去的那批木材已经经过了初步的处理，现在已经送到家具厂那边了。吴凡之前就说过想要去家具厂看看，而且还准备教一教那里的大师傅们手艺。虽然赵亚楠不相信吴凡20多岁的年纪就拥有大师级的水平，但是对于吴凡要去家具厂看看的要求，自然是不会拒绝。所有的木头都已经运过来了，工人们已经开始着手打造。按照你的要求，这2天我又招了一批人进来。赵亚楠带着吴凡来到家具厂，一边往里走，一边给吴凡介绍家具厂的情况。不过那些手艺好的大师傅则是比较难招聘，那是各个家具厂的宝贝，招聘那样的人才不但需要时间，还需要支付很高的费用。那就不用招聘新的大师傅的，就用厂里本来的师傅们自己进行培养。吴凡说道。
我来教他们，保证不比其他的那些大师傅们差。师傅们都等着呢。赵亚楠笑道：“我今天也准备开开眼界。”赵亚楠这话多半是玩笑话，他还是不太相信吴凡会打造家具的事情。吴凡笑笑，也不说话。很快，两人进入场内。此时，场内的员工不少，都在各自的忙碌。赵亚楠虽然得到了吴凡木材上的支援，但是因为订单交货期越来越近，所以他的时间是很紧的，不敢有丝毫耽搁。各位，这位就是我们家具厂的老板吴凡。赵亚楠叫来几个主要负责的大师傅，向他们介绍吴凡。这几位大师傅之前也听赵亚楠说过，家具厂来了新的老板，只是他们没有想到新老板居然如此的年轻，估计又是一个富二代。众人心中猜测道，不过表面上对吴凡则是很恭敬。吴老板今天过来，除了来看看厂子的情况外，还准备教大家手艺，大家待会都看仔细一些。赵亚楠对众人说道。啥？教我们手艺？几个大师傅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吴凡看着比他们都年轻多了，就算是他有闲情逸致去研究木工，能有他们精通？赵老板，您刚刚是不是说错了？是想要让我们给吴老板展示手艺吧？一个年纪在30多将近40的师傅问吴凡道。这师傅是厂子里的老人，名叫陆荣华，在这个厂子的老板还是赵亚楠父亲的时候，他就已经来了，绝对的老资格，而且手艺也是几个大师傅中最好的。陆师傅，我刚刚没说错，我不是让你们向吴老板展示手艺，是想让你们向吴老板学习手艺。赵亚楠说道。他年纪和我儿子差不多大，能有什么手艺？陆荣华直接说道。他是厂子里的老人，地位比较高，再加上他们这种手艺人多少有点傲气。此时听赵亚楠这么说，心里接受不了。在陆荣华想来，吴凡平时或许喜欢敲敲打打，弄些小玩意，买下这个家具厂，说不定也是觉得好玩，方便自己打造小玩意，真手艺是不可能有的。这一瞬间，陆荣华甚至有了从这里离职的念头。有这样一个好玩胡闹的老板，这个家具厂的前景非常灰暗。陆师傅，有没有手艺可不是从年龄上来看的。吴凡微微笑着说道，对于陆荣华的态度并不捉恼。年龄的确不能决定手艺高低，但是吴老板，你年纪太轻，应该刚毕业不久吧？就算你是天才，也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拥有极高的工匠手艺。因为有了离职的念头，陆荣华说话更加直接了。吴凡阻止了准备说话的赵亚楠，对陆荣华说道，我们在这边光说也没用，手艺人终究还是要靠手艺说话，不如我们先看看陆师傅的手艺。行。陆荣华对于吴凡的这句话还是颇为认可的，他也信奉以手艺说话。众人来到一个衣柜的前面，这张衣柜已经完成大半，正是赵亚楠那个订单上的一件。这是陆师傅你打造的？吴凡一边看着衣柜一边问道。不错。陆荣华脸上带着自信的神采说道。陆荣华对自己的手艺有信心，他从事这一行已经多年，虽然比不上一些大的家具厂里的那些知名大师傅，但是他的手艺还是不差的，在这一行里混饭吃绝对没有问题，而且待遇也不会太差，这也是他敢于顶撞吴凡，甚至有从这里离职念头的原因。他并不害怕自己从这里离开之后会找不到工作。手艺还行。吴凡漫不经心地说道。还行。现场众人微微一愣，就是赵亚楠也是如此。众人都看出来了，吴凡这还行2个字说的有些勉强，或许还是看在陆师傅是工厂老人的份上才会这么说的，否则的话他的评价会更低。要知道陆荣华已经他们家具厂手艺最好的师傅了，然而就算是这样，在吴凡那里也仅仅是得到还行这2个字的评价，那其他人呢？或许他们打造的东西根本就入不了吴凡的法眼吧。一瞬间，除了赵亚楠外，其他人都对吴凡心有不满。不知道吴老板觉得我这衣柜哪里不够好？陆荣华脸上带着怒气质问道。被自己眼中一个不懂行的小年轻如此的评价，陆荣华觉得自己的手艺受到了侮辱。反正已经有了离开的打算，他也就不在乎对吴凡说话的语气了。表面看上去这衣柜挺不错，甚至他能够达到绝大多数人的要求，让他们感觉到满意，但是在我的眼中他还不够好，充满了工业气息。吴凡淡淡的说道。工业气息？如果是普通的木材打造出这样的家具也还算合格，但是这批木材可都是上好的木材，其中不乏紫檀木这样的珍品木材，只打造出这样的家具来，属实有些浪费。吴凡继续说道。而且我之前和赵老板也说过，我们家具厂要走就走高端定制路线，这样的产品你们觉得他们在高端市场上能有多大的竞争力？众人都变成了沉默。自己的手艺自己心中清楚，他们虽然都有些手艺，但是仅凭他们的实力想要到高端市场上去闯一闯，着实有些费力。吴老板要求这么高，刚刚又说要教我们手艺，不知道能不能现场演示一番？陆荣华不服气地说道。当然可以。吴凡笑道，我今天来就是要教教你们手艺的，自然要给你们好好演示演示。说着，吴凡从旁边拿起工具，走到一根经过初步处理的木头旁边，开始处理这根原木。赵亚楠以及陆荣华等人则是在一边看着，周围一些工人也都好奇地看了过来。赵亚楠也并未阻止，他的心里此时也同样是在好奇，吴凡到底会不会打造家具，打造家具的手艺究竟如何？在众人的注视下，吴凡快速动作着，只是看了1-2分钟，陆荣华等人就已经收起了心中对于吴凡那份轻视。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吴凡只是简单将木材分段打磨表面的动作，陆荣华等人就能够看出吴凡的手底绝对是有活的，那精湛熟练的手法绝对不是一个生手所能够做到，哪怕他们这些在这一行干了几年几十年的老人，也不敢说在手法上超过吴凡。赵亚楠在心里同样是对吴凡刮目相看，
他接手家具厂已经有段时间了，对这一行多少有些了解。他同样是看出了吴凡手艺的不俗。本来吴凡说他精通家具打造，赵亚楠以为吴凡是在开玩笑，然而现在赵亚楠却是对自己的想法有些动摇了。虽然目前吴凡还只是在经过木头的处理，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家具打造阶段，然而就是这前期的准备工作就能够看出吴凡对于这一行绝对不是小白。众人还没有看到吴凡打造的家具是什么样子，但是仅仅是看吴凡目前的动作手法，就能够看出他多少有些手艺。对于吴凡后面的动作，他们的心里多少带了一些期待。吴凡并没有理会赵亚楠等人的目光，他此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吴凡之前之所以敢和赵亚楠说自己精通家具打造，那可不是吹牛，他本身就从老村长那里习得了高级木匠技能，身上佩戴的白鹤玉佩则是将他的木匠技能提升到了大师级。大师级的木匠在游戏世界中都已经可以在木匠行业中大放异彩了，就更不用说等级明显比游戏世界要低的现实世界了。像刘一刀那种只摸到高级厨师门槛的人，都已经在厨师界小有名气，可见现实之中生活技能等级普遍不是很高。所以吴凡大师级的木匠技能在现实中是绝对够用的，甚至要远远超过这个行业内的绝大多数人。就比如这个家具厂中实力最强的陆荣华，也不过是刚刚达到中级木匠的水准，比吴凡的能力要差远了。所以吴凡说自己能够教授陆荣华等人，一点都没有夸张。很快，一个长长木条被吴凡打磨出来，木条表面光滑，头部有一个小小的凹槽。众人不知道吴凡这是在做什么，猜测应该是某个家具的零部件，因为吴凡在认真继续打磨，所以众人也就不好多问。一直到半个小时之后，陆荣华脸上的表情越来越震惊，最后人忍不住叫了出来：“我知道了。”众人都被陆荣华的反应给吓了一跳，就是吴凡也看了过来。陆荣华既尴尬又激动，看到众人都在看向自己，他说道：“我知道吴老板在做什么了，他在做榫卯家具。”榫卯家具？众人恍然，难怪刚刚见吴凡做出来的东西那么眼熟，却是一时间没有能够想起来。作为在这一行混饭吃的师傅，他们对于榫卯结构自然是了解的，之前没有看出来，也只是没有想到吴凡会选择做榫卯家具而已。榫卯结构在古代很常见，但是现代却是比较少见。现在的家具打造基本都会使用胶、钉子、五金件等，这样打造的家具速度快，生产成本低。纯榫卯结构的家具时间成本很高，造价自然不菲，只有高端家具市场才会出现榫卯结构的家具。赵亚楠的这个家具厂之前走的可不是高端路线，所以众人之前没有想到吴凡会出现在榫卯结构。怪不得吴凡说要走高端定制路线呢，原来他懂榫卯家具打造。榫卯家具，陆荣华自己多少也会一点，但是却并不精通。实际上，在家具打造这一行，现在精通这个手艺的人已经很少了。而榫卯结构的打造，也是评定一个木匠手艺的标准，只有那些真正的经验丰富的大师傅，才真正精通这门手艺。吴凡精通吗？只看吴凡的年纪，似乎根本就不可能精通这门手艺。然而，陆荣华却并不这么认为，这也是他刚刚表现激动的原因。榫卯结构的打造，对于木工的技艺要求是很高的，一个工艺精湛的木工，做一组纵角榫就需要半天的时间，而这样一个木工的工资在2万以上。而吴凡刚刚做了一组纵角榫，只用了半个小时不到。也就是说，单就这方面来看，吴凡的手艺比一个月薪2万以上的木工要更好，而且要好很多。陆师傅看出来了。吴凡笑了笑说道：“不错，我的确是在做榫卯结构的家具，而且是纯榫卯结构。纯榫卯结构就是整个家具全部拼接而成，不使用一个钉子、一点胶水、一个五金件，这对于木工的手艺要求更高。吴老板，你真的能做到吗？”陆荣华小心翼翼地问道，心里对于吴凡已经没有了之前的轻视和敌视，仅凭吴凡刚刚半个多小时所做的活，就完全可以当他的师傅。至少在榫卯结构方面，陆荣华自知不如吴凡，所以陆荣华现在这么问，不是在怀疑吴凡，而是带着些许期盼。当然，吴凡自信地说道：“做不了的话，我今天也不会来这里，你们耐心看着就是。”好，我一定耐心，认真的看着，绝对不眨眼。陆荣华连忙说道。对吴凡，他现在是佩服不已。其他人也是一样，本来赵亚楠让他们跟着吴凡学手艺，他们都觉得赵亚楠和吴凡是在胡闹，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侮辱他们的手艺。而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没有了这样的想法，全部都和陆荣华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吴凡看，不露过一丝一毫。赵亚楠看到这一幕，也在心中感慨，他同样是没有想到吴凡居然真的会打造家具，而且手艺还那么好，一下子就征服了陆荣华等人。要知道，这些师傅们因为都是手艺人，平时身上多少带傲气的，而现在他们却是已经完全的被吴凡给征服了。这让赵亚楠对于吴凡最后做出来的家具多了很多的期盼，不知道他会做出一个什么来。好了，2个多小时之后，吴凡终于开口道：“好了。”众人看着吴凡脚边的一堆大小不一的木材零件，依然不知道吴凡想要做什么。下面就到了组装的时刻。吴凡一边将各个零部件拿起来开始组装，一边自语道。随着吴凡的不断拼装，众人很快就明白吴凡所做东西是什么了。圆椅。吴凡做的是一张圆椅，纯实木打造，纯榫卯结构。吴老板，你不用图纸的吗？那你怎么做到记住部件位置的？陆荣华问道。吴凡做这张椅子的时候，并不是做一个拼一个，而是将所有的零部件都做好之后，才进行最后的拼装。而榫卯结果和现代工艺又不同，它需要更加精细，一旦2个零部件的尺寸对不上，那就必须要进行重新打造，而不像现代工艺那样不合适的还可以修修补补。所以明显吴凡这个要求更高，不能出丝毫的差错。
都记在这里了。吴凡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道，不要说一张原椅，哪怕是设计整个房间的家具，我也不需要任何的图纸。吴凡说的自信，甚至是有些自大。如果是之前的话，陆荣华等人肯定都会觉得吴凡是在说大话，而现在则是不同，因为一张原椅就在他们的眼前被打造出来，吴凡已经用自己的手艺证明了，他是真的有这个实力的。好了，大功告成。吴凡组装完成最后一个部件之后，站起来拍拍手说道，过来试试。我来。赵亚楠兴致勃勃地走过来，在椅子上坐下。怎样？吴凡问道。不错，很不错。赵亚楠由衷地说道，稳定、舒适、美观。吴老板，对不起。这个时候，陆荣华突然对吴凡道歉道，我之前不该那么说话，不该怀疑你的手艺，事实证明，你的手艺比我们强多了，是我们孤陋寡闻了。打造原椅，他们都会，然而利用榫卯结构打造一张原椅，他们就会很困难，而且就算是打造出来的话，也绝对会用时很多。就吴凡打造的这张，没有一个星球，他们打造不出来，而且做出来绝对没有吴凡做得好。所以吴凡已经有自己的手艺证明了，他的实力的确是比自己等人要强，也绝对是有资格教授自己等人。没事。吴凡不在意的摆摆手道，我没那么小气。吴凡看向众人说道，榫卯结构，你们都知道，那是我们国家特有的工艺创造，用这种方式打造出来的家具已经不仅仅是家具，而是一件工艺品、艺术品。这种结构到了现在用的已经少了很多，不过在家具市场上却依然深受欢迎，尤其高端家具市场上更是如此。所以我打算我们家具厂以后就以此而招牌，从高端路线。可是我们这里除了吴老板，我们都不是很擅长这个。陆荣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他当然知道由实木打造的榫卯家具一直在高端家具市场上深受欢迎，但是奈何他们没有那么好的手艺，再眼热也没用。放心，我会教你们的。吴凡笑着说道，不过在那之前，我需要你们和厂里重新签订一份合同，我不希望交出来的人跑到我的那些竞争对手们中去。当然新合同我也不会亏待你们，你们可以先考虑考虑。不用考虑，我签。吴凡刚说完，陆荣华就直接开口道。之前陆荣华觉得吴凡是在胡闹，觉得这个厂子没有前景，还想过要从这里离职，然而只是短短的时间，在见识了吴凡的手艺之后，他便立即改变了主意。现在吴凡说要签订新合同，他想都没想就直接答应了。他知道新合同肯定比之前多了很多限制，以后很难跳槽，不过他并不在乎，他在这里待遇不错，又有感情，现在又能够和吴凡学习榫卯结构的打造，他对于这些已经非常的满足了，丝毫没有了要离开的想法。其他人见陆荣华答应的这么爽快，稍微犹豫了一下之后，也都答应了下来。就像陆荣华所想的那样，这里待遇不错，现在换了新老板，更是雄心勃勃，而且还能够进一步的提高自己的手艺，换个地方可就没有这样的好事了。很好。吴凡对于陆荣华等人的反应很满意，你们以后会为今天的决定而骄傲的。吴凡这可不是在吹牛，他拥有大师级的木匠水平，以后还有很大希望提升到宗师级。在他的教导下，陆荣华等人只要肯学，以后的能力绝对不会差的，在整个木匠行业大放异彩，并非什么不可能的事情。等你们完成了赵老板手中的这个订单，我就开始教授你们木匠方面的知识以及打造的手法。吴凡说道。榫卯结构是好，但就是耗时间。吴凡这种大师级的还好，打造的速度很快，但是换了其他人的话，想要打造榫卯结构的家具，需要的时间就很长了。而赵亚楠的这批订单要赶时间，又没有要求用榫卯结构，所以自然也就没有必要那么耗时间了。而且这个订单本来就是一个坑，也没有必要便宜了对方。众人对于吴凡的决定自然是没有问题。没有想到你居然真的会打造家具，而且打造的还那么好，那张椅子犹如一件艺术品一般。在让陆荣华等人继续去打造家具之后，赵亚楠陪着吴凡走出家具厂说道，合着你之前一直不相信我呀？吴凡笑道，这也不能怪我呀。赵亚楠也笑道，谁见过20多岁的人拥有大师级的木匠才能？还真没有。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游戏世界中，20多岁的人想要拥有大师级的技能，那是绝对没有过的。所以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游戏世界内，吴凡都是顶尖天才。当然吴凡这个天才依靠手上的那枚戒指。那你现在相信了？吴凡问道。信了。赵亚楠说道，不但是我信了，陆师傅们也都信了。既然这样的话，我之前说的走高端路线，你觉得可行吗？吴凡问道。这个赵亚楠有些犹豫。怎么了？吴凡问道。还有什么问题？是木材的来源问题，以及成本和推销方面的问题。赵亚楠说道，据我所知，只有实木才能够使用榫卯结构，我们的木材厂那里经过这次的打击，想要收实木没什么问题，但是想要收到好的实木就比较困难了。好的木材什么时候都比较难以遇到，更何况赵亚楠的父亲经营的木材厂发展的并不算很好，他们好的货源有限。木材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全都交给我就行，什么样的木材只要你能够想到的我都能弄来。吴凡自信地说道。吴凡后山是那片森林，面积很大，里面拥有各种珍稀木材，所以他的木材资源是非常的充足的。而现在因为要建城墙的原因，老村长已经允许他开采村子前面的森林了，这样一来吴凡的木材资源就更加的充足了。赵亚楠所担心的材料问题在吴凡这里根本就不是问题。都交给你。赵亚楠问道。绝对不会有问题。吴凡说道。赵亚楠想了想，吴凡之前短短1天时间内就能够弄来那么多的木材，其中不乏多种珍稀木材，显然吴凡在这方面的确是拥有不少资源。既然他说没有问题，
那就不会有问题。木材来源问题解决了，就还有成本的问题以及推销的问题了。赵亚楠说道。陆师傅等人对于榫卯结构不是很精通，整个家具厂只有你一个人精通此行，而你又不能一直待在家具厂内，所以想要打造榫卯家具会需要很长的时间，时间成本会很高。这一点不仅的吴凡和赵亚楠他们家具厂有这样的问题，其他的家具厂也同样是有这样的问题，这也是榫卯家具现在很少出现的原因，时间成本太高，造成最后的售价肯定不低，普通人根本就承受不起那样的价格。我们本来就是走的高端路线，所以最后定价高也是正常，成本高一些也能接受。吴凡说道。赵亚楠说的问题，吴凡也已经想到，他的确是不可能一直待在家具厂内，而陆师傅等人就算是有他的教授，成长起来也需要时间，而且就算是成长起来，速度也不可能有他那么快，打造榫卯家具还是要消耗很多时间。不过对于决定走高端路线的吴凡来说，这其实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成本高，最后的售价高一些就是本来就是走高端路线，售价就不可能低。那推广呢？赵亚楠说道。我们家具厂之前没有考虑过高端市场，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人脉资源，家具打造出来也不一定能够卖出去。赵亚楠的父亲经营能力真的一般，也难怪那个刘老板想要吞并他的木材厂了。那么多年的经营，并没有能够给家具厂打造出什么好的局面，家具厂生意一直都很一般，在高端市场上更是没有丝毫知名度，这也是赵亚楠所担心的地方。你家具打造出来了，结果人家不认可，那一点用都没有。尤其是这种高端产品，潜在客户都是那些富豪，他们一般都只会认那些大的知名的品牌，他们家具厂之前并没有什么名气，所以想要让那些人认可他们的产品，这并不容易。这个你同样是不用担心，我在江州认识一些有钱人，如果实在打不开市场的话，可以找他们帮忙。吴凡想了想说道。这个问题吴凡之前的确是有些忽视了，他对于自己的手艺很自信，毕竟是大师级的水平，手艺不可能差，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你手艺再好，别人不知道，富豪不认可，那也是白搭。如果对于这一行有鉴赏能力的人，定然能够看出吴凡的手艺比其他人高出了很多，但是并不是什么人都具备这样的时尚鉴赏能力的，而且吴凡也不可能全天候的在厂子里打造家具，至于陆师傅等人打造出来的家具，未必会比别的厂子高出多少，尤其是刚开始和吴凡学的这段时间，所以他们家具厂在高端市场上还真没有什么竞争力。不过吴凡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的，他认识王子明，认识唐雨飞，甚至昨天在商场的时候还认识了刘宇光，在没有办法打开销路的情况下，吴凡完全可以请他们帮忙，更不用说吴凡餐厅开业那天，江州许多的公子哥们都去他餐厅捧场了，相信到时候让他们在家具方面帮帮忙也不是不行。只是不到万不得已，吴凡不想走这一步。王子明和唐雨飞还好点，吴凡和他们关系不错，至于其他人，吴凡和他们关系一般，如果请他们帮忙的话，那就是欠下人情了，而人情债是最难还的。这次赵亚楠倒是没有怀疑吴凡的话，吴凡能够弄到那么多珍稀木材来，没有点人脉资源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不知道吴凡的人脉资源怎么样，是否能够撑起场子，而且家具厂想要发展，还是需要自己本身拥有足够的实力，依靠友情帮衬是走不了多远的。这些事情你都不用担心，你只需要负责将家具厂这里看好，盯好生产这一块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情都交给我。吴凡说道。好，这里有我盯着，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赵亚楠保证道。吴凡点点头。和赵亚楠商量了一些细节之后，吴凡就离开了。家具厂的事情要忙，餐厅的事情也不能耽搁，这些事情忙得吴凡团团转。果然创业不容易啊，尤其是创业的初期，一切都还没有走上正轨的时候，那就更难了。何况吴凡一下子就弄了2个产业，那就更忙了。当吴凡好不容易忙完的时候，发现王子明在等他。忙完了，走吧。王子明对吴凡说道。去哪啊？吴凡问道。昨天晚上说今天晚上带他去一个地方，至于去哪里却是没说，到了你就知道了。王子明笑着说道。一个好玩的地方，保证你喜欢。两人一起离开了餐厅，半个小时之后，两人在一家俱乐部前面停了下来。走吧，我们进去吧，比赛要开始了。王子明对吴凡说道。比赛？什么比赛？吴凡问道。而这个时候，两人到了俱乐部的门口，在那里居然2个黑衣保镖拦住了两人。王子明向那两人出示了一张什么卡片，两人这才得以进入。拳击比赛。到了地点，王子明也不卖关子了，说道：这里一般人是不给进的，只有老会员的介绍，新人才能够进入。拳击比赛？吴凡微微一愣，没有想到王子明居然会带自己来这么一个地方。之前吴凡还猜测王子明要带自己去风花雪月呢，倒是白期待了一场。不错，王子明说道。此时两人已经进入俱乐部的内部，一番转转绕绕之后，两人来到一个大厅之内，而这里已经有了很多人。看到那些人了吗？王子明指着大厅内的众人说道，他们中绝大部分都是白领阶层，要么就是江州以及附近一些城市来的公子哥大小姐。吴凡看了看现场众人，人还真不少，不由得说道，拳击比赛有这么好看？当然，王子明说道，那种拳拳到肉，充满野性的碰撞，很能够激发人的血性，让人看得热血沸腾，将白天所承受的压力毫无顾忌地释放出来。这个时候，迎面走来2个人，其中一个吴凡还见过，正是他去的那个健身房的经理彭远光。吴凡这才想起来，之前彭远光可是邀请过自己参加拳击赛的，只是被自己给拒绝了。难道他邀请自己参加的拳击赛就是眼前这个？王少来了，欢迎欢迎，您可是有一阵没来了，今天要不要玩2把？当前一人看到王子明热情地打招呼道。
今天带个朋友过来看看。王子明指了指吴凡说道：“这我朋友吴凡。吴少，您好，我是这里的经理丁云。”那刚刚说话之人主动对吴凡介绍道：“你好。”吴凡点点头，原来吴少是王少的朋友，之前多有怠慢，还望见谅。彭远光对吴凡说道：“你们认识？”丁云看向彭远光说道：“吴少是我们健身房的会员，我之前和你说，有人轻松的打败了李冰，那个人就是吴少。”彭远光说道：“我之前还想着邀请吴少来参加拳击赛来着，不过被吴少给拒绝了。吴少也懂拳击？”丁云微微惊讶地看着吴凡：“不懂，瞎玩的。”吴凡说道。吴凡说的是实话，然而丁云和彭远光两人却是以为吴凡在谦虚。王少、吴少两人今天来的正好，今天晚上可是有一场重量级的比赛。丁云说道。王子明眼睛一亮，问道：“谁？”晋城和来自大象国的奶猜。丁云说道：“晋城我倒是知道，连续10场 KO 对手，实力很强。”王子明说道：“现在已经连续15场 KO 对手了。”丁云补充道：“这么厉害？”王子明微微一惊，能够在这里连续15场 KO 对手，绝对是一个实力强劲一之人。那个奶猜是什么身份？晋城这么强，他的对手也不会安排的太弱吧？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才好看，如果比赛从开始就一面倒，那就没意思了。这个奶猜是大象国的高手，精通他们国家的拳法，听说在他们国内也已经打败多人，这次来我们这里就是挑战我们这里的高手的。他很傲气，不将我们这里的人放在眼里，扬言要打败我们这里所有的高手，证明他们国家的拳法比我们国家的功夫更厉害。丁云说道。王子明微微皱眉，显然对于这个奶猜的话很不满。所以你安排了他和晋城打？不错，我就是要让晋城好好的教训他，让他知道我们华夏的功夫绝非浪得虚名。丁云说道。王子明点点头，说道：“今天来的还真是时候，这场比赛我一定要看看。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我也已经宣传出去了，所以晚上来的人很多，大家也都想要看看华夏的功夫和大象国的拳法哪个更厉害。”丁云说道：“王少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顺手晚点。”王子明点头。因为今天晚上的客人比较多，丁云在这里待了一会就离开了，彭远光也同样跟着离开。怎么样，这里的气氛不错吧？王子明带着吴凡来到一个包间内，通过这里的单面镜，他们可以看到外面大厅内的一切。此时大厅内已经来了不少人，虽然比赛还没有正式的开始，但是气氛已经慢慢的沸腾起来，蛮热闹的。吴凡说道。待会比赛开始之后会更热闹。王子明说道。怎么样，要不要玩几把？怎么玩？吴凡问道。就是压注。王子明说道。每场比赛开始之前，俱乐部方面都会开设一个赌局，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压住自己觉得能赢的那个人。一般来这里看比赛的人多少都会晚点，我不是很感兴趣，看看就好。吴凡摇摇头说道。对于这种赌博性质的事情，他并不是很有兴趣，随便不玩也没什么。吴凡不想玩，王子明自然不会强求。大厅内的人越来越多，半个小时之后，随着主持人的上场，今天晚上的比赛也正式的开始。虽然根据丁云的介绍，今天晚上的重头戏是晋城对战奶猜，但是比赛显然不会只有一场，在那之前还会有其他的比赛，也算是为了最后的压轴戏预热。砰！吴凡的视野中，大厅中央的那个擂台上，一个30岁左右、浑身的肌肉、身形壮硕的男子，一拳将他的对手给打倒在地。两人已经打斗了10多个回合，吴凡也见识到了王子明之前说的拳拳到肉是什么意思。两人打斗没有任何的限制，拳头、腿、胳膊，甚至是嘴，只要是可以伤到对手的，什么方式都可以使用。粗大的拳头一拳拳的打在对方身上，那种拳头和肌肉之间的碰撞，很能够刺激人的感官。砰！打倒对手之后，那个中年人并没有就此收手，一脸傲气地走到他的身边，一脚踢在对方的腹部，巨大的力量将对方的身体踢得滑行了数米。啊！一声惨叫从地上那人嘴里发出，整个身子弓得像一只瞎子一般。起来啊！你这个废物，快起来，赶快起来！我买了1万你赢，你不能输！上啊！打死他，打死他！大厅内此时并不安静，沸腾的犹如开水一般，众人纷纷大声喊着，表情激动狰狞。如果不是王子明告诉吴凡，吴凡是绝对不会相信，此时的这些陷入疯狂的犹如一个个赌徒的人，会是一个个坐在办公室里礼仪得体的白领们。果然是一个个压抑的厉害的人，在眼前的这个场合中完全的释放自己，毫无顾忌的大喊大叫。砰！擂台上的殴打还在继续，只要对手没有投降，就可以一直攻击，直到将对方打下擂台，或者打死。感觉怎样？王子明问道。很残忍，吴凡说道。这种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搏击，对于双方而言无疑很残忍。这些人上擂台之前，甚至是都要签生死状的，是很残忍。王子明说道。就我来看的一些比赛，已经死过4个、5个重度残疾。顿了顿，王子明继续说道。不过他们出场费很高，如果赢了一场比赛的收入，可能赶上一个普通人大半辈子的收入。真正的富贵险中求。在吴凡和王子明聊天的时候，地上那个人终于是举旗投降，那个站着的人脸上居然还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胜利者接受现场观众的欢呼以及高额的奖金，失败者被抬到什么地方，则是没有任何人去关心，甚至还要承受一些压住失败的人的辱骂、诅咒。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各位，下一场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重头戏，也是最后的压轴比赛。主持人再次出现在擂台中央，由我们这的擂台霸主连续15场 KO 对手的晋城。
对战来自大相国的高手乃猜。哇！现场一阵欢呼声，很多人都是冲着这场比赛来的这里，他们想要看看究竟是晋城继续连胜下去，还是那个大相国的高手猛龙过江。就连包间内的王子明也微微坐直了身子，神情专注了许多。好，现在有请2位高手上场。接着2个身材极为强壮的男子从擂台的两边走了上来，他们的目光都看向对方，眼中杀气腾腾。2位上台之前都已经签订了生死状，今天将是一场龙争虎斗。主持人刚说到这里，那个叫做乃猜的高手一把从他的手中抢过了话筒，语气轻视道：“没有什么龙争虎斗，我会轻易的打败他，杀死他，就像是杀一只小鸡一样。我会证明，只有我们大相国的拳法才是真正的功夫，你们华夏的功夫都是绣花枕头。”说的是华夏的语言，不是很熟练，有些蹩脚。不过在场的众人都听懂了他的话，顿时现场更加沸腾了。虽然大家是来看热闹的，不过都是华夏人，对方如此的轻视华夏人和华夏功夫，在场的人自然是感觉受到了侮辱。进城，打死他，打死这个混蛋，垃圾 ，KO 他，让他知道我们华夏功夫的厉害。现场的人纷纷怒吼，就连王子明的脸上也有着明显的怒气。然而面对现场众人的怒吼，一副恨不得上来撕了他的样子，乃猜不但没有害怕，反而是很得意。主持人拿回话筒，干咳了2声，有些尴尬的说道：“好了，双方的情况之前已经有过介绍，大家现在应该有自己支持的人选了，想要下注的请尽快，双方选手开始热身，比赛稍后正式开始。”王子明这边下注100万，买的是晋城赢。之前的比赛，王子明虽然也有下注，但是都下的不多，看来这次也是被乃猜给气到了。你觉得谁会赢？王子明问吴凡道。乃猜。吴凡想都没有想的开口道。王子明微微一怔，为什么？他的实力强，晋城实力也不弱，你怎么如此肯定？晋城的实力和他相比要差很多。吴凡说道，刚刚你下注，我还想拦着你来着，没想到你动作那么快。钱是小事。王子明摆手道，但是你是怎么看出来晋城实力比乃猜弱很多的？我看2人气势都很强啊，甚至晋城因为一直连胜的缘故，气势要更强一些，我倒是觉得晋城赢的希望很大。虽然我也希望他赢，但是我只能说这基本不可能，除非乃猜放水。吴凡看着擂台上的2个人道，乃猜刚刚表现的那么嚣张，很显然是不会放水的。在2人上擂台的时候，吴凡就已经使用鉴定术对2人做了鉴定，得到的结果是晋城的确精通拳击，然而还只是普通人的水平。但乃猜不同，乃猜已经是明镜中期的实力，双方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王子明脸色有些凝重，显然吴凡的话让他心里对于即将开始的比赛多了几分担忧。王哥，这种比赛里会有修炼者吗？吴凡问王子明道。没有。王子明摇头，修炼者们身份尊贵，根本就不屑参加这样的比赛，赢了也会落得以强欺弱的名声，输了更是丢人，所以没有修炼者们来参加这样的比赛。没有吗？吴凡看了看擂台上的那个名叫乃猜的大相国的高手，淡淡的说道，可是已经有人来参赛了。有人来了？王子明疑惑，随后他顺着吴凡的目光望去，说道，你是说那个乃猜是修炼者？晋城的情况王子明多少有些了解，之前也看过对方的比赛，所以他知道晋城不是修炼者，那么吴凡嘴里的修炼者只可能是那个乃猜了。不错。黄蜂点头道，他的实力是明镜中期，虽然在修炼者中不算很强，但是对于普通人而言，他绝对是一个高手，而晋城显然只是一个普通人。怪不得你说晋城输定了，原来是这样。王子明恍然道，随即更加的气愤，一个修炼者居然来参加这样的比赛，简直无耻，而且只是一个明镜中期而已，居然如此猖狂，真当我们华夏国无人？华夏国有修炼者，其他国家也有，这很正常。不过不管是在哪个国家，修炼者的人数都是很少的，地位都很高的，他们轻易不和世俗界来往，就算是来往的话，也会注意隐藏自己的身份，只有一些在世俗界中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能够知道他们的身份。而像乃猜这种参加普通人之间的比赛，之前是没有过，这明显就是在欺负人，也就难怪王子明会生气了。不过生气也没有用，一来这里并没有规定不允许修炼者参赛，修炼者不参加这种比赛那是潜规则，如果他们真的要参加，谁也没办法阻止。二来王子明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只是钱多一些，地位高一些，本身并没有什么修为，所以他虽然很生气，却也没有办法出手教训对方。想到这里，王子明不由得看向吴凡。吴凡是普通人还是修炼者？王子明到现在都不清楚，因为他没有看到过吴凡出手，也没有听吴凡说过修炼的事情，再加上吴凡的背景，王子明之前调查过，那就是再普通不过了，怎么都和修炼无关。然而吴凡在唐雨霏的生日宴会上亲手送了一本修炼功法，而且还是玄级的修炼功法，再加上他刚刚居然看出那乃猜是修炼者，这都说明吴凡的不简单，并非对于修炼一无所知，甚至他本身可能就是一个修炼者。如果吴凡是修炼者的话，他的修为会是什么？明镜初期还是中期，又或者是后期？至于明镜巅峰或者是暗镜，王子明是不敢想的。在吴凡这样的年纪，哪怕是那些大的修炼门派中的弟子，都极少有达到那个水准的。在王子明猜测着吴凡是否是修炼者的时候，那边擂台上两人已经热身完毕。小子，你死定了！乃猜扭动了一下脖子，眼神残忍地看着晋城，语言依旧蹩脚。很多人在这个擂台上朝着我说过相似的话，不过
他们不是死了，就是残了。晋城脸上是满满的自信，已经15连胜，而且还都是 KO 对手的他，心里拥有足够的自信，哪怕是感觉到奶才实力不俗，他也有信心打败对方。你会是下一个？那些都是垃圾，你和他们一样，也都是垃圾。你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是垃圾。奶才不屑地说道。奶才的话被周围的一些人听到，顿时让现场更加沸腾，人们纷纷咒骂着奶才，希望他死在这个擂台上。上啊，打死这个肥仔，打死他，打烂他的嘴，让这个该死的混蛋永远也走不出这里。台下的叫嚣不但没有让奶才感觉到害怕，反而是让他脸上的表情更加嚣张。这些人待会就会看到你像死狗一样躺在地上，不知道他们到时会怎么想。嗨，奶才对晋城说道。变成死狗肯定是你。晋城说道。叮！在两人怒目而视的时候，主持人上来狠狠敲了一下手中锣，大声道：比赛正式开始，上，撕了他，打死他，将他打成肉泥。台上的两人还未动，台下的观众们却是已经先一步激动起来，他们全部都站了起来，脸色激动地冲着擂台上大喊大叫，那样子不会有任何想到他们白天的时候会是一些大公司的白领精英。这里大多数人都是在为晋城加油，毕竟那奶才太过嚣张，骂晋城的同时将他们也都给骂了，被人当着面骂，还是一个国外的人，这些白领们自然是会感觉到生气。而且他们很多人之前都看过晋城的比赛，知道他的实力，而奶才虽然说话很嚣张，但是真正的实力如何没有人看过，也因此现场的人显然更加信任晋城，绝大多数人都和王子明一样，都买的晋城赢。在台下众人的鼓舞下，晋城似乎显得比往常要更加的兴奋，他率先发起了攻击，脚下不断的跳动着接近奶才，随后突然一拳就打了过去。谁知道奶才居然不闪不避，众人心中一喜，就连晋城也是如此。他没有想过这是奶才故意这样的，而是认为自己偷袭得手，奶才还没有进入状态，而自己这一拳的力量如何，晋城很清楚，这一拳足以将奶才给打倒在地。砰！晋城这一拳不出意外的打在了奶才的身上，然而他预想中奶才被击飞的场景并没有出现，奶才依然是完好无损的站在原地，脸上带着讥讽的笑容看着他。就这？奶才对愣在那里晋城说道，果然是弱鸡，一点力气都没有，像个娘们一样。说着，奶才挥出一拳，直直的打在晋城的脸上，双方距离太近，晋城又震惊在自己一拳没有立下寸功的情绪中，根本就来不及躲避奶才的这一拳。被奶才击中的晋城脸瞬间就变了形状，整个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了起来，整个人也倒飞了出去。然而奶才并不放过他，紧走几步，在晋城落地之后一脚踢在晋城的脑袋上，晋城此时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的抵挡动作，被结结实实的踢了一脚。晋城的身体在擂台上滑行了几米，在停下来之后，人已经失去了知觉，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晋城被 KO 了，刚刚还很喧闹的现场顿时落针可闻。怎么会这样？那是晋城，那可是晋城啊！一个连续15场 KO 对手的人，现在居然一个照面就被这个大象国来的奶才给打倒了。倒在地上的不应该是奶才吗？为什么会是晋城？怎么会这样？现场的观众都有些无法接受自己看到的一幕，有些人甚至下意识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否则的话怎么会看到这样的一幕？然而无论现场的人怎么看，是左看还是右看，是坐着看还是站起来看，他们所看到的情形都是一样。奶才一脸傲气地站着，晋城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然而打倒晋城并没有能够让奶才停手，他一脸残忍笑容地走向晋城，随后在晋城的身边蹲下，拉起对方的手臂。咔嚓！落针可闻的现场，众人听到一声清晰的骨头断裂的声音，众人的心头都为之一颤。啊！本来还处于昏迷中的晋城，硬生生的是被这股巨大的疼痛给疼醒了，他的脸因为巨大的疼痛而扭曲在一起，苍白的脸上已经布满了汗珠。晋城的惨叫并没有能够让奶才动恻隐之心，反而是让他的脸上的笑容更盛更残忍。咔嚓！奶才狞笑着将奶才的另外一只手臂给生生的扭断，手臂不自然的扭转了360度。晋城张大了嘴巴想要喊叫，然而却是一个字都没有能够发出，只是不停的喘气，那样子就像是一只要死的鱼拼命的想要呼吸一样。我说过我会杀了你的小弱鸡！奶才的声音在晋城的耳边响起，也在场众人的耳边回荡，那阴沉残忍的话语犹如魔鬼的声音一边，让众人浑身难受。不过就这样让你轻易的死了，太便宜你了，我要好好的折磨你！哈哈！奶才狞笑着举起自己的右手，随后重重的砸下。咔嚓！又是一阵骨头断裂的声音，听得众人耳根发酸。晋城的右腿居然被奶才给直接用手砸断了。晋城猛然的抬头，脸上满是痛苦之色，却也因为太过痛苦，居然失声了，一点声音都没有能够发出。随后他的脑袋重重的落下，因为巨大的疼痛再次昏迷了过去。晋城的昏迷并没有让奶才住手，反而是笑得越发嚣张了，因为这个擂台上有规定，如果其中任何一方没有举旗投降的话，那么就可以继续攻击，直到将对方打下擂台或者打死。现在晋城昏迷了，显然是没有办法举旗投降了，奶才就可以尽情的施展了，他要实现自己之前的诺言，将晋城给打死。在晋城另外一条腿也被打断之后，现场的裁判可能是看不下去了，提醒奶才道：“你可以住手了，你已经赢了。”住手？不，他还没有投降，我是不会住手的。奶才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裁判的建议。晋城投降？他现在就算是想要投降，
也没有办法开口啊。很显然，奶猜这是打算真的打死晋城。包间内，王子明皱着眉头，神色阴沉地看着擂台上的一幕，显然他的心情很不好。王子明倒不是在可怜晋城，实际上晋城也不值得可怜，他在今天之前也在那个擂台上打死打残过其他人，所以他应该也能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而且在上擂台之前，晋城和奶猜可是签订了生死状的，不管是谁死在擂台上都怨不得别人，所以晋城就算是真的被奶猜给打死，那也不值得同情。王子明心情不好，是因为奶猜的扬武耀威，这里毕竟是他们地方，却是让一个大相国的人在这里耀武扬威，王子明的心里自然是不爽，尤其是看到奶猜那副不将这里所有人放在眼里的样子，更是让王子明气得不行。丁云，你们这里还有没有高手了？不能让一个蛮夷如此猖狂。王子明喊来丁云道。这个丁云有些为难，今天晚上我就只安排了晋城这么一个高手，本以为他可以赢的，却是没有想到是这个结果。而且晋城已经是我们这里有数的高手了，他都打不赢奶猜，其他人就算是来了，估计也不是奶猜的对手，上去也只有送命的份。丁云作为这里的负责人，自然是对那些参赛的人很了解，知道他们的实力。晋城在这里已经可以算是高手了，连续15场 KO 对手，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做到的。其他人的实力要么和晋城相当，要么就还不如晋城呢，就算是来了也没用。王子明的脸色更加难看，他想到了吴凡之前说的，这个奶猜是一个名进中期的高手，这个俱乐部里的选手再厉害，也都还是普通人，所以丁云说的没错，其他人就算是来了，也不可能是奶猜的对手。难道就只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奶猜在这里耀武扬威？王子明的心里非常的不痛快。王子明自然也是认识几个修炼者的，不过一来他和那些人关系不算亲近，就算是他邀请，也未必能够让对方给面子；二来修炼者们多半是不屑参加这样的比赛的，他们一般很少在世俗界中的人面前表现自己真正的实力，尤其是这种带有观赏性质的，他们可不愿意当众表演，让人当猴一样去看。所以王子明并没有把握和能力邀请修炼者们前来灭一灭这奶猜的风头。想到自己居然没有办法对付这个嚣张的家伙，王子明的心情自然不爽。丁云的心情则是有些复杂，身为华夏人，他当然也看不惯奶猜的嚣张，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生意人，奶猜和晋城的这场比赛绝大多数人都是押宝进城的，这些押进城赢的人自然是输了一个底朝天，而丁云则是狠狠赚了一大笔，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奶猜还是他的福星。而且有这样一个高手在这里，也可以帮他的俱乐部打响名声。另外奶猜这种嚣张的性格也会让更多不爽他的人前来挑战，这对于俱乐部而言可是好事。所以丁云并不是很想奶猜那么快就被打败。我去吧。就在王子明和丁云两人心思各异的时候，一道声音在包间内响起。我去吧。看到王子明和丁云两人都看向自己，吴凡再次开口道，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和王子明一样，吴凡并不是很同情晋城的遭遇，既然晋城敢走上擂台，那么他就应该已经做好了被打败甚至是被打死的准备。而且晋城之前已经15连胜，伤在他手中的人必定不少，甚至有可能有人被他打死，所以晋城现在这样的下场也只能说天道轮回而已，并没有什么值得同情的地方。不过吴凡看不惯奶猜的嚣张以及他那故意折磨人的手段，如果奶是在正常的打斗中将晋城打成这样，那无话可说，但是现在的晋城明明已经失去战斗力了，然而奶猜并不放过他，反而是在慢慢的折磨他，这手段就有些残忍和让吴凡不齿了。而且奶猜一副不将华夏人放在眼里的态度也让吴凡不爽，他也是华夏人，华夏人还轮不到一个外邦来的蛮夷如此对待。你去。王子明看了看还在擂台上耀武扬威的奶猜，又看了看吴凡，摇头道，吴凡，你还是不要去了，别逞这个能了。王子明的确是希望有人能够打败奶猜，但是他不希望看到吴凡受到伤害，吴凡现在是他的朋友，他自然要为吴凡着想。虽然吴凡可能也有修炼有赢的可能，但是奶猜表现得太凶残，王子明怕吴凡不是奶猜的对手，而一旦走上那个擂台，以奶猜的凶残，吴凡如果落败，绝对不可能完好无损的从上面下来，而这显然不是王子明希望看到的。怎么不相信我？吴凡笑着说道，一个小小的蛮夷还伤不到我。吴凡这么说自然是有所依仗的，虽然他不清楚自己现在实力究竟如何，但是他之前可是打败过费云那样的暗境期的高手的，虽然有偷袭以及对方大意的成分在，但是也证明吴凡实力还是不弱的。更何况吴凡现在等级比之前面对费云的时候又高了好几级，实力也提升了不少，面对一个名进中期的奶猜，吴凡还是有些把握的。可是万一出现意外怎么办？王子明还是有些不放心。出现意外我也有自保的能力，吴凡说道。随后他看向丁云问道，不知道丁经理能不能安排？这丁云有些为难的看向王子明，既然吴凡这么有信心，就让他上去试试吧，如果情况不对，我会替他喊投降的。王子明说道。好，我这就去安排。丁云立即说道。奶猜的表现让现场的气氛比较高，丁云也想要趁着这个机会再赚一笔。丁云是不认为吴凡有多少实力的，在他的心里，吴凡只是一个喜欢拳击的富二代而已。虽然之前彭远光和他提过吴凡，但是在彭远光的描述里，吴凡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拳击手而已，估计都打不赢晋城，就更不用说 KO 了晋城的奶猜了。所以丁云认为吴凡只是一时兴起，平时其他人和吴凡一起玩的时候肯定是都让着吴凡，这让吴凡对于自己实力有了一个错误的认识，这才想要挑战奶猜的。待会将吴凡赔率定高一些，不然的话压他赢的人
不会有多少。丁云心里想到，在见识了奶猜秒杀进城之后，现场的人都算是知道奶猜的实力了，而吴凡之前在这里可是一点名气都没有，谁都不知道他的实力，自然是不会信任他。所以丁云为了赚钱，肯定是要将吴凡的赔率定得高一些，好赚那些想要赌一把的人手中的钱。王哥，想不想将之前输的钱赢回来？丁云走后，吴凡对王子明说道：“100万而已，不是什么大事。”王子明说道：“我只希望你不要出什么意外。”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吴凡说道：“如果王哥信得过我，就押我赢，不管赔率是多少。另外，帮我也押上200万。”这么自信？王子明问道。当然，吴凡肯定是说道。好，我相信你。王子明说道。大厅内，奶猜依然是在折磨的进城，进城此时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起来啊，你这个废物，快起来，进城！我可是押了1万你赢的，你不能输！反击，反击！我2万块啊！进城，你个垃圾！之前震惊于奶猜表现的众人，此时已经反应了过来。不过，他们反应过来之后，不是去谴责奶猜，而是纷纷的在骂进城，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是押进城赢的，结果进城却是这样干净利索的被打败了。他们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他们不想自己的钱白白输掉。而这样的反应，让奶猜脸上鄙视、不屑的表情更盛。丁云走了过来，看向奶猜说道：“奶猜先生，我们这里有位选手想要挑战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接受？”因为奶猜才刚刚打过一场，虽然很明显他并没有耗费什么力气就赢了，但是想要继续第2场的话，还是要经过他的同意的。还有不怕死的？谁？奶猜站起来看向丁云道：“是我。”这个时候，吴凡走了过来，看向奶猜淡淡的回道。奶猜将吴凡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脸上表情由惊讶到不屑：“你们华夏国没有人了吗？居然让这么一个弱鸡来挑战我！他这样还不如地上这个废物呢。谁是弱鸡，得打过之后才能知道。”吴凡说道。“快回去吧，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你谁啊？别上了，别人还以为我们华夏国没有高手了，别给我们丢脸。胡闹，你没有资格上台，滚回去！”不仅是奶猜看不起吴凡，现场的观众们同样是看不上吴凡，因为吴凡的身形虽然完美，但是和奶猜以及进城相比的话，则是显得很瘦弱，给人的感觉就很弱，所以现场的观众们都不信任吴凡，觉得他必输无疑。吴凡输，他们不在乎，但是他们不希望给奶猜再次嘲讽他们华夏国的机会，让奶猜以为他们华夏国没有高手。现场观众的喧闹，吴凡并未放在心上，依旧是神色淡定地看着奶猜。小子，你是想要找死吗？奶猜一脸凶狠地将地上陷入昏迷的进城给踢飞了擂台，表情残忍地看着吴凡道：“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成全你。正好折磨这个废物也没什么意思了，换个人来玩玩，挺好。”他的话虽然说的特别蹩脚，不是很流畅，但是要表达的意思倒是能够清楚表达。我觉得你应该少说2句，省点力气，到时候好举旗喊投降。吴凡慢慢走上擂台道：“我会投降。”奶猜不屑地笑道：“当然，你也不会有机会喊出投降的，我会让你死在这个擂台上，比刚刚那个废物还要惨。”说实话，刚刚和晋城的交手，奶猜并没有尽兴，他也的确才打了几下而已。晋城在他的面前太不经打了，现在换一个人来陪他玩，他不会拒绝。而为了表示感激，他会好好招呼吴凡，让吴凡体会到什么叫做痛苦，什么叫做生不如死。此时，吴凡已经上了擂台，面向奶猜而战。相比于奶猜的强壮，吴凡显得有些瘦弱，不管是在身形还是在身高方面，他都落入下风，这让现场的人更加不看好吴凡了。吴少，按照规矩，您需要在正式比赛之前签订生死状。这个时候，丁云拿着纸笔过来，对吴凡说道，语气虽然恭敬，说的却是极为残忍的事情。生死状一签，无论吴凡在擂台上被打成什么样子，甚至是被打死，俱乐部和奶猜都是不用负任何责任的。吴凡瞄了一眼生死状上的内容，点点头，拿起笔签下自己的名字。看到吴凡的动作，奶猜脸上的笑容更加的残忍了。他捏了捏自己砂锅一样的拳头，朝着吴凡狞笑道：“从现在开始，你的命已经不是你的了，而是我的。你是生是死，由我说了算。”你很自信。吴凡看向奶猜说道，表情依旧淡定，希望你待会求饶的时候也能够说得这么自信。为了不占你便宜，我们的比赛可以在你休息一番之后再开始，直到你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恢复了，我们再比赛。不行的话，延期也行。延期？你怕死，开始找借口了。奶猜不屑地说道：“我不需要任何的休息，对付你，我一只手就可以。既然你不需要休息，那我也没什么意见。”吴凡耸耸肩说道。两位选手开始热身，比赛在10分钟之后正式开始。主持人兼裁判走到两人中间说道：“这10分钟是时间，是给吴凡和奶猜热身的，也是给现场的人下注用的。你买谁赢？”观众席上，一个青年问自己身边的好友说道：“当然是那个大块头奶猜，这还用问？”旁边的好友毫不犹豫地说道：“可是他刚刚可是侮辱我们华夏国的人，还要买他赢吗？”青年有些犹豫：“他骂我们，我也生气，但是这和压注是两回事。”旁边的好友说道：“晋城不是奶猜的对手，你觉得刚刚上去那青年能打得过奶猜？估计又是被秒杀的份，买他赢那就是把钱往水里扔，钱扔进水里还能听个响，买他赢连个响都听不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脑子坏了，居然敢上去挑战奶猜，这不是自己找死吗？他找死，我们不能跟着赔钱不是？可是他是我们华夏人啊，他上去挑战的大相国的高手，我们应该支持他才对。”青年说道。
要是一个实力强的上去挑战奶猜，我也支持。关键是他太弱了，支不支持都没用。旁边的好友说道。而且我们压奶猜赢，也相当于是在利用奶猜帮我们赚钱，也算是报复了他一下。还能这么理解吗？青年想了想，最后还是摇头道：我还是不想压那个奶猜，我压自己人，输就输吧。那个奶猜太过分了，我没有能力上擂台支持自己同胞，也算是出一点力了。出力不是这样出的，你这样做一点都没用。难道你以为你压那个笨蛋赢，他就真的能赢了？旁边的好友不屑地说道。你这是在浪费钱。浪费就浪费，我愿意。青年坚持道。行吧，那随便你。旁边的好友见青年坚持，也不再说什么，反正他自己是肯定会买奶猜赢的，这么明显的赌局根本就不需要思考。现场绝大多数人都和这人一样，都是买的奶猜赢。虽然奶猜说话很难听，但是他的实力在那儿的，谁会和钱过不去？很明显这场比赛赢的人肯定是奶猜，他们又怎么可能会不压奶猜呢？甚至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奶猜赢定了，再加上俱乐部方面将奶猜的赔率定得很低，所以众人为了多赢点，很多人下注的金额都要比之前那场还要高不少。而和青年一样压住吴凡赢的人很少，其中一些人并不是觉得吴凡能赢，而是被那高高的赔率所吸引，所以决定赌一把，万一吴凡爆冷赢了呢？他们岂不是可以赚很多？当然他们也都知道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很低很低。王子明也是少有的压住吴凡赢的人之一，就算是没有吴凡之前的交代，王子明也肯定是会买吴凡赢的，这是对吴凡的一种支持，他并不在乎那点钱。而在有了吴凡的话之后，王子明下注下的更多了。王少，真的要压这么多吗？丁云问王子明道。几个包厢内的赌注都是丁云亲自处理的，他在看到王子明居然压住吴凡1000万的时候，心里一突。虽然他很确定奶猜会赢，但是万一吴凡爆冷呢？虽然这个可能性很低，但也不是不存在。而按照现在的赔率，一旦吴凡爆冷，光是王子明这里，俱乐部方面就需要赔5000万，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吴少看样子不是奶猜的对手，王少是不是再考虑一下？丁云说道。不用考虑了，我就压吴凡赢。王子明斩钉截铁地说道。那好，我帮王少登记。见王子明主意已定，丁云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同意。他既然开了这个赌局，自然是要接受所有人的压注。10分钟后，擂台之上，小子，你还有什么遗言赶紧说吧，我好心再留点时间给你。奶猜2个拳头在胸前碰了碰，对吴凡说道。我们华夏有句古语叫做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吴凡问道。没有。奶猜说道。我是让你说遗言，不是让你在这里废话的。没有的话，你很快就会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吴凡说道。至于遗言，我觉得你来想更合适。小子，既然你想早点死，那我就成全你。奶猜说着，人已经冲了过来，脸上的表情狰狞而残忍，似乎下一秒就要将吴凡给撕碎。吴凡站在原地不动，目光平静地看着奶猜，脸上不见丝毫的惊慌。倒是周围的观众们看到奶猜犹如坦克一般冲向吴凡，纷纷发出一声惊呼。再看到吴凡被吓傻了，愣在原地，不少人更是下意识地闭起了眼睛，不忍心看到接下来的一幕。包间内的王子明看到这一幕，下意识地坐直了身子，脸上满是担心，随时准备代替吴凡喊投降。奶猜冲到吴凡面前1米处，见吴凡依然不动，他的心中更是不屑，一个什么本事都没有的家伙，居然也敢挑战我。下一秒，奶猜就朝着吴凡挥出了拳头，直逼吴凡面门。一股罡风刮来，吴凡眼中的拳头越来越大。就在所有人都觉得奶猜这一拳将会打中吴凡，将吴凡给打倒，甚至是打晕的时候，吴凡的脑袋微微一偏，居然在毫秒之间躲过了奶猜这凌厉的一拳。见眼前的废物居然躲过了自己势在必得的一拳，奶猜微微有些惊讶，不过他反应极快，一拳未能打倒吴凡，他另一只拳头已经随之而来。这一次他打的是吴凡的腹部，他相信只要自己这一拳击中吴凡的腹部，那定然能够重创吴凡，让其内脏受损。这么近的距离，奶猜有信心可以打中吴凡，重创吴凡。然而他脸上得意的表情还未浮现，就发现吴凡一个撤步，腹部同时向后一缩，居然刚好躲过了他拳头的攻击。奶猜的拳头距离吴凡的腹部的距离不到5厘米。这个时候奶猜心里居然浮现出一个奇怪的想法，为什么自己的手臂不能再长5厘米？连续2次都未击中吴凡，让原本自信满满的奶猜有些恼羞成怒的意思，尤其是他刚刚狠话已经放出去了，现在居然连打都打不到吴凡的，这让他感觉到难堪。给我去死！恼羞成怒的奶猜表情变得异常的狰狞，脚下往前一踏接近吴凡，右手再次挥拳攻击吴凡。然而他的这一拳依然没有取得任何的效果，依旧是被吴凡轻松的躲过。奶猜不甘心，他恶狠狠地盯着吴凡，用出自己全部的实力去攻击吴凡，他一定要将这个混蛋给打成肉泥。然而让奶猜发狂的是，他的每一拳都没有能够击中吴凡，每次都是被吴凡险险的避开，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这种情况更让他疯狂。擂台上的情况让场下的观众们大为惊奇，本来众人还以为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秒杀局，进城在奶猜的手中都没有能够撑住1分钟，吴凡就更加不可能了。众人估计奶猜只需要一拳就能够解决吴凡。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像众人想的那样，虽然场面上是奶猜占据优势，打得吴凡节节败退，然而到现在为止，吴凡居然毫发无伤，奶猜的全部攻击都被吴凡给躲了过去。甚至现场一些大胆的人猜测，吴凡的节节败退是故意的，
而不是面对奶菜的攻击毫无招架之力。不然的话，吴凡的表情为什么那么镇定，没有丝毫慌张呢？这样的猜测让人难以置信。如果事实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岂不是说吴凡的实力比奶菜还要强？吴凡是在戏耍奶菜？可是看看奶菜的身形，想想他刚刚秒杀进城的实力，再看看吴凡瘦弱的样子，众人怎么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猜测。倒是包间内的王子明，此时多少已经放下一些心来，虽然他也不知道吴凡的一直避让是逼不得已，还是有意为之。总之，吴凡现在没有什么危险，也并没有被奶菜秒杀，这就让王子明心中放心不少。显然，吴凡不像他之前想的那样不堪一击的。吴凡表现的比进城还要好，也没有被奶菜秒杀。这么说的话，岂不是吴凡也是修炼者？王子明看着擂台中央的吴凡，小声的自语道。虽然之前已经有过这方面的猜测，但是当亲眼证实的时候，王子明的心里还是很震惊的，因为他之前调查过吴凡的情况，那背景真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甚至还有些寒酸，那样的背景根本就不可能和修炼联系上。然而现在的事实却是证明，王子明之前的猜测都是错的，吴凡不仅和修炼的事情联系上了，他本身都还是一个修炼者。难道我之前调查到的有关吴凡的背景都是假的？王子明猜测道。越想，王子明越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修炼者们通常背后都有势力，而只要势力足够强大，修改一下自己的背景，迷惑别人，并不是什么难事。王子明之所以之前没有往这方面想，那是因为他之前一直将吴凡当作普通人来看待，而现在看来，吴凡显然不是什么普通人，这才想到了这种可能。想到这种可能之后，王子明的心里对于吴凡多少有了一些敬畏之心。自己查不到吴凡真实的情况，那只能说明吴凡背后的背景比自己所在的王家要厉害得多，双方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小子，有种你别躲！奶才有些气急败坏地对吴凡吼道。刚刚的一番搏斗，他看似占据了上风，打得吴凡不敢还手。然而他自己却是清楚，那一切都是假的。他的攻势虽猛，然而却没有取得半点效果，不但没有伤到吴凡，反倒是将自己给累得不轻，手臂都有些发软了。不躲，可以。吴凡站在原地看着奶才说道。见吴凡这么说，奶才大喜，他自信自己力量比吴凡强多了，格斗技巧也绝对不是吴凡可以比的。吴凡只是身子比自己灵活一点而已，只要吴凡敢正面对战，自己有信心可以击败他。这小子果然年轻，经不住击的。奶才心中想到。在奶才看来，吴凡最大的优势就是他的身子灵活，毕竟他看上去很瘦弱，身子灵活也能够理解。不过那瘦弱的身子显然不可能蕴含多大的力量，现在吴凡居然不知死活的和自己正面搏斗，这不就是在找死吗？想到这里，奶才的脸上又恢复了之前的自信，残忍再次朝着吴凡挥出一拳。这一拳他没有丝毫的留力，调集了全身的力量，气势如同猛虎下山一般，他只用一拳就将吴凡给彻底击败。吴凡这次果然没有再躲，而是站在原地，同样朝着奶才挥出一拳。这是吴凡上了擂台之后第一次进行攻击，之前的他只有躲避。不管是奶才还是场下的那些观众都不看好吴凡的反击，两人的力量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这小子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居然和那个奶才硬碰硬，像刚刚那样一直躲着不好吗？将奶才累个半死，然后找机会偷袭，说不定还真有希望赢呢。现在呢，居然找死的和奶才正面对抗，这不是自寻死路吗？场下之前那个压吴凡赢的青年旁边的好友见吴凡居然选择和奶才硬碰硬，不由得在下面吐槽道。他旁边的青年也是一脸担心的看着吴凡，不理解吴凡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不是用自己的短处去攻击对方的长处吗？明显不是明智之举。就连包间内王子明也不理解吴凡为什么会这么做，难道他觉得自己的力量要超过奶才？王子明猜测道。如果吴凡在这里的话，肯定会回他一句是的，而且这不是觉得是事实就是如此。吴凡此时身上除了武器和头盔没带之外，其他的装备可都是齐全的，在这种状态下，就连身为暗境期高手的费云都不是他的对手，就更不用说只是明境中期的奶才了。所以和奶才比拼力量，吴凡丝毫不虚。砰！咔嚓！啊！连续几道声音在众人的耳边响起。第一声是两人拳头碰撞的声音，第二声的咔嚓乃是骨头断裂的声音。本来众人以为这骨头断裂的声音是从吴凡身上发出的，毕竟之前奶才可是才刚刚打断过进城的骨头，众人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景。然而事实并非这样，因为第三声的惨叫是从奶才的嘴中发出的，而不是从吴凡的嘴中发出。甚至一些距离擂台近、视力好的人还清楚地看到一大截的骨头从奶才的手肘处破皮而出，那样子光是看着众人就觉得有种剧痛感，更不用说奶才本人了，所以他会发出惨叫并不奇怪。众人以为两人拳头碰撞之后，吴凡会被打倒在地，甚至是被打飞出去，毕竟奶才的力量众人之前可是亲眼见过，绝对非常的大。不过事情的发展并不像众人之前猜测的那样，被打断骨头的是奶才，惨叫的也是奶才，而被打飞出去的同样是奶才。奶才那庞大的身躯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倒飞了出去，嘴中的惨叫声不绝于耳。众人震惊地看向了吴凡，不知道他那看似瘦弱的身体怎么会蕴含有这么大的力量。奶才那可是将近200斤的身体啊，居然被吴凡给一拳打飞了出去，这得多大的力量？众人这才发现，他们之前想的两人的力量不在一个层面上并没错，只是并不是他们想的奶才的力量比吴凡大很多，
而是吴凡的力量超过了乃猜许多，两人在力量方面的硬碰硬，吴凡赢了，而且还是完胜。刚刚还吐槽吴凡不自量力那人，此时已经被眼前的一幕震惊的张大了嘴巴，满脸的难以置信，而周围的人都是和他差不多的表情，谁都没有想到吴凡和乃猜的硬碰硬会是这样的结果。然而这还不算完，在乃猜的身子被打飞出去之后，吴凡没有站在原地看戏，而是快速的朝着乃猜的身体冲了过去，在对方的身体即将要飞出擂台的时候，一只手准确的抓住了乃猜的右脚，乃猜的身子立即便停住了。吴凡这是要干什么？救乃猜吗？怕他摔在地上摔得太疼？现场众人看到这一幕，心里大为不解，各有猜测。然而接下来众人看到的一幕证明他们的猜测都是错的。只见吴凡一用力，直接将乃猜的身子给甩了过来，乃猜的身子在空中划过一道完美的180度的弧线，重重的砸在擂台上面。砰！乃猜庞大的身体和擂台亲密接触，发出一声巨大的响声，他嘴里的惨叫声戛然而止，随后再次响起，却是比之前要更加的凄惨。砰！吴凡并没有放过乃猜，依然是一只手拎着乃猜的右脚，再次将乃猜的身子给甩飞了起来，然后在他的另一边重重的砸在擂台地板上。砰！砰！砰！一声接一声的碰撞声在众人的耳边不断的回响，乃猜的身子就像是一个破布麻袋一样，被吴凡左右两边甩来甩去。乃猜本人除了吐血、惨叫，其他什么都做不了，在吴凡的手中犹如一个木偶一般。现场的众人震惊的看着这难以置信的一幕，全场除了乃猜的身子重重砸在擂台上的声音外，再无一丝杂音。他怎么这么强？现场的众人目瞪口呆的看着吴凡的表演，怎么都没有想到，吴凡那看似瘦弱的身体居然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轻松 KO 了进城的乃猜，在他的手中居然毫无还手之力。原来之前吴凡一直躲避乃猜的攻击，不是他打不过乃猜，而是在耍乃猜而已。吴凡一旦出手，乃猜连还手的能力都没有，吴凡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乃猜除了吐血惨叫，其他什么都做不了。他好厉害！之前吐槽吴凡的那人结结巴巴地说道，而他旁边的那个青年此时则是一脸的兴奋自豪，我就说他会赢的。那大相国的乃猜之前太嚣张了，就应该这么教训他，打他，再打狠点，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在我们华夏嚣张。自己的赌注就要赢了，刚刚嚣张的乃猜也被狠狠教训了，青年的心里此时异常高兴，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情吗？可惜的是，现场大多数人都是下注乃猜的，这个时候见到他居然如此轻松的就被吴凡给打败，纷纷都不满起来。起来啊，还手啊，你不是很强的吗？废物，快起来啊！你这头笨象，快点给我起来，我可是买了2万你赢的，老子要是输钱了，非杀了你不可！你这个没用的废物，刚刚不是很厉害的吗？快点起来反击啊！你不能输！现场很多人都压乃猜赢，而且压的都还不少。这个时候见到乃猜完全的落入下风，纷纷都乐意了，都希望乃猜快点起来反击，打出他该有的实力来。然而这样的话听在乃猜的耳朵里更是讽刺，他不想起来吗？他不想反击吗？他想，他很想，然而他做不到。不要说反击吴凡了，现在的他就是想要从吴凡的手中挣脱都没有办法做到，他的手臂已经被吴凡给打断，内脏更是因为身体一次又一次的和地面剧烈撞击而有了不同程度的受损，两腿此时也是剧痛无比，虽然不清楚伤势如何，但是可以肯定非常的惨，非常的严重。他怎么会那么厉害？乃猜的脑海中浮现了和现场的观众们相同的想法，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看似瘦弱又只会躲避自己攻击的吴凡，一旦出手居然如此的凶悍。早知道这样，自己还激他出手干嘛？这不是自找苦吃吗？随着自己身上伤势越来越重，乃猜看向吴凡的眼神也越来越恐惧，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是他清楚的知道自己不是吴凡的对手，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如果不是自己意志坚定的话，可能自己早就已经像进城那样昏迷了。该怎么办？我投降。乃猜并没有过多的犹豫，用极其虚弱的声音说道。然而吴凡像是没有听到一样，继续将他当作沙包一样左右的甩来甩去。乃猜觉得再这么下去的话，自己可能要成为这个擂台上第一个因为吐血吐太多而死的人了。我投降。乃猜用尽全身的力气喊出了这3个在他心中代表着耻辱的字。然而他知道自己不喊不行啊，不喊的话自己真的有可能被吴凡这样给摔死，那死的未免太惨了一些。咦，你喊投降了？应该是我听错了吧，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不会投降，也不会让我投降的。吴凡略带惊讶的说道，说话的时候手中的动作并没有停下来，依旧是在左右的摔打着乃猜。现场的人，乃猜的声音喊得那么大，现场的观众都听得很清楚了，吴凡却说自己听错了，不承认自己听到乃猜投降，继续摔打乃猜，这就是故意在折磨乃猜吧？这小子！包间内的王子明也笑了出来，此时的他已经完全不去担心吴凡的安全，见吴凡这么做更是心情大好。见吴凡真的没有停手的意思，乃猜急了，他现在是真的怕了，怕自己就这么死在吴凡的手中，到时候吴凡虽然可能会受到俱乐部方面的谴责，也仅仅的谴责，而自己可是活不过来了。裁判，我投降了，我真的投降了，你快让他住手！乃猜焦急地朝着场边的裁判喊道，因为说话太急，口中的鲜血喷出不少。然而他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只想要让吴凡赶紧停手。现在知道急了，知道找我了。之前那场我提醒你可以停手了，你怎么做的？裁判见乃猜喊自己，
不由得在心里吐槽道：之前那场进城已经完全的失去了战斗力，而且还陷入了昏迷。裁判好心提醒奶猜可以停手了，当时奶猜可是一点都没有给他面子，还呵斥了他。现在奶猜却是向自己求助，裁判真的很想当做什么都没有听到，不过他职责所在又不能那么做，只好走向擂台。不过这裁判故意走得很慢，等他走上擂台，来到两人身边的时候，奶猜又被吴凡多摔打了4、5下，痛得奶猜差点没有晕过去。吴先生，你的对手已经祈求投降，你已经获胜，可以停手，饶他一命了。裁判对吴凡说道，虽然是在让吴凡停手，不过裁判的话却是故意在讽刺奶猜。奶猜也听到了，心中气急，却是毫无办法。真投降了？不是我听错了？吴凡怀疑地问道。奶猜差点又吐一口血出来。不是，他是真的在祈求投降。裁判说道。祈求？我是在祈求？奶猜心中大喊。然而他并不敢说出来，他怕吴凡误会，从而再次殴打自己。不错，就是殴打，他现在已经毫无还手之力了。现在的比赛更像是单方面的殴打。好吧，我是在祈求。奶猜心中无奈，只要能让吴凡停手，他已经不在乎裁判怎么说了。有点可惜了，我还没有尽兴呢。吴凡嘴里说着，不过手上的动作终究是停了下来。奶猜先生，你什么时候养好伤？我们再来一次啊。吴凡嘴里调侃道。奶猜直接吐血晕了过去。啪啪啪。当吴凡自从回到包间的时候，王子明满脸笑容地站起来给他鼓掌，随后朝着吴凡竖起大拇指，说道：厉害，打得好。嘿嘿。吴凡微微一笑，幸好他只是明镜中期的实力，再厉害一些，可能我也对付不了。我看他在你手里毫无还手之力，估计就算是明镜后期，甚至明镜巅峰，可能都不是你的对手。王子明觉得吴凡是在谦虚，没想到你小子居然有这样的实力，隐藏得够深的呀。一般般，一般般。吴凡笑道。刚刚看你打那家伙的样子，真是解气，这下子看他还嚣不嚣张？王子明说道。他估计要在病床上躺上1个月，就算是下了病床，想要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也基本不可能了。吴凡说道。一句话，奶才被吴凡给废了，就算是从病床上下来，也恢复不到明镜中期的实力了。干得漂亮！王子明笑道。咚咚咚。这个时候，敲门声响起，丁云和彭远光两人推门而入。王少，这是您之前押注赢的钱，都已经打进这卡里了。丁云进来之后，递给王子明一张卡说道，随后他又掏出另外一张卡，递给吴凡道：吴少，这是您的，卡里除了赌注赢的1000万之外，还有200万，是我们俱乐部给您的出场费，希望吴少以后有机会常来玩。之前王子明在押注的时候，除了自己押了1000万之外，还帮吴凡押了200万，因为有他的面子在，两人不用立即将钱转给丁云。虽然仅仅是吴凡和王子明两人就让俱乐部赔了6000万，不过丁云不敢赖账，他背后的老板也不敢，所以在比赛结束后，第一时间将钱送了过来，甚至还主动多给了吴凡200万，当做吴凡的出场费。实际上，这场比赛俱乐部方面不但没有赔钱，甚至还赚了不少。现场只有很少的人买吴凡赢，绝大多数人都买了奶猜赢，这些人自然都输光了赌注。更重要的是，奶猜自己也买了自己赢，俱乐部方面是不禁止选手买自己赢的，而奶猜对自己又很有信心，和进城的比赛以及和吴凡的比赛都买了自己赢。前一场他赢了不少，然而后一场他将之前赢的连同本金全部都给输了进去。这样一算，俱乐部方面在吴凡的这场比赛上还赚了不少，所以丁云现在的情势不错的，甚至是邀请吴凡以后常来。吴凡吹了声口哨，接过银行卡，笑道：出场费200万可真不少，这么点时间就赚了200万，这钱赚得太轻松了，让我有种受之有愧的感觉。那也是吴少凭本事赚的，其他人想要赚这么多，可做不到。丁云拍马屁道。对于这样一个有身手、有背景的公子哥，丁云自然是要竭力打好关系的。丁经理真会说话。吴凡笑道：你这钱我就不客气了。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这是吴少应得的。丁云说道。吴凡，你可真是我的福星，跟着你，我总能赚钱。王子明笑道。之前那幅送客行就让王子明赚了不少，今天在这里又赢了几千万，光是因为吴凡而赚的钱都已经要有1亿了，这可比做什么生意都要赚钱。王子明甚至觉得以后还经营什么生意啊，跟着吴凡混就好了。吴少，这是我们俱乐部的会员卡，终身制的，欢迎吴少以后常去。这个时候，彭远光也递上一张卡片道。吴凡之前第一次去健身房的时候，身上还没有多少钱，所以并没有办那种长时间的会员卡。彭远光现在显然是知道这个情况了，主动递了张终身制会员卡过来，吴凡随时都可以去那里。那就谢谢彭经理了。吴凡接过会员卡道。其实吴凡去那里的时间是很少的，不过这毕竟是彭远光的一份心意，直接拒绝了会让对方面子上过不去。果然，在见到吴凡收下会员卡之后，彭远光脸上笑容更甚。吴少能去，那是我们悦动健身的荣幸。因为今天所有的比赛都已经结束，所以吴凡和王子明两人在那里也没有再待多久，也就离开了。在走的时候，吴凡从丁云那里得知奶才被人给接走了，对方好像也是大象国的人。吴凡并没有太将这件事放在心上，对于他而言，今天的事情只是一个小插曲而已。他是想要赚钱，但是不会走这条路，而是会好好的经营自己的产业。当吴凡回到游戏世界的时候，牛二等人正在训练，罗月在养伤。至于罗阳和吕冰两人，昨天下午就已经出发，再次前往清远县城了，带去了不少魔兽身上分割下来的材料，其中就包括那2只50级魔兽的部分材料。吴凡是准备去练级的，顺便完成老村长交代的任务。
不过在练级之前，他先去看了看罗月，感觉怎么样？罗月此时已经从李药师家里搬了出来，住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好多了，多谢大人关心。罗月回道，他的神色的确是比昨天好了不少，不过脸色依旧有些苍白，显然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你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情先不要去想。吴凡说道。罗月点点头，等我伤势恢复了，我会更加用心训练，下次一定能够护大人周全。罗月说得很认真，就好像是在给吴凡保证一样。在他的心里，他并不是很在意自己的伤势，反而是觉得自己没用，没有能够保护好吴凡的安全，最后让吴凡和那踏云虎以死相搏。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别想那么多。吴凡很自然地摸了摸罗月的秀发，安慰道。罗月的确已经做得很好了，如果当时不是他挡在自己面前的话，那陷入昏迷的就会是自己了，到时候整个小队的下场都会很惨。吴凡下意识的动作让罗月原本苍白的脸上多了一丝红晕，眼中的坚毅也变得柔和，脑袋微微低了下去。告别了罗月之后，吴凡带着牛二等人继续前往村前面的森林。这次他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会再深入森林内部了，他们小队的实力还不强，如果再遇到踏云虎那个级别的魔兽，可能就没有上次那样的好运气了。老村长要求杀500只魔兽，并没有对魔兽的等级有任何的要求，所以吴凡也没有必要急着深入森林内部。在打怪升级之余，吴凡还采集了一些草药，用以练习自己的炼药术。等吴凡将来从李药师那里习得看病的能力，再搭配上他的炼药术，以后就可以自己救治病人了。只可惜森林外围的好草药太少，都是一些中低级的草药，不过光是用来练习炼药术等级的话，倒也足够。有队伍的配合，吴凡杀怪的速度并不慢，在中午时分，他已经完成了老村长交代的杀500只魔兽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他虽然没有升级，但是经验值却是增加不少，而且还获得了不少的魔兽材料，只是这些魔兽等级太低，估计他们身上的材料也卖不了多少钱。当吴凡带着众人回到村子的时候，罗阳和吕冰也回来了，而跟着他们回来的还有一群衣衫褴褛的人。这些人看着站在隐者村的广场上，目光中有来到新地方的惶恐，也有对于未来的憧憬。大人，我们回来了。罗阳和吕冰两人来到吴凡面前说道，这些人就是经过我们初步考察所带回来的第一批人。吴凡点点头，看了看广场上的这些人，从表面上的确都很老实，不过光从表面上来看，并不能看出一个人的本性。好在吴凡拥有鉴定术，他的实力要比现场这些人强多了，所以完全可以在这些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他们使用鉴定术，从而知道他们的情况。因为这些人实力比吴凡弱，所以鉴定术得到的结果也很详尽。根据鉴定结果，这些人的确都是从各地逃难来的普通百姓，而且本性基本都不坏。你们都不用害怕，来了这里之后，你们就都是我的人，只要你们用心做事，我是不会亏待你们的。吴凡站在众人的前面，对着众人朗声道。众人看到吴凡站在前方，带着他们来这里的罗阳和吕冰两人都恭敬地站在他的身后，就知道吴凡的身份不俗。老爷，我们给你做事，能吃饱饭吗？有个老者壮着胆子问道，态度恭敬，眼中带着惶恐，不敢和吴凡对视。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不偷懒，都能够吃饱饭。吴凡说道，完成我交代的任务的人，不仅是可以吃饱饭，还有钱拿。这些人基本都是罗阳以雇佣的方式给带来的，因为不知道这些人的秉性如何，罗阳并不敢随意代表吴凡买下他们，最终买谁，或者一个都不买，那都是由吴凡决定的。听到不仅能够吃饱饭，还有钱拿，那些跟随而来的人脸上都很振奋，甚至有些人激动地哭了出来。他们这一路上真的是太难了，一路逃难而来，路上食不果腹，树叶、杂草都吃过，本以为逃到清远县城能够吃上一顿饭，哪怕是稀饭也可以。然而当他们艰难地逃到这里之后，才发现县城大门紧闭，根本就不让他们进去，有敢乱闯的直接乱棍打出来，运气好的受些伤，运气不好的直接被打死，连埋的地方都没有，直接扔野外去。至于吃的，清远县城也不提供，一切都还要他们自己解决，他们只能是绝望地待在县城外，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下去。他们已经太累了，没有力气赶往下一个城市了，很多人都在绝望地等死。而在这个时候，罗阳和吕冰两人出现了，表示可以雇佣他们去做事，雇佣的费用就是能够吃上饭，至于钱的事情，罗阳没提。而就算是这样，这些人已经饿得两眼昏花，在饿死边缘的人也有不少动了心，跟着罗阳和吕冰来到了这里，这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希望。而现在他们听到这位大老爷亲口承诺可以让他们吃饱饭，而不是吃上饭，就更加高兴了。更何况吴凡还说要给他们工钱，他们自然是激动的难以控制。大人，其实不用给他们钱，他们也会干活的。罗阳在吴凡的耳边小声地说道。在他看来，这些人都快要饿死了，吴凡现在能够给他们提供一口吃，那就是对他们有天大的恩惠，他们就应该努力干活回报吴凡，至于给他们工钱根本就没有必要。没事，这点钱不用省。吴凡说道。吴凡对于人性多少有些了解，目前这些人可能因为一口吃的给他努力干活，就算不给工钱也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当他们吃饱肚子之后，肯定就会有其他的想法，到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这么白给自己干活实在太亏，虽然为了吃的他们未必敢罢工，但是积极性方面肯定是会有影响。吴凡并不想因为这么一点钱就耽误自己的事情，那不划算，而且他本来也没有将这些人当成奴隶看待的意思，哪怕是县城内大宅那边他买的那些下人们，每个月的月钱其实都是不少的，比很多大户人家都要多。另外这些人有了钱之后也可以刺激村里的消费，这也算是吴凡对于村子的一点回馈。大人，我们这些老家伙年纪大了，做事手脚不利索，
也有钱拿吗？那老者担心地问道。有，都有。吴凡说道，在我这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所以想要吃得好，赚得多，就都给我努力干活。老人、孩子则有额外一点补贴，不过前提是你们也得认真干活，不得偷懒。如果我发现谁故意偷懒的话，我就将他赶走。青天大老爷啊，你就是我们的救命菩萨！那老者大呼一声，痛哭流涕，满脸激动地朝着吴凡跪了下去。其他人也都紧跟着朝着吴凡跪下，感激之声不绝于耳。吴凡觉得自己的决定并没有什么，甚至要求老人和孩子都得干活，还有些残忍。然而他这样的想法是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在这个游戏世界中，哪一个贵族，哪一个大户人家会像他这样大度？那些人是能一分是一分，恨不得自己雇佣的人或者自己家里的下人每天只要一口吃的，其他什么都不用给才最好呢。至于那些没有多少劳动能力的老人和小孩，他们更是看都不看一眼。对他们没有利用价值的人，他们是不会花钱养着的。所以吴凡自认为已经很苛刻的做法，在这个时代的人眼里却是无比的贴心大度。不仅是新来的那些人，就连牛二等人看向吴凡的眼神都变得更加的恭敬和佩服了，这倒是意外的收获。吕兵带着那些人先去做午饭，这些人饿了好久，又从县城赶到这里，早就已经又饿又累，先给他们吃顿饭，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而隐者村内，因为吴凡在后山养殖种植，所以并不缺少食材，吃的东西是不差的。大人，这是金票。在吕兵带着的人离开之后，罗阳从怀中掏出一张票据递给吴凡道：金票。吴凡有些疑惑的接过，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玩意。这次运过去的材料很值钱，尤其是踏云虎和红沙兽身上的材料更是稀罕物。所有的材料一共卖了1500金，按照大人的吩咐，留一部分金币放在大宅那里备用。我留了500金，另外的1000金则是带了回来，因为数额大，携带不方便，所以就兑换了金票带回来。罗阳说道：原来是这么回事，这金票就和现代的存折和银行卡差不多，携带方便，随时可以取钱。吴凡倒是没有想到，这罗阳年纪不大，脑子倒是挺灵活的。因为要招护院，打探消息，再加上养着大宅内的那些下人，大宅那边这段时间肯定是需要不少钱。不过500金也足够他们使用一段时间了。干得不错，去看看你姐姐吧，估计你也想她了。吴凡拍了拍罗阳的肩膀说道：谢谢大人。罗阳脸上浮现出笑容，这才符合他的年纪。安排牛二等人开始做饭，吴凡这才动身去找老村长。老村长依旧是躺在躺椅上，慢悠悠地晃着。吴凡有时候在想，他每天这样躺着，腰不酸吗？广场那边动静那么大，是你的人带着人过来了？老村长虽然闭着眼睛，但是却仿佛知道吴凡来了一样。刚到，这是第一批，大概100多人。吴凡说道。想要修建城墙，开垦荒地，砍伐树木，吴凡还是需要不少人的。这一批100多人显然不够，人还挺多。老村长说道，他们村子本来就只有10来个人，现在一下子来了100多人，的确算是很多了。村长爷爷，你之前交代的击杀500只魔兽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剩下的奖励呢？吴凡对老村长说道。老村长之前已经给了吴凡一面红色令旗作为奖励，不过那只是奖励的其中一部分。老村长说过，在完成任务之后会将剩下的奖励给吴凡，吴凡这是专程来拿奖励的。完成了？老村长看了看吴凡，随即点点头，不错，是完成了。奖励呢？吴凡急不可耐地说道。老村长手中宝贝不少，吴凡可是带有很大期待的。奖励有2个，你可以选择其中之一。老村长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一个灰色的令旗扔给吴凡。灰色战旗，白银级，增加使用者所在队伍防御力 20%， 最多可作用20人，持续时间半个小时，冷却时间1个小时。这灰色令旗的属性和之前的红色令旗相似，只是一个加成攻击，一个加成防御，都是不错的团队物品。另一个奖励呢？说实话，吴凡对于这个灰色令旗还是比较动心的，只是他还想要看看第2个奖励是什么。这第2个奖励是一个权限。老村长慢悠悠地说道，我看你对于承包荒地、森林很有兴趣，可以允许你承包村子前面的荒地以及森林、废矿等等一切隐者村范围内的东西。老村长的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吴凡的脸上就已经是一脸的喜色了。这个奖励太符合他的胃口了，他在现实中有餐厅、有木材、家具厂，所以太需要食材和木材资源了。后山上的面积已然不小，说起来应该是够吴凡用的了。但是谁会嫌自己资源多呢？而且吴凡现在的野心是很大的，他的餐厅和家具厂在不久的将来都是想要扩张的。他想要在华夏甚至是海外每一座城市都开一个甚至多个自己的餐厅，想要让自己家具厂打造的家具卖遍全国，甚至是走向世界。这样一来的话，他需要的资源自然是不少。后山上虽然有不少的资源，但是吴凡也需要未雨绸缪，提前在这个世界中占有更多的资源的。所以老村子的这个奖励来的正是时候。顿时吴凡心中就已经做好了选择，虽然他也很想要那个灰色令旗，那可以增加他们小队的战斗力，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不过相比于第2个奖励来说，这个奖励对于吴凡的诱惑就要小一些了。毕竟现实世界才是吴凡最为重视的存在。我选。吴凡刚准备说出自己的选择，老村长却是打断了他的话。等等，老村长说道，这次的承包和上次的情况有所不同。有什么不同？吴凡问道。我可以将全村的地都交给你承包，但是我们村子里的人也是需要吃饭的，所以如果你选择第2个奖励，那么我们村子中原有住户的粮食、蔬菜、食肉等都需要由你提供，
提供的数量为我们村民们之前收获数量的2倍。另外，你不能拒绝我们原有村民去打猎、开采矿石、采集草药等等。老村长说道。吴凡明白了，这是全村村民们之前的所有权利都不变的情况下，让自己养着村里的村民们，从此村里原有的村民们可以不用做任何的劳作就可活下去，而且比之前活得更好。吴凡并没有过多的犹豫，就说道：好，我答应。老村长的这个要求对于吴凡来说并没有什么为难的。一来，村子里的原有村民并不多，也就10来户人家，所以他的负担并不重，和所拥有的土地、森林、矿石等资源相比，吴凡还是占了很大便宜的。二来，这村子里很多人都教授过吴凡技能，算是他的师傅，就算没有承包土地这件事，老村长让自己养活他们，自己也是不会拒绝的。吴凡还是很重视这师徒之情的。吴凡的爽快倒是让老村长微微有些惊讶，不过脸上倒是一副满意的表情。另外，承包也同样是要交钱的，就按照你后山的承包价格吧，1年2500金币，怎样？没问题。吴凡毫不犹豫地说道。承包肯定是要交钱的，这点吴凡可以理解，而且村子前面的面积并不比后山的面积小，所以1年2500金币，吴凡完全可以接受。只是这村前和村后的后山并不一样，您老就这样交给我承包了，官府那边会不会不同意？吴凡有些担心地问道。根据吴凡的理解，这村前的资源应该是公共资源，就是给玩家们打怪升级用的，面积大，资源丰富，森林、河流、矿脉等等全部都有。只是这里就只有他一个玩家，所以才会显得空旷。所以这里的所有权的应该是官方的，甚至村里都没有所有权才是。而后山则是不同，后山是属于村里自己的资源，官府也管不着，所以老村长可以随意处理，想租给谁就租给谁都没有问题。而现在老村长要将村子前面资源都给自己承包，这就让吴凡有些担心官府那边的态度了。毕竟从大宅那边传回来的消息来看，清远县城的县令可不是一个好相与的人。怎么怕了？老村长笑道。你放心，我们隐者村的事情还轮不到一个小小的县衙来管，只要你愿意，你想租多久都没有问题，只要我点头，就没有人敢为难你。声音不大，却是相当霸气。既然您老这么说，那我也就放心了。吴凡笑道。其实吴凡早就发现这隐者村的不同寻常了。上次他去县城报道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里，这或许和很多人不会离自己太远去远行，但是这同样多少让隐者村多了一些神秘的色彩。你尽管放心租就是了。老村长说道。还有，你这不是准备雇人建城墙了吗？那就顺便给村里每户人家都修建一所新房，怎样？没问题。吴凡爽快地答应道。村子里的原有住房的确是显得有些破旧，只是原来这里的村民们要么年纪太大，要么年纪太小，显然建新房子这种事情他们做不来。对于老村长的要求，他倒是可以理解。看你答应的这么爽快，这东西也送你吧。老村长将刚刚那面灰色的令旗扔给了吴凡，就当是你给村民们修建新房屋的奖励了。吴凡一脸喜色地接过，对老村长道谢道：多谢村长爷爷了，身为这个村子的一员，就算是没有奖励，帮助村民们修建新房屋的事情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行了，你小子就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我还不知道你小子的性子。老村长鄙视道。嘿嘿。吴凡不好意思地笑笑。我看你雇佣了不少人，也有我交给你鉴定术，从中挑选一些在建筑方面资质不错的，为人也可以的，送到我这里来，我来教他们建筑相关技能。我可不想自己住的房子哪一天突然就塌了。老村长对吴凡说道。行。吴凡欣喜地应道。有了老村长的传授，相信那些人将会学习得很快，再加上吴凡这个玩家属性的加成，到时候不管是建房子还是修建城墙，速度都会快上不少。从老村长这里得到了莫大的好处之后，吴凡欢天喜地地走了。而老村长看着吴凡的背影，脸上也露出了志得意满的笑容。老村长无疑是睿智的，他通过一些消息判断出乱世或许不久就要来临了，一旦他们村子遭遇危险，他们这些老的老、小的小的人怎么办？作为村子的村长，他必须要考虑这些，未雨绸缪。所以他答应了吴凡，从县城那边迁徙人口过来，就是给村子增加一个保障。而现在又将村子前面的那些资源全部都承包给吴凡，也是为了拴住吴凡，让他留在这里。他知道吴凡对那些资源异常的重视，就是为了那些资源考虑，他也会尽心守好村子的安全的。他们村子里的人本来就不是很多，再加上年纪要么很大，要么很小，村子前面的那些资源根本就利用不上。现在租给吴凡，他们并没有什么损失，甚至生活还会比之前更好，还不用去为了生活而劳累。吴凡每年还要上交一共5000的租金，5000金币在这个年代可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足够他们村子里的人过上富足的生活了。所以一番安排下来，看似老村子给了吴凡很大的便利，实际上却是让他们村子更加安全，更加富足，对他们隐者村的好处更大。吴凡多多少少也能够猜到老村长这么做的用意，不过他并不在乎，因为在这件事上他同样也没有吃亏。村里需要安全，需要金币，而他则是需要那些资源。只要有了足够多的资源，那么不管是在这个世界还是在现实之中，他的生活都会越来越好。而因为今天的这个事情，吴凡也越发的坚定了自己要将隐者村打造成自己在这个世界大本营的想法了。当吴凡回到广场上的时候，牛二等人已经将饭给做好了。他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并不是回到自己家去吃，而是汇聚在一起，就在广场上吃，如同行军打仗一般食一般。香，好香啊！妈妈，那是肉吗？不行了，流口水了，肚子一直在叫，
应该能吃了吧？在吴凡他们不远处，则是那些跟着罗阳和吕冰一起来的难民，他们在吕冰的安排下，也都聚集在广场上做吃的。而很久没有吃上饭的他们，面前的食物对他们诱惑太大了。这里不仅有面饼、稀饭，居然还有肉食，有些人已经有1年甚至更久都没有见过肉食了。此时见到肉食，2只眼睛都开始冒绿光了，嘴巴在不停地咽口水，恨不得现在就吃上2口。吴凡看到这个情况，便站起来对众人说道：“今天是你们第一天到这里，所以这些食物都由我提供，分量足够。不过从这顿之后，你们能吃多好，吃多少，都由你们的表现决定，知道了吗？”吴凡知道不能一下子对这些人太好，以他后山上的那些食材存量，完全可以每天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食物，而且肉食也绝对不少。不过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就会缺乏动力，这显然不是吴凡想要看到的，所以他要求这些人用自己的劳动换取食物以及工钱，只有这样才能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知道了，大人。众人异口同声道。他们并不觉得吴凡的话过分，反而觉得很合理，能够找到这么一个愿意收留他们，同时还能够给提供活干的地方，他们已经很满意了，自然是不会再要求太多。吴凡点点头，对他们的反应也很满意。之后在众人吃饭的时候，吴凡便再次使用鉴定术，一个一个的细看，找出他们中在建筑方面比较有天赋的人，将他们挑选出来。小六，你带他们几个去村长家。饭后吴凡喊来郑小六，纷纷道：“其他的人由王兵带队，砍伐树木，开采矿石，搭建木屋，在天黑之前争取搭建足够大家居住的木屋。因为修建的新的房屋比搭建木屋要麻烦很多，而且拥有建筑技能的话，新建新的房屋速度更快，房屋也更牢固。所以吴凡决定，等那些被挑选出来的人学会了一定的建筑技能之后，再开始修建房屋和城墙。在这之前，其他人先筑木屋，大量开采资源，为后面的大建设做准备。当然，在那些人被送去老村长那里之前，他们先和吴凡签订了卖身契。要知道，老村长可是宗师级的人物，好比地球上优秀的博导教出来的徒弟，那能差吗？那出来之后，一个个都肯定是人才啊！吴凡怎么可能愿意放走这些人才呢？自然是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最为有利。而那些人并没有多少犹豫，就都和吴凡签订了合约，因为吴凡在他们绝望的时候救了他们，现在又要培养他们，对他们恩情很大。再加上吴凡的合约内容并不苛刻，相反待遇还很好，他们自然没有理由拒绝。众人学技能的学技能，开采资源的开采资源，都已经有事可做。吴凡则是带着牛二几人继续练级。岩阳城，炎风国的帝都。岩阳城乃是炎风国的第一大城市，这里疆域辽阔，城内有人口上千万，在整个大陆上，这里都是数一数二的大城市。这里经济繁华，文学昌盛，街市之上人流涌动，甚至有一些其他国家的旅人在其中行走，百姓们的脸上都是带着幸福、骄傲的表情。他们的生活像以往一样，并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在清远县城城外随处可见的难民，这里却是一个都没有。如果只是看这里的话，那么炎风国此时依旧国泰民安，繁荣昌盛。但是一些消息灵通人士却是知道，在炎风国的其他一些城市，某些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只是这些人并没有放在心上。那些城市距离炎阳城很远，影响不到他们这里的生活。而且这些年起义军势力层出不穷，却都被朝廷的军队给成功镇压，并没有能够形成什么气候。所以这些人虽然得知了一些消息，但是却并没有太过担心，依旧是过他们醉生梦死、灯红酒绿的生活，享受这世间的美好。然而在城内皇宫的大殿之上，此时却是没有这样好的气氛，相反，这里的气氛有些凝重，凝重的让在场的人都感觉到压抑的喘不过气来。大殿之上，炎风国的皇帝赵烈端坐其上，目光锐利的犹如猎鹰一般，直视跪在大殿之上的李德明，手指无意识的在龙椅的扶手之上一下接一下的敲着，敲击声在安静的大殿之上不断回响，每响一下，大殿之上的众臣心头就要跳一下。皇帝陛下生气了。在场的大臣很多都是陪伴皇帝多年的老臣了，他们知道皇帝陛下的性格习惯，此时皇帝陛下的表现表明他的心中有一团怒火充斥其中，随时都会发泄出来，而发泄的对象最有可能的就是跪在大殿之上的李德明。诸位大臣有些同情李德明，然而也有人心里幸灾乐祸，巴不得李德明被皇帝重罚。李爱卿，你这次的事情做得不行，很不行。皇帝陛下浓厚深沉的声音在大殿之上响起。皇帝陛下今年已经69岁，这个岁数已经很大，然而他并不像其他老人那样老老垂倚，反而气势强大，威严十足。大殿之上没有一个大臣敢和他对视，他那双眼睛并没有因为岁数大而显得浑浊，反而是越发的锐利深沉，仿佛可以直视人的内心一般。老皇帝的声音犹如重锤一般敲打在李德明的心头，他慌忙叩头说道：“末将知罪，你的确有罪，而且罪很大。”老皇帝声音更大，似乎有股怒气隐隐而发：“你可知道，你荒野平原的一场大败，给我们炎风国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让我们陷入了怎样的困境？”末将知罪。李德明再次惶恐地说道：“陛下，末将也是被其他3国出卖，他们无耻地和魔界中人合作，这才导致了末将的大败。”李德明对于上次的战败一直耿耿于怀，如果不是被其他几国的军队所出卖，他也不会有那样的大败。你也战场老将了，和其他几个国家也交手过多次，你居然还相信他们，你这次败得不冤。老皇帝怒道：“是末将疏忽了，末将知罪。”李德明叩头说道：“不过末将有事要禀告。”何事？老皇帝脸色已经阴沉。末将之所以匆忙对魔界军队发起攻击，甚至因此而错信其他3国之人，
乃是因为军中缺粮，周尚书并未按照约定及时将粮草送至军营，以至于末将不得不发起攻击。李德明说道：“陛下。”这个时候，一个和李德明差不多年纪的大臣从站立的位置上走了出来，在李德明的旁边跪了下去，面对皇帝说道：“陛下，臣有苦衷。”“你有什么苦衷？难道你不知道粮草对于一支军队的重要性？”老皇帝厉声问道。“臣自然知道，臣也安排了荒野平原附近的城镇往李将军的营地送粮，一共安排了超过30支的运粮队，他们运送的粮食足以支撑李将军的部队所用。”那大臣也就是户部尚书周延峰说道：“可只有一支运粮队抵达我的营地，运来的粮草远远不够部队所用。”李德明说道：“其他的运粮队直到我们从荒野平原撤退都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周尚书这又作何解释？”“这不能怪我，要怪就怪你们。”周延峰面对李德明丝毫不虚。那些运粮队在路上遭遇了各路起义军的袭击，他们只是杂牌军，并没有多少战斗力，自然保护不了粮草的安全。这些年，我朝境内的起义军势力越发猖獗，陛下给你们军部又是拨钱又是拨粮，但是你们不但没有彻底的剿灭镇压了那些起义军势力，反而是让他们越发壮大，数量也是越来越多，这才导致了他们这次袭击运粮队的事情。周尚书这么说就不对了。这个时候，又一个身穿戎装的老者站了出来，开口道：“起义军数量之所以越来越多，都是因为地方官员多有腐败，导致百姓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那些生活困苦之人，为了活下去，就只能是揭竿而起，这才导致了起义军的数量越来越多。”李尚书这话太过偏颇了吧？据我所知，大多数的地方官员们每日殚精竭虑，竭力为陛下管理好下面的百姓，但是那些百姓们不但不感恩戴德，心存感激，反而一个个听信谗言，不服管教，走上造反之路，非那些官员之罪。我倒是觉得你们军队方面在剿灭起义军方面并未尽力，有养贼自重之嫌。文官队伍中又走出来一个人开口道：“你够了，都给镇住口！”嗨嗨！老皇帝猛地一拍龙椅，大声道：“因为说话太急，心有怒气，导致了剧烈的咳嗽了一阵。”见状，大殿之上所有的文官武将都跪了下来，异口同声道：“臣等知罪，知罪！你们还知道自己有罪啊？”老皇帝脸上怒气冲盈：“你们一个个的整天不知道为朕分忧，吵闹推卸责任，倒是一个比一个厉害。现在内有各路反贼，外有魔界入侵，你们能不能不要将心思全都用在了排除异己、勾心斗角之上啊？”臣等知罪。诸位大臣再次开口道。老皇帝看着众人，心中有气，像这种文官和武将彼此看不对眼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大殿上发生了。两个集团的对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个集团对立对于皇帝的统治是有好处的，下面的人不会联合起来蒙骗他、架空他，他可以在两个集团之间调和，更有利于自己掌控天下。但是这种对立不能太过分，不能影响大局，动摇他的统治。而老皇帝发现，这几年这两个集团之间的争夺有着越来越过分的趋势，矛盾也越发的尖锐。30余支运粮队，只有一支顺利抵达荒野平原，其他的都在半路之上遇到意外，这显然不是偶然事情。老皇帝年纪虽然大，但是并不傻，甚至是越发精明。他知道那些运粮队之所以都遇到起义军袭击，这其中肯定有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和文官集团有关。他身边的情报系统也多少探听到一些消息，这显然是一次文官集团针对武将集团的事件，是想要让李德明在前线遭遇困难。或许他们只是想要教训一下李德明，让他求着文官集团再运送粮食过去，却是没有想到李德明并未向他们低头，而是选择向魔界军队发动袭击，最后落得一个惨败的下场。这也让魔界的军队在人间界彻底站稳脚跟。面对这样的情况，老皇帝心中是忧虑的。这两个集团之间的争斗越来也不顾全大局了，这对于朝廷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好事。他现在还活着，还能够压制他们，让他们听话，但是他死了呢？老皇帝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看似健康，实则已经虚弱不堪，随时有可能驾崩。而他的那些皇子们，又有谁能够压制这些大臣们的？怕到时候会被这些大臣们给架空的可能性更大。两个集团的对立以后只会更加尖锐，甚至是不将新皇帝的话放在心上，也是很有可能的。只是老皇帝虽然有心改变这样的局面，但是却也知道自己已经没有能力改变太多了，他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如果再年轻10岁，他不介意将这大殿上的人都换一个遍，凡是不听话全部都给撤了。但是他现在不行，他老了，没有多少时间了，不敢瞎折腾了，只能是希望这些人还能够顾全大局，不要只顾私斗了。都起来了。大殿之上，老皇帝沉默良久，这才开口，声音已经恢复平静：“多谢陛下。”众人开口道：“李德明作战不利，官降1级，罚俸1年；周延峰粮草罚俸半年。”老皇帝说道。虽然心中有怒气，然而老皇帝也只能将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否则的话会引起两个集团剧烈的反弹。在如此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老皇帝不希望自己的朝堂不稳。多谢陛下开恩。李德明和周延峰两人连忙跪下谢恩，心中都是松了一口气。李德明自知自己这次罪责很大，荒野平原一战虽然有其他原因存在，但是部队损失惨重是事实，而且还让魔界之人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后续对人间界影响甚大。所以这次回帝都，他以为自己会被直接剥夺军权，现在却是只降1级。对于他而言，这个处罚已经算很轻了。周延峰同样没有庆幸自己没有受到重罚，那些粮草没有能够准时送到，这里面的确是有他的小动作存在。那些小动作能够瞒过其他人，未必能够瞒过老皇帝。好在
老皇帝似乎并没有追究的意思，这让他松了一口气。你们都起来了。老皇帝开口道：现在都说说怎么解决眼前的局面吧。李爱卿，你在荒野平原多日，和魔界之人多有交手，对他们最为熟悉，你先说说魔界军队的情况。是，陛下。李德明站直了身子，看着老皇帝道：魔界军队的凶残暴虐，陛下以及诸位大臣应该都有耳闻。事实是，他们比传闻的还要凶残暴虐，战场上犹如恶魔一般，不死不退。这可能和他们在魔界的生存环境有关，那里环境恶劣，导致了他们拥有残暴的性格。他们在战场上从来不会投降，而且哪怕是受伤，他们也会继续战。想要让一个魔界战士失去战斗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死他们。在场之人心中微微惊讶，这样的战斗力以及悍不畏死的勇气，是人间界的军队所缺乏的。往往人间界的军队中，只有各国的精锐部队才能够做到面对绝境而不退缩。魔界的军队居然都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太过恐怖。如果魔界的军队只是蛮勇的话，倒也不可怕，顶多就是强悍一些的魔兽而已。可怕的是，在魔界军队的上层之中，有人懂谋略，会思考。这次利用其他三国，再反噬其他三国的军队，就证明了魔军军队的上层有聪明人，不是一群只会无脑往前冲猛夫。李德明继续说道：难道他们就没有缺点？老皇帝皱眉道：战斗力强，作战又勇猛，而且还有会指挥的人，魔界的军队难道无敌了？那对人间界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末将愚笨，暂时还没有发现魔界的军队有太过明显的缺点。李德明说道：不过魔界的军队之中，懂得谋略之人不多，或许只有上层的那些人。末将从荒野平原撤离之后，在路上整顿军队，就曾经多次遭遇魔界的小股队伍。那些队伍的战斗力虽然依旧强悍，但是却是不懂变通，和魔兽无异。我们或许可以利用这一点。这也是李德明到今天才回到帝都的原因。他从荒野平原撤离之后，队伍有很多人在之前的战斗中失去联系，所以他不能急着赶路，只能是在路上不断的整顿军队，寻找失散的士兵，导致他用了很长时间才回到帝都。虽然知道了魔界军队的一个弱点，不过老皇帝的心情并不算太好，因为魔界军队上层那些人不会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未必会给他们多少利用的机会。而且就算是小股的魔界军队，虽然不懂得变通，但是战斗力还在，一般的军队遇到他们还是只有落败的份。荒野平原一战之后，魔界军队在人间界站稳了脚跟，他们一边大肆加固城池，一边派遣小股部队肆虐周边城镇，而且肆虐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荒野平原周边的一些城市现在都很不安全。李德明说道。老皇帝脸色凝重的点点头，看向武将队伍最前那人，问道：李爱卿，现在各地起义军势力的情况如何？这人正是兵部尚书李阳，他见老皇帝提问，连忙站出来回道：回陛下，现在各地起义军势力越发猖獗，他们趁着我们和魔界军队对峙之时快速发展，我虽已调遣军队围剿，只是迫于形势，很难将他们彻底剿灭干净。老皇帝的脸色更难看了，现在他们炎风国当真是内忧外患了。朕已经下旨，各个城镇组建民兵队，不指望他们能够打败魔界的军队，只希望他们配合当地的军队，能够遏制魔界军队的势头，将他们困在荒野平原一带。李爱卿，你要迅速的整顿军队，准备再次出征，要魔界的军队给打退。只要打退了魔界的军队，那些起义军势力不足为惧。老皇帝说道。在老皇帝的心中，从来没有太将那些起义军当做一回事。虽然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并不能影响到他的根基。只要派遣大军，还是很容易就能够镇压他们。老皇帝忧心的那些魔界军队，他们实力强，而且还很暴虐，一旦让他们在炎风国的境内生存下来的话，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麻烦。不过老皇帝也知道，想要让对方再次出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来他们需要防备其他几个国家趁着这个时候来偷袭，二来粮草、武器装备等东西也全部都需要筹集，这都需要时间。所以老皇帝只能是希望那些城池的民兵队能够坚持得久一些，给他这里争取时间。至于指望民兵队打败那些魔界军队，是想都不用想的，根本就不可能。他这边正规军都打不赢魔界军队，更不用说连杂牌军都算不上的民兵队了。老皇帝现在就是在利用民兵队的牺牲来争取时间，耗住魔界军队。臣领旨。李阳拱手道。实际上李阳也和老皇帝一样，也没有太将那些起义军势力放在心上。在他的心里，那些人连武器都没有多少，又没有受过训练，连士兵都算不上。如果不是他们之前想要战功和文官集团相争的话，可能起义军势力早就已经被镇压了，也不会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李阳心中的敌人就只有魔界军队，而现在魔界军队入侵，对于百姓们来说，那肯定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身为军人的他来说，则是建功立业的时候，并不是什么坏事。陛下前段时间的封了一个运粮队的士兵为男爵，这就给了李阳很大的希望。他现在是伯爵的爵位，只要再立一些战功，以皇帝陛下现在的心态，给他加爵也不是不可能的。还有没有事要禀奏？老皇帝问道。这个时候，文官的队伍里走出一人，对老皇帝施礼之后说道：臣有事要奏。何事？前段时间陛下赏赐了一个运粮队小队长男爵的身份，微臣觉得这是不妥。那大臣说道：那人身为小队长，本身就有杀敌报效朝廷的责任，抓住一个起义军的头领乃是他该做之事，为此而赏赐一个男爵身份，微臣觉得这个赏赐太重。臣复议。又一个文官站出来说道：陛下感念他的勇武，大可多赏赐一些钱财即可，并无必要赏赐爵位。男爵是何等尊贵的身份，在我朝那是只有为朝廷立下大功之人才可以被授爵位，那个小队长所立之功还未到封爵的程度。臣复议。在那人之后，
又一个文官站出来拱手道。接着又有5、6个文官站出来附议这件事。很显然，他们这是商量好的，准备在今天同一时间发难。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吴凡的名字，也不是针对吴凡，而是针对这件事。他们不希望皇帝陛下大肆的封赏武将体系的官员，而且还是爵位这种最尊贵的赏赐。我觉得几位大人的话并不对。有武将站出来道，那人虽然是小队长身份，但是面对强敌丝毫不惧，还能够在绝境之中力挽狂澜，擒获敌手。正是因为他的表现，才改变了现场的局势。否则的话，他们的运粮队可能就要和其他的运粮队一样，都死在半路之上。不错，我觉得陛下的赏赐一点问题都没有。有了这样的赏赐，其他人在面对敌人之时，也能够更加勇敢的去杀敌，建立功业。另一个武将说道：“又来了，又来了！”老皇帝觉得自己眉眼一直在跳，他在忍着心中的怒气。他知道现场几人的争斗和那个小队长没有关系，而2个集团的再次碰撞。老皇帝之所以给吴凡男爵的身份，的确是希望其他人能够像吴凡那样勇猛杀敌。现在朝内正是内忧外患之时，如果多一些像吴凡这种人，那么炎风国的危机会小很多，甚至会彻底的解决。如果赏赐爵位能够改变目前的局面，那老皇帝不介意多赏赐一些。然而现场这些人却是只知道互相争斗，这让老皇帝很失望。都别说了，老皇帝出声道，他知道如果他再不出声的话，现场就会演变成一场更加激烈的争吵。这件事朕已经定了，旨也下了。难道你们想要让朕打自己的脸？武将集团的人有些得意地看向那些文官，文官们则是心里不服，然而却也不敢再说什么。只要你们用心为朕做事，朕是不会亏待你们的。加官进爵、封妻印子都并非不可能。老皇帝继续说道。果然，现场的大臣们脸上都隐隐有些激动。加官进爵、封妻印子，这可都是他们当官的最大追求了。而现在，他们炎风国内忧外患，似乎正是立功的时候。好了，今天的早朝就到这里，退朝。老皇帝说道，在旁边太监的搀扶下离开了龙椅。大臣们连忙跪下行礼。走到大殿的后方，看不到那些大臣们，老皇帝脸上的威严顿时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疲惫和忧虑。陛下，龙体要紧，您要多注意休息。一旁的大太监说道。休息？你以为朕不想休息吗？可是朝内朝外那么多事，没一个人能够替朕分担，一个个只知道勾心斗角，你让朕怎么休息？老皇帝说道。这种涉及朝政的事情，大太监不敢随便插嘴，只是低着头。朕的那些儿子也是，一个个都不成器。真不知道这江山以后交到他们手中会变成什么样。老皇帝继续说道。三皇子倒还不错。那大太监顺嘴说道。老皇帝顿时停住，目光锐利地看向那大太监，哪里还有刚刚的半丝疲态？你和老三走得很近。奴才没有，奴才不敢。那大太监吓得一下子跪了下去，连连磕头，脸色苍白。你下去吧，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老皇帝说道。陛下恕罪，奴才再也不敢多嘴了，奴才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您饶了奴才这回吧。那大太监不断磕头，虽然同是太监，但是也是有区别的。在皇帝陛下身边服侍的，自然是要比其他的太监更有权，生活得更好一些。而远离了皇帝陛下身边，那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太监，想要在皇宫内活下去都难。然而老皇帝并不理会，转身就走。如果不是念在这个太监已经跟随自己多年的份上，他都已经下令处死他了。皇位之事，又岂是一个太监可以随便妄议的？老皇帝也知道，随着自己岁数越来越高，那些皇子们对于皇位的想法也越来越浓。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想要获得那个位置，拉拢一些大臣、太监为他们说话，也是手段之一。不过老皇帝显然有自己的想法，他不希望自己身边之人牵扯进这件事里来，从而影响自己的判断。炎风国的朝堂之上风起云涌，而距离帝都很远的隐者村，此时则是一副轰轰烈烈大基建的样子。那些从清远县城而来的人，在王兵的带领下，开采石头、砍伐树木、挖掘泥土等等，忙得热火朝天。罗阳和吕冰两人则是继续前往县城倒卖魔兽身上的材料，同时招更多的人过来，顺便看看大宅那边有没有什么最新消息。至于吴凡自己，则是和牛二等人继续猎杀魔兽，获取材料卖钱的同时，也在努力提升自己的等级。现实中的吴凡同样忙碌，在江州大学的操场上锻炼过之后，吴凡便赶往郊区，将自己背包里的食材给取出来，放置仓库之中。对于吴凡一直坚持自己购买食材的事情，陈冰瑶多少有些不理解，甚至是觉得吴凡是不是不信任他，害怕他从中牟利。不然的话，为什么食材的采购这种事情一直都是吴凡自己负责呢？吴凡对此暂时也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穿越的事情显然是不能暴露的，而他的餐厅食材多半又都是来自另一个世界，所以采购食材这种事情就只能由吴凡自己来负责了，其他人就算是想要帮忙也没有办法。不过吴凡自己也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自己以后可能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不可能一直负责采购食材，毕竟这一趟折腾下来需要的时间也不少。只是该怎么解决这件事，吴凡暂时还没有太好的办法。当吴凡回到餐厅的时候，居然在大厅内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对方坐在桌边，和普通的客人没有什么两样。吴凡稍微想了想，并没有过去打招呼，而是直接前往厨房。吴凡看到的这个熟人正是凯乐门的经理黄庭锋。黄庭锋这几天的日子不好过，而且还有着越来越不好过的趋势。吴凡的界中界虽然才开业没有久，
但是却是在行业内，在江州的富豪圈中流传开来，名气越来越大。短短几天的时间，界中介就从凯乐门抢走了不少的客人。毕竟两家所面对的客户群体是一样的，距离又近，吴凡这边的生意越来越好，那么凯乐门的生意自然就会越来越差，肯定是有影响的。为此，黄庭锋心急如焚，一边让厨房方面研发新菜，一边主动和那些客人们建立联系，甚至搞小活动。然而这些动作都没有能够取得什么好的结果。研发新菜，尤其是研发出一道受人欢迎、能够让人耳目一新的新菜，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凯乐门的主厨虽然这几天也弄出了几个菜来，然而在客人中反响却是一般。至于和客户多联系、搞活动，也没有什么太大效果。他们的客人都是江州的富豪或者富豪家里的公子小姐，这些人心气多半是很高的，未必会将他这个凯乐门的经理放在眼里，而且他们也不缺钱，不会在意什么折扣之类的活动。眼见餐厅生意越来越差，黄庭锋已经从自己老板那边感受到了压力，没有办法的他今天亲自来界中介，想要尝尝这里的食物，看看和自己餐厅的食物相比到底有多大的差别。作为凯乐门的经理，黄庭锋在美食鉴赏方面多少有些心得。当然，来之前黄庭锋还是做了一些伪装的，不然的话，让别人知道自己这个凯乐门的经理居然跑到自己竞争对手那里去吃饭的，这传出去岂不是会让人觉得自己的餐厅的确不如界中介？不然的话，怎么会连自己这个经理都过来？只是黄庭锋没有想到自己的伪装会被吴凡轻易的识破，因为现在还没有到饭点，餐厅还不是很忙，所以黄庭锋所点的菜肴很快就被端了上来。香，很香。虽然还没有动筷，但是黄庭锋却是已经被这食物的香味所吸引。本来还不是很饿的他，居然突然来了食欲，看着眼前的食物，有种胃口大开的感觉。身为餐厅的经理，黄庭锋自然是知道这种感觉是多么难得，这让他心中极为震惊。这还没有吃呢，只是闻就有这种感觉，这食物的味道未免太逆天了。也许这食物也就是看着好看，闻着香，吃到嘴里未必会有多好吃。黄庭锋在心里安慰自己道。带着期待、紧张的心情，黄庭锋吃了一口菜，菜刚一入口，香味就充斥了整个口腔，并且迅速地蔓延到全身，似乎整个身体所有的细胞都因此而活跃起来。黄庭锋甚至因此而闭上眼睛，回味了良久，久久不舍地下咽。然而当他睁开眼睛之后，他的眼中满是惶恐，脸上一阵惊慌。要知道他可是抱着找茬的心思来的，他的心里本来并不觉得这里的菜肴味道会有多好，结果带着这样目的的他，居然不由自主地被这里的菜肴的味道给吸引、征服了，这未免太过恐怖了。吴凡的手艺什么时候这么强了？黄庭锋做了凯乐门很久的经理，人脉自然是有一些的，所以他知道这几天界中介这里都是由吴凡亲自掌勺的。而吴凡的手艺如何，黄庭锋自认为还是了解的。之前吴凡和刘一刀比试的那一次，黄庭锋也尝过吴凡做的菜和汤，虽然味道的确高出刘一刀，但是高出的也不是很多。然而现在这是怎么回事？这才多长时间，吴凡的手艺怎么提高了那么多？凯乐门虽然走了刘一刀，但是也请了一个和刘一刀水平相当的主厨。本来在知道吴凡亲自掌勺的时候，黄庭锋并未太放在心上，因为他认为吴凡的手艺也就和自己餐厅的主厨差不多，两个餐厅竞争下去，自己未必会输。但是在尝过吴凡做的菜之后，黄庭锋这样的想法突然就没有了，因为他尝出来了，自己餐厅主厨的水平和吴凡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落后吴凡太多，只要不是没有味觉的人，都能够轻易的尝出两者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差距太大了，犹如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一般。这样的结论是黄庭锋所无法接受的，他不相信吴凡在这么短时间内厨艺提高那么多，那是哪里的原因？难道吴凡在菜里加了什么不该有的东西？不过这个猜测很快就被黄庭锋自己给否定了。要知道来这里吃饭的那可都是江州有钱有权的人，吴凡如果敢在菜里添加什么不该有的东西，一旦被发现，那可能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还有什么原因？黄庭锋想到了食材，毕竟食材也是决定食物味道的因素之一。或许吴凡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到了极好的食材，这些食材帮助菜肴提升了口味。虽然黄庭锋觉得就算是食材再好，也不可能将味道提升那么多，但这毕竟是一个猜测，而且还是一个很有可能的猜测，所以他决定从这方面入手。只要弄清楚吴凡的食材是从哪里买的，我截了他的渠道，那样的话界中介想要再发展就不可能了。黄庭锋心里想到。黄庭锋自认为在江州也有些人脉，他相信自己肯定能够查出吴凡食材的来源，到时候他就展开行动，哪怕是因此而多付一些钱，他也愿意。只要打垮界中介，那么他的餐厅就会恢复昔日的盛况。只是黄庭锋忽略了，吴凡的餐厅在开业当天可是有很多公子哥们前来捧场的，显然吴凡在江州的人脉并不比他差，甚至要比他更好，他真要和界中介比人脉，还真赢不了。心中有了想法，黄庭锋的心情似乎好了一些。而这个时候已经接近饭点，界中介中的客人越来越多，看着这里忙碌的场景，黄庭锋的再次气愤郁闷起来。这些人之前大多数可都是他餐厅里的客人啊，结果现在都到吴凡这里来了，一定要将这些客人们都抢回去。这时一名服务员端着一道菜走了过来，放在黄庭锋的桌子上。怎么回事？你上错菜了吧？我没点这个菜，你们餐厅是怎么做事的？连上个菜都能够上错，这样也配叫高档餐厅吗？黄庭锋见状立即抓住机会开火，他本来就对这里不满，现在有一个找茬的机会，他自然不会放过。他在说话的时候，
故意将声音提高，一下子吸引了餐厅1楼所有客人的注意，甚至就连2楼包间上的一些客人也都看了过来。黄庭锋对于自己的话所取得的效果很满意。黄经理误会了，这菜是我让他上的。这个时候，吴凡走了过来，脸上带着笑意，看向黄庭锋说道：“黄经理身为凯乐门的经理，居然来我们界中介用餐，我身为这里的老板，感到很荣幸。黄经理这么支持我们餐厅的生意，我无以为报，就送这么一道菜，聊表心意。”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是什么黄经理，你认错人了。黄庭锋见吴凡这么说，心中一慌，连忙将头低了下去。黄庭锋能够感受到周围人打量的目光，这个时候他后悔自己之前那么大声，吸引了全场的注意了。黄经理，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不会认错的。吴凡笑道：“你不在自己餐厅招呼客人，特意来我们店里照顾我的生意，我真的很感动。有你这样的朋友，不枉此生啊。”吴凡说的夸张用情，黄庭锋却是恨不得找一个地洞钻进去。告诉前台，黄经理是我的好朋友，以后来这里吃饭全部8折。吴凡对自己身边的服务员说道。而这个时候，大厅内的众人似乎也都认出了黄经理，顿时议论纷纷。这里的人之前的确很多都是凯乐门的常客，所以对于黄庭锋多少都有些印象。现在经吴凡这么一说，都认出了黄庭锋。黄庭锋身为凯乐门的经理，不在自己餐厅里用餐，反而来界中介吃饭，难道他也认为凯乐门的菜肴不如界中介？周围客人们的目光让黄庭锋再也受不了，站起来就要离开。他现在很后悔自己亲自过来吃饭，更后悔自己没事找茬干嘛。现在好了，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来界中介吃饭了，这事传出去肯定会对自己的餐厅造成很大影响。哎，黄经理这就走了，吃饱没有？以后常来啊。吴凡在背后喊道。吴凡的话让黄庭锋走得更急了，甚至因为太过着急而差点摔倒。周围人的议论声、说笑声让他在这里一刻也待不下去。吴凡看着黄庭锋离开的背影笑了笑，随后再次前往厨房。黄庭锋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吴凡不是很清楚，不过可以确定，绝对不像是吴凡刚刚说的那样是来照顾他生意的，否则的话也不会偷偷摸摸、遮遮掩掩了。刚刚送那道菜就是吴凡故意试验黄庭锋的，如果他老老实实的收下来，那吴凡也不会出现。结果他趁机找茬，那吴凡也就不用客气了。下午的时候，吴凡接到赵小婷的电话，说是聚会的时间定下来了，就在明天晚上。至于地点，则是让吴凡大为惊讶，聚会的地点居然是界中介，也就是吴凡刚开的餐厅。吴凡倒是没有想到，班长居然会将聚会的地点定在这里。要知道，他这里的消费水平可是不低，而他们这些大学同学又都是刚毕业1年的新人而来，将聚会地点定在这么高档的餐厅，有些不合适。不过，既然地点已经定下来了，吴凡也就不再说什么。本来他也就是过去走个过场，和猴子聊聊而已，地点定在那里，他并不是很在意。只是既然是在自己的地方，又都是自己的同学，吴凡还是要关照一番的。他挂了赵小婷的电话之后，便喊来了陈冰瑶。有没有个叫孟卫芳的，明天晚上在咱们这里订包间？孟卫芳正是吴凡大学时班长的名字。陈冰瑶想了想，摇摇头说道：“没有，没有。”吴凡一阵惊讶，地点都已经确定了，难道没有预定？想着明天晚上直接过来，这不可能吧？真的没有？适用于同学聚会的应该有10几个人。吴凡再次问道：“老板，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是有人想要订包间，说是同学聚会的，不过那人不姓孟，姓马。”陈冰瑶说道：“姓马？马英飞？”吴凡眉头一皱道：“他们班级姓马的就这么一位，所以吴凡很容易就想到了马英飞的名字，好像是叫马英飞。”陈冰瑶想了想说道：“不过他订包间的时间有点晚，明天晚上的包间都已经订出去了，所以最后只能给他们安排在大厅。界中介虽然才开业没有几天，但是这几天的时间却是已经完全的打响了知名度，客人越来越多，每天晚上饭点的时候，2楼的包间都会爆满，预定的迟了点就别想在包间吃了。”这样啊，吴凡想了想说道：“想办法给他们腾出一个包间来。有些人预定了包间，并不一定会来，就好像王子明一样，他之前在凯乐门就有专用包间，方便他什么时候去都有包间用。像这种长时间预定包间的，价格都不便宜，一般的有钱人都未必受得了。不过王子明显然不在乎，而王子明在界中介这里，现在也有这么一个包间存在，除了王子明外，还有几个包间也是如此，所以只要想办法的话，还是可以腾出一个包间的。”好的，既然吴凡有吩咐，陈冰瑶自然要照做，也没有询问其中原因。吴凡这么做，自然也想要照顾一番自己的同学们，毕竟是1年多没见了。如果是在其他地方聚餐，他不会出这个头，但是在他的地盘上，他就不能当做没有看到了。安排好了包间的事情，吴凡便前往家具厂。这几天他都是在家具厂和餐厅两边跑，在2个地方当师傅教徒弟，可谓累得不行。好在不管是刘一刀还是陆，天赋都是不差的，态度也很好，所以学习的都很快，这倒是让吴凡欣慰不已。只是本来还心情不错的吴凡，回到游戏世界之后，就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个消息是罗阳和吕冰2人从县城那边带回来的。大人，我们在县城的时候听到消息，清远县城附近有一支起义军在活动，他们已经洗劫了2个村子了，具体动向还不清楚，不过应该还在清远县城附近。吕冰见到吴凡之后，便向吴凡汇报道。吴凡眉头一皱，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既然那支起义军势力在清远县城附近活动，那么很有可能会光顾隐者村，毕竟隐者村距离清远县城不算太远。起义军现在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了叛军、反贼，因为他们的行事手段对于普通的百姓并不友好，答应加入他们倒也还好，
如果不答应的话，各种烧杀劫掠的事情他们都做得出来。他们有多少人？武器装备如何？头领是谁？吴凡问道。回大人，这些我们都还不清楚。罗阳回道，关于这支起义军的情况，我们还是从县衙里打探出来的，只是县衙的郭县令好像对于那支起义军并不重视，没有打探那支起义军的详细情况，所以我们了解到的信息也很有限。吴凡也毕竟是刚刚才让大宅那边的唐三负责打探消息不久，情报系统并不全，能够得到的消息有限，这也可以理解。只是郭县令的做法就让吴凡很不满了。那起义军势力都已经洗劫了2个村子了，他居然还不重视，连敌人数量有多少，头领是谁都不知道，这县令当的也太不称职了。那县衙那里有要围剿这支起义军的想法吗？吴凡问道。应该没有，城内的军队没有丝毫要出兵的意思，因为城外有难民的原因，郭县令一直下令关闭城门，就算是我们想要进入城内，每次也都要打点不少才行。吕冰说道。真是混蛋！吴凡骂道。他自然不是骂吕冰和罗阳，而是骂郭县令。很显然，郭县令并没有要围剿起义军的想法，他的做法就是紧闭城门，这样的话不但可以将难民挡在城外，而且还能够防止起义军的军队攻打县城，一举两得，又不用耗费什么精力和财力，省时又省事，只是可怜了下面的村镇了。下面各个村镇虽然有了皇帝的命令，都已经开始组建民兵队，但是民兵队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什么训练，也没有什么武器装备，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怎么可能挡得住起义军势力的攻击？一旦起义军势力攻打哪个村镇，他们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而唯一有能力围剿起义军军队的清远县城又是如此消极的态度，着实让人恼火。可惜吴凡没有资格命令郭县令，他现在能够做的也就是做好自保的准备。吴凡叫来小队所有成员，安排道：罗阳、吕冰，你们2人继续前往县城，告诉唐三不要怕花钱，让他尽快的给我建立情报系统。目前以清远县城以及周边村镇为重心，之后以清远县城为中心向周边城市扩张，我要他给我建立起一个能够高效运作的情报系统出来。现在可不是和平年代，不管是魔界的军队，还是起义军势力，又或者其他周边国家的军队，都有可能对隐者村造成威胁。而作为现代人的吴凡，比这个世界任何一个人都要清楚情报在战争中的作用，所以他对于情报非常的重视。他没有想过要争霸天下，但是自保却是必须的，他不能接受当敌人打上门来了，他还不知道敌人的数量有多少，头领是谁，这种两眼一抹黑的情况。所以就是用重金砸，吴凡也要砸出一个有用的情报系统出来。另外，你们2人在清远县城外招收难民的速度再快点，清远县城不要那些人，我要。吴凡说道。隐者村这里的资源很丰富，有山有水，有田有森林，唯一的缺点就是人太少了。吴凡想要在这里搞大动作的话，是需要不少人，而清远县城外的那些难民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是，大人。吕冰和罗阳2人拱手应道。吴凡看向郑小六等人，从这个消息来看，清远县城周边的村镇现在都不安全，你们立即回家，将家里人接到这里来，我们都在这里，这里应该比你们的村子要安全一些，速度要快，从杂货铺那里租马车回去。郑小六等人的家都是清远县城下属村镇，距离县城都不算很远，那支现在在清远县城附近活动的起义军队伍很有可能会袭击郑小六他们的家人，所以还是接过来更安全一些。是，多谢大人。郑小六几人对吴凡感激地说道。吴凡对他们不错，隐者村这里的生活又很好，他们早就想要将自己的家人给接过来了，而且这次有起义军在附近活动，他们心里也担心自己家人的安危，吴凡的安排正合他们心意。吴凡又看向牛二，牛二是孤儿，没有家人，所以这次不用回村，便说道：牛二，你从那些投奔过来的难民们中间挑选一些身体强壮的青年加入民兵队进行训练，就按照我们之前在县城时候的方法训练，告诉他们愿意加入民兵队的可以不用劳作，而且待遇比做苦力开采资源要高。即便没有这次的事情，吴凡也是打算扩充民兵队的，毕竟现在这个时代不安全，他想要守住隐者村，仅仅是靠小队成员那么几个人显然是不行的。只是吴凡本来打算在城墙建好之后再扩充民兵队的，现在起义军的事情让这件事提前了。这次罗阳和吕冰2人从县城回来，又带回来100多人，其中就有不少青年，正好可以扩充民兵队，相信以吴凡开出的条件，想要加入民兵队的人不会少。是，大人。牛二应道。吴凡点点头，众人都有事做，他自己同样也没有能够闲着。练级的事情吴凡先放在一边，这里等级太难提升，就算是他现在疯狂练级，短时间内将等级提升个1-2级，实力方面也不会有太过明显的提升。而起义军的事情吴凡却是不敢大意，这隐者村是他的根本所在，他不希望这里出现任何的意外，所以他需要尽量的提升这里的防守能力，让牛二扩充民兵队就是出于这个目的。但是光有人没有武器和盔甲显然是不行的，如果数量少的话，吴凡可以麻烦孙铁匠，只是这次他需要的武器、衣甲，甚至是一些布置陷阱所用的东西，数量不会太少，所以只能是他自己动手了。虽然质量上可能比孙铁匠做出来的差一些，但是总比没有的好，而且也能够省下一笔费用。他现在摊子越来越大，需要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不省着点花显然是不行的。所以在牛二等人都离开之后，吴凡就独自前往后山开采那里的矿石，然后回到铁匠铺，从孙铁匠那里租用打造设备，可以打造武器。吴凡拥有高级的打造术，再加上白鹤玉佩的作用，他已经是大师级的打造术了，和孙铁匠相比也只差了一个等级而已。虽然这个等级很多人一辈子都未必能够跨过去，但是对于吴凡而言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这次大量的打造武器也刚好可以提升一下自己的打造经验。隐者村在吴凡的安排下，犹如一台精密仪器一样，快速的运转了起来。而距离隐者村不到1天路程的清远县城，此时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清远县城外的难民虽然被吴凡让罗阳带走了一些，但是这里难民的数量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是还增多了不少。很多难民从远处逃难而来，这其中就有被起义军的军队所洗劫的那2个村子里的人，他们逃到清远县城来，想要在这里寻求庇护。然而让他们失望的是，他们到了这里之后，不但没有办法进城，只能在城外挨饿，而且清远县城里县令大人也没有丝毫要出兵围剿那支起义军军队的意思。那支军队只要存在，他们就不敢回自己村子。对于没有多少战斗力的他们而言，这个时候回村和等死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们绝望地发现，待在这里似乎也同样没有任何的希望，也是一样在等死。不过除了这里，他们真的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了。县衙内，郭县令依然在自己的庭院内练习书法，师爷站立在一边，他同时也是郭县令的管家，是上次送房契给吴凡那人。几个侍女则是端上来糕点和茶水，等郭县令享用。大约1盏茶的功夫，郭县令终于直身收笔，满意的看着自己的作品。旁边的师爷连忙打起精神，一阵猛夸，要不怎么说他能当师爷呢？这嘴上的功夫绝对不差，夸了良久，没有一句是重复的，直夸的郭县令眉眼大开，笑意盈盈。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书法诗词乃是小道，不值一提，不值一提。郭县令满意的摆手道，说说城内外的情况吧，我是这清远县城的县令，是百姓们的父母官，还是要多了解了解他们的情况的，不能让人说我不务正业。大人每天为了百姓们的生活鞠躬尽瘁，谁敢说大人不务正业？那纯属污蔑。师爷连忙说道，总会有那么几个不长眼的。郭县令说道，对于师爷的话他很满意。清远县城在大人的治理之下，夜不闭户，生活富足，这天底下还有比清远县城治理的更好的地方吗？师爷继续吹捧道，这话夸张了，比我这里治理好的地方还是有的，帝都的治理就比我这里好一点。郭县令说道，一点点而已。师爷说道，郭县令点头，显然是认同了师爷的说法。不管别人怎么想，郭县令一直都认为自己为官有道，将清远县城治理得非常好。至于具体情况如何，郭县令其实并不知道，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下去亲眼看过那些百姓们的生活。在郭县令的心中，他是读书人，是清远县城的父母官，是比那些百姓们更高贵的存在，应该和他们保持距离，不宜走得太近，否则的话有失威严。城外的那些难民现在情绪如何？郭县令问道。城外难民的存在，郭县令是知道的，也是他亲自下令关闭城门的，他不能让那些难民进入城内，破坏城内安定祥和的氛围。实际上城内很多人都知道有大量难民在城外，心里也都有着担忧。郭县令这样简单粗暴的做法，并不能真的安定城内居民的心，只是他并不知道城内百姓心中的想法，他治理县城都是依靠自己的感觉，而不是根据实际情况。他们的情绪还算稳定，之前冲击城门的事情最近没有再发生。师爷回道，哼，一群刁民，不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他们还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郭县令冷哼一声说道，不过城外能吃的东西本来就很少，现在那里每天都有人饿死。师爷小声地说道，一群乞丐刁民而已，死了清净。郭县令毫不在意地说道，虽然那些难民没有再冲击城门，但是每天都堵在城外，郭县令心中也烦闷，他心中还巴不得那些难民全部都饿死，这样的话他的清远县城才清静，才能够恢复以往的安定祥和。在郭县令想来，自己没有出动军队清剿那些难民，已经算是对他们仁至义尽了，他们应该对自己感恩戴德才是。是，一群刁民，死不足惜。师爷附和道，不过属下听说最近吴男爵的人在那里招收难民，已经带走了200-300人。吴男爵？郭县令微微一愣，就是前不久刚被封为男爵的吴凡。师爷小声地提醒道，是他？他招收那些难民干嘛？嫌自己家里粮食太多了，还是有什么不轨的企图？郭县令皱眉道，在郭县令的心中，这清远县城是他的，谁都不能动摇他在这里的统治。自从自己的治地内出现了一个男爵之后，这就让郭县令如鲠在喉，非常的难受。现在听到吴凡居然大量的招收难民，他难免会有其他的想法，尤其是在这个起义军横行的特殊时期，难道吴凡想要造反？想到这个情况，郭县令又激动又紧张。如果吴凡造反，他能够平定的话，那自然是一份不错的功绩，甚至能让他官升个1-2级，他自然激动。不过他之前没有领过兵，打过仗，遇到造反这种事情，他的心里还是很紧张的。应该不是。师爷否定了郭县令心中的猜测，他将难民都带离了县城，去了隐者村。他毕竟是男爵，可以组建私军，而且陛下之前曾下令让各个村镇自己组建民兵队。隐者村的情况，大人应该知道，那里根本就没几个人，想要组建民兵队，自然要从外面找人。这样啊，郭县令心中既有庆幸又有遗憾，那就别管了，他把人都给带走才好，省得那些刁民堵在城外，看到就让人心里发堵。郭县令本来就不想看到那些难民，这对于他为官的形象也不好。自己治下的县城周围居然有那么多难民，这岂不是说自己治理能力不行？他又不想将那些人都给放进县城，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不稳定因素，而且进城之后还要让他养着，这亏本的买卖他不做。所以他最近一直在烦闷怎么处理那些难民，甚至是想着要不要趁着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将他们彻底清除干净。现在吴凡愿意接受他们，那自然最好不过。是，大人。
师爷点头道：“那支起义军的情况如何？”郭县令问道。不知道他们流窜到了哪里。师爷说道：“不过大人放心，我们县城城门紧闭，那些反贼是打不进县城的，这里绝对安全。”不可大意，加强城内的防守，不要让那些反贼钻了空子。郭县令说道。郭县令的确是没有想过要去清剿那支起义军的想法，在他看来，那是军队该做的事情，和他这个县令没有关系，他只要治理好清远县城就可以了。至于剿匪的事情，还是交给军队去做吧。所以，郭县令只是加强了县城的防御，并没有主动出击的打算。他也不认为那支起义军势力有实力攻打县城，所以他心里并没有太多的担心。至于下面的村镇情况如何，那就不是他需要担心的事情了。村镇里都是一些泥腿子，一些下层百姓，死一些也没什么影响。反正现在到处都有起义军势力出现，只要自己县城这边不出现什么问题，那么下面的村镇死伤再多，上面的那些大人们也不会问罪自己，甚至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对武将们发难。正是因为他们的剿匪不力，才导致了反贼猖獗，导致不少村镇被毁。这对于他们文官集团是一个发难的好机会。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郭县令说道：“下个月初5是陛下最疼爱的七公主的生日，我们要备一份厚礼。延丰国七公主赵琪乃是皇帝陛下最疼爱的公主，没有之一。众所周知，老皇帝对于几个皇子都不是很满意，以至于到现在都还没有确立太子之位。但是对于七公主赵琪的疼爱，那却是人所共知。而下个月就是七公主赵琪18岁的生日，虽然皇帝陛下还没有说什么，但是所有的官员却都在准备礼物，到时候献给公主作为贺礼。一般来说，女子15岁就算成年，可以嫁人了。然而七公主下个月即将满18岁了，却依旧待字闺中，未曾许配给任何人。这个年纪还没有嫁人，在一般人家那是老姑娘了，可能早就有流言风语出现。然而七公主却是不同，皇帝陛下对她极为疼爱，七公主不想结婚，老皇帝也不逼她，而且老皇帝也舍不得将七公主嫁出去。以七公主的身份以及老皇帝的疼爱，不要说18岁了，就是28岁，她不结婚也没有人敢说什么。因为七公主深受老皇帝的宠爱，所以官员们对于她的生日也是异常的重视，尤其是那些家中有年轻男子的，更是希望获得七公主的青睐，成就一段姻缘的话，那对于整个家族来说都是天大的好事。郭县令对于这件事同样重视，倒不是想要获得七公主的芳心，他已经成婚，孩子还未成年，所以怎么都不可能成为皇亲国戚。不过这并不会让他怠慢这件事，他同样是希望能够讨得七公主的欢心，那样的话，皇帝陛下对他印象自然会好，到时候加官进爵还不是轻轻松松。所以郭县令对于七公主的这个生日很重视，筹备的礼物自然也要用心。七公主殿下深受陛下的喜爱，又身处宫中，平时什么奇珍异宝都有见过，早已经不稀罕，所以这次的礼物一定要准备的有新意，能够让七公主喜欢。郭县令说道：“大人，这恐怕有些不容易。”师爷小心谨慎地说道：“我当然知道不容易。”郭县令说道：“但是不容易也要去做，只要七公主看得高兴了，你我前途也就稳了，所以这件事你一定要多上心。”属下明白。师爷说道。郭县令点头，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先放，目前这件事最重要。在郭县令的心里，什么难民，什么起义军势力都没有七公主的生日重要，那可是关系到他的前途的，自然是将七公主生日这件事放在首位。师爷跟随郭县令多年，自然深知郭县令的想法，所以对于他这样的安排并不奇怪。而一直忙着打造武器的吴凡，则是在要传送回现实世界的时候接到了任务。特殊任务，强制接受，下个月初5乃是延丰国皇帝最疼爱的七公主的生日，玩家作为男爵需要准备一份贺礼，最终奖励根据七公主对于这份礼物的认可程度所决定。特殊任务，吴凡耳边回响着任务提升的声音，这样的任务他还是第一次接到，以往的任务都有具体的颁布人，奖励也可以直接从发放任务的人处所领取，而这次显然不同。不过只要是任务，奖励通常都是不错的，更何况这次的任务还是一个特殊任务，想必奖励是不会差的。只是这七公主喜欢什么，我也不知道啊，这该怎么准备礼物呢？吴凡有些苦恼地想到。每个人喜好的东西自然都是不一样，如果那位七公主站在吴凡的面前，吴凡还能够使用鉴定术了解她的喜好，根据她的喜好来准备生日礼物，那样的话，想必七公主对于她准备的礼物的认可程度会很高，自己所得到的奖励也会很好。只是显然吴凡现在见不到七公主，所以只能是盲猜了。对了，怎么忘记他们了？根据介绍上说，贵族很喜欢他们，想来送他们当生日礼物，七公主应该会喜欢吧。吴凡突然想到了某物，眼睛一亮。吴凡虽然没有见过七公主，但是看着任务介绍也知道，对方平日里见到的好东西绝对不少，寻常东西未必能够让他喜欢，所以要送一些特别的。而他刚刚想到的那个东西，显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既然已经好了生日礼物，吴凡也就没有再多想这件事。认可程度这种事情有些虚无缥缈，自己认为的好东西，对方未必会喜欢，所以就算是吴凡觉得自己选择的东西不错，最后未必能够赢得七公主的认可，多想也无益。现在吴凡的重心是保护隐者村的安全，预防可能会出现的起义军队伍。至于其他的事情，他并不想多浪费精力。现实之中，吴凡今天是有课的，游泳馆内，吴凡依然是很多胆大女生们调戏的对象。不过随着接触的增多，吴凡对那些调戏都已经习惯了，也没有了之前的窘迫。吴老师，你之前答应和我约会的事情没忘吧？泳池边，唐雨霏身穿性感的黑色泳衣，脸上带着魅惑人心的笑容，看着吴凡说道。
虽然吴凡已经习惯了很多女生的调戏，但是每次面对唐雨霏的时候，多少还是有着不自在。主要是唐雨霏的魅力太大了，不但拥有绝美的容颜，而且身材、气质一样都不差。尤其是她的那双眼，看人的时候眼波流动，情意绵绵，轻易的就可以俘获人心。没忘，吴凡微微转头看向泳池说道。而泳池内的美景同样是在刺激着吴凡的神经，一个个青春靓丽的美少女们身着各式的泳衣，犹如一条条美人鱼一般在泳池内游动。这样的场景可不是什么人都有福气看到的，也难怪其他的男老师们对吴凡那么的羡慕了。那好，今天下午我们去个地方。唐雨霏说道。哪里？吴凡问道。吴老师，你问人家问题都不看着人家，是不是不太礼貌？唐雨霏微微撒娇道。吴凡干咳一声，略显尴尬的转头看向唐雨霏问道，下午去哪？去了你就知道了，保证刺激。唐雨霏神神秘秘的说道。唐雨霏这样的表情和语气让吴凡想到了王子明，之前王子明带他去拳击俱乐部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副表情。对了，待会下课之后我们一起去武术馆吧。唐雨霏说道。去武术馆干嘛？吴凡问道。你不知道？唐雨霏看向吴凡问道。我知道什么？吴凡疑惑道。看来你真不知道，你女友没有人告诉你吗？难道是怕你担心，还是怕你多想？唐雨霏笑道。别瞎说，我一直单身，哪来的女友？吴凡说道。想要女友还不简单？唐雨霏说道。只要你点头，我就是你女朋友，死心塌地的那种哦。别开玩笑了。吴凡微微避开唐雨霏的攻击性十足的眼神，说道，还是说说刚刚的事情，去武术馆做什么？唐雨霏白了吴凡一眼，说道，有人要挑战柳岩同学。谁？吴凡知道柳岩是武术社的社长，倒是没有想到居然有人要挑战他。何亮。唐雨霏说道，他是空手道社团的社长。哦。吴凡说道。哦，你就不担心柳岩？唐雨霏说道，要知道那何亮可是练习空手道多年，听说拥有黑带的实力，寻常人可不是他的对手。柳岩不是寻常人。吴凡说道，她是修炼者。关于修炼的事情，唐雨霏身为唐家女子自然也是知道的，所以吴凡也没有什么是不能和她说的。身为修炼者，哪怕是刚入门的明镜初期，也不是普通人所能够比的。而柳岩是具体实力，吴凡虽然不是很清楚，但他估计柳岩至少也是明镜后期的实力。明镜后期对付一个空手道黑带，吴凡并不担心。原来你知道他修炼者的身份？唐雨霏笑道，怪不得不担心。不过今天的情况有些不同，听说何亮从高耀国邀请了一个真正的空手道高手前来指导他们空手道社团活动。普通人只知道空手道最厉害的就是黑带九段，然而在那之上却还有等级，在真正的空手道高手眼中，黑带九段才刚到门槛，甚至连真正的门槛都没有跨过去。而今天来的这个高耀国的人则是一个真正的空手道高手。何亮故意选择在今天挑战柳岩，恐怕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何亮为什么要挑战柳岩？吴凡问道。以柳岩的性子，在学校内过着的应该都是与世无争的日子，不会轻易得罪人，而且她还那么漂亮，谁会主动和一个美女去结仇？完全没有必要啊。这你不知道？柳岩没有和你说？唐雨霏问道。不知道。难道这其中有什么玄机？吴凡问道。也不知道。你每天早上和她一起跑步都聊些什么？居然连这个事情都不知道。唐雨霏再次白了吴凡一眼。柳岩身为学校的2朵金花之一，受到的追求自然不少，当然另一朵金花就是本姑娘了，追本姑娘的人也同样不少，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说正事。这也是正事。唐雨霏说道。不过他还是将话题转回了柳岩的身上，追求柳岩的人很多，你知道他那个性子的，不喜欢这些麻烦，所以刚进学校的时候就说过，他不喜欢弱者，他的男人一定要比他强。刚开始的时候，众人不知道他的身手，将他当成了普通的弱女子，还有人去挑战他，但是挑战他的那些人全部被他轻易的打败，而且都还被打得很惨。那之后敢于挑战他的人越来越少了，到了大2，他当成武术社的社长之后，敢挑战他的人就更没有了。这次何亮敢挑战他，估计也是有备而来。你是说何亮挑战柳岩是想要追求他？吴凡说道。那你以为呢？唐雨霏说道。怎么，是不是心里很不舒服？看着唐雨霏那似笑非笑的眼神，吴凡略有尴尬，嘴上说道，没有的事，别乱说。你这话要是让他听到了，估计要伤心了。唐雨霏笑道。柳岩会伤心吗？吴凡不知道。两人虽然几乎天天一起锻炼，但是交流并不算很多，两人更像是一种默契一般。吴凡不问，柳岩也不多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当江大老师吗？唐雨霏突然开口道。你知道？吴凡问道。其实这件事一直是吴凡心中疑惑的地方，他那天篮球打得还可以，但是岳灵珊只因看自己打了一场都不到的篮球赛就破格录取自己，甚至连自己的简历、资格等事情都没有问，这未免有点太草率了。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小学找体育老师可能会这么随便，但是这里可是江州大学，全国知名学府，哪怕只是招一个体育老师都不应该这么草率才是。吴凡猜测这其中应该有什么自己所不知道的原因在，而现在看唐雨霏这么说，似乎他知道些什么。就在这个时候，下课的时间到了，唐雨霏站起来对吴凡说道，你想知道的话可以去问柳岩，这事和他有关，我就不方便多说了。和柳岩有关？吴凡心中更加疑惑了。在岳灵珊找自己之前，自己和柳岩交集并不多的，这件事怎么会和他有关系呢？不过看唐雨霏的样子，
显然是不愿意再说这事。吴凡也不好多问，只能是找机会问柳岩了。体育课结束，吴凡和唐雨飞两人前往武术社。一路上，吴凡发现很多人也都朝着那个方向而去。快点，比赛就要开始了，再晚点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不知道这次谁赢？我猜是柳岩，她身手那么强，之前可没有一个人在她的手上撑过1分钟。那可不一定，何亮可是空手道黑带的实力，未必打不过柳岩。真不知道谁能够打败柳岩，抱得美人归。反正肯定不是你我。一路上，众人都在聊着这件事，显然大家也都知道这次比试背后所蕴含的意义。众人已经好久没有看到有人挑战柳岩了，这次何亮挑战柳岩，众人对此充满了兴趣。支持柳岩和支持何亮的人都有，不过相对来说，支持柳岩的人要更多一些。不仅是因为柳岩之前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谁都不愿意看到这么一个大美女名花有主，哪怕是明知道自己得不到，也不希望有人能够得到，那会让他们心里发酸。当然，一路上唐雨飞也同样是受到了很大的关注。作为学校2朵金花之一，唐雨飞的追求者并不比柳岩少，而且相比柳岩的高冷、看似热情的唐雨飞，似乎更好追一些。然而几年过去了，也没有听说谁能够追到唐雨飞。当吴凡和唐雨飞两人赶到武术馆的时候，这里已经有很多人了。唐雨飞是校内知名美女，吴凡则是明星老师，所以两人轻松的就穿过了人群，来到了武术馆休息室。柳岩此时正在那里休息，等着何亮的到来。柳岩看到吴凡和唐雨飞前来，淡淡的看了一眼。早上锻炼的时候怎么没说？吴凡上前问道。不是什么大事。柳岩淡淡的说道。你倒是信心十足，某人可是为你担心不已。唐雨飞笑意盈盈的看着柳岩说道。柳岩则是看向吴凡，吴凡微觉尴尬，倒也没有解释，这让柳岩的眼神明显柔和了许多。喂，我说柳岩同学，那个何亮长得不错，听说家世也可以，要不你考虑考虑？唐雨飞说道。你喜欢自己去。柳岩淡淡说道。他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我喜欢吴老师这样的。唐雨飞笑嘻嘻的说道。我可不像你，说要找一个比你强的男人，你都是修炼者了，天赋好像也不错，万一将来修炼有成，同龄人中找不到比你强的怎么办？难道你要找一个老头嫁了？那怪可惜的。我喜欢的人自然能赢我。柳岩说道。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吴凡感觉到柳岩说这话的时候，似乎看了自己一眼，眼中并非像往常那么清了。哦，我懂了。唐雨飞恍然道。你的意思就是自己看上谁了，就对谁放水？好奸诈啊！不过这不符合你的性子啊，你不是一直都很要强的吗？能够接受一个比自己实力弱的男人？柳岩没有说话。以吴凡对他的了解，柳岩的确是一个要强的人，心里应该也不甘心找一个比他实力弱的男人吧。真要是为了某个喜欢的男人而故意放水的话，他的心里或许多多少少也会有些不甘心。待会的比试你有把握吗？吴凡问道。柳岩点点头。听说何亮那边请了一个高手来坐镇，你知道吗？吴凡问道。谁来都一样。柳岩淡淡的说道，声音不大，却是透着一股强烈的自信。还是小心一些为好，那人来自高耀国，那个国家很多人可不是什么光明正大之辈。吴凡提醒道。柳岩点点头。这个时候外面传来一阵吵闹声，吵闹声还夹杂着欢呼声。应该何亮来了。唐雨飞说道。柳岩当即往外走去，吴凡和唐雨飞两人也都跟着一起往外走。果然，当三人来到外面的时候，在武术馆的中央站着一群身穿空手道衣服的人，当前一人跃众而出，站在那些人的前方，一脸傲气的看向对面的武术社的人。柳岩来到武术社众人的前面，面对空手道社团的人站立，吴凡和唐雨飞两人则是站在武术社社团其他人的身边。何亮看到柳岩出现，眼睛明显亮了几分，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柳岩的身上。言而何亮看着柳岩深情的说道。然而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吴凡柳岩给打断了。不要叫我言儿，你不配。柳岩淡淡的说道。何亮脸上神色一滞，有些尴尬，不过他似乎很了解柳岩的性子，又或许脸皮比较厚，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眼神也恢复了之前的深情。表演继续。柳岩同学，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就被你深深的迷住了，我的内心告诉我，你就是我一直要找的人，如果不能追到你，将是我一生的遗憾。做我女朋友吧，我会用尽一生去照顾你，疼爱你，让你幸福的。答应他，答应他。跟随而来的空手道社团的众人这个时候同时开口喊道。吴凡微微皱眉，唐雨飞则是一副恶心要吐的表情。我收回刚刚的话，这何亮太做作，太假了，配不上柳岩。唐雨飞对吴凡说道。难得呀，平时一直见你挤兑柳岩，难得见你为他着想一次。吴凡看向唐雨飞说道。我是和他不对付，不过也不希望他被这样何亮这样的人追到。唐雨飞看向吴凡道。其实只要他不和我抢吴老师你的话，我以后对他绝对客客气气。又来了。吴凡无语道。吴凡和唐雨飞这边看着何亮装深情，一副受不了的样子。然而现场那些来看热闹的人中，有不少人则是被何亮的深情所打动，尤其是那些女孩子们，恨不得何亮表白的对象是自己，嫉妒柳岩受到何亮这样优秀的人追求。毕竟何亮长得帅又有钱，还是空手道社团的社长，很容易俘获一些女孩子的芳心的。何亮学长好帅啊，要是何亮学长表白的人是我就好，我保证立马答应他。那柳岩有什么好的，冰块一样，也不知道何亮学长看上他哪一点，不就是长得稍微漂亮一些吗？说不定是去泡菜国整的。观众中不少的女生羡慕嫉妒的议论着。听到这样的议论声，何亮心中很是得意。然而当他看到身为当事人的柳岩听了自己的话之后，
眼神居然没有丝毫的波动，脸上的表情也没有丝毫变化的时候，他心中升起的那股得意劲突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说完了吗？柳岩冷漠地问道，声音丝毫比之前还要清冷几分。何亮愣愣地点头。那就开始吧。柳岩不带丝毫感情地说道。何亮眼神有些昏暗，眼底布满了阴霾，自己当众向柳岩表白，他居然这样一副态度，这是完全没有将自己放在心上。何亮对自己的身手有信心，但是对于柳岩的身手同样是一些忌惮。柳岩能够打败那么多追求者，绝对不是无能之辈，所以心里虽然痛恨柳岩对自己的态度，但是却也不敢太过大意。两人相向而立，何亮摆出起手姿势，目光冷冷地看着柳岩。他知道自己想要追到柳岩，就必须先打败她，打掉她的傲气才行，到时候看柳岩在自己面前还能如何高傲。你是女人，你先出手。何亮大度地说道。何亮话音刚落，柳岩右脚在地板上轻轻一点，身子轻盈地飘了过去。她身穿的是白色练功服，此时身姿妙曼的如同仙子一般。何亮一惊，他没有想到柳岩居然没有和他任何的客气，甚至连一句话都没说就动手，连忙准备抵挡。柳岩的动作看似很慢，实际却是很快。在何亮这边刚刚摆好防御姿势，他就已经杀到了何亮的面前，一掌挥出，直逼何亮的面门。何亮并不慌张，因为他已经摆好了动作，有信心可以挡住柳岩的这一击。然而让何亮没有想到的是，柳岩的手掌要击中他的时候，陡然变向，朝着他的胸膛而去，速度居然比之前还要快了2分。何亮大惊，想要抵挡，却是已经来不及。砰！柳岩的功法并不以力量见长，但那要看和谁比。何亮空手道虽然练得厉害，但还只是普通人的范畴，所以柳岩这一掌轻松的就击退了何亮。何亮噔噔噔的往后连腿数步，然而还没有等他稳住身子，柳岩刺轻盈的飘了过来，在何亮反应过来之前，一掌打在何亮的额头。何亮顿时眼冒星星，整个人晕晕乎乎。这还不算完，柳岩并没有要放过何亮的意思，一脚踢在何亮腿弯处，何亮顿时站立不稳，半跪了下去。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己居然被柳岩打跪下，这让何亮大感耻辱，恨不得找一个地洞钻进去，心中对于柳岩的痴念也全部都变成了怨毒。何亮很想反击，然而柳岩并不给他机会，他这才刚被打得半跪下去，柳岩又是一脚踢在他的下巴处，何亮整个人顿时倒飞了出去，嘴里发出一声惨叫，在空中的时候还吐出了一颗带血的牙齿。现场一片安静，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知道柳岩厉害，却没有想到他厉害到这个程度。何亮身为空手道社团的社长，又有着黑带的实力，在他的手中居然如此的不堪，连还手的能力都没有，直接就被秒杀了。很多之前对柳岩还抱有幻想的男生，看到何亮的惨状之后，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将心中那不切实际的想法给摁了回去，以后都不敢再有了。同时他们的心里对于何亮的遭遇多少有些幸灾乐祸，这何亮以为自己长得帅又有钱就可以抱得美人归，现在被打成这副样子，简直就是活该。至于女生们，这个时候也不敢像刚刚那样肆无忌惮地非议柳岩了，他们从内心深处怕柳岩，万一柳岩知道他们在背后编排他，想必不会轻饶他们。至于唐雨霏，则是一脸羡慕地看向柳岩，随后小声地自语道，虽然我不想承认，但是柳岩刚刚的动作真帅，身子轻灵的像是一个仙子一样。柳岩是修炼者，唐雨霏则是一个普通人，在这一点上，唐雨霏还是很羡慕柳岩的。吴老师，你那有适合我修炼的功法吗？唐雨霏看向吴凡问道。你上次送我的那部功法是很好，但是那不适合女孩子练，我可不想练出一身肌肉来。吴凡有些哭笑不得，说道，没有，我就那么一部功法。吴凡说的是真话，然而唐雨霏却是不信，就只有一部功法，还能够拿出来送人，而且那可是玄级功法。吴凡能够拿出玄级功法送人，他的背后必然有一个修炼势力存在，而一个修炼势力不可能只有一部功法，不送就算了，何必骗我？唐雨霏说道，我也知道功法对修炼者们的重要性，是我的要求唐突了。唐雨霏意识到了自己要求太过分，如果是在平时，他是不会对吴凡提出这样过分要求的，只是刚刚看到柳岩如同仙子一般轻松地打败了何亮，心中很是羡慕，这才下意识地和吴凡说了那样的话。我真没有骗你，我现在真没有其他的功法。吴凡说道，我答应你，如果我以后有适合你修炼的功法，就送你。其他人看来很是珍贵的修炼功法，在吴凡脑子却是没有那样的概念，他之前毕竟不是修炼世界里的人，身后也没有什么宗门，所以对于修炼功法并不是那么看重，自己学会之后或者自己用不着的话，完全可以用来送人，这也是吴凡之前将那本霸刀刀法送给唐雨霏的原因。真的？吴凡不在乎，唐雨霏听到却是激动异常，声音都有些控制不住，激动的他抱着吴凡，迅速的在吴凡的脸颊上亲了一口，连敏捷属性很高的吴凡都没有反应得过来。吴凡，这可是你亲口答应我，不能反悔。唐雨霏对吴凡说道，激动之下他直呼吴凡的名字，而没有再喊吴凡老师。是我答应的。吴凡有些尴尬的说道，他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被一个女生给偷袭了，不过那感觉似乎挺不错的，只是虽然回味那种感觉，但是他毕竟是老师，唐雨霏是学生，这里又是学校，被人看到影响很不好。好在众人的注意力此时都在柳岩和何亮两人身上，倒是没有注意他们这边，这让吴凡松了一口气。只是吴凡不知道的是，柳岩并没有将何亮放在眼里，甚至就连交手的时候都没有用全部实力，注意力没有都在何亮的身上，而是有很大注意力在他的身上。所以唐雨霏亲吴凡，其他人没有看到，柳岩却是注意到了。
柳岩的身子当时就是一顿，随后她脸上寒霜密布，整个人犹如一块千年寒冰一样。距离她稍微近一些的那些空手道社团的成员们似乎感受到了她身上的寒气，几乎在同一时间，全部下意识地往后倒退了2步，一脸惊恐地看向柳岩。而柳岩则是浑身散发着寒意地走向何亮。何亮惨了！很多人脑海里同时冒出这样的想法来。何亮慌了。本来在面对柳岩的时候，他就毫无还手之力，牙齿都被打掉了一颗。现在见到柳岩居然比之前的脸色还要难看，一副杀气腾腾地走向自己，他是真的慌了。我不打了，我认输！何亮大声地喊道。当众认输，还是给一个女孩子认输，这很丢人，让何亮有种颜面尽失的感觉。但是他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柳岩不知道怎么回事，身上的杀气居然比刚刚还要重，这要是再继续打下去的话，自己会被他打死吧。所以何亮选择了认输。何亮学长，别认怂啊，起来啊，上啊！何社长，你刚刚不是很傲气的吗？怎么这么快就认输了？台下的观众见何亮认怂，都闹腾了起来，尤其是那些男生们，更是不愿意放过这个机会，在言语上疯狂地打击何亮。谁让何亮居然敢打他们心中女神注意的？现在被修理得这么惨，活该！何亮听到那些声音，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眼底的阴霾更甚。然而不管他心中如何的不甘，他都没有勇气和柳岩再打下去了。那样的话，吃亏受苦的只会是他。何亮看向柳岩的眼神有怨恨，也有的恐惧。他痛恨柳岩居然在这么多人面前对自己丝毫不留手，打得自己那么狼狈，最后还要亲口认输。然而对于柳岩的身手，他心里也很害怕。本来他以为自己空手道黑带的实力，就算是赢不了柳岩，也能够和他斗个旗鼓相当。然而事实证明，他想错了，他远远不是柳岩的对手。更让何亮感到害怕的是，他已经向柳岩认输了，然而柳岩却好像没有听到一样，依旧4慢10快地走向他，眼神依旧冰冷。柳岩，你要干什么？我已经认输了，你不能再打我了。何亮一脸恐慌地朝着柳岩喊道。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之前那副看向柳岩的深情。何亮很想站起来，但是面对柳岩冰冷充满杀气的眼神，他居然觉得自己四肢发软，完全的使不上力气，想站也站不起来，只能是在地上不断的往后挪。砰！柳岩来到何亮的身边，一脚踹在何亮的胸膛之上，何亮的身体犹如一个保龄球一般在地板上滚了出去。偌大的武术馆内充斥着何亮凄惨的叫声，这声音甚至完全的盖住了现场的嘈杂声。现场的观众再次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整个武术馆除了何亮的叫声外，再无其他声音。众人看着柳岩那张绝美清冷的脸庞，下意识的咽了咽口水。狠，太狠了！何亮已经认输了，柳岩出手依旧那么狠，丝毫没有要放过的意思。本来不少男生对于柳岩还有憧憬的，但是在亲眼看到何亮的惨状之后，他们都打消了这样的想法。果然，没有实力是做不了柳岩男朋友的，不然的话就会像何亮一样惨，甚至是比他还惨。柳岩美则美矣，然而不是他们所能够拥有的。眼见着柳岩再次走向何亮，唐雨菲小声的说道：“这女人发疯了，出手这么狠，那何亮已经很惨了，居然还不放过，她不会真的想要打死何亮吧？”唐雨菲还不知道，正是因为她刚刚的举动彻底的刺激了柳岩的神经，何亮那么惨也是受到她的牵连。别瞎说，柳岩不是那种没有分寸的人。吴凡说道。话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吴凡的心里同样是担心柳岩出手过重，万一真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失手杀了何亮，那就不好了。住手！一道有些生硬的华夏语打破了现场的宁静。接着一个25、26岁的青年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之内，他走向柳岩，嘴里叽里呱啦的说了一通，吴凡听不懂他的话，但是看他的脸色似乎很气愤，在指责柳岩一样。他就是何亮请来的那个高耀国的高手。唐雨菲对吴凡说道，他在指责柳岩出手太狠，让柳岩立即住手。你能听懂他的话？吴凡问道。这高耀国的语言，吴凡之前只在一些小电影里听过一些，没有字幕的现实中，他完全听不懂那人在说什么。当然，唐雨菲理所当然的说道，高耀国的语言吗？这有什么难懂的？吴凡顿觉羞愧，果然自己和江大的高材生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这个时候，那个来自高耀国的青年再次对柳岩叽里呱啦的说了一通，他在挑战柳岩，说要维护空手道的荣誉，希望柳岩接受他的挑战。唐雨菲适时给吴凡翻译道，柳岩，你不是很厉害的吗？有本事你接受他的挑战。何亮冲着柳岩喊道，此时他心中对柳岩没有了男女之情，有的只有怨恨。他想要看到柳岩惨败，看到柳岩被狠狠的羞辱，这样才能够解他心头之恨。如果你输了，你要做他的女人。何亮再次喊道，只是他嘴里少了一颗牙齿，说话的时候有些漏风，让他的话听着有些奇怪。何亮的话让现场顿时响起一阵起哄鄙视的声音，这声音自然不是冲着柳岩的，而是冲着何亮的。这何亮自己打不过柳岩，居然请帮手，而且居然逼着柳岩当高耀国的人的女朋友，这让现场的观众很不耻，就连之前一些对何亮印象不错的女生，这个时候也都一脸鄙视的看着何亮。再怎么说，柳岩也是他们江大的人，是华夏国的人，就算他们追不到柳岩，配不上柳岩，也绝对不希望看到柳岩找一个高耀国的男朋友。台下吴凡的眉头也皱了起来，刚刚他还觉得柳岩对何亮下手是不是太狠了一些，他们毕竟是同学，然而现在吴凡却是觉得柳岩下手太轻了，就应该将这厮打残、打废、打晕过去。我接受你的挑战。柳岩面色淡然道。这个时候吴凡有些忍不住了，走上前去对柳岩说道，你没有必要答应的，
今天本来就只是你和何亮的比试，现在已经结束了，没有必要再和其他人比。吴凡之所以出面想要阻止，是因为他通过鉴定术了解到，那来自高耀国的青年居然是一个明镜后期的高手，和柳岩实力相当，他怕柳岩吃亏。柳岩看了看吴凡，又看了看身后的唐雨飞，没有说话。显然他没有要改变主意的意思。我叫野泽秀一，请赐教。那来自高耀国的青年对柳岩道，脸上自信从容。柳岩淡淡的说道。双方摆开架势，准备比试。柳岩脸上也不似之前面对何亮那般轻松，他似乎也感觉到了野泽秀一的实力，脸上露出认真的表情。柳岩加油，雨神加油，打败那个矮子，打败他，让他知道我们华夏国人的厉害。现场的观众纷纷给柳岩加油助威，在眼前这场比试中，他们毫不意外的都站在柳岩这边，不仅仅是因为柳岩长得漂亮，更因为她是华夏人。吴凡虽然心中担心柳岩，但是柳岩既然不愿意放弃，他也不好多说什么，只能是站在后面关心的看着。似乎感受到了吴凡关心的眼神，柳岩脸上的表情也没有之前那么冰冷了。很担心，柳岩实力那么强，不会有事的。唐雨飞来到吴凡的身边说道。这次不一样。吴凡摇头道，那何亮只是普通人，柳岩和他打，我一点都不担心。但是这个叫做野泽秀一的高耀国人，他是修炼者，而且还是明镜后期，实力不俗。他是修炼者？唐雨飞惊讶地看向野泽秀一，虽然他知道野泽秀一的实力不弱，是一个真正的空手道高手，却没有想到对方居然也是一个修炼者。吴凡点点头。而这个时候，比试的双方已经动手，野泽秀一上来就是一记势大力沉的横踢，他并没有像之前的何亮一样小瞧柳岩，也没有相让的意思，上来就是抢攻，而且出手毫不留情，因为他也发觉了柳岩的不简单，感受到了柳岩带给他的压力。柳岩并未走神，在野泽秀一的右腿踢过来的时候，他的身子微微一晃，就躲过了对方的攻击。然而还没有等柳岩反击，野泽秀一再次一个横踢，直奔柳岩的面门，气势依然十足，哪怕是现场的观众都能够感受到那脚上所蕴含的力量，这要是他们被踢上一脚，估计得半天爬不起来。柳岩无奈放弃反击，脚下轻移，躲过对方的攻击。这气势十足的一击虽然没有能够击中柳岩，却让他额前的一缕秀发被腿风吹起。再次击空，野泽秀一也不气馁，继续攻击。他仿佛不知道疲倦一样，不断的发起攻击，攻势居然一波比一波要猛，逼得柳岩无法反击，只能是不断避让。现场的观众惊讶地看着这一幕，他们都没有想到，刚刚还气势十足，打得何亮毫无还手之力的柳岩，面对这个高耀国青年的攻击，居然没有还手的机会，居然只能躲让。这样的局面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他们还以为柳岩会像之前面对何亮一样，干净利索地解决掉这个高耀国的青年。何亮躺在地上，一脸幸灾乐祸地看着场中打斗的两人，因为柳岩最后那一脚用力极大，打得他到现在都还没有缓过来，只能是躺在地上休息。而现在他看到柳岩被野泽秀一给打得狼狈避让，心里有种大仇得报的畅快的感觉。在他被柳岩打败之后，他就知道自己和柳岩之间已经不可能了，他得不到的就想要毁掉，所以他激柳岩和野泽秀一比试，就是想要看到柳岩败给野泽秀一。柳岩不是很傲气很清冷吗？等他被野泽秀一打败，看他还如何傲气如何高冷，到时候如果柳岩不同意做野泽秀一的女朋友，自己就在学校内大肆宣传，彻底的毁了柳岩的名声。显然当众被柳岩打败，而且还败得那么惨，让何亮心里对于柳岩只有怨毒，他想要看到柳岩比自己还惨，那样的话他的心里才会痛快。他不会真的要被那个高耀国的人打败吧？唐雨飞有些担心的说道。虽然说唐雨飞和柳岩两人平时都有不对付，但是那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的，是性格上的原因造成的，这并不会让两人有多少的私怨，甚至因为两人都极其漂亮极其优秀，两人的心里多少还有些惺惺相惜的意思。所以唐雨飞并不希望看到柳岩落败，还是被一个高耀国的人打败。也因此现在看到柳岩似乎毫无还手之力，唐雨飞的心里还是有些担心的。不会，一边的吴凡开口道。可是他一直被压制，都没有还手的机会。唐雨飞说道。那只是表象。吴凡说道，他的实力不俗，已经不算是普通人行列，所以看得自然要比现场的普通人更加仔细。柳岩现在虽然看似落入下风，毫无还手的机会，但实际上他并不狼狈，只是因为对手抢攻，他在避让对方的锋芒，同时寻找反击的机会，一旦对手露出一丝破绽，他就会发起反击。是吗？唐雨飞没有吴凡那样的眼光，看不出太多，他和现场其他人一样，都觉得柳岩被野泽秀一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落败只是早晚的事情。是，吴凡肯定的说道。本来我还有些担心他，怕他不是那个高耀国的人对手，现在看来他的实战经验、临敌的处理方式都要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吴凡现在对于柳岩的身份背景更加的好奇了，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家庭，居然培养出柳岩这样一位出色的人来。打斗的情况不仅是吴凡看出来了，两个当事人心里同样也很清楚。柳岩从头到尾都表现得很镇定，没有丝毫的慌张，尤其是在熟悉了野泽秀一的攻击套路之后，他应付起来比之前还要游刃有余。反观野泽秀一心中则是没有之前那么淡定自信了。虽然之前柳岩轻松地打败了何亮，但是野泽秀一并没有太当一回事，因为何亮作为一个普通人，在他的心中同样是不值一提，打败何亮并不值得称道。野泽秀一在25、26岁的年纪就能够晋升到明镜后期，天赋是很高的，人自然也是骄傲的。如果不是之前何亮请他出手，他是不屑于对柳岩这么一个女流之辈出手。
只是真的动手之后，野泽秀一才发现自己之前想的可以用1-2招就能够秒杀柳岩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柳岩居然也是修炼者，而且实力和自己相当，甚至比自己还要稍稍高出一点点。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之前柳岩和何亮动手的时候并没有用出全力。想想也是，一个修炼者和一个普通人打斗，的确是没有必要出尽全力，换作是他的话，也不屑于用全部实力的。只是他显然是被刚刚的情形所迷惑了。发现这一点之后，野泽秀一更是想要快速的击败柳岩，因为他知道一旦等自己稍有疲惫露出破绽的话，同样身为修炼者的柳岩是绝对不会放过机会的，他要在自己力竭之前击败柳岩。然而他惊讶地发现，柳岩的年纪虽然比他小，但是实战经验却是丝毫不逊色于他，甚至要比他还要丰富，自己步步紧逼，招招致命。然而柳岩却防得滴水不漏，自己的招式看似凶猛，却是并没有对柳岩造成任何的伤害。外人看上去柳岩似乎被打得很狼狈，但是他却是知道自己实际上也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这样一来，野泽秀一的心中便略略有些心急，他知道这么拖下去对自己没有好处，最后落败的很有可能会是自己。想到自己居然可能会被一个华夏的女人给打败，野泽秀一心中就无法接受，他不能输，绝对不能输给这个华夏女人。想到这里，野泽秀一攻势更猛了。然而因为心中有些发急，导致他的动作居然有些变形，两个动作之间没有之前那么连贯，居然出现了一个空档。好机会！在后方观战的吴凡看到这一幕，眼睛一亮。他旁边的唐雨霏则是一头雾水，在他的眼中，野泽秀一的动作和之前没有什么两样，依然是那样的凶猛，气势十足，攻击犹如狂风暴雨一般。而柳岩则是这狂风暴雨之中的一叶扁舟，似乎随时都有可能会被这狂风暴雨给击毁。好在对战的柳岩不是唐雨霏，他同样也看出了野泽秀一所露出的破绽，这个破绽不算很大，寻常人甚至都发现不了。但是柳岩眼力非同一般，又一直在等着野泽秀一出现破绽，这样的机会怎么可能错过？只见柳岩这次不退反进，左臂竖起挡住野泽秀一侧踢，之后顺势一滑，将野泽秀一的腿往旁边一带，右掌劈出，直击野泽秀一的胸膛。野泽秀一顿时大惊，之前柳岩一直是手势，也没有想到自己只是露出了一点点的破绽，居然就被他给发现了，而且把握机会的时机恰到好处，自己此时就力已去，心力未生，哪怕是发现了柳岩的意图，却也是没有办法进行抵挡。砰！柳岩一掌击中野泽秀一胸膛，哪怕柳岩并不以力量见长，这一击依然打得毫无防备，野泽秀一连连后退。野泽秀一后退，柳岩则不再是之前那样躲避攻击，而是趁胜追击，脚步紧随野泽秀一而动，双手不断的挥出，攻击身子尚未平稳的野泽秀一。野泽秀一胸膛吃痛，然而还不能他缓一口气，柳岩之后的攻击已经再次袭来，野泽秀一只能摆出防守的姿势，只是他身子还未恢复平稳，哪怕是防守的姿势都摆得不是那么规范，并不能挡住柳岩全部的攻击。柳岩得势不饶人，他本就以速度见长，攻击速度比之前的野泽秀一还要快，打得野泽秀一狼狈不堪。野泽秀一也没有想到自己一招出错，居然瞬间就让自己完全的落入下风。现场的观众们惊奇的发现，刚刚还落入下风，似乎毫无还手之力的柳岩，瞬间便逆转了场上的形势，占据了上风。而且野泽秀一在他的攻势面前，居然比刚刚的他还要狼狈。果然被你说中了。唐雨霏也惊奇的说道。吴凡笑笑，没有说话。柳岩不是野泽秀一，一旦掌握了主动权，就绝对不会轻易的让出。他之前防守时做的滴水不漏，现在全力攻击也同样面面俱到。野泽秀一想要寻找机会进行反击，却是发现自己根本就无从下手。砰砰砰！心急之下的野泽秀一露出了更多的破绽，这样的破绽在普通人的眼中未必是什么破绽，然而在柳岩的眼中却是一个个攻击的良机，他一个都没有放过，一掌又一掌击打在野泽秀一的身上，让本就狼狈不堪的野泽秀一更加的狼狈，身上的伤势也是在一步步的加重。现场的观众看到柳岩此时稳稳的占据上风，也都很兴奋，一个个不停地为柳岩摇旗呐喊。何亮则是从之前报复成功的愉悦中清醒了过来，目瞪口呆地看着场上攻防逆转的两人。身为普通人的他，怎么都不明白，野泽秀一之前明明还稳稳地占据上风，怎么突然之间就变得现在这样狼狈了？这转变的速度未免太快了。如果不是何亮确定野泽秀一之前不认识柳岩，他甚至都要怀疑这两人是不是联合起来演戏的了。不然的话，场上怎么会出现这么戏剧性的变化？何亮心中焦急，他忍不住喊出了声：“野泽加油！”他的话被距离近一些的同学听到，顿时无不对他投去鄙视的眼神。亏他还是江州的学生，亏他还是华夏人，居然给高耀国的人加油，简直就是吃里扒外。感受到周围同学们那鄙视的眼神，何亮有些窘迫和尴尬。然而这个时候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他已经被愤怒气昏了头脑，只想要看到柳岩被打败，被打得惨败。至于其他的，他则是管不了了。然而他的加油并没有能够增加野泽秀一的实力，没有办法改变场上的形势。在柳岩的步步紧逼之下，野泽秀一的颓势更加明显，已经完全的落入下风，没有机会和能力去进行还手了。砰！在又遭到柳岩一击之后，野泽秀一终于没有能够稳住身子，倒在了地上。他捂着不断作痛的胸口，一脸心悸和怨毒的看向自己前方的柳岩。柳岩的实力超出了野泽秀一的预估，所以他在柳岩手中吃了亏。然而野泽秀一也是一个心高气傲之人，他出生名门，修炼天赋极佳，一直都是同龄人中榜样，走到哪里都是焦点，享受人们的关注和崇拜。然而今天却是在这里吃了亏，败给了自己瞧不上眼的华夏人，这样的结果是一向傲气的他所接受不了的。
不能输，我不能输。野泽秀一不想要这个耻辱，无论如何他都要赢柳岩，不管用什么方式。相当这里，他的眼神变得疯狂，手臂一抖，一柄小刀露出袖子，握在掌中。一直关注两人打斗的吴凡，第一时间就发现了那柄不是很大，但是却闪着寒光小刀，不由得大声提醒道：“小心！”柳岩此时已经到了野泽秀一的面前，他的本意是想要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彻底的击败野泽秀一，让他失去战斗力的。这个时候，陡然听到了吴凡的提醒，动作不由得一顿。就在这时，野泽秀一忍着身上的疼痛，从地上一跃而起，一掌劈向柳岩。他的杀招并不是这一记已经失去了之前威势的手刀，而是藏在他手中的小刀。柳岩并没有看到野泽秀一掌中的小刀，不过有了吴凡的提醒，他还是下意识的选择了避让。然而这个时候，野泽秀一毕竟是已经接近了他，他也没有想到野泽秀一会那么无耻，居然使用这等暗器，所以手臂还是被划了一下。那小刀一看就是野泽秀一特意准备的，锋利异常，只是轻轻的一划，就将柳岩的衣袖给割破，同时还在他的手臂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伤口。虽然因为柳岩避让的缘故，那伤口不算太深，但是却依然是有很多的鲜血流出。柳岩顿时眉头一紧，野泽秀一则是利用这个机会强攻上来。然而还没有等野泽秀一再次伤到柳岩，他就感觉到自己的手臂一痛，一只脚从旁边飞了过来，踢在他的手臂上。因为吃痛，他没有能够握住那小刀，小刀从他的手中飞出，飞向了空中。在他惊愕之际，腹部又是一痛，被人狠狠打了一拳。这一拳的威力比柳岩之前的掌力高出数倍，本就受伤的野泽秀一哪里还能够承受这样的攻击？两只眼睛一凸，腹部剧痛难忍，整个人倒飞了出去。在飞出去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眼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男人。那人挡在柳岩的面前，一脸怒气地看向自己。显然，刚刚那两下就是这人所为，而这人正是吴凡。更让野泽秀一心慌的是，吴凡在打飞他之后，并没有收手，而是双脚在地上猛地一踏，武术社的地板此时似乎都剧烈抖动了一下。吴凡在现场众人的惊呼声中飞了出来，而飞行的方向正是他这里。意识到情况不妙的野泽秀一连忙将双手挡在自己胸前，果然，下一秒，吴凡的右脚就在空中飞踹了过来。咔嚓！野泽秀一是想到了吴凡会攻击他，然而他还是低估了吴凡的力道，他的手臂在吴凡的猛踹之下，居然被踹断了。吴凡的右脚却是趋势不减，踹在了他的胸膛之上。下一秒，他就感觉到自己的骨头被吴凡踹断了几根，手臂和骨头断裂的疼痛一下子刺激了野泽秀一的神经，他承受不住这样巨大的疼痛，人还在空中的时候就已经晕了过去。砰！野泽秀一的身体重重地砸在地板上，而吴凡则是轻飘飘地落下，目光冷漠地看了他一眼，这才转身走向柳岩。现场的观众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刚刚的一切发生的太快，他们还没有从柳岩被突然抱起的野泽秀一逼退的状况中清醒过来，吴凡就突然杀了过来，接着几乎在2-3个呼吸之间，就将刚刚抱起准备反击的野泽秀一给打晕了过去。这是怎么回事？吴老师为什么会突然上场？而且吴老师怎么那么厉害？虽然野泽秀一刚刚已经受伤，但是实力还是很强的，但是吴老师居然3-2下就将对方给打晕了过去，这也太恐怖了吧！还有，吴老师刚刚怎么能跳那么高的？就像飞起来一样，那个飞踹动作真的好帅。野泽秀一都还没有落地就被踹晕了过去，手臂都被踹断了，这也太厉害了吧！现场的观众们心中想法各异，有人疑惑吴凡为什么会突然上场，但是更多的人则是被吴凡刚刚那干净利索的动手给镇住了。一些女生看向吴凡的眼神更是直冒小星星。你怎么样？吴凡来到柳岩的身边问道。没事。柳岩声音依旧清冷，脸色似乎微微有些苍白。都流那么多血了，还说没事？吴凡一边说着，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从李药师那里获得的止血药。随后，吴凡一把抓住柳岩的手臂，给柳岩敷药。柳岩微微挣扎了2下，没有睁开，也就任由吴凡抓着了。不过，他的脸色却是从刚刚的略显苍白变得红晕满脸。你是谁？为什么出手伤人？在吴凡给柳岩敷药的时候，何亮挣扎着爬起来，走到吴凡和柳岩的身边质问道。现场认识吴凡的人不少，但是不认识的人也有，何亮就是其中之一。他不知道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人是谁，先是扰乱了野泽秀一的反击，接着又堂而皇之的当众拉着柳岩的手，不管是哪一件事，都让何亮大为不爽。吴凡也不理会何亮，专心致志的给柳岩敷药。至于柳岩，之前就不愿意理会何亮，现在这种情况，哪里还有心思去和他说话？你哑巴呀，和你说话呢，没听到啊？见吴凡和柳岩两人都无视自己，何亮心中更气。他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怎么，你有事吗？唐雨飞走了过来，先是看了一眼吴凡和柳岩，然而语气不善地对何亮说道。何亮不认识吴凡，但认识唐雨飞，实际上学校内不认识唐雨飞和柳岩两人的还真不多。听到唐雨飞说吴凡是学校的老师，何亮的表情微微一滞，他并不怀疑唐雨飞的话，毕竟现场可是有很多人在的，唐雨飞不可能当众撒这样的谎。不过何亮并不打算放过此事，毕竟吴凡的出现坏了他的好事，如果吴凡不出现的话，说不定野泽秀一能够反败为胜的。他是老师又怎么样？就能够随便破坏规矩，就能够随便出手伤人吗？刚刚那场比斗是柳岩和野泽秀一两人之间的事情，他凭什么插手？而且还出手那么重，打伤了野泽秀一，这是对待国际友人的态度吗？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我们江州大学的待客之道，还以为我们江州大学的老师都这么野蛮呢。何亮大声说道。我告诉你凭什么？这个时候吴凡终于给柳岩敷完了药，松开了柳岩的手臂，
这让柳岩心中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脸上微微有些不舍。而这一幕正好被唐雨霏看到了。柳岩看到唐雨霏脸上那似笑非笑的表情，心中大为窘迫，连忙将头转向另一边。吴凡并不知道两个女孩子的目光交流，他走到一边，捡起那把被甩飞在地上的小刀，举起来对何亮说道：“野泽秀一如果是和柳岩公平比试，那我也不会插手。但是他居然无耻的使用暗器，这种卑劣手段，我就不能坐视不理了。我身为江州大学的老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学生陷入危险而无动于衷。”何亮看了看吴凡手中的小刀，脸上有些难堪，却还是反驳道：“你说这小刀是他的，就是他的了，你怎么证明啊？刚刚的一切发生的太快，众人也没有吴凡那眼力，所以还真没有人看到那小刀是从野泽秀一的手中掉落下来的。你是眼瞎吗？”吴凡鄙视地看着何亮，没看到了柳岩的手臂被他划伤，衣服都被割破了。难道你以为是柳岩自己伤了自己？何亮刚刚的却没有注意柳岩的情况，他光顾着气愤吴凡的行为了。现在才发现柳岩的手臂的确是受伤了，虽然伤口已经止血，但是衣袖上还有血迹存在。而现在的观众在听到吴凡的话之后，也终于明白吴凡为什么会突然插手，而且还出手那么狠了。吴老师打得好，打得好！这高耀国的混蛋居然在我们学校内伤人，就该狠狠的教训。高耀国的人果然都是如此卑劣，打不过柳岩，居然还使用这样见不得光的手段，没打死他已经算他命好了。现场的观众纷纷声援吴凡，他们之前还在疑惑，为什么柳岩突然被野泽秀一给逼退呢？原来是被野泽秀一的暗器所伤。比试开始之前，野泽秀一说好是用空手道的，而且柳岩也没有使用任何武器，那混蛋居然偷偷使用暗器，活该被教训。现场观众的声援让何亮很尴尬，不过他依然咽不下那口气，说道：“你将他击退就行，没有必要下手那么狠。他是来我们学校指导我们训练的，是国际友人，你这样的行为太过分了，会抹黑我们国家和我们学校的形象。这种输不起，只会只用暗器的人，不配友人这两个字。”吴凡说道：“当然，他倒是可以当你的友人，毕竟你们两个一丘之貉，当朋友正合适。何亮，你还是不是华夏人？是不是我们江州大学的学生？”何亮学长，我看错你了，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何亮，你个吃里扒外的混蛋，自己同学都被人伤了，居然还帮外人说话，你不配当我们的同学。现场的观众对于何亮的态度非常的气愤，明明是那个野泽秀一先破坏的规矩，暗器伤人，吴凡身为老师，当然不能坐视不理。结果何亮居然帮外人说话，谴责吴凡，这样的做法在同学们看来实在太过分了。之前被何亮迷住的那些女同学们，现在一个个都在后悔，自己之前居然觉得这样的人不错，真是瞎了眼了。现场同学的谴责让何亮处境更加尴尬，这里已经待不下去了，更何况野泽秀一也需要带走医治。不过在离开之前，他还是不服气地对吴凡说道：“你知道野泽秀一的身份吗？你将他打伤的这么重，他是不会放过你的。有什么招尽管来，怕他的话，我刚刚就不会出手了。”吴凡怡然不惧地说道：“你可以告诉他，伤他的人是我叫吴凡，我随时恭候他的报复。”见吴凡丝毫不惧，何亮也不再说什么，以自己的情况，肯定不是吴凡的对手。好在吴凡重伤了野泽秀一，他以及他背后的人肯定是会找吴凡报复的，吴凡的下场一定会很惨，到时候倒要看看吴凡还有没有现在这份自信。何亮以及空手道社团的人在现场众人的嘘声中，带着还处于昏迷状态的野泽秀一离开了武术馆。比斗的主角走了一方，这次比斗也就彻底结束了。现场的观众开始散场，就连武术社的人也都陆续离开，整个武术馆内就只有吴凡、柳岩以及唐雨霏三人。比斗虽然结束，但是这件事的影响却不会那么快的消散，甚至随着观众们的离场，今天的这场比斗内容会逐渐在校园内传播开来。何亮和野泽秀一两人不出意外的会是这次比斗事件的反派，柳岩和吴凡则是正面人物，尤其是吴凡，为了保护学生含怒出手，重伤野泽秀一这个卑鄙小人的行为，让现场的学生大为称赞，也会让吴凡在江州大学内的名声进一步提高。现在感觉怎么样？吴凡问柳岩道。没事了，柳岩说道，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伤。啧，柳岩同学，你惨了。唐雨霏幸灾乐祸的笑着，你这伤口那么长，就算是恢复了，也会留下疤痕，歪歪扭扭，细细长长，就像蜈蚣一样，想想就瘆人。不知道你以后的男朋友看到会不会害怕？而且，你以后是没机会再穿短袖衣服了。刚刚还担心柳岩出事的唐雨霏，在柳岩安全之后，又开始挤兑她了。吴凡用眼神制止唐雨霏，希望她不要再说。不关你事。柳岩语气冷漠道。不过，吴凡还是能够看出来，柳岩对于伤疤还是很在意的。想想也是，哪个女孩子不爱美？谁会喜欢自己白皙的手臂上出现一道恐怖的疤痕？哪怕是生性清冷的柳岩，也做不到无视的地步。别担心，不一定会留下疤痕，就算是有疤痕，我也会想办法去除的。吴凡说道。吴凡这么说，并不是信口开河，因为他可是有一个宗师级药师的师傅在，李药师医术极其高明，或许可以研制出什么药物来消除柳岩手臂上的疤痕。啧，吴老师，你对我们柳岩同学可真好，是不是有什么不轨的企图？唐雨霏笑嘻嘻地说道。不过，你这次可能要食言了，去除疤痕的药物市面上有很多，但是见效的却是没有。你没看到大明星徐子淇手腕处有一个明显的疤痕，几年了都没有消除。他们明星对于自己外形是最在乎的，如果有办法的话，他早就去除那个疤痕了。他现在可是我们华夏国最炙手可热的明星，有钱有关系，也一样没有能够找到去除疤痕的办法。你想要帮柳岩同学去除疤痕，基本不可能。
柳岩神色眼神闪了闪，神色微微有些黯淡。那可不一定，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未必做不到。吴凡说道。唐雨飞朝着吴凡竖了竖大拇指，说道：吴老师，我就喜欢你这份自信，不管怎样，还是要谢谢你。柳岩对吴凡说道。很显然，不管是唐雨飞还是柳岩，都不相信吴凡能够做到完全的去除疤痕。吴凡也不多做解释，毕竟他自己现在也没有办法确定李药师那边能不能配出这样的药物来，而且在没有见到效果之前，他说再多，柳岩和唐雨飞两人都未必相信。你这止血药哪来的？柳岩问吴凡道。柳岩身为修炼之人，止血药见过不少，但是像吴凡这种效果那么好，见效那么快的，却是没有见过。我自己炼制的。吴凡说道。本来吴凡是打算说这止血药是自己师傅炼制的，他本来就是李药师的成果。不过李药师毕竟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万一柳岩他们提出见自己这位师傅，自己从哪给他们变出来？所以吴凡就只能说是自己炼制的了。实际上吴凡本来也是会炼制止血药的，只是效果比李药师的这款略差，而他最近也没有什么时间修炼自己炼药术技能。你会炼药？柳岩惊奇地看向吴凡，唐雨飞也是一脸好奇。在修炼者中也是有人会炼药的，然而那只是极少数，每一个都是天赋异禀之辈，是修炼势力的宝贝。柳岩没有想到吴凡居然也会炼药，而且炼出来的药效果居然这么好。会。吴凡点头道。你现在也是修炼者？柳岩忍不住问道。柳岩和唐雨飞两人都知道，吴凡之前只是普通人，和几个混混打架都只能是凭借力量取胜，毫无章法可言，明显不是修炼者。但是刚刚吴凡的出手以及现在拿出来的药物，都证明吴凡不再是普通人，他的身手甚至并不比柳岩差，这才是柳岩惊奇的地方。这才多久啊？吴凡的实力居然提升那么多，太不可思议了。当然唐雨飞要比柳岩更早意识到吴凡修炼者的身份，毕竟在他的生日宴会上，吴凡送出了一本玄级功法，说吴凡不是修炼者，唐雨飞是不信的。是。吴凡点头道。对于这一点吴凡并不否认，而实际上吴凡只是粗略地练习过霸刀刀法这么一种功法，他对于这功法不是很喜欢，因为他不喜欢用刀，他能够打败别人更多的是依靠自己身为玩家的属性，各方面属性比其他人强，他的实力自然比其他人强。不过他毕竟是练习过霸刀刀法的，所以也可以算是修炼者。柳岩恍然，不过心中疑惑更多。他对于吴凡同样是有过了解的，知道吴凡的情况，按说他那样的背景完全没有机会接触到修炼的，之前和几个混混的打斗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吴凡现在却是跨入了修炼的门槛内，成为了一名修炼者，而且短短时间内修为居然和自己不相上下，甚至是比自己还要高，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他之前所知道的那些修炼天才们，也绝对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将修为提升那么高。虽然对吴凡的事情很好奇，但这可能涉及到吴凡的一些秘密，柳岩也不方便多问。他是修炼者，而且实力可能比自己还要强，那岂不是？想到这里，柳岩的脸突然红了起来。吴老师又有新闻了，快过来看！女生宿舍中正在上网的小云突然叫了起来。什么新闻？一边的小茹连忙围了过来。正坐在床上看书的叶菲菲只是朝两人看了一眼，就又将注意力转回到了自己手中的书本上。至于宿舍另外一人王文婷则是不在，一般只要不是晚上休息时间，她很少在宿舍。哇，吴老师居然这么厉害！是啊，这动作好帅啊！那个高耀国的人真是太卑鄙了，幸好吴老师出手，不然的话柳岩学姐就糟了。小云和小茹两人围在电脑面前，一边看新闻一边议论纷纷，称赞着吴凡，数落着何亮和野泽秀一。两人的谈话内容引起了叶菲菲一些兴趣，她放下书本也走了过去。到底什么事让你们一惊一乍的？叶菲菲问道。菲菲，你也来看了？我还以为你不关心你那同居的男性朋友呢。小云笑道。叶菲菲已经在宿舍里解释过自己和吴凡之间的关系，小云几人也知道叶菲菲和吴凡不是男女朋友，没有再误会他们，不过偶尔的开玩笑还是有的。叶菲菲白了他一眼，说道：你们两个一惊一乍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呢。本来就是了不得的大事。小茹说道。菲菲你看吴老师是不是很帅？电脑上的照片正是吴凡飞踹野泽秀一的动作，也不知道是谁拍的，角度和时机掌握得非常好。吴凡脸上怒气、冷峻，野泽秀一脸上的惊恐、慌张，全部都给捕捉到了，一上一下，吴凡犹如君王一般俯视野泽秀一。看到这张照片，叶菲菲也忍不住赞叹了一句：真的好帅。是吧？这件事学校里都传疯了，吴老师的这张照片最受欢迎，不知道多少女生看着这张照片对吴老师犯花痴呢。小云说道。包括你们两个在内。叶菲菲一边看网上关于那场比试的介绍，一边对小云和小茹两人说道。也包括你。小云和小茹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说完之后，两人相视而笑。叶菲菲脸色微微一红，她刚刚的却是被吴凡的那张照片给迷住了，不过她自然是不会承认的。去，我才没有你们两个那么花痴。这个时候，叶菲菲已经看完了介绍，也了解了那场刚刚结束不久的比试的过程，在心里她也很赞同吴凡的做法，比试何亮和野泽秀一两人，那两人最后被群嘲，叶菲菲觉得完全是活该，还不承认，脸都红了。小云笑呵呵地说道。不和你们说了，我看书了。叶菲菲微红着脸回到自己床位旁边，拿起书，一时间居然看不进去，脑海里都是吴凡刚刚那张照片。哎，菲菲，你妈让你住在你姑姑家，你开学到现在都还没有住过一次，是不是不太好？
小云走过来，搂着叶菲菲说道：“你又想要说什么？”叶菲菲警惕地看着小云说道：“我是想啊，你什么时候回那里去住，和吴老师同居，想想那日子就很美妙，而且还能够拍一些吴老师的生活照给我们欣赏，这叫有福姐妹同享。”小云说道：“想都别想，不可能！”叶菲菲果断地拒绝道：“真的不考虑考虑？”小云说道：“现在全校不知道多少女生想要和吴老师同居呢，你放着这样的机会居然不去珍惜，暴殄天物啊！那是他们，不是我。”叶菲菲说道。不过叶菲菲的脑海里还是忍不住浮现出自己第一次见到吴凡时的样子，那个时候自己不知道他的为人，对他很警惕，而他对自己则是很照顾，还愿意帮自己做掩护，让自己住在学校内，很为自己考虑了。想想和吴凡这样的人同住一个屋檐下，也不会有什么吧，而且好像还很有安全感，有机会的话回去住一晚好像也不是不行。叶菲菲心里想到。吴凡不知道叶菲菲他们宿舍几人的谈话，但是却也知道自己在学校内的知名度似乎更大了，当然他也不是很在意这些，他出手只是想要帮助柳岩儿，并不是其他的原因。从学校离开之后，吴凡就去了餐厅，唐雨菲也跟着一起去。用他的话说，下午两人还有约会，等吴凡忙完了，两人正好可以一起出发。至于柳岩儿，则是回宿舍去休息了。界中介的生意越发的好了，江州的富豪圈子里的人基本上都知道了这里有这么一家优质餐厅，菜肴味道冠绝整个江州，很多人现在都会将聚会的地点选择在这里。至于和界中介只有一路之隔的凯乐门，自然是大受影响。黄经理心中越发焦急。饭后，吴凡和唐雨菲两人开车出发，在车上，唐雨菲依旧是没有和吴凡说目的地，只是说等到了他就知道了。吴凡没有开车前来，而是坐的唐雨菲的车。他看着车子似乎是朝着城外的方向开去，不由得问道：“你不会是要去城外吧？那里有什么好玩的？”本来吴凡以为唐雨菲多半是要拉着自己逛街的，然而现在看来却不像，那些大商场都在城内市中心附近，而唐雨菲开车的方向却是城外，明显不是要去逛街购物的意思，就是去城外。唐雨菲脸上戴着大大的墨镜，整个人显得诱惑无比。那里今天有一场聚会。聚会？吴凡更加疑惑，谁会将聚会放在城外？很快两人就出了城，大约10分钟左右，车子来到一处山脚处，而在那里此时已经停了20-30辆的车子，这些车子居然全部都是价值100万以上的跑车，很多车子并未熄火，巨大的轰鸣声远远的就能够听到。豪车聚会？吴凡看到这一幕不由得问道。准确的说是赛车聚会。唐雨菲微微一笑说道。赛车？吴凡看着眼前的这些车子，再看看唐雨菲，似乎明白了什么。这是准备飙车呢。唐姐好。雨菲姐你来了，就等你了。雨菲姐，我的车子这次找了专人改装，这次成绩一定不错。唐雨菲从车子里下来，周围的人纷纷的打招呼，看得出来她在这些人里还是拥有很大知名度和威望的。而有些人则是注意到了从副驾驶位置上下来的吴凡，不认识他的人则是好奇的看着他，猜测他的身份，毕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坐上唐雨菲的副驾驶的。而之前见过吴凡的人则是一脸笑容的过来打招呼，对于吴凡从唐雨菲副驾驶位置上下来一点也不惊讶。能送唐雨菲玄级功法的人能是普通人？和唐雨菲关系能一般？吴少也喜欢这个？吴少能来，今天这里可更热闹了。吴少，你餐厅里的菜味道可真不错。吴凡笑着点头回应，他现在记忆力不错，凡是之前见过的人他都能够记住，倒也没有认不出的尴尬。这就是你说的刺激的事情？应付完那些热情的公子哥们之后，吴凡来到唐雨菲的身边问道。唐雨菲刚刚则是在和几个姐妹聊天，那些小姐妹们都在八卦她和吴凡之间的关系。不错，你不觉得这种速度提升到极致的感觉非常的刺激吗？那种发动机的轰鸣声很让人心潮澎湃吗？唐雨菲反问道。不觉得，吴凡说道，就是感觉很危险。吴凡倒是没有想到唐雨菲居然喜欢飙车，不过想想她的性格，喜欢飙车这样的事情似乎也不是很奇怪。哪有什么危险，很刺激的。唐雨菲说道，而且今天这次聚会只是热身，更刺激的是几天后的比赛，到时候周边几个城市的高手们都会相聚在一起，一较高下，想想就刺激。吴凡这才明白，唐雨菲他们今天的这场聚会只是为了几天后的正式比赛先一步热身。今天来这里的都是江州2代圈子里喜欢的飙车的人，几天后的比赛他们都会参加，谁都不希望自己输给其他城市的人，包括唐雨菲在内的所有人都很重视几天后的比赛。人都已经到齐，这场热身赛也就正式开始。他们预定行驶的这段路线是一段废弃的公路，除了他们并没有其他车辆来往，所以倒也不用担心和其他车子发生碰撞。吴凡依旧是坐在唐雨菲车子副驾驶的位置上，看着唐雨菲操纵着车子和其他人竞相追逐，各种跑车发动机的巨大轰鸣声交织在一起，的确是有一种让人热血沸腾的感觉，就连吴凡感觉自己的内心微微激动起来。怎么样，这种感觉不错吧？唐雨菲发现了吴凡表情的变化，对着他笑着说道。你小心开车。吴凡提醒道，他们今天比赛的路线是和几天后的比赛路线相似的，有一段是盘山公路，弧度比较陡，吴凡可不想唐雨菲为了和自己说话，从而将车开翻掉落山下去。我车技，你放心。唐雨菲自信满满的说道。而实际上，吴凡发现唐雨菲开车技术虽然比普通人要好，甚至比现场其他的车主要好，但是比他却是要差了一些。吴凡之前的车技只能算是一般，但是在游戏世界学会了驾驭术之后，他的车技已经提升了很多，尤其是当他的驾驭术提升到了中级之后，更是要超过现场这些富二代们。
这些毕竟只是业余的玩车而已，和专业车手相差甚远。吴凡只是中级的驾驭术，技术就超过他们不少。要不要换你开开？唐宇飞并不是很在乎今天这场比赛的输赢，他重视的是几天后的比赛，所以现在就算是中途停车换吴凡来开，也没有什么影响。不用了，吴凡说道。无趣。唐宇飞白了吴凡一眼道：“你不也有一辆跑车吗？那辆车看外观可不比我这车差，那么好的车子不来参加这种比赛，是不是太浪费了？你从外观上能看出车子性能啊？”吴凡笑道。虽然他车子的性能的确不是唐宇飞他们这些普通的车子所能比的，但是唐宇飞说从外观上能看出来就有些夸张了。而且好车子就一定要参加这种比赛吗？当然，唐宇飞说道，只有在这种比赛中才能够将车子的性能完全的展现出来，在室内开车速度根本就快不起来，那么好的车子总是以那样的龟速行驶，你不觉得是对车子的不尊重，是在暴殄天物吗？你这歪理还一套一套的。吴凡笑道。我说的是正理。唐宇飞纠正道。吴凡笑笑，心里倒是对于唐宇飞的话有了几分认同，他的车子在现实中的确是还没有尽情的施展过，的确是有些对比起他那优越的性能。有机会的话我就参加吧。吴凡说道。别有机会了，我帮你报名，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唐宇飞直接拍板决定道。吴凡倒也没有再拒绝，反正参加比赛对他而言也没有什么损失，就当是一次娱乐吧。以他的车技，就算是不一定能赢，危险总不会有的。比赛在持续进行中，马达声响彻公路，期间还伴随着一些的人的尖叫、欢呼声。显然这样的刺激行为让参与其中的人都很激动。吴凡受到其他人情绪影响，心里也微微激动起来，居然对几天后的比赛多了几分期盼。一直到要到晚饭时间，吴凡和唐宇飞两人才重新返回室内。唐宇飞将吴凡送到餐厅之后，没有立即离开，准备吃过饭之后再走。而吴凡则是进入厨房之中忙碌了起来。在吴凡忙碌的时候，一个和他差不多年纪的青年出现在餐厅的门口。当他看到餐厅门口那一排排豪车的时候，脸上有些踌躇，并没有立即进入餐厅内。班长，你来了，怎么不进去啊？吴凡的同学马英飞这个时候从一辆车上下来，脸上带着些许傲气的对那个青年说道。站在界中介门口的那个青年正是吴凡上大学时的班长孟卫芳，他有些羡慕的看了看马英飞的车子，说道：我在等同学来了一起进去。别等了，我们先进去吧，包间名字都发给他们了，他们来了自己会进去的，你站在这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这个餐厅的门童呢。马英飞对孟卫芳说道。孟卫芳听了看了看自己身上普通的穿着，再看看马英飞身上的一身名牌，心里有些尴尬，开口道：那好吧，我们一起进去。孟卫芳本以为马英飞会和他一起进去，然而马英飞似乎故意急走了2步，走在了他的前面，这样一来孟卫芳就落后了马英飞一个身位，再加上两人身上衣着的对比，那样子就好像孟卫芳是马英飞的跟班一样。孟卫芳脸上尴尬的神色更浓，他不知道马英飞是不是故意的，也不好多问，只能是跟在马英飞的后面走了进去。欢迎光临，请问几位？两人刚一进去，就有服务员脸上带着甜美的笑容问道。我叫马英飞，之前订了包间。马英飞开口道。好的，请稍等，我查一下。那服务员说道。等服务员离开，马英飞对孟卫芳说道，看看这餐厅，不愧是江州现在最顶级的餐厅之一，这装修高端大气上档次，环境看着都舒服，就连那服务员都比别的餐厅更漂亮，这种地方班长你之前没有来过吧？没有。孟卫芳摇头，脸上更显拘谨。本来这次聚会是由孟卫芳提议组织的，他选择的聚餐地点也是一个普通档次的餐厅，但是马英飞听说了这件事之后，直说那餐厅用来同学聚会太掉价，大家好不容易聚一次，肯定要选一个高档一点的餐厅。随后他就提议了这个界中介。对于界中介，孟卫芳自然是没有来过，但是却听过他的名字，知道这是一家高档餐厅，开业当天来捧场的客人所开的豪车，比普通的车展还要豪华，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之后这里就成了江州富豪们聚餐宴客首选之地，每天出入这里的豪车不计其数，甚至有一些汽车发烧友专门来这里附近等着，就是为了看出现在这里的各种豪车。可以说凡是在江州存在的豪车，基本上在这里都能看到。所以当马英飞选择将这里当做聚餐地点的时候，孟卫芳的第一反应是这里太高档太花钱了，不是他们这些才毕业1年的人所能够消费得起的。然而马英飞却是坚持选择这里，而且还颇为大度地说今天这顿由他请客。一些同学之前也都听说过这里，现在又听马英飞说他请客，顿时就都纷纷赞同。孟卫芳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是觉得这次本来他好意举办的同学聚会似乎变了味。这个好时候，之前那个服务员也回来了，他开口道：不好意思，让2位久等了，请2位跟我来。马英飞一搂孟卫芳说道：走，今天带你见识见识，开开眼界，这种地方你们可没有什么机会常来。马英飞说话的声音很大，前面的那个服务员和周围的客人都能够清楚地听到，这让孟卫芳更加尴尬，心里对于马英飞的做法有些不满，但是却也不好说什么，因为马英飞说的是事实，如果不是马英飞今天坚持选择这里，而且还由他来请客的话，自己还真没有机会来这种地方吃饭。然而虽然是事实，被马英飞这么一说，孟卫芳的心里依然非常的别扭，甚至有想要离开的冲动。然而最终他没有选择离开，而是不由自主地跟着马英飞往包间走去。2位请进。很快服务员就引导2人进入包间内，这包间环境真不错。服务员走后，马英飞打量着包间内的环境，满意的说道。界中介的环境的确是相当不错的，原老板就装修得很好，后来吴凡又在原来的基础上精装了一番，使得这里的环境更好。
比之江州其他的顶级餐厅丝毫不逊色，甚至还要更好。别傻站着了，过来坐。马英飞像主人一样招呼孟卫芳道：“今天的聚会是由他买单，说他是主人，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很快，两人在江州的同学一个接一个的到来，来了之后，无不感慨夸赞一番这个餐厅的环境和服务，同时对于马英飞的也是各种感谢。今天都别客气，待会想吃什么尽管点，我请客。马英飞对众人说道。马哥豪气！有同学立即说道。叫什么马哥？应该叫马总，马总大气。另一个同学说道。对，看我这嘴，还当是在学校时候呢，马总别见怪。没事，大家都是同学，叫马总太生分了。马英飞笑呵呵地说道，脸上却满是志得意满的笑容。应该的，就该叫马总，马总家开公司，不是老总是什么？乃像我们这种混日子的，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马总的一顿饭钱。就是马总，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以后有机会照顾照顾兄弟们。没问题。马英飞大大咧咧地说道，他很享受这种处于焦点的感觉。孟卫芳坐在一边，有些失落地看着这一幕。在大学的时候，他身为班长，还是校学生会成员，是班级的焦点人物，每次班会、聚餐等，他才是那个被围在中间的人。然而，大学毕业之后，才仅仅1年的时间，一切都变了，自己不再是焦点。而大学时没有什么存在感的马英飞，却是取代了自己，成为众人追捧的对象。而这一切的原因只有一个：钱。马英飞有钱，至少比他们现场所有人都有钱。在大学的时候，大家对于钱并没有太多的理解，走上社会之后，他们才知道没有钱是不行的。于是，原本在众人眼中不起眼的马英飞，成为了焦点般的存在，从焦点人物变成了边缘人物。要说孟卫芳心里没有失落，那是不可能的。然而，对此孟卫芳并不能说什么。那些同学们意识到了金钱的重要性，他同样也意识到了，所以刚刚进来之时，被马英飞明里暗里的讽刺，他下意识地忍了下去。他明白自己现在不是有威望的班长，而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而马英飞则是一个富二代，一个有公司可以继承的富二代，双方已经不是一个实力水平上了。马英飞享受着同学们的马屁和奉承，脸上的笑容犹如一朵盛开的菊花一般。这正是他提议将聚会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的原因之一。至于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赵雪怡了。时间不早了，雪怡怎么还没有到？不会是路上出了什么意外吧？马英飞说道。他们快到了，赵小婷和他在一起呢，两人一起过来的。一个女生说道。正说着呢，包间的门被打开了，两个身影走了进来，正是赵小婷和赵雪怡两人。赵雪怡依旧还是那么漂亮，甚至相比于大学时的青涩，她现在更多了一些成熟的风韵，犹如一朵盛开的待人摘取的桃花一般。她的进入让包间内似乎都明亮了几分。见到赵雪怡到来，马英飞眼睛大亮，连忙站了起来，迎了上去。其他的同学们则是羡慕、嫉妒地看着这一幕。要知道，他们之前来的时候，马英飞可都是坐在那里动都没动，而赵雪怡一来，马英飞就主动迎了上去，这区别也太大了。尤其是一些女生，心中对于赵雪怡的嫉妒不已。雪怡，你来了，累不累？快过来坐。马英飞热情地对赵雪怡说道。喂，马英飞，你的眼里就只有赵雪怡吗？我这么大一个人，在你眼里都成空气了。赵小婷说道。哪能，我这不是怕雪怡太累了吗？可没有忽视你。马英飞对赵小婷说道。赵小婷和赵雪怡的关系不错，大学之后也多有联系。马英飞对于赵雪怡一直有想法，所以经常会通过赵小婷获知赵雪怡的近况，一来二去，两人倒是熟悉了不少。当然，赵小婷可没有放过这些机会，只要马英飞想要从他这里得到赵雪怡的一些信息，他都会趁机敲一笔，因为不是很过分，马英飞也都没有拒绝过。赵雪怡在马英飞热情招呼下坐了下来，位置就在马英飞的旁边。这里环境的确很好，就算是在魔都，比这更好的餐厅也没有几个。你的眼光不错呀。赵雪怡一边打量包间的环境，一边对马英飞说道。见赵雪怡主动和自己交谈，马英飞颇为兴奋，脸上也很得意。要知道，在大学的时候，赵雪怡可从来都没有和他主动交谈过，而今天却是破例了，这让马英飞觉得自己将聚会的地点选择在这里，实在太明智了。这不是为了给雪怡你接风洗尘吗？选的餐厅自然不能差。马英飞说道。这里不仅环境好，菜肴的味道更是冠绝整个江州，每天客人都是爆满，包间可是相当难预定的。马总的面子果然大。一个戴着眼镜的同学奉承道。我之前就听说过这里，虽然开业不久，但是却是广受江州富豪们的喜欢。这里的包间没有关系，根本就预定不到。本来马总说要在这里聚餐，我还以为会在大厅呢，没有想到马总居然如此神通广大，订到了包间，实在是厉害。不瞒你们说，我昨天打电话过来的时候，这里的服务员还说没有包间了，结果我一报自己名字，他们就改口说有包间，也就是我马英飞有这个面子，换做其他人的话，想要订包间，至少得提前1个星期，都还未必能够预定到。马英飞得意洋洋地说道。那是，也不看看我们马总是谁，江州谁不给面子？不错，马总威武！一众学生们附和道。这里如此的受欢迎，想必他们的老板也不是一个简单人物。赵雪怡说道。这里的老板我认识，很熟，雪怡要是想见的话，有机会我带你见见。马英飞拍着胸膛说道。同学们的恭维似乎让马英飞有些刹不住脚的感觉，尤其是在赵雪怡的面前，马英飞更是想要表现一番。马总，想不到你现在这么厉害。赵雪怡眼睛微微发亮道。雪怡，咱们是同学，叫什么马总？那多生分，直接叫我名字就行。马英飞说道。那会不会不太好？毕竟你现在可不是学生了。赵雪怡略略有些迟疑地说道。
怎么会不好？我就喜欢你叫我名字。马英飞说道。那好，我还是喊你名字。我也觉得喊马总太生分了。赵雪怡说道。好，好。马英飞大笑着应道。马英飞的话自然又让现场其他人一阵羡慕、嫉妒。他们之前喊马英飞马总那么长时间，也没见马英飞坚持让他们改口，到了赵雪怡这里，立马就不一样了。果然，美女是有特权的。一些男同学见马英飞对赵雪怡还如此的上心，不由得动了一些心思。我看赵雪怡和马总两人真是男才女貌，天生一对。有个同学开口道：“就是你们两个都没有对象，不如就凑一对得了，也是我们同学中的一段佳话。”另一个同学说道：“别乱说。”赵雪怡微微红着脸说道。马英飞看到赵雪怡只是害羞脸红，并没有要生气的样子，不由得心中大喜，有戏。同时，他也对刚刚提这件事的同学投去了赞赏的眼神。那同学见到马英飞的眼神，似乎感受到了鼓舞，正准备再次开口助攻。这个时候，包间的大门再次被打开了，一个穿着普通甚至是寒酸的青年走了进来，见到众人笑呵呵的说道：“你们真在这里啊？我看外面的环境，还以为自己走错地方了呢。咱们聚会的地点居然这么高档。”见到来人，一直在一边的孟卫芳站起来说道：“没走错，小光快进来。”来人正是吴凡大学同学，也是大学时关系最好的朋友侯小光。对于侯小光的到来，坏了自己好事，马英飞的心里很不爽。他看向侯小光说道：“侯小光，你怎么回事？怎么现在才来？来晚了吗？”侯小光说道：“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几分钟吧。”侯小光对马英飞说话的语气，就明显没有其他同学对待马英飞那么客气、恭敬了。实际上，侯小光和吴凡两人在大学的时候和马英飞之间的关系就不好，在毕业之后，这个态度也没有多大转变。然而，其他的同学却是有些看不过去了。之前还想着再接再厉撮合马英飞和赵雪怡的那个同学，看着侯小光说道：“侯小光，你怎么能这么和马总说话？我这么说话怎么了？难道说错了？”面对指责，侯小光并不虚：“马总，不知道哪门子的老总，反正肯定不是我的老总。侯小光，注意你说话态度。今天可是马总请客。”另一个同学说道：“不用他请，最后该我出多少钱，我会出。”侯小光说道：“他本来就没有打算占马英飞的便宜，他这次来主要是冲着孟卫芳和吴凡两人来的，否则的话他都不会来了。都少说两句。小光，过来坐。”孟卫芳想要打个圆场，然而他的话并不如大学时那么管用，依然有个同学指责侯小光道：“一点眼力见都没有，活该一辈子种地。那也比你在这拍马屁要好。”侯小光反驳道。对于自己大学毕业之后选择回农村老家，侯小光虽然心有不甘，但是却并不后悔，也不觉得有什么丢人。既然都到齐了，那么我们开始吧。这个时候，赵雪怡开口道。赵雪怡发话，马英飞自然是不会反驳。他说道：“对，人都到齐了，我们开始吧。”虽然心里不差侯小光的说话态度，但是马英飞显然更加重视赵雪怡，还是再等等吧，吴凡还没到。这个时候，孟卫芳说道：“吴凡。”赵雪怡微微一愣，这才想起来吴凡是谁。其他的同学也都差不多这个反应。在大学期间，吴凡的存在感并不强，他最为引人注意的一次，还是暗恋赵雪怡事件曝光之后受到众人鄙视的那次。除了那次之外，他就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地方，以至于很多人都忽视了他的存在。对，还是等等吧，吴凡应该快到了。赵小婷这个时候也开口道。众人有些惊讶地看向赵小婷，在大学的时候就属他和马英飞两人和吴凡最不对付，现在怎么帮吴凡说话了？赵雪怡也有些疑惑地看向自己的好姐妹，她还记得当时自己这位姐妹是如何讽刺吴凡的，怎么今天对吴凡态度那么友善了？不用等了，我刚刚联系过吴凡了，他有点事，暂时来不了，忙完就会过来。侯小光说道。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还忙完过来？他以为自己是谁啊？有那么忙吗？这聚会早就定好了时间，谁不是一堆事情，不都赶来了？就他事情重要。有个同学说道。就是，本来也没有人准备等他，搞得自己多重要一样。另一个同学也说道。既然吴凡有事，那我们入席点菜吧。孟卫芳说道。要不我们再等等，也许吴凡很快就忙完了。赵小婷说道。众人这次都用疑惑的眼神看向赵小婷，连侯小光也一样，不明白赵小婷为什么坚持要等吴凡来了才开席。小婷，他自己都说不用等了，我们没有必要再等。赵雪怡说道。这次毕竟是同学聚会，吴凡说来的，我觉得还是再等等他比较好。赵小婷却是坚持道。也许他真有什么事给耽误了，我们就这样开席，有些不太礼貌。他能有什么事？马英飞不屑地说道。上次我去人才市场帮我爸公司招人的时候，还碰到他了，他在找工作呢，现在指不定都还没有找到工作，一个无业游民，能有什么重要事情？吴凡在找工作？赵小婷惊讶道。你看错了吧？赵小婷可是亲眼看到吴凡卡里余额的，也是亲眼看到吴凡短短时间内就带了2个不同的美女逛商场，大肆购物。显然吴凡并不缺钱，他还需要找工作。怎么可能？马英飞说道。我肯定没有看错，可能他自觉丢人，不好意思来参加聚会，说不定他待会就会发信息说自己事情没有忙完，抽不出时间，今天的聚会就不参加了。有个同学笑着说道。你这么一说倒是很有可能，嗨嗨。另一个同学说道。你们2个混蛋说什么呢？信不信我抽你们？侯小光怒道。作为吴凡的好友，侯小刚自然看不得这些人这么说吴凡，激动之下就要动手。小光，冷静点，别激动，大家都是同学。孟卫芳拦着侯小光说道。那2人不知道是自知理亏，还是被侯小光的反应吓到了，也不再说什么。
众人入席，赵小婷这次也没有再坚持，不过心里却还是在疑惑吴凡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吴凡是被那2个美女包养的？看样子不像啊。那2个美女看吴凡的眼神明显就很有好感，对吴凡也相当的尊重，吴凡不像是被包养的样子。那马英飞在人才市场看到吴凡是怎么回事？对了，吴凡有那么多钱，说不定已经有自己公司了，他去人才市场不是找工作，而是和马英飞一样是去招人的。赵小婷想到这种可能，而且越想赵小婷觉得这个可能性越大。这样一来，吴凡在赵小婷心中的地位更高了。吴凡能够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就花100多万买手表，这样的购买能力，就算是马英飞也做不到。虽然不知道吴凡是怎么做到在那么短时间内赚到那么多钱的，但是很有可能吴凡现在的资产已经不比马英飞家的少了。想到这种可能，赵小婷心中对吴凡更加佩服的同时，也更加疑惑吴凡是如何做到的了。不行，这条大腿一定要抱上。赵小婷心中想到，不管吴凡是如何做到在短时间内赚到那么多钱的，这都没有关系。赵小婷只要知道吴凡现在比现场的人都有钱，都有能力，那就行了。对于一个已经在社会上混迹了1年，而且还是从事销售的赵小婷来说，她太知道人脉的重要性了。如果真的能够抱上吴凡的大腿，那说不定自己的命运都能够发生改变。至于同样有钱的马英飞，赵小婷心中依然是瞧不起的，在她的心里，这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本事的二世祖而已，和吴凡这样白手起家的人相比，要差远了。大家想吃什么尽管点，都别给我客气。落座之后，马英飞自然而然地坐在了主位，除了侯小光不爽地看了他一眼之外，其他人都没有什么意见。而此时，他又像一个主人一样招呼着众人点菜，让马总破费了。我还是第一次在这种餐厅吃饭。是啊，我也是第一次，我们都沾了马总的光，待会我们一起敬马总一杯。哇，这里菜的价格好贵啊，要不是马总在，这些菜不要说点了，就是看都不敢看。周围的同学们对马英飞又是新一轮的马屁，直拍的马英飞满脸菊花一般的笑容。吴凡他们学校并不是很名校，所以大家毕业之后薪资待遇都不算特别高，而且众人才毕业1年时间，工资也不可能提高太多，所以一般情况下他们还真吃不起这样的高级餐厅。赵小婷鄙视地看着这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同学，如果他们看到吴凡眼睛都不眨一下就买了100多万的手表的话，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表情，那一定很有趣。也许他们都不知道吴凡的情况，就自己知道等吴凡来了，自己可以好好表现，获得吴凡的好感。侯小光同样也没有参与点菜，他和孟卫芳坐在一起，坐下之后就忍不住问道：班长，上次我托你帮忙的事情怎么样了？侯小光这次来江州主要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至于同学聚会什么的，那都只是顺便而已。听到侯小光的话，孟卫芳脸上有些为难，也有些尴尬。他说道：你那事有些不好办，我找了些人都不太愿意过去，要么是觉得太远了，要么是觉得价格太高。本来一脸期盼的侯小光脸上顿时一暗，他之前已经将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实在没有办法才求到孟卫芳这边，这已经是自己在江州这边认识的最有能力的人了。本来侯小光觉得孟卫芳在大学里又是班长，又是学生会成员，走上社会混的应该也不会差，或许能够帮到自己。然而现在看来，孟卫芳混的并不如自己之前所想的那么好，也不能在这件事行帮到自己。见到侯小光失望的神情，孟卫芳心中更是尴尬，对侯小光说道：不好意思，这件事没有能够帮到你。孟卫芳的心里其实是想要帮助侯小光的，然而他能力实在有限，只能是有心无力。他在大学的时候混得的确还不错，但是走上社会之后才发现，大学里的那套在社会上根本就没用。他一个无权无势的人，在江州这个大城市，自己想要生存下去都非常的艰难，自然也就没有能力帮助侯小光。这也是孟卫芳羡慕马英飞的地方。那马英飞在大学里哪里有现在的风光？成绩不好，人长得也丑，暴发户一般的做法，常常让同学们很是鄙视。然而走上社会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他这个班长混得异常艰难，而马英飞却是混得风生水起，受人追捧。对此，孟卫芳的心里有羡慕和嫉妒，也有不甘。只是有再多的情绪也没用，他必须认清现实，所以他现在也得让着马英飞。没事，班长，你已经尽力了。侯小光说道。侯小光也知道孟卫芳为了自己的事情也出了不少力，虽然最后事情没成，但是侯小光还是很领孟卫芳这份情的。侯小光，你有困难怎么不找你那个好兄弟帮忙？你们关系不是很好吗？哈哈。有个同学笑道：吴凡，他能有什么本事？要我说，侯小光，你待会好好陪马总喝酒，求求马总帮忙，只要马总出手，你的事情还不是小意思。另一个同学开口道。侯小光的事情，在场的同学多多少少听说过一点，现在见他事情不顺，真正同情的没有几个，反倒是有人想要趁着机会打击侯小光，在马英飞的面前好好表现一番。侯小光看着马英飞那张鼻孔朝天的脸，心里却是犹豫了。如果只是他自己的事情，他就算赔光所有钱都不会求马英飞一下。但是他这次来江州，可是带着全村的希望来的，村里绝大多数人家都种植了水果，如果找不到好的销路，所有人都得赔钱，而且还要赔不少。这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侯小光不忍心看到那么一幕。而且那些人还是听从了他的建议才种植水果的，这让侯小光更有一种负罪感。难道真的要求他？看马英飞的样子，在江州应该是有些人脉的，或许真的能够帮助他解决眼前的麻烦。但是想到马英飞平日里的嘴脸，侯小光觉得就算是自己求他，除了落得他一顿羞辱之外，可能不会有其他的收获。马英飞出手帮忙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
而且自己那边的水果的数量很多，涉及的金额有上千万。马英飞这样一个富二代，真的有权利决定这么大的买卖？侯小光觉得这基本不可能，可是这的确是一个机会，侯小光又不甘心放弃。这个时候，服务员推门进来，开始上菜，一道又一道制作精美的菜肴被端了上来，香味顿时弥漫了整个包间。然而，众人很快就发现情况有些不对了，服务员端上来的菜肴数量明显比他们之前点的要多，而且很多都还是价格非常昂贵的菜。之前众人在菜单上看到，也只是眼馋，并没有敢点。马英飞虽然说是他请客，众人也不敢太过分。然而，现在那些刚刚让人他们眼馋的菜，居然都被端上来了，众人惊讶不已。看着一道道被端上来的精美菜肴，马英飞的脸色变了，变得有些难看。怎么着？我请你们吃饭，你们逮着机会就痛宰，真就一点都不客气。马英飞的心里对于自己的这些同学们鄙视不满。刚刚点菜的时候都是其他人在点，他们点完之后，马英飞也故作大度的，并没有看众人点了什么菜，毕竟他刚刚可是说了，大家随便点，不要客气的。所以他并不知道众人点了什么菜。在马英飞看来，这些人如果有些眼力见的话，会点一些好菜，却不会太过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些人居然真的这么过分。本来他以为一顿饭万把块钱就能够解决，一顿饭吃个1万左右，已经算是很大方了。然而现在看上来的这些菜，再加上拿上来的那几瓶好酒，这万把块钱已经打不住了。怎么着？这是将自己当成冤大头来宰呢？一群土包子，一点眼力见都没有的混蛋。而周围的那些人看到马英飞的脸色变得难看，心里也有些慌了。他们还真怕马英飞生气，一气之下，这顿饭他就不请了，到时候让他们自己平摊，那就麻烦了。服务员，这菜你们是不是上错了？这几个菜我们刚刚没点啊。其中一个刚刚参与了点菜的同学连忙对服务员说道：“就是你们搞错了吧？是不是上错包间了？”另一个同学也说道：“他们虽然也都很想尝尝这些价格昂贵的菜，但是却也知道不能太过分，所以还是及早问清楚的好。”马英飞这个时候也有些迷糊了，难道这不是他们点的菜？赵雪怡看着那几个服务员说道：“这事情都能弄错吗？”果然，江州的餐厅比魔都的差远了。这时，就连孟卫芳和侯小光两人也都看了过来，好奇餐厅怎么做出现这样的纰漏。领班的服务员面对带着指责的询问，脸上依旧带着甜美的笑容，说道：“没有搞错，这菜就是这个包间的，这几个菜都是我们餐厅的招牌菜，是我们老板送的。”你们老板？众人惊奇，目光不由自主地看向了马英飞。马英飞刚刚可是说过，他和这里的老板很熟的，难道这餐厅的老板是看在马英飞的面子上，这才送的菜？这么一想，倒是很有可能，毕竟在场的人除了马英飞之外，也没有人认识这里的老板，也没有那样的面子。马总，你面子真大，这老板送来的那些菜可都不便宜啊，还有那几瓶酒，我刚刚看过价格，一瓶4、5千呢，这上来就是5、6瓶，出手真大方。那是也不看看我们马总是谁，除了他，谁还能有这样的面子？我就说嘛，这么高级的餐厅，怎么可能出现那么低级的失误？原来是餐厅老板送的，马总威武！在座的同学们都纷纷对马英飞奉承起来。赵雪怡看向马英飞的眼神明显更亮了几分，看来马英飞说和这里老板相熟不是假话，而且关系应该非常好，不然的话怎么可能送几万的酒菜？孟卫芳看向马英飞的眼神更加失落了，而侯小光的表情则是更加犹豫。马英飞的能量似乎很大，自己的事情他或许真的能帮上忙。全场所有的同学都以为餐厅的老板是看在马英飞的面子上，这才送的酒菜，只有马英飞自己知道事实并非这样，他和这个餐厅的老板压根就不认识，就更不要说关系很好了。他刚刚和赵雪怡那么说，只是在吹牛而已。所以面对众人的吹捧，他的心里感觉到尴尬。马英飞想要说出实情，但是他又很享受同学们崇拜讨好的眼神，尤其是赵雪怡看向他的眼神也比之前要热情了不少，这让马英飞咽下了要解释的话。反正这些菜是餐厅老板送的，管他是什么原因送的菜，其他人不知道，这个功劳我自己就领了。马英飞心里想到。想到这里，马英飞就心安理得认领了这份功劳，甚至还拿捏着一副架子说道：“以我和这里老板的关系，送这点酒和菜都是小事的，大家随意吃，不够我再点些。”在场的同学对马英飞自然又是一轮吹捧，马英飞脸上更加得意了，带着些许傲气看向那个领班说道：“替我谢谢你们老板。”领班点头说道：“好的，我们老板说待会忙完来了，过来陪各位。”说完，领班就带着服务员退出了包间。而在场同学们看向马英飞的眼神更加崇拜了，这餐厅的老板不仅送酒送菜，居然还要亲自过来作陪，马英飞的面子真的好大。果然，马英飞现在和他们已经不是一个层面的人物了，得赶紧趁着这个机会抱紧这个大腿。于是众人各种奉承，马屁都朝着马英飞喷涌而出。赵雪怡还笑意盈盈的主动敬马英飞酒。然而马英飞的心里却是有些慌张，因为他不认识这个餐厅的老板，待会老板来了之后，自己岂不是要露馅？不过转念一想，那老板主动送酒送菜，想来也是带着善意，或许他认识自己的父亲，是看在自己父亲的面子上，这才送的酒菜。而且能够开这样的餐厅，想来这里的老板情商也是不低，应该不会当众揭露自己。这么一想，马英飞的心里瞬间又舒坦了。今天这场聚会办得太对了，地方选得太好了，自己实在太明智了。马英飞不出意外的成了桌子上的焦点人物，他每说一句话
都会得到众人的附和以及吹捧，这让他的心情大好。再加上心仪已久的美女在旁，眼神脉脉含有情意，让他更是心神陶醉，好不快活。在场的人似乎都忘记了吴凡还没有来，或许很多人认为他不会来了，就只有侯晓光、孟卫芳以及赵小婷的心里还在想着吴凡未到，其他人早就已经忘记或者不在乎了。所以当吴凡推门而入的时候，很多人都愣住了，只有侯晓光欣喜地站了起来。吴凡，猴子！两人激动地抱了一下，现场的人这个时候才想起来人是谁。不过怎么感觉眼前的吴凡和大学的时候有些不一样了？侯晓光同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用拳头捶了吴凡的胸膛一下，说道：你小子1年不见，怎么感觉变帅了？气质也比之前好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家的公子哥呢，是不是偷偷去泡菜国了？泡菜国能有那技术让我变得这么帅？吴凡也笑道：我本来就很帅，只是你大学的时候没有发现而已。吴凡自然是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和大学的时候的确是有些不同，这都是因为穿越的缘故，好在这个改变只是在细节上做了一些调整，倒也没有让人认不出来的地步。吴凡，你来了，快过来坐，就差你了。让人意外的是，赵小婷对于吴凡的到来同样热情，在联想到开席之前赵小婷的表现，怎么感觉赵小婷对吴凡非常的恭敬一样？一个农村来的小子而已，有这个必要吗？众人心中多少有些疑惑。吴凡对赵小婷点点头，然后跟着侯晓光来到桌边，他对在座的同学说道：不好意思，有点事耽搁，来晚了，待会我自罚一杯。虽然和这些同学在大学的时候没有太多交集，但是大家毕竟是同学，既然答应了参加同学聚会，自己又来晚了，吴凡觉得自己是该表达一番歉意。然而他的道歉似乎并没有能够得到现场人的谅解。吴凡，你不会是看到今天的酒是好酒，想要趁机多喝酒吧？你这么一说还真像，这么好的酒，他平时哪有机会见到？这不，刚来就惦记上了。吴凡，你也不用道歉，酒也不用喝，我们本来就都没有等你。有几个同学阴阳怪气的说道。这些人本身就看不上来自农村的吴凡，再加上吴凡和马英飞不对付，他们现在想要讨好马英飞，自然是不会放过打击吴凡的机会。本来脸上还带着笑意的吴凡，在听到这几个同学的话之后，笑容就消失了。他在怀疑自己今天来参加这场同学聚会是不是做错了。不过既然已经来了，他也不好立即转身就走。行啊，既然不用罚酒，那我就不喝了。吴凡淡淡的说了一句，随后就在侯晓光的身边坐下，不再理会那几个人。吴凡不理会，但是一心想要抱住吴凡大腿的赵小婷可不愿意放过这几个人，他狠狠瞪了那几个人一眼，说道：你们几个混蛋怎么说话呢？吴凡会在意这点酒？不会说话就别说话，没人当你们是哑巴。随后赵小婷看向吴凡说道：吴凡，你别理他们。没事。吴凡说道。赵小婷坐下之后，赵雪怡拉了拉她的衣袖，问道：小婷，你今天怎么了？显然对于赵小婷对吴凡的态度，赵雪怡很是疑惑，怎么赵小婷今天这么维护吴凡了？什么怎么了？赵小婷还在想着怎么利用今天的机会在吴凡的面前好好表现一番，一时间没有理会赵雪怡的意思。赵雪怡示意了一下吴凡，赵小婷这才明白他的意思，说道：本来就是那几个人太过分了，吴凡也是好意，他们居然污蔑吴凡。见赵小婷依旧坚持维护吴凡，赵雪怡心中疑惑更甚，说道：你不是？什么？赵小婷似乎明白了赵雪怡的意思，说道：大学的时候是我自己不懂事，做错了事。说到这里，赵小婷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站起来，一脸歉意地对吴凡说道：吴凡，大学时候那件事是我不对，今天在这里我正式给你道个歉，希望你能原谅。说完也不等吴凡说话，一仰头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他的两个脸颊顿时就红了起来。在座的人一惊，没有想到赵小婷当众给吴凡道歉，而且居然还一口干了一杯白酒。要知道从开席到现在，赵小婷一口酒都没有喝，众人劝酒，他说自己不会，现在在吴凡的面前却一口就干了一杯白酒，这前后的差别也太明显了。吴凡也没有想到赵小婷这么生猛，诚意倒是挺足，他摆手说道：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久，我也早已忘了。赵小婷感激地看了看吴凡，说道：谢谢。赵小婷，你给他道什么歉？他喜欢雪姨，本来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又没做错。这个时候马英飞开口说道：当年那件事嘲讽吴凡最重的就是赵小婷和马英飞两人，赵小婷现在当众赔罪道歉，诚意十足，马英飞却依然还是当初那个态度。雪姨这样的美女，又岂是他这个穷小子能配得上的？马英飞道：雪姨，你说是吧？赵雪姨矜持地笑了笑，没有说话，却也算是默认了马英飞的话。吴凡进来的时候，自然也看到了赵雪怡，相比于大学时候，她似乎更懂得打扮，更加漂亮了。然而吴凡从她的眼中却是再也看不到当初的那份纯净，显然一年的社会经历悄悄地改变了她。吴凡大学的时候对于赵雪怡的确是有些好感的，而现在再次见到赵雪怡之后，他却是没有丝毫心动的感觉，就连当初的那份好感也完全的消失不见。马英飞，你说什么呢？吴凡要是配不上雪怡，那么在场的人就没有人能够配得上。赵小婷现在俨然就是挡在吴凡面前的一面护盾，都不用吴凡自己反击，赵小婷就率先开火，她直指马应飞，说道：包括你在内。赵小婷，你喝醉了吧？马总比不上吴凡，你开什么玩笑呢？就是马总和赵雪怡才是天生一对，赵小婷，你糊涂了吧？赵小婷，亏你还是雪怡的好姐妹，居然将自己的好友往坑里推。在场的其他人这个时候也都纷纷的反驳赵小婷道：
在场之人除了赵小婷和侯晓光之外，没有人会觉得吴凡比马英飞强，甚至就连孟卫芳也觉得吴凡比马英飞要差很多。毕竟马英飞家里有公司，而吴凡是来自农村，没人脉没背景，和马英飞没法比。赵雪怡心中也有些不悦，她对于吴凡的了解还停留在过去，心中也同样不认为吴凡能够配得上自己。赵小婷这是什么意思啊？自己就只能配得上吴凡这种来自农村的穷酸？赵雪怡的眼神看向吴凡，多少有些厌恶，并不想让自己和吴凡联系在一起。赵小婷还想反驳，然而吴凡却是拦住了他，然后对众人说道：当初我就说过，那件事就是一个误会，今天我在这里再次澄清一下，那的确是一个误会，我对赵雪怡同学并没有那个意思。赵雪怡不想和吴凡联系在一起，吴凡同样不希望和赵雪怡有什么牵扯。吴凡还算是有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配不上赵雪怡同学。不错，也就只有马总这样的人才配得上赵雪怡同学。马总和赵雪怡同学男才女貌，天生一对，要不今天就趁着这个机会确定关系得了。对，在一起，在一起。那几个一心想要抱上马英飞大腿的同学可不会愿意错过这个机会，一边打击吴凡，一边不忘撮合马英飞和赵雪怡。马英飞一脸得意的笑容，赵雪怡则是脸色羞红。吴凡看了看两人的表情，心里微微叹了一口气。果然，走上社会之后，很多事情都变了。在大学的时候，赵雪怡虽然看不上他，但是同样对于马英飞没有丝毫的好感。然而现在似乎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赵小婷则是拉了拉赵雪怡的衣服，说道：雪怡，你不会真的答应吧？你可要考虑清楚。听到赵小婷的话，马英飞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赵小婷，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对雪怡一片真心，多年没变，我的条件也超过很多人吧，怎么雪怡就不能答应了？马英飞的心里对于赵小婷很不满，这个爱贪便宜的同学之前可没少利用赵雪怡的关系，从自己这里敲诈好处，到了最后关键时刻居然要这么对自己，简直是太可恶了。就是啊，马总配不上赵雪怡同学的话，那还有谁能配得上？吴凡吗？某个同学出言讥讽道：马总可是富二代，和这里的老板都熟识，有钱有人脉，吴凡呢？什么都没有，就一个来自农村的小子而已，也不知道赵小婷你脑子是不是糊涂了？另一个同学说道。吴凡的眉头皱了起来，脸色发沉道：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我对赵雪怡并没有那个心思，你们可以讨论她的事情，但不要带上我。这么一直被当众编排，哪怕是吴凡的脾气好，这个时候也忍不住有些动怒。他现在还真是后悔来参加今天的聚会，有这个时间自己做什么不好，非要来这里。不过吴凡的心里也有疑惑，刚刚那个同学怎么会说马英飞和这里的老板很熟？自己的确是和马英飞很熟，但是他们应该不知道自己是这里的老板才对。面对吴凡有些怒意的话，那几个人想要反驳两句，然而吴凡身上似乎有种淡淡的威压，让他们反驳的话没有能够说出口，心里甚至还隐隐的有些惧怕吴凡一样。这样的感觉让众人惊讶，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心里会忍不住害怕吴凡。来，大家都少说两句，我们一起喝一杯。孟卫芳再次站出来打圆场道：大家毕业1年难得相聚，今天赵雪怡同学又从魔都而来，不管是哪一件事都该喝一杯庆祝一下。这次众人倒是都挺给孟卫芳面子的，也可能是想要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所以也都纷纷举杯。吴凡也站了起来，和众人一起喝了一杯。落座之后，众人不再谈刚刚的事情，而是各自聊着吴凡也终于是有机会问问侯晓光的事情了。不太顺利，侯晓光脸色有些暗淡的说道：班长那边已经尽力了，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没有找到合适的经销商，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只能……说到这里，侯晓光看了看对面的马英飞，脸上有些犹豫。你想要找他帮忙？吴凡似乎看出了侯晓光心中的想法。侯晓光并没有否认，点点头说道：吴凡，我也不想这么做，但是这毕竟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全村的人都在等着我的好消息，我不想让他们失望绝望。吴凡能够理解侯晓光的为难，不过他并不觉得侯晓光放下尊严去求马英飞就能够解决这个事情。你觉得他能够帮你解决这件事？侯晓光也知道自己的事情涉及的金额数目不小，马英飞未必能够有决定权，有一线希望，我总得试试。他和这里的老板很熟，在江州应该有不小的人脉，应该能够帮我解决吧？你怎么知道他和这里的老板很熟的？吴凡忍不住问道。他自己说的，而且刚刚这里老板还送了酒和菜，看样子他不是在说谎。侯晓光说道。吴凡有些哭笑不得，自己好心为大家准备的酒菜居然便宜了马英飞，这样一说的话，你和这里的老板更熟？我？侯晓光惊讶地指了指自己，随后笑道：你就别开玩笑了，我连这里老板叫什么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怎么会和他很熟？而且这里的老板一看就是有钱人，我怎么可能认识？那可不一定。吴凡笑道。行了，不说这个了，你的事情不用去求马英飞，我可以帮你解决。你？侯晓光再次惊讶。吴凡，我这事可不是小事，也不能开玩笑，这毕竟是关系到我们全村人的收入呢。你看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吗？吴凡说道。你就放心吧，你那事我保证解决，而且我这还有更大的订单等着你呢。虽然吴凡说的很认真很真诚，但是侯晓光心里还是不怎么相信。吴凡的情况侯晓光是了解的，背景比自己强不了多少，能够在江州这个一线大城市生存下来都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就更别说能够有能力帮助自己解决这个麻烦了，这也是他之前没有找吴凡的原因。侯晓光刚准备问清楚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包间的门被敲了2下，然后就被打开了。接着一个性感迷人的美女出现在众人的面前，在场之人皆是眼前一亮，眼中满是惊艳。
他们惊讶地发现，来人居然比赵雪怡还要漂亮几分。这是一个顶级美女，不管是身材还是外貌，都毫无瑕疵。更重要的是，身上的那股迷人的气质，一下子就容易吸引住别人的眼球。这美女是谁？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们班级没有这样的美女啊！众人心中疑惑。来人眼神在众人身上转悠了一下，看到吴凡的时候，一脸笑意。吴凡，你真在这啊？我刚刚问陈经理，他说你在这里和同学聚会，我过来看看。这美女认识吴凡，他们是什么关系？吴凡怎么会和这样的顶级美女认识的？而且看样子他们的关系似乎不错。在场认识来人的也就只有吴凡和赵小婷了。吴凡看着对方说道：找我什么事？没事就不能过来看看吗？来人走了进来，看向众人说道：你们好，你们都是吴凡的同学吗？我是他的女朋友唐雨霏。来人正是之前和吴凡一起来餐厅的唐雨霏。吴凡的女朋友？吴凡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而且居然还这么漂亮。现场的男生们对吴凡都投去了羡慕嫉妒的目光，包括一心想要追求赵雪怡的马英飞在内。马英飞发现这个叫做唐雨霏的女孩居然比唐雨霏更加漂亮，他还第一次见到这样绝色的美女。好啊，吴凡，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的？还这么漂亮，居然都不说一声。不行，你得请客。侯小光一搂吴凡，笑着说道，似乎忘记了自己烦恼的事情。别听他瞎说，她不是我女朋友。吴凡说道。早晚的事。唐雨霏说道，我正在追求她，虽然有一个不比我差的竞争对手，不过我相信最后我一定能够成功，我一定能够成她的女朋友的。众人听了唐雨霏的话更是惊讶，一个个震惊的眼球都要爆出来了。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居然倒追吴凡，吴凡还不答应，而且居然还同时有另外一个不比这个差的女孩子也在倒追吴凡，这是什么情况？世界怎么会如此的疯狂？这种女孩子任何一个放在外面都会受到众人的捧吧。然而吴凡居然还看不上，居然有两个同时在倒追吴凡。吴凡什么时候这么受欢迎了？众人都是一脸的难以置信。如果这话是吴凡说的，他们肯定不会相信，认为吴凡是在吹牛。然而这话却是从这样的美女嘴中亲口说出来的，这就让人不得不信了。吴凡真的这么受欢迎？只有赵小婷一副我早就知道的样子，她脑海中浮现出了柳岩的样子。唐雨霏嘴中那个不比她差的女孩子，应该就是自己之前看到的那个女孩子了。没有想到唐雨霏居然知道她的存在，吴凡未免也太厉害了吧。本来赵小婷还想要趁着今天的机会试着撮合吴凡和赵雪怡的，毕竟吴凡在大学的时候对赵雪怡是有好感的。赵小婷觉得这个想法可行，一旦吴凡和赵雪怡好上了，以他媒人的身份以及和赵雪怡的关系，吴凡必定是会多加关照他的。但是当唐雨霏出现并表明身份之后，赵小婷突然觉得吴凡和赵雪怡不可能了，不管是唐雨霏还是柳岩，那条件都不比赵雪怡差，赵雪怡想要突围而出很难。又瞎胡闹。吴凡无奈地说道，不过你来的倒也正好，我有件事要你帮忙。什么事？只要我能做到的绝对没有问题。唐雨霏说道。唐雨霏对吴凡这种百依百顺的态度可让在场的男生们眼热得很。他侯小光，我好朋友。吴凡看了看侯小光说道，他们村里种了很多水果，现在销售有些问题，卖不出去，我记得你家的生意中好像就有水果市场经营这一项，帮他解决一下怎么样？江州五大家族每一个都实力雄厚，经营多项产业，而唐家的产业中刚好就有水果经营这一项。没问题。唐雨霏想都不想的就说道，你都开口了，那自然没有问题。这个生意涉及金额差不多1000万左右，你要不要和家里说一下？吴凡问道。不用，这是我自己就能做主。唐雨霏说道，待会你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我给下面负责人，让他们去联系解决。唐雨霏作为唐家最受宠的一个，做这种事情的主还是没有问题的。那行。吴凡也不和唐雨霏客气，改天请你吃饭。吃饭就算了，你请客吃饭又不用花钱。唐雨霏说道，陪我约次会就行。行。唐雨霏毕竟是帮了忙，吴凡也不好拒绝他的要求。谢谢。唐雨霏转头对侯小光说道。啊？侯小光刚刚还在发呆呢，自己那涉及上千万的水果生意居然就被吴凡和唐雨霏这样三言两语的给解决了，是不是太快太随意了一些？侯小光有种不真实的感觉，整个人都处于震惊之中。唐雨霏突然对他道谢，让他更是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为什么道谢。在场的人也不明白唐雨霏为什么对侯小光道谢，不应该是侯小光谢他吗？要不是有你这事，我想让他欠人情陪我逛街太难了，所以我得谢谢你啊。唐雨霏笑着说道。众人听了更是无语，花了那么多钱就得到了吴凡一次陪逛街的机会，唐雨霏居然觉得他赚了。果然这个世界太疯狂了。唐雨霏没有理会众人的惊诧，而是看向吴凡，摇了摇手中的车钥匙说道，我就不打扰你们聚会了，等你结束了告诉我一声，我送你回去。行。吴凡说道。各位拜拜，玩得开心。唐雨霏朝着众人打了声招呼，转身就离开了，只留下一缕香气萦绕着在包间内。唐雨霏来得突然，走得也很快，然而对于众人的震撼却是绝对不小。1000万的生意居然连想都没想直接就答应了，再加上她绝美的容颜更是令人心驰神往。吴凡怎么会认识这么一个有钱的女孩？而且那女孩还明说自己在倒追吴凡，这样的福气他们怎么就没有呢？不会是假的吧？她看着比我们还要小，能决定1000万多万的生意。有个同学按捺不住心中的嫉妒说道，他也是刚刚讽刺吴凡比较厉害的一个人，然而他没有想到吴凡居然有这样的福气，心中难以接受，嫉妒之火更是熊熊燃烧。
吴凡，他不会是你为了面子找来演戏的吧？马英飞也说道。唐雨霏的出现让吴凡一下子成为了众人的焦点，这是马英飞无法接受的，而且他也觉得吴凡这样的穷小子不可能得到这样一个大美女的垂青。然而这次没有等吴凡开口，就有一个女同学说道：“我虽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是他手上拿的那个包我认识，是爱马仕刚上市的包包，限量版，售价2万多。还有他身上的衣服，香奈儿的，1万多。”另一个同学说道：“他手上戴的手表是从我们店里买的，65万。”赵小婷开口道：“刚刚他那个车钥匙，我要是没有看错的话，好像是法拉利的，国内售价120万。”一个男同学说道。众人越听越是震惊，这唐雨霏到底是谁？怎么这么有钱？然而更让他们震惊的是，这么有钱、长得还那么漂亮的女孩子，居然倒追吴凡，而且吴凡还不答应。换作是他们的话，恐怕早就迫不及待地答应了。马英飞的脸色很难看，本来他还以为唐雨霏是吴凡找来演戏的，然而事实证明并不是，唐雨霏是真的有钱。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之前还对他毕恭毕敬的众人，不知不觉间似乎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居然反驳他的话。众人重新落座，包间的气氛似乎有了一些改变，众人的眼神不自觉的就会看向吴凡。吴凡，他是谁啊？真的能帮我解决这个麻烦吗？这个时候，侯晓光问了一个众人都关心的问题。他是我一朋友，既然他已经答应了，那你的事情就没有问题了。吴凡说道。众人没有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心里有些失望，不过却也不好多问，毕竟他们和吴凡的关系可没有那么好。赵雪怡的眼神也不自觉地落在吴凡的身上，然而他看了半晌，也没有看出吴凡哪里特别，顶多是比之前帅气了一些，似乎气质也有了变化。但是走上社会之后，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赵雪怡很清楚这一点，现在的她不是大学时的她比之前现实了。聚会在一种较为诡异的气氛里接近了尾声，众人也慢慢从唐雨霏所带来的震惊中清醒了过来。我记得刚刚那服务员说他们老板会过来作陪的，我们这边都要结束，怎么还没来？不会是不来了吧？放我们鸽子？应该不会，以马总和老板的关系，既然说了肯定会来的，也许有什么事耽误了。众人这才想起之前服务员的话，能够让这种级别的餐厅老板敬酒作陪，那说出去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众人的谈话再次让马英飞成了焦点，这让他心中得意。而老板不来那更好，免得自己露馅。他摆着架子说道：“他或许真有什么重要事情给耽搁了，不然的话，知道我在这里，绝对不会不来。这点面子我还是有的。本来还想要让他来给大家敬个酒，看来是没机会了。等下次碰到他，我一定好好说说他，这是做的不地道。马总，别，人家是大老板，肯定有很多事要忙，来不了也正常。对，这餐厅生意那么好，老板肯定也忙，心意到了就行。”几个决心巴结马英飞的人连忙开口道：“行吧，等以后有机会，我再介绍你们认识。”马英飞说道。吴凡一脸惊奇地看着马英飞，不知道这会是唱的哪一出，说话奇奇怪怪。这个时候，包间的房门再次被打开了，之前那个领班再次出现，他没有理会众人的目光，直接看向吴凡道：“老板，王少来了，让您过去一下，他有事找你。”老板？谁是老板？这餐厅的老板在他们包间内，可是这里不是只有他们这些同学吗？哪来的老板？在众人震惊疑惑之时，吴凡开口道：“行，我知道了，你是老板？什么老板？”在领班出去之后，侯晓光震惊地看向吴凡问道。他发现自己似乎不认识吴凡了一样，吴凡这一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怎么突然变得如此高深莫测了？当然是这个餐厅的老板。吴凡笑道，他看向众人说道：“我也没有想到你们会将聚会的地点选择在我的餐厅，作为东道主，我也没有什么好表示的，所以刚刚就送了几个菜，拿了几瓶酒上来。不过这件事好像还导致了一些误会。”说到这里，吴凡似笑非笑地看向马英飞，感受到吴凡的目光，马英飞差点没有尴尬地找一个地方钻进去。丢人，太丢人了！谁能想到这餐厅的老板居然是吴凡？自己和他的确挺熟的，然而要说关系好，在场的人恐怕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吴凡站了起来，对众人说道：“我还有点事，就不陪大家了，大家吃得开心点。”然后又看向侯晓光，说道：“猴子，我明天再联系你。”之后，吴凡就在众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中离开了包间，只留下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的众人。吴凡刚刚说他是这里的老板。包间内沉默良久，才有一个男同学用难以置信的语气开口道：“我没有听错吧？”众人默默摇头，显然吴凡刚刚的话他们也都听得清清楚楚。这怎么可能？刚刚那个男同学继续说道：“开这么一家餐厅，那得多少钱？吴凡有那么多钱吗？怎么不可能了？”赵小婷反驳道：“刚刚来的那个美女唐雨霏手上戴的手表65万，就是吴凡送的。你能随随便便买一个65万的东西送人吗？”显然，唐雨霏偷偷将卡递给吴凡的动作，赵小婷没有发现。赵小婷的话让众人心中更是震惊，吴凡居然出手这么大方，那可是65万，不是65块，居然说送就送了。而这除了说明吴凡大方之外，也能够说明吴凡的确是有钱，没钱能随便送65万的礼物。这个时候，众人心中才恍然，为什么之前赵小婷那么坚定地站在吴凡的一边？原来他早就知道吴凡今非昔比，这是想要抱大腿呢。众人心中纷纷鄙视不已，只是他们似乎忘记了，之前他们也是想要抱马英飞的大腿来着。我刚刚和吴凡说话，是不是太过分了些？有个之前挤兑吴凡的同学担心地问身边的人。
我好像说话语气也不太好，要不改天我们一起请吴凡吃个饭，给他赔个罪。身边那人也同样是一脸担忧道。刚刚挤兑吴凡的人现在都是一脸的担心，他们可都知道，能够在这样的地段开这样一个餐厅，不仅是需要钱，还需要人脉。这说明吴凡早就已经不是他们之前所想的那个穷小子了，而是彻底发达了。万一吴凡因为之前的事情而生气，报复自己等人，那可不是他们能够承受得起的。马英飞，都怪你，要不是你，我们也不会那么针对吴凡。就是自己明明不知道这餐厅的老板是谁，还吹牛说自己和这里老板很熟。马英飞，你应该向吴凡道歉，你刚刚的行为太过分了。几个挤兑过吴凡的人忍不住对马英飞抱怨道，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因为马英飞，他们也不会得罪吴凡，这一切都是因为马英飞。你们这几个混蛋，是我让你们那么说的吗？你们自己贱，怪得了谁？马英飞也怒道。本来被当众揭穿谎言，还是在赵雪怡的面前，这已经让马英飞很难堪了，现在这几个同学居然还向自己抱怨起来了，这让马英飞心中更怒。明明是你们几个混蛋想要在自己面前表现，现在得罪了吴凡，居然还怪到自己头上来了。马英飞，别以为自己有几个钱了不起，人家吴凡比你厉害多了，你就一个富二代而已，身上都没多少钱，请吃个饭，菜多了点，脸色都那么难看，请不起就别请，看看人家吴凡，那才叫大气。几个同学似乎并不害怕马英飞一般，纷纷反驳马英飞。不过他们反驳马英飞的时候，眼神不自觉地往侯小光的身上瞄，显然他们这是想要表现一番，然后通过侯小光的嘴传到吴凡的耳朵中，消除吴凡对他们的怒意。要是能够赢得吴凡的欢心，抱上吴凡的大腿，那就更好了。在众人的心中，白手起家1年时间就能够拥有这样一家顶级餐厅的吴凡，显然要比马英飞这种没有什么实权的富二代强多了。几个同学的话气得马英飞的脸色发紫，鼻子不断喷出粗气，瞪大的眼睛恨不得将那几个人给撕碎。大家消消气，喝酒喝酒。身为班长的孟卫芳再次站出来打圆场道：喝什么喝？不喝了。马英飞将酒杯重重地拍在面前的桌子上，腾的一下站了起来，然后就要离开。这酒没法喝了，包间也待不下去了，在众人的眼里，自己好像成了一个小丑一样。马总，别忘了把钱付了，说好请客，可别食言哦。侯小光笑呵呵地提醒道：当然，我那份就不用麻烦你了。侯小光现在心情大好，不但自己的麻烦事解决了，而且居然发现吴凡发达了。作为吴凡的好朋友，侯小光很为吴凡开心。马英飞冷哼一声，脚步不停地往外走去。马英飞的离开也让这场同学聚会以一个不完美的方式提前结束。不过在结束离开之前，那几个同学对侯小光倒是热情了不少，甚至还都嘘寒问暖了一番。侯小光也不理他们，他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对自己态度突然变好，他可没有忘记这些家伙之前是如何说自己和吴凡的。当然，对于孟卫芳，侯小光态度还是很好的。孟卫芳之前为了他的事情出了不少力，而且也没有看不起自己和吴凡。赵小婷和赵雪怡两人结伴离开，在餐厅的门口，赵雪怡停了下来，转身看了看这个装修豪华、生意爆好的餐厅，到现在她都还没有办法将这样一个餐厅和吴凡联系起来。小婷，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吴凡现在的情况了？赵雪怡问道。我只知道他现在很有钱，至于他开餐厅的事情，我之前也不知道。赵小婷说道。对于吴凡是这个餐厅老板的事情，赵小婷是接受最快的，毕竟她之前就认定吴凡发达了，有钱了，只是现在看来，她之前对于吴凡身家的猜测还是不够准确，她还是低估吴凡了。真没有想到，1年时间不见，吴凡居然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赵雪怡感慨道。不过想到当初在大学时候吴凡喜欢自己的事情，赵雪怡眼睛亮了几分，心里也有了某种期盼。虽然吴凡之前还解释对自己没有想法，但是那样的做法在赵雪怡看来，只是因为他拒绝了吴凡的追求，吴凡在给他自己找台阶下而已。吴凡的心里还是喜欢自己的。小婷，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赵雪怡转头，眼中带着莫名的神采，看向赵小婷道。王子明找吴凡所要说的事，居然也和几天后的赛车事情相关。听宇飞说你也要参加这次的比赛。王子明看着吴凡问道。是有这么个想法，不过还没有决定。吴凡说道。你要是参加的话，小心一点一个叫韩宝芳的人。王子明说道。韩宝芳是谁？吴凡问道。一个退役赛车手。王子明说道。听说他这次也会参加比赛，你知道他当初是怎么退役的吗？不清楚，我都不认识这个人。吴凡笑道。这个人好胜心太强，为了赢得比赛不择手段，他当初退役和比赛中的一起事故有关。王子明说道。那个时候他的状态已经有些下滑，为了赢得比赛，在比赛中的一个危险路段故意撞击头车，将头车撞翻，冲出跑道，车子发生爆炸，那个车手也在爆炸中死了。事后迫于舆论压力，他选择了退役。这么狠？吴凡惊讶道。虽然在赛车比赛中车子相撞的事情经常会发生，但是种故意撞击的情况则是比较少的，更何况还是特意选择在危险路段进行撞击，这只能说明这个韩宝芳的人品很差，而且还极度危险。是啊，所以我提醒你要小心他。虽然当初那起事故之后他解释自己是无意的，但是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他就是故意那么做的。他在赛车这一行中的名声一向都不是很好。王子明说道。而且他还有一个名声同样很差的师傅，是莲花湾那里的赛车高手，这倒是一脉相承啊。吴凡笑道。所以我才提醒你要小心他。王子明道。我知道了，他不来找我麻烦就算了，如果他敢来找我麻烦，
我会让他后悔的。吴凡说道。吴凡如果真的去参加这场比赛的话，那他肯定是用自己的车子，而他的车子又不是一般的车子，韩宝芳想要在比赛中搞鬼可没那么容易。你对赛车也很在行？王子明问道。我还以为你只是觉得好玩，想要玩玩而已，略懂一点。吴凡说道。王子明以为吴凡车技一般，想要参加这次的比赛也只是为了寻求刺激而已，反正这件事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王子明说道。吴凡点点头，将韩宝芳的名字给记在心里。唐雨霏果然一直在等吴凡，在吴凡忙完之后开车送吴凡回去。那个侯晓光是你好朋友？车上唐雨霏问吴凡道。是啊，他是我大学时候最好的朋友。吴凡回忆大学时的点点滴滴，也就只有和侯晓光的相处算是美好的回忆。在赵小婷旁边那个女孩子就是你大学时喜欢的女孩？唐雨霏问道。叫赵雪怡，对吧？你这记性倒是不错。吴凡说道。她的确是叫赵雪怡，不过我之前并没有喜欢过她，只是对她有好感而已，好感和喜欢还是有区别的。吴凡和赵雪怡之间的事情，唐雨霏之前听吴凡说过，我刚刚过去就是想要看看她。唐雨霏笑道。根据我的观察，她真的没有喜欢过你，不然我说是你女朋友的时候，她不会表现得那么无动于衷。我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当初那件事就是一个误会。吴凡说道。太可惜了。唐雨霏说道。那姑娘错过了一个潜力股，我敢保证她这辈子都不会再遇到比你更优秀的人了。我有你说的那么优秀吗？吴凡笑道。当然。唐雨霏说道。不过我看那姑娘似乎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她意识到你的优秀之后或许会主动联系你。主动联系我？不可能吧？吴凡说道。他可是知道唐雨霏在大学的时候可是一个骄傲的人，身边从来都不缺乏追求者，只有别人主动找他，很少见他主动联系别人，尤其还是异性。吴凡的话音刚落，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他拿起来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不过当看到号码显示来自魔都的时候，吴凡的心思一动，不会那么巧吧？怎么不接电话？唐雨霏见吴凡拿着手机发呆，不由得问道。可能打错了。吴凡没有接电话，而是选择了直接挂断了。除了他之外，吴凡并没有任何认识的人在魔都。然而吴凡这边电话刚挂断，就又响了起来，依然还是之前那个号码。看来应该不是打错了。唐雨霏笑道。你还是接通看看是谁。无奈之下，吴凡接通了电话。吴凡。电话里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我是赵雪怡，刚刚怎么没接电话？吴凡看了看唐雨霏，这丫头是算命的吗？这都能被她说中。唐雨霏似乎看到吴凡的表情，再加上手机内传来的微弱女声，似乎明白了什么，脸上的笑容显得很得意。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是你，还以为谁打错了。吴凡淡淡的说道。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你不想接我电话呢。赵雪怡轻笑着说道，声音依旧甜美。我打电话就是想要感谢一下你的请客。不用，晚上那顿是马英飞请的客，你要感谢应该感谢马英飞，我就只是送了几个菜和酒而已。吴凡说道。吴凡虽然表明了自己是界中介的老板，但是他并没有故作大度的免了包间的账，没必要那样做。马英飞要花钱就让他花，吴凡并不想为他省钱，而且除了侯晓光和孟卫芳之外，吴凡和其他人交情一般，他也不想请那些人吃饭。可是你送的那几个酒菜的钱可比马英飞出的钱还多。赵雪怡说道。所以还是要谢谢你。客气了，毕竟是在我餐厅里聚餐，如果是在其他地方的话，我可不会这么做。吴凡说道。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得谢谢你。赵雪怡说道。明天有时间吗？我请你吃饭，表达一番谢意。吃饭就不必了，我也不是因为你而特意送的酒菜。吴凡果断拒绝道。而且我最近事情比较多，会比较忙，没时间。吴凡对于赵雪怡的好感早就在那次事情之后就已经没有了，他现在根本就不想和赵雪怡再有什么牵扯，所以现在对于赵雪怡的主动邀约，吴凡选择果断拒绝。如果没有其他事的话，我就先挂了。吴凡说完，也不给赵雪怡说话的机会，就直接挂断了电话。你这么对一个女人，可不太绅士。唐雨霏笑着说道。有些事情还是断得清楚些好，没有必要再有过多牵扯。吴凡说道。吴凡既然不想和赵雪怡之间发生些什么，自然也就没有必要有过多牵扯。你不想有太多牵扯，他可未必会这么想。唐雨霏说道。应该不会吧，我拒绝的已经很明显了，他应该也能够明白我的意思了。吴凡说道。怎么，不相信我的猜测？别忘了我刚刚说的话。唐雨霏说道。吴凡顿时一滞，刚刚唐雨霏说赵雪怡会主动联系自己，自己觉得不可能，然而事实很快就证明唐雨霏才是对的。难道自己已经那样的态度了，赵雪怡还会再联系自己？相信我，她还会主动联系你的。唐雨霏自信满满的说道。另一边，赵雪怡看着被挂断的电话，愣愣的发呆。吴凡居然挂断了自己的电话，而且对于自己的邀请拒绝的那么干脆，这种待遇是赵雪怡之前没有过的。不管是在大学还是工作之后，赵雪怡的身边都不缺追求者，这些人对于赵雪怡那是殷勤的很，就算是没有追求赵雪怡的人，也没有人这样的对待过她。所以在被吴凡挂断电话之后，赵雪怡直接就愣住了，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然而事实就是吴凡拒绝了她的邀请，甚至一副避之不及的样子挂了自己的电话。怎么会这样？吴凡不是喜欢自己的吗？为什么这么对我？赵雪怡有些想不通。难道因为大学里那件事我没有给她积极的回应，所以她不敢再追求自己了？
赵雪怡对于自己的条件还是很自信的，吴凡喜欢自己的事情也是她亲口说的，虽然她解释说那是误会，但是赵雪怡并不相信，反而是认为那是吴凡婉尊的表现，实际上心里肯定是对自己还有好感的，也许他只是放不下面子。赵雪怡想到，虽然被吴凡给拒绝了，但是赵雪怡并没有放弃的意思，她身边的追求者虽然不少，但是像吴凡这种有实力的潜力股却是没有的，就连马英飞和吴凡相比也要差远了，对于吴凡他是不会放弃的。回到家之后，吴凡就将现实中的事情暂时的忘记，进入了游戏世界之中。当吴凡再次来到广场的时候，发现牛二正在带着人训练。吴凡看了看，参与训练的人在50人左右，都是年轻人，不过可能是因为营养没有跟上，所以一个个显得都很瘦，尤其是和强壮的牛二站在一起的时候就更瘦了。大人，您来了，这些是我从难民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也都愿意加入民兵队。牛二见吴凡到来，上前来说道。吴凡点点头，人数还有点少，再挑选一些人出来，民兵队的人数要保证在100以上。是，大人。牛二说道，刚好罗阳那边今天又带回来不少人，我待会过去看看，再选一些出来。吴凡点头。随后吴凡看向那些在接受训练的人说道，你们应该也都已经知道了，在我们清远县城附近有一支起义军在活动，他们随时可能会来这里，所以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为了你们的性命着想，也为了这个村子的安全着想，我会让牛二加强训练的强度，当然你们放心，只要你们认真训练，我是不会亏待你们的，每天3顿饭，顿顿有肉，而且是随便吃，吃到饱的那种。另外你们会和朝廷的军队一样，每个月都有粮饷，战斗的时候作战勇猛的，战后我也不会吝啬赏赐，钱土地都会有的。吴凡的话让现场的众人激动的身子都发抖了，他们在来到隐者村之前已经好久没有吃上一顿正经的饭了，就更不要说肉食了，可能1-2年都没有吃到肉食了，而现在吴凡居然让他们敞开了吃，还顿顿有肉，这样的待遇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做梦都很难梦到的。吴凡所说的粮饷、立功之后钱和土地的赏赐则是更让他们心动，尤其是土地，他们原先都是普通的农民，而农民对于土地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的，没有土地他们就像是没根的浮萍一样，心里是不踏实的。现在吴凡承诺他们，只要他们作战勇猛，就有机会获得土地奖励，一个个自然激动的恨不得现在就上战场杀敌。你先继续训练吧。吴凡见他们情绪被调动起来，也很满意，他可不希望这些人上了战场之后都是软蛋，那样的话隐者村还能不能守住都是两说呢。牛二这边带着人继续训练，那边罗阳和吕斌两人也过来。现在这两人负责的事情比较多，要将村里这边获得的材料去县城售卖，又要打探消息，另外还得去县城外面招收难民。他们现在是吴凡了解外面情况的唯一途径，所以每次他们只要回来，吴凡都会让他们过来说说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有那支起义军消息了吗？吴凡问道。对于这支失去了踪迹的起义军队伍，吴凡现在很上心，这里不是现代，通讯并不发达，所以一支军队想要隐匿踪迹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还没有，吕斌说道，县城那边加强了防守，但是对于那支起义军队伍依然没有投入精力去调查，县城方面看来是指望不上了，让唐三那边多上点心。吴凡说道。对于清远县城的郭县令，吴凡现在算是彻底的失望了，那家伙也不知道每天在做什么，这么一支起义军在县城周边活动，他居然一点都不上心，这还是清远的父母官吗？不过吴凡只是一个有男爵爵位的普通人而已，奈何不了郭县令，也命令不了他，所以为了村子的安全着想，他只能是靠自己。你们这次回来带了多少人回来？吴凡问道。289人。吕斌回道。这么多？吴凡微微一惊，之前2次每次都是带100人左右，这一次居然差不多是之前的3倍，县衙那边有没有什么反应？这不是1-2个人被带走，吴凡相信这么大动作，县衙那边肯定会有所察觉的，就是不知道他们的态度如何。县衙那边应该是已经不知道了。吕斌回道。不过大人放心，他们现在巴不得我们将那里的难民都带走才好，那些难民对于县城来说就是累赘和负担，我们将人带走，减轻了县城方面的压力，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吴凡想想也是，那郭县令一直紧闭城门，将难民关在城外，显然他并不想处理这些难民，现在自己将部分人带走，算是帮他减轻了压力，他估计巴不得自己带走越多人越好呢。既然这样的话，你们下次带500人左右回来。吴凡说道，之后就暂时不要带人回来了，这事就先停一停。虽然村子这里的建设来个1000人根本就不算多，但是人越多负担也越大，以吴凡现在的能力，太多的人也养不起，所以只能是暂时先停一停。另外你们待会离开的时候帮我带一个东西去县城，然后让周光带着他前往帝都，以我的名义献给七公主。吴凡对两人说道。现在距离下个月初5还有一段时间，但是这里距离帝都可不近，吴凡不想误事，否则的话完不成任务还是小事，惹得皇帝不开心了，下令惩罚自己，那就悲剧了。所以吴凡便打算现在就让人带着贺礼上路。城内大宅那边3个心腹，孙亮负责整个大宅的事情，唐三最近在忙着收集情报，只有周光还没有什么事，这是交给他最合适。让吕斌和罗阳两人先下去休息一会之后，吴凡便前往后山给朝廷的七公主准备礼物。吴凡给七公主准备的生日礼物正是他之前在后山森林里看到的那些宠物，根据鉴定术的介绍，这些宠物都很罕见，深受贵族们的喜欢，想来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七公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后山依旧静谧如常，虽然村内最近多了不少人，
但是吴凡已经下过令，没有他的同意，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后山，这是他的私人领地，他不希望有任何人私闯进来。进入森林之后，吴凡就开始寻找那些观赏性的宠物。森林里这种动物是不少的，吴凡很快就发现了几只，外表都很漂亮可爱，送给女孩子很合适。然而这些动物敏捷极高，哪怕是以吴凡的速度都难以捉住它们。如果只是单纯的猎杀这些宠物，吴凡还可以使用陷阱或者弓箭，想要捉住它们问题不大。但是吴凡现在可是准备抓了送去当生日礼物的，送一只受了伤的宠物过去就很不合适了。该怎么办？就在吴凡苦恼地想着办法的时候，他的脑袋突然一疼，一股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果然，吴凡抬头一看，在他前面的那棵树上，雪云猫正站在树枝之上看着他。看到吴凡目光看来，小家伙是很兴奋。吴凡不知道这森林里有多少雪云猫，但是他肯定他今天以及之前几次见到的是同一只。而看到这个小家伙，吴凡突然眼前一亮，想到了办法。小家伙，过来！吴凡对雪云猫招招手。雪云猫并不怕吴凡，听到吴凡的召唤，想也没想，从树枝之上跳跃了下来，落在吴凡的肩头之上。小家伙，我有件事请你帮忙。吴凡对雪云猫说道，他知道雪云猫能够听懂自己的话，只要你帮了我的忙，我就陪你玩，怎样？雪云猫听到吴凡的话，连连点头，一脸期待。于是吴凡就带着雪云猫继续往前走，很快他就又看到了一只金丝绒兔。吴凡立即半蹲下身子，不惊吓到那只金丝绒兔，小声地对雪云猫说道，我要你帮我做的事就是抓住前面那小兔子，记住不能弄伤了它，知道吗？雪云猫看了看远处的金丝绒兔，对吴凡点点头，随后两腿一蹬，从吴凡的肩上跳下，朝着金丝绒兔冲了过去。那速度比吴凡快多了，犹如一道白色的闪电一般。吴凡发现雪云猫不但速度极快，而且奔跑的过程中动作极轻，几乎没有发出一丁点的声响。直到他到了金丝绒兔的附近，那金丝绒兔才似有察觉，刚警惕地朝周围看了看，雪云猫就扑了上去，一下子将金丝绒兔给捉住。吴凡见状，连忙跑了过去，从雪云猫的爪下将金丝绒兔拎了起来。看到它表面没有丝毫损伤之后，这才欣喜地看向雪云猫，夸道：“小家伙，干得不错。”雪云猫的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吴凡发现这小家伙虽然不是人类，但是脸上的表情倒是异常丰富，而且还很聪明，其智商丝毫不亚于普通的人类。吴凡也没有食言，陪着雪云猫玩了一会。在此期间，他遇到几只其他的宠物，都让小家伙帮忙抓住，准备让周光一并带着，到时候到帝都进行售卖，赚点钱。他现在这边的人越来越多，每天的开销越来越大，不多想办法赚钱是不行了。陪小家伙玩了1个小时左右，吴凡便准备回村了。他现在的事情不少，不能一直待在这里。不过小家伙显然还没有玩尽兴，扒拉着吴凡的腿，可怜兮兮地看着吴凡，舍不得吴凡离开。小家伙，要不你和我走吧，我看你在这也挺孤单的。吴凡将小家伙抱起来说道。雪云猫稍微犹豫了一下，就用脑袋摩擦着吴凡的胸膛，似乎同意了。于是吴凡从此多了一个小跟班。吴凡回到村里之后，先将抓来的几只宠物交给罗阳照顾，并让他带到县城去交给周光，让周光立即启程前往帝都。随后吴凡前往李药师的家，小家伙则是一直站在吴凡的肩膀上，好奇地看着村内的一切。虽然后山距离村子并不远，但是小家伙却是从来都没有来过村里，这还是第一次来，对于这里的一切都很好奇，在好奇之中还有着一些畏惧，他还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类。到了李药师的家，吴凡向对方表明来意。你是说你想要一张能够完全去除身体上疤痕的配方？李药师问道。是的，吴凡说道，我可以花钱买。就算吴凡自己不是商业奇才，却也知道能够完全去除身体上疤痕的东西，在现实中的市面上肯定是会非常受欢迎的。女孩子哪有不爱美的，身体上有疤痕肯定是想要驱除的，所以吴凡如果能够搞到配方，从而进行生产的话，生意应该会很不错。钱的事情另说，我现在手头没有这类配方，之前也没有接触过。李药师说道，不过我最近正好也没有什么事，准备研究研究，你帮我找几味草药来。行，没问题。吴凡应道。不管是村前的森林还是后山的森林中，都是有很多草药的，所以采集草药并不是什么大问题。配方的事情交给李药师之后，吴凡这才前往老村长家，看看那几个被他安排过去的跟着老村长学习建筑相关技能的人学习的如何了。到了老村长家，吴凡却是没有看到那几个人在，只有老村长悠闲地躺在门前的躺椅上，悠哉悠哉地摇晃着。村长爷爷，我带来的那些人呢？吴凡问道。他们被我安排去做模具了。老村长漫不经心地说道。然而当老村长看到吴凡肩头的雪云猫的时候，却是一下子从躺椅上蹦了起来，以一个不符合他年纪的速度冲到了吴凡的面前，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雪云猫看。老村长的动作不仅是吓了吴凡一跳，也吓了他肩头的雪云猫一跳。小家伙往吴凡背后躲了躲。村长爷爷，你这是做什么？不要这么吓人好不好？吴凡无语道。老村长年纪也不小了，怎么做事一惊一乍的，说好的稳重呢？然而老村长却像是没有听到吴凡的话一样，两只眼睛依旧死死地盯着吴凡肩头的雪云猫，嘴里问道，小子，他是哪里来的？他？你是说雪云猫吗？我从后山的森林里发现的。吴凡说道。没想到，真是没想到啊。老村长喃喃自语道，小子，好好照顾他，能够拥有他是你的机遇。看老村长说的神神叨叨的，吴凡不由得问道，难道他还有什么了不得的来头？老村长这个时候已经回到躺椅上，神色再次恢复到之前的慢悠悠的状态，漫不经心地说道，这个以后你会知道的。
神神秘秘的，故弄玄虚。吴凡嘀咕道：“行了，你先走吧，你带来的那些人，我会用心教的，你放心好了。”老村长下了逐客令。行，那就谢谢您了。吴凡说道。随后，吴凡带着小家伙离开，前往铁匠铺继续自己的打造。吴凡走后，老村长看着他的背影，神色不断变化。因为民兵队的数量激增，吴凡需要打造的武器和防具数量也增加不少。他又从那些投奔来的难民们中间挑选了几个在打造方面有天赋的人，跟着自己一起前往铁匠铺，帮自己打下手的同时，自己也教他们一些打造的技巧。吴凡现在拥有大师级的打造术，教授一些简单的武器打造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整个隐者村到处都是热闹繁忙的气息。之后几天的时间，现实中吴凡一直在忙着餐厅和家具厂的事情，这两个地方已经渐渐地走上了正轨。尤其是界中界餐厅，现在已经是整个江州高级餐厅中的翘楚，名声大噪，每天都处于爆满状态。刘一刀在吴凡的用心教导下，厨艺长进很多，已经达到了高级厨师的水准，比之前在凯乐门的时候要高出一个档次。而且他还在不断的成长之中，相信要不了多久，吴凡就可以从界中界的后厨中脱离出来，将那里完全的交给刘一刀了。家具厂那边，赵亚楠依旧在忙着之前那个订单，订单上所要求的家具打造的已经差不多了，而距离交货日期也没有几天了。如果不是这段时间吴凡也帮着打造，再加上家具厂内的工人们的加班，哪怕是有吴凡提供的木材，赵亚楠想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订单也是不可能的。而让吴凡稍稍意外的一件事就是，赵雪怡居然真的像唐雨霏所猜测的那样，真的有再次联系他。这几天赵雪怡几乎每天都会联系吴凡，吃饭的事情没有再提，就只是和吴凡聊天，聊天的内容也大多数和大学时候的生活有关，似乎想要唤起吴凡大学时对他的那份好感。可惜的是，吴凡在大学时和赵雪怡的交集并不多，所以赵雪怡虽然一直有和吴凡聊大学时的生活，两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然而赵雪怡似乎并没有放弃的意思，依然是在主动找吴凡聊天。吴凡几次明里暗里的拒绝，似乎对赵雪怡都并没有什么作用。赵雪怡比他之前想的还要执着。游戏世界中，吴凡一直都在隐者村中备战，同时大搞建设，投奔而来的难民数量已经超过1000人，每天开采的资源数量不断增加，各种木材、石料、土方等都已经在村中堆积了不少，就等着正式开始建设了。严明还没有回来吗？吴凡站在村头，看着石矿场里忙碌的众人，询问着身边的郑小六道。不管是建设城墙还是搭建房屋，对于石头的需求量都是很大的，所以那些投奔而来的人里，大多数人都被安排在矿场采集石矿，剩下的少部分人去砍伐树木，开发土方。隐者村作为一个新手村，自然也是有石矿的，虽然不是什么富裕矿，但是石头存量还是不少的，更何况在隐者村的前后都有山，山上也有石头，所以虽然吴凡这边需求的石头数量不少，但是自给自足还是能够做到。还没有。一边的郑小六说道。自从知道县城附近有一支起义军队伍在活动之后，吴凡便让郑小六等人回去将家人接到隐者村来。这几天的时间，郑小六等人都陆陆续续的带着家人回来了，只有严明至今不见踪影。严明的家距离隐者村最远，来回需要的时间最多，但是这么多天过去了，又有从杂货铺里租借的马车，按说也该回来了，然而他却至今未归。会不会路上出现了什么意外？一边的王斌微微有些担心的说道。众人倒不担心严明回家之后不再来了，他们之间现在算是生死之交，而且跟着吴凡怎么看也要比在家种地要好很多，所以严明肯定会回来的。然而这么多天过去了，严明却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这就不能不让人担心了。毕竟现在这世道，路上可不太平，既有起义军，又有魔兽，还有可能会遇到游荡的魔界中人，什么危险都有可能遇到。王斌等人来回的路上，也曾经遇到过一些险情，好在都被他们给躲了过去。再等等看，如果他今天还不回来，你们就去他的村子看看。吴凡说道。是，几人应道。然而还没有等吴凡让郑小六等人去严明的村子看看情况，罗阳和吕斌就回来了。而在他们的马车上，还有一个让吴凡意外的人在，这个人正是严明。不过此时的严明情况并不好，脸色苍白虚弱，身上的衣服还有血迹，半躺在马车内，神色萎顿。而在严明的身边，还有几个吴凡不认识的人在，他们不时担心的看看严明，不时又偷偷的打量迎过来的吴凡，神色惶恐。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在一起？严明这是怎么了？吴凡连忙问道。大人。严明看到吴凡，神色明显好了一点，他有些激动的对吴凡说道，那支起义军队伍距离这里不远了，很快就会到这里。严明的话让现场的人一惊，吴凡连忙问道，你怎么知道的？我带着家人回来的路上，刚好遇到那支起义军队伍，我就没有急着回来，跟在他们的后面，想要看看他们要去哪里，谁知道他们居然朝着这个方向来了，我便想回来告知大人，不想被他们给发现了，有一支小队追杀我们，幸好遇到了罗阳和吕斌，我和家人这才得救。严明略微有些急促的说道。吴凡脸上微变，他没有想到那支起义军队伍居然冲着这边来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他们都必须要做好迎敌的准备。只是本来吴凡还想着清远县城周边那么大，那支队伍未必会来到隐者村，就算是来的话也还会有段时间，却是没有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来了。事情发生的很突然，然而对方显然不会就此退走，更不会抱着善意而来，所以吴凡必须要做好迎敌的准备。他们大概的有多少人？武器装备如何？距离这里还有多远？大概什么时候能到？知不知道领头的人是谁？吴凡连番问道。那支队伍大概有4、5千人，青壮年大概有一半，武器不多，刀剑锄头木棍都有，防具几乎没有，距离这里已经不远，大概1、2个时辰后就会到这里。
至于领头的人是谁，小人不认识，只看到是一个中年汉子，身材魁梧，满脸凶气。严明将自己观察到的情报一一汇报。吴凡心中有些庆幸，幸好严明在发现了这支队伍之后，选择了跟着对方，这才知道了这些信息，也提前知道了对方会来攻击这里，让他们有一个准备时间，不至于被打得措手不及。根据严明汇报的消息，吴凡他们现在的处境有些不妙，对方人数众多，青壮都有2、3千，实力不容小觑。幸好这支起义军队伍和其他的起义军队伍相似，那就是武器和防具方面很短缺，这给了吴凡希望。如果这支起义军队伍武装到牙齿的话，那吴凡现在想的就不是怎么去抵抗，而是赶紧带着人逃了。毕竟他们这边民兵数量才100多人，就算是那些难民们都投入战斗，数量也比对方少了不少。吴凡抬头看了看太阳，还好1、2个时辰之后，应该是下午3点左右，自己还有时间。如果他们再晚些到的话，自己就得被传回到现实之中了，到时候这场战斗就没有办法参加了。罗阳，你带严明去里奥施那接受治疗。王斌，你去将村前头的那些人都给叫回来，趁着还有点时间，赶紧再挖点陷阱。牛二，你去将民兵队集合，穿上所有装备，准备战斗。吴凡一脸严肃地一一命令道。是。众人齐声道，声音坚定，不见丝毫慌乱。他们之前一起经历过和魔兽的战斗，也和魔界的军队交过手，同样也打过起义军队伍，可以说他们之前经历的危险情况并不少。现在的情况虽然有些不妙，但已经有了战斗经验的众人，这个时候心中并没有多少害怕的情绪。他们是吴凡的亲兵，吴凡在哪，他们就在哪。哪怕是面对再危险的情况，他们都会坚定地站在吴凡的前面，作为吴凡最后一面护盾，帮他挡住所有危险。整个隐者村在吴凡的命令下，犹如一台机器一般运转了起来。投奔来的难民们去挖陷阱了，民兵队的人在穿戴好装备之后被集合起来。吴凡来到他们的前方站定，看向他们。你们或许已经知道了，那支在清远县城附近活动的起义军马上就要到我们村子了，这支队伍已经摧毁了好几个村子，现在是将目标定在这里了。吴凡看着众人说道。在场的人不少人脸上都出现了慌乱的神色，显然对于即将到来的起义军心里还是恐惧的。我知道你们害怕，我也害怕，但是再害怕我们也不能退走。想想你们之前的生活多半都是被这些所谓的起义军给毁掉的，在我这里你们还能够吃饱饭，甚至拿到工钱。如果这里被摧毁了，你们能去什么地方？能否养活自己和家人？吴凡继续说道。所以我要你们和我一起抵抗这支起义军队伍，将他们打败。众人神色变化，他们中就有人的村子被这支起义军队伍给摧毁之后逃到清远县城的，所以他们的心中除了对这支队伍有恐惧的情绪外，还有愤恨。至于其他的人，他们沦落到成为难民的地步，或多或少都和起义军有关。这些本来是应该让这些普通百姓们生活更好，谋求更多利益的起义军势力，到了现如今这个地步，很多的性质都已经变了。他们和叛军没有什么区别，到处烧杀抢掠，比朝廷的军队还要过分。现在炎风国境内起义军势力很多，他们就算是现在从这里逃走，又能够逃到哪里？哪里又能够安全呢？或许其他的地方都会像清远县城那样，将他们拒之门外，不管他们的死活。只有这里，只有吴凡接纳了他们，让他们有了栖息之地，而且还能够免除饥饿的困扰，甚至还有工钱拿。他们就算能够逃到其他地方，也绝对找不到比这里待遇更好的了。所以他们不能走，这里也不能被摧毁。我之前就说过，凡是在战斗中立功的人，我都会不吝赏赐，而这次就是你们的机会。吴凡看到众人的脸色渐渐恢复平静，心中也放心了不少。你们也都看到了，在村子前面有大片的空地，只要你们作战勇猛，能够立功，那么你们就有机会获得土地。这是我之前对你们的承诺，我绝不食言。吴凡的话让众人更加激动了。起义军是危险，但是土地对于他们的诱惑更大。他们在逃难之前，也很少有人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绝大多数都是在给有钱的大户人家种地，是佃农的身份。而现在只要立功，就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一块可以传承给自己后代的土地，这样的诱惑实在太大了。誓死保卫隐者村，誓死保卫大人！民兵队中有人忍不住高声喊道：誓死保卫隐者村，誓死保卫大人！其他的人开始跟着喊，神色激动。誓死保卫隐者村，誓死保卫大人！众人一开始的时候喊得还有些乱，几遍之后，整个民兵队的声音就整齐划一，气势滔天。呐喊之声传出很远，村子前面正在挖陷阱的那些人也都听到了。这些人微微转头看向村内的方向，神色也有些激动，之前还很惧怕的心情，这个时候似乎安宁了许多。吴凡满意的看着这一幕，虽然这些人训练的时间还比较短，尚未形成真正战斗力，不要说朝廷精锐相比，就是和朝廷普通的正规军相比，都要差了很多。但是他们士气高昂，战斗意志很强，再加上自己为他们打造的武器和防具，未必不能和那支起义军队伍一战。毕竟那支起义军也只是由普通的农民组成，估计也没有经过什么训练，还缺少武器和防具，自己这边又是提前部署，占据主动。牛二、吕斌，你们3人各带20人，再加上一些其他难民，在村子前面的道路两边埋伏，不要轻举妄动，等我信号再动手。吴凡命令道。是，大人。牛二和吕斌拱手道。不过牛二脸上却是有些忧色，犹豫着说道：大人，村里只有60余人，是不是太少了一些？本来他们这边士兵的数量就要比敌人少很多，现在吴凡还分兵，这让村里的守卫力量更弱了不少。牛二担心这里守不住，村子被冲毁。有我在，不会有事的。吴凡自信道。你们只要在看到信号之后动手即可。
虽然敌人数量很多，但是因为只是起义军队伍，而且还是一支装备很差的起义军队伍，吴凡就想着要好好搞一波大的，而不仅仅是击退他们就行的。如果不将他们彻底剿灭，他们势必还会再来，到时候自己这边就未必能够提早做安排了。虽然只有60余人，但是吴凡自己本身实力不弱，再加上手中的各种底牌，他有信心能够在正面挡住对方的冲击。见吴凡这么说，牛二和吕冰两人自然是不会有什么意见。随后两人各自带着人出村，寻找合适的埋伏地点。隐者村的地形还是不错的，后面是山，村子东边是森林，西边则是一条河流，只有村子南面有一条进村的道路，而在道路两边也有可以用于躲藏的地形。吴凡他们现在占据主动，知道敌人要来，而敌人对此却是一无所知，所以他们不可能有太高的警惕心。在他们的心里，这里和他们之前抢劫的村子没有什么两样，并不会有什么危险存在，而所走的路也肯定是村子前面的那条路。在牛二和吕冰带人离开之后，吴凡也让剩下的人用之前开挖出来的木材和石头做一些简单的防御工事，等着敌人前来。在吴凡指挥民兵队的人做准备的时候，罗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他的身边，而且还全副武装，一副准备战斗的模样。你怎么来了？你身体还没有好，快回去。吴凡说道。我要跟在大人身边，保护大人的安全。罗月目光坚定地说道。瞎胡闹！吴凡冷着脸说道。这里会很危险，你伤势还没有完全好，马上给我回去。我也不需要你保护。吴凡这边能够战斗的人数只有60多人，而敌人能够战斗的人数应该就是那些轻壮，大概2、3千人，其他的估计都只是跟着壮壮生事而已。但即便是这样，对方能战制人的人数也是自己这边的几10倍。虽然自己这边有陷阱、有武器和防具，再加上自己手上的各种底牌，让吴凡还有一战之力，但是危险肯定还是有的，而且还很大。罗月的伤势还未完全康复，吴凡不想让他冒险。我不回去。罗月说道，语气坚定。我的话不管用了是吧？吴凡皱眉道。罗月脸上微微有些委屈和倔强。我不回去。语气依旧坚定，但是声音比之前小了很多，似乎是底气不足，害怕吴凡生气。吴凡有些头疼，没有想到罗月这么犟，如果强行让他回去的话，估计待会打起来的时候，他还是会偷偷的跑过来参加战斗的。与其让他一个人偷偷跑来，还不如就将他留在身边。好吧，你可以留下，但是要待在我的身边，不能乱跑。吴凡叮嘱道。是。罗月一脸喜色的应道。这个时候雪云猫出现了，穿过众人，跳上吴凡的肩膀，好奇地看着村外忙碌的众人。吴凡转头看向雪云猫说道，小家伙，这里危险，你回后山森林里去吧。这几天雪云猫白天都在村里，晚上吴凡回到现实中的时候，小家伙就会返回后山的森林中。不过小家伙居然和罗月一样，没有听从吴凡的话，依旧是待在他的肩膀之上，并没有要回去的意思。又是一个不省心的家伙。吴凡心中叹了一口气，倒是没有再强求雪云猫回去，他很聪明，身子很灵活，而且又不是人类，真要打起来肯定自己就会躲，那些起义军的士兵也不会追着一只宠物去杀。距离隐者村大约4、5里地的地方，有一支4、5千人的队伍正在慢慢悠悠地走着，队伍中大多数人都是步行，只有大概10来个人骑着马，整支队伍松松垮垮，歪歪扭扭，那样子不像是行军，倒像是在春游一样。这支队伍正是那支游荡在清远县城附近的起义军队伍，他们已经洗劫了清远县城附近的3、4个村子，队伍的实力慢慢得到加强。队伍的首领是一个名叫裘永超的中年人，他身材魁梧，力气极大，早前曾是大户人家的护院，练就一身外家功夫，等闲5、6个人近不了身。后来因为盗窃主人家的财物被发现，被迫逃走。现如今整个炎风国纷乱四起，裘永超心里也不甘寂寞，利用自己的勇武，强迫一些人加入自己的队伍，随后打家劫舍，队伍慢慢壮大。队伍壮大之后，裘永超的野心也在慢慢的增加。以往遇到正规军的围剿，他都是能躲就躲，然而在实力强大之后，他居然有了和正规军斗一斗的想法。结果他的队伍被打得惨败，他被迫带着队伍逃窜。好在那正规军似乎并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的意思，这才让他们逃脱。一段时间之后，他们逃窜到了清远县城附近。虽然被打得惨败，但是裘永超的野心并没有熄灭。他觉得自己之所以打不过正规军，是因为准备不足，手下士兵战斗素质不够高，武器装备也缺乏，所以他便想要攻占清远县城，抢劫里面的财富，打造自己的军队，增加自己军队的实力。奈何清远县城一直城门紧闭，他这边也没有攻城器械，所以只能暂时放弃。他又不甘心离开，所以便开始抢劫清远县城周边的村镇，一方面抢劫粮食钱财养活自己的队伍，另一方面则是锻炼军队的战斗力，等时机成熟了再攻打清远县城。清远县城下面的那些村镇防守能力很弱，倒是让裘永超抢劫到一些东西，但是锻炼队伍战斗力的想法却是没有能够实现，因为他在那些村镇根本就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这让他在感觉到可惜的同时，也对于这些村镇的防守轻视不已。他打算将清远县城下属的所有村镇都给抢劫了，壮大队伍实力，同时逼迫清远县城内的守军出来。而今天他们则是来到了隐者村附近，他们倒不是直接就冲着隐者村来的，对于目标的选择，裘永超完全就是随机的。都给我走快点，没吃饱饭啊！裘永超看着队伍散散漫漫，心里有气。他这支队伍对付普通的村镇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和正规军打则完全不是对手，这让他的野心如何实现？不行，等打下了清远县城，一定要好好训训这些兔崽子们，之前让他们过得太轻松了。前面几里之外就有个村子，
打下那里，我们在那里休整，今天就不再赶路了。裘永超说道。众人一听不用再赶路，顿时来了精神。这些人之前都只是普通的农民，没有经受过训练，并没有什么战斗素养，走了一天的路，一个个都抱怨不已，早就不想再走了。现在听到可以在前面村子里休息，心中自然没有意见。而且有村子就有吃的喝的，他们也可以在里面享受一番，也不枉他们走那么远路。至于能不能打下前面的那个村子，他们则是一点担心都没有。之前他们已经打下过好多村子了，这些偏远的村子根本就没有什么像样防守力量，他们只要一阵冲锋就能够轻松的冲进去，里面的人就会跪地投降，他们就像地狱里的判官一样，可以决定他们的生死。那种感觉美妙极了。这些人在一次次的抢劫中已经完全的迷失了，他们忘记了他们不久之前也曾是那些跪地求饶中的一员，他们也曾经是村里普通的农户，也曾被压迫，而现在身份转变，他们已经忘记了之前的自己。因为队伍的散漫，这不是很远的路程，足足走了2个多小时。不过裘永超对此并不是很在意，不管走多久也不影响他打下前面的村子。很快隐者村已经出现在视野之内，裘永超一指不远处的隐者村，对着众人说道，看到前面那个村子了吗？他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打下那里，抢粮食，抢钱，抢女人，抢走他们的一切。如果遇到反抗的，不用和他们客气，都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众人参差不齐地回应道。虽然回答的声音不是很整齐，但是每个人表情却都是相同的，那就是振奋、激动。有了抢劫目标，就意味着他们又可以好好享受一番了。这个时候，队伍行军的速度明显比之前快了不少，一些人甚至是直接跑了起来。目标正是隐者村，根本就不用裘永超去催促，因为一个村子的资源是有限，他们这边人又多，先到先得，后到的人连毛都捞不到一根。所以众人这个时候都是争先恐后的朝着村子跑去，生怕自己落后于别人。本来就松松垮垮的阵型，这个时候更是完全的不成样，所有人的心里也都没有了阵型的概念，他们只想着往前冲。裘永超见此并不在意，脸上甚至还露出了笑容。一个小村子而已，根本就不用担心，也不用他指挥，只要手下这些人一个冲锋，前面的村子就会陷落。他们之前遇到的几个村子都是这样，而眼前的这个村子也不会有什么意外。而不管是谁抢到的东西，他作为首领都是可以分到一半的，所以他根本就不急，带着几个同样骑着马的青年慢悠悠地走着。这几个人就是裘永超给自己安排的亲兵了，他们身体强壮，待遇也是最好的。其他人平时还需要时不时饿着肚子的时候，这些人却是能够经常有肉吃。其他人连像样的武器都没有的时候，这些人却是武器防具都不缺，甚至还有马骑。对于这10来个人，裘永超很用心，这是真的在当核心来培养。平时不管是行军还是打仗，这些人都会紧紧地跟在他的身边，寸步不离。隐者村的村口，吴凡等人站在那里，目视着前方，他们也已经看到了朝着他们冲来的起义军队伍。吴凡以及之前几个老兵脸色不变，而那些新兵们虽然有了之前吴凡的鼓舞，这个时候看到那些起义军士兵们犹如潮水一般冲来，还是忍不住有些害怕。那可是几千人，他们这边才多少？虽然在他们的身后站着那些劳作的人，让他们的人数达到了几百，但是他们心中很清楚，那些人更多的作用是壮壮声势，吓吓敌人。真正战斗的时候，依靠的还是他们这60多人。60多人面对几千人的攻击，怎么看都没有任何的胜算。如果不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他们绝对不会还留在这里，做这种和找死没有任何区别的事情。别怕，不会有事的，他们打不下这里，赢的人会是我们。吴凡也发现到众人脸上的紧张，不由得朗声道。对于这些人的表现，吴凡很能理解，他们当初第一次面对敌人的时候，也和这些人差不多，心里紧张的不行，四肢发软，恨不得掉头就逃。但是只要忍过这么一次，那么后面的事情就会顺利很多。只要经过一场像样的战斗，幸存下来的人会是真正的士兵，而那才是吴凡想要的。其他村子的民兵队战斗力都不会很强，毕竟这不是正规军，只是临时组建而成，没有像样的训练，没有武器装备，组建起来顶多就是吓吓一些小毛贼，给自己壮壮胆子。真要是遇到像样的起义军势力，他们根本就没有抵抗的能力。吴凡却不想自己麾下的民兵队也是那样的情况，他要将自己的民兵队打造成一支完全不属于正规军的队伍，不管是从武器装备还是战斗力方面，都不能比正规军弱。所以这种有些残酷的战斗，他们是必须要经历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完成蜕变。吴凡的话让众人的情绪稍稍冷静，再加上从始至终吴凡都一直站在队伍的最前方，这让众人心里更多了一些安全感。吴凡这样有钱有地位的人都能够不怕危险，他们还有什么好怕的？罗月紧握着吴凡打造的大刀，站在吴凡的身边，眼角的余光偶尔看向吴凡，充满了崇拜、感激、迷恋种种情绪，而看向前方冲来的起义军队伍的时候，却是异常坚定。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他都不会让吴凡遇到危险的，哪怕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也要保护好吴凡。小家伙雪云猫依然是站在吴凡的肩头，好奇地看着村外，他似乎也感受到这里气氛的变化，变得比往常安静许多。冲啊！冲进去，杀光男人，抢走女人，都别抢，让我先冲！村外起义军的士兵们已经冲到了村子的外围，他们也看到了村内的众人，微微有些发愣。这个村子怎么感觉和之前遇到的村子不一样？他们怎么好像提前知晓了一般，全都聚集在村口处？而且他们怎么没有像之前的几个村子里的人一样，看到自己等人的到来而慌乱逃窜呢？然而这个发愣也只有那么一会的时间，他们就将心中的种种疑惑抛之脑后，脚下的步子甚至停都没停，继续往村子里冲去。有准备又怎样？
没有逃窜又如何？面对自己这边的大军，他们崩溃是早晚的事。难道这个村子就凭那么点人，还想抵抗自己这边的进攻不成？开玩笑！只要一个冲锋，自己这边的大军就能够将他们冲得崩溃。现在装模作样的站在那里，一点用处都没有。之前几次异常顺利的打劫，让这些起义军士兵们完全不将各个村子里的防卫力量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不管哪一个村子，在他们的冲击之下都得崩溃。啊！就在这些士兵们想着待会怎么杀死这些装模作样的混蛋的时候，冲在最前面的一些人却是突然发出了惨叫。啊！我的脚！谁来救救我！我的脚要废了！惨叫的人越来越多。然而，更让后面一些人心慌的是，最前面的一批人连惨叫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杀死了。陷阱！村子前头有陷阱！后面的众人有人意识到了这个情况，立即便想要停下来。然而，更后面的人却是不知道这个情况，冲势不减，立即便将前面一些停下来的人给撞得东倒西歪，有的摔倒在地，然后被后面冲来的人踩踏，有的则是被冲撞得不由自主地往前继续跑，随后和他们前面的人一样发出惨叫声。好一会，整个队伍才慢慢地停下来。后面的人看到前面那些人的惨状，无不倒吸了一口凉气。村子前头有一个个大坑，之前上面被树叶和泥土覆盖了，这些起义军士兵们并没有能够看到，当他们冲过来的时候就都掉了下去。而在这些坑中，则是倒插着一根根被削得异常尖锐的竹子，那些掉下去的人甚至都还没有能够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被那些竹子给刺穿了身体。对于挖坑，吴凡可是很擅长的，当初他杀死那只斑斓恶虎就是依靠的挖坑布置陷阱，而今天他对付的目标换了，但是所取得的效果却还是相同的。而除了这些坑之外，那些起义军士兵们还惊恐地发现，在他们这里通往村内的路上居然被撒了密密麻麻无数的铁钉，这些铁钉很小，周围又有枯树叶，再加上这些起义军士兵们之前冲得很急，没有注意脚下，所以一个个就都着了道，脚底被那些细小的铁钉给刺穿，鲜血直流，根本就无法再行走。这些铁钉有些是吴凡这段时间打造武器和防具所剩下的，有些则是铁匠铺里的存货，是孙铁匠平时打造所剩下的边角料，现在都被吴凡稍加打磨，撒在了村子前面的道路上。而现在这些铁钉配合陷阱坑，成了这支起义军进入村内的拦路虎，阻碍他们继续前进。仅仅是刚刚一个冲锋，起义军这边就至少死了几十人，另有上百人暂时失去战斗力。而且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是青壮年，因为想着早点进入村内进行抢劫，所以起义军这边个个都是撒丫子在跑。而青壮年的速度显然要比孩童和老年人要快上很多，所以中了陷阱的也多是青壮。这样的情况让那些起义军士兵们踌躇不前，不敢再像刚刚那样冲锋。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发现了异常，裘永超骑着马来到前方问道。当他看到村子前面的情况的时候，不用手下的人回答，他也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很显然，村子里的人提前在村口布置了陷阱，而他们的人没有想到会遇到这个情况，有不少中了招。这让裘永超微微意外，前面几个村子他们抢劫进行得很顺利，没有想到在这里居然遇到了意外情况。不过很快他就压下了心中的惊讶，冷着脸看了一眼村口方向，冷声道：“以为这样就能够拦住我们，不让我们进村？”随即他对身边人说道：“去路边砍些树枝来，用树枝将地上的铁钉扫掉。”对于村口有陷阱的事情，裘永超并没有太当一回事，也没有足够的重视。现如今这个世道不太平，一些村子为了自保，做出一些防御措施也是很正常的。接到裘永超的命令，一些人连忙过去砍树枝，随后想要用树枝清扫地上的铁钉。然而想法是好的，但是真做起来却是很困难。树枝加上上面的树叶，的确是可以清扫掉一部分铁钉，然而清扫的却不算彻底，有些铁钉半截进入了泥里，有些则是在枯树叶之中难以清扫。而只要铁钉不能清扫干净，这些士兵们就不敢随便冲锋，他们的脚也是肉长的，不是铁做的，被刺穿了那可也是很疼的，而且如果铁钉上有锈的话，甚至会感染导致死亡。裘永超的脸色有些难看，村子就在眼前，然而他们却是被困在了这里，这让他心里非常的不爽。不管怎样，一定要打下这个村子。所有人蹲下，给我一个一个捡，我倒要看看你们还有什么本事。裘永超命令道：“等我冲进去，我一定要将村里的人屠杀干净，一个不留。”这是最笨的方法，却也是最有用的方法，只是需要时间而已。这里距离村口上百米左右，道路不算太过宽敞，而他们这边人多，相信1-2个小时肯定能够捡完，到时候就没有任何东西阻碍他们进入村内了。被一个小小的村子弄得这么狼狈，让裘永超心里异常愤怒，发誓进村之后杀光村里的所有人来泄愤。在裘永超的命令下，起义军队伍可是低头捡铁钉，只是有些铁钉藏得比较深，不容易被发现，所以还是时不时的就有人被刺穿脚底。不过这也已经比之前的情况要好多了。然而吴凡会让他们轻松捡铁钉吗？显然不可能。所有人准备，目标前方叛军，自由射击。吴凡朗声道。60多个民兵被吴凡分成2排，前面1排半蹲，所有人手中都有吴凡打造出来的弓箭。在吴凡下达命令之后，一根根箭矢犹如蝗虫一般飞向了村子前面的起义军队伍。为了这次赢者村保卫战，吴凡可算下了血本的，不仅是每人一把大刀，而且还有全身防具，同时每人都还配备了一柄长弓，箭矢若干。这样的装备等级，哪怕是在朝廷的正规军中都是不多见的。只是这些民兵们接受训练才没有几天时间，队列都站不整齐，就更别说射术能有多高明了。好在
这个时候，前面的起义军队伍都聚在一起，而且因为铁钉和陷阱的缘故，他们行动并不快，简直就是一个个活靶子，让众人射击的难度降低了不少。虽然有很多箭矢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箭矢落在人群之中，惨叫声再次响起。